宋家小院的柴房里，季奶奶雷氏一把按住宋六，威胁儿媳妇汤氏赶紧将她女儿绑起来，嘴里恶毒地说道：“六丫头，不管你愿不愿意，今个儿必须嫁入任家，不然打断你的腿。”宋九挑着一担水从村头赶回去，就见村道上来了一辆牛车，前头赶车的两人穿着9成新的短衣，为首年长的妇人一脸严肃，不怒自威，可是那身后的一车粮食实在招人眼。宋九看了一眼，便脚步匆匆地往家里走，到了门口，便听到了季奶奶恶毒的话。他3步并作2步地来到柴房，就见姐姐被五花大绑地按在地上。娘，我是你女儿啊，我不嫁人家可欺的傻子，娘要为我做主。宋六哽咽的声音朝母亲喊着。汤氏却在一旁抹泪，她成了寡妇，带着2个女儿嫁到宋家，总算生了个大胖小子，也连带的把2个女儿养大。没有宋家，母女3人早已经死在了某个旮旯里。季奶奶雷氏冷笑一声，老脸上的皱褶抖动着，但凡养2头猪，还能杀了吃肉，你不嫁，哪来的粮食过冬？宋六很绝望，他不敢看阿奶，只敢看着懦弱的母亲。他知道姐妹2人当中，母亲向来偏心他的，为何这一次不是把9丫头嫁到任家去，而是选了他？他不甘心。宋九想起刚才在村道上遇上的牛车，知道任家的人就要来了，连忙为姐姐求情：“阿奶，可不可以不嫁姐姐？我们会更加勤快做事的，会比养头猪值钱。”寄人篱下的日子着实不好过，宋九永远是那个做事多吃饭少的人。即使是这样，看到宋六的下场，他心头仍旧不好受。雷氏回头瞪了宋九一眼：“不嫁你姐姐，嫁了你怎么样？”没想到宋六立即答应：“嫁妹妹好，反正她不嫁。”一旁的汤氏连忙制止：“不行，必须是6丫头。”他们不知道，嫁一个女儿换任家1车粮食，大女儿至少到了人家还能吃口饱饭，而这1车粮食还不够让宋家人平安过冬的，所以接下来就要卖了9丫头。她婆母已经见了牙婆，马上就要把9丫头送青楼去了。汤氏心头所想的无法跟大女儿说，只好按住6丫头，捂了她的嘴。宋九靠着门站着，突然接了雷氏的话：“好，我带姐姐嫁去任家。”雷氏将9丫头上下打量一眼，才16岁的宋九不及18岁的宋六发育的好，干瘦的身姿看着就营养不良。不过若是将9丫头交给了人家，那6丫头这身段迈入青楼，价钱更高。雷氏立即开口：“行，这可是你自愿的。”汤氏就要阻止婆母，被雷氏一把推开。宋六松了绑，放开了，立即抱住妹妹，欢喜地向妹妹道谢。汤氏在一旁气个半死。待雷氏出去了，宋九冷漠地看向母亲：“母亲为什么要用我们来讨好阿奶？我们和弟弟一样，都是你生下来的孩子。”这会儿宋六也看向了母亲，刚才竟然绑了她。汤氏正生气9丫头抢了6丫头的婚事，见9丫头质问的眼神看着他，很不舒服，抬起一巴掌就要打她，谁知9丫头敢躲开他的手，不再像以前懦弱隐忍。阿奶已经答应我代替姐姐嫁入任家，母亲现在打不了我，还打不了她了，自己的女儿想打就打。汤氏拿起墙角的掏火棍就朝9丫头抡过来，宋六吓了一跳，赶紧躲开了。宋九却是站着没动，眼看着掏火棍就要打在身上，没想宋九抓住了掏火棍，瘦弱的身姿如铜墙铁壁般的站在眼前。母亲要是打死了我，就换不到任家的1车粮食了，阿奶不会放过你的。你为了能待在宋家，不惜牺牲2个女儿的一生，你不配为母亲。宋九越是这么说，越是点中了汤氏的痛处，他竟然抢不过女儿手中的掏火棍，只得松了手，恶狠狠地说道：“当初若不是我改嫁，哪会有你们的今日，早饿死在路边了。你不去看看外头是什么世道？3年旱灾，石头村里连树皮都啃了，你们能在宋家吃一口饭没有饿死，就是你们的福气。现在养大了你们，也是该你们报恩的时候了。”宋家人尚且没说什么，母亲便如此的迫不及待。母亲偏心大姐，她知道，但最终她爱的还是弟弟，只有男丁才是依靠。9丫头，我是你娘，即使将你卖了，你也不能反抗。汤氏这就要将大女儿拉出去，把9丫头关柴房里，不准她破坏了她大姐的婚事。没想到门外就来了任家的牛车，任婆子来了，她是宋家人的希望，一个女儿换1车的粮食，在这个世道简直太划算了。汤氏还来不及关了柴房的门，宋九便较快的从柴房里跑了出来。反而宋六根本不愿意嫁给任家克妻的傻子，听人说傻子还咬人，被咬上一口就要病几日，这么可怕的他可不干。汤氏看着大女儿躲柴房不出来的样子，就有些怒气不争。可惜在2个女儿面前强势的汤氏，站在婆母雷氏面前却是个懦弱的小媳妇，不敢出声。跟任家说好的是宋家的大姑娘，没想到站眼前的却是宋家的2姑娘。任婆子看着眼前身姿清瘦的宋九，虽然宋家的丫头长相在10里8乡的出名，可是任婆子的看法却是不同的，她不看脸，只看宋九的胸和屁股。任家看中的是宋家大姑娘屁股大好生养，现在换个小的是怎么回事？任婆子摇了摇头，那身9成新没有补丁的短衣与宋家有着明显的距离感，
任婆子也是中年妇人，却比汤氏瞧着年轻了好几岁，眉目间更是有着年轻时的清丽，想必年轻时应该是个美人儿。汤氏当年也是个美人儿，10里8乡的出了名，就跟她现在的2个女儿一样水灵，只可惜被生活搓磨得不成样子，这会儿站在任婆子面前如同矮了一截，连头都不太敢抬起来。雷氏的目光停留在任婆子身后的1牛车粮食，一整车的杂粮粗面，到这个时节能吃到这些的庄户已经不多了，宋家小院里已经好久没有吃过硬食了。雷氏咽了咽口水，又想着将老大留下卖入青楼能得个好价钱，于是伸手把宋九往前一推，说道：任家有粮，这孩子温养几日就长得像他姐姐一样，都是一个娘生的，不会差的。这话似乎打动了任婆子。第2章代替姐姐出嫁。正好这会儿汤氏悄悄地退下，将六丫头强行拉出来，宋六朝着任婆子就喊：我不嫁，打死也不嫁客妻的傻子，傻子咬一口就病几日，我死也不嫁。当众提人家的短处，任婆子显然怒了。雷氏见状，气得回头瞪了汤氏一眼，汤氏只得赶紧捂了大女儿的嘴。也是因为宋六的这番话，彻底让任婆子改变了心意，这就看向了宋九，说道：你喊我一声试试。宋九毫不犹豫地喊道：娘。这一声娘把任婆子的心喊动了，心想着这孩子识时务，瞧着比他那个姐姐聪明多了。成吧，就这个了。任婆子回头看向大儿子，于是任家老大这就将粮食卸下。宋家人到这会儿才发现赶车的任家老大，这任婆子养得好，风韵犹存。这任家老大看着壮实又有力气，人还长得不赖，年纪20来岁的样子，眉清目秀，与普通庄户人家中的孩子很不相同。难怪人家是水乡村的富户家养出来的，要这么说的话，至少任家傻子不会长得差。不过傻子终归是傻子，但凡能像任家老大这般模样的，恐怕宋六争着也要嫁了。倒是雷氏不要脸的舔着脸笑问道：任家老大是个好男儿，纳妾吗？任婆子真是被雷氏这话给气笑了，当真是为老不尊，于是撩开眼皮子看向雷氏：任家儿郎不准纳妾，这是家规。这是什么规矩？有钱人家不纳妾，不然把老大也换成1车粮食送给任家老大做妾，有了2车粮食，宋家能安心过冬了。任家老大被雷氏盯着很有些不自在，手脚麻利的将粮食放下了，这就坐上牛车，瞧这样子只想赶紧离开。就在宋九准备坐上牛车离开时，一个小炮弹突然冲出来，一把将宋九抱住：二姐不能走，我不准。宋家5岁的小儿子，在这个家里能让宋九还有半丝留恋的就是这个弟弟了，至少他饿得快晕死的时候，是弟弟将自己的口粮偷偷喂他嘴中来的。宋九也没有想到他的离开还有弟弟的挽留，也算是心头一丝安慰。他摸了摸弟弟的额头，刚要劝2句，就被雷氏一把拉了过去。宋家的大孙子金贵着，跟这个带来的孙女有什么好亲近的？雷氏还顺带的交代宋九，嫁去任家就好好听婆母的话，孝顺公婆，要是敢不听话，遭任家嫌弃，我就打断你的腿。宋九就这样离开了寄居6年的宋家小院，除了流泪的弟弟，其他人他一眼也没有看过。凹凸不平的村道露出风雨洗刷后冒出石头坚硬的地面，在这个秋风萧瑟的季节，一眼望去，整个石头村犹如西风残照，毫无生机。坐在牛车上望着眼前倒退的茅草屋舍，听着牛车轮子吱嘎吱嘎滚动的声音，宋九面色很平静。石头村的村民看到牛车上坐着的9丫头，无不低头议论。谁不知富户任家有3个儿子，老大和老二都娶上了媳妇，唯独有个痴傻的小儿子，3年定亲3次，对方没入门就没了。这一次倒好，亲也不定了，直接运来1车粮食换走了宋家的9丫头，就这么的成亲了。然而在这个饥肠辘辘的时期，即使客妻痴傻也会有人心动的，奈何自家女儿长得不漂亮，任婆子根本看不上呢。宋九不知道嫁入任家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坐在牛车上，任家大哥对他挺和善，婆母似乎看着也没有先前的严肃，一路上还问他会干什么农活。宋九在跟着母亲来到宋家时，他得了一场大病，好不容易捡回了性命。在那之后，跟他站得近的人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刚才在柴房里，母亲想将大姐留下，将她迈入青楼的决定，他当时的心里是波凉波凉的，所以他才顺着阿奶的话答应带姐姐出嫁的。现在婆母问他会做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干过的农活都说了，砍柴割草扫猪圈，洗衣做饭放牛，他样样都行，唯独没有下地干活，那是因为宋家没有什么田地。宋九担忧地看向婆母，补充道：娘，我不笨的，下地干活我也能学会的。果然任婆子听到这话，脸上露出笑容，甚至还松了口气。孩子是不大，也没有尝周全，只要养一养，大概是不差了。重点是这个孩子不犯懒，比家里2个儿媳妇好太多。任婆子就喜欢不爱比较默默做事的儿媳妇。牛车来到水乡村的任家院，就见任家院门宽敞，容得下2辆牛车进出，
围墙也比周围庄户的高，最重要的是任家是砖瓦屋子，比起石头村家家户户泥糊的强大的茅草顶，任家院子要结实坚固得多。宋九站在院门口就止步不前了，任婆子看了他一眼，面色慈祥地说道：“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了，你进来吧。”大哥任广田一边卸牛车，一边看向宋九说道：“弟媳，进来吧，以后我们是一家人了。”宋九听到这话，他才赶进小院。他的到来引起大房二房两媳妇的注意，纷纷从屋里出来。两位嫂子身上穿的补丁衣裳，补丁却是少的，在宋九眼中，这样的衣裳都没有穿过。从小到大，他只穿宋六穿剩的衣裳，可是贫穷的宋家又怎么舍得给妓女做新衣？衣裳落到他身上，已经是补丁连着补丁，有时候做事不小心还会被割破，回去就得挨长辈的责骂。宋九的确羡慕任家的好生活，若说先前是不得不答应嫁入任家，那么现在他想留在任家过这样的好日子。任婆子叫两个儿媳妇各自回屋，捡几件新点的衣裳给弟媳送去。两个儿媳妇撇了撇嘴，转身回了屋。任婆子进厨房，宋九很带眼光，立即跟着入厨房，帮着添柴打下手。任婆子看着很满意。其实任家的日子也不是外头人传的那么好，挤出来的这一车粮食不得不给老三娶房媳妇，因为老三前不久跟着村里人去打猎，伤了腿，得有人照顾他。今个儿任家当家的把院里养的30只母鸡挑去城里售卖，但凡这个冬能顺利过去，也不会在这个时节卖了下蛋的母鸡。很快厨房里传来疙瘩汤的香味，到底是老三媳妇新入门。任婆子将粗粮里藏着的2个鸡蛋加到了疙瘩汤里，看着灶台前坐着的宋九，不自觉地咽口水，眼神却并没有朝锅里张望。任婆子对这个儿媳妇就更加满意了。大清早出门卖鸡的公公任平，这会儿匆匆赶了回来，却见挑去的担子里30只母鸡原封不动地又挑了回来。入了院，任老头将担子一放，立即来了厨房，看到任婆子就叫她去屋里一趟。第3章，好事一桩接一桩。任婆子发现丈夫有些不太对劲，鸡没有卖，脸怎么红彤彤的，是出了什么事，急成了这样。任婆子一回屋，任老头从袖里拿出一个精致的银袋子，对媳妇说道：“你说金个儿怪不怪？我在城西卖鸡，有辆马车经过，里头一位妇人朝我丢了个银袋子，还说不要了，都给我。我追过去要还给人家，人家里都不理我，我不想被人注意，就挑着担子回来了。这闹饥荒的时期，还有人无缘无故的给人钱，真是怪事。”看这银袋子上的刺绣，就知道是大户家里出来的。夫妻2人打开一看，2块银锭子，上头写了字10两重，2块就是20两银子。夫妻2人惊住了。任家在周围村里算富有的，一年到头能看到2两碎银的现钱已经了不得，头一回看到20两银子。这会儿任家老二从山中下来，也是脚步飞快地往家里赶。经过村道时，从地里干活回来的村里人都忍不住看向任广江手里提着的一篮子野兔，一个个都震惊了。这时节山里还有野味，打死也不信。再说任家会打猎的老三不是受伤动不了，这老二上山最多砍柴，没听说过老二会打猎呢。任广江心头是激动的，不想被村里人瞧见。任广江是一路小跑着回的家，一进家门就喊娘。任婆子不得不快速将钱袋纳入怀里，从屋里跑出来，以为发生什么大事儿了，正要责备老二2句，就见老二将一篮子兔子递给他：“娘，今天当真是怪事，我在山上砍柴，没想到在茅草堆里发现了2窝兔子，而且我砍柴的那儿还有野鸡下的蛋，我来不及捡，我回来喊媳妇去帮手，要是大嫂得空也一起去一趟。”任广江已经迫不及待了，这就招呼着大嫂和自家媳妇赶紧跟着走，带个骡子。除了鸡蛋，他看到那片林中有不少蘑菇。任婆子感觉今天走大运了，先是丈夫无故被人施舍银子，之后又是老二在山上抱回兔子，这会儿说有野鸡蛋和蘑菇，那可耽搁不得，立即让老大和老二带媳妇上山，赶紧弄回来，莫让村里人知道了。家里儿子儿媳妇一走，任老头有些不淡定了。金个儿怪事一桩接一桩，要是这么来的话，我在咱家田里挖的一口泉眼井，这么多日也没有冒出水来，我这就去田里一趟，要是金个儿有水了，咱们的冬田就养住了，来年定能丰收。任老头这就扛着锄头往外走。转眼间家里只剩下任婆子，他感觉还有些不真实。好半晌后，他看向厨房里还在老老实实做事的老三媳妇，心想着莫不是这老三媳妇是自带嫁妆进任家门的，头回遇上这种怪事。任婆子压着心头的激动，这就抓了2只兔子回了厨房。一家人午饭都顾不上吃，老大老二带着媳妇忙到下午，结果没有扛回柴，却是各自背着骡子，上面铺了杂草，一脸兴奋地回来了。村里人都觉得任家人很奇怪，奈何问不出来，一家人都瞒得紧。到了人家小院，门一关，老大老二就将骡子里的鸡蛋和蘑菇全部拿了出来。任婆子站在廊下看着这一幕，脸上笑开了花。老大媳妇沈秋梅一张清丽的脸上红扑扑的，可见她有多高兴，向婆母禀报着：“娘，
一筐蘑菇，咱们吃不完晒干了，省着点吃，能吃上大半年了。老二媳妇杨冬花长相普通了些，但是丰硕，她背着一摞子野鸡蛋，任婆子见了都觉得不可思议。没一会儿，任老头扛着锄头回来时，脸上是窃喜，看到村里人生怕被人发现了什么，都不敢与人打招呼，脚步飞快地回来了。谁能想到挖了大半年又干枯在那儿的一口井，今日不仅冒水了，还满满当当的，水还是清甜的，不要说养冬田了，就是自家人喝的水都解决了。想起村里那口水井，家家户户抢着用，到了干旱的季节就没水，接水还得半夜去。现在好了，泉水井就在自家田里，村里人谁也抢不走，自家几亩冬田不必说，来年种上稻米，卖个高价钱。任婆子看着匆匆进院又关门的丈夫，就知道又有喜事了。这事儿可不能让村里人知道，家家户户都困难。虽说水乡村比周围几村的水源丰富些，不至于穷到卖孩子，但也都不好过。3年旱灾，粮税又不减免，能活着就不错了。关起门来，任家院里杀了2只母鸡，母鸡炖蘑菇，油焖兔肉，院里的肉香立即传到了院外，连着村头的人都闻到了。任家不得劲，先前就看着他们一家人神神秘秘的上了山，接着又脚步飞快的回来。他们在山上是找到了什么宝贝？这个时节还能闻到肉香，不到过年过节的，闻到的人都口馋，谁不咽口水，一个个的都受不住了。有村民开口，改日向任婆子借2升粗粮吃，想必也不会拒绝吧。旁边的村里人却是呸了一声，谁家的粮食是大风刮来的，瞧着就是有借不还的主，你好意思这么做？村里人七嘴八舌的都是聊着任家的粮食，不羡慕是不可能的，都说任婆子会持家，早几年就在村里买了好田地，到了灾年，一家人饿不着。任家小院里，任婆子将一碗鸡肉蘑菇汤递到宋九手中，交代道：端你3房屋里去，你头回见到你丈夫，顺着他点。外头都传任家老三吃傻还咬人，到这一刻了，宋九心头也没有底。任婆子心想着，这老三媳妇入门自带嫁妆是个好事，只是也得会照顾老三才行，不然家里还得平白多一张嘴。宋九硬着头皮端着碗往3房走，他在走廊上时就看到了大嫂和二嫂都盯着他看，穿着补丁连着补丁洗得花白短衣的宋九心头多少有些不自在。推开3房的门，里头有些昏暗，倒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适应了里头的光线，就见床上躺着个人，身子很长，脚脖子都搭外头了。宋九不敢关门，还是被传言的话给吓着了。他能不能留在任家院里过上好日子，就看他能不能哄住这个傻丈夫。第4章，傻夫并没有传言中的可怕。听到声音，床上的人有了动静，立即从床上翻身而起，吓得宋九手中的汤碗差点脱手。眼前坐着素未谋面的丈夫，此时正恶狠狠地看着他，只是他的长相却异常的好看，比任家上头的2个哥哥好看多了。浓眉下是双群星点缀的丹凤眼，精致的五官比女子还要漂亮，长相如此出色却并不阴柔，甚至轮廓分明的她更显得阳刚，身姿果然高大，人也长得壮实，看着样子，宋九觉得他一只手就能弄死他。宋九不敢靠近，对面坐着的人也不吱声。闻着碗中鸡汤蘑菇的香气，宋九咽了咽口水。若想在任家小院里留下来，她必须把丈夫哄好，于是试探的轻柔的声音喊了一声夫君。已经有17岁的任荣长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似乎在研究他。听到他的声音煞是好听，面色柔和了许多，但看样子大概是不明白他口中的称呼是什么用意，反而目光落到他手中的碗，指着他的碗，我要喝鸡汤。竟然主动要喝鸡汤，这就好办。宋九顺势走了过去，任荣长双手举起，倒也不抢，还挺温驯的。坐在丈夫身边的宋九心头有些纳闷，她似乎无法听到丈夫的心声，不知她心头所想，这么多年头一回。她看着丈夫喝鸡汤，并没有闹脾气，也没有要赶他走，她就放心了。可是没能听到他的心声，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比如下一刻会不会发疯了打死他。宋九连忙抛开杂念，结果丈夫的心声没听到，窗外悄悄张望的人她倒是听到了。任婆子是后脚就跟上来了，她站在窗户边小心的听着里头的动静，又从旧了的窗沿里往里头看，看到老三媳妇竟然能坐在老三身边。不仅如此，她明明又饿又馋，竟然没有偷喝鸡汤瞒天过海。任婆子总算满意了。喝了几口的任荣长突然停住，将碗往宋九面前一送，你也喝汤。宋九已经馋得满嘴口水，他不想被婆母发现，一直在悄悄地咽口水。这会儿汤碗就在眼前，他还是强行忍住了，还顺手接过碗，亲自喂给丈夫喝。任婆子看到这儿，算是老三媳妇过了关，放心的离开了。等人走了，宋九才松了口气，就见丈夫似乎被她喂着吃很有趣味，总是将自己的嘴张得大大的，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两人近在咫尺，宋九甚至闻到了他身上带着淡淡的青草香，这是宋九最喜欢的味道。他每次上山砍柴割草的时候，就躺在草丛里望着蔚蓝的天空，
闻着青草的香气。好喝，你也喝。任荣长接过碗，也要喂给宋九喝。被他喝过的汤，宋九本是拒绝的，可是鸡汤入了口，他眼眶都热了。长这么大没有喝过鸡汤，原来鸡汤是这个味道。没有婆母在偷看，宋九也顾不上了，将剩下的鸡汤都喝了。就见丈夫欢喜地看着自己，果然是个傻的，不过应该很好骗。宋九试探地说道：“我是你媳妇，你记住了吗？”任荣长歪着头，一脸疑惑地看着他：“媳妇是做什么的？”宋九耐着性子交代他：“你不知道媳妇是什么没关系，你记得等惠娘问你，你就说看上我了，就只要我这个媳妇，其他的谁也不要。”宋九一遍遍地叮嘱着任荣长，直到任荣长将他的话记下了，他才放心。从三房屋里出来，就见任家人都已经开始吃饭了。宋九不动声色地来到厨房，想着等会儿吃点剩下的就好。在宋家他向来如此，也都习惯了。没想到任婆子笑眯眯地将一大碗鸡肉汤交到他手中，对着大家伙的说道：“今个儿都是借老三媳妇的福气，她这是自带嫁妆进的门，你们以后也得护着这个弟媳。”任婆子的目光落到俩儿媳妇身上，大媳妇沈氏没多少想法，最是听婆母的话，这就应下了。二媳妇杨氏却是暗中撇了撇嘴，什么自带嫁妆，这些都是巧合。再说就不能是任家祖宗坟头冒了烟，是弟媳撞大运了，碰上了。任家两儿子倒是欢喜的，纷纷叫弟媳。任广江跟他大哥一样，长得高大俊朗，还有一身力气，家里就属他和他父亲下地干活最多，而且他力气比普通人大，虽然不及他三弟有神力，天生就会打猎，但是在任家还是个顶梁柱。一碗鸡肉汤下肚，又吃上了结实的疙瘩汤，宋九是从没有过的满足。他知道任家也不是天天都有这么多好吃的，粮食其实也不多，挤出来的那一车粮食也是让任家有些拮据起来。一锅鸡肉，一锅兔肉都吃光了，连疙瘩汤都没剩下的，可见一家人的食量都不小。吃完饭天就都要黑了，任婆子催着俩儿媳妇给弟媳翻了几身衣裳出来，自己也回屋将压箱底的花布翻了出来，这就拿到外头在宋九身上比划。看着眼前鲜红的布料，宋九就不敢动了。任婆子要给老三媳妇做新衣，把压箱底的花布都翻了出来，俩儿媳妇心头多少有些吃味，尤其是老二媳妇杨氏更是不服气。她入门的时候婆母可没有这么待她，而且这个弟媳是用一车粮食换来的。当时杨氏入门，她丈夫拿了100个大钱，2包粗面，1斤红糖就嫁过来了。就在这时，老大媳妇突然扶着墙反胃，吐了几声，立即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任婆子将花布放到老三媳妇手中，这就上前看大媳妇，突然想到了什么，问道：“你有多久没来月事了？”老大媳妇吓了一跳，想了想，心头也激动起来。她是入门最早的，已经嫁入任家2年了，一直没有动静，莫不是她怀上了？这一下便是任老头也不淡定了。坐在廊下抽烟的任老头连忙起身朝这边看。任婆子叫老大扶着他媳妇坐下，一番询问后，大概是真的怀孕了。明个叫老大赶着牛车带着媳妇入城给大夫瞧一眼，任家这是要添长孙了呢。任婆子许是太高兴，直起身来，一脸欣慰地看向宋九，叹道：“这老三媳妇娶得好，是咱们任家的福星。明日我提2升白面去隔壁村问问神婆，指不定2孩子的八字配得好。”第5章，哄住傻夫才能留下来。先前相配的是宋家大姑娘的生辰八字，也就一般。任婆子想着老三有缺憾，也就没有这么忌讳。今个家里喜事一桩接一桩，估计这儿媳妇的八字好，望他们任家呢。老大媳妇沈氏也抬头看向宋九，说道：“我这一胎要是真怀上了，我以后把弟媳当亲妹妹看待。”宋家大哥也是感激地看向宋九，一家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身上。宋九有些忐忑。夜里，宋九在任家的早屋里洗澡，双手抱着大嫂给的衣裳，上头有补丁，却并不显眼，衣上还有7成新，却是他穿过最好的衣裳了。任婆子朝早屋子看去一眼，这就去了三房屋里，看到还在床上养伤的3儿子，这就坐到了床沿，问儿子对这个媳妇满意吗？任荣常像背书似的说道：“娘，我看上她了，我就要她当我媳妇，我不管，我就喜欢她。”任婆子听了满心欢喜，老三喜欢就好，只是一想到老三有些痴傻，这新婚夜圆房大概是不会的，这要怎么教呢？任婆子老脸一红，还是教儿子怎么跟媳妇睡觉，说的有些含糊，也不知道儿子懂了没有。不过儿媳妇应该是个聪明人，等会儿教一教她主动一点就是。宋九用了婆母私下教给他的一小块枣豆，将自己洗得白白净净的，这才换上了大嫂给他的衣裳，有些大了，他没有大嫂丰满，不过不打紧，带子一系还是能穿的。宋九从屋里出来就被婆母叫了去，婆母还没有说话，宋九已经脸红了，他紧张地攥紧着衣袖。任婆子心想着，这男人跟女人睡觉，大概意思也该懂了吧，于是将一块白帕子交给他。宋九便明白婆母的意思了，他虽然小，但因他会听人心声，早已经知道了不少事情。好不容易从主屋里退出来，
宋九就没信心回三房屋里了。直到二房的窗子打开，他不想二嫂盯着他看，他才脚步匆匆地回了三房。二房屋里，老二媳妇杨冬花一边给丈夫洗脚，一边鼓动着丈夫：金个家里捉了兔子回来，又捡了野鸡蛋，还采了蘑菇，多少是不是也得给我带点回娘家去？3年旱灾，我娘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再说这些还是夫君你发现的。杨冬花才嫁给丈夫没1年，夫妻感情正是甜蜜时，果然任广江有些动容，接了话：成，我明个儿跟娘说一说，左右那么多也吃不完。杨冬花听了，心头一喜，接着说道：娘老是说没粮了没粮了，过冬都难了，可是三弟媳进门便用了1车的粮食，家里定是有余粮的，正好我也好久没有回娘家了，要不明个儿一起带2袋粗面回去。带粗面？这一下任广江不敢承诺，带2袋粗粮，他怕是还能说说。这样不好吧，咱们二房要了，大房也要，那娘就很难做。任广江话才说完，就得到了媳妇的一个白眼，脚上的手也用了点力。任广江喊痛，杨冬花便说道：明个儿大哥大嫂不是去城里看大夫吗？又不知道我们回娘家的事，我们早去早回，不让大嫂知道就是。任广江本能的想反对，结果媳妇温柔似水的眼睛望来，任广江泄了气。在外头人眼里，任家老二长得真不赖，偏偏娶了个长相平平的媳妇，谁能想到这个长相平平的媳妇却能拿捏住老二？满了媳妇的意，杨冬花这就勤快的倒了洗脚水，随后上前帮丈夫宽衣解带。18岁的任广江有些年轻气盛，对上媳妇的温柔完全没法控制，这就拥着媳妇往床上去，媳妇说什么都应下了。任家三房屋里，宋九才入屋就对上了任荣长好奇的目光，那张精致到无可挑剔的脸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讨厌，甚至他坐在床边还很听话很乖巧。老天爷还是补偿了他的，人是痴傻的，长相却非常人，比任家的男人都要好看。媳妇过来。任荣长突然起身了，这么站起来，顿时感觉到屋子都矮了。宋九站在他面前，小小只的，很是不搭。我娘说我们今晚要圆房，我们开始吧。说完，任荣长一脸天真的开始解自己的衣裳。宋九吓得往后退了几步，好在人是能站起来，腿受伤还不能走，不然他大概逃不脱。任荣长脱的只剩下薄薄的亵衣了，露出了结实的胸膛，还有那若隐若现的腹肌。宋九连忙将自己的目光从他胸膛移开，看向床上的褥子，两颊通红。看到床上的褥子，婆母也已经换成了9成新的，虽然不是大红喜被，不过也是整理了的。宋九试探地问道：你知道什么是圆房吗？她丈夫显然被婆母教过的，立即点头：我知道，抱媳妇睡觉。宋九听了，心头一松，问道：那然后呢？可惜不能知道他心里头想什么，还真是头回遇上，会不会因为他是傻子的缘故？任荣长又在床榻上坐下了，拍了拍床边：媳妇过来。谁过去谁傻，他不过去。娘还跟你说了什么？宋九焦急地问。任荣长咧嘴一笑，说道：娘说要抱紧媳妇睡觉就可以了。这下宋九放心了。宋九安抚好她在床上等着，她这就去厨房打热水给丈夫抹身子，躺了1日，大概也有味儿了吧。正屋里，任老头扒拉着烟斗子，一边问道：你说老三懂吗？任婆子正给老三媳妇做新衣呢，正是先前的那块花布。她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说道：老三媳妇是个有福气的，这孩子很懂事，就算老三不懂，他也该懂得，想要留在任家，那自然是要跟老三圆房的。我明个儿去和2人的八字，要是上吉，咱们就对这老三媳妇好一点，早点催着2人怀上孩子，这样我们的任务也就算是完成了，也能有个交代了。任老头若有所思，但想起今天发生的事，又觉得不可思议。这老三媳妇一入门，什么好事都撞上来了，闹饥荒还能在山上捡鸡蛋抱野兔，尤其是那地里的泉眼，他一直以为自己没有挖对，没想到在今天出泉水了。夫妻2人还在琢磨，三房屋里，宋九倒了洗漱的水过来，没想到任荣长自己拿金子自己抹，还说他会自己抹澡。第6章跟傻夫圆房。莫不是以前也没有人照顾他，是他自己这么洗的？宋九红着脸接过手巾子，教他从脸到脖子再到后背，一点点的来，直到手巾子抹到了他的腹部时，宋九停了手。刚才掌心摸到他的腹肌时，他有些羞耻，感觉自己在占他便宜。见媳妇半晌没动，任荣长奇怪地看着他，指着自己的双腿：媳妇这儿没抹。宋九连忙将手巾子交给他，自己洗。自己洗就自己洗，丈夫竟然很听话，不说生气就咬人的，与传言不对。这会儿的宋九已经不是那么的怕他了，甚至看到他天真无邪的样子，也放下了戒心。夜里入睡，宋九想将褥子中间隔开点，没想到丈夫靠了过来，一把将他抱住，说是他娘这么教他的，还说要是他们今晚没圆房，他娘就要赶走媳妇，他不想媳妇被赶走，所以一定要圆房。听着这话的宋九不敢反抗了，就这么静静的躺着，直到抱着他的任荣长呼呼大睡了，他才松了口气，
果然是不懂的，这下他不用担心了。一夜过去，宋九竟然是有史以来睡得最舒服的一觉，头一回睡在这软绵绵的褥子上，盖着这么暖和的新被，旁边还有一个取暖的人，他竟然初次来任家的第一晚没有做梦。想起以前他和宋六睡柴堆上的这些年，眼下这样的生活也太好了。宋九习惯天边露出白肚就起床做事，不过今天他没有急着起床，醒来后看了一眼旁边睡得正香的丈夫，这才悄悄地从他怀中挪了出来，从袖里拿出婆母交给他的白帕子，随即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昨夜剪的瓷片割开了自己的小脚趾，血落在白帕子上。宋九清理了脚上的伤，立即穿上破旧的布鞋，换上衣裳，将染血的白帕子留在了褥子下。从三房屋里出来时，任家人都还没有起床。宋九很快到了柴房，提着斧头就劈起了柴，小小身板，力气却是不小，是双干惯了农活的手。任婆子起床的时候，就听到柴房里有动静，有些奇怪的来到柴房门口，就看到宋九小小身板提着大斧子劈了一地的柴，全身汗流浃背的，看得任婆子都感动了。不过任婆子没有打扰前头认真干活的人，而是脚步飞快的往三房屋里去。任婆子将三房的门一关，这就来到床边，看着有些凌乱的床榻，老三还睡得很香，脸上便露出了笑意，这就揭开被子一角，看到了里头的白帕子上鲜红的血，任婆子很满意，悄悄地将帕子收了起来。任婆子拍了拍老三的肩膀，任荣长看到母亲，连忙起了身。任婆子问道：“你昨晚上可是按着娘教你的做的吗？”任荣长立即点头，还嚷嚷道：“媳妇好瘦，抱不住，就跟抱着个小枕头似的。这孩子，他这么壮实，莫把小媳妇给折腾了。三媳妇也是倔脾气，都破了身子，大清早的就去柴房干活了。等等，老三是出了名的大力，老三媳妇还能去柴房干活？”任婆子脸色大变，再次从袖里拿出那块白帕子，脸色变得有些不好看了。任婆子从三房屋里出来，这就来到了柴房，叫停了宋九，劝他先休息一下，还关切地问道：“你这么辛苦，身体没有什么不是？”宋九心头打鼓，停了半晌，看着神色不明的婆母，连忙摇头：“娘，我不怕辛苦的，有什么活只管叫我做就是，是个勤快的孩子。”任婆子没有提白帕子的事，而是将睡懒觉的老二媳妇叫了起来。杨冬花昨夜想着要回娘家，就极力的讨好丈夫，没想到两人折腾到半夜，她累了个半死，丈夫终于安生了。没想到大清早被婆母叫了起来，就是一顿说的。看着劈了一地柴的三弟媳，杨冬花也是感觉到不可思议，她是铁打的吗？刚成亲才圆房，还有这一身力气。杨冬花圆房的那一日，第二天都起不了床，这人不要命了，自己受着就好，非得这么勤快，连带自己也受骂了。杨冬花撇了撇嘴，任由婆母责备，心想着等会儿跟丈夫带粮食回娘家，就算现在被挨骂的补偿，谁这么早起床做事，谁就是傻子。随着任婆子的话，大房屋里有了动静，大媳妇就跑着出来的，今个儿也是起晚了，平时挺勤快的，定是怀了身孕就犯了困。娘，三弟媳，以后这粗活我夫君来做，我以后早早起床，我带三弟媳做些家务细活。还是大媳妇说话中听，任婆子总算消了气，再看宋九还露出一个笑容，好好养养，你是带着嫁妆进的任家门，接下来这1个月，你好好的照顾老三就成了，家里的细活，你跟着你大嫂做点就做点，可不准再像今天这样大清早起床劈柴，咱家人手多，有柴烧。宋九应下，不知他婆母有没有看到三房屋里留下的白帕子，这一关大概应该是过了的吧。隔着早饭还有些时间，老三媳妇回屋吧，老三的腿受了伤，你得时常帮他按压按压，早点康复。任婆子催着三媳妇回去，宋九在两位大嫂奇怪的目光下回了屋。还要给丈夫按压腿吗？为了能留在任家，宋九不敢怠慢。任荣常被母亲叫醒了，躺在床上无聊，看到小媳妇进来，立即拍了拍床边，喊道：“媳妇儿，过来。”看着丈夫天真无邪的笑脸，宋九心情畅快了些。她来到床边，不动声色地揭开被子，就见里头的帕子已经被取走，这一下她放心了。看来她婆母是信了她，成了任家的三媳妇，她可以放心了，不会被赶走。任荣长是右腿摔伤了，伤筋动骨100天，这才过去了1个多月，难怪他昨天敢站起来一会，但大部分时间还是躺在床上的。宋九上前看了伤口，每天都得敷草药，的确得按压按压活络经血，早点恢复过来。夫君，你先躺床上去。宋九就要催着他躺下，任荣长一脸惊讶地看着他，小声问道：“媳妇，咱们白日里也能圆房吗？我娘说白天不可以的，要是被外头人知道了，要被笑话的。”宋九耳边是丈夫喷出来的气息，那淡淡的青草香气，还有带着他热气的耳垂，他的脸瞬间变得通红，红到了脖子上，连耳垂也都红了。第7章，媳妇的手真软。宋九轻咳一声，赶忙退后几步，耐着性子
小声解释道：“娘说的是对的，圆房是晚上的事，咱们现在不圆房，我就帮你揉揉腿，这样就能早点下地了。”任荣长还长长的吁了口气，似乎违背他娘亲说的话，而心里头做着斗争。终于媳妇不为难他了，但是不知怎么的，一向将娘的话奉如圣旨的任荣长开始在意起小媳妇的话，小媳妇不高兴他就不高兴。于是任荣长为了弥补小媳妇，就这么毫无征兆的亲身上前靠近宋九，在他耳边小声说道：“媳妇儿，那晚上我们多圆房几次。”再次被任荣长靠近，还双手撑着床沿，枝杈没将他拥在他的怀里。这浓烈的男性气息烧得宋九耳根发烫，他避无可避，赶忙顺着他的话来：“好，你先躺下，反正就只知道抱着他睡，就当有个取暖的人。”任荣长听着媳妇的话，这下开心了，他媳妇真的不怪他了，这才放心的躺了下去，很是乖巧的指着腿根处，疑惑的说道：“媳妇儿，不知道怎么回事，昨天晚上我抱着你睡觉，这儿就有些不舒服。”不舒服？宋九朝着他指着的方向看去，瞬间脸红，连忙别过头去。他只说当他是个取暖的人，却没有想到他也是个正常的男人，只是他不懂而已。看来以后晚上被他抱着还得提防着他。宋九刚要伸出手给他按压的都有些犹豫了。媳妇儿，我以前睡觉从来没有过，就昨天夜里我还做了个梦。任荣长望着媳妇红乎乎的脸说着。宋九只想捂他的嘴，一定不是个好梦。果然任荣长昨夜做春梦了，他一脸天真的描述着自己在梦里的事。宋九终于没忍住，伸手捂了他的嘴。任荣长的话立即止住，他瞪大眼睛奇怪的看着他，还伸手握住他的手，将他的手扒开，说道：“媳妇的手好香，软软的。”宋九连忙收回手，不能再让他讲下去了，万一窗户外有人偷听，那不得笑话死。于是宋九朝屋里打量，想找个什么转移丈夫的注意力，却发现屋里小八仙桌上竟然放着一本书。他怔住，这就下了床，将那本书拿了过来，送到任荣长的手上，惊讶地问道：“这书是你在看吗？”任荣长接过书，将媳妇拿反了的书拿正了，认真的点头：“我大哥二哥都识字，我也跟着我娘识过字。这本书是《春秋经》，上头写的是鲁国的国史，我挺喜欢看的。”任家人竟然识字。在宋九的印象里，识字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在骨子里，宋九对于识字的人也是极其敬畏的。这会儿再看丈夫，他已经不敢再轻看他半分了。夫君，你念给我听，我帮你揉腿。这样一来，能转移丈夫的注意力，自己也能听一听书，存着对知识的敬畏之心。任荣长这就靠着床榻翻开了书本的第一页。任荣长的声音如他的人这般好，声音宛如敲冰夹玉般动听。宋九虽然没有听懂，却是听入了神，一双手轻轻地替丈夫按压着小腿，抬头时就看着一脸认真念书的丈夫。这时候的任荣长在宋九眼中是发着光的，逆着光看着丈夫神仪秀明、郎目舒眉的样子，宋九不知不觉看痴了。任荣长念完一页，似乎自己也念得入神，接着开始念第二页，直到宋九将丈夫的右腿全部按压了一遍，任荣长才停了下来，转眼就没了正形，立即轻身上前问道：“媳妇儿，你听懂了吗？”宋九摇头，看着近在咫尺的脸，鼻端闻到的全是他身上淡淡的青草香，他的心头莫名的紧张着。任荣长接着开口：“我从7岁就开始识字了，家里的书我们都看完了，要不以后我教媳妇儿识字。”宋九听到这话，心都动摇了，好在还有李治在，他连忙摇头，低下头去。他能留在任家就已经很不错了，岂敢奢想着读书识字？宋九这一辈子都不敢想，也没有这样的胆子。任荣长天真无邪的脸上带着笑意，将手中的书本交到媳妇的手上，说道：“这本《春秋经》，媳妇儿是听不懂的，改日我悄悄的拿本千字文过来，我教你念，很简单的。”宋九看着掌心的书，感觉像是什么神圣的东西落入手中，他盯着书不敢接话，但听到窗外的脚步声，大嫂来了，他连忙将书本藏在了褥子里。不见其人就知是谁，宋九更是知道大嫂过来的目的。沈秋梅来到门口，见门虚掩着，这就推开了，看到弟媳妇站在三弟床边，大概刚给三弟按压了腿。三弟媳真是个勤快的，大清早的做了这么多的事。三弟媳，过来，咱们吃早饭了，娘做了兔肉，等会儿我和你大哥上街，还会买块肉回来，晚上咱们家还有肉吃呢。沈秋梅自打昨日发现有了身孕后，也像认婆子一样，坚信着一定是三弟媳入门给她带来的好运。沈秋梅打心里就喜欢这个三弟媳，拉着宋九的手就往外走，还一边交代三弟等会儿再给他送吃的来。吃饭的桌上，宋九很懂事，她先给丈夫盛了汤面，就见婆母往她碗中加了好几块兔肉，旁边的大哥二哥都看过来了。宋九连忙说道：“娘，这些就算是我和我夫君的分量了，我不爱吃肉。”任婆子有些心疼，看着这个新媳妇说道：“你送过去，娘把你的留在了锅里，新媳妇入门哪有苛待的道理？”有了婆母发话，其他人不敢看过来了。
宋九连忙端着碗往三房屋里去。其实他闻到肉香，他的肚子就叫了起来，干了一早上的体力活，昨个晚上吃的都没了。三房屋里，任荣长见媳妇过来了，立即张开嘴：“媳妇儿，喂给我吃。”这是服侍他，把他给惯坏了。宋九尖着耳朵听外头的动静，见任家人都没过来，这就坐到了丈夫的身边，温柔的劝道：“要自己吃饭，乖。”任荣常喜欢听媳妇说话，特别轻柔，看着小小个的他，在听到这柔柔的声音，任荣长心情大好，这就从媳妇手中接过去，正要吃时，又问：“那以后媳妇儿还喂我吃吗？”第八章，等我好了，给媳妇买香香。宋九被丈夫天真无邪的目光盯着，想到褥子下藏着的书，这就说道：“那我跟你读书识字，夫君不把这事告诉婆母，我就喂给你吃。”夫妻两人立即达成一致。宋九发现，只要丈夫答应的事，基本可以放心。昨天教诲他的话，他就没有在婆母面前穿帮。早饭过后，任家人都要出门了。赶牛车出门的正是大哥任广田，带着大嫂沈氏去城里医馆把脉看诊，要是真有了，就买些安胎的药。任婆子私下里给了钱的。二房门口站着的老二媳妇杨氏就这么默默地看着，心头在估摸着婆母给了大房多少钱，按理也该给二房这么多钱才算公平。等牛车一走，杨氏这就催着丈夫去正屋里说事儿了。任广江被媳妇催着没了办法，见他爹扛着锄头出门，多半是去看田里的水井去了，他便来到正屋里找母亲。没多会儿，跟丈夫坐屋里的宋九听到院里又有了动静，他趴在窗户边看，就见二哥二嫂挑着一担粮食，欢喜地出了院门。任婆子提着竹篮子也准备出门了，走时还朝三房屋里的宋九喊了一声：“老三媳妇好生留在家里守家，不要出门。”宋九赶忙应下。转眼任家小院里静悄悄的，只有她和躺在床上不能走动的丈夫。于是宋九又回到床边坐下：“夫君，你再念书给我听，我给你揉腿。”宋九伸手就要开始帮他按压，任荣长的脸突然憋得通红，随即拉着媳妇的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肚子痛，要上茅房。宋九，大哥二哥在家的时候他不上茅房，这会儿家里只有宋九，他要怎么帮他？宋九的脸红的滴血，扶着丈夫到了茅房外，他不进去了。好在任荣长对媳妇言听计从的，听宋九的话，自己解决。终于茅房有了动静，任荣长哎呀一声，宋九吓了一跳，以为他掉茅坑了，就要进来看，任荣长自己出来了，右腿痛，一走一瘸的，裤子没系好。任荣长感觉有些委屈，他大哥二哥送他去茅房都会帮他系裤子。宋九看着有些闹脾气的丈夫，耐着性子将他的衣裳整了整，然后憋红着脸上前帮他系裤带，正想着快点整理好，好回屋里去，在这外头要是被人瞧见了，那得多不好意思。头顶上传来任荣长粗重的呼吸声，宋九的手突然停下，惊讶的抬头看去，就见任荣长憋红着脸呼呼往外吹气，一脸苦恼的说道：“大哥二哥帮我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媳妇你帮我系裤带，我就全身不舒服？”宋九装作没听懂，骗他说道：“定是口渴了，咱们回去净了手就喝水。”丈夫被他哄回去了，终于几杯凉水灌下去，任荣长感觉舒服多了，还说媳妇的方法好。任荣长靠在床上念书，宋九却是一刻不停地帮着丈夫揉腿。想起今日大嫂二嫂出门的事，宋九这就看向丈夫，问起他先前在家里都做些什么。自己勤快努力，又莫名给任家带来了好运，他才安生留下来。可是要在任家生存下去，自己的丈夫也不能太差了。就今早上他就看出来了，婆母的确偏心二房的，二嫂挑那么多的粮食回娘家去，不知大嫂知道了会怎么样？以后自己在这个家里什么地位，也是丈夫给的，不知道婆母会不会看重小的。媳妇问什么，任荣长就说什么，毫无保留。原来任家只有20几亩良田，其实田产并不多，能省下这么多的粮食，都是婆母操持的好，又有公公和二哥是下地的能手，家里的水田种稻米养鱼，一样不耽搁。大哥会木工活，偶尔给周围村做家具，尤其会给人打嫁妆，赚些现钱。至于她的傻丈夫，还是家里打猎的能手，每次村里的年轻小伙成群结队的上山，就必须要有她丈夫帮忙不可，不然就去不了。宋九转眼将任家的底细全部问出来了。就在这时，院门突然打开，公公任凭脚步匆匆的进来，进来后就把院门赶忙关上，朝着三房屋里喊：“三媳妇，你快出来，咱们家今天有鱼吃了。”宋九听了，哪敢怠慢，赶紧从屋里出来，就见他公公手中用茅草串着半臂长的草鱼，瞧着这么多串，怕有20几斤了。任凭从厨房里拿出木桶养着鱼，又交代道：“田里还有，还真是怪事。昨个儿泉眼出水了，养了一夜的冬田，今天去田里挖坑，就发现一池子的鱼。三媳妇是咱们家的福星，咱们家这是要走大运了。昨个儿怪事一桩接一桩，今天还有。任凭能不高兴，自己喂1年的鱼都没有这么大条的，这些鱼莫不是从泉眼里冒出来的，是山泉水里养的鱼，都顺着水跑他们家田地了。好在这会子村里人都下地干活，没有几个人看到。任凭从屋里挑着一担桶，就要接着去抓鱼，
宋九有眼力见，立即从牛棚里提了一篮子草交给公公，说是等会儿将草盖在上头，免得被村里人发现了。这三媳妇真是聪明，任凭这才出了门。宋九勤快，便蹲在厨房门口杀鱼。等公公一回来，先前带回来的鱼已经杀了，还用盐腌了起来。这天气虽然有了凉意，还是不禁放的，趁着太阳高照，赶紧晒成鱼干，能吃好久了。任凭接连挑了3担鱼回来，里头有鲤鱼、鲫鱼，还有草鱼。草鱼个头最大，全都是活蹦乱跳的。任凭看着手脚麻利，一直默默做事的三媳妇，这就说道：“你别弄了，等你婆母他们回来再弄。你是咱们家的福星，又是刚入门，你只要顾着老三就好。”宋九被公公催回了屋里，其实他一点都不怕辛苦，在宋家院里从早忙到晚的就是他，嫁到任家来，他已经很知足了。宋九回了屋，闻到自己身上全是鱼腥味，都不好在丈夫身边坐着，就将剩下的一点早豆洗了手和脸，总算过得去了。他才来到床边，任荣长突然抓起他的手闻了闻，笑了：“好闻，媳妇身上一直香香的，等我腿能走了，我去城里给媳妇买香香。”听到傻丈夫关切的话，宋九心头暖暖的，买不买香香无所谓，只要丈夫在任家护着她就好。第9章，二房回娘家偷偷送粮食。许是太过清闲，宋九给丈夫揉腿时不小心睡着了，任荣长将书本放下，长手一捞就将媳妇抱了起来，轻手轻脚的将她放到了床里头。任荣长就挺想抱着媳妇也跟着睡一觉，可是他娘亲说了，大白日的不能圆房，他只好悄悄的挪开点，生怕自己忍不住想抱媳妇。看书能使人静心，那就接着看书吧。而且他发现媳妇似乎挺喜欢他看书的样子。任家二媳妇杨冬花大清早的带着丈夫挑着一担粮食就回了娘家，才进门，娘家父母就欢喜的出来接人，看到担子里的粮食，眼睛都直了。嫁出去的女儿总能顾着屋里头，孩子真是孝顺。跟杨冬花长得相似脸的养母周氏，老脸笑得像菊花，拉着女儿的手就进门，还朝大房屋里的儿媳妇喊道：“大房家的，还不去厨房里烧壶热水，姑爷挑担子过来，定是口渴了。”养母嗓门大，整个院里的人都能听到。大房二房开了门，大哥杨大福和二哥杨二顺立即跑到担子前看情况，只见里头有新鲜的蘑菇和野鸡蛋，还有一担子粗粮，往底下翻，竟然还有小包粗面。这一担怕是200斤重了，妹婿真是有力气。任家也是大手笔，正好这个冬天不知道怎么过去，妹婿就送粮来了。杨家当真把夫妻2人供着。杨冬花入了屋，这就拉着他母亲往里头走。养母心神领会，到了里屋，杨冬花从手巾子包着的里头拿出自己的私房钱，自己在任家想办法落下的，还有这一次婆母给的，一共是300个大钱。养母看到钱2眼发光，有这一担粮食，又有这300个大钱，杨家人能过一个好年，到时候还能买肉吃。养母连忙将钱收下，这就拉着女儿说梯级话。杨冬花提到她这个新入门的3弟媳，便觉得邪乎得很。我公公这半年来挖的泉眼一直没有水，昨儿出水了。我夫君不会打猎，他上山砍柴都能捡到野兔和鸡蛋，还有满山遍野的蘑菇。娘，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养母得知还有野兔呢，女儿怎么没有抓2只送来？为着这事，杨冬花还不服气。我婆母说兔子还小，得养几日养大了养肥了再杀，不给就是小气。养母支招，那没事，等养大了，你再抓2只送过来，左右你夫婿听你的话。这女人就要拿捏好自己的丈夫，在婆家才有地位。娘，我省得的，这个你放心，我要他往东，他不敢往西，我就昨个夜里说了几句，他今早就寻婆母要去了。我那婆母在家里说一不二，但是挺偏心我夫君的，就算大嫂这一次有可能怀了身孕，也未必如我。养母得知任家大媳妇怀了身孕，这一下有些着急了，眼神看向女儿的肚子。杨冬花摸了摸扁平的肚子，心头也是着急，真想赶在大嫂的前头把孩子给生了，从此以后始终压大嫂一头。要不改日我给你弄张药方子去。杨冬花很心动，婆母挑中了她，就是看中了她屁股大好生养，可是入门快1年了也没有动静，她也担忧，于是点了点头。要说你在任家，大嫂怀了孕，新入门的老三又有福运，你可得稳一点。养母担心女儿的地位，不得宠了，以后就别想往家里送吃的了。杨冬花不以为意，大嫂没放眼里，3弟媳就更不放眼里，闷不吭声的，只知道做事，就是个好欺负的主，在家里也没有什么存在感。娘，你放心，在任家他们都不如我，等过年的时候，3弟腿好了，能上山打猎了，等有了猎物，我再给咱家送些回来，保证爹娘能吃到肉。有女儿这话，养母放心了。在娘家吃了午饭，知道家里粮食不多的杨冬花不打算留娘家吃晚饭了，正好丈夫也催了起来，他们还得赶在大哥大嫂回家前赶回去，不然就露馅了。回去的路上，不挑担子的任广江一身轻松结实的身板，浑身都是力气，
杨冬花这就不走了，非要丈夫背她。任广江脸一红，在媳妇身边蹲下，背着媳妇专走小路，免得被人发现。夫妻二人好不惬意。任家小院里，大房夫妻是最先回来的，得了准信。大媳妇刚好怀孕2月有余，老大给媳妇抓了安胎药，就欢喜地赶着牛车回来，走得也快，这不回来报喜讯吗？谁能想今天的任家院里抓了这么多的鲜鱼，孕妇最先馋嘴，看着鲜活的鱼就流口水。几人正在处理呢，院门打开，任婆子提着空篮子回来，脸上却是止不住的笑容，把老三和三媳妇的八字合了，上级。而且神婆说了，老三媳妇的八字好，以前在娘家是受宋家人拖累，到了任家才旺起来的。任婆子人逢喜事精神爽，又看到这么多的鲜鱼，简直笑得合不拢嘴，回来就挽起袖子杀鱼。这三媳妇是娶对了。鱼都杀完了，也都腌起来晾晒，老二夫妻才回来。两夫妻满脸欢喜的进院门时，大房夫妻疑惑的看向他们，刚才回来还觉得奇怪，二房不见出来帮忙，这是上哪儿忙去了？沈秋梅福至心灵，立即问道：二弟媳这是回娘家了？只有回娘家才会这么高兴，不然下地干活回来不是累得半死，还能这么春风得意？杨冬花撇了撇嘴，站丈夫身后不说话。任广江不善于撒谎，脸都憋红了。任婆子发现坏事儿了，交代老二早点回，结果还是回来晚了，于是说道：得了，问这么多做什么？赶紧过来帮忙，今天家里又抓到鱼了。杨冬花看着白花花的鱼，大的鱼有手臂长，她就后悔了，为嘛不明个回娘家，这样还能挑几条肥美的带回去，娘家人也能吃上。才怀孕的沈秋梅本以为有了孩子，婆母会对她看重一些，没想到趁着她和丈夫去城里看诊，老二夫妻就回了娘家。沈秋梅很快想到了什么，她立即起身去后院，任婆子的脸色也变了，叫老大将大媳妇拉回来。沈秋梅还是看到了后院晒的蘑菇少了一半，被丈夫拉回来后，她就站在一旁抹眼泪。第10章，一碗水的端平了。任老头看着这样有些头痛，不由得看向孩子他娘，一碗水不端平，家里就不得安宁，何况大媳妇才怀孕。任婆子瞪了老二一眼，发了话：老二媳妇才入门不到1年，我准她多回去一趟娘家，做大哥大嫂的要体谅。沈秋梅不说话，仍旧在一旁抹眼泪。任广田这人最是孝顺，这会儿母亲这么说了，这就看向自家媳妇。沈秋梅对上丈夫的眼神，心头难受极了，连枕边人都不帮自己。3年旱灾，谁家日子都不好过，二弟媳可以带粮食回娘家，我为何不可以？我给任家添了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沈秋梅也不是个吃亏的主，丈夫没有二弟嘴巴甜，不会逗婆母欢心，但是这份委屈她也不受。任婆子看到大媳妇的肚子，心头动摇，松了口，一个个的计较。二媳妇回娘家带走了一半的蘑菇，剩下的一半你们大房拿去，就这样吧，咱们就不要吃了。沈秋梅不傻，秀才家的女儿会算数，她立即看向杨氏，问道：二弟媳，你们今天回娘家带这么多的蘑菇，用什么装了送过去的？杨冬花冷哼一声，心想着还套话呢，这就说道：当然是用贝骡子。沈秋梅这就指向墙角：昨个儿我还看到这儿有副担子，今天就没了，就一骡子蘑菇，你用担子挑，我不信。这老大媳妇聪明啊，任老头都震惊了。任婆子头痛得很，娶了秀才家的女儿，果然与普通庄户家的女儿不同，这么聪明。老二媳妇除了屁股大，脑子有点不好使，干嘛要接这话？任婆子的眼神要是能杀人，大概把老二媳妇杀了好几遍，没脑子还乱接话。杨冬花果然说不上话来，连忙看向丈夫。任广江护妻这就接了话：大嫂，我还挑了点柴去杨家，就用了筐。沈秋梅立即去柴房。任广江这一下也圆不过来了，早上老三媳妇劈的柴都码好在墙角，昨个儿是多少，今个儿还是多少。二弟莫要骗我，你不会是挑着担子跑山上临时砍的柴送过去的吧？任广江说不出话来，只好看向他娘。任婆子没了办法，看在大孙子的份上，也得把一碗水给端平了，于是按着二房的份例，给大房也准备了一担粮食，那剩下的一半蘑菇也放在了里头，连着也鸡蛋一起。昨个儿的惊喜转眼都分完了，任家院里没有了鸡蛋吃，也没有蘑菇，好在窝里的兔子对得上数量，大房也就没有要。至于杨氏私下带回去的钱，这个算不到数，沈秋梅不知道，也就过去了。不过任婆子为了平息这事，还是抓了4条肥鱼给大房捎带回去，这些吃食都新鲜着呢，正好大房娘家也不远，夫妻2人这就挑着担子回娘家去了，还顺带将自己怀孕了的事告诉娘家人。总算小院里安宁了。任婆子回头看着正要进屋想去休息的老二媳妇，交代道：休息就别想了，去后头把牛棚和鸡笼清理干净，不弄干净别想吃晚饭。娘。任广江立即护着媳妇，不是还有3弟媳在家吗？他向来都勤快。正好这时3房的门打开，宋九是匆忙从屋里出来的，
她没想到自己竟然睡着了，丈夫也不叫醒她，害她一觉到下午。这要是被婆母知道了，不得生气。任婆子看到老三媳妇，立即说道：“想跟三媳妇比，也要看二媳妇有没有这福气。你们金个儿带娘家去的东西是托谁的福气？还有今天这些天水送来的鱼，没有三媳妇，你们吃得上吗？就这么定了。三媳妇刚入门，只要照顾老三的身体，其他事情一概不用理。家务活，老大媳妇有身孕，帮着我做饭，其他扫地洗衣之类的小活全部交给老二媳妇，做不好就别想吃饭。”任婆子在偏心二儿子，今天也被二房给伤了心。她心疼老二，可不是心疼老二媳妇。干这点事，要是三媳妇做，半日功夫就忙得干净。老二媳妇推三阻四的，就是惯着她了。任广江见自己说了没用，只好看向媳妇，果然遭来媳妇一个白眼，心头也不好受。杨冬花拿着扫帚往后院走时，又忍不住停下了脚步，问道：“娘，三弟媳就什么也不用做吗？至少大嫂还帮着煮饭呢。”任婆子就是见不惯干点事磨磨唧唧半天的，立即答道：“三媳妇才入门，自然是照顾老三。以前老三上山打猎回来的，你们没少吃，这个还要计较。”任广江想着三弟还在床上躺着，要三弟媳帮忙呢，媳妇就不要总是在这争吵了，于是跟着媳妇往后头走，转眼将扫帚接到了自己手中。任婆子想要把老二叫回来，两夫妻直接跑后院去了。看来老二娶了媳妇，忘了他这个娘，也只有在要东西的时候才会讨好他这个娘。三媳妇过来。任婆子也不管二房了，朝着宋九招手。宋九乖巧的来到婆母身边，就见任婆子从桶里拿了4条杀好的大草鱼，装入簸箕里，说道：“你三朝回门的时候带这几条回去，我给你都腌好了。”宋九连忙摆手，他不想回宋家，也不想带东西回宋家。任婆子将簸箕放下，知道他心头不痛快，一车粮食换了过来，还是临时带姐姐出的价。任婆子拉着宋九的手说道：“好好待我家三儿，我不会亏待你，他们都往娘家送吃的，你也不能少。这样好了，三朝回门，我让你大哥送你一趟。”宋九还要再拒绝，任婆子直接做下了决定，若不是老三媳妇有福气，任家也吃不到这些鱼。宋九陪在婆母身边，帮着一起处理。坐在厨房里，还能听到后院二房夫妻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声音，可见夫妻两人感情极好。不由得宋九就想起自己的丈夫，想起他念书的时候，他的脸上也浮起了笑容。宋九才在厨房里帮了一会儿，三房屋里就响起了任荣长换媳妇的声音。任婆子听了，脸上笑开了花，瞧着老三是真的看上你了，这鱼都处理好了，厨房里也没啥事儿，你去陪你夫君去。宋九红着脸从厨房里出来，进了三房的屋里，就看到任荣长天真无邪的笑容，还拍了拍床边的位置。第11章，就不相信他运气这么好。我的腿不舒服，媳妇儿再帮我压一压。腿不舒服，宋九很有些担忧，麻利的上了床，就要给丈夫按压腿，没想到任荣长拉着他的小手纹，有鱼腥味，今晚我要吃鱼。宋九的脸红到了脖子上，好不容易把手抽了回来。给丈夫揉腿的时候，宋九犹豫着说道：“夫君，你能下地走几步吗？今天陪他上茅房，就发现他似乎能走几步了。”任荣长点头，其实没那么痛，但是我娘不准，就一直躺着。既然要恢复，也得慢慢的试着走动，一直躺着也不是个事。宋九立即下床，在他的鼓励下，任荣长违背了他娘的话，扶着床站起来，走了2步，回头看媳妇，就见媳妇满眼的欢喜，于是接着走了几步，围着床绕圈儿。宋九见许久不下地的丈夫走了几步后，额头冒了汗，连忙上前扶他坐下，心头却想起婆母说起三朝回门的事。以前宋九觉得他这是卖到了人家，就失去了自由，没想到婆母还准他三朝回门的，他这是出嫁，不是被卖，心情自然就不同了。帮丈夫揉腿的时候，宋九便说起三朝回门的事。她的傻丈夫不知道三朝回门是什么意思，经她一解释，知道了大概意思，又得知婆母想让大哥陪她回去，任荣长不干了，他的媳妇还要跟着，大哥有大哥的媳妇。任荣长抿紧嘴巴，把头别过一边，生着闷气。宋九故意在腿上下了点力，某人闷哼一声，只好看向媳妇儿，颇有些委屈。痛。宋九笑了，任荣长看着媳妇儿笑得开心，哪还能生气。傍晚时分给家里人做饭的时候，宋九不敢在三房屋里躲懒，麻利的去帮忙了，任荣长却留在屋里，见没人注意，他一个人扶着床不停地练着，他要赶紧好起来。大房夫妻是在娘家吃了晚饭才回来的，显然这趟回去娘家人很满意，回来的沈秋梅脸上堆满了笑容。任婆子将大媳妇叫进屋里，教媳妇好好照顾自己，毕竟肚里怀了一个，现在是农闲之时，这一胎怀得好，来年开春也不差她一双手来干活，家里几个大男人忙得过来。只是当任婆子说起老三媳妇三朝回门，让大哥跟着回娘家的事，沈秋梅心头有些不太舒服，但一想到自己能怀上这个孩子，也是借着三弟媳的福气，沈秋梅便什么都没说了。沈秋梅回大房屋里后，这就将丈夫新做的衣裳翻了出来，
自己回娘家都舍不得丈夫穿上，跟三弟媳回娘家就要把这新衣穿了充门面，不能让三弟媳受委屈。沈秋梅更是将自己新做的绣花鞋也翻了出来，准备送给三弟媳。三朝回门是三弟媳在婆家过不过得好的脸面，必须穿新的鞋子。正好刚才从婆母屋里出来，看到婆母给三弟媳的花布快做成了新衣，到时候穿着这一身回去也好看。二房屋里，杨冬花干了一日的家务活，这会儿累倒在床上，丈夫任广江帮着媳妇揉着肩膀。杨冬花郁闷的开口：“娘就是偏心三弟媳。三弟媳没有入门的时候，娘都很少让我做事的，那会儿娘偏心我。”任广江安抚着媳妇，等三弟的腿好了，勤快的三弟媳不会真让你这么辛苦的，咱们忍一忍。杨冬花撇了撇嘴，这话倒也没有说错，贫穷的宋家那是什么活都得干呢。三弟媳倒也不是个偷懒的人，就是婆母偏心。都说三弟媳有福气，这接二连三的好运气我是不信的。明个儿我跟娘说，我带三弟媳去山里放牛，倒要亲眼看看她能撞上什么好运，不然这些事都跟她没关系。任广江可不认为自己有这好运气，上山砍柴能捡鸡蛋采蘑菇抓野兔，现在可是闹饥荒，有点眼力见得早给捡没了，还临到他，所以他是信母亲的话，就是三弟媳进门带来的福气。第二日大清早的，宋九就早早起了床，他怕婆母说他不敢去柴房帮手，就大清早起床把院里扫了个干净，还将牛棚和鸡棚也一并给清扫了。等任家人都起床了，宋九已经将活都干完了。这一下连喊累的二媳妇杨冬花看着扫得干净的牛棚和鸡笼，眼睛都瞪大了，像看怪物似的看着三弟媳，只想说人比人气死人。她和丈夫昨天扫了一下午，还没有她扫得干净，她是怎么做到的？任婆子看着这勤快的三媳妇，真是满意的不得了，当着三个儿媳妇的面就表扬了老三媳妇。任婆子的眼神尤其看向老二媳妇，昨天做那么小会就喊累，都是庄户出身，像个娇娇小姐似的。杨冬花郁闷的看了三弟媳一眼，就不能懒一点，瞬间把她给比下去了，平白又被婆母给嫌弃了。宋九听到杨冬花的心声，抬头看向二嫂，要不明个儿不要这么勤快了。任婆子再一次叮嘱宋九，以后这牛棚和鸡笼让你二嫂来扫，你帮着我做三餐饭得了。娘，能者多劳。杨冬花就知道婆母偏心三弟媳，对上任婆子严厉的眼神，杨冬花只好静了声。想到这几日家里发生的怪事，这就说道：娘，要不吃完饭了，我带三弟媳放牛去，这是轻松活，正好带三弟媳熟悉一下水乡村。轻松活是可以的，任婆子同意了。杨冬花终于吁了口气，就不相信这莫名其妙的运气这么神乎。吃过早饭，宋九回屋跟丈夫说好，她去放牛，到时候手脚麻利点，多打些牛草回去，一天就只要出一趟门，叫丈夫在家里等她，等她回来给她按压腿。昨个儿还黏着她的丈夫，今天却很好说话，很快就应了。宋九也松了口气。杨冬花牵着牛从院里出来，宋九跟在她身边。嫁到水乡村来，的确是新媳妇头回出门，走到村道上就被村里人盯着看，只是在看到宋九这瘦小的身子，前后都像个平板似的没有发育的小姑娘模样，让村里不少妇人失望，都说除了这张脸还长得周正，其他真的没法看。尤其她站在丰硕的任家老二媳妇面前，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12章，不得不服气。都说任婆子娶儿媳妇不看脸，只看屁股大，这一次的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没长周全的回来，怕是不经任家老三折腾的。都知道任家老三是打猎的能手，一身的力气，个头也大，身姿也壮实，怎么经受得住？村里有姑娘家想嫁到任家吃上杂粮粗面的，早都眼红了，哪个都比宋九长得周正屁股大，任婆子不选，非得挑个外村的。宋九被村里人歧视了，一旁的杨冬花却是心情大好，她可是10里8乡出了名的屁股大好生养，站三弟媳面前就不要比较了，三弟媳怎么比得上？宋九默不作声地跟着上了山，到了山头，他立即将背骡子放下，拿起镰刀就开始割草。一旁的杨冬花真的很无语，就不懂多懒，婆母又不在眼前，她这么勤快做什么？一天放2次牛，还能在山上待着多清闲。杨冬花不敢说什么，也怕三弟媳在婆母面前告状，只说自己放牛，要割草就是她的事，她没带镰刀的。宋九抬头朝二嫂笑了笑，割草都是轻活，在宋家做这种轻活是不算的，再说他也没打算让二嫂帮手，他想什么都知道。很快一箩子草装满，杨冬花实在看不下去了，旁边跟着个勤快的坐着也不自在，便催着他休息一下。宋九正要直起身准备休息一会，眼尖的他发现前头有些干枯的荆草丛中似乎冒出一棵熟悉的植物，他立即将骡子放下。杨冬花见状，目光紧紧地盯着宋九，心头不淡定了，绝不会又是撞大运了，他不信，不可能。然而宋九已经用镰刀拔开草丛，露出那熟悉的植物叶子，随后回头看向杨冬花，二嫂，你说这会不会是3七的叶子？宋九还有些摸不准，毕竟他从小到大知识贫乏，
能知道三七的叶子是有一次在石头村的赤脚大夫那儿见过一回，当时也只是看了一眼，怕自己记错了。杨冬花家里没那么穷，以前年头好的时候还跟着家里人上山挖草药，是见过的。但是现在是什么年头？闹饥荒的年头，在这儿能找到三七，那一定是眼花。杨冬花揉了揉眼睛，再定睛一看，何止一颗三七，是一小片三七地，夹杂在杂草中。这儿显然水草丰富，是杨冬花通过这一年放牛得出的经验寻的偏僻地方。但是他来了这么多回了，就没有看到过，为嘛三弟媳一来就见到了，也太神奇了些。二嫂，这应该是吧？我有些摸不准，要不我们挖几颗回去交给娘看看。杨冬花这会儿已经激动的脸都红了，哪有功夫答三弟媳的话，而是赶紧回头东张西望的，生怕被村里人发现。好在这偏僻，没什么人过来。杨冬花立即上前，直叹自己为何不多带一把锄头来。一箩子草被倒在地上，杨冬花激动的声音有些发颤，小声说道：“咱们不要说话，免得隔墙有耳，悄悄摸摸的用手刨也得把这小块三七地给刨干净了。”到底是干过农活的杨冬花，看到这值钱的草药，立即来了劲，从旁边捡了一根棍子就开始刨地。夜里露重，这块地有些潮湿，挖起来也不费劲，再加上两人生怕被人发现，那叫一个用力，再懒的杨冬花转眼都变得勤快了。好不容易挖了一颗出来，两人都惊住了。只见根茎上硕大的三七挂在上头，看着品相颗大坚实，没有个3-5年头长不到这么大。杨冬花看在眼里，三七都变成了银子，那叫一个激动的。但是这么刨时间长了，难免让人注意上，还是回去拿锄头。杨冬花叫宋九守在这儿，还用枯草拦住，又叫他坐在这儿哪儿也不许去。他这就回去叫人，他们家要发财了。杨冬花脚步飞快地往山下跑，再也不是那个扫个鸡笼还叫苦叫累的人，那下山的速度眨眼功夫就不见了身影。宋九这一下也不得不重视起自己这运道，似乎真的是他嫁到了任家开始，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好事一桩接一桩。任家小院里，杨冬花跑的鞋子都快掉了，冲回小院立即关门。就这一系列举动，在院里正在做针线活的任婆子已经感觉到不对劲，立即起身问道：“又有什么喜事了？”婆母竟然猜到了。大房的门立即打开，大房夫妻赶了出来，就见杨冬花将怀里揣着的三七送到婆母面前，一脸惊喜的开口：“娘，你看看我在山头发现了什么？这可是3-5个年头的三七，药馆里说的金不换。”任婆子连忙从他手中接过去，仔细一遍，还真是这么大颗，那可不得了。杨冬花立即讨功：“娘，你看我今天放牛去的地方走对了，这不就回来叫人了，带锄头去挖，还有好几颗呢。”任婆子也反应过来，这就看向老二媳妇，说道：“是三媳妇发现的吧？”婆母坐在家中就知道实情。杨冬花本想说是自己发现的，对上婆母的眼神，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了。沈秋梅立即说道：“三弟媳就是好福气，出门放牛还能撞见这么好的药材。二弟媳不会是叫三弟媳坐山里守着，自己跑回来邀功的吧？”杨冬花撩开眼皮，只瞥了一眼大嫂，她要不是带三弟媳去那里放牛，三弟媳也发现不了。想归想，杨冬花不再反驳。老二跟他父亲下地了，任婆子立即叫老大跟着去一趟，赶紧将这好东西挖回来，免得被人发现了不好解释。杨冬花一想到山中的药材，半点不想耽搁，从墙角扛起锄头就走。任广田立即跟上。宋九坐在石头上盯着村头的方向，刚才前后走过去3个村里人都盯着他看。宋九不怕被人盯着看，就是怕人发现了这块要地，一直紧张着。好在杨冬花带着大哥来了，宋九就在路口帮着把风，这边两人赶紧挖。满满当当装了一箩子三七，带着土的有些重了，用野草盖住。杨冬花就要跟着大哥一起回去立功，把宋九留在山头。任广田看了一眼，说道：“三弟媳头回出来放牛，怕是不知道回去的路，二弟媳留下吧，我们先回去。平素也是二弟媳放的牛，他等会儿回来也不碍事。”第13章，头回穿新衣的宋九。杨冬花郁闷地看了大哥一眼，想想婆母也知道是谁立地功，争不来，那还是算了。宋九就这样跟着大哥一同回来的，两人走得快，村里人只顾着看宋九这个新媳妇去了，没人注意那骡子里的是什么。回到了院里，几人围过来看，任婆子盘算着这一骡子值不少钱，得赶紧洗干净晾一晚，明个儿送去药铺给伙计瞧瞧。大嫂沈秋梅亲热地拉着宋九的手进屋里，二话不说将昨晚翻出来的绣花鞋交到他手中：“我这孩子也是托你的福气怀上的，这鞋子我新做的还没有穿过，你明个儿穿着回娘家，可不能让他们小瞧了你。”宋九不敢收，从小到大没有穿过新鞋子，何况这是大嫂自己做的鞋。我瞧过了，你的脚跟我大小一样，能穿，你试试看。沈秋梅弯腰就要给三弟媳穿鞋，把宋九吓了一跳，他只好顺着他的话将新鞋穿上了，还真是大小合适，就像是量着他的脚做的。好看，
可惜我不会刺绣，不然绣上花样在上头，那就更好看了。庄户家里会做针线活，刺绣还是讲究手艺的。宋九已经很满足了，感觉脚都暖和了不少。任家父子从地里回来，金盖挖水坑，在里头抓到了泥鳅、鳝鱼，还捡了田螺，满满一骡子。经过村口，还被村里人盯着，都羡慕任家田里有口水井。大多村里人盯着那骡子里的东西，便有些羡慕。他们还不知道昨个儿从田里抓来的鱼呢，现在就这点东西就能缠住村里人了。水乡村虽然水源丰盛些，但是还有不少田地是干了的，就等着来年的春雨下了好春耕。可是连着3年旱灾，谁能指望着老天吃饭？个个都另辟蹊径，靠近河道的就从河里引水。像任家这样在地里挖井的是头一个，倒是带动了村里人，也纷纷效仿。可是泉眼哪能这么好找的？两父子一回来，本想说今天又有好吃的，也算是开荤了。谁知家里挖回一骡子金不换，没有晒干的金不换也是能卖的，这么大的个头，药铺里抢着收。任婆子将丈夫拉回屋里，与丈夫商量着，明个儿就去把药材换了钱，再拉几车粮食回来。不仅过冬不难，就算来年青黄不接的时节也能挺过去。任老头倒是听媳妇的话，家里说是他当家，钱都让媳妇管着的，媳妇也会管家。两口子商量好了，任婆子想起明个儿老三媳妇回门带的4条草鱼，于是又从粮仓里拿出3袋粗粮，让一起带去送家。夜里，任婆子趁着老三媳妇洗澡的时候，她来到了3房屋里，交代老三明个儿他媳妇得回娘家一趟，就半日功夫，莫缠着他媳妇不让走。老三生出来有些犯傻，好在根基还在，好好说话还算乖巧。只是任婆子没有想到，他才说起老三媳妇回门一事，老三就立即从床上下了地。娘，我能走，我要跟媳妇一起回娘家。任荣长围着床沿走了一圈，根本就没有好利落。再说不能折腾，任婆子不准，任荣长不干了。这老三媳妇才嫁进任家来，老三就看上了，心心念着都是这个媳妇，感情好是个好事。只是以后老三只听老三媳妇的话，可就不是好事儿，连他这个母亲的话都不听了。任婆子顺着儿子的话问他怎么知道3朝回门的事，任荣长立即说是媳妇跟他说的，这是丈夫才做的事，不能让大哥来代劳。合着老三还懂得吃醋了，任婆子既高兴又有些担心，把老三安抚好，这就从屋里出来，看到倒水的三媳妇，这就说道：你明天回门，我叫你大哥赶着牛车送你回去，你劝一劝老三，他那腿脚不灵便，也不太懂得说话，就不要去了。任婆子心想着老三有些犯傻，莫到时候在石头村丢了脸。宋九没想到婆母是担心她丈夫去石头村丢脸，难怪运一车粮食去换他的时候是大哥去的，不然就算坐在牛车上，他夫君也不必两脚沾地。娘，我夫君腿不方便行走，的确不合适出门，我也舍不得他辛苦。至于他不会说话，我可以教他说话，他心地纯良，没有坏心眼的。听着三媳妇这么维护自己丈夫的话，任婆子又有些释怀了。这儿媳妇是真不嫌弃他家老三，真是娶对了。安排老大去撑场面，也是不想老三媳妇在娘家落面子。那日换了这孩子，嫁到任家来，任婆子是看清楚了的，宋家那一屋子心眼都不好，作为妓女能有什么好日子过？你这么说，娘也就不说你了，等老三养好了腿，以后再回娘家，他跟你回去就是。他家老三傻是傻了些，但是力气大，心地好，也听话，不是外头传的那么不堪。宋九连忙应下。宋九回到3房屋里，就见婆母送给他的花布直接做成了新衣折叠，整齐的放在床尾。宋九忍不住去摸新衣裳，他还从来没有穿过新衣裳，何况是这么好看的红花布做成的。夜里，宋九睡得正香，总感觉似乎床边有人走动。她半夜惊醒，就见她的傻丈夫绕着床沿不停地走，额头都冒汗了也不停歇。宋九赶紧拿手巾子给她抹汗，将丈夫拉回床上。媳妇儿，我明天就要跟你回娘家，我会赶牛车的。看着丈夫着急的样子，宋九心头感动。谁说她丈夫傻了？她的丈夫是顶顶好的男子汉，知道心疼她。只是看着她绕着床边走就很辛苦了，她也舍不得她辛苦，又想起婆母的话，宋九劝着她，明天你乖乖的在家里养伤，我去一趟宋家就立即回来。在宋九温柔的声音中，任荣长总算不闹脾气了，入睡时还要吵着跟媳妇圆房，于是抱着宋九才肯睡着。天亮了，宋九起床，看到床尾的新衣，宋九犹豫了一下，还是将新衣穿上了身。婆母给她做的新衣裳针法均匀，衣裳平整，穿在身上很合身，再换上大嫂给的新绣鞋，一身下来，宋九像换了一个人。刚把头发梳成髻的宋九一抬头，就看到床边目瞪口呆盯着她看的丈夫，她的脸颊烧得通红，温柔地问道：夫君，我穿这新衣可好看？任荣长盯着自家媳妇看个不停，怎么感觉媳妇跟前2日不一样了，突然就变得很漂亮了。他连连点头，媳妇真好看。第14章要亲自送媳妇回门。宋九听着心里甜甜的，脸上也有了笑容，这是他长这么大头会笑得这么开心。任家院里，
大哥任广田已经将牛车准备好，3袋粗粮和4条草鱼都带上了，就等着三弟媳出门了。大媳妇沈秋梅也从屋里出来了，怎么说自己的丈夫借给三弟媳回门，心头多少有些不舒服。不过好在是三弟媳，要是二弟媳，她是绝不会准许的。沈秋梅正想交代丈夫2句，可得给三弟媳撑门面了。没想这时宋九从3房屋里出来，焕然一新的宋九立即抓住了夫妻2人的目光。便是刚从正屋里出来的任婆子，在看到穿着红衣出来的老三媳妇，也是眼前一亮。老三媳妇这么一打扮，倒不比城里的小媳妇差。这么瞧着，除了身子弱了些，长相是没得挑，比她那个姐姐好看太多。在任家2媳妇里头，沈秋梅是出了名的长得好看，但这会儿在三弟媳面前，她不敢居首，叹道：“三弟媳身上穿的花布做的新衣，当真是好看，衬得她白白净净的，以前咋没瞧出来呢？以前只记得她入门时破破烂烂的，人也瘦得身上没几两肉。”宋九坐上牛车时，2房屋里的门也打开了。老二媳妇杨冬花看到院里的牛车，首先看到的是3袋粗粮和那手臂长的草鱼，连呵欠都不打了，立即说道：“三弟媳才用了1车粮食换回来，这3朝回门又送粮食去宋家，娘，这也太明显了吧？”任婆子在廊下接了话：“你大嫂都没说啥，你倒是嘴碎。昨个儿你们1人1担子挑回娘家的是什么？这些都是托老三媳妇的福气，你们才有得吃，给老三媳妇带些回娘家怎么了？”说到三弟媳这福运，杨冬花只好闭嘴。昨天挖3期的时候，她还想不明白，她在那地方放牛这么久，怎么就没有瞧见呢？任广田赶着牛车就要走了，谁知3房屋里一个高大的身影扶着门框，还是走了出来，正是任荣长。大哥，我也要去。先前只能围着床绕圈，这会儿自己走出3房的门了，没把家里人吓死。任婆子赶紧来到三儿子面前查看。任荣长忍着痛，一瘸一拐的，竟然不让人扶着，也来到了牛车边。宋九也不淡定了，赶紧下了车扶他。任婆子是真不想老三跟着去宋家，不知道石头村破败成什么样子。宋九看到丈夫像做错事的孩子一般挨着她，不想与他分开。宋九心软了，立即看向婆母：“娘，我会照顾好我夫君的。再说我夫君就算说错了话也没关系，我嫁给了他，他是什么样也容不得别人说。”看着站在老三面前瘦小的老三媳妇，说话语气却铿锵有力，那护短的样子，任婆子还有什么好说的？连着老大媳妇都动容了，劝着婆母。只有2房门口的杨冬花却是撇了撇嘴，带个傻子回娘家，真不想婆母对她的好，到时候在娘家丢了脸，也是自己找罪受。宋九回头看了一眼2嫂杨冬花，那眼神把杨冬花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三弟媳平时看着老实又沉默寡言，这眼神怎么像换了个人似的，莫名让人心惊。难不成她想什么她都知道？再看三弟媳今天这一身穿着也是出奇的好看，婆母真是偏心3房。杨冬花想起自己3朝回门时穿的还是出嫁的那身新衣，还是自己做的呢，婆母可没有亲手给她做过衣裳。老三非要跟着去，那就去吧，老三媳妇顾着点，早点回来，别在娘家吃午饭了。宋家也没有午饭给他们吃，宋九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大哥在前头赶车，宋九和丈夫坐在后头牛车上，一路上有些颠簸，没想旁边的丈夫竟然伸手扶着车，把媳妇顾在他怀里，还挺会照顾人的。走出水乡村就被村里人盯了一路，都说人家老三傻归傻，却是疼媳妇的，这不他娘用1车粮食换回来的新媳妇捧在掌心里疼着。一路上3人都没有说话，宋九却趁机给丈夫揉揉腿，心疼他忍着痛也要跟着出来，不过身边有丈夫在感觉是不同的。2村相隔并没有多远，赶着牛车又挺快的，很快就到了石头村。还没有进村，就石头地的土路便能感觉到了不同。石头村不仅贫穷，还有很多的石头，这几年干旱，开垦的荒地大多种不成粮食，靠近河边的田地也因小河的干枯都成了荒田。村里头卖孩子换粮食的事也不少，是周围几村里最穷的。宋家小女3朝回门了，还带来了粮食和鱼。石头村的村民只是看到了鱼和粮食，就当众咽口水，无不羡慕宋家女儿嫁得好。再看到那牛车上坐着的宋九夫妻2人，个个都盯着她丈夫看，私下里无不说：“这怎么瞧着不像傻子？不是说傻子暴躁易怒，发起脾气来咬一口就病几日的，怎么与传言中的完全不像呢？”尤其是任家儿郎好长相，村里的妇人和少女们都悄悄地打量着，尤其是宋九身边任荣长，更是长得一表人才，比他大哥还要俊美，不免让众人怀疑起这传言是不是有人故意这么说的。那人真是坏了良心，这么一个好男儿被人说成傻子，反而一个个说宋九不配了，长得好看有什么用？要胸没胸，要屁股没屁股，身上没有几两肉，怎么就被任家挑中？村里随便挑位姑娘都比他好生养。宋九早已经习惯这种挤兑他的声音，一脸的平静。牛车直接来到宋家小院外，院里传出争吵声。站在柴房门口的宋六含泪看向母亲：“九丫头说的对，母亲有什么资格利用我们来讨好宋家？你不配为母亲。村里人把孩子卖了换粮食，也没有见过哪家人送青楼的，你们好狠的心。”汤氏听了大女儿的话，抹泪看向女儿，真是怒气不争。
当初他想方设法把她弄到任家去，是他不嫁的，能怪谁？季奶奶雷氏从正屋里冲出来，指着柴房门口的宋六说道：“你别怪你娘，在宋家她做不了主，这事儿我定的，身契也给出去了，钱也收下了，过2日一顶轿子把你接走，你也别回头了。”宋六好后悔，早知道还不如嫁给傻子，也不至于被卖入青楼。第15章，妹妹竟然嫁得这么好。宋六蹲地上哭，汤氏忍不住看向婆母，被雷氏瞪了一眼，汤氏又不敢说什么了。这会儿院门打开，门外停着一辆牛车，一张熟悉的面容出现在众人眼前。任家来人了。便是宋家人都没有想过，一车粮食换走的女儿还能3朝回门。任婆子真是讲究，难怪任家在10里8乡的名声好。3朝回门就算了，又带了粮食过来，3袋粗粮比什么都管用，还有4条手臂长的草鱼，直接将宋家人看饿了。多久没有开荤了不要说，先前要了那一车粮食，也就在那日吃了一顿硬食，可见宋家人的生活是有多糟糕。宋家院里的人只顾着抱走粮食，也只有5岁的弟弟宋来喜从屋里跑出来，搬来了板凳。蹲柴房门口的宋六却在此时站起了身，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穿着红花布新衣的妹妹，以及她扶着的身边高大俊美的少年。这难道就是九丫头的夫君？任家的那个傻儿子？这会儿汤氏也是猛的，不是说傻子暴躁咬人吗？怎么瞧着像个正常人似的，就是脚是跛的。宋九将丈夫扶到板凳上坐下，任荣长立即拍了拍身边，非要媳妇也坐他身边不可。大哥任广田帮着将粮食搬到了厨房里，瞧着3弟的岳丈又不在家，家里都是妇孺，也就顺手的事。汤氏3步并作2步的上前打量自己的2女儿，感觉自己生的女儿才3日就不认识了，穿着崭新的衣裳，梳得整齐的发髻，要不是那张脸与她年轻时一模一样，她都要以为眼花了。这么细看，似乎老二比老大长相还要精致水灵，在任家养了3日就变了个大样，小脸蛋都圆润了不少。很快，汤氏将目光落到旁边的任家老三身上，心想着这任家郎还真是好看，可惜老大没有这福气，这桩婚事明明是老大的，却落老二手中了。宋九原本回娘家的好心情，在看到她娘后瞬间没了。她看向眼前盯着她丈夫看的母亲，说道：“我夫君前段时间上山打猎伤了脚，再养一养就要好了，不是个跛的。”汤氏震惊地看向2女儿，随后抬头看向柴房门口的大女儿。季奶奶雷氏脸上笑开了花，这卖出去的孙女还能再回来探亲，那是好事。送了这么多的吃食过来，雷氏立即变得热情了，这就指使汤氏去厨房里烧开水，想必任家人赶车过来也渴了。汤氏被婆母赶到了厨房，宋六也很快跟了进去。这会儿雷氏会看眼色，知道整个家里这9丫头都有恨意，也只有小孙子才会得欢心，也就不阻拦小孙子亲近9丫头了。5岁的宋来喜来到二姐身边，好奇地看着二姐夫，对上孩子眨巴眨巴的眼睛。任荣长突然从袋里拿出一把糖给孩子吃，宋九有些惊讶，任家日子也不好过，糖更是金贵，她丈夫从何处得来的糖？任荣长拍了拍宋来喜的小脑袋，说道：“平时我吃药，我娘给我的糖我都收着，现在分给你吃一点，你要听话乖。”宋九听着扬起唇角，她的傻丈夫也挺可爱的。没想她的傻丈夫也抓了一把糖塞到她的手中，媳妇儿也吃，好甜的。宋九从来没有吃过糖，可是一想到这是丈夫喝苦药的时候才能吃到的东西，她怎么舍得吃，就要将糖收回去。没想任荣长拨开糖纸就喂她嘴里来了。这一幕被正屋的雷氏以及厨房里的母女都看到了，这一下都可以肯定任家老三真的是个傻子，喝药还得用糖才能骗下去，模样跟这个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惜了这好身段和这张脸。不过傻归傻，却并没有传言中的不好相处，竟然还顾着自己的媳妇。在这世道，能有这么个贴心的丈夫，又有这么粮食满仓的婆家，还真是撞大运的好婚事。对于雷氏来说，家里2个带来的丫头，嫁哪个都无所谓，可是厨房里的母女2人却不淡定了。娘，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任家傻子长这样？你但凡说了，我也不会像个傻瓜似的拒绝了婚事。娘是不是偏心9丫头？宋六一脸控诉地看着母亲，汤氏也气，人人不待见的傻子长这模样，一向不起眼，自己也不太喜欢的9丫头有这好运气。娘，我不要去青楼，凭什么是我？你们也看到了，9丫头长得比我还好看，她去青楼更合适。宋六看到了人家傻子后，他更加的后悔了。汤氏朝外头坐板凳上吃糖的2人看了一眼，心也偏向了老大，又被女儿这么一说，立即动摇。任家大哥坐在夫妻2人的对面，看到3弟这么护着3弟媳，吃颗糖还推来推去的，脸上不知不觉浮现出笑容。宋九有些不好意思，连忙把糖递给大哥吃。任广田摆了摆手，小孩子都爱吃糖，你们吃。在任家大哥眼里，3弟和3弟媳都是小孩子。宋九更是不好意思了，这就是任家的亲情，再看看宋家人在亲情面前是如此的淡漠自私。汤氏过来给几人倒了杯水，雷氏就催着汤氏去隔壁院里借几个鸡蛋来，
姑爷来了，要好生招待。看在粗粮和鱼的面子上，可不能给任家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后指不定任家还有东西送来。汤氏只好去隔壁院借鸡蛋去了。厨房里坐着的宋六却一直在悄悄地打量着妹妹和妹婿，但凡他当时不把这婚事往外推，那么现在坐在那儿穿着新衣吃着糖的就是他了。宋六看到妹妹身上的红花布新衣，眸里全是渴望。他不曾穿过新衣，每次都是母亲将自己8成新的衣裳改小给他，现在长大了，直接穿母亲的旧衣。不过即使是这样，以前的宋九比他还要过得惨，至少他是穿母亲的旧衣，而宋九却是穿他的旧衣。妹妹从来没有过这般鲜亮，可现在却不同了，高他一等了。借鸡蛋的汤氏还没有回来，宋家院门口就突然来了位村里人，进门就问任家大哥可在。任广田连忙起身看向那人，对方认出了他，忙说道：水乡村出事儿了，你娘叫你赶紧回去一趟。第16章，把婚事让给姐姐。任广田听到这话，不疑有他，连忙往牛车旁走，一边走一边回头交代三弟和三弟媳：三弟媳，你们先在这坐着等会儿，我先回家一趟，到时候我再来接你们回去。宋九朝那报信的村人看了一眼，随后又看了一眼大哥，嘴巴动了动，却没有说出声来，最后还是点了头。任家大哥向雷氏说了一声，这就赶着牛车走了。坐在正屋里的雷氏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眼神不由得落到厨房门口的六丫头身上，也没作声。宋九收回目光，她的傻丈夫又剥了颗糖塞她嘴里了。宋九含住，填到了心坎里，随即拉着丈夫的手，小声问道：夫君，你会打猎？若是与人打架，你一个人能打赢几个？任荣长听到媳妇温柔的声音，心头痒痒的，靠近媳妇的耳边小声说道：我以前试过，一个人能打赢10个，但是被我娘骂了。那就好。宋九笑了，但很快想到他的腿动不了，正要问，任荣长又说道：我现在也能打赢10个，他们靠近不了我。宋九真想给丈夫一个大大的奖励，这一下他彻底放心了。夫妻两人咬耳朵小声说话的样子，宋六看着就不舒服。堂屋里的雷氏却是喃喃自语，这傻丈夫更好哄，六丫头没这福分了。汤氏从隔壁院里竟然借了半篮子鸡蛋，雷氏见了就不淡定了，立即从屋里冲出来：谁让你借这么多鸡蛋的？谁给你的胆？雷氏气急败坏，汤氏的脸显得有些紧张，不敢看九丫头，也不敢与婆母对视，小声抗议道：九丫头3朝回门，就这一回。雷氏还要再骂，宋九却起了身：不用了，我们没打算在娘家吃饭，婆母交代了，得回去吃午饭。雷氏听了，真叹任婆子是个好人，连这个都想到了，赶紧把鸡蛋给退了。汤氏被婆母说了，只得往门外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向二女儿问道：你们什么时候走？宋九的神色很平静，一双灵动的杏眼像是能看透一切似的，看得汤氏心慌。他知道自己为何不喜欢二女儿。其实九丫头在小的时候，她也是一样喜欢的，就是来了宋家后，这个女儿的眼神都变了，总有一种能洞悉一切的感觉，让人很不舒服。这不又是这模样看过来了？有些孩子天生就不讨喜，讲的就是这个九丫头。娘，我们现在就走。宋九扶起丈夫做事要走，果然汤氏急了，厨房门口的宋六也急了。汤氏顾不上还鸡蛋，转身就朝二女儿走过去，拉着她往厨房里走。雷氏还在一旁责备，赶紧将鸡蛋送回去，打碎一个鸡蛋就给汤氏想办法赔。汤氏一边承诺着会把鸡蛋还回去的，一边拉着二女儿快速进了厨房。任荣长跟在后头走了几步，见媳妇儿回以他安心的眼神，他才停下脚步。吃糖的宋来喜立即拉着姐夫一同坐下。厨房里穿着补丁连着补丁的母女二人站在了宋九面前，并挡住了出路，看来是有话要同他讲了。也好，今天就将这些话讲得清楚吧。宋九平静地坐在小板凳上，就见汤氏问道：九丫头，这婚事本该是你大姐的，你听娘的话，把婚事还给你大姐，你回来，我仍旧当你是好女儿。到这地步了，他母亲还偏心大姐。宋九苦涩一笑，看向宋六：大姐也是这么想的吗？是看到了我丈夫长得好看，是吗？还真是长得俊。宋六才动的心，传言都是假的，人是傻的，但是家里富有，他先前定是脑子被门夹了，才会拒绝这婚事。好在母亲向着他，妹妹又听母亲的话，一切还来得及。见宋六害羞不说话的样子，就知道她是看中了她丈夫了。成了，别问些有的没的，九丫头一向听话，这一次也要听话。等会儿你就告诉任家大哥和那傻丈夫，你不想回任家了，要留在宋家亲人身边，到时候宋家再赔上六丫头回去就是。汤氏感觉自己的安排很不错，相信任婆子也会答应的，毕竟大姑娘的屁股大，长得也丰硕，任家人会满意的。等六丫头去了人家，青楼的轿子来了，到时候强行将九丫头送到轿子上去，一切也都恢复了正常，本来就是这么安排的。宋九看着母女两人各自打着算盘，心都凉了。在任家看到大嫂二嫂回娘家的欢喜劲，再想到自己回娘家的样子，他心头便不好受。同样都是有父母的儿女，为何别人能得到亲情，得到父母的喜爱，
自己却是个多余的。原本想着任家准许他3朝回门，并不是卖到任家，他还是抱着一丝侥幸的，又带了这么多的吃食回来，家里人也会态度好了吧？没想到反而打起了他的主意。若是我不愿意呢？宋九明亮的杏眸看向眼前的两人，果然他一句话把两人都说怒了。汤氏感觉到不可思议，你有什么不同意的？现在是你大姐愿意嫁了，不然哪有你先前的机会？九丫头别再多说什么，把你身上的新衣脱下来吧，跟你姐的衣裳换了。等会儿你姐替你回任家去，你留在我身边，娘疼你。汤氏伸手就要上前扒拉二女儿的衣裳，宋九一把将母亲的手扶开，沉声开口：我现在是任家的儿媳妇，谁也夺不走。衣裳是婆母给我做的新衣，作为生母却从来没有给我做过一件新衣。面对二女儿的指责，汤氏越发的恼怒：你平时吃的穿的谁给的？谁将你养大的？白眼狼，去了人家过了3天好日子，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这事儿我做主了，把婚事让给你大姐，衣裳也给她穿。你是不是不听话呢？娘说的你敢不听呢？汤氏朝厨房左右看一眼，又拿起了掏火棍要打女儿。宋九再也不是那个在宋家任人拿捏，婚事握在别人手上的小姑娘，她现在是任家的儿媳妇，宋家人管不到她头上来，于是一把将母亲的手推开，掏火棍没拿稳掉地上了。汤氏气得不轻。宋六心一狠，跟着母亲一起来对付妹妹，母女二人一左一右的，非要控制住宋九，扒了她的新衣不可。第17章，这亲不认了。没想到伤人至深的反而是自己至亲的人。宋九看着两个气急了的亲人，心头再也没有半点指望，只说道：宋六，婚事你抢不走，在我带你出嫁的那一刻起，我跟你就已经不同路了。宋六还不信这个邪了，在石头村里就属他长得好，还没有人说过九丫头长得好的，从小到大也是九丫头捡自己挑剩下的，以前默不作声的人，现在倒是敢反抗起来，谁给他的胆？汤氏按住宋九，宋六便上前扒拉他的新衣。正在母女两人只顾着欺负的时候，厨房的门被人一掌拍飞，任荣长跛着脚冲进来，看到自家媳妇被按在灶台上，气得眼都红了，一拳挥过来，宋家母女吓得松开手，就见拳头打在灶台上，灶台应声坍塌，摆在上头的锅碗瓢盆掉了一地，才借来的鸡蛋也碎了一地。傻子真的会发怒，好可怕！汤氏和宋六吓得缩到了角落里，没有男丁在家的宋家小院里，哪见过这阵仗，便是听到声响从堂屋里冲出来的雷氏，看着快被拆了的厨房，吓得面色铁青。宋九也没有想到她丈夫手劲这么大。任荣长忍着腿痛，将媳妇护在怀里，目光凶狠地盯着宋家人，尤其是墙角缩着的母女。傻子不说话，可那眼神足够吓得宋家的女人都闭了嘴。雷氏只可惜了那一篮子鸡蛋，儿媳妇借这么多的鸡蛋，一口没吃都破了，这要怎么还回去？雷氏气坏了。宋九却是一脸平静地看向他们，本以为母亲去隔壁屋里借鸡蛋，多少找几个村里人来帮手，谁能想到就这点能耐都没有，只顾着在厨房里威胁他。任荣长还要朝母女两人动手，却被宋九拦下了，伤了人或者出了人命，只会给婆家带来麻烦。再说继父常年在外做工没回家，就家里几个女人，成不了事。这娘家我看也没必要再回了，3朝回门这么对付我，这回门礼也不必给了。夫君，我们把粮食和鱼都带回去吧。正好这会儿发现事情不对的任家大哥又赶着牛车回来了，他脸色不好看，一入门就看到这场面，还有什么不知道的，立即从牛车上下来，来到三弟和弟媳面前，一脸严肃地看向雷氏：大哥，我们把粮食带回去，我以后再也不会回娘家。宋九的声音里多少有些失望后的难受。任广田朝三弟媳看来一眼，有些心疼，他跟着自己媳妇回岳丈家里，都是一家热情地招待着，哪像这宋家院里，真不讲道理。任广田这就扛着了粮食，雷氏不干了，就要上前相拦。一旁的汤氏也缓过神来，立即说道：这婚事本来就不该是九丫头的，原本嫁的就是六丫头。任广田听了，对宋家人更是失望，要不是母亲顾着三弟媳的面子，让他3朝回门认亲，没想还把宋家人的本来面目看了个彻底，自私自利，毫无亲情可言。先前三弟媳出嫁的时候，任广田是在的，于是目光凌厉地看向汤氏，回了话：沈娘就别再说这种话了，我们任家是看不上宋六的，宋六也别想入我们任家的门。说完这话，任广田就护着宋九往外走去，宋九不忘将4条草鱼一并提走。3人来到牛车边，转眼吃粮装上了车。雷氏和汤氏都追了出来，宋六含泪站在厨房门口，眼神里满是恨意。不准走。第18章，以后任家人就是他的亲人。雷氏直接躺牛车前，到嘴的吃食休想被带走，回头非得打死儿媳妇不可。九丫头开开心心的回个娘家，被他折腾成这样，这门亲也没得走了，杀千刀的蠢女人。任广田见过不少泼妇，对于雷氏这样的根本没放在眼里，敢欺负三弟媳就要想好后果。果然任广田半点不停留，眼看着牛车就要冲雷氏过来了，雷氏吓得往旁边一滚，牛车顺利的冲出宋家小院，上了村道扬长而去。宋家发生的事很快传遍了石头村，
宋家人成了笑柄，人家用一车粮食换的亲，还愿意回来认亲，是宋家女儿的福气。这么好好的一桩婚事，就这么给毁了，宋家人傻得可以。宋九坐在牛车上，再次看着石头村一点点的远去。这一次与3日前出嫁时相比，心情也变得不一样了。她的傻丈夫还靠在她的身边，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摸着她被掐红的手腕，朝着掐痕处吹气，看着她天真又关切的动作，她的心头暖暖的。牛车回水乡村时，经过村头的田地，遇上了不少下地干活的村里人，一个个都很奇怪的看着牛车上的粮食。不是说人家老三媳妇回门吗？怎么才回去又回来了？车上的粮食原封不动的又带回来了呢？心腹宋九一路受水乡村村民的注目，交头接耳说的都是他回娘家为何又匆匆回来了的事。终于回到任家院了，任家人也是看到原封不动的粮食被带了回来，感觉到不可思议。大嫂沈秋梅立即来到丈夫身边，不好当着三弟媳的面问，便用眼神示意丈夫。任广田叹了口气，直接说道：宋家人真不是人，这么欺负三弟媳，我就做主把粮食都带回来了。任家大哥一句话就解释清楚了。沈秋梅听了很是生气，哪有这样的娘家人？三弟媳别难过，以后咱们就是你的家人。宋九心头一暖，扶着丈夫下了车，就看到婆母从厨房里出来，也看到了这一车粮食。二房门口，二嫂杨冬花从屋里出来，看到这一车退回来的粮食后，脸上也是惊讶不已。宋家人是不是人她不知道，但一定是个傻的，这亲不认，将来有后悔的时候。宋九被任婆子喊屋里去，傻丈夫护着她也要跟了来，被任婆子安排老大把三儿子扶房里去，答应他等会儿就让他媳妇回屋，他才愿意回房的。宋九将宋家发生的事简单的说了说，同时也说道：娘，以后我也不想回娘家去了。任婆子没想到三媳妇的母亲这么偏心，不过见过大风大浪的任婆子也已经见惯不惯，答应了宋九，以后不回去了，你在咱们任家安心的过日子，我不会亏待你的。没有娘家的新媳妇在婆家多半受欺负，任婆子反而觉得这老三媳妇可怜，只要她跟老三安心过日子，好好待她家老三，她就把三媳妇当女儿看待，没娘家就没娘家吧，这种娘家不要也罢。粗粮搬回屋里了，4条草鱼却被老二人广江要了去，先前跟媳妇回娘家没有带鱼回去，这4条就悄悄地往杨家送一趟。杨冬花看着篮子里放着的鱼，笑得合不拢嘴，满意的说道：亏得三弟媳娘家傻，这不落我手中了。任广江忍不住开口：三弟媳挺可怜的，你别笑话她。杨冬花可不乐意了，就是这么个事儿，难不成我冤枉她了？你倒是帮着她，连自己丈夫都向着三弟媳，有点吃味了。第19章，药材卖了笔大钱。任广江见媳妇不高兴了，连忙转移话题：我等会儿借着去地里干活，悄悄地往岳丈家里送一趟。杨冬花高兴了，捧着丈夫的脸印下一吻，任广江整个人都飘了。三房屋里，宋九才坐下，任荣长就将他平时用的药膏给他手腕上抹药，一边抹一边吹，等会儿就不痛了。宋九对上傻丈夫护着他的眼神，他应了一声好。今个儿宋九回娘家，任家人也没有闲着的，任老头背着一骡子3妻去了城里医馆，到了傍晚才回来。回来的时候又背回一骡子东西，经过村道时满脸的笑容，不少村民都问他去了哪儿，任老头却是笑而不语。任老头回来了，任家院里正准备做晚饭，他回身将大门一关，便紧张地进了正屋，还顺势将任婆子叫了进去。都回来了的任家人都忍不住朝正屋方向看。二房媳妇杨冬花小声朝丈夫说道：那些药材定是卖了个好价钱。堂屋里，任老头将骡子放到桌上，从里头拿出30斤肥油，又10斤肥瘦相间的肉，随后才将银袋交给任婆子。沉甸甸的银袋落了手，任婆子已经激动坏了，掂了掂，大概有40-50两银子之多。这一骡子药材价格不错，那铺中管事还问几时还能送下去，这样5个年头的金不换，难得见到了，只可惜没晒干的，便给了我68两银子，没把我激动坏了。买了肉，又在粮铺里买了粮，眼下袋里剩下52两银子，任婆子欢喜的藏了起来。这大白日的，我也不好运粮回村，免得遭人注意。等会儿到夜里，我带老大老二出趟门，把粮食运回来，也跟粮铺的伙计说好的。任老头也聪明，这时节家家户户过得拮据，有钱有粮也不能张扬呢。任婆子很满意丈夫的安排，这就提着猪油和肉出了堂屋的门，看到廊下巴巴看着等着好消息的儿子儿媳妇们，这就一脸严肃的说道：别捂在这儿了，一个个的都没事做吗？咱们家可不养懒人。任婆子一句话，众人不得不散了。任婆子含笑进厨房做吃的去。一向爱躲懒的杨冬花看到婆母手中的猪肉，立即跟着入了厨房，说是要给婆母打下手，添把柴火，实则是等会肉出锅了，帮她婆母尝味能先吃上。坐在三房屋里给丈夫按压腿的宋九没有出来凑热闹，他知道公公定是卖了一个好价钱，一进门就把院门关上了，不能对外头人说呢。媳妇儿，我明个儿就给你悄悄的拿本千字文去，我教你认字。他家傻丈夫还记着这事呢，
宋九心动了。以前是他走不了，现在他勉强能走路，等家里人都下地干活了，没人注意时去拿来倒是可以的。于是宋九问书都放在哪儿，任荣长说都收他娘屋里，但是他娘也不管这事儿，就堆在一个箱子里，偶尔拿出来晒一晒。他娘很珍惜这些书本的。这一下宋九有些犹豫，要是被婆母知道他偷偷在识字，会不会不太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明个儿我就去拿。第20章，做人要厚道。宋九为丈夫揉腿更加勤快了，丈夫快快好起来，也能像大哥二哥那样护媳妇。晚饭吃上了肉，炸得酥香的猪油渣更是一家人难得吃上的美食。任婆子只拿出一小碗出来，上了桌就给老三媳妇先夹了2筷子，说道：今个儿老三媳妇受了委屈，这2筷子猪油渣你们不能计较。家里几个大男人自然是不计较的，大家都看在眼里。再说这些三七卖的钱也是三弟媳眼尖发现的，不然还没有这些肉和油呢。老二媳妇刚才在厨房里帮着添柴，已经吃了好几块油渣了，倒是不敢提意见。老大媳妇自然心疼三弟媳，直接点头。随后任婆子又给老三媳妇的碗里又加了2筷子，说道：这2筷子给老三吃的，老三在养伤，得吃好一点，你们都不准计较。那谁敢计较？老三以前上山打猎，没少跟着吃肉。转眼小碗油渣只剩下一半，任婆子接着分给家里人吃，到了碗中也才几块油渣，至于肉也是分着吃的。好菜上桌，由任婆子掌筷子，这是规矩。宋九的碗里分到了不少，任婆子就让他端着碗去三房屋里，夫妻2人一起吃，锅里有汤面，管饱，自己去剩。宋九端着碗回到三房屋里，没想到她的傻丈夫正在屋里练着走路，跛着脚的样子看着就让人心疼。任荣长额头冒了汗，看到媳妇进来，立即欢喜地说道：媳妇，你看我能走了，等我好了，我去山里打猎，到时候猎张狐狸皮子给你做衣裳。宋九哪敢奢想狐狸皮子做衣裳穿，他能过上现在这样妯娌和睦，公婆疼他的好日子，她很知足了。将丈夫扶到桌前坐下，宋九随后将一小碗肉放到了丈夫面前，自己能吃上油汤面就很香了。任荣尝吃了2口肉，就发现媳妇不伸筷子，立即将碗中的肉汁接拨到媳妇的碗中，说道：我这么壮实不吃肉要留给媳妇吃，将来媳妇给我生个大胖小子。宋九听着这单纯又可爱的话脸还是红了，不过她的傻丈夫懂得疼她，她挺欢喜的。本想2人分着吃，任荣长抱着面碗别过一边去了，等会再说2句还要生气了。宋九没办法，美美的吃了一顿肉，肚子吃得圆滚滚的。她摸着肚皮就想起以前在宋家饿肚子的时候，差一点饿死在那间柴房的时候，当时就想她愿意用自己的寿命换自己10天的饱饭，那时候是有多绝望。宋九收拾碗筷去厨房，就碰到了二嫂正在洗碗。杨冬花就喜欢偷懒，看到三弟媳进来了，这就起了身：三弟媳来吧，你做事快。宋九做惯了农活，倒不觉得什么，正要接手，任婆子正好进厨房看到了这一幕，郁闷开口：榨油的时候你是抢着来厨房里帮手，现在要收拾厨房了，你就推3阻4，老二媳妇做人要厚道。被任婆子说了，杨冬花赶紧坐下，不敢说半句，心想着三弟媳没进门的时候，婆母不会这么说她，都是让大嫂来做这事的。现在大嫂怀了身孕，三弟媳受宠，她家在中间受气。第21章，粮食得藏的好地方。宋九正想着帮婆母收拾厨房也成，任婆子看到老三媳妇就露出笑脸。老三媳妇回屋里去，又没有多少家务活，你把老三妇侍好了就成。杨冬花听着这话就撇了撇嘴。宋九只好从厨房里出来，就看到公公带着大哥二哥出门去了，恐怕是买了粮食，晚上运回来的。今个儿任家小院里一直没有睡觉，都在等着当家的把粮食运回来，也生怕村里的人发现了。任家3房都很激动，运粮食大事，宋九也没能睡着，坐在窗户边看着。子夜时分，院里有了动静，任家3个男人各自赶了辆牛车回来，后头还跟着粮铺伙计赶的牛车，一共买了4车粮食。任家院门一关，屋里的女人都出来帮手，好在任家的围墙高，有动静，外头人也看不到。任婆子随手拆了一袋粮食看成色，见是一袋麦子，闻了闻，是今年的新粮不说，看相也不错，这家粮铺还是挺讲诚信的。粮铺伙计一看就知道家里掌钱的是谁，这就来到任婆子面前，和气地说道：大嫂子，这粮食没得说，城里的富户吃的也是这种，你们买走了这一批，我们铺里的货也不多了，年前怕也是难以要到这样的货了，你们是有眼光的人，年前就没货了，这个信息有点大。任婆子立即看向伙计，将他带到一旁，小声问道：这外头是什么行情？为何年前都会没货呢？伙计叹了口气，无奈道：这年头不好过，掌柜的说了，咱们这一带旱了3年，外地虽然没有咱们这边惨，可是今年的收成也不好，而且这世道也不太平，旱灾害得多少人逃荒去外地，有的落草为寇，粮商的生意也不好做呢。
只是这事儿可不能传出去，你们听着就好，不然梁铺也不安全了。任婆子越听越是心惊，好在三媳妇发现了三妻，家里得了现钱，才买了这4车粮食，不然任家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世道手上有钱也不安生，还是手上有粮才能安心。送走伙计，一家人看着卸下来的4车粮食发了愁，平时往粮仓里一收也就了事。可是现在任婆子有了想法，年前还有好长一段时间，这粮食不到救急时不准吃，家里也得省着点呢。一家人围坐一起想办法。宋九在此时开了口：“爹娘，要不挖个地窖吧？葬地窖是好事，可是藏在院里跟藏在粮仓里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宋九的话提醒了任老头，他立即看向任婆子，说道：“咱们家不是还有一处破旧的祖屋呢？儿媳妇们是不知道，但是任家儿子还是知道的。小的时候还住在老屋里，可是那处老屋破旧不堪，围墙都没了，而且那儿隔着村里有些远，把粮食藏在那儿也不能时常去照看，万一有人偷走了粮食也不知道。”任婆子却是下定了决心，老三媳妇说的对，挖地窖藏老屋那儿破旧的更好，谁能想到那儿能藏粮食呢？瞧着这世道是越来越不好了，咱们家的粮食也得计较着来，这些粮食是咱们家的救命粮，得好好收着。有了任婆子一句话，一家人也就不纠结了，既然要去老屋那边挖地窖，那自然的晚上去，今天就动手。先将粮食放回了院里的粮仓，随后任家人都出动，除了不能走动的老三，连着任婆子都带着锄头跟了去。第22章，三弟媳不会又要撞大运吧？这任家的老屋是真的有些远，一家人悄悄摸摸地走在村道上，好在这年头也没有谁家养狗的，倒是安静得很。终于到了山脚下了，一处破旧不堪的小院，看着围墙和院体的结构，在当年也必定是令人羡慕的好院子。任家以前的确住在这山脚下，那是因为山脚下有口山泉，是任家人独自用的，后来泉眼不冒水了，任家人喝水成了困难，不得不搬回村里住。任婆子嫁过来没几年就搬村里去了，中间任老头回来看过几次，每次都要站在桂花树下记起童年的一些事。这会儿任老头又站到了桂花树下，这棵树年年在，桂花的香气还能飘好远。山脚下没水又不靠河边，开垦的山地倒有人来干活，可是这片土壤贫瘠，旱灾3年，这种地的人也少了。一家人站这儿闻着桂花香，歇了会儿就准备动手。任婆子看了一眼，心想着也只能在后院动手，不然前头院里连个围墙也没有，新鲜挖过的土被人瞧见了，那不得存疑心了。正在几人寻找位置准备挖地窖时，宋九却站在桂花树下不动了，他似乎闻到了酒香，莫不是他的错觉。任家人都往后院走了，任老头回头看了一眼站在树下不走的老三媳妇，笑着说道：“喜欢这桂花的香味吧？等忙完了就把这桂花摘回去，你娘会做好吃的。”宋九仍旧没动，盯着桂花树下看。任老头觉得老三媳妇有些不对劲，于是也停下了脚步。任婆子回过头来，见老三媳妇不走，心想着不会又要撞大运了吧？任家儿子儿媳妇都跟着停下了脚步，纷纷朝宋九看来。杨东花心想着就三弟媳事多，他就不信到这破旧的老屋子还能寻出花来，什么有福运，他不信。先前放牛也是他带着三弟媳去那儿的，不然他哪能找得到？所说要说福运好，他也算一份。正在杨东花这么想着的时候，就见宋九突然蹲下身来，在桂花树下刨土。杨东花忍不住郁闷的开口：“这棵树可是祖辈留下来的，你这是想挖死这棵树不成？”杨东花话没说话就被婆母瞪了一眼，只好赶紧闭嘴。任老头和任婆子的心情很奇妙，瞧着三媳妇这模样不太对，这三媳妇也是个有天运的人，有些事就是很神乎，且看他在挖什么。宋九越挖越深，突然坑里露出一个尖尖的木头，他停下锄头，任家人都忍不住跑过来看。桂花树下有木头桩，这是啥意思？任老头立即蹲身上去摸了摸木头桩，手上沾了泥，再拿起来闻了闻，惊呼道：“是酒香。”这么一提醒，众人似乎都闻到了酒香。任婆子一脸奇怪地看向丈夫，她是跟着丈夫从外地回来的，那会儿任家已经破败了，贫穷的庄户哪来的酒香？任老头却是很激动，向媳妇解释道：“我以前真没有骗你，我家是做酿酒生意的，就是我经营的不好，没了生意，才去你家做长工，我以前提过的，你不信我也不好说了。”这么说来，任婆子还真就记了起来，的确丈夫有提过一回，只是那会儿她嫁给长工，心头不爽快，哪听得进去？再说就算做过酿酒的生意，她丈夫又没有学会家里的手艺，有什么用？任老头又叹了口气：“我爷爷当时还是挺出名的，就是我父亲是个浪荡子，没有传承到手艺，就败了大半，到我手上时更加不济。往事不能回首，但是闻到了酒香，任老头就顺着这木桩跟着挖。”第23章，发现了祖宗传下来的酒窖，一家人都忙活上了。没一会儿，
桂花树下露出了一个地窖的小门，众人惊喜地看着这道小门，想不到啊，这院里还有个现成的地窖。任老头激动地上前推门，好半晌才将门打开，里头却很干燥，一直往下走的石梯上竟然没有水汽，这很神奇，可见任家当年挖这个地窖费了心思的。点了火把子下了地窖，就见眼前摆放着不少酒坛，满室的酒香，地窖的大小有人家院的2进正屋那么大。看着这一地的酒坛，任家这是发财了，这么多年存放着的酒还如此香醇，那得卖多少钱去？任老头眼眶一热，说道：“我爷爷酿的酒，这是收了多少年？他临死前没有说出这儿，是怕我父亲给败完了吗？”的确也是，当年一旦说了出来，这满窖的酒都别想留下。任婆子头一回重新审视身边的丈夫，她当年是真没有骗她，只是有这手艺，怎么就沦落到陪家做长工的地步？说起来，任家祖屋选这山脚下，就是因为当年的那口清泉，才酿出这么好的酒来。地窖还有空地，将4车粮食运到这儿存放，完全放得下。任婆子做下决定，即使发现了一地窖好酒，也不能立即变卖。现在手中不缺粮，也不缺钱的，她更要留下去，也算是任家的家底了。这地窖也不用挖了，当天夜里，一家人都不用睡觉了，直接将4车粮食都运到了这地窖中，接着又将土填平，桂花树又是最好的屏障，好打掩护。以后就让老头偶尔来看一趟，即使村里人见着了，也只说人家照看着祖屋而已，不会让人猜疑。等任家人忙完了这一切，天都亮了，回到小院里，又困又饿，任婆子一高兴，又做了肉汤面头，分了油渣吃。吃饱了，一家人洗洗就睡。大白日的，院里没了动静，着实让左邻右舍起疑。只可惜他们也看不到院里的情况，没办法打听。宋九靠在丈夫身边睡着的，任荣常不能帮忙，倒是睡了一夜好觉。白天没了睡意，看到床里边躺着的媳妇儿，他就守着媳妇，一双好看的丹凤眼盯着媳妇的睡容，越看越是喜欢。他媳妇怎么能这么好看呢？身上总是香香的，这么一闻还有桂花香。他媳妇的身子也是软软的，胳膊也是细细的，他都不敢用力拉他手，手掌是小小的，在他掌心时，他就不敢用力握。一转眼到了午晌，一家人正睡得香甜，院门被敲响，最先被吵起来的是任婆子，她整了整衣裳从屋里出来，心头还有些窝火，这是谁家来串门？院门打开，门外站着的却是水乡村村长的媳妇吴氏。吴氏穿着7成新的补丁短衣，衣上洗得花白，头发梳得齐整，看着就利落，见到任婆子就露出满脸的笑容，上来就报喜：“老妹子，我来向你报喜来了。”这亲切的叫声，原本有些窝火的任婆子不得不将人迎了进去。二房屋里有了动静，但是杨冬花懒得起床，也拉着丈夫不准她起床，躺在丈夫怀里听外头动静。大房屋里沈秋没睡的沉默听到声音，大哥任广田却是起床了的，看到是村长夫人来了，顺手就搬来一张板凳放到了院子里。吴氏刚要坐下，就看到正好从3房屋里出来的宋九，穿着大嫂给他的7成新短衣，从屋里才出来就被人盯上了。这就是新入门的老三媳妇呢。第24章，好事送上门来了。吴氏将宋九打量一眼，看着还挺满意的，心想着长得这么好看，可惜嫁了个傻子，不过任家有口饱饭吃，倒也合算。任婆子看了老三媳妇一眼，还是老三媳妇顺眼，大房二房媳妇都没有出来，老三媳妇是头一个出来的。几人在院里坐下，吴氏也说起了正事儿。老妹子，我今个儿要说的这事儿，对你家可是好事儿。这不是咱们村秋收不好吗？你们家的田地靠近河边还好些，村里不少田地都干旱了。是这么个事儿，村里有人要卖地，找我私下里来问问你的想法。他们家的地不靠河边，干巴巴的田也没有指望。不过你们家最近不是在田里挖了口井吗？你家儿子多，趁着这冬日里闲着挖条沟渠，这些田就有水了，就是对方急得卖，想要现钱。说到这儿，吴氏停顿了一下，也没说是村里的哪家要卖地，更没说要卖多少钱，瞧这样子果然是来探任婆子口风的。任婆子安静的听着，等吴氏说完了，半晌才接话：“我家现钱没有多少呢，怕是买不了这些田地。”吴氏听了有些焦急，连任婆子也买不了，那村里就没人能买得了，除非卖给城里的富户去，可是3瓜2枣的旱田人家未必要呢。再说水乡村的田最好卖给水乡村的人，也免得别个村里人还往水乡村里跑。当真没有什么现钱了？吴氏试探地问。任婆子心头打鼓，钱是有的，她也想买田，只是现在都敏感，谁知吴氏是来打听她家底的，还是真有这么一桩好事？再说即使现在跟她说了要买，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钱，村里人也都知道了，岂不是财钱外露了？任婆子笑了笑，没说话，却说先跟当家的说说看，她也去厨房烧壶热水，喝点开水解渴。吴氏倒不着急，办成这差事，她也能收个中间的跑腿钱，这就等在了院里。任婆子朝正屋门口的丈夫使了一个眼色，任老头这就跟着媳妇一起进了厨房。
任家二房的门到这会儿才打开，杨冬花打了个呵欠出来时，就被吴氏看了一个正着。吴氏还有些奇怪，任家二房媳妇睡懒觉，大白日的还困倦呢，这任婆子也不管管。杨冬花被吴氏盯着看，心底发毛。不过刚才吴氏说的话都听到了，她可是记得婆母卖了药材有现钱呢，为何不买地？现在买地必定能买个好价钱。杨冬花跟着进了厨房，就看到三弟媳也入了厨房。任婆子看到两个儿媳妇都在，便问道：“你们怎么看？”杨冬花口直心快，立即说道：“娘，为何不买？买了地，明年就能春耕，入夏就有收成了。”话是这么说，任婆子也心动了，只是这莫名送来的消息让她有些不安。吴氏也不讲是村头的谁家要卖地。杨冬花见婆母听了她的话，却并不采纳，甚至还有些不高兴，她又没有说错。这商量不出结果，任婆子不由得看向老三媳妇。老三媳妇这人有福运，她要做的事基本能成。宋九跟着婆母进厨房，就是有话要说的。而今家里人都盯着她，她试探的开口：“娘，昨个儿我3朝回门，从石头村回来，经过水乡村的一片田地，我当时坐在牛车上，听到有人说要卖田地。当时声音小了些，大哥和我夫君大概是没有听到，但是我听得清楚，这事儿的确是真的。对方只想赶紧卖了田产离开安城，所以价格上应该不贵。”老三媳妇竟然听到这么重要的消息，任婆子面上一喜。一旁的杨冬花却像看怪物似的看着宋九，接二连三的还有完没完了？为啥三弟媳什么都知道，连回趟娘家还能听到这么重要的消息呢？第25章，老三媳妇真是大福星。任婆子看向一旁的大儿子，还别说任广田真没有听到。不过他们回来时的确经过一片农田，当时地里干活的人不少，是有好几人在说话。果然还是老三媳妇来事儿。任婆子这就问可曾看清楚是谁家要卖田。宋九其实根本没有听到他们的说话声，甚至那人也没有说话，他不过是坐在田埂上，想着这些祖产田地就要败他自己手上，万分不舍。但是没有办法，一家人过不下去了，得了现钱就投奔亲戚去。村东头朱大郎家，老三媳妇来水乡村还没有几日呢，连村东头的朱家都知道了。任婆子不但没有怀疑半分，反而觉得老三媳妇特别有眼力见，又一次帮了任家。既然是这一家，我也就知道那些田地在何处了，还真被吴氏说中了。这些田隔咱们家的田不远，挖了沟渠，真有水了。任婆子这就提着水壶从厨房出来，给吴氏倒了杯兑了糖的水，问道：“嫂子不如直说是哪家的田地，合适的话我是愿意买的。”这都用糖水招待他了，瞧着就是起了心思。吴氏也不瞒着了，村东头朱大郎家，你应该知道他们家的田地在何处，挨着你们家的田很近，你买下最是合适了。任婆子听了显然很满意，只是很快又皱了眉。实不相瞒，我家里的现钱也不多了，家里的粮食勉强能过冬，可是手上不留点，心头就没有底，万一来年又遇上点什么，咱们靠天吃饭的行当恐怕更难过。这话没说错，不然朱家也不会卖了祖产田地。但凡谁能说句实话，明年就不会旱灾了，会风调雨顺，那么咬咬牙也会过去。不过吴氏是个聪明人，立即问道：“老妹子手头有多少钱呢？嫂子那地儿卖多少亩，又是多少钱一亩呢？”任婆子也聪明，不接他那话。吴氏笑了，事实上朱家人说了，一共20亩地，卖60两现银，多了的是吴氏的钱，自然吴氏是想越多越好的，毕竟丰年的时候一亩良田得卖10两银子。虽说这20亩地不全是良田，也不至于只卖60两现银，要不是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也不会到这地步。吴氏这就说道：“20亩地，老妹子能出多少钱？咱们一口价。”任婆子听到数目，心头就激动起来。他们家统共也才20几亩地，还是她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攒起来的。她跟着丈夫回乡时，可是一点田产都没有，早被她公公给吃空了。只是要拿下20亩地，那得多少银子去？任婆子算着数，昨个丈夫卖3期拿回来52两银子，先前她丈夫在街上卖母鸡时收到了20两银子，她自己存了3两银子在手中，这是她全部家底了。恐怕这20亩地她拿不下去，谁家20亩地只卖75两银子的，就算再急也不会急成这样的。任婆子很为难，吴氏又在问她到底有多少钱，若是价钱合适的话，可以帮她去跟朱家说说，到时候给她点跑腿钱或者打发几个鸡蛋什么的，她都很满意了。任婆子做事向来谨慎，自然不可能告诉吴氏自家的家底，只得再次问道：“嫂子何不将对方的底价告诉我，我看能买下多少田地，着实是手头上的钱不多。”吴氏听了，真佩服任婆子聪明，要是村里其他的妇人早就将自己的老底儿给说了，真能沉得住气。第26章，给婆母出主意。既然非要个底价，吴氏便开了口：“90两银子，你看怎么样？”这一趟吴氏能赚下30两银子，吴氏心头算盘打得响，还想着即使是90两银子，任家也是赚了的。
她这是给任家做好事，要不是自家没钱，不然就拿下这20亩地了。任婆子一听是90两银子，直接摆手，手上的钱全部拿出来都没有这个数，实在不成买10亩地。吴氏一听立即摇头，不成呢，朱家要卖就一口气给卖了，不然这10亩地怎么瓜分？毕竟里头有水田也有旱地，不好卖了。倒也是这么个事儿，真正值钱的是水田。任婆子只能拒绝了。就在这时，宋九突然喊了一声娘，任婆子立即看向老三媳妇。一旁的杨冬花下意识地看向三弟媳，心想着她又有什么主意了？这可是长辈之间的事，她也要在中间插一手，难不成她还有别的办法拿下这20亩地？很快婆媳两人进入厨房，杨冬花也不闲着跟了进去，倒要看看三弟媳要说什么。任老头坐在廊下，将刚才两人说的话都听了个全，心头自然也对这20亩地心动。做庄户的都指望着这地里出的粮食，田产是不怕多的。任老头看向厨房，看到厨房里媳妇两人说着话，心头也不由得将希望寄托在老三媳妇身上，似乎只要老三媳妇说的事就都能成事。很快任婆子从屋里出来了，脸上看不出喜怒，到了吴氏面前，无奈一叹，说道：嫂子，实不相瞒，上一次我家老三列的一张皮子卖了点钱，我一直存着，再加上这几年存的钱，整个家当也就只得62两银子。要不嫂子帮我传个话，这事儿能成就是桩好事，没成我们也不怪嫂子，能帮着跑这一趟也是感激，糖花蛋必须送给嫂子吃。说完，任婆子朝老二媳妇发话，去我屋里把那包糖拿出来，再捡10个鸡蛋，一并给村长家送去。吴氏原本听到这62两银子的话，脸色就变了，这会儿看着任婆子这么热情，事都没办成，糖和鸡蛋就送上了，倒是让吴氏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吴氏本想着不要的，可是杨冬花跑得快，转眼就从正屋里提了一包糖出来，又提着篮子直接从后院里捡了10个鸡蛋，这就递到了吴氏的手中。吴氏很有些犹豫，他已经许久没有尝到糖的味道了，鸡蛋更是不可能吃上的，虽说是水乡村的村长，日子却没有任家过得好。想想自己到底还是村长夫人，这吃食那就收下吧，成不成那得他再去村里转一圈问了情况再说。送走吴氏，任婆子将大院的门关上，立即回头看向厨房门口的宋九。任婆子想说点什么，又欲言又止。宋九忍不住开口：娘，我刚才也只是看到沈娘的手在背后比划，我猜的，万一……没事儿，三媳妇说的对，成就成，不成就算了，咱们家也的确拿不出这90两银子来。任婆子这一次真做下了决定，虽然心头仍有些不甘，但是家里情况不容许，现在这样的日子也不错了，不能让家里过得紧巴巴的。第27章，就喜欢跟在媳妇儿身边。至于那地窖里的酒，他当然可以拿去卖，能凑足了这90两银子，可是那样的话，酒窖就漏了财，在这灾年可不见得是好事。经此一事，任家人都不能平静的入睡了，也就不睡了。任老头惦记着那20亩地没买成，多少心头不舒坦，扛着锄头下了地，地里那口井一直冒水，他得挖沟渠，把自家的田地都灌溉了。宋九见婆母回了屋，他也回到了三房。任荣常看着一旁闷着声给他揉腿的媳妇，瞧着媳妇不高兴，他就不高兴。宋九正揉着腿呢，丈夫突然伸出手，将她的手握在掌中，媳妇儿不开心。想不到丈夫这也看出来了，他的确害怕自己好心办了坏事，听到吴氏的心声，卖60两银子的田地，他想要90两银子，转眼就赚走30两银子。在庄户家里，30两银子有可能是一家人10年的收入，所以一时口快，他就给婆母出了个主意，只给吴氏2两银子的跑腿钱。媳妇儿要开心。任荣常又伸手捧着宋九的小脸，这突然的亲密举动瞬间将宋九的脸颊烧得通红，她连忙握住丈夫的手，露出一个笑来。任荣长终于松了口气，可是手却舍不得放开他的脸，竟然用拇指抚过宋九的唇瓣。这软乎乎的触感令任荣长着迷，甚至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媳妇的唇好软。宋九连忙捉住他不安分的手，他的手太大按不住，宋九连忙下床倒了一杯凉水递了过来。媳妇儿，我全身发热，可是不想喝水。任荣长看着媳妇又给他灌凉水，很有些抗拒。乖，喝了水就不热了。任荣长伸手指了指自己，是这儿不舒服，不是口干。胸口不舒服，的确呼吸很重，看着就激动，甚至连脖子处的肌肤都是红的。媳妇，昨晚上我们没有圆房，我现在能不能？不能。宋九赶紧退开几步远，任荣长叹了口气，只好接过水咕噜咕噜喝下去，可是一杯凉水下肚，心头上的一把火还没有消，看着宋九可怜巴巴的说道：不够。那张俊美的脸上天真无邪的眼神盯着宋九，看得宋九都想喝凉水了。上一次是一杯凉水就搞定的，这一次竟然不够，下一次不会得给他洗个凉水澡啊。宋九从三房屋里出来去打凉水，干脆直接给丈夫洗把脸，
大概就能消了火气。端着水盆从厨房出来，就见二嫂脸颊通红的从二房屋里跑出来。宋九能听人心声，她的身子瞬间僵住了，连忙垂下头去。杨冬花好不容易躲开丈夫出来，没想撞见了三弟媳。三弟媳这脸颊红红的，莫不是跟三弟也？宋九脚步一顿，猛然抬头看向二嫂，并不是，我给我夫君倒洗脸水的。杨冬花看着落荒而逃的三弟媳，莫名其妙的，这不会是事后洗一洗吧？不然大白日的倒什么洗脸水？三弟看着是傻，却也是个大男人呢，一夜没碰，有点想法也正常。宋九跑回屋里时，心还砰砰直跳。宋九把手巾子递给丈夫，任荣长不干了，媳妇帮我洗脸，还闹上了。第28章教媳妇读书识字。宋九无奈上前给他妈脸和手，顺势转移他的注意力。夫君，你念书给我听呢，我好像都记住了你念的书。任荣长有些错愕，果然把他的注意力转移了，脸也不红了，也不闹脾气了，抹干净脸和手，这就拿起书本。媳妇儿，你都记住了？宋九也不知自己怎么回事，她就听丈夫念了几回，竟然把内容记住了。不过她不识字，也不知道书上说的是什么，但是她大概能完整的背出来。宋九随口背了几句，就像顺口溜似的，基本她也没有刻意的去记，脑子里就冒出来了。任荣长高兴拍手，媳妇好聪明，你跟我一样呢，当初我娘念了几遍，我就全部记住了。任荣长学母亲当时鼓励他时的模样，伸出手摸了摸媳妇的额头，拍了拍说道，真聪明，好好学，将来比我读的书还要多。宋九看着他这模样，忍不住想笑，不过自己有记忆天赋，的确是他没想过的，那是不是说明她只要跟着丈夫识字，就能像丈夫一样很快学会，还能像他一样可以看很多的书？念书了，任荣长也不闹了。宋九舒了口气，接着给丈夫按压腿。傍晚时分，任家人像往常一样准备着晚饭，任家院门却在这时敲响，外头响起吴氏的声音，这一下任家人都激动起来。任婆子放下锅铲就往外跑，到了院里又停下脚步，整了整衣裳和头发，这才上前热情的开门。吴氏来了，金个儿跑了一日，村里村外问了个遍，就没有人愿意接手朱家的田产。现在村里村外的人听说谁家卖田产，不但不买，还说有这钱何不买粮过冬，一家人都要饿死了，哪有这闲钱？即使是周围几村的富户也问过了，都不好过，能像任家这样一口气拿出现钱的，想不到10里8乡的还就他家这么一户。难怪朱大郎只卖60两银子的，他怕是打听过了的，亏得吴氏还到处打听。3年旱灾都不好过，有好几个村子都卖儿卖女了，水乡村没有牙婆出入已经是不错了。吴氏在板凳上坐下，老大媳妇沈秋梅就倒了杯凉开水送上。还别说，吴氏自打晌午踏出任家院后就没有停歇，正口渴呢。吴氏到处问了情况，朱家人只想明个儿就拿了银子走，不然入冬了，下大雪了，路上不好走，年前投奔不了亲戚，一家人没了着落。吴氏一口气喝下一杯水，任婆子就看出了意思，看来吴氏今天没少跑地儿，最后还是来了他们任家，可见这年头都不好过，也不是谁都能拿下这些田产的。吴氏将杯子放下，这就看向任婆子，舔着脸问道，老妹子，加一点，怎么说？任婆子一脸的无奈，钱是真没有了，要不再加2包粗粮，嫂子可行？只能加粮食了，可见是真的掏光了家底，逼也逼不出来了。吴氏也知道这年头银子不好赚，不过跑了一个下午，多了2包粗粮，倒也有些安慰。成交，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明个儿当家的跟朱大郎去一趟城里，办下了地契，钱地两清后，就请老妹子一家还得帮朱家人守住这个秘密，莫让村里人知道了，毕竟得了这笔大钱，他们一家就要远行，知道的人多了也不安生。第29章，买到田地了就是高兴。倒是这么个事，任婆子还不想村里人知道他们家又买田地了呢。既然都不想说出去，那更好，这一下能一口气瞒到来年开春，到那个时候都春耕忙碌了，也不盯着这点事说过没完。吴氏走时，任婆子直接让老大给吴氏送去2袋粗粮，吴氏也不拦着，至少这中间的跑腿钱是赚下了2两银子的，有他们家1年的收成了，今年是能过一个好年了。转眼买下了20亩田地，任婆子一回家，任家人都喜笑颜开的。任婆子再次看向老三媳妇，这20亩地算是老三媳妇给任家带来的，得手的银子不实在，地却是跑不脱，那是世代可以传下去的财产。任婆子这些年深刻体会到了田产的重要，再荒年也能顾全一家人，做庄户的也就盼着这点了。任老头将烟斗在地上敲了敲，没忍住，哈哈笑出声来。任婆子上前拍了拍老头子的肩，说道，别高兴太早，增加20亩地就增加了20亩地的粮税，你可得着紧了，过年前将冬田都养好，家里的牛闲着，没事就犁田，冬田好藏水。任老头自然不能让孩子他娘失望的，不仅把冬田弄好了，他还想做成池塘养鱼种稻，都不落下。这稻香鱼最好卖了，年年都有富户抢着买，
比河里打捞的贵多了。家里有这一口井，源源不断的冒水，不怕田地里没水。第二日，任老头就跟着朱大郎去城里了。是任老头赶的牛车，走时往怀里揣了2个粗面馒头，心情好了，吃粗面馒头比肉还香，笑呵呵的就走了。村里人没有人知道任家院里发生的事，就这样不声不响的将地买到了手。任婆子收好地契，任老头就带着老大老二下地干活。倒是家里的女眷不用干活，大嫂在家养胎，二嫂帮着婆母做事，送酒照顾丈夫，每天在给地里忙活的3人送饭。送饭的时候，她还会帮个手，也就除草之类的轻活。送酒忙习惯了，到了任家还有些不习惯，看着丈夫慢慢的能下地了，每天还扶着丈夫在院里走动走动。每次她遇上二嫂杨冬花抱着洗衣盆从河边回来，就会被二嫂盯着看，就盼着她丈夫早点好起来，到时候家里的活计也能分摊给她。傍晚时分，送酒在屋里帮丈夫揉腿，任家男人回来了，才入门她就发现不太对劲，于是下了床，来到窗边往外看了一眼。任老头一身泥巴的将锄头放下，看到任婆子便郁闷的说道：咱们家这口泉被人眼红了，每天下地就发现有人往泉眼里丢石头，水没有堵上，就是捞起来麻烦。任家的日子越过越好，自然是被人眼红的。任婆子已经很谨慎了，没想到一口泉还是遭了祸。接下来任家3个男人夜里轮流着去地里巡视，要是撞见有这么个人往泉眼里丢石头，立即抓了送村长家去。可是几夜守下来，人没抓到，任家人却是累得很。突然多了的20亩地都是旱田，朱家不仅没有养牛，更是没有水，旱了2年，有他们3个人忙活的。每日干完活回来，任老头都在说这事儿，任婆子也是生气，别人地里没水，入了冬也不用做事，他们忙遭人嫉妒了。第30章不讲道理的村里人。任婆子拿了个主意，说道：孩子他爹，你等会儿去一趟村长家，咱们家的泉眼冒了水，有多余的水大家伙的一起用。这水源源不断的往外冒，靠近的好几家都能沾上光。有了任家这话，这不就拉拢了周围好几户人家，大家一起帮着盯人。任老头向来听媳妇的话，这就去村长家说事儿了。一到晌午饭时分，送酒就要去送饭，这天二嫂杨冬花得闲，也要跟着一起去。2人一起走在村道上，被村里人注意着，议论纷纷的，无不比较着两媳妇的身段。送酒又是那个被嘲笑的人，不过有村妇眼尖的发现，这新媳妇似乎变了些模样。送酒能吃上饱饭了，人竟然慢慢的长得圆润些了，以前尖瘦的小脸慢慢的有了些婴儿肥的稚嫩感，一双清澈的杏眸像水光在流动，抛开他还没有发育完好的胸脯，就这长相是真没得挑的。有村妇小声说道：这任家水米养人，这任家老3媳妇将来不会养出个大美人出来吧？人家这是没有长大呢，没有吃过好的呢，估计再过段时日不比他家二嫂差了。这话落杨冬花耳中，心头可不舒服，不免侧手瞧了一眼3弟媳，还别说到精个细看，3弟媳这柳叶眉又细又长，巴掌小脸五官倒是精致，都及笄了还长身体呢，这胸和屁股大概是长不大了，还是不如他的。杨冬花这么一想又高兴了，只有一旁的宋九无奈一笑，对自己的长相根本不看重，提着个竹篮子麻溜的往地里去。妯娌2人才到田埂上，就发现他们家冒泉水的田里围满了人，任家3个男人被一群村妇围在了中间，还吵上了。杨冬花见状生了气，这群妇人是欺负咱们家没人呢。杨冬花打小就在她娘的熏陶下练了一张好嘴，从田埂上冲下来就站在自己丈夫前头，问是个什么情况。宋九道是被几人挤到了外头，里头好几位妇人口沫飞溅，原来是听说任家的这一口井有多余的水会灌溉着周围的田地，再有多余的水就往下流，谁用谁取。这本来是任家人的好意，这是任家人挖的井，水给谁用都是任家做主。可是在这个连年干旱的季节，村里人眼红了，家里的男人没胆子跟任家男人干架，找了一群娘们过来撒泼。里头闹得最凶的正是村里头杀猪匠家的赵婆子蒋氏，借着家里杀猪条件好，吃的一身膘，往前头一舞，就将杨冬花推了一把。这一下任广江生气了，那是他媳妇被人欺负了，上前就将赵婆子推开，把媳妇护在身后。任家男人不还手，可不是找表着他们没脾气，只是不想与妇们一般见识。在村里有几家能打得过任家的男人，人家3个儿子，老3更是天生神力。赵婆子被推了，立即坐在田埂上哭了起来，说人家人打人。村长被人喊了来，事儿闹到这地步，村长也知道了意思。赵婆子指着那口井说道：要么这井归大家，要么把井给封了，大家都别用。其他几位妇人瞧这样子也是这个意思了，叫一群女人来闹，家里的男人都没有志气，胆小怕事还心眼多。村长周大业真被这些妇人给气笑了，人家自己挖的井，在自己的地里挖的，关你们什么事？第31章收到二嫂送的见面礼。这水给谁用，你们谁也管不着。那可不是这么说的，
凭什么任家挖井一挖一个准？我们在自家地里挖不出来，证明这一片就只有这一个泉眼，泉眼是大家伙的，任家人别想独吞。赵婆子带了头，其他几个妇人也跟着吆喝，真是跟一群妇人讲不了道理。周大爷背着手看着这些妇人，直接来硬的，非要我叫人把你们赶走不成？人家任家的水都说可以大家一起用，但是任家的地里用了后多余的流到下游，周大爷都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谁家用都有先后顺序。这些人的地正好隔得远了，成了旱地，那也不能怪人家家里有口井的事。杨冬花被推了一把，心头不爽落，从丈夫身后冲出来骂道：杀千刀的都说的什么混账话？你家杀猪的怎么不把猪肉分给大家伙吃呢？你在这儿抢别人家挖的井，我家挖的井给大家伙用是情分，不给你们也管不着。杨冬花话才落，对面的赵婆子突然不闹了，撩开眼皮子紧紧地盯着杨冬花。杀猪匠家里的人自带一身煞气，赵婆子一身膘的，眼神还挺吓人的。杨冬花身边有丈夫，才不怕这婆子叉着腰站在那儿，受不了这委屈。站在人群外的宋九在看到赵婆子变了脸后，心头一惊，目光紧紧地盯着赵婆子，随后朝左右看了一眼，接着拿起吃饭用的空菜碗，从田里装了一碗水，就朝赵婆子泼了过去。赵婆子正盯着杨冬花看，突然一碗凉水泼来，整个人都惊了一跳，旁边的妇人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宋九又装了一碗水拿在手中，杨冬花忍不住回头看向三弟媳，还别说三弟媳这脾气很合她胃口，没有平时看着的懦弱，有事儿她是真的上。宋九的举动也提醒了杨冬花，也顺手从篮里拿了个空碗装了一碗水，朝赵婆子身边的妇人们泼过去。入冬的天气，这山泉水泼身上可不好受，几碗水泼过去，吓得这些妇人四处逃窜。没想到一场嘴仗，瞧着就要闹上了，结果被两个儿媳妇几碗水给吓跑了。人都吓跑了，周大爷也是松了口气，看来妇人之间吵架还得妇人有手段，男人插不上手，上了手将人打残了，还得闹官司，事情更加难以处理。一家人从地里回来后，任老头就将两个儿媳妇的事迹告诉了任婆子。两个儿媳妇泼辣是好事，反观任婆子有些做不来，她喜欢讲道理，偏生村里人最不喜欢的就是讲道理。任婆子也以为老三媳妇性子弱了些，没想到在外头是这么强势的，不免夸奖了几句，对三媳妇也有了改观。回来后的杨冬花回到里屋里，就将自己做的新汗巾拿出来。三房门口，宋九正在悄悄地听书呢，就听到二嫂来了，他赶紧将书本藏到被褥下，下了床。二嫂是头一回来三房门口的，这一次杨冬花过来却是给宋九送来了一条新汗巾。喽，给你的，三弟媳新入门，做嫂子的也没有给过你见面礼，我知道大嫂手巧，给了你一双新绣鞋，我现在手头啥也没有，就给你一条我亲手做的汗巾吧。话是说的比较冷淡，但对于刚才两人一起对付外头人的友谊，瞬间将两人拉近了距离。第32章，三弟可以一个打10个。宋九只想在任家安生的待下去，平素多做点事少做点事，他真的不在乎，毕竟怎么忙碌都没有在宋家那般辛苦，而且久不做事还手松，他干惯了农活。宋九收下了二嫂的礼，就见杨冬花的脸上露出微不可闻的笑意。杨冬花要走时，又脚步一顿，回头看向宋九，问道：你会做针线活吗？宋九点头，他在宋家衣裳坏了，只能自己缝补，还想母亲帮他补那是不可能的。那就好办。杨冬花小声说道：过几日我夫君入城，给你买块花布回来，你也不能一直穿我们的旧衣裳。宋九倒不在乎身上的衣裳，能穿就成，也没必要浪费了这钱。杨冬花就这么单方面的决定了，心想着到时候叫丈夫去婆母屋里说好话，要点零花钱，就能送三弟媳一块布做新衣了。宋九目送着二嫂离开，一回头就看到他家夫君在尖着耳朵听到了内容，这会儿就开了口：我也要给媳妇买花布做新衣裳。任荣长似乎将这个买花布的事记在了心头，更加的努力练腿，慢慢的也不必宋九来扶了。地里经过上一次闹腾，倒是没有人往泉眼里丢石头了。任老头舒心了几日，带着两儿子勤劳的在地里干活。这天傍晚，任广江从地里回来，就钻母亲屋里去了。宋九那会儿正好在厨房里跟大嫂一起做饭，看到二哥悄悄摸摸的进了正屋，再看看大哥和大嫂，两人显然都没发现。没多会儿，任广江就从正屋里出来了，手还下意识地摸了摸袖口里的银子，就回了二房屋里。宋九不免抬头看了一眼大嫂，大嫂的孕吐反应没有那么强烈了，闻着油盐也没事儿，能帮着做点轻活，这会儿正认真的揉面团呢，根本不知道二房私下里拿钱的事。吃晚饭时，任老头决定明个儿一家人休息一天，等挖好的沟渠晾干些了再通水。任广江顺势就说明个儿去一趟城里，看一看城里有没有什么事儿做，先了解了解，等地里的活干得差不多了，他想去城里打零工，年前还能赚点小钱。任婆子是挺喜欢儿子们的勤快，这就准了，一家人也没有人多想。宋九却在此时抬头看向任广江，突然问道：二哥，要是你跟人打架，
你一个人能打几个？”这话问得突兀，一家人齐刷刷地看向宋九。任婆子不喜欢儿子们打架，不过有人主动欺负上门，那就不同，于是也看向老二，心想着这么壮实，打2、3个人不成问题了。任广江见三弟媳用期待的目光看来，就有些不想他瞧不起，说道：“在村里头的话，我1打3不成问题的。”杨冬花就知道自家丈夫壮实，一般人欺负不了他。宋九认真的点了点头，接着问道：“那要是对方跟二哥一样壮实，块头大，也有力气，那二哥能打得过吗？”任广江被三弟媳的美眸盯着，到底才18岁，年轻气盛，可不能让三弟媳小看了，点头：“那自然是能打得过的，我手脚灵活。”一旁的任广田立即开口：“你少吹牛了，要是村头的杀猪匠家那几个儿子，你打得过？那家人也长得壮实。”任广江没想被大哥说出来，在三弟媳面前掉了面子，脸皮有些薄，立即说道：“他们家3个，我家也有3个，3弟1打10。说起这个倒是服气的，他们家老三能打，自学成才，还会功夫。”第33章，宋九的嘴像开过光的。任婆子终于开了口，整天打打杀杀的没正形，做人要讲道理，别用蛮力。两儿子不敢再说了，宋九却追着这个问题不放，说道：“那明个儿去城里，大哥和二哥结伴去吧。”这会儿任婆子发现三媳妇似乎有些不对，莫不是她发现了什么事儿？任婆子这么想了，任家人也慢慢的回过味来了。任老头立即看向三媳妇，杨冬花更是放下碗筷，心想着不会这么神乎吧？三弟媳又能想到什么？难不成明个儿她丈夫入城有危险？明个儿丈夫入城可是要给三弟媳买花布的，还帮她买几块糖糕回来偷偷吃，在婆母那儿弄来的钱，可不能让大哥大嫂知道了。宋九也将碗筷放下，看向任婆子，说道：“娘，就是那天我跟二嫂对付了赵婆子，我担心他们家报复，咱们家这一口井遭村里不少人嫉妒，所以我怕他们在二哥外出的路上找麻烦，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宋九那天就是听到了赵婆子的心头想法，这人可不是普通的村妇，当时就想着怎么弄死他二嫂了。好在二嫂不怎么出门，所以有可能对付二哥呢。而且赵家在村里头也算一霸了，家里3个儿子都跟着赶生猪做生意，日子比村里人过得好，也在村里头厉害着呢。还别说，三媳妇说的对，防人之心不可无，真要是老二一个人入城，这些人要对付起来就容易得多。任婆子这就做下了决定，明个儿你们2兄弟一起出门，办完事就早点回来。任广江却是将信将疑的，这杀猪匠赵家平时跟他们家没有什么过节，上一次的事也是他们不讲道理在先，真要是来了，他也不怕对付。第2日大清早的，任家兄弟2人就赶着牛车出了门。那会儿宋九还被丈夫抱在怀里睡得正香，听到院里的牛车声便醒了，她提着心，希望今天什么事儿也不会有。宋九藏着事睡不着了，刚要起身，整个身子就被丈夫拉回了被窝。任荣长闭着眼睛，本能地往媳妇身边靠。宋九借着窗外露月度的昏暗光线，看到近在咫尺的俊脸，热气呼在他的脸上，烧得宋九脸颊通红。跟着傻夫同床共枕了这么些日子，他竟有些依赖起来。每年的冬天，他都很怕冷，柴房里没有好褥子，他跟宋六挤着睡，可是宋六衣裳穿的比他多，他就更冷了。这会儿靠着丈夫睡，就像个火炉子在旁边，而且他一脸的单纯，啥也不懂。一到晚上，要是抱着起了心火，他自个儿跑外头喝了一壶凉水再回来，倒也不用他担心的。趁着丈夫睡得沉了，宋九悄悄地从被窝里爬了起来，没有惊醒丈夫，悄无声息地下了地。喜欢早起的宋九不敢在院里做事，怕婆母说他，那就坐在桌前认字。他发觉早上认字记得最清楚，坐在小八仙桌前，借着窗外微弱的光，手里拿着签字文，一边认一边用手在桌上学着写，一遍又一遍的像着了魔似的。等天大亮了，宋九也将书本合上了，朝床上的丈夫看了一眼渐睡的沉，他也不吵醒他，这就出门帮婆母做事去。昨个儿被宋九说了那些话后，任婆子一夜没睡好，大早上的还在忧心着。第34章，赵家人要报复三兄弟。任老头没事就喜欢去田里看水位，偶尔还能捉到1、2条从泉眼里跑出来的野生鱼。这边任家2兄弟进了安城，任广江有媳妇的叮嘱，也比较聪明，便和大哥一起分开上街打听有没有打零工的地儿。趁机把大哥支开后，任广江就去布庄买布去了，买了一匹花布，又跑到糖糕铺里买了2盒香甜的糖糕，全部藏在了牛车上放着的骡子里，上头用东西盖住。晌午过后，2兄弟在城门处会合。任广田说道：“这年头不要说做苦力打零工，街头尽是要饭的。我在街头逛了一圈，不少铺面都关了门，来来往往的人也没有几个有钱的。先前他们家买的粮铺金盖竟然也关了门。先前还说年前进不了货的事，还没到年底就不做生意了，可见这个年有些难过。”2兄弟从城里回来，一路上都在商量着过年前去哪儿赚点现钱的事。
没想到牛车走到半路，被拦路的树桩给绊停了。两兄弟脸色微变，朝左右看了一眼，这儿靠近山头又有田地，却都干旱了，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出没。昨个儿三弟媳说的话涌入脑中，两兄弟也聪明，将牛车停在一旁，便一起下车去抬树桩。就在两人抬着沉重的树桩放不了手的时候，就见那荒草中跑出来3个人影，大家一照面看了个清楚，正是村头杀猪匠家里的3个儿子。3个儿子是给家中老母亲出气来了，先前在地里被任家老二推了一把不说，还被任家两媳妇给泼了水，在村里头掉了面子，这事儿过不去。3个对付2个，又是身强体壮，那一定是占上风的。赵家3子没把2人放眼里，一人手里拿根棍子上前就要打2人。谁能想到两兄弟早已经有了默契，齐心协力抬起树桩就朝3人撞过去。沉重的树桩朝赵家3兄弟砸来，吓得连连后退，堪堪站稳。树桩脱手后的任家2兄弟赤手空拳就追上来了。2打3也不怕，一人压一个往死里打，剩下的那个管得了一个，管不了2个。任广江年轻气盛，有股子狠劲，干农活的力气都用上了，几拳下来，底下的人只有出的气没了进的气。2人也有分寸，打得差不多了，起了身，回头再看赵家老大，这一下2对1，赵家老大怂了，拔腿就跑。兄弟2人摸了摸被打痛的几处，伤势不重，这就坐上牛车回去了。任家院里晚饭都做好了，任家2兄弟还没有回来呢。任婆子巴巴地望着外头，杨冬花心里挂念着丈夫，都跑到院外等着去了。大嫂沈秋梅心头焦急，倒也能稳重地坐在廊下，先顾着肚里的孩子。很快村头来了辆牛车，外头等着的杨冬花惊喜出声：“回来了，都回来了。”2兄弟回来就说了金盖在路上把赵家3兄弟给打了的事，任广江还能笑嘻嘻地说出来。一旁的媳妇杨冬花已经心疼上了，帮着丈夫抹药膏。任婆子听着心惊不已，又一次看向老3媳妇，真是他们家的福星。要不是老3媳妇这么一提醒，金盖让老2独自入城，那不得被那3兄弟打残了。任婆子叮嘱道：“占了便宜就不要再说了，相信赵家也不敢在村里将这事儿闹开。记住了，金盖你们入城没有遇上过赵家兄弟。”任家2兄弟立即应下，一夜相安无事的过去，赵家人真的不敢找上门来。不过杨冬花对这个3弟媳心服口服，甚至看她的眼神带着谜一般的信任，莫非3弟媳的嘴开过光，啥都说得准。第35章收到2嫂的礼物。夜里大家伙都要入睡了，杨冬花悄悄地将一块花布送了来，交到宋九的手中，便说道：“做套新衣穿着吧，也没有什么能送给你的。”宋九不要。杨冬花撇了撇嘴：“大嫂的绣鞋你都收了，我买的新布你却不收，我这私房钱买的，莫费了我一番苦心。哎，明明是从婆母那儿拿的钱。”宋九不点破，不得不收下了。杨冬花这才满意的回了2房，一进门就将2房的门关上，随即拿出丈夫金盖上街买的糖糕，买了2盒，丈夫送了1盒给婆母，便算过了关，她这1盒就落下了。杨冬花坐在床边吃糖糕，一口气快吃完了半盒。任广江舍不得吃，看着媳妇吃得满足，就挺开心的，咧开嘴笑道：“现在城里没事做，不少铺子关了门，现钱不好赚，等忙完地里的活，我就去码头瞧瞧去，那边指不定能找到苦力活，到时候赚了钱，我给你买糖糕吃。”杨冬花立即点头，舍不得一口气吃完，将糖糕藏了起来，留着慢慢的嘴馋。宋九在婆家没事干，主动说去放牛。杨冬花正是犯懒，巴不得将这差事交给他。任婆子瞧了一眼老3能走动了，便说道：“把老3带上，你们一起去。”于是宋九带着丈夫一起出门，已经能自己走动的任荣长显然很开心，几个月了头回出门走动，再这么练一练，他是不是就能上山打猎了？他一定要在年前给媳妇猎张狐狸皮子去，还要赚钱给媳妇买香香。夫妻2人头回一起出门，村里人都瞧着，这会儿家家户户的地里没活计，城里也找不到零工，待在家里没事就喜欢打听东家长西家短的。这对夫妻走在一起倒是长相般配，都挺好看的，只可惜一个是傻的，一个又瘦又矮的。任荣长不喜欢村里人盯着他，狠狠地看去一眼，村里人可不怕他，知道这孩子单纯，喜怒都在脸上呢。夫妻2人好不容易来到山头，宋九扶着丈夫坐在石头上等着他，他放牛的同时再割些牛草回去，宋九就是闲不下来。任荣长坐着无聊了，看了一眼忙碌的媳妇，不高兴了：“媳妇，过来。”他拍了拍身边的草地。宋九停了手，回头看向他，瞧着他家傻夫，这是生气了呢？莫不是走了这么远的路腿又痛了？宋九将镰刀往骡子里一放，来到丈夫身边坐下，习惯的就要给他揉腿。任荣长却是握住了他的小手，随后捡起一根树枝，握着他的手在地上练起了字。宋九头回学着握笔的手势，而且被丈夫捉住的手姿势与他平时练的完全不一样，那他平时的手势是错的。任荣长叫他一遍又一遍的写着千字文百家姓，
宋九那是倒背如流，字也都认识，就是写起来极慢，这个跟记忆无关，还得手练，练熟了自然就写得好了。不知不觉，宋九靠在丈夫的怀中，直到她感觉到了丈夫身体上的异样，她错愕地抬头看向眼前的俊脸。任荣长见媳妇分神了，垂手看向怀中人，没想唇瓣划过宋九的脸颊，任荣长惊了一跳，像是找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他本能地再次俯身吻上她的脸颊。短暂的肌肤相亲令任荣长眷念不已，年轻气盛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的想要靠近媳妇，他又那么大的块头，瞬间将宋九推倒在草丛里。第36章，任家院里又吃肉了。宋九的心砰砰直跳，本能的想要推开他，谁知手掌按在他灼热的胸膛上，倒是助长了他的火气。滚烫的带着青草香气的唇附在宋九柔软的唇上，是真被任荣长找到了亲昵的密码。男人天性使然的本能令他无师自通的捧着媳妇的脸就落下了一个热吻。荒草已经将两人掩盖在其中，抱着小小只的媳妇在怀中，任荣长已经无法控制的想将怀中的人揉碎了吞入腹中。好在宋九还有一丝理智，而任荣长仍旧不得要法，将媳妇的唇都吻红了，还是无法挥去心头的火热，被逼出一身薄汗后才堪堪松开了些。宋九借着这喘息的机会将傻妇推到一旁，任荣长有些受伤的看着媳妇，委屈的说道：“媳妇，痛，腿又痛了。”宋九红着脸起身时听到这话，连忙看向她的腿，就见丈夫指着下身说痛。宋九连忙移开目光，正不知怎么稳住傻妇的情绪，化解尴尬时，前头一棵老树下，两只兔子突然冲出来，一头撞在了树桩上，当场倒地没了动静。宋九一脸的惊讶，他这运气这一下他自己也信了。任荣长也发现了，夫妻两人终于转移了注意力，跑到老树下捡起了撞死的兔子，一脸的不可思议。任荣长看到兔子就想吃肉，媳妇，我要吃肉。宋九无奈将两只兔子捡到骡子里。回去前，宋九拉着丈夫坐在地上，仔细交代着他，要是婆母问起两人在山头都做了什么事，绝不能提刚才的事，那是夫妻之间才能做的事，被人听到了会笑话的。叮嘱了几声后，任荣长记下了。宋九吁了口气，这才带着丈夫牵着牛下了山。一骡子的草里藏着两只野兔，下山时宋九走得快了些，经过村头时突然停下了脚步，他抬头看向围观夫妻两人的村里人，最后目光落在其中一位村妇身上。这村妇正是西边住着的刘大郎家的媳妇武氏，她面色冷淡地看过来，看到任荣长时，武氏的脸色很不好看。当初武氏跟任婆子说过婚事，想将家中二丫头嫁到任家去，那会儿两个孩子都看对了眼，就是任婆子拦下了。本以为任婆子眼光有多好，会找个屁股大的好生养，结果这一个还不如他家二丫头呢。武氏躲在人群里，一句话也没说。见两人走过去了，武氏转身就往杀猪匠赵家去了。宋九回到小院，他将骡子里的新鲜兔子拿出来时，任家人一脸的惊喜。先前捉回来的兔子养大了后，陆续已经吃完，这不是又有好几日没有开荤，家里买了地，任婆子便舍不得花销了，而且与村里的杀猪匠闹上了，也不想去赵家买猪肉吃。任婆子听着三儿子的描述，这兔子是自己撞树上的，是他媳妇发现了捡起来的。看着家里孩子一个个想吃肉的样子，任婆子发了话，托老三媳妇的福，今天两只兔子一起弄来吃了算了。弄肉吃，杨冬花最是勤快了，立即自告奋勇的上前帮婆母打下手，都不用大嫂帮手的。宋九更是没让进厨房。宋九带着丈夫洗了手和脸，等回到了三房屋里，关起门来了，她才试探的问丈夫身上还痛吗？任荣长摇头，倒是不痛了，就是刚才吻她的感觉太好了，于是朝旁边坐着的媳妇挪了过来，随即一把抱紧媳妇。第37章，他家傻夫无师自通。宋九吓了一跳，她是没有想到丈夫会无师自通，让她体会到了夫妻之间肌肤相亲的感觉，瞧着已经惦记上了。媳妇，很奇怪，为何我跟你嘴巴对着嘴巴，我就想要做点什么？宋九赶紧起身退开好几步，脸颊烧得通红，她可得想个办法把丈夫给稳住了，不然人前人后都这么亲她，那他们两个圆房是迟早的事。宋九也不是不愿意圆房，就是感觉还没有做好准备，等自己养得结实一些再说。2杯凉水灌下去，任荣长安分了。宋九拿起书本叫丈夫念书，她帮着揉揉腿，这样也能转移他的注意力。厨房里任婆子在忙着做饭呢，院子里传来敲门声，任婆子朝外瞥了一眼，叫老大媳妇去开门。沈秋梅从屋里出来，就见门外来的是村长夫人吴氏。吴氏见是任家大媳妇，立即问道：“你婆母呢？”任婆子从厨房出来了，吴氏便开了口：“你们家今天没下地吗？刚才有村里人去瞧了一眼泉眼井，发觉那口井不对劲，怕是被人下了毒。”任婆子听了，内心一个咯噔。这会儿任老头从正屋里出来，连着的3个儿子也跟着出来了。快去田里看一眼去，大家伙的都闹开了，怎么会有人投毒的？好在这口井在你们田里，还没有人挑水喝，
不然不得闹出人命来。任老头扛着锄头就走，这会儿三房屋里的任荣长也跟上了，他的腿基本走路不成问题，有人欺负他们家，他可不准的。吴氏看着任家3个壮实的儿子，开始替那下毒的人担心起来，这都干的什么事？这要是被打死了也是活该。临走前，吴氏又忍不住朝任家的厨房看了一眼，这任家3天2头能闻到肉香，家里的生活这么好吗？不是前不久才买的田，还有余钱买肉吃呢。家里的男人们出门了，家里的女人们都揪着心等着。宋九见婆母又进了厨房，大嫂二嫂也不在院里，他就悄悄地跟着前头的人也出了门。任家的水田里，从泉眼里跑出来的几条小野生鱼都翻了白，显然都被毒死了。任老头用锄头捞了一条出来看了一眼，估摸着这下毒的时间大概是大清早的时候。这一池水都有问题，现在大部分村里人都来了，对方下了毒，这一池水怎么处理？任老头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不是下个毒就能吓住他的，于是他当场做下决定，村长，我任家要去衙门里报案，这不是小事，是要出人命的大事。村长周大爷一听也是面色凝重，眼神朝村里人看去，村里人生怕被怀疑上，个个自证清白。宋九跟了过来，站在不远处看着，也没有说话。周大爷忍不住小声的劝道，真闹到衙门里，咱们水乡村的名声就没了，要不咱们自个儿查一查，且给村长一个面子。任老头站在一旁等着。周大爷决定把村里人都召集起来，他要一个个的问，这1日1夜每个人做了什么，有谁可以证明，一旦查出来，那自然是要赶出水乡村的，这种人村里头留不得。任荣常看到媳妇在不远处，立即来到媳妇身边。宋九看着丈夫站她身边护着她的样子，心头还是温暖的。看前头村长安排人询问，她带着丈夫靠近了些。第38章偷听谁是主凶。就在宋九听得入神时，发觉身边的丈夫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看，她循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人群里有位16、17岁的少女，长相平平，但是胸大屁股也大，只是身上破旧的衣裳，可见家里很贫寒。这少女也朝这边看来了，目光落在任荣长的身上。宋九站在一旁，两人是没把他放眼里呢，莫名有些吃味起来。夫君，宋九喊了一声，任荣长立即收回目光，看向媳妇，说道：“那个人可疑。”任荣长指了指那位少女。宋九才知道自己误会了，心头也是惊讶，自己刚才怎么这么难受？大事当前，他还有心思吃醋？这人的脚上沾了泥，但是边沿已经干了。他在人群里东张西望，跟其他的人不一样。他家傻夫可不傻，竟然观察如此仔细，还分析得条条是道。只是这少女似乎也在看她丈夫呢，隔得有些远了。既然丈夫这么说了，要不过去验证一下。宋九这就带着丈夫朝那少女走去。少女看到两人过来了，眼神有些闪躲。隔得近了，宋九就停下了脚步，站了一会儿，少女果然又在悄悄地打量她丈夫。这女子正是刘家的小女儿刘二丫，当初差一点跟任家老三说成了婚事的。刘二丫事后知道，还万分庆幸自己没有嫁给傻子，可是今天见到这个傻子，她却震惊了。任家郎长得好，村里人都知道，她却没有想到这傻子长得这么好看，而且瞧着也不傻，没有传说中的暴躁，反而长得高大结实，一看就知特别的有力气。在庄户家里找个有力气的丈夫，还能帮着娘家做点事。刘二丫心头五味杂陈，或许当初婚事要是成了，现在站在傻子身边的女人应该是她。村长一个个的问，快要问到刘二丫身上了，而站在旁边的宋九却是将刘二丫心中所想听了个全，所以还是与她丈夫有渊源的。这会儿任荣长垂手靠近媳妇，小声说道：“她身上有鱼腥味，有味道吗？”宋九竟然没有闻到，而且这么多的人，鼻子不可能这么敏感。她惊愕地看向丈夫，莫非她对气味很敏感？那天媳妇杀鱼身上也有这个味儿，她一定来过咱们地里。任荣长很坚定。正好这会儿周大爷也过来了，看到刘二丫，没有见到她的父母，奇怪地问道：“你家里人呢？”刘二丫一脸的紧张，说是父亲打发她一个人来的，家里人做什么事她都能证明，一家人都没有出门。周大爷看着紧张的刘二丫，一脸单纯胆小的样子，不像个会干坏事的。再想到刘大郎那懦弱性子，家里也没有生个儿子，就2个闺女，看来是闹不起事来。不过门面功夫还是要有的。周大爷面色严肃地盯着刘二丫，问道：“你老老实实交代出来，今天大清早起床后都做了什么事？”刘二丫心头紧张的不行。事实上，她大清早起来就被她娘知识到了这儿，这些翻白的死鱼其实是她倒到田里去的。她倒了鱼就走了，可不能说出来，不然这下毒的事就赖她头上了。周大爷看着她红着脸支支吾吾的样子，心头一动，语气越发严厉了：“你现在说出来，那还好说，一旦村里头报了官，那可就不是这么好说话的，那可是要坐牢的。”刘二丫心想着她又没有下毒，不是她干的，于是一口咬定他们一家人都在家里待着，
哪儿也没有去。问了周围的邻居，还真是有人看到刘家两夫妻是带家里的，甚至刘婆子武氏还去隔壁家串过门，想借个鸡蛋吃，被邻居拒绝了。这么一说，没了破绽。周大爷看了一眼刘二丫，这就接着问下一位。刘二丫松了口气，在想要看任家三郎时，一抬头就对上了宋九的目光。刘二丫突然发现，先前只顾着看任家三郎了，就没有注意到旁边这个个子矮小又瘦弱的女人。她便是嫁到任家的新媳妇吧？瞧着她这干瘪的身子，刘二丫只觉得任家三郎可惜了，怎么娶了这么一个女人做媳妇？周大爷还在一个个的相问，宋九却来到公公身边，小声说道：“爹，这些水真的有毒吗？”第39章，宋九一句话揭穿事情真相：没有毒，又怎么可能死了这么多的鱼？一定是有人下毒了。不过宋九这么一问，任老头心头一个咯噔，这就叫老大回家抓只鸡过来，水有没有毒，试一试不就知道了。任广田这就脚步匆匆的回去抓鸡了。没一会儿，大哥将鸡带了来，任老头让老大给鸡喂水。正在审讯的村里人这会儿都奇怪的看向任家人，这是要做什么？这一池水全部有毒，这只鸡是不想要了吗？任家人真是开玩笑呢。只是任家人却是毫不犹豫的给鸡喂了水，一时间所有人都盯着这只鸡看，且看这只鸡会不会当场死掉。过了好半晌，大母鸡还是活蹦乱跳的咯咯叫，村里人都怔住了，指着一池水说道：“这水没有毒呢。”没有毒？那这些鱼是怎么回事？任家人都忍不住看向宋九。宋九在任家就像开过光的嘴，说啥都是对的。其实宋九是听到了刘二丫的心声，知道这些死鱼是怎么来的。他惊叹的是他家傻夫的嗅觉以及观察力，他不能听到心声，却能在这么多的村里人之中对刘二丫产生怀疑。她丈夫是真的聪明。爹，水里没有毒。宋九一句话能抵所有人的话，任家人信了。任广江立即想到了什么，看向村里人说道：“是谁家故意将死鱼丢到田里，还是为了这一口泉眼？今天能丢死鱼，来日就能真的下毒。咱们村要这么来的话，是不是眼红谁家就祸害谁家，明的不敢就来暗的，谁家都得顺着他们？”任广江这话提醒了村里人，只是这事儿谁做的？周大爷也很窝火，好在没有真的下毒，不然这一池水怎么处理？一池毒水往下游去，祸害的是所有村里人。刘二丫总算是明白母亲为何教她将死鱼丢田里来的用意，所以是为了威胁任家人的。见村里人一个个的激动，都在讨论着这事儿，刘二丫悄悄摸摸的往后退。宋九看到了，拉了拉丈夫的手。任荣长立即叫住刘二丫，她不对劲，身上有鱼腥味。刘二丫错愕的看向任家三郎，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的身上。任老头打量着刘二丫，周大爷走过来闻了闻，还真的有鱼腥味，只是味道不大，大概是洗干净了。任老头看到了刘二丫绣鞋上的泥巴是干的，于是经过村长一番审问，刘二丫招架不住，眼泪汪汪的说了出来。他也不知道是他娘叫他把鱼到水里来的。周大爷气不打一处来，刘家只生了2个女儿，敢惹生3个儿子的任家是怎么想的？很快村长叫刘二丫带路，直接去刘家讨说法。任老头赞赏的看了一眼3儿子，交代宋九回去给你娘报个平安，免得他们担心，等会儿我们就回来吃饭。公公带着3个儿子跟着去了，宋九抱着母鸡回了任家院。任婆子才知道老三媳妇跟了去，得知那田里没有下毒，是吓唬他们的，也就松了口气。不过村里这么一闹，大家伙都很敏感，这关系到整个村的和谐，自然不能让这种风气盛行。到下午，任家几个男人才回来，任老头总算松快些了，一回来就看向任婆子说道：“刘家还记着老三的那桩婚事，怪咱们家当初不同意，就生了歹意，哪有这样不讲道理的人？”任老头心直口快说了出来，任婆子立即用眼神制止丈夫，老三媳妇还听着呢，知道这事儿不得，心头膈应。第40章，他家傻夫会疼人。宋九倒没有什么，他刚才就知道了，他家夫君对刘二丫没有半点感情，他放心的很。刘家被村里人警告了，也再三保证不会再去任家的田里闹事，才勉强留在了水乡村。一家人坐下来吃兔肉，刚才的郁闷一扫而空。经此一事，任家人也留了个心眼，任老头交代老大老二轮流着去田地里走动。先前那个丢石头的事，刘家人不认，万一还有其他人眼红呢？这年头越来越难过了，一直干旱着也不下雨，来年好不好过也不知道，事事都得往后头想的。任家老三在村头走动的事传开后，先前跟着任家老三一起打猎的年轻小伙又想出门打猎了。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没有长工苦力做，年前只盼着能入山打点野，为一家人好过冬。几个年轻小伙子来任家问话的时候，被任婆子一口气拒绝。老三的腿还不利落，最好还养1-2个月再说。家里有了些现钱支撑着，粮食也备下了，没那么慌张。任婆子将人打发了。宋九带着傻丈夫每天都去山头放牛，
不是捡到野鸡蛋，就是捡到兔子，虽然不多，却着实神乎着，任家院里也能时常吃到荤。转眼只差2个月要过年了，任家老三的腿伤是彻底养好，如今生龙活虎的，家里的重活他都抢着做，夫妻2人都勤快，任婆子看在眼里就欢喜。有了老三帮着干活，婆母就更不让宋九做事了，瞧这意思，怕是想他赶紧将自己养好了，好抱孙子。似乎有了丈夫撑腰，大嫂二嫂看着他闲着也不说什么，令宋九有种舒心感。果然想在任家安生的待下去，得到重视，还得靠自己的丈夫，而且他这个傻夫还特别听他的话。现在的日子让宋九过得很安心，夜里靠在丈夫的怀里，丈夫将她抱得紧紧的，冬季里真是好取暖，就没有冷到过。只是自打上一次夫妻2人在草地上有过亲密接触后，每天夜里入睡，宋九就会被丈夫捂怀里，亲昵的动作令她有些招架不住，好在她及时制止，不然她无师自通，真把她给睡了。傻夫听她的话，每次灌几杯凉水下去就好了，随后满足的呼呼大睡。只是这一次夜里，任荣长喝了3杯凉水后仍旧不舒服，也睡不着，手有些不规矩的想往媳妇的衣裳里钻。宋九连忙捉住衣裳下的手，身子也很敏感，瞬间变得通红。任荣长呼呼往外冒气，委屈的在媳妇耳边开口：“媳妇，我痛，全身都痛。”宋九倒吸了口气，刚要起身，就察觉小腹猛然一痛，他怔住，一脸惊讶的看向自己的下半身。荣长，把油灯点亮。宋九的脸上激动的通红，他捂着小腹，身子一动不敢动。任荣长听媳妇的话，只好忍着心头的火气，下床点亮了油灯，就看到媳妇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看着似乎很紧张。任荣长正要问媳妇怎么了，就看到褥子下露了红血，他媳妇流血了。任荣长傻归傻，对媳妇的感情是真的，一脸焦急的将媳妇打横抱了起来，正好右手放在宋九的下腿处，只感觉到媳妇血流不尽，他竟然受伤了。宋九根本来不及解释，着实是肚子痛得厉害，没想到他家傻夫直接将他抱出3房的门，朝着院里就喊：“爹娘，我媳妇快要死了！”宋九想捂他的嘴，可惜手还没有伸出来，他家傻夫已经将整个任家的人都吵醒了。一时间，全家人从屋里跑出来围观。第41章，这下好了，都知道宋九成大姑娘了。宋九想死的心情都有。任婆子看着老三媳妇的下身衣上染红一片，便郁闷地看向焦急的想发脾气的三儿子，倒是让任婆子想起了这几个月，老三媳妇还真没有在他面前提起过月事，也不见像其他2个儿媳妇那样，一到月事来的时候就不想干活犯懒，似乎记忆中的老三媳妇一向都是手脚麻利，做事轻快的。任婆子立即看向宋九，问道：“你这是出巢？”宋九的脸红的滴血，闭着眼睛点头，当着任家所有男人的面承认自己是第一次来了月事。在宋家饭都吃不饱，16岁的宋九连身高都不及同龄人，又怎么可能来月事？宋六还曾说他指不定这一辈子都没得来了，他不知道心头有多忐忑，所以今天突然来了，宋九既惊又喜。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闹得全家人都知道了。果然任婆子一番话，瞬间让任家几个男人都别开眼去，都知道三弟媳来了出巢。沈秋梅立即看向自己的丈夫，用眼神示意。任广田红着脸赶紧回屋去。杨冬花却是靠在丈夫身边，心想着三弟媳16岁才来，也太晚了些，她14岁的时候就来了，所以三弟媳都是在任家里养出来的，不然就她以前娘家的条件，这一辈子怕是都得没。难怪长得干瘪又弱小。杨冬花很快将目光落到了三弟媳的胸口，几日不注意，竟然长大了一圈，吃几个月宝石就变了个大样，这才来月事，到时候不会还要长吧？再这么下去，怕是要赶上她的了。杨冬花又悄悄摸摸地瞥了一眼自己的胸脯，这一点上她得在任家媳妇面前占据上风不可。杨冬花的所思所想全部被宋九知道了，她红得滴血的脸上满是尴尬，双手下意识地护住胸前，不想让二嫂看到。老三，听娘的话，你把你媳妇放下，她没有病，也不会死掉，你这样也把自己给弄脏了。任婆子真看不下去了，三儿子把媳妇藤心砍去了，硬是不放下的。任老头不好意思站这儿往屋里走，就看到老二还在围观，便咳了一声。任广江疑惑地看了他爹一眼，立即反应过来，也赶紧回屋去。宋九终于从丈夫怀里挣脱，杨冬花看不下去，扶了他一把，突然笑道：“出巢竟然这么多，我那会儿才一点点。”宋九不敢接话，本能地捂着胸口，不让二嫂看。任婆子看了老二媳妇一眼，接了话：“所以说老三媳妇将来指不定长得好，你们莫小看了她。”这话点中了杨冬花的痛处，自己也得吃好了，指不定也能接着尝，改日叫丈夫买几只猪蹄子吃去。在任婆子的教导下，宋九将自己洗干净了，也换上了特制的布片子，这才回了三房的屋里。床上还乱糟糟的，他家傻夫却目光火热地盯着他看。宋九心头有些乱糟糟的，刚才发生的事情太快，
她不知道明天要怎么见家里人，这会儿被丈夫盯着，也不知婆母是不是跟丈夫说了什么。宋九换了床就褥子，准备睡了，任荣长突然伸手过来，吓了宋九一跳。就见他的大掌小心翼翼地抚在他的小腹上，轻轻地给他揉着。娘说了，叫我这么给媳妇揉揉就不痛了，以后你再痛的时候叫我，我帮你揉，我的手掌心暖和，你靠我怀里来，我再也不碰你了。瞧着是他婆母教过了，看着丈夫一脸天真的模样，宋九又释怀了。第42章，他家傻夫君好温柔。还别说，被丈夫揉着小腹，小腹真的不怎么痛了，靠在他怀里又暖和，即使是床旧的褥子也不觉得冷。没一下，宋九竟然睡沉了过去。宋九来了月事，在任家的确尴尬了好几日，正好婆母看在他初次来朝的份上，啥也不让他做，还不让他沾凉水，所以连碗都没有洗过。宋九也就借机不出三房的门，在屋里没事就看书写字，在桌上用手指一遍一遍的写着。任家院里，任婆子在给三媳妇做布片子，这东西以后交给她用，会一直用下去。杨冬花看着笑眯眯给三弟媳做布片子的婆母，心头有些吃味，婆母是真的不偏心她了。她入门到现在都没有婆母亲手做过的一针一线，倒是把三弟媳当女儿养似的。任婆子没有看到二媳妇的情绪不对，反而欢喜地说道：“我以前没有多想，宋家换了个女儿嫁过来，到这会儿才有些后怕。好在咱们家里养好了，来了月事，不然这三房可要怎么办？这种事若是任婆子早知道了，大概是不愿意要这个三媳妇的。毕竟16岁了还没有来月事，身子又弱，这不是断了三房的后，何况三儿子是不同的，万不能断后的。”杨冬花就是觉得三弟媳很神乎，什么事儿遇上她就变好了。瞧着过年也没多长时间了，任家3个儿子闲下来，村里人更是闲得江山中的野菜都寻了个遍。今年日子不好过，那些想在年前再弄些猎物回来的年轻小伙又来了任家，有些不太敢跟任婆子说话。任荣长主动向母亲说了，他想上山打猎，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入森林，大概有不少猎物，真遇上了丰盛的猎物，他们家过年前的吃食不成问题。作为任家功夫好力气大的三儿子，平时打猎出门10天半月才回来也是常事，大房二房都指望着三弟出门呢，婆母没开口就不好说。瞧着老三坚持，任婆子也就同意了，还让宋九帮她丈夫收拾收拾。村里的年轻人还等在院子外头，宋九跟着丈夫入了屋。媳妇，等我猎到了狐狸皮子，给你做球衣，到时候还能给你买香香。任荣常是一直记着这事儿呢。宋九心头暖暖的，就是头回送丈夫出门，心头有些担忧。她不知不觉已经习惯了丈夫在身边，有了依靠的日子，谁亲都没有她丈夫亲，那是要陪她一起到老的人。宋九帮丈夫整理身上衣裳，仰头看着他俊朗的面容，那你得答应我，一定要平平安回来。任荣长咧嘴一笑，立即点头，不猎到狐狸皮子就不回来。宋九还想要劝他，没想他家傻夫也精明了，趁机俯身捧起宋九的小脸，在她唇上吻了又吻。她丈夫是真喜欢这亲昵的举动，把她捂怀里，听着她强有力的心跳声，感受着她身上浓烈的热气，好半晌才松开她。媳妇儿，在家里等我回来，下回你肚子痛，我不在你身边，你要记得自己揉一揉。还记着这事儿呢？宋九红着脸点头。就这样，任家人站院外看着老三跟着村里人上了山，在队伍里就属任荣长个子高，走起路来都虎虎生威。任婆子感叹道：“老三要不是出生时吃了点亏，倒是从小到大都很好养，不爱生病，也不挑食，啥都吃，还吃得这么壮。”家里人听着也是替三弟可惜，好在三弟单纯天真，很容易满足，也特别的爱笑。一家人回了屋，宋九来了任家头，一回一个人待一个屋，一时间连他最喜欢看的书都没有吸引力了，心头想的全是他家傻夫的安危。宋九已经好久没有想起娘家的人和事，不知不觉他将任家当成了自己的家。任家闲着的时候没什么事做，宋九却是个勤快的，总是抢着做事，让任婆子挺心疼的。任家大房二房都是夫妻和谐温馨，宋九总能看到二嫂大白日也是一脸的娇羞，以前不觉得什么，现在一个人却觉得很孤寂。有时候她就在想，要是她能学个什么手艺，三房也能赚到钱了，那是不是她丈夫就不用出门打猎，婆母也会一样的喜欢三房？可是宋九除了会干农活，什么手艺也不会，没办法，又只好打消了念头。山里头，任荣长许久没进山了，这会儿穿着短衣带着把短刀的任荣长与同行的伙伴们正徒步荒草中，突然深深的荒草地有了动静。第43章，深林打猎有凶险。同行的人吓了一跳，连忙停步，前头突然传来狠厉的野兽叫声，众人怔住，纷纷看向任荣长。荣长，可是你先前驯养的野梨子？话没说完，野梨子直接朝任荣长扑了过来。任荣长双手一抱，一人一梨在荒草地里打滚。虚惊一场，众人这才露出了笑脸。偶有几次打猎，他们见到过这只野梨子，也是怪事儿，
这野梨子只听任荣长的命令，其他人见了都是一脸的凶相。刚才那叫声听着就瘆人，有了纸野梨子跟着，这一趟猎物必定丰盛，同行的人都高兴了。几个人紧紧地走在一起，直接往深林走去。转眼过去了半个月，任家院里大清早的才起床，宋九就发现天气特别的冷，他推开窗户朝外望，一脸的惊讶，下雪了，竟然下雪了！不仅宋九感觉到欢喜，水乡村的村民都笑了，下雪就好，瑞雪兆丰年，雪越大越好，一整天都因下雪而高兴。可是瞧着这雪越下越大，宋九开始忧心起来。任婆子看了一眼天色，担忧地说道：“这雪再这么下，过几日那山里就寻着不方向了。老三还没有回来，这都过去半个月了呢。”这一下任家人都不能安心了，宋九更是整夜的睡不着，躺在冰冷的被窝里，心头好后悔宋丈夫出了门。这一场雪接连下了5天，这几年里头一回见，村里人已经欢喜的不行。有了这一场雪，到时候一融化就能养冬田了。干旱了3年的地儿，太需要这一场雪了。家家户户没事就个扫门前雪，村道上堆的厚厚的一堆，屋顶上也得有人上去扫雪，不然压坏了屋顶，没办法过年了。村里头有不少是茅草顶的，那真是苦不堪言。有些人大半夜睡得正香时，屋顶被雪压坏了，开了天窗。村里人有不少人在修房子，到这会儿村里人无不羡慕任家的砖瓦屋，太结实了，传几代人都能住。然而出去打猎的人还没有消息，他们的家人都忍不住来任家院里商量，要不要派人去山里寻一寻。打猎是要入森林的，谁知道半个月的时间都去了哪个方向，这要怎么寻？大哥任广田打算带着二弟去山中寻一寻，不能这么放任不管，那可是他们的3弟，上一次在山中受了伤，腿伤才好又去打猎了。沈秋梅看着丈夫决定要出门，拦不住，站在一旁抹眼泪，手抚着隆起的小腹，哭得更伤心了。二房屋里，杨冬花一把抱住丈夫，恶狠狠地问道：“任广江，你是一定要上山吗？我可不想守寡，要不咱们和离。”任广江听到和离2字就生气，回头看了媳妇一眼，难道3弟不管了？当然要管，可是怎么管？他也自私，他不能没了丈夫。只要任家2儿子带头，村里的那些家里人也会派几个人跟着去的，只是大雪封路，想要寻到人怕是难事。任家大房2房总算开了门，2个嫂子却是哭着出来的。宋九从3房屋里出来，她什么也不顾了，她也要跟着大哥2个出门找她丈夫去。任婆子听到院里闹哄哄的，推门出来喊住几人：“哭什么哭？老三会功夫，又不是真的出事儿了，你们都回屋里去。算着时日，又下了雪，没有这么快出山，免得到时候老三回来了，还得去山里头寻你们。”被任婆子一句话给骂了回来，宋九更是睡不着了。又过了10来日，傍晚时分，山上有人下来，一个个的衣裳破破烂烂的缩成一团，但身上的猎物却是丰盛。下山时被村里人瞧见，村民们奔走相告，打猎的人回来了。任老头正好在村长家里说起村里田地里的沟渠，想趁着现在雪大，将来融化的雪能养冬田的事。就在这时，有人跑过来说打猎的人回来了。任老头连忙往家里走，老三也是平安回来了吧？只可惜任老头才进家门，就看到同行一起去的年轻小伙正在院里分猎物，这些人当中唯独没有老三。任老头不淡定了，立即看向任婆子，就见任婆子拿手帕抹了一把眼角，任家人都沉默了。第44章，任荣长失踪了。村里人给任家分了一筐的猎物，足够他们过年的荤食，只是这会儿谁也高兴不起来。任老头抓到一个人问情况，对方叹了口气，说道：“突然下起了雪，我们以为雪不会下很大，就一直往里头走。里头的猎物的确多，可是雪也越下越大，我们发现不对劲，就想着回城了。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荣长瞧见了一只白狐狸，嘴里喊着要弄到狐狸皮子，就带着野梨子追上去了。我们在山里头寻了2日，天寒地冻的，根本没了他的下落，不能再待下去了，也害怕大雪封山出不来，就都回来了。”任老头听了心头难受的不行，这些人才下山也是疲惫不堪，分了猎物，各自回了家。任家院里静悄悄的，任老头发现没有看到老三媳妇，正要相问，任婆子开了口：“我把3媳妇支开放牛去了，等会就回来。”那老三媳妇要怎么接受？只有老三一个人在山中，雪又不停，有个万一。任老头连忙抛开杂念，呸了几声，绝不能说这样的话。任广田立即站了出来：“娘，我和2弟去山里寻3弟，不管怎么样，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呸！一定要把3弟平平安安带回来。”沈秋梅听了丈夫的，立即拉住了丈夫。任广江也站了出来，结果也被杨冬花给拉住了。任婆子郁闷地看了2房一眼，说道：“你们2个人寻到几时去？真要是遇到了危险，你们也救不了。”这会儿任老头和任婆子相视一眼，夫妻2人很有默契地回屋商量。老大老二还很坚持，却各自被媳妇拉回了屋。
宋九听说打猎的人都回来了，他满脸期待的牵着牛回来，谁知院里静悄悄的，大房二房的门紧闭，没有声音。他看了一眼，这就急忙回了三房，就见屋里空落落的，床上的褥子和桌上的摆设都是她先前的样子，她丈夫并没有回来。宋九眼眶发热，手握紧成拳，很快从屋里跑出来，就见正房的门打开，公公婆婆正好走了出来，还换成了崭新的衣裳，瞧着这是要出门。宋九看着头发梳得整齐的婆母，正要开口相问，就怔住了。任婆子整了整衣裳，回头看了老头子一眼，小声说道：“等会儿你赶车，莫让孩子们知道了。”任老头点头，两人一抬头就看到老三媳妇。任婆子没有说什么，心想着老三失踪在山中，三媳妇也帮不到什么，说多了他反而不好受。家中两儿子去山里头寻，也未必寻得到，瞧着还是得让荣家的人知道这事儿，只有荣家派人去寻，才有机会寻到。任婆子来到宋九身边，叹了口气，严厉地交代道：“别想些有的没的，我现在想办法找人去山中寻回老三。老三媳妇有福运，老三不会有事的。”夫妻两人赶着牛车走了，宋九却是呆呆地站在院里，看着两老的离开。她内心是震惊的，再回味起她丈夫的名字任荣长，荣家，莫非她丈夫不是任家的儿子？随着这个想法冒出来，宋九已经惊得说不出话来。大嫂沈秋梅从窗户边朝外望，看着三弟媳站在院里，头顶是飘落的雪，她像是失了知觉似的。第45章，他家傻夫君回来了。于是沈秋梅心头一软，开门出来，想将宋九拉回屋里去。宋九拒绝了，他回了三房，转眼也将门关上了。就这么过去了3日，任家公婆才回来。两人回来时全身是湿的，没有一丝暖意，两人也显得很疲惫，也不知道他们赶了多久的路，去了哪儿。宋九安静地坐在婆母的身边，任婆子一边烤火一边看了眼三媳妇，这孩子倒是安静的有些奇怪，她这是太过于伤心了吗？娘，荣长会找到吗？宋九突然开口。任婆子想起在荣家听到的消息，派了那么多的人出去找，定是能找到的吧，不然她也不好向荣家人交代呢。会的，你是个有福运的孩子，老天不会薄待你的。宋九真的很想问她丈夫真的不是任家的亲儿子吗？可是这几日她每每想起丈夫的长相，还真与任家人长得不太像，倒是与婆母有一点点像。最终宋九还是没有问出来，关于她能听到人的心声这事绝不能说出来，不然知道的人不得防着她。许是对三房的补偿，任婆子问宋九想要吃什么，还私下里给了宋九100个大钱，这些大房二房都不知道的。宋九不要钱，任婆子强行塞他手中，说是过年的零花钱。又过去了半个月，都到了腊月了，眼瞧着就要过年了，任荣长还没有回来，宋九已经好几个夜里睁眼到天亮。任家人都不敢随便跟宋九说话，杨冬花更是避着三弟媳。但是经过三房这事后，沈氏和杨氏都很谨慎了，无论如何将丈夫留在家里种地，也不想他们出远门了。只要饿不死，少赚点钱没有什么。宋九也没有开口相问，毕竟公婆心里在想什么他都知道，只可惜公婆也没有交代出荣家在哪儿，是什么人家，又与任家是什么关系，到底有多厉害，真的能寻到人吗？又是一个睁眼到天亮的夜晚，宋九躺在床上望着漆黑的夜，心想着若是他家傻夫君能平安回来，他就跟他圆房，给他生个大胖小子，一家3口平静的过日子。想到这儿，宋九就流眼泪。没想到就在这时，院里似乎响起了敲门声，他立即从床上爬起来，尖着耳朵听，真不是幻觉，有敲门声。宋九再也不管不顾，穿着里衣就从屋里跑出来了，连绣鞋都穿反了。他的心提到了嗓子口，3步并作2步的冲到门口，不顾天寒地冻的快速打开院门，就见雪地里站着个头发胡子乱糟糟的人。就他那挺拔的身姿和结实的胸脯，即使没有看到真容，宋九已经肯定这就是他家傻夫君。任荣长没想到开门的是自家媳妇，咧开嘴就要笑，没想媳妇直接扑他怀里了。他这一身脏乱的，已经有1个多月没有洗澡。任家人也相继起床，都开门出来相看，就看到了夫妻抱在一起的一幕。任婆子也是眼眶一热，声音都哽咽了，这是老三回来了，老三是真回来了。任广田和任广江也快速冲出院子，都看着三弟。任荣长不仅乱糟糟的，身上还背着一个大包袱，直接用兽皮做成的包袱，里头不知道装了些什么，一身的血腥味，亏得爱干净的宋九半点不嫌弃。任婆子才留意到老三媳妇衣裳穿得这么单薄呢，这就劝着两人赶紧进屋。到这会儿，任家人才留意到宋九穿着里衣就跑出来的他，娇小的身段竟然玲珑有致，没有杨冬花的大胸大屁股，但是这身段却是圆润小巧，而且纤细的腰身更是衬得身段曲线尽显。任老头连忙别过头去，先回主屋了。沈秋梅也发现了，羡慕的同时立即将丈夫拉回屋去。杨冬花这会儿也有些吃味，见丈夫还傻乎乎的看了三弟媳一眼，就不高兴了，
立即伸手捂丈夫的眼睛，可惜不及他高，最后捂住了他的嘴，把人拉了回去。第46章送酒护短，心疼自己的丈夫。任家院里点亮了油灯，任婆子亲自在厨房里烧热水给老三洗澡。三房屋里，宋九给丈夫准备干爽的衣裳，一回头就见他家傻夫君从包袱里翻出一张白狐狸皮子，那毛茸茸洁白的皮毛煞是好看。任荣长咧开嘴，欢喜地说道：“给媳妇列的狐狸皮子，叫娘给媳妇缝件狐裘。”就是为了这张狐狸皮子才跟村里人走散的。宋九本想责备几声的，可是看着眼前开心的像个孩子似的丈夫，她哽咽的说不出话来，摸了摸狐狸皮子，露出了欢喜的表情。媳妇儿，等会儿我洗香香了，我们就圆房，我好久没有抱你了。将圆房挂在嘴上，完全不知道羞涩，可是宋九却已经习惯了她的天真无邪，点了点头。她也想丈夫抱着她睡，她已经好几个日夜没法入睡了。丈夫去洗澡了，任家人围坐在正屋里。这一次老三带回来好几张皮子，里头竟然还有一张完整的虎皮。晚回来的这些日子，她到底经历了什么？独自一人能弄到虎皮，那得多凶险。任婆子朝丈夫看了一眼，心想着明个儿叫丈夫赶着牛车去一趟荣家报声平安，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宋九抬头看了公婆一眼，任荣长洗干净了出来，头发还是乱糟糟的，平时也是任婆子帮着梳头，这会儿把任务交给老三媳妇。宋九一边帮丈夫梳头，一边听着公婆的安排。这么多的皮子年前就拿去卖了，换了钱，要是能买到粮食，就多买些粮食回来。任婆子会持家，就是她平素未雨绸缪，只有粮食存在自己的手上才能放心。说到皮子，任荣长不顾头发没干，上前就拿起狐狸皮子说道：“娘，这是我给我媳妇弄回来的皮子，不能卖。家里一向弄到什么都是交给任婆子安排的，头一回老三有了这私心，一时间全家人都沉默了。”任婆子朝宋九看来一眼，这一次宋九没有作声，她丈夫用命换来的皮子，就桌上那一堆，便能卖不少银子。就算三房有这点私心，也该当。再说婆母每次都给二房私房钱，也没有大家都平分。宋九以前不计较，也不惦记家里的钱，但是她丈夫的心意，她不能不护短。任婆子见老三媳妇不说话，于是做了主。这一次老三用命拼回来的东西，给老三媳妇一张皮子也说得过去。你们做哥哥嫂嫂们的要体谅。沈秋梅虽然也羡慕这张狐狸皮子，但婆母说的对，三弟差一点回不来，就为着这张狐狸皮子呢。于是第一个站出来答应的。大哥二哥自然是没有意见。杨冬花撇了撇嘴，没说话，心想着这么说的话，那她丈夫出门打零工赚的钱，可不可以留下一部分作为二房的私房钱？任婆子看了一眼老二媳妇，也不理她，就这么定下了。其他的皮子收起来，打算拿去卖。先前分到的猎物，因为老三没有回来，一家人也没有心情吃，都挂在悬梁上烟熏成腊肉了。任婆子就取了野鸡肉下来，给老三炖了一锅肉，叫老三媳妇照顾着丈夫。交代完，一家人也都困了，相继睡下。宋九坐在丈夫身边，看着他吃得香喷喷的，心头也甜滋滋地。就这么盯着丈夫吃饭，她都觉得挺幸福的。失而复得，任家人似乎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只有宋九却心有余悸，怎么看着丈夫都看不够，只要他家傻夫在身边，她才能心安。这一下不管是出门放牛，还是去河里洗衣，宋九都会带上他夫君。第47章，杨冬花支持丈夫出去赚钱。宋九得了白狐狸皮子，任婆子怕她将皮子做坏了，决定亲手给她做成球衣。年前大概是穿不上了，年后才能做出来，这针线钱自然也是任婆子出了。大房二房瞧在眼里，沈秋梅心想着三弟才成亲，这是头一回，做大嫂的不能太计较。二房的杨冬花却不是这么想的，三弟腿好了，三房瞧着比他们舒心，指不定婆母还私下给了钱。杨冬花想着年后还要回娘家走亲戚的，手头没私房钱可不成。于是在这日夜里，杨冬花串合着丈夫，年前没几日了，想必码头会有船来来往往的，多少能找点事做，到时候瞒着家里人，赚到了钱就留他们手里，反正待在家里也没事干。任广江闲下来也的确不是滋味，见媳妇又想吃糖糕了，再想着年后去岳丈家走亲戚一事，也的确的手头有些钱，到了岳丈家里才有面子，于是同意了。杨冬花这一夜讨好着丈夫，第二日任广江就跟家里人说了一声，还真就去了城里。丈夫出门赚钱了，杨冬花自然是欢喜，只是任婆子有些看不惯，先前三房屋里落了一张狐狸皮子，二媳妇就计较上了，非得让她丈夫出门，不就是想支持着她家老二出去做苦力赚钱吗？任婆子心疼二儿子，可惜被老二媳妇拿捏了，处处向着老二媳妇，婆媳之间有了些隔阂。任婆子对大媳妇上了点心，好在大儿子是听她话的，天天没事也去田里走一圈。任广江来到码头时，这儿已经聚集了不少苦力，这年头谁不想赚点现钱，一个个的抢着做事。
以前20个大钱一天的苦力活，现在10个大钱一天都有人干，还未必有这机会。果然年底来的商船不少，停在码头便有苦力头目上前打探情况，转眼就谈好价格，苦力帮着卸货。任广江在旁边站了许久，也没有一个头目搭理他，想不到做份苦力还得拉帮结派，他这才来，指不定今天白来一场。只是任广江这人脑子也灵活，他不急着做苦力，而是眼尖的盯着这些商船的管事们瞧。突然一处商船上的2位管事说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从里阳郡离开得5日才寻到下一个码头，那儿荒凉，你们下船补给，到时候船上的水手也辛苦，哪有力气帮着你卸货。2位管事聊到这儿，这就看向码头争着抢着做事的苦力们，说道：要不在这处码头找些苦力们跟过去，给个高价钱。只可惜2管事跟几位苦头目说了情况，他们却不敢接，着实是苦力都没有出过远门，都是周围的穷人，他们不识字也不识方向，虽说工钱可观，但他们担心回不了安城，所以无人敢接手的。2位管事很郁闷，这一船的货不是小数目，到了下一处码头还要卸下来的，中途换一次货，没有苦力帮忙怎么办？船上带着的苦力太少，2管事没了办法，正准备打消念头，任广江却在此时上前，谈吐清晰的开口：2位管事大人，要是我能帮着召集一些人跟着过去，你们能给多少工钱？2人立即回头看向这个后生，一身短衣的庄户，比起那些苦力好一些，衣裳上的补丁少了些，穿着也还算干净，这人倒是长得壮实。2位管事问任广江有多少人带过去，任广江也聪明，问能给多少钱承包，他再决定载多少人过去，反正他保证跟着他们的商船走，到了码头他带着的人把货负责装卸，而且不会耽搁了时间，他有的是力气。就见任广江随手抓起一袋粮食往肩头一放，100多斤的重量在肩头轻松得很。第48章，任广田只想赚大钱。2位管事惊了一跳，倒是相信了他的话，想到船上的货，估摸了一下，便说道：若是你们能按时按量的将货卸下船，再将码头的货装上船，一共2趟，一口价400两银子。拿了这个钱，包含了你们自行回来的路费。只是小伙子你可得想好了，5日的船程，你走陆路，怕得半个月才能赶回安城。你有没有出过远门？莫到时候不知道回来，为了这点钱就不值当了。任广江还真没有出过吴门，但是他年轻气盛，自己也识字，他就不相信自己问不回路。2管事听到任广江会识字还会算数，那就放心了，这就叫他赶紧去招呼人去，最好都像他这样壮实的，到了外地也不被人欺负。任广江回头一看，码头站了不少像他这样的庄户，都是来码头讨生活，可是容不了苦力的圈子，一个个干着急。任广江这就上前吆喝：招7个人跟我去一趟外地，来回半个月的路程，到手能得50两银子，谁敢跟过去，我任广江用命向你们承诺，必定将你们平平安安带回来。任广江这话立即吸引了所有人，来回半个月能得到50两银子，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他是怎么跟2管事谈的？几位苦力头目都感觉到不可思议，但看这商船之大，就连任广江在内8个人能装卸货，那不得累死。然而任广江已经风风火火的在选人了，选的都是年轻力壮胆子大的，他说出自己的家门正是水乡村任家第2子，他能认路，一定将他们平安带回来。对于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苦力们来说，这就是赌，要是回不了家乡，那这钱在外地也留不下来。不过任广江这人看着就让人相信，他又豪爽，半点不留的一起分钱。很快8个人来到了商船前，2位管事看了几人一眼，人是挺满意，就是8个人卸一船的货，是不是有些草率了？船这么大，再多几个苦力也是带得走呢。任广江为了证明自己，回头朝几人喊了一声：要不咱们露一手。几人跑到隔壁船上，一人扛3袋一路小跑，不比码头常年干苦力活的腿脚慢，任广江更是力气大得很，他一个人就能顶2、3个。2位管事见了，满意了，这就叫他们跟上，船要开了。任广江本想回一趟家跟家里人说一声的，没想到船走得这么急，他只好回头跟苦力头目说了一声，万一任家来人来打听，帮着回句话，叫了对方一声好兄弟，等他回来请他吃面。苦力头目目光冷淡地看着他们登上了船，再一想到他们的工钱，苦力头目早已经红了眼，还想帮他传话，没门。任广江也是头一回坐这么大艘船，既欣喜又好奇，靠着栏杆不想进船舱。有位管事看到他了，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小伙子有前途，干苦力倒是屈才了，要不你跟着我跑船怎么样？任广江想到家人，立即摇头：多谢管事大人的好意，我不想离开家乡，在船上也难下岸，真要是得了这差事，我媳妇非得跟我和离不可。管事听了哈哈大笑：小伙子还是太年轻了，女人算什么，等你有钱了，要多少女人都有，还一个比一个漂亮。任广江仍旧不动心，他只要他家媳妇就好，他就觉得他家媳妇长得挺漂亮的。管事见说不动他，
对这个年轻小伙更是高看几分，不由得生了个想法，说道：“这李阳俊的生意还挺不错的，要不以后我的船到了李阳俊，你就带着你的一帮兄弟，像这次一样跟一趟船，这10天半个月不回家没事吧？你也算是机灵，我们郑家的粮食和布匹遍布全国，以后有的是机会，你可得抓住了。”第49章石头村的杀人案。任广江听了还真有些心动，就近的这一趟他倒是可以，瞧着在码头做苦力都得跟着头目，既然如此，他为何不去做这个头目？母亲教他识字读书算术，不是为了科举考试，就是为了他们将来能比别人聪明几分，这不就用上了？任广江欢喜的应下了。管事这边说道：“一年大概有3、4趟吧，现在年头不好，等年头好了，来的次数就多了，咱们就将价定下了，等船到岸了，就派个人去通知你。”做生不如做熟，管事也是欣赏庄户出身的任广江，竟然还识字，刚才说出价钱，他立即就召来了人，还能迅速将每个人的工钱算出来，可见这人不简单。这边码头的确没有什么消息传到任家去，任家人等到天都黑了，也没见老二回来，一时间任家人都着急了。一夜过去，任家人等不了了，任婆子也生了气，老二媳妇一句话，老二拼死拼活的干，家都不回了，这像话吗？任婆子将老头子和老大派出去，叮嘱他们一定要将老二从码头给带回来。杨冬花被婆母责备了，不敢出2房的门。宋九从3房屋里出来，看到婆母和大嫂坐在廊下做针线活，他也坐了过去。婆媳3人坐在一起说着话，宋九就发觉婆母金盖并不高兴，对二嫂很大的意见。这会儿院外来了人，正好院门没关，隔壁吴婆子进来了，看到任婆子便说道：“老妹子，你听说了吗？石头村出了桩人命官司。”吴婆子过来窜门，就是想到了人家3媳妇正是石头村人，想必说出来他还知道一些。果然，宋九听到这话，立即看向吴婆子。任家婆媳都不淡定了，那正是3媳妇的娘家村，这是闹出了什么事儿？吴婆子就是在板凳上坐下，说道：“就昨个儿夜里的事，石头村王老汉被杀了。昨个儿上午，我家老头在村道上遇到过王老汉，他进城的，还跟我家老头走了一路。”说到这儿，吴婆子很是唏嘘，上午还好好的，傍晚回村就被同村人蹲守，直接给杀了，死在了村外2里地的树林子里。捕快都来了，石头村的刘大郎主动承认的人是他杀的。这刘大郎家里只有一个独女，早已经出嫁，早年间死了媳妇，剩他一个人，进进出出也不怎么跟村里人说话。都说这刘大郎是个老实人，怎么就痛下了杀手呢？这都什么事儿？真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吴婆子说完，几人都忍不住看向宋九，他娘家村的事会不会知道一些？宋九果然听了后很震惊，接了话：“大概是1年前，我听长辈们说过，2家的田地挨在一起，刘家的田在上头，王家的田在下头，上头山泉水放下来，刘家的田自然先用，王家不干了，占着家里儿子多，直接将刘家按田里打。后来刘家的田水没放成，王家的田后来也干旱了，只是那次后2家井水不犯河水，一直没有往来。”几人正说着呢，院门外又有位村里妇人接了话：“就是这么桩事，刚才有人特意跑石头村问过了，听说这刘大郎一直记恨着这事。有人在那小树林里发现过刘大郎，这1年里头没少蹲在那儿寻机会。这王家人也是小心谨慎，平时出门都是2个3个的，昨个儿就王老汉一个人出门，被他逮到了机会。而且刘大郎杀了人也不走，他主动说出来的，就是想让王家过不成年。去年的事儿，人家一直记着，也不怕一命换一命。”第50章，任婆子担心2儿子的下落。说这话的村妇正是去吴婆子家串门的，没想他来了人家，几人就将这事儿说开了。任婆子听到这儿，脸色大变，她立即起了身。吴婆子还想说下去，任婆子赶紧劝着她回去，任家有事儿了，也没办法招呼他们了。吴婆子被催出了门，任家院门一关，任婆子立即朝3房屋里喊：“老三，快出来，跟我去一趟码头。”石头村发生这样的事，让任婆子想到了他们家与杀猪匠赵家的过节，心头有了不好的预感。宋九和大嫂都想到了这事儿，也不敢掉以轻心了。3房屋里有了动静，宋九知道他家傻夫原本在屋里歇晌，下午还要去地里呢，这就进屋帮丈夫整理衣裳，赶紧出来。任婆子来到2房门口，用力拍着门板：“老二媳妇，你给我出来！”杨冬花不想出来，见到婆母被骂，一直在屋里躺着，这会儿被婆母一催，不得不出来了。任婆子气急败坏地说道：“刚才他们说的话，你也应该听到了吧？”杨冬花的确听到了，石头村发生这样的事太可怕了，可是又不关她的事。任婆子看着不想事的老二媳妇，生气地说道：“你除了屁股大，脑子是真不好使。你这是要害死出门的老二。上一次他们2兄弟在回家的路上遇上了赵家3兄弟，还打了一架。这一次他可是一个人出的门。老二媳妇，你听好了，这一次老二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拿你是问。你拿捏着我儿子，支持他出去赚钱，就只顾着你那小盘算。咱家有吃的有喝的，我岂时缺你2房粮了？我也没有让你们一个个的出去赚钱，
这不是老三弄回来的皮子，还没有卖出去呢，咱们家到了这地步了吗？任婆子这一次很生气，杨冬花却终于听明白了，才想到有过节的赵家三兄弟，大过年的会不会像石头村的刘大郎一样想不开，一命换一命？杨冬花不淡定了，吓得不轻，眼泪唰的一下落下。她是爱钱，但是真没有想过要害死自己的丈夫。娘，那现在怎么办？杨冬花哆嗦着嘴，话都说不全了。任婆子瞪了她一眼，见老三从屋里出来了，这就说道：我们去村头借牛车，咱们赶去码头一趟，我这心还是紧着的，不亲自去一趟不放心。任婆子带着老三出门，走了几步又想到什么，回头看向院里的三个儿媳妇，最后目光落在宋九身上，立即朝宋九招了招手：三媳妇跟我一起去。老三媳妇有福运，望他们任家，上一次老三一个人落山里还能平安回来，还猎到了那么多的皮子，也是三媳妇望着他们的缘故。宋九被当成福星给带到了身边，他也担心二哥。三人在村头借了辆牛车，任荣长就赶着牛车出门了。一路上，任婆子盯着这山林桥，生怕也冒出一个潜伏的人想打他们家主意。不过一路上很安生，谁也没有遇上，主要是有任家老三在，他一个人能打10个，周围村的人都不敢惹。牛车来到安城码头，这儿的苦力密密麻麻的，都是来寻活计的。三人下了牛车，就在人群里寻找先来的父子2人，只可惜人太多了，根本找不到。任婆子也不管了，先打听老二的情况要紧。第51章，宋九得知了二哥的去向。宋九跟在婆母身边往底下的苦力走，有他家傻夫在身边，似乎这些苦力看到他们还得让开一些，高大威猛的形象能唬人。任婆子见人就露张笑脸，问他家老二的下落，可是苦力们根本不记得昨个儿有个叫任广江的年轻小伙来过。任婆子越问心头越是慌，老二说来了码头，那就是一定来了码头的，而且眼下安城也没有别的事能找来做了，只有这码头还能有机会。任婆子走遍了码头，没一个人知道老二来过，他的心都揪紧在一起，看着码头停靠着3艘商船，那儿还有劳作的苦力，要不再舔着脸去那些商船上打听打听。三人往商船的方向走，到了船头，任婆子问一位管事可曾听过他家做苦力的老二，那管事一脸奇怪地看着他，不耐烦地说道：你这老妪给问的，我们的船今天才到，你可知这艘船是从江南赶来的？你向我打听人，难不成你家老二去了江南？管事瞥了任婆子一眼，就不搭理他了。任婆子也被对方叫成老妪，心头窝火，他有这么老吗？一时间任婆母子很有些绝望，人是真找不到了吗？一定是出事儿了。这会儿一群苦力从船上下来，一个个身上都扛着沉重的袋子，走路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宋九突然抬头看向其中一个扛袋子的苦力头目身上，任婆子正要走了，却见老三媳妇站在原地不动，她就要上前拉人，发觉老三媳妇有些不对劲呢，任婆子立即停了手，莫非三媳妇发现了端倪？怀着对三媳妇莫名的信任，任婆子也不催她了。那苦力头目下了船，突然被个姑娘家拦住了去路，抬头看向他，很有些生气。他这身上扛着的东西可不轻，哪能站这儿不走？宋九却是不让步，反而一脸礼貌地问道：这位大哥，你可曾见过我家二哥任广江？他能识字算数，昨个儿才来码头做苦力。苦力头目一听到识字算数，立即想到了昨个儿那家伙，正是这姑娘口中说的任广江。他昨个儿眼红了一天，到夜里还后悔来着。当时那管事还问过他的，敢不敢带着人跟一趟船，就5日的船程去外地卸货，来回最多半个月，到手就能赚到50两银子。他当时没算这细数，直接给错过了。苦力头目心头嫉妒，被问起，沉着脸撒了谎，不认识，也没听说过。转眼苦力头目绕过宋九离开了。一旁也尖着耳朵听着的任婆子听到对方说不认识，心就跌入了谷底，都没见过老二到底去了哪儿，还是遭了不测。宋九看了一眼婆母，连忙说道：娘，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再去问问这位大哥。宋九不待婆母应话，他拔腿就跑。他家傻夫看到他跑开有些焦心，就要追上去，被任婆子喊住了。所以三媳妇是觉得刚才那苦力撒谎了，心头又抱起了希望。宋九根本不是再去追问的，他是故意往人群里一走，避开了婆母后，没一会儿再钻出来，便说道：娘，我问清了，二哥没事儿，他是跟着大船走了一趟，来回半个月的路程，对方还给二哥50两银子呢。任婆子惊讶地看着三媳妇，问道：都是刚才那苦力说的？宋九点头，那个也不是普通的苦力，他管着一帮兄弟，昨个儿这好事被二哥给抢走了，他还很生气。瞧着这苦力，认得那船上的管事不是什么坏人。第52章，任家老二有惊无险地赶了回来。任家3个儿子都没有出过远门，但是任婆子担心将来有变化，所以打小就教导3个儿子读书识字算术，就是怕他们哪天遇着困难了用得上。没想到打小学的倒是助长了老二的胆子，头回出远门都不给家里人吱声，还敢跟船跑这么远去。人已经跟船走了，在这站着焦急也没有用，只得等老二回来。至于赵家3个儿子会不会报复，
也难说。任婆子算着时日，半个月后叫老大和老三来码头接人。三人坐上牛车往回赶。任婆子感叹自己将三媳妇带了出来，还是她有眼力见，每次都能化危为安。等他们三个回到任家院里，任老头和老大一起回来了，两人却是一无所获的。杨冬花已经把眼睛哭肿了，这会儿看到婆母回来，连忙跑过来，满脸的期盼。宋九见二嫂如此焦急，便朝她使了个安心的眼色。杨冬花心头一喜，小心翼翼地看着婆母的脸色。任婆子将三媳妇在码头打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家里人，任老头感觉到不可思议，他带着老大去打听了，还认得几个熟面孔，竟然都没有问出来。老三媳妇一去就问出来了，这也太神乎了。既然老二没事，虚惊一场，一家人也就放了心。只是半个月的时光，这不都到年关了，一家人准备着过年的吃食，心头却记挂着老二回来的时间。就在年26这天半夜，任家人还算着时间不可能回来的任广江就到了安城码头。任广江也是年轻胆子大，他带着7个苦力平安回来。人家都说那荒芜的码头上是郑家临时上下货的地儿，不会有船停靠，所以只能走陆路。任广江却看中了船的便利，带着人一路打听，寻到了城里的码头。只是码头上没有客船，任广江也不管，就这么等了1日，终于凭着他的3寸不烂之舌，说动了一艘经过安城的商船，带他们一趟。一般商船运货的，不是相熟的人哪敢带上船？人心隔肚皮，在外头经商都顾忌。但任广江这人长得好看，嘴巴子也会说，带着的苦力看着很老实，人家就信了。于是，一来一回只用了12天的光景，赶回来还能带着赚来的钱办年货呢。天黑了，几个苦力各自留下名信和住址，将来任广江在接到这差事好找他们。于是，在码头散了伙。任广江离家多日想家了，于是在这大雪纷纷的夜晚，直接超山中小道往回赶。任广江不知道的是，他若是从安城往水乡村赶，那必定经过先前打赵家3兄弟的小官道，这儿还藏着一个赵家小儿子。杀猪匠家可不是这么好欺负的，身上都带着一身戾气。那日3兄弟反被任家2兄弟给打了，一直记着仇。自打那日后，赵家3兄弟轮流着来蹲守，尤其是到了年关，他们就不信任家人不办年货。何况那个出门做苦力的任家老二还没有回来，听说跟船走了，就在这几日了呢。赵家老三手里拿着杀猪刀，蹲在草丛中，冷得很，可是心头那股恨意无法消散，也就这么一直蹲守着。而任广江只顾着跑回家，抱着媳妇睡大觉，便没有走小官道，而是从山道上走的。他人壮士，胆子大，也不怕山中迷路。5更天的时候，任广江就这么平安的回到了人家小院，进了门也没有吵醒家里人，而是直接进了2房的门。杨冬花睡梦中就发觉被子被人掀开，突然一个人靠了过来，手已经不安分的伸进了他的裤头里。第53章2房想落下私房钱。杨冬花瞬间被吓醒，以为家里遭了贼来劫她的色了，毕竟水乡村里也有不少光棍汉娶不上媳妇的。杨冬花吓得往床里头爬，裤子就被剥拉了下来，就要大喊救命，一只大手捂上了她的嘴。媳妇儿，是我。她丈夫一回来就把她压身下了，这会儿定睛一望，还真是他家夫君。杨冬花喜极而泣，一个大男人几天没碰媳妇，老想了，一路上都是跑着回来的，这会儿也不管不顾了，迅速的将媳妇的衣裳给剥光。杨冬花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落丈夫手里。天边亮了，任广江才勉强满足的往旁边一靠，手放在媳妇的胸口，交代着自己这一趟的收获。这一趟他赚下了50两银子，借着商船回来的就给了2两银子的船钱，这2两银子给的值，还在人家船上吃几顿饭的，所以眼下手头落下了48两银子。他想瞒一半，只给他娘交出24两银子出来，反正家里人也不会知道他到底赚下了多少。谁知杨冬花听了，点破了他3弟媳去码头打听了，你这去一趟赚了50两银子。任广江郁闷了，他让那苦力头目帮着传话，可没让他说自己赚了多少，也怪他当时太高兴，为了招人，直接把赚数说了出来。于是杨冬花出了个主意，就说回来的船钱是10两银子，包括一路上的吃食，然后再交出35两银子，就像3弟的狐狸皮子那样，留下的5两银子便说要给他媳妇买冬衣。夫妻2人商量好了，大清早的杨冬花才起床，将丈夫昨夜回来的事告诉公婆。老二平安回来，任婆子是高兴的，只是老二一回来，不是叫醒关心他的爹娘，而是回了2房睡到了现在，这让任婆子心头不舒服。以前老二没有娶媳妇前，有什么事儿都跟他这个娘说，像这种出了趟远门回来的，那也是第一时间告诉全家人，就像那次老三从山里回来时一样，总有些动静。这么悄无声息的，任婆子很快就想到了老二带回来的钱上头，看着2房交来的35两银子，任婆子便知道这是跟老二媳妇商量好的，要不是3媳妇跟着去码头打听，知道2房这一趟赚了50两银子，恐怕瞒下的还要更多。大哥大嫂也都瞧着，从2弟回来的欢喜到现在交回来的钱的不满，都看在眼里。任广江只想跟母亲私下里说说，
没想任婆子不给他这机会，任广江不得不将夫妻两人商量好的话说了出来。二房就是明着要落下5两银子，先不说那10两银子的路上花销，就这话，大房家里自然不满。大嫂沈秋梅直接开了口：“二弟这么做不好吧？那会儿我夫君给人打嫁妆家具的时候，赚的钱可是都交给了婆母呢。只是大房赚钱的时候，二房三房媳妇都没有入门。”沈秋梅更是看着杨冬花说道：“要不是家里人一起同心协力的赚钱，二弟媳入门可没有这么风光，摆了20桌酒宴，还有各种礼钱。杨冬花入门的时候跟宋九不同，那可是3媒6成，风风光光嫁进门的，不像宋九一车粮食换了亲。只是宋九不同的是，先前任婆子给三房定了3门亲事，都还没入门人就没了，带着点邪门，才会落到宋九入门时无声无息也不办酒宴。”说到这话，任婆子还朝老三媳妇看了一眼，见宋九面色平静，也不闹，任婆子就觉得惭愧，风光娶进门的大媳妇和二媳妇，为了这点钱粮，天天针锋相对，各有私心，就不能学老三媳妇的好。任家公婆都没有说话，沈秋梅和杨冬花却吵了起来。第54章，任家定下新规矩。杨冬花可不管，钱已经到她手上了，我丈夫用命换来的钱，落下一点怎么了？要不是我夫君走运，不然做苦力能赚下多少钱？钱少了，大嫂还会这么记挂，恐怕都看不上呢。再说先前3弟列的狐狸皮子，不也给3弟媳落下了吗？我们家为何就不可以？杨冬花这就看向婆母：“娘，我们二房没有错，俩儿媳妇扛上了，再这么闹下去就伤了情分。”任婆子不得不出来主事，想到老三媳妇的球衣都要做好了，还拿着狐狸皮子说事儿，老二媳妇是真不省心的。成了，先前3房开来的先例，那就这么定下了。以后你们3个赚的钱，不管多少，8成交给我，2成留在你们的手上。咱们任家没有分家，再这么计较下去，我就将你们分出去，田产钱财一样，别想分到。沈秋梅听到婆母这话，心头不好受。娘，现在村里人都吃不饱，谁还找我夫君打家具？这么规定不公平，那先前的是不是也要算一算？秀才家的女儿也不好忽悠，都怪二房贪心。任婆子没了办法，只得说道：“成了，做大嫂的要有大嫂的气度。”说完，任婆子从钱袋里拿出1两银子，交给老大媳妇：“这钱不少了，你省着点花，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呢。”与那5两银子相比，1两银子太少了，只是大房家里打家具也赚不了2弟3弟那么多的钱。沈秋梅心头很不舒服，却硬是没办法说出来，将钱收好了，闷着声不说话了。杨冬花也是不怕死，见婆母转身要回屋，便小声问道：“娘，我夫君说2成自己留着的话，那是8两银子，是不是？”没想任婆子瞪来一眼，杨冬花赶紧收声。任婆子看向二儿子，教你读书识字的聪明劲都用在这上头，你算数快，算自个家里来，你一路上的花销是10两银子还是多少？谁能管得住你？任广江不敢说话，要是私下里在母亲身边，还能磨一磨。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任家定下了新规矩，各房赚的钱能分2成落自己的手上，这个规矩瞬间提升了各房赚钱的积极性。沈秋梅跟丈夫回到了大房屋里，立即从丈夫手中夺走了钱，她要收着这钱才放心，到时候过年时节回娘家走亲戚都得花销。二房屋里，任广江见媳妇还闷闷不乐的，说好的2成少给了3两银子，丈夫没有算出来还好，算出来了婆母不给，就是对二房有偏见。杨冬花不识字，也不会算数，刚开始啥也不知道，要不是她丈夫提醒她，她也不会往这方面想。任广江见媳妇不高兴，连忙拉着她的手说道：“莫急，我跟那船管事说了，每年会来安城好几趟，对方一到码头就会派人来叫我跟一趟船，就我们几个力气大的跟着去，又能赚到钱了。”这话刚才在家里人面前没有提，可见任广江只顾着媳妇去了。果然看到媳妇听到这话就露出了笑脸，高兴不已。二房有了钱，过年采办年货，二房就要私下里买吃的用的了。任家3兄弟一起去城里办事，还顺带带着皮子去卖，倒也不着急的，价格好才卖的。宋九从3房屋里出来，正好撞见他公公也出门，瞧着公公还换上了新衣裳，有些像那日去荣家报信时穿的样子。第55章，跑婆母房里吃独食。任婆子没注意到3房门口的宋九，这就小声交代道：“坐村里人的牛车出门，这包袱里的虎皮子不能被人知道，你早去早回，中间莫耽搁。”任老头点头，金个儿带着这虎皮去荣家，也算是老三这些年打猎以来最好的礼物。虽说能卖个好价钱，但送去荣家却是不一样的。夫妻2人一抬头，看到3房门口站着的宋九，还吓了一跳。还好刚才什么也没有细说，不然被3媳妇听了去，这话不好解释。任老头出门了，宋九也就顺势问公公去哪儿。任婆子只淡淡的说是去城里走趟亲戚，就什么也不说了。若是去安城的话，一天来回天色还是早的，可是公婆上次去荣家来回用了3日，而且瞧这样子都是在连夜赶路。宋九不敢追问，知道婆母不想他去打听。任婆子见老三媳妇勤快，又去后院打扫鸡笼，
于是等宋九做完了事，就朝他招了招手。宋九心头疑惑，婆母这神秘的样子，莫不是有事交代他？宋九前脚进了正屋，后脚大嫂从大房屋里出来，就看到了，有些奇怪的往这边跟了来。屋里，任婆子拿出一只舍不得吃的糖糕放到了桌上。老三这一趟山中打猎，不仅得到了猎物，还带回来了皮子。昨个二房这么一闹，吃亏的是你们三房，三媳妇好说话不计较，你这性子我是喜欢的。说完就将半盒糖糕送到了宋九的手中，吃吧，城里最好吃的糖糕，难得买一回。这算不算是婆母叫他进屋吃独食？宋九没法拒绝，这就坐在一旁吃了起来。任婆子的目光落到宋九的胸脯上，很有些满意的说道：“你这几个月长大了不少，像个姑娘家了。”说完，他又起身将快要做好的狐皮衣往宋九身上比了比，说道：“得做大点，指不定明年就长高了，还未必穿得了。”宋九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婆母比他亲娘还要好，他没有穿过亲娘做的衣裳，却是穿着婆母亲手做的衣裳。娘，要不这狐皮衣给娘穿，我还小呢，以后有的是机会。任婆子笑了，算老三媳妇还有良心，这衣裳可是老三对你的疼爱，这孩子倔气，我也拗不过他。真要是这衣裳落我手里，那不得向我闹。再说这白狐毛好看，姑娘家穿了才合适，我这一把年纪了，用不上了。任婆子就要将衣裳调整收起来，没想正屋的门被推开，大嫂沈秋梅站在门外，一入门目光就落在宋九正吃着的糖糕上。任婆子郁闷了，叫老三媳妇来屋里吃点独食，还被发现了。宋九有眼力见，立即将糖糕送上，还一边说道：“刚才娘还说等我试过衣裳了，就将一半的糖糕给大嫂送去，正好大嫂来了，干脆坐这儿一起吃。”三弟媳说话就是好听，沈秋梅现在怀着任家的长孙，这糖糕也该吃，本来孕妇就馋嘴，她已经好久没有尝到糖糕的味儿了。宋九一句话化解了婆媳尴尬，任婆子也就不多说了。傍晚时分，任家三个儿子从城里带了些布料零食，还有不少年货往回赶。三人对于今天卖皮子赚下的钱还挺满意的。只是当三兄弟走到先前树桩拦路的地方，任广江故意将牛车停了下来，还指着这地方对三弟说起他和大哥的辉煌战绩，就是在这儿把赵家三兄弟按地里打的。任广江正说得起劲，任荣长突然脸色一变，他从牛车上跳下来，转眼纵身一跃落到了对面田埂上，就见田埂下冒出一个人，对方见势不对，拔腿就跑。任广江脸色不好看了，大喝一声：“往哪里跑？”第56章威猛的任荣长。三兄弟瞬间将人按在了田里。任广江见是赵家老三，一气之下抓起一把血塞他嘴里。大哥任广田心细，立即看见了对方腋下藏着的杀猪刀，一时间兄弟两人的脸色都变了。一番逼问，赵老三不得不说出实情。的确，三兄弟还记恨当时被打的事，他们三个人轮流守这儿，就知道他们任家会进城办年货。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每次都遇上赵家力大的老三在，便是今早上入城的任老头，坐的还是村里头的牛车，一车的人也不好动手。到这会儿，任家兄弟才一阵后怕。任广江从码头上回来的那天夜里，赵家也有人等在这儿，他回家心急，走的山道，完美的错过了，不然那天夜里非死在这几兄弟手上不可。任广田立即开口：“报官吧，把人送牢里去，一辈子别想翻身。”赵老三吓到了，先前打一顿也没有闹出动静，这不都是私下里解决的，他可不想坐牢。任广江知道，这么将人送去，杀人未遂，万一到了公堂上他否认，最后也只是赵家破点才交点钱就了事，未必能送他们坐牢。任广江和任广田相视一眼，一时间想不到办法制裁赵家，以后老是这么蹲守，万一落单，岂不落赵家人手中了？石头村还发生过杀人案呢，这赵家三个儿子瞧着是跟他们扛上了。这时任荣长突然开了口：“不报官，把他放了吧。”两个哥哥奇怪地看向老三，就这么放了他，赵家兄弟更猖狂。赵老三尖着耳朵听着，听到傻子要放了他，心头一喜。没想任荣长又说道：“我们家也是三兄弟，咱们也悄悄摸摸的蹲守，以后遇上赵家上下老老小小落了单，也弄死他们，让他回去带个话，以后赵家人走路小心点。”莫名的，现在老三说话一脸严肃的样子，半点也不傻气。赵老三听到这话，整个人都不好了。要是这傻子蹲守他们赵家人，便是三兄弟一起上也打不过，那不得死路一条。任广田和任广江立即明白老三的意思了，转眼笑嘻嘻的将赵老三放了，还交代他回去给家里人带个话，以后走路小心点。我们可不像你这么傻，在哪儿被打倒就在哪儿蹲守，我们是到处蹲守。赵老三没有被打，又听到这番话，整个人如坠冰窟，反而不走了。他看着任家三兄弟就要走，突然朝三人跪下了：“大哥，给条活路。”赵老三知道三兄弟是打不过任家三兄弟的，真要是他们到处蹲守，家里妻儿长辈，那就完蛋了。任广江想不到三弟一句话就把人给唬住了，回头看了赵老三一眼，也不说话，只是阴沉沉的一笑。
任家三兄弟坐上牛车走了，赵老三惊慌失措地站在田埂上，心头七上八下的。牛车上，任荣长立即看向任广田：“大哥，刚才是不是把人吓住了？”两位兄长再看现在的老三，又没正形了，要是能一直像刚才那样正经，那该多好。任广田表扬了三弟，但是叮嘱他不能真的去蹲守赵家人，不然闹出人命了，一命赔一命也划不来。任荣长听了大哥的话，打消了念头。任家三兄弟才回来，正在跟家里人点年货呢，突然院外来了人，就见村头赵屠夫带着3个儿子过来了，还送来了一腿猪肉。第57章，他家傻夫君身份不简单。隔壁几个邻居瞧见了，很是奇怪的跟了过来看热闹。这赵屠夫在村里头向来霸道，头回遇上给人送礼，上门道歉的。任家三兄弟还来不及跟家里人说出路上发生的事，任婆子一脸懵，对方就向他们家里人道歉，送上猪腿肉。赵有望亲切地说道：“嫂子，对不住了，3个孩子胡闹干了傻事儿，还望嫂子大人大量，这事儿就过去了吧。”这会儿老大任广田将刚才路上遇着的事告诉了家里人，一旁听着的任家脸媳妇吓了一跳，沈秋梅连忙站到了丈夫身边来，杨冬花更是拉住了她丈夫。杨冬花心头后怕，这一趟丈夫出远门回来的时候，要不是走的山道，就真落他们手上了。任婆子也没有想到，她担心的事还真的发生了，好在没有酿成祸事。看着赵家人这会儿来道歉的样子，任婆子不生气是不可能的，差一点杀了他家老二，这是人干的事。只是任婆子这人谨慎，心头虽然有气，但两家的确该和解，不然报复来报复去的，两家人都讨不到好。任婆子勉强收下了这猪腿肉，看向赵家3个儿子，说道：“难怪刚才我家老三回来就要出门去蹲守，被我叫住了。我们任家是讲道理的，也不喜欢来暗的，但是谁要这么欺负到我们头上来，我们任家也是不怕的。”赵有望连连应是，心头也是郁闷，这任家3个儿子得罪不起，以后还是小心些，别跟人家起冲突。这事儿说开了就好，一命偿一命的事就是犯傻，各家的儿子都金贵，这年头看着会越来越好过了，好日子在后头，别想不开。赵有望不敢反驳半句，3个儿子也在后头一一应着。被任婆子训了一顿后，这事儿也就这么和解了。头一回村头一霸臣服在任家人手中，以后水乡村怕是再无人敢跟任家人作对。赵家父子4人从院里出来，对上看热闹的村里人，几人低着头，脚步飞快地离开。任婆子立即叫老二媳妇关了院门，门一关，村里人也都散了。任婆子没想到呢，他家傻三儿一句话把赵家人吓到家里来赔礼道歉了，果然还是荣家人的种，比他的2个儿子要聪明。要是这孩子出生时是个好的，那现在他也该是荣家嫡长子，独当一面，有了好前程。嫡长子，那是大户人家呢。宋九默默地看了婆母一眼，没作声。点完了年货，余下的事各房自己置办的，便各自跟着媳妇回房去了。任荣长将宋九一脸神秘地推到屋里，进门后立即学着样儿把3房的门给关上了。随后他将自己的小包袱拿出来，只见里头买了不少东西。上一次婆母给宋九用的枣豆，任荣长竟然买了1块，而且这块与婆母给的那块又有所不同，带着淡淡的橘香，用这个洗澡一定很香吧。带香气的枣豆也贵呢。除了枣豆，里头还买了绢花和红绳，接着是2盒糖糕。宋九头回吃糖糕就在婆母的屋里，当时大嫂在，他只吃了1块就没再动手了，余下的都是大嫂吃掉的。那1块糖糕他一直回味，就没想到他家傻夫君买了2盒回来。再翻下去是1块花布，还真是兑现了先前的承诺，给他买香香，给他买花布。宋九的唇角不知不觉扬了起来，但很快想到了什么，立即看向任荣长：“夫君，咱们3房可没有现钱，你这是哪儿得来的钱？”任荣长听到这话，立即伸手解裤带。宋九红了脸，就要制止，没想他半脱下外裤，就见腰间绑了一圈。第58章，3房媳妇最孝顺。宋九惊奇地看着，也顾不上丈夫衣裳不整，她的脸皮比以前要厚多了。将腰间绑着的一圈布解下来时，外裤直接掉地上了。宋九赶紧收回目光。任荣长弯身把裤子穿好，然后像献宝似的将东西拿出来。宋九正好奇到底是什么宝贝，结果一根白森森的狼牙露了出来，吓得宋九差点尖叫出声。任荣长赶紧收起狼牙，他知道这个吓到了媳妇，他还舍不得卖最后一根狼牙呢，是打算给媳妇做个装饰带着的。结果媳妇看一眼就吓到了，那这装饰怕是做不成了。今天我卖了虎骨和狼牙，就剩下这一根了，我留回来给你把玩的。媳妇是不是害怕了？给她把玩，她没有这爱好，但看丈夫一脸期盼的目光，她只得说道：“就留着吧。”任荣长高兴了，又从衣裳里四处翻，差一点把外衣给脱了，终于翻出一个银袋，立即塞到了媳妇手中。宋九真没有想到他家傻夫君也会有私心，那天打猎回来没见他带这个，莫非是藏在了山中的哪处，这会儿才取出来的？宋九掂了掂银袋，竟然还剩下2两银子之多，这可是笔大数目。宋九长这么大手头没有拿过这么多的钱。
媳妇儿，我不知道这虎骨和狼牙也能卖，我那山里头还有好多。好多？宋九顺着他的话问，原来他这些年打猎，每次猎物几个人一起分，但是大多只顾着皮子卖高价钱，这些骨头狼牙之类的他觉得好玩就收山洞里给野梨子造了个窝。宋九到这会儿才知道丈夫在山中养了只野梨子，打猎的时候就会带上。要不明个儿我带你入山看野梨子去，它很温驯的，不咬人。宋九哪敢啊，听到野梨子的叫声就怕，以前在山头做事都不敢靠近这种野兽。然而对上丈夫失落的目光，她于心不忍，答应了，心想着丈夫连老虎都能打死，跟在他身边应该能放心了。一根狼牙收了起来，做了压箱底，那块新买的花布她也舍不得做衣裳穿，也收了起来。至于糖糕，宋九想到了婆母，大概女人都喜欢甜食呢，宋九就拿出一盒，叫他家傻夫亲自送婆母屋里去。天都黑了，任婆子在洗脚，等会儿就睡了。没想到金盖三个儿子出门，各自买了私货，三儿子却是头一个会将买回来的东西送他屋里来的，看来三媳妇教得好。上回叫老三媳妇来屋里吃了一次糖糕，没想到这次老三媳妇直接给他送来一盒糖糕。任婆子问三儿子有没有给他媳妇买布，任荣长点头，送了东西就急着想回去见媳妇。任婆子叹了口气，也不留他了。三房屋里，宋九拿着丈夫买回来的绢花戴在发髻上，屋里也没有铜镜。她对着水看了一眼，看着水中的倒影，宋九也发觉自己在任家养好看了。这绢花的形状是粉红的梅花，娇艳又不俗套。任荣长才送糖糕过去就回来了，一进门就看到了媳妇把绢花戴在了头上。这么一看，任荣长看呆了。宋九的脸通红，就要将绢花取下。任荣长立即说道：“媳妇儿好看，好看。”戴了绢花，又用澡豆洗手。入睡时，宋九还拿着自己的手在闻，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香香呢。一夜过去，三个儿媳妇都有些变化，宋九是变化最大的。她发髻上戴着的绢花立即吸引了两位嫂子的目光。任婆子看了，不得不感叹，老三媳妇的长相是真的好，这胸脯也越长越大，身体快要温养好了。杨冬花昨晚上可是一口气吃了一盒糖糕，正欢喜着，就发觉三弟膝头上的绢花，心头有些吃味儿。这绢花好看，她也要丈夫给她买一朵去。第59章，带媳妇看她的野梨子去。三弟看着傻，对三弟媳这么疼爱，头回上街买东西，就知道给三弟媳买这么好看的东西。这边沈秋梅看着三房夫妻从屋里出来，挺有些羡慕的。三弟跟在三弟媳身边，很乖。自打三弟媳进门后，三弟没有发过脾气了呢。就要过年了，家里没事干，宋九跟着丈夫出门，家里人也不管，于是宋九被丈夫带上了山，说要带她看野梨子去。山顶的雪还没有融化，越积越厚。宋九走得很艰辛，任荣长看着已经没入媳妇膝盖的雪，随即在她面前蹲身上来，我背你。宋九看着眼前宽阔的脊背，欣然地爬了上去。被这么高大的人背着，看到了平素她看不到的高度，宋九还觉得挺奇妙的，伏在丈夫背上，感受着他温热的体温，心头甜滋滋的。媳妇儿就在前头了，快到了，你别怕，他很听话的。任荣长腿走得快，在雪地里留下一行脚印，直接走入了森林边沿。任荣长还没有将宋九放下，前头就传来狠厉的野兽嘶鸣。宋九吓得全身一抖，任荣长连忙停下脚步，说道：“媳妇儿别怕，是野梨子的声音。”宋九有丈夫保护，心头一安，就见前头雪地里一只像猫却比猫还要大点的野兽朝着两人冲过来了。刚才那一声吼是这家伙发出的声音吧？宋九紧绷着心不敢出声，任荣长也没有将他放下，而是紧紧地背着他。野梨子跑过来了，朝着任荣长就飞扑过来。以前一人一兽相见，那必定是翻滚在雪地里玩闹一番，但这一次任荣长却一把将野梨子推开了。我媳妇儿初次见面，可不能吓她。宋九的脚终于落了地，却躲在丈夫身后看着野梨子，这么近看就像指甲猫似的，那模样就跟指甲猫一样的可爱。野梨子头回被主人拒绝，似乎生气了，在原地转圈圈，一副要攻击两人的样子。没想任荣长拉着宋九的手摸到了野梨子的头上，原本要攻击两人的野梨子被宋九抚摸，突然站着不动了，还好奇地看了一眼宋九，闻了闻，随后将头朝他掌心蹭了蹭，竟然没有拒绝。任荣长也是一脸的惊奇，跟我一起打猎的他们可不敢靠近这只野梨子，他不让他们碰的。宋九试着靠近一点，没想野梨子到雪地里，任由他抚摸。怎么可以有这么可爱的动物？宋九立即喜欢上了。只是看着温驯的野梨子，发现野兔时可不腿软，拔腿就跑，转眼将雪地里出来寻找吃食的野兔赶到了两人面前。任荣长手上功夫快，随手一抓就活捉了兔子。宋九算是明白了，难怪他跟村里人走散的时候，他带着野梨子离开的，后来猎到了那些皮子，也有这只野梨子的功劳。
有野梨子的帮忙，两人手上弄到了好几只野兔子，绑了兔脚串在老树下。宋九正忙着，突然抬起头来，他茫然地看向四周，茫茫大雪中，除了树木枯草，没有行人，也没有野兽靠近。可是宋九却听到一个心声：救我，救救我！宋九站了起来，他四处张望，还是没有寻到半个身影，不由得抬头看树，树上除了厚厚的积雪，也没有谁爬树上蹲着。宋九走了几步，犹豫了一下，他开始徒手刨雪。第60章，雪地里刨出了个大活人。任荣长终于看到了媳妇的异样，疑惑地上前问是怎么了。宋九也不知道，明明没有看到人，他听到有人喊救命，要不是有荣长在他身边，那不得吓死。任荣长见媳妇双手扒雪，被冻得通红，这就上前抓住她的小手捂怀里，说道：媳妇儿，你要扒雪做什么？我帮你。你是要滚雪球吗？宋九摇头，他也不知道是不是雪地里躺了个人，这声音很微弱，但他的确听到了。任荣长帮着刨雪，原本还不知道方向的两人，没想刨了几下，露出一片衣角。这一下宋九将手从丈夫怀里挣脱出来，也不顾雪地里的凉意，夫妻两人徒手刨了起来。越往下刨越是露出了衣裳，没多会儿，一个气息微弱的人露了出来，对方却是位老妇，年纪50上下，身上衣裳单薄，也不知在雪地里埋了多久。若不是宋九能听人心声，大概这人就这样被活埋了。任荣长背起老妇，宋九抱着兔子，夫妻两人告别了野梨子，赶紧往山下去。宋九高一脚低一脚的跟着，目光落在前头妇人的衣裳上，他刚才用手摸过了，竟然是滑溜溜的绸衣，衣上的边角有刺绣，尤其是衣角处更是有一只鲜红的梅花。只是妇人明明穿得这么好，头上身上却没有戴首饰，难不成首饰都当掉了？他这是走了好远的路，好不容易才走到这儿来的吗？宋九胡乱猜测着，就这样绣鞋浸透了雪水，一双脚都冻得麻木了，才回到了水乡村的山头。夫妻两人下山背了个人回来，有好几个村里人看到了，也有人上前追问这是什么人。宋九不吱声，任荣长长腿走得快，很快就从村道上走了过去，村里人没有问出名堂。到了任家小院，一进门，宋九生怕村里人跟着跑过来相问，就转身将院门给关上了。任婆子听到声音从屋里出来，就看到了三儿子背上的妇人，满是惊讶，将人放到了客房床上。任婆子赶紧抱了一床8成新的褥子过来盖在妇人身上，屋里连忙烧旺了炭盆。这边任家大哥已经出门请大夫去了。任婆子问情况，宋九只好如实说了。任婆子看着三媳妇怀里抱着的兔子，又看了一眼床上躺着的人，只想说老三媳妇总能撞见好事，那这个人又是个什么人物？会给任家带来好事还是坏事？赤脚大夫请了过来，上前把脉时，床上的人盖了褥子暖和些了，明显体温也恢复了过来，人仍旧是昏迷的。赤脚大夫看了一眼，就朝任婆子说道：这人饿了好几日了吧，嘴巴子都干皮了，嫂子家里要是有小米粥的话喂一点，硬食怕是吃不下。家里还真存了些小米的，就是小米金贵，任婆子平时都舍不得吃，不过救人一命要紧，她赶紧去厨房煮粥。屋里大夫把了脉，就立即写下药方，无奈的看向任老头说道：我那儿都是普通的草药，这药方上的还得去城里抓药，怕得你们走一趟了。任老头这就叫老大老二去一趟城里，年底几天了，也不敢让一个儿子出门。上一次赵家那事儿虽然过去了，还是得防着点儿。任家两兄弟赶着牛车出门。宋九得知床上的人还有救，松了口气，他这就跟着入了厨房，默默地坐在灶口前帮婆母打下手。来任家这么久，的确没有看到过婆母煮小米粥。宋九有些愧疚地说道：娘，我这是多带了一张嘴回来。第61章，学了手艺，一世无忧。说完，宋九将她丈夫给的那2两银子私房钱就要交给婆母，她也是无意中救下的人，也有可能给任家带来麻烦，就说眼下就得多养一张嘴，还要抓药也要钱。任婆子没想到3房还有私房钱呢，不过数目不多，想起大房2房，3房还是少的，并没有接三媳妇的钱，说道：你也别自责，遇上了这事能不救吗？你这孩子有福运，指不定这个人能给咱们家带来好处呢。再说不过是些要钱，老三那些皮子卖的钱足够咱们家用的，有余钱就做点好事，也没有什么。宋九没法，只好把银袋收了起来，见婆母是真的没有生气，他也就放心了。等那人醒了后，他就去听一听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要是真给任家带来麻烦的，那就等人一醒将人赶走便是。任婆子一边做饭一边说道：这个人有些奇怪，那衣裳料子不简单，上头的刺绣也不是出自普通绣娘之手。任婆子越想越是不对，看向宋九说道：三媳妇瞧见了吗？那衣角一枝红梅。宋九的确见到了，他头回见到有人刺绣把绣品绣活了，就像一只真的带血的红梅粘在衣角上。娘，你说这人会不会是个厉害的绣娘？宋九见过的人不多，从小到大也就安城这点地儿，甚至连入城都没有几趟。
他想不出对方会是什么重要的身份。不过宋九这话提醒了任婆子，任婆子自然是见过世面的，她停下手中的菜刀，看向宋九，有些激动地说道：“以前我听人说，江南梅绣大家会在绣品的一角绣一只白雪压红梅，瞧着这个有些眼熟。”宋九疑惑地看向婆母，他婆母不是庄户出身吗？怎么什么都知道？江南梅绣听都没听说过。任婆子想到一事，立即叫上宋九出了厨房。婆媳两人来到客房，此时屋里无人。任婆子来到床边，就翻看那衣裳一角，白雪压红梅，这绣工简直是活灵活现。任婆子看了一眼红梅后，立即翻开衣角的另一面，没想到映入眼帘的背面竟然是一只白狐。这竟然是传说中的双面绣，而且两面绣的花样都极为复杂。这种绣工手法，那都得家族传承，绝无可能外传。再说，即使眼前躺在床上的人不是江南梅绣家的传承人，那也必定是某位名绣之后。任婆子惊得说出来话来，宋九却是头一回开了眼界。婆媳两人又悄悄地退了出来，回到厨房，任婆子感叹道：“只可惜没听说过江南梅绣的雪梅背面是什么，也没有人说江南梅绣的绣品是双面绣，看来还得人醒了才知道身份。不过老三媳妇这次你真是撞大运了，这个人不简单，若是可以的话，你或许能拜这个人为师，也能学门手艺，一世无忧。”宋九呆呆地看着婆母，他拜师？他做的针线活都只是小孩子缝补衣裳的粗针，二嫂给他的花布，还有丈夫给他的花布，他就一直没舍得做成衣裳，就是怕自己的针线活不好，做坏了衣裳。任家两兄弟抓回了好药，要钱真不便宜，转眼去了3两银子。二房屋里，杨冬花听到要钱银子，心头就郁闷了，都说三弟媳有些神乎，运气好，那这一次捡个人回来是怎么一回事？吃任家的用任家的，还得留院里过年。任广江听到媳妇的抱怨，忍不住帮着三弟媳说了一句：“这在山头撞见了，难不成见死不救？就是你上山看到了也会救的。”杨冬花撇了撇嘴：“那可未必，万一救回来个祸害。”第62章，让人心疼的孩子。娘说了，大过年的就别计较这些小事了，明年咱们一家人努力的赚钱就是。杨冬花仍旧不开心。除夕夜里，宋九带回来的这人还没有醒。宋九知道大嫂二嫂对带回来的人有些不喜欢，他便主动去照顾这人。宋九干活向来手脚麻利，想着大过年的将婆母翻出来的7成新衣裳给对方换上，又将对方手脚抹干净，烧忘了炭盆，他便这样守了这人2夜。第3天夜里，宋九正打盹呢，床上的人突然睁开了眼睛，对方看了一眼床沿边趴着的瘦小身影，有瞬间的疑惑，随即才发现自己是被人救下了。屋里的炭盆不知几时已经熄灭了，床边趴着的人就这样又冷又硬地坐着，这么下去不得生病才怪。醒来的老妇伸手将身上盖着的棉褥子往床边的人身上挪过去一些，借着微弱的灯火看着这个小姑娘的侧颜，是这孩子救的她吧，还这么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她，瞧着这孩子也挺心善的。大半夜的，宋九突然醒来，就发现床上的人早已经醒了，他甚至一直在看着自己。宋九连忙起身，就看到盖了一半在他身上的褥子。您刚醒，应该饿了吧？锅里还温了粥，我这就端过来。说完，宋九转身出去。老妇看着他离开的背影，身上穿着的还是补丁衣裳，可见这家里并不富有。没一会儿，宋九带着一身凉气的从外头进来，到了床沿边，便细心的端着小米粥喂给他喝。老妇喝了一口，小米粥清甜温温的，瞧着这孩子一直温在锅里的，就等他几时醒来了。老妇的确饿得不行了，走了那么远的路，连口干粮都没有，着实是走不动，倒在了地上。下了1天的雪，就把他给埋雪地里了。所以说，缘分就是这么的神奇，深林边沿又岂会有行人？又是大过年的，更没有可能有人上山，偏生他还是遇上了这小姑娘，被他给救下了。碗中的粥喝完了，老妇听到宋九咽口水的细微声音，老妇看向他：“你喝过小米粥吗？”宋九还真没有喝过，在任家院里日子过好了，也不可能吃到小米粥，多是吃粗面。对方见宋九摇头，颇为意外：“你煮的时候不悄悄地尝一口？”娘说米缸里的小米不多了，我想着您身子虚弱，小米粥养人，我反正身体健康，能吃饱就很知足了。老妇听到这话，眼眶一热，来到异乡遇上这么一个善良的姑娘，自己明明可以偷喝，她却忍住了，只为了替她省下一口，她何德何能？老妇没说什么，看着宋九端着空碗出去，转眼又进来，准备陪在她床边守夜。老妇看着床沿边已经挽起了头发，还带着一朵可爱绢花的小姑娘，一脸慈祥地问道：“你这么小就成婚了？”宋九点头：“我是任家的3媳妇。”于是宋九也将水乡村的情况说给了老妇听。老妇听了后放下心来，是淳朴的庄户人家，自己倒可以安心在这儿养一段时间。这一下宋九也没了睡意，陪着老妇说话到天亮，却硬是没能打探到对方的底细，对方也没有什么心理想法，多是打听安城的情况。天亮了，任家的儿媳妇要回娘家走亲戚，大清早的，
大房二房俩媳妇就已经打扮漂亮的从屋里出来。第63章，好好照顾默娘子。任婆子看了一眼，交代他们早去早回，大雪天的也别在外头耽搁了。杨冬花应得欢快，至少这一次婆母没有交代他们必须回来吃午饭，这样的话她还想在娘家吃了晚饭再回来。宋九正好从客房里出来，梁嫂子瞧见他还是昨个儿穿的补丁衣裳，眼下一团黑眼圈的，一看就知道他照顾那老妇一夜，三弟媳也真是心善，不怕吃苦头。任婆子看着三媳妇，立即问情况。宋九说人已经醒了，只是恐怕还下不了地。任婆子听了，这就大着嗓门朝屋里丈夫喊了一声：“孩子他爹去后院里抓只鸡来杀了熬汤。”任老头还有些奇怪，孩子他娘不是每次都自己做主，这会儿叫得这么大声，莫不是故意说给客房屋里人听的？正要出门的杨冬花脚步一顿，回头看向婆母：“娘，我们晚上回来吃饭，有鸡汤喝吗？”任婆子瞪了他一眼，就知道吃。你好好的一个人喝什么鸡汤？赶紧出门，天都不早了。杨冬花撇了撇嘴，这就走了。婆母是受三弟媳的影响，只顾着那个陌生人去了，一个老妇人救他一命，又有口饱食吃，已经很不错了，竟然还杀鸡熬汤给他喝，家里人都没有这待遇。两房夫妻都已经出门了，任家院里瞬间安静下来。任婆子亲自在厨房里杀鸡，宋九帮着婆母打下手。熬汤的时候，任婆子笑看着宋九，交代道：“你可记得一直守着他，老三媳妇不怕辛苦，平时扫鸡笼的苦活，那谷子劲拿出来。”宋九全听婆母指挥，应下了。鸡汤熬好了，任婆子也不去客房，直接让宋九端去。等宋九端着碗快到客房门口了，任婆子大着嗓门交代道：“三媳妇就回来的人，你负责照顾好，吃的用的也都记在你三房的门下，你可得听好了。这只鸡不是白杀了，以后三房得还上。”宋九惊讶地看着婆母，任婆子看似说的严厉，脸上却是笑容，还朝宋九挥了挥手，催着他赶紧送进屋里去。宋九推门进了屋，来到床边，果然躺床上的老妇人脸色有些不好看，小声问道：“你婆母每次都这么凶你的吗？你怎么不知道还嘴呢？我瞧着你说人家也没有分家，吃只鸡还要你三房还上。”宋九心情微妙，他听婆母的话，恭敬地将鸡汤送上，也由着老妇数落。宋九越是不吱声，一副忍气吞声的样子，老妇越是看不惯，你做儿媳妇的这么懦弱。老妇有些怒其不争，没想宋九叹了口气，说道：“我在娘家时更穷，我亲娘还想将我卖到青楼去，我好不容易嫁到了有粮食的任家来，我除了会干农活，其他的什么也不会，不像家里的大嫂二嫂娘家好。其实没事的，我娘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对我极好。”老妇听到宋九这身世，一脸的惊讶，她以为任家已经够穷的了，没想到这孩子的娘家更穷，竟然穷得卖女儿，还敢迈入青楼，有没有一点良心？老妇刚要喝鸡汤，突然想到了什么，将手中的碗送到宋九面前，交代道：“你先喝两口。”宋九错愕。第64章，这孩子有天赋呢，叫你喝就喝，怕是长这么大没喝过鸡汤吧？宋九茫然地接过汤碗，用勺子喝了一口鸡汤后，立即将勺子擦拭干净，才交给老妇。老妇笑了：“你不多喝两口呢，反正你婆母也不知道。”宋九垂下头去。老妇只想赶紧养好自己的身份，不想在任家待了。喝了鸡汤还真是养人。老妇的身体暖和了，扶着床慢慢地下了地。她没有起身，想必养几日基本能走了。宋九把碗放回去，又进来了。她说她会揉腿，给老妇揉一揉，还说起她丈夫先前打猎伤了腿的事，也是这么揉好的。老妇惊讶地看着她，也任由她揉着腿，原本没有什么期待的，没想到这孩子一上手还挺舒服的。老妇终于松了口：“你以后叫我默娘子就好。”宋九甜甜的应下。默娘子的目光这就落到了宋九的一双手上，瞧着粗糙的很，这么小就这么粗糙，要养回来也不容易，真是可惜。你会做针线活吗？宋九对上默娘子的目光，他连忙点头，说自己会做衣裳，就是只会粗针。果然默娘子更失望：“你这双手不养好，也成不了绣娘，你大概也不识字吧？穷人家的孩子怎么可能识字？”宋九连忙答道：“我偷偷学过，我会背春秋经。”默娘子差一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一张口就说会背春秋经，这孩子即使悄悄学的，也不可能买得起书本，最多三字经千字文的启蒙书。你背给我听听看。他家傻夫就天天念给他听，他何止会背春秋经，他还会背不少书，都是他家傻夫念给他听的。识字的话也只有开蒙的阶段，但是宋九不气馁，他很勤快的。宋九一字不漏，谈吐清晰的将春秋经背了出来，还真让默娘子心服口服。一番询问之下，默娘子发现这小姑娘勤快务实，脑子还灵活，尤其记性好。随即默娘子想到了什么，叫停了宋九，她将换下的那套锦衣拿出来，将边角绣的那只梅给他看。你看着这只白雪压梅的花样，把上头的针线纹路记住。宋九虽然不明白他的意思，但是要记住这梅花并不难。他看了一眼后便点头，
我记住了呢。默娘子接着翻开第二面的白狐，交代他：你再把这上头的纹路记住。宋九仔细看，不过这一次看得久了点，他突然发现明明梅花的纹路记住了，可是看到白狐的纹路就特别容易混淆。默娘子见他盯着白狐看了好一会儿，颇有些失望，说道：是不是记不住了？宋九却是摇头：我都记住了。默娘子惊讶地看着他：你将两面的纹路都记住了？那你说白雪压梅用了多少针面，白狐又用了多少针面？宋九不懂针法，便以纹路的不同来分辨，答道：梅花用了10套针面，白狐……宋九停顿了一下，默娘子却是一脸期待地等着他回答。白狐，我只看出了26套针面。默娘子惊叹一声，头一回有人有这悟性，其实不是多少套针面的事，而是这孩子明显不懂这些，但是门外汉却能一眼记住这些纹路，并看出纹路中针面的不同，可见这孩子聪明有天赋。要是默娘子年轻10岁，遇上如此有才气的姑娘，定会收她做弟子，但是现在她朝不保夕的，哪怕收徒弟，连江南梅秀的招牌都要保不住了。默娘子轻轻叹了口气，从刚才的欢喜中又平静下来，唯有垂着头等着的宋九将他心里所想的全部听了去，他的心头是震撼的，婆母竟然猜对了，这人真的是江南梅秀的传承人，只是不知遇上了什么事，连招牌都要保不住了。那对方大概也不会收自己做徒弟了吧。第65章，勤快的学刺绣。想到丈夫上山打猎失踪的那些时日，宋九真的很想拜这位大家为师，他想学门手艺，从此以后他家傻夫再也不用上山打猎冒风险，他也能养活他家傻夫。我乏了，你出去帮你婆母做事吧。默娘子催着宋九出门。宋九乖巧的从屋里出来，到了外头就见婆母正等着他呢，婆媳妇两人赶紧进了正屋。任婆子欢喜的问道：他怎么说？有没有动容？宋九心头苦涩，把自己打探来的告诉了婆母。任婆子听了很是遗憾，想不到真的是江南梅秀大家，可惜了，你但凡能学他一丝半点的，也足够你在安城富足的过一生。宋九心头又起了希望，对呢，不能拜师，那就趁着他养伤的这段时间，自己能学一点算一点，能教会他刺绣，普通绣娘的水平，他也能赚钱了，他又不怕吃苦。宋九从正房屋里出来，他立即回三房屋里，把压箱底的花布翻找了出来。他家傻夫在屋里看书，看到媳妇翻箱倒柜的，立即上前帮手。宋九拿着花布和针线就要出门，就见他家傻夫一脸委屈地站在门口。这段时间只顾着照顾默娘子，已经有好几个夜里让他家傻夫独守空房了。夫君，你等我，我今晚陪你睡。有媳妇这话，任荣长高兴坏了，笑得咧开了嘴。那我洗得香香的等你。哎，他家傻夫君怎么这么乖，就不闹了。宋九这就拿着花布进了客房，他要给自己做身新衣裳，就是针线活不好。默娘子对宋九还是挺喜爱的，又救了他的命，看着他拿针的手便是摇了摇头，说道：我给你做，保证做身好看的衣裳，还给你绣好。宋九却是摇头：我只想向您学学怎么做衣裳，不然您走了，我以后还是不会做衣裳。这孩子倒是说的诚恳，小小年纪，爹不亲娘不爱的，在婆家也受气，自己不会做衣裳，谁还能帮他？成，我教你做衣裳。默娘子真是手把手教的，看着宋九笨手笨脚的样子，有时候生气了也骂人。宋九一直不吱声，却如饥似渴地学习着默娘子教的针法。不过半日光景，宋九的针握好了，一针一针的也均匀了。默娘子看着挺满意的，这孩子没根底，好在人很聪明，脾气又好。宋九只顾着学刺绣，可不像大房二房那样回娘家，她也不想回娘家走亲戚，倒是少了一桩事。这边任家二房的杨冬花将丈夫任广江带回娘家后，那叫一个热闹的。聊天中，杨冬花一高兴，将丈夫跟着传出了一趟远门赚下了50两银子的事都说出来了。任广江当时还忍不住瞥了一眼媳妇，这事儿怎么拿娘家来说了？杨家人听了一脸的震惊，跟一趟船做点苦力就能赚50两银子，那是捡钱呢，这么好的机会。杨母很是动心，立即看向女婿，说下次若是有这好差事，能不能带上大小两舅子跟着去，这不都是年轻小伙，有力气。任广江看了一眼大舅哥，又看了看小舅哥，都长得不结实，也是杨家的生活差了些，杨家地也不多，大概也不怎么下田干活，这样带过去吃不消呢。任广江口直心快，直接拒绝了，毕竟去外地的人不能太多了，所以过去的人都要一人顶2到3个才成。杨母心头不舒服，立即看向女儿杨冬花。任广江不想媳妇在娘家受气，便说道：要不大舅哥一口气扛3袋粮食，试着走出院子，要是能成，下次就带上他。第66章，没力气的杨家兄弟。杨母心想着女婿能办到，他家大儿子也能办到，50两银子再向他们招手，岂能错过？于是杨家大哥杨大福听了爹娘的话，从粮仓里扛粮食，可是扛上1袋100多斤的粮食，再往上加1袋时，他便起不来了，又怎么可能扛3袋去？杨大福试了几次没有成功，不干了，
看向妹婿，我就不信一个人能扛3袋。任广江这就叫大舅哥帮手，他当场扛起3袋粗食就往粮仓外走，脚步还虎虎生风，并说他们卸货的时候都不带停留的，扛着袋子就跑，不然8个人怎么做得完那么多的事？这一下杨家人都心服口服了。养母还是有私心的，就算自家儿子差一点，那女婿是个包头工，就不能在那些苦力身上抽点钱，把大舅哥带上分点？那些人也不敢说什么呢，怎么这么犯傻？有了这事儿起的心思，杨冬花悄悄摸摸的给母亲拿了1两银子做家用的时候，养母也没见多高兴，不像上次给300个大钱还笑嘻嘻的。养母周氏拉着女儿交代道：“你这肚子怎么还没有动静呢？瞧着你夫婿脑子灵活，有能力的人，时间久了感情淡了，你压不住他了，就得这孩子管着他。”杨冬花不觉得丈夫会有2心，再说一向都听他的呢。娘，你别担心，他都听我的，而且跑船那几天没有回来，一回来也不找公婆，就直接找我，啥都告诉我了。周氏松了口气，女儿能管住就好。于是周氏又问起任家的情况，这老大媳妇怀了身孕，那不得受任婆子看重。说起家里的大嫂和3弟媳，杨冬花有不少话说的，尤其是她那3弟媳很神乎，说了好几桩事后，杨冬花差点顺口把酒窖的事说了，好在收了嘴。3弟媳的确有福运，我不得不佩服，她也挺讲义气的，娘就放心好了。在任家我就看不惯大嫂，每次都以秀才之女的名气压着我，她是咱们3个儿媳妇当中会识字算数的，嘴巴子也厉害，我就是不喜欢。周氏听了生气说道：“嘴巴子厉害的没有口德，哪天报应到她肚子上？”杨冬花一听脸色一变，连忙开口：“娘，不准这么说，快呸2声，把话收回去。”周氏皱眉看着女儿：“你不是讨厌你大嫂吗？怎么还这么护她？说都说不得。”娘，我跟大嫂是不对付，但是不关她肚子孩子的事，再说这孩子也是我的大侄子，你快呸2声。周氏没法，只好呸了2声收回话，又有些恨铁不成钢的看着女儿：“你又说讨厌她，却还要护着她肚里的孩子，怎么说我们也是妯娌，同一个娘胎肚子里出来的兄弟姐妹也会吵架，何况我跟她，但是大嫂再怎么说也是我婆家大嫂，我计较她做的事，但是我还是把她当妯娌看的。”杨冬花这话说的周氏不好再编排她家大嫂了，只好叮嘱女儿，在任家就要做个强势点的儿媳妇，别让大房3房给压前头了。杨冬花听到耳朵都起茧了，嘴一撸，眼神落母亲的手上：“娘，银子都给你拿回来了，你还怕我压不住他们？我有分寸的。”周氏虽说收了女儿1两银子，心头还有些想法，女儿也不是省油的灯，她丈夫出了一趟船得了50两银子，即使交了一部分给她婆母，总归也落下一些的，绝不可能这么少。冬花呀，你二顺哥还没有娶媳妇呢，你也帮他上点心，娶媳妇都费银子，家里钱不多，你大哥也就这点出息。杨冬花每次回娘家都带钱，不都是为了2哥没娶媳妇吗？不然哪有嫁出去的女儿把钱往娘家送的？第67章母女吵架了。娘，你把我给你的钱全部留着，2哥成亲钱你可要好好攒着，下次我丈夫再出门，我还落下一点再送回来，等2哥以后成了婚，我也不能总顾着娘家了。这事儿婆母不知道，我夫君知道也都顾全我体面，可是时日久了，我也有自己的小家要顾着，大哥2哥也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自己想办法赚钱。周氏没想到女儿早已经做好了打算，瞧着这回送钱回来，让周氏尝到了甜头，这会儿听到女儿以后不会再送钱了，就心头不高兴了。你大哥2哥能有多大？2哥才18岁，你在乎他们几年？等他们到30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娘也不强求你。杨冬花一脸震惊地看着他娘，30岁是长不大了吗？我丈夫也才18，就懂得出去打零工赚钱买糖糕给我吃了，2哥18了还没有娶媳妇，果然是有原因的。娘，你可知我3弟才17岁，他是个傻子，傻子都知道上山打猎赚钱给他媳妇买绢花，2哥在干什么？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偷懒。被女儿反驳了，周氏很不高兴，你拿你2哥跟傻子比，他天生神力，这是老天爷对他的补偿，所以才生下来是个傻子。至于你丈夫，他若是不聪明，当初娘也不会给你挑这门亲事，你这好亲事还不是娘给你找对了，你现在反而拿他跟你2个哥哥比，你有没有良心？杨冬花头回跟母亲吵架，听到母亲这话，心头也不好受，她的确着急了，但是事实就这样。以前在杨家做女儿，她什么也不懂，自打嫁到了人家，成了儿媳妇，她便慢慢的懂了。她在任家若不是她丈夫勤快又聪明，还得公婆欢喜，她会有现在的好日子过。未出嫁时靠父母靠兄长，嫁了人她只能靠自己的丈夫，丈夫才能给她体面。母女2人在里头吵起来，外头坐着喝茶聊天的男人们不免也听到一些动静。任广江立即起了身，就要往里头走，被岳丈杨兴拦了下来。这边大儿媳妇齐氏赶紧进去劝婆母。很快母女2人的争吵声停下来了，杨冬花从屋里出来，看到疼她的丈夫正关切地看着她，这就说道：“夫君，我们回去了。不是说
在娘家吃了晚饭再走吗？杨冬花执意要回去，杨家人挽留也没有用，夫妻两人出了门。大过年的来走亲戚，买了那么多的东西，又给了钱，结果杨家人的回礼不过是一升粗面打发了。杨冬花看了眼手中的粗面，心头不好受。任广田见媳妇心情不好，安慰道：“别急，天色还早呢，咱们去一趟城里，咱们今天多买几盒糖糕带回去给家里人吃。”这是丈夫在给她圆场，不想婆家人看到了杨家的回礼，觉得小气，才自掏腰包买些东西充数。杨冬花看着丈夫同样18岁的年纪，她丈夫却知道周全所有人，而家里的二哥却只知道娶媳妇没银钱，还得他来资助。夫君，你会一直对我这么好吗？看着丈夫，杨冬花越来越上心。出嫁人家之时，她对这个丈夫没有什么感觉，甚至因为丈夫每晚的热情劲，还有些提不起兴致，总是半推半就的。但是相处之中，不知不觉她已经对丈夫有了深厚的感情，她甚至都不太想回娘家了，只想跟丈夫一起，将来再生几个孩子，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第68章，她丈夫很疼她。任广田听了，摸了摸媳妇的额发，笑道：“那自然会一直对你好呢。”杨冬花高兴了。杨家没有回什么礼，夫妻两人就去街头买一些带回去。任家院里，大房二房都在傍晚回来的。那会儿宋九已经跟着默娘子学了一天的针线活，她现在自己做衣裳不成问题，只是刺绣却还没有开始教她。大媳妇探亲回来，沈家回了1块猪肉，2升粗面，还有沈母给腹中小孩做的2身衣裳。任婆子看了大房的回礼，顺势问道：“上次给你们大房的那1两银子送娘家去了吧？”这声音不小，几房的人都听到了。沈秋梅脸色微变，婆母是在她身上安了眼睛吗？什么都知道。大媳妇不说话，大儿子又是个忠厚老实的，有什么全写脸上，所以说大房是半点私房钱都没了，唯一的1两银子也要送到娘家去。任婆子明显有些生气，她这才看向二房，就见二房带回来1升粗面、4盒糖糕，还慷慨的给每房1盒，像是算好的。任婆子看一眼就知道什么个意思了，于是看着老二媳妇说道：“这回门里有些厚重了，你拿了多少银子送娘家去？”杨冬花躲丈夫身后不说话，这是二房的私房钱，二房可以支配。任婆子也只是说说，这就叫人将糖糕给分了。大房屋里得了1盒，任广田还忍不住叹道：“头回吃到这甜食，难怪你上次在娘那儿尝到后一直惦记，味道果真是不错。”沈秋梅自然喜欢吃，只是到手的银子又送到了娘家去，她都没舍得买来吃。宋九还在客房里做自己的新衣裳，外头的声音不仅她听到了，默娘子也听到了。默娘子才想起今个儿正是正月女儿回娘家的日子，于是默娘子看向宋九，小声问道：“你怎么不想着也回趟娘家，也能骗过你婆母得到银子？”宋九朝默娘子笑了笑，摇了摇头：“我夫君用命换来的银子，我才舍不得带回娘家。真回了娘家，我也不会给钱，直接给粮食，也免得他们把我当摇钱树。”默娘子听了，发觉这孩子是顶顶聪明的，他外头2个嫂子都是傻，自己手头的私房钱不留着都给娘家去了，不如平素多回几趟娘家，买些吃的用的送回去，这样还能落得一个好。你这人呢，看着老头又傻气，却活得通透，跟着我好好学吧，我这手艺不能传承给你，教你做你自己的衣裳是不成问题的。宋九欢喜的点头。吃晚饭时，任婆子还是没有忍住，看着3个儿媳妇便说道：“你们现在年轻不懂事，想不到这么周全。我作为过来人，身为你们的婆母，不得不提一句，当初准许你们各房留点私房钱，是让你们经营自己的小家，而不是顾着娘家人去，不然我这个当婆母的也想顾着娘家，那你们留我这儿的钱，还想买田地，还想咱们家有口饱饭吃，将心比心，你们看我几时顾着娘家人？”任婆子这话倒是点醒了杨冬花，她看向婆母，还别说婆母这话说的对，要是个个顾着娘家人，那婆母掌管整个家的钱和粮食，那不是想搬走多少就多少。若是自己知道婆母顾着娘家人把家底掏空了，杨冬花觉得自己一定会生气，甚至会闹着分家。第69章，稳住他家的傻夫君。所以说你们现在年轻，你们才出嫁，顾着娘家是念着以前的情分，等以后你们自己有了孩子，这赚来的钱是给娘家送去呢，还是留给自己的子孙呢？你们好好想一想，你们的私房钱我是管不着，但是你们不要没钱了作践我的儿子，我看着心疼。任婆子说完，饭没吃饱，也直接放下了碗筷，起身回里间了。桌前3个儿媳妇都不说话，任老头心记着孩子他娘没吃饱，于是端了1碗饭送到屋里去了。宋九见大嫂二嫂都抢着收拾碗筷，他不好参与，干脆回屋去。他还有事要办，每一刻的时间他都不想浪费，他只想一直待在默娘子身边，时时刻刻的都在学着刺绣。婆母早上给他的绣架，这会儿他回屋里拿出来，随即将婆母给他的丝线都带上了，就要出门去客房，门口就站着他家傻夫君。媳妇儿，你今晚不是要跟我睡觉的？宋九脸颊微微一红，可得稳住了他家傻夫，不然闹起来可能会发脾气。
于是她只得将针线放下，这就拉着丈夫进了屋，随即将丈夫安置在板凳上。她坐着都能与宋九平视，这高度，哎，她什么时候能长高一点？宋九犹豫了一下，便捧起丈夫的脸，刚要吻上去，结果他家傻夫瞪大着眼睛看着她，看得她脸颊烧得通红，想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媳妇儿，你是想现在跟我圆房吗？门外有声音，宋九本能的伸手捂了丈夫的嘴。三房的门没有关紧，大嫂过来了。三弟媳，我回娘家给你带了个好吃的。沈秋梅才到门口，就看到三弟搂着三弟媳的小蛮腰，三弟媳依偎在三弟的怀里，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在做什么，用脚趾头都能想到。沈秋梅赶紧退了出去，脸也烧红了。没想到啊，三弟媳这么豪放，大白日的天没黑就跟三弟那啥了。宋九连忙开口，大嫂，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宋九赶紧要挣脱丈夫的手，他家傻夫却扛上了，手扣着他的腰不放。沈秋梅可不听三弟媳这话，明显是狡辩，她赶紧将吃食放到门口，转身就跑了，挺着个大肚子，还跑得这么快。宋九感觉自己说不清了，可是他夫君却来真的了。许是知道了他刚才的意图，大掌突然扣到他的脑后，强行吻了上来。宋九感觉到了窒息，明明他是站着的，气势上却不及他家傻夫，一双手臂轻轻一用力，他就动弹不得，整个身子被他裹紧在怀中。一个深深的吻，可见他家傻夫有多生气。这几日没能陪他没有在院里闹起来，已经是听话的了。宋九快没气儿了，任荣长才松开他，两人紧紧地贴在一起，彼此呼吸急促。宋九又闻到了他身上的淡淡青草香，真的很好闻，让他有些痴迷。也不知几时，宋九坐在了傻夫君的大腿上，三房的门还没有关呢，大嫂的东西还放在地上。媳妇，我出汗了，很热，那得赶紧喝凉水。宋九就要起身，仍旧被傻夫君拉回怀里，他似乎兴致没完，一双铁臂将他圈住，又吻了上来。宋九没办法，只好寻了个舒服的姿势迎合着他，直到他的手握紧了他的腰。宋九吓了一跳，无师自通。宋九连忙要推开他，可是他家傻夫似乎有些失去理智，手已经掀开了他的衣角。宋九瞪大了眼睛。第70章，谁也不如三媳妇能吃苦。火热的吻落到了他的耳根，宋九又惊又怕的，惊的是门还没有关，怕的是他不会真把他给睡了吧。终于任荣长收了手，虽说无师自通，但还是没有寻到法子，不太懂，仍旧一脸茫然地看着媳妇，委屈地说道：媳妇儿，我不舒服，全身都不得劲。当然不舒服，年轻气盛的，又几天没有抱着他了。宋九好言好语地哄着傻丈夫，终于将人哄住了，随后接连灌了2壶凉水下去。任荣长打了个饱嗝，这一下不闹了。大嫂给来的吃食是从娘家带来的米团子，里头包了些糖，味道甜甜的。宋九吃了一个，就全部留给丈夫吃，她这才放心的拿着针线去了客房。莫娘子已经等了她许久，见她终于过来，就看到她红肿的嘴唇。莫娘子皱了眉：你吃饭还能咬肿嘴唇的，怎么这么不小心？宋九连忙捂嘴，莫娘子也没有放心上，她松了口气，将针线和绣架往桌上一放，这就手脚麻利的给莫娘子倒温水净身，还将她夫君给她买的枣豆一同拿了来。莫娘子躺在床上不怎么动，就这么看着她忙前忙后的给自己抹净脸和手，还细心的用了香枣豆。宋九蹲身去给她洗脚时，莫娘子感叹道：我要是有你这么一个听话乖巧的女儿就好了，你要不跟我走得了？若是这孩子愿意跟他走，他就收他做关门弟子，以后江南梅秀都传给他。宋九自然听到了莫娘子的心声，他的手停了停，抬头看向莫娘子，脑子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他的傻夫君。出嫁认家之时，要是遇上了莫娘子，他大概就真的跟他走了，但是现在他舍不得她丈夫。莫娘子看到宋九的表情就知道他不舍得离开，笑道：跟你开玩笑的，你也不是我的女儿。莫娘子说完，心头仍有些落寞，她看了一眼桌上的针线和绣架，问道：是你自己有心想学，还是你婆母给你出的主意？宋九心头震惊，难不成莫娘子看出来了？你婆母那样子，大概也不太喜欢你，真要是给你出主意，多半也不是派你来，该是派你2个嫂子来。宋九松了口气，想学绣活就要把手养好，你这双手一直干农活，怎么做绣活？宋九看向自己的手，的确很粗糙，从小到大干惯了农活，那手要怎么保养？算了，说这个你也不懂，先教你基本的吧。走前我告诉你几张方子，一是养手的，二是养脸的，绣娘的相貌很重要。难怪莫娘子都50了，仍旧优雅，恐怕现在这样也是这些日子给搓磨的。宋九点了点头，开心的笑了。宋九出来倒洗脚水的时候，被二嫂瞧见了。杨冬花感觉到不可思议，三弟媳捡了个老妇人回来，还要把她当长辈服侍着吗？还给人家倒洗脚水。宋九进了客房的门，杨冬花便心思一动，跑婆母屋里去。刚才还气着她的婆母，她还敢舔着脸过来问话，也是没谁了。任婆子见老二媳妇好奇，这就说道：你做不来的，老三媳妇做得来，
这事儿告诉你也无妨，咱们院里住着的这位不简单，讨好了他就能学到刺绣的手艺。你和大媳妇要是有这想法，也可以像老三媳妇那样做，不过我瞧着你们是做不来的。杨冬花撇了撇嘴，学刺绣就这么大的阵仗，床前床后的服侍着。杨冬花歇了心思，她丈夫能赚钱，她也不想做绣娘，都说绣娘费眼睛，年老了变成瞎子。任婆子看着老二媳妇出门，便是摇了摇头，她没看错，老三媳妇才能得到这大造化，大媳妇和二媳妇只顾着自个儿那点事儿，没老三媳妇聪明。第71章，手艺人是有脾气的。宋九照顾莫娘子的事，任家人都知道，但谁也没有过来搭把手。直到跟着莫娘子学刺绣的宋九，有一次扶着莫娘子出了屋，门廊下学刺绣，他在自己新做的花布衣长上绣下了一只怒放的红梅，终于让任家人另眼相看。大嫂沈秋梅到现在才知道，原来三弟媳救回来的这位可不简单，竟然能教三弟媳从无到有的学会了刺绣，这前后才几天时光。沈秋梅看着廊下学着刺绣的三弟媳，心思微动，见婆母也不管这事儿，她悄悄地跟着婆母进了正屋。娘，我瞧着三弟媳在学刺绣，不知我可否也能跟着过去学一学。沈秋梅这一次回娘家后，她想明白一件事儿，在任家3个儿子当中，就属她丈夫最老实，做家具虽说有手艺，赚钱却不多。沈秋梅也想自己能学门手艺，将来贴补家用，毕竟公婆100年以后，任家几兄弟也都分了家，最后都得靠各自的能力吃饭，家里儿孙过得好不好，也全在她和丈夫的一双手。任婆子看了一眼挺着大肚子的儿媳妇，语重心长地说道：“刺绣可是很辛苦的，一做就是1天，你恐怕受不住。”沈秋梅知道赚钱的行当都不容易，可是与2房3房相比，她若不努力些，靠她丈夫的手艺，大房家里恐怕不及2房3房的。娘，我受得住的，先学了，等孩子生了，我就能做绣活贴补家用了。任婆子看着大媳妇坚定的表情，心思也动摇，这就让她把老二媳妇一并叫了来。很快，杨冬花被大嫂喊了过来，就听到婆母说起这刺绣的手艺，她可不想给莫娘子倒洗脚水。现在人家也养得差不多了，都是老三媳妇照顾得好，你们真想学这门手艺，脸皮就要厚一点，舔着脸坐老三媳妇身边学着做，人家不赶你们走就一直别动，你们做得到就去，我不拦你们。沈秋梅听了，心动得很，有了婆母这话，她这就回屋拿绣架和针线。杨冬花心头却是不舒服的，她跟着学可以，若是莫娘子说难听的她立即就走，她是受不了这气的。很快，任家2个儿媳妇拿着针线也挨近宋九坐了下来。莫娘子正仔细地教导宋九绣活，突然看到2人靠过来，她脸色微变，半晌没说话。宋九感觉出来了，莫娘子恐怕是不会教他们2个的。沈秋梅看了三弟媳一眼，就照着她的绣品来，没想莫娘子起了身：“你们绣吧，我回屋躺着去。”这明显不想教。杨冬花听了，直接将针线往篮子里一放，她也不学了，还没有一副好脸色，也不知自己借住的地儿是谁的，也只有婆母和三弟媳把她看中。杨冬花走了，宋九本想悄悄地对大嫂提2句，屋里传来莫娘子的声音：“宋姑娘还想学，就进来，我这人有个规矩，我教谁就可以学，宋姑娘学了我的手艺，不经我同意，绝不能外传。”宋九怔住，就见大嫂一脸的尴尬。只是莫娘子话才落，正屋里的任婆子立即走出来，大着嗓门朝沈秋梅喊道：“大媳妇，别人不愿意，你过去做什么？丢脸呢！”沈秋梅震惊地看着婆母，这不是婆母私下里同意的吗？很快，任婆子又看向宋九，说道：“老三媳妇就回来的人，你负责到底，先前的要钱和小米钱都记你3房的头上，你学了这手艺就好好学，学会了赚了钱把钱还上，若不然就把老三支去山上打猎，没有猎到皮子就不准回来。”第72章，宋九终于能学到手艺了。宋九看向婆母，就见婆母面上含笑，哪有话里头的严厉。沈秋梅身为秀才家的女儿，很快就看出了婆母的意思，所以婆母私下答应了他们来学，无非是给三弟媳助力，让莫娘子记下三弟媳的恩情，一家人都做坏人，唯有三弟媳做好人。沈秋梅心头有些不是滋味，不过也怪不了谁，的确人是三弟媳救回来的，人也是三弟媳照顾的，既然人家有手艺自视清高，不愿意教，与其都学不到，不如成全了三弟媳。于是沈秋梅生气起身，也顺着婆母的话说道：“不学就不学，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宋九立即看向大嫂，就见大嫂朝他眨了眨眼睛。屋里莫娘子听了，显然生气了，立即喊道：“宋姑娘，你先进来。”宋九被喊了进去，外头婆媳2人尖着耳朵听着。莫娘子看着宋九匆匆进来，半刻不耽搁的便是叹了口气：“也只有你老老实实的，一句话都不懂得回，做儿媳妇这么懦弱，只会被人欺负的份。”宋九垂下头去，心头反而有些愧疚，他们骗了莫娘子。莫娘子叹了口气后，做下决定：“我再在任家待10天，这10天里，你必须学会我没绣的72针法，记住300幅绣样。你若是偷懒记不住学不会，我也不想教了。”先前莫娘子说没绣的手艺不传外人，
没想到他松了口。宋九喜出望外，顺势就朝默娘子跪拜下去，刚要磕头喊师傅，默娘子连忙侧过身去，语气淡淡的开口：“我教我的，你学你的，我可不是你的师傅，没绣不传外人。你学会了，以后在外头也不准说是我没绣的传人。10日光景，你能学多少是多少吧。”宋九不得不起了身，师傅没拜成，但是宋九已经很知足了。默娘子问任家院里有没有笔墨，他把这300幅绣样给他画出来，好让他记住。三房还真有一套笔墨纸砚，是他家傻夫君藏在箱底的，他上次整理时发现了，里头还有他家傻夫君练的字帖。于是宋九从屋里出来，跑去拿文房四宝，任婆子便悄悄地跟来了。是不是要笔墨？他婆母都听到了。宋九点头，三媳妇，好好学，这手艺或许能改变你的一生。咱们庄户能学门手艺是多么难得的事，学会了，你以后也不用下地干农活了，能清闲的过一生。宋九没有想这么多，她只想自己学会了，丈夫就不必上山打猎，就不会遇上危险了。从三房屋里拿出来的笔墨纸砚，纸和墨都不多了，任婆子顺手就将正屋里的也拿了出来，朝宋九使眼色。宋九将东西带到客房，就见默娘子又在翻看她的锦衣，手摸在衣角，心头想着对不起祖宗了，就教这个孩子一门讨生的手艺，想必这孩子心地纯善，也不会乱传出去的。宋九将笔墨放到桌上，就听到默娘子严肃的声音响起：“你先向我发个誓言，这辈子学了我没绣的手艺，不得外传。”宋九立即跪下发誓，若是外传，天打雷劈。默娘子松了口气，这才叫他起身。这边默娘子熬夜准备绣样，那边宋九也不回三房屋里了，一直按着默娘子的要求刺绣。绣了一夜，第2日，宋九红着眼眶来了任婆子的房里，看着任婆子，有些无法开口。任婆子倒是心如明镜，直接问道：“是不是要买丝线，还要你买布料过来练手？”宋九错愕地看着婆母，要不是婆母没有读心术，不然他都要以为自己心头所想，婆母都知道了。第73章，原来他家傻夫真的会发脾气。你好好去学，丝线和布料的事我来安排，我这就派老大和老二去一趟城里。你们要多少？16匹布，丝线更有不少，有清单。宋九将默娘子写的清单交给任婆子，量是真的多，但看到这量就知道默娘子是打算真的教老三媳妇刺绣了，这是要将没绣的传承手艺教会给她。这样的好事，作为婆母的自然是要支持的，也是三房的福气。你去吧，我会按着清单上的买回来。宋九回了客房，任婆子这就出门安排老大老二出门。两房的媳妇听到要花钱了，都有些想法，尤其是杨冬花更是撇了撇嘴，可是又不敢开口相拦。她不明白三弟媳为何一定要学这个刺绣，明明三弟会打猎又会功夫，靠丈夫就能过上好日子，非要自己折腾。这边任家两兄弟出门去了，屋里宋九却被默娘子监督着，半刻不敢停歇。接连5日，宋九不曾出过门。三房屋里，这日清晨，任荣长突然将一盆水打翻在床上，床榻全部湿了。任婆子听到声音不对，赶到三房屋里一看，就看到三儿子坐在板凳上呼呼出气，这是发脾气了。娘，我媳妇不见我，我媳妇不要我了。任荣长说的好不可怜。任婆子要怎么向老三解释呢？现在家里任何人都不准打扰那间客房，连吃的喝的都是悄悄的送到门口就退出来了。老三，乖，你媳妇在干正事儿，你不能一直缠着她。没想到任婆子话才落，任荣长一拳打在八仙桌上，小八仙桌4分5裂。任婆子吓了一跳，跟着而来的两嫂子站门口，也是被三弟的怒气给吓到。杨冬花更是头回看到三弟发这么大的脾气，以前只听说过三弟脾气大，但这么久了也不曾见到过呢。娘，我媳妇为什么不见我？任婆子没办法了，赶紧指使大媳妇把三弟媳喊出来。宋九听到大嫂的话，她丈夫在寻她，她忍不住抬头看向默娘子。默娘子看了她一眼，语气冷淡的开口：“别理她，安心的刺绣。”宋九心头也记挂着丈夫，她犹豫了，最后还是停了手。默娘子无奈叹了口气，真是成不了大事的，你去吧，气死我了。她没有时间再留下去了，得赶紧赶回去，要不是看着这个孩子有天赋又心善，她早走了。宋九从屋里匆匆出来，沈秋梅抚着小腹，劝慰着宋九：“三弟媳，三弟心地淳朴，只是脾气来了，你得顺着点，你别怕，有婆母在的。”所以他夫君发脾气了。宋九更是不淡定了，脚步飞快地往三房屋里跑。屋里任婆子好说歹说，说不通，任荣长还是在找媳妇，直到宋九在门口出现，任荣长立即起身。宋九才进来就被丈夫强行捂在怀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宋九想要挣扎出来，他却是不准，甚至将他抱得更紧了，只差没把他捂到窒息。任婆子见到老三发脾气，却是头一回看到老三的脾气瞬间消失的，没想到才进门几个月的老三媳妇还有这手段，能安抚老三的情绪。任婆子见两个儿媳妇还在惊奇地看着，就催着他们赶紧出去，
还顺势将门给关上了。第74章，宋师傅离开。宋九也是头回见识到，他家傻夫君是真的有脾气的。看看眼前4分5裂的小八仙桌，这下好了，屋里连个坐着读书识字的桌子都没有了。过了好一会儿，终于将丈夫稳住，两人在板凳上坐下来。媳妇儿，你不准去那间房里，你要跟我在一起。任荣长又露出他那天真无邪的眼神看着宋九。宋九本来有些生气的，这会儿也生不起气来，看着眼前讨好着他的俊脸，忍不住伸手捧起他的脸。你把咱们家的桌子砸坏了，我以后坐哪儿读书识字去？宋九一句话倒是点醒了任荣长，他回头看了一眼，才知道自己犯了错。不仅如此，一盆水到床榻上，可见他有多生气。宋九起身收拾床榻，任荣长看着他忙碌的背影，又发觉自己做了错事，把床收拾好了，又把碎木都捡成一堆，只得拿来当柴烧了。屋里是连张桌子都没有了呢。忙活半晌，发现身后没了动静，宋九回头看向他家傻丈夫，原来自己在罚站，低垂着头，知道自己做错了，不敢吱声。再过几天，我就陪在你身边，再也不分开，你同意吗？宋九温柔地看着他家高大的傻丈夫，果然看到了他脸上的委屈，明显的不同意，但不敢说。我再学手艺，就这几天，你听话的话，等学会了手艺，我给你做身新衣裳，还刺绣的那种。任荣长看向媳妇，似乎在考虑。你不答应，那就算了。宋九装作很失望的样子，就要转身，任荣长立即拉住媳妇的小手，将她的小手捂在温暖的怀里。那我要几天才能见到你？宋九见他软了语气，明显有商量的余地，于是说道：再过5天，好不好？任荣长无奈点头。宋九奖励他一个吻，终于把丈夫哄住。从屋里出来时，对面2房门口的二嫂杨冬花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恐怕今天三弟这样把他吓住了。任婆子在正屋里朝3房看了一眼，见三媳妇神色平静的出来，还是挺佩服三媳妇的，小小年纪挺有能耐。宋九进了客房里，默娘子淡漠的看了他一眼，突然开口：你家那个傻丈夫，你怎么这么伤心？宋九总是在内心里叫他家夫君是傻夫君，可是从别人口中听到傻丈夫3个字，他就不舒服了，本能的反驳道：我夫君他不傻，他只是单纯，他对我比谁都好。默娘子看着他护短的样子，很是惊讶，瞧着你不愿意离开任家，恐怕就是对你夫君动了心。有情有义的人着实让人敬佩，可是有时候人就是容易被表面的恭维和背信弃义的人所蒙骗。默娘子暗叫一声惭愧，这样的徒弟他更应该好好教他。好好学吧，时间不多了。72针法是梅绣的精髓，你学好了，以后遇上所有绣品绣样，你都可以反复利用这些针法组合，达成不一样的效果。真要是教你，怕得4、5年时光，你才能摸到梅绣的精华，多少前辈的经验我都无法一一教你了。学了这些，怎么刺绣，用什么针法刺绣，那都靠你自己的聪明才智。默娘子的话语重心长，她刚才那么冷漠，也是为了她能多学一点。宋九听到这儿，心头反而有些惭愧，默娘子是真心想教他的，可是他和婆母故意骗得他的信任。一向不善于撒谎的宋九终于忍不住了，他来到默娘子身边，在她膝边蹲下，诚恳地看着她，说道：师傅，我婆母其实说的那些话都是说给您听的，她就是想让我拜您为师，才故意说的那些话。我们骗了你，你不要给你婆母开脱，反正我又不教她刺绣，至于那些要钱什么的，我可不欠人情，走前我会还上，你大可放心的跟我学。宋九鼓起勇气说出来的，偏生默娘子根本不信他，只信眼睛里看到的。宋九一脸的错愕，还想要多解释几句，他毕竟骗了默娘子。谁知默娘子将他扶起来，说道：你婆母什么样的人，我看一眼就知道了。你嫁给他家老三，明知道自己的儿子有缺憾，还是用1车粮食将你换走，刚开始就没怎么将你放在眼里，要不是你聪明勤快，怕是更瞧不起你。做女人，未出阁时靠父母兄长，出嫁之时靠的是丈夫，若是丈夫靠不住，就只能靠自己。你现在小，多学一点，技不压身，别再给你婆母开脱，快学针法去。宋九一脸无奈地回到了座位，感觉这事儿解释不清了，那就听师傅的话，赶紧学手艺吧。转眼10日的时间到了，宋九已经看得出来默娘子有些焦急起来，她有重要的事要办，没办法在留院里教她。72针法，300副绣样，宋九凭着记忆全记在了脑子里，可是这些针法怎么组合，默娘子只教给他一些基本的顺口溜，之后就得他自己琢磨了。大清早的，默娘子将来时的那身锦服换上了，发髻梳得平整，这么一打扮，默娘子即使头上没有戴首饰，仍旧看着雍容华贵。任婆子正想着三媳妇学得怎么样了，突然默娘子来了正屋。默娘子从怀里拿出一个银袋放到了桌上，面色平静地看着任婆子说道：我在任家院里吃的药钱和饭钱都在这儿了，你没必要让3房来还这些钱。我走后也希望你能善待宋九，她虽然不是我的徒弟，但是我看中了这个小姑娘，真要是在任家受了委屈，我也不会不管的。还有她跟我学艺，教了大部分，她已经私下里向我发誓，绝不外传，
也希望你们不要逼他，是我不准他将手艺交给别人。老三媳妇占了便宜，任婆子怎么可能得罪他？立即应下，绝不会让大媳妇和二媳妇跟着学，他也不学，而且还会善待三房。莫娘子见他一一应下，也就放了心，这就要离开了。任家人送莫娘子到了院外，宋九独自一人坚持送师傅到村外，看着莫娘子坐村里头的牛车离开，他心头还有些不舍。相处并没有多少日子，宋九却已经将莫娘子当成了师傅一般的存在。宋九从村头回去时，村里人忍不住问他这老妇人是他什么人？莫不是他娘家的亲戚，不然怎么在任家院里住了这么久不知道呢？宋九不吱声，脚步飞快地往回走，村里人问不出来，也就直接默认这人是他娘家亲戚了。任家小院里，任婆子看着眼眶红红的三媳妇回来，说道：老三媳妇别难过了，聚散都有定数，你学到了手艺就要好好练。任婆子刚才数了银袋里的钱，有50两银子之多，于是说莫娘子离开时已经将药钱和饭钱都给了，还有余有剩的，便是后头买的布钱也够了。杨冬花和沈秋梅听了，都是一脸的不可思议，本以为是个穷途末路的老妇人，没想到人家随手能拿出银子。杨冬花还一脸好奇地问道：娘，莫娘子给了多少银子？第75章，他家傻夫君就是会疼他。任婆子瞪了老二媳妇一眼，是钻钱眼里了。多少银子你们也别惦记，我说给足了，就是银钱不少了，我把钱都存在一起，将来再有人卖田地，咱们家再买些，都是任家的财产。杨冬花不敢再细问了。宋九被任婆子叫到了正屋里，便是问他这10日里学到了些什么。他说了是梅秀的72针法和300副花样。事实上，他师傅临走前还私下里给了他3张方子，一张是药方，是内服的，吃了能养颜助容；一张是外用的，敷脸和手的，能保持皮肤细致，还能将粗糙的手养好。第3张方子却是专门用于他这双手的，秀娘的手极为重要，不仅要柔软，还要手指灵活，保养的方法自然不同。只是这3张方子是梅秀的精华，外头都寻不到，所以莫娘子再三交代了他，不得告诉任何人。这一次宋九在婆母面前将3张方子给瞒下了。回房去吧，老三怕是等久了。宋九从正屋出来，刚要回3房，大房的门就在此时打开，大嫂沈秋梅来到了宋九的面前。三弟媳，我知道你那手艺不能轻易传人，那你私下里悄悄地教我一点点，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就平素自己做衣裳绣点也好看。宋九看向大嫂，大嫂一直对他挺好的，可是他答应了师傅，绝不外传，一针一线都不准。宋九刚要拒绝，任婆子从正屋里冲出来，目光严厉地看向大媳妇，妯娌情深，但不能逼老三媳妇违背誓言。莫娘子走前也说了，老三媳妇已经发了誓，若是违背就不得好死。大媳妇，你现在怀着身孕，好好养胎，别想些有的没的。任婆子说完，也朝2房看了一眼，大着嗓门说道：以后你们都不准向三媳妇问刺绣的事，当时让你们去跟着学本事，你们没他肯吃苦，怪不了谁。2房屋里的杨冬花撇了撇嘴，他又不想学，无所谓，就大嫂记挂，还不是因为大哥不及他家夫君，他夫君会赚钱就足够了。沈秋梅听了婆母的话，又看到三弟媳为难的样子，心都凉了，倒是成全了三弟媳，可惜自己却什么也没学到。沈秋梅叹了口气，转身回了大房。宋九这才回到3房，就见他家傻夫君早已经等在里头，而屋里却放着一张新桌子，比先前那张小8仙桌还要大。宋九错愕地看着丈夫，任荣长拉着媳妇的手坐在8仙桌前，说道：我这几日也没有闲着，我去山里头寻到了干树，扛回来，又让大哥叫我做了这一张桌子。头一回做有些粗糙，我磨了2天才把棱角磨平，这样就不伤手了。宋九摸向桌面，还真的很平整。他知道大哥会做家具，但是这张桌子是他家傻夫君自己动的手，那意义又不同。媳妇儿，我以后发脾气也不砸桌子了。宋九笑了，捧着他家傻夫君的脸，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任荣长被媳妇吻了，心里痒痒的，总想对媳妇做点什么，于是一把将媳妇给扛了起来。宋九吓了一跳，没想他扛着他快步来到床边，转眼将他扔到了床上。他夫君这手劲有些吃不消。宋九刚要爬起来，就见他家傻夫君在解腰带，他惊讶地看着他这是怎么学会的？这是要脱裤子吗？宋九心头忐忑，也不知为何，心头莫名又有些期待，或许2人就这么的圆房了，也不是不好。宋九都替自己突然冒出来的想法害臊，这大白日的自己在想什么呢？谁能想到解下腰带的任荣长转眼坐在床上，他将腰带递到宋九手上，说道：腰带坏了，媳妇说了，等学会了手艺就给我做新衣裳，那能不能先帮我做条腰带？宋九呆呆地看着手中的腰带，合着他家傻夫君并没有想跟他圆房，他这是想什么呢？他刚才竟然想到了圆房。媳妇儿，你怎么了？任荣长疑惑地看着床上坐着一动不动的媳妇。宋九收回心神，拿着腰带看了一眼，还真的已经快要断了。宋九轻咳一声，
说过2日跟家里人去城里赶集，就买布料给他做新衣裳。任荣长高兴了，随即拉着媳妇的手往自己的脸上放，还欢喜地说道：“媳妇，你再亲亲我的脸。”哎，他家傻夫君。宋九只得捧起他的脸又亲了亲。任荣长心满意足的转眼将媳妇往床上一带，大白日的，夫妻2人躺被窝里了。任荣长紧紧地抱着他，宋九靠在他怀里，听到他强有力的心跳声，莫非他就这么抱抱他，不做点什么？宋九等了半晌，疑惑抬头就看到他家傻夫君的侧颜已经呼呼大睡了。就这么睡着了？宋九叹了口气，自己这10来日也是没怎么睡的，这会儿有个暖炉子在旁边，又听到这熟悉的呼吸声，他竟然也跟着睡着了。一觉到午晌，宋九突然睁开眼睛，见身边已经没了傻夫君的身影，他也赶紧起床，头回坐揽媳妇，大白日的睡大觉，婆母和嫂子们知道不得说他了。宋九很快从屋里出来，就见他家傻夫君在柴房里劈柴，一身腱子肉，连衣裳都遮不住，瞧着已经劈了一地的柴了。宋九睡白日觉有些心虚，就来到丈夫身边，把劈好的柴码好。任婆子经过柴房看到了，看着夫妻2人一同做事的样子，挺满意的，这就离开了。杨冬花金个儿扫鸡笼扫牛棚，又上山割牛草，还喂鸡洗衣，忙了大半日了。这会儿看到三弟媳在柴房，郁闷地说道：“三弟媳这一觉睡得香甜。”宋九红了脸，不接话。任婆子听了就接了话：“这点家务活你还计较上了？老二躺屋里啥也没有做，老三媳妇这些日子没休息多睡会儿，这不有老三在做事呢。”杨冬花不敢再吱声，三弟是真的疼媳妇，傻归傻，跟以前不同了，会主动给家里人做事，就想他媳妇多睡会儿呢。宋九听着婆母这话，心里也甜滋滋的，他家傻夫君就是疼他。到傍晚时分，任家人也都闲下来，没想天要黑的时候，院外有人敲门，任家人一脸疑惑的看向门口。任婆子去开的门，然而她将门打开到一半，看到了外头的人以后，立即出去，还顺手带上了院门。院里头几房媳妇都有些奇怪的盯着门口。宋九脸色微变，他不动声色的往门口走去。门外一个护卫模样的人将一个包袱交给任婆子，交代道：“主母说了，这虎皮是不会要的，以后也别往荣府送东西。”第76章荣家人的绝情。同时也希望2家井水不犯河水，就算遇着了什么困难，也最好不要来往。瞧着这意思，以后老三遇上了危险，也不要去联络荣家吗？任婆子心头一沉，脸色很难看，问道：“以后老三生死大事都不要去打扰荣府吗？”护卫点头，主母的确是这么个意思，还提醒任婆子，主母说了，早在17年前就已经交代得很清楚，所以不要再出现在荣府。护卫说完，这就走了，留着任婆子在原地生气。宋九从门缝里看到了离开的护卫，一身锦衣，腰间别着一把大刀，还挂了个荣府的牌子，戴着一顶平角帽，穿着皂靴，走路时虎虎生威，是练过家伙的。任婆子站在门外没有进来，深吸了口气，将包袱抱在怀里，这才转身。宋九这会儿已经回到了3房门口，看到婆母进来时强装笑颜的样子，心头有些难过。任老头看到媳妇手中的包袱，脸色也不好看了，夫妻2人很有默契的进了屋。二嫂杨冬花立即来到3房门口问宋九：“三弟媳，你刚才看到是什么人？”宋九吁了一口，杨冬花立即噤声。杨冬花见三弟媳又没了下文，更是好奇，娘的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宋九只得摇头，说道：“那个人我也不认识，外地来的。”杨冬花没得到消息，不免失望，还以为三弟媳特别神乎，定能给个答案。正屋里，任老头抽了2口烟，拿着烟杆子敲了敲桌子，生气地说道：“这虎皮多值钱，孩子长这么大，打猎这么多回，头一回猎到这么完整的虎皮。现在孩子大了，可是我们养大的，凭着还以为我们家巴结他们。”任老头头一回发火，任婆子心头不是滋味，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妹妹向来自私自利，只顾着自己的，甚至她嫁到任家也是妹妹一手促成的，现在倒是生怕他们想上荣家打秋风的穷亲戚。想到那些往事，任婆子也生气说道：“不要更好，咱们卖个好价钱，好了咱们任家，荣家这是没有这福分。”任老头听着这话笑了，看着媳妇便感慨道：“当年你低嫁，跟着我回了水乡村做了庄户，真是难为你了。”丈夫的确不是她想嫁的，但这么多年过去，任婆子过得很舒心，还是应了那句话：“宁嫁泥腿子丈夫，不当富贵家里的妾室。”任家小院里，任婆子说了算，丈夫也是对她极好，她知足了。当年的事就不要再提了，以后让老三媳妇管着老三，咱们再也不踏入荣府半步。任婆子想开了，拿着虎皮回了里屋。厨房里烧洗澡水的差事，宋九抢着做了，她正在灶口添火，婆母进来了。任婆子看了一眼老三媳妇，就想到了可怜的老三，要不趁着春耕前将虎皮卖了出去，这笔钱留着，万一青黄不接的时节，或许还有人卖田地也说不定。宋九抬头看向婆母，任婆子见锅里的水是热的，这就交代道：“
你回三房屋里去。你既然学了默娘子的手艺，就好好把手养好，家里这点家务活谁做都可以。宋九被催着回去了，正好先前买回来给他练手的布还没有用完，他接着刺绣，也就真的不管家里的家务活了。不过宋九不在院里做事，她私下里叫她丈夫做事，每天劈柴挑水准是家里头一个起来的。大房二房想要说点什么，弄事不敢说了，毕竟大哥二哥喜欢下地干活，家里的小事除非是重力活，他们也不想做。宋九每天识字练字，其他时间在刺绣，就这么忙活着。转眼到了3月，耕田放水下种子，春耕如火如荼，家家户户都在忙活着，也难得在村里再见到一个咬舌根的闲人。任家的田地增加了20亩，到这会儿被村里人知道了，村东头朱大郎家年前就出门走亲戚，便一直没有回来。而朱家的田地里做事的是任家的男人，这还不就知道了。一场春雨之后，村里头就开始四下里借牛耕地，生怕天气有变化。任家的牛自家都用不过来，村里头还有人借用。到这会儿，任婆子还是很慷慨的，只要牛空闲下来就借给他们。这些相熟的人也都挺爱惜任家的牛，每次送回来都喂得肚子圆滚滚的。宋九连牛草都不用割，也不用放牛，家里几个男人下地干活，她家丈夫却不用，最多挑担子的时候她上场。有听公婆说过，她家傻夫君帮过一次忙，因为天生神力没控制好，把篱笆给弄坏了。自打那以后就不让她插手了。转眼又过去了半个月，天气果然有了变化，像往年一样，刚下的种子长出了苗，老天又不下雨了，可把村里人急坏了。宋九在屋里做针线活没注意，这日出门给地里的男人送饭时，才发现不少耕好的田里又干旱了。便是任家地里的泉水井，虽然水一直在源源不断的出，但也没有入冬时那么丰盛了，灌溉了人家的水田，再流下到下游去的水不多，挨近的田地还是能养活的。宋九站在田埂上，看到了村里头修好的水渠，冬季时用足了力气，水渠修得结实，可是水流却很小。任老头坐在地里吃饭，看着别人家干旱了的田，就感叹道：这什么时候是个头？今年要是干旱下去，恐怕不少人都要没饭吃了。宋九也担心，连水乡村都没有水了，那石头村岂不是更加没水了？去年就有人卖儿卖女，那今年岂不是要去逃荒了？宋九从地里回来，沿路看到不少荒田没能种稻米的田地，开始打算种豆子粗粮。看着村里人愁眉苦脸的样子，宋九心头也不好受。宋九回到任家院，他将食盒放到厨房，转身就进了正屋。任婆子正在给当家的补裤子，见三媳妇进来，这就停了手看着她。娘，瞧着今年恐怕也不太好过，我想着指不定入夏前就有人卖田地，那些等着种水田空置下来没种成的，下税还得缴呢。第77章荒年，世风日下。娘，我这2月在家里练了这么久，我的针线活有了起色，要不我明个儿和我夫君去一趟城里，看有没有绣活街，也趁着现在闲着的时候多赚点钱，赚了钱给娘买田地。任婆子没想到老三媳妇学了2个月就有了起色，这是好事儿。不过这不成正统的绣娘也未必能接到活，便让老三媳妇去一趟城里碰碰运气吧。她一向运气好的，指不定有好事发生。宋九得了婆母的同意，又接过婆母给的2两银子，万一接了活计，还能拿钱买丝线。宋九从正屋出来，他把银子藏到袖里，没想这个小小举动被正从2房屋里出来的二嫂杨冬花给瞧见了，她立即盯着3弟媳看。宋九走了几步停下，随即看向2房门口。杨冬花心头暗忖，婆母是私下里给了3弟媳钱了吗？刚才是在收钱吧，要是明个儿他要入城，那多半就是了。想不到啊，也不是只有他2房才能有这机会，3弟媳也有能耐了。宋九本想直接回3房屋里去的，他还是忍住了。他从袖里拿出银子，说道：二嫂，我明个儿要入一趟城里，看有没有绣活做，这是娘给我的2两银子买丝线的，二嫂明个儿也入城吗？杨冬花恍然大悟，他这是误解了3弟媳。他想什么呢？3弟媳可比大嫂坦荡得多。杨冬花心虚，连忙摆手：3弟媳这么久了也没有去趟城里，你跟3弟去就好，我们就不去了。不过很快，杨冬花给宋九拿来30个大钱，交代道：3弟媳明个儿帮我带盒糖糕回来呗，别告诉家里人，我就是嘴馋了。有了私房钱就能吃点独食，杨冬花可是一直这么做呢。宋九接过钱，答应明个儿给他带糖糕。杨冬花高兴地离开了。宋九无奈摇了摇头，人是不坏的，就是有些计较了。看来以后要向婆母拿钱买针线，就当着大家伙的面在桌子上说开了。毕竟他家傻夫君并不是任家的儿子，将来若是分家或者什么的，他和傻夫君也不会落下话柄。傍晚，他家傻夫君一脸神秘地从外头回来，怀里用衣裳包得鼓鼓的，一进3房的门，任荣长就将门给关上了。宋九惊讶地看着他，任荣长从怀里拿出白森森的虎骨，没把宋九吓坏，便是看到虎骨，宋九便背生寒意，可见要是在森林里遇上老虎，那不得吓得腿软。媳妇儿别怕，我这虎骨能卖钱，我明个儿跟你一起入城。他家傻妇跟在他身边，他很有安全感，自然是愿意的。
正好也看看是谁在收虎骨，为何他家夫君寻到了，大房二房却不知道这事儿。宋九把虎骨装入包袱。第二日，三房夫妻要入城的事，家里人也都知道了。大嫂沈氏挺羡慕三弟媳的，的确也有些后悔当时为何不帮着三弟媳一起照顾默娘子。以前的宋九去安城，那都是急匆匆的去帮忙扛东西，绝不可能揣着银子能自由自在的安城街头行走。宋九坐在丈夫的身边，一起赶着牛车，春风吹来，还带着一丝冷意。就见他家傻夫君伸手将他的小手握在掌心，宋九能感觉到掌心里传来暖意，就像夜里靠在丈夫胸膛入睡时一样的暖和。其实就这样过着精打细算的小日子，夫妻同心，再生下儿女，这一生也挺幸福的。宋九抿嘴微笑，眼神不由得看向他家傻夫的侧颜，这么坐着他仍旧比他高了一截，那轮廓分明的侧颜竟也让宋九看着赏心悦目。牛车到了城门口，宋九才收回神思，看向前头街上，没想在这时前头出来一队敲锣打鼓的队伍，为首的还有带着大刀的护卫，后头提锣的人腰间系块红布，一路走来很是高调。牛车本想绕过去就算了的，宋九突然叫停，他看向一旁围观的街坊，青花楼的头牌来了，听说长得像天仙似的，在咱们安城可出名了。几个男子的声音才起，背后有些老夫怒骂道：来了个娼妇，还光天化日之下丢人现眼，你们围观要不要脸？这老夫的声音可不小，大嗓门直接传到了热闹的队伍里。那几个男子显然时常光顾青花楼，听到老妇这一声骂，生了气，回头看时就见老妇长得胖壮，身边还跟着三个好蛋，一个比一个壮实，打不过的直接认怂。几个男子默默地走开，老妇顺势挤前头。此时队伍来到近前，队伍中有4个壮汉抬着一顶敞开的轿子，上头有卷纱半遮掩，却能清清楚楚地看到里头坐着一个穿着鲜红华服的妙龄女子，身边两侧还站着2位青涩的少女。红衣女子戴着面纱，只不过露出一双漆黑的眼睛就能勾人心魂，好不漂亮。而她身后站着的2位少女却是露了真容的，穿着青翠长裙，五官精致，身姿苗条又丰满，吸引了众多男人的目光。青花楼里的姑娘当真是好看极了，这头牌不露脸，凭着一双眼睛就把男人的魂给勾走了，后头2个小的看着就来劲了。人群里的老妇见了，指着上头的女人骂道：专门勾引男人的娼妇，还敢上大街，看我不吐口沫子淹死你！老妇朝人群连呸了好几声，一口老痰直接落到了轿子上，轿上的红衣女子自然是听到了的，尤其看到那一口老痰，脸色都变了。停轿！一把悦耳的声音软绵绵的响起，街头的男子们一个个都起了心思。轿子停下了，老妇骂得更起劲了。这边停下的牛车上，宋九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轿上红衣女子身边的其中一个侍女，才几个月不见的宋六竟然站在上头，所以宋家还是将宋六给卖到了青楼，现在站在头牌身边做起了侍女。眼前的宋六比起在宋家又丰满了不少，眼神也不再像以前那般干净，目光里看着这些被勾动了的男人们，甚至还带着一丝挑逗。宋六竟然变成了这样！许氏姐妹心灵相通，正盯着街头男子们，瞧得宋六似有所感应。她突然转过头来，就看到了坐在牛车上的宋九，一个身穿华服，一个身穿补丁衣裳，一个坐着轿子，一个坐在破旧的牛车上。宋六的笑容没了，眼神也暗淡了下去，甚至还有些许的紧张。随后一双美眸又盯住宋九身边的丈夫任荣长，那一刻，宋九在宋六的目光里看到了恨意。第78章，他家傻夫有奇遇。这边老夫跟红衣女子对骂起来，没想到青花楼里的头牌也是如此的泼辣，脸皮也足够厚，面对着老夫一口一声娼妇，他反而得意一笑，当着大家伙的面说道：你有什么用？自己的丈夫都留不住，入了咱家青花楼，脚就走不动了。你说怪谁？当然怪你这个丑八怪，留不住自己的丈夫。红衣女竟然笑得弯了腰。宋九惊愕地看着如此厚颜无耻的人，竟然没有半点羞耻感，当真是世风日下。不仅宋九这么想，大概街上不少妇人也这么想，也不知谁起了个头，拿着手中的东西就往花轿上扔，有的捡石头扔，有的也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臭鸡蛋，也是一阵乱扔。前头的带刀护卫根本拦不住，真要是出了人命，也是要背官司的。这一下，红衣女子坐不住了，赶紧催着轿子走。在妇人们的骂声里，青衣楼的锣鼓队狼狈逃走。那些只顾着盯着看的男人，有的被媳妇拧着耳朵离开，有的直接夫妻反目，媳妇带着孩子转身便走。媳妇儿，没啥好看的，咱们走。任荣长的话提醒了宋九，宋九看向他，倒是忘了他家夫君刚才没有盯着那头牌看吗？那头牌的眼睛的确会勾引人，甚至他在宋六的身上都看到了他的影子。任荣长见媳妇的手什么时候从自己掌心溜出去了，有些不满的将宋九的手又握在掌心，说道：媳妇儿，我们先卖了虎骨，我再给媳妇买绢花去。这话也提醒了宋九，应下了。他也很好奇，他家夫君平素在村里头都难得与几人说得开，没想到他到了城里还能做生意了。
任荣长熟门熟路地赶着牛车往城东头去。庄户入安城赶集，多是去城西头，那儿多是贫寒的庄户出入之地。至于城东头，却反而是有钱人家住的地方，沿街的铺子也多珠宝，不是他们这种穷苦庄户能逛得起的地方。一路往城东走，看着沿街的变化都很明显。几年干旱把庄户都折磨坏了，街上开铺子的生意人也难以过下去，不少铺面是关着的。到了城东头却不同，大多店铺开着。有钱的人即使到了灾年仍旧有钱，街头来往的行人一看就不简单，衣裳穿着都明显不同，颜色也要鲜亮多了。宋九看到沿街的首饰铺和药铺，心头微动，他的目光落在自己的手上。师傅说了，他得把他的手好好保养好，给他的方子他一直记在心头。眼下手头有丈夫给他的2两银子私房钱，婆母给的2两银子得买丝线，用不得就不知这一次虎骨能卖多少钱，到时候或许能买些滋养双手的药材带回去研磨。在城东一处深宅前停下，这是个小侧门，任荣长熟门熟路的上前敲门。宋九心头惊愕，这地儿可不好找，为何任家人没人知道这儿，反而他家傻夫君知道？没多会儿，门从里头打开，一个小管事探出头来，见到任荣长还愣了一阵，直到任荣长咧开嘴露出一个笑脸，对方才松了口气，这才笑问道：可是有东西送来了？任荣长将虎骨送上，对方就粗粗看了一眼，也不管虎骨的成色，直接都收下，说道：这个可以卖3两银子了，你卖吗？任荣长点头，这虎骨这么好卖的吗？没一会儿，小侧门又打开，对方拿出3两银子送上。夫妻2人正要走，那小管事突然又拿了一包热乎乎的吃食送上，说道：我家公子特别喜欢阁下的奇货，还说以后还有的话必定要送来，这吃食也是我家公子交代的，阁下莫客气，快收下吧。说完，小管事将吃食往任荣长手中一塞，就要关门。任荣长却是不接着吃食的，对方显然有些为难。宋九站在丈夫身后，就这么静静地打量着这小管事，看着小管事叹了口气，心想着公子交代的事，对方不收，他要怎么回去交代？宋九这就开了口：夫君，好意咱们收下吧。小管事这才注意到身后的小娘子，看了一眼后颇为惊艳，倒不知这傻大个竟然还娶了位这么好看的小娇妻。任荣长收下了，对方赶紧关门。宋九却看着这扇门若有所思。任荣长打开纸包着的吃食，只见里头放着3张肉饼子，那肉油汤都溢出来了，饼子更是金黄两面，看着就香。媳妇儿吃。任荣长明明咽了咽口水，却仍旧将肉饼子让给宋九吃。宋九很感动，他拿出1张饼子掰开2半，夫妻2人一人吃一半，剩下的2张饼子等会儿丈夫回去路上再吃。他力气大食量大，即使3张饼子吃下去也未必能吃饱。宋九坐回丈夫身边，夫妻2人赶着牛车离开，没想到这一幕却全部落入一人眼中。这人坐在府里最高的屋顶上，虽然隔着远，却将小侧门的情况看了个清楚，尤其看到宋九将饼子跟丈夫分着吃的模样，明明如此贫寒，夫妻2人吃到好吃的，却仍旧一脸的欢喜模样，竟让他有些震惊。一身华服的他，从来没有人跟他分吃过肉饼子，可是看到这一幕，他真的破防了。那戴着面具下的眼睛里是无限的失落。锦衣玉食又如何，却不及身边的一个真心人。宋九跟着丈夫并没有走远，而是绕过小侧门来到前府大门。明明府邸极大，府前大门却并不庄严，甚至很低调，连个守门人没有不说，门前更是冷冷清清，连府牌都没有，也不知这一户是什么人家，如此低调的有钱人。宋九没能打探到，只能归结于他家夫君傻人有傻福，遇上了好人，正好也喜欢这种山中的玩意，没再纠结这事儿。宋九见丈夫直接拉着她来到城东街头的首饰铺，原来她先前给她买的好看绢花是在这条街买下的，难怪这么好看，那不是很费银钱。宋九就要被丈夫拉着进屋，她连忙停下脚步。虽然她很喜欢绢花，但是眼下比绢花更重要的是养好她的一双手，这样她就可以做个合格的绣娘了。于是宋九带着傻夫君直接入了药铺。药铺里的人还是多的，又是在城东头，宋九进去时反而显得寒碜，不过伙计倒是热情，问2人有没有方子，是抓药还是看医。药铺里有坐诊大夫，也能顺势把脉抓药。宋九看了一眼铺里进进出出的人，于是他来到一旁小声问道：我想买些丹砂，不知价格如何？第79章上街就找到了绣活。伙计听了沉默会，方说道：二位当真要买丹砂，这东西有些贵了，1两丹砂1两银，着实是安城的货不多，铺里头也不过几斤的存余。这么贵吗？比粮食还贵。宋九犹豫，对方叹道：这东西虽说是药，更多时是贵夫人用来驻颜的，买的人不少，夫人要不再考虑考虑。宋九不再犹豫，师傅告诉他养颜的方子，只有这张方子现在的能力还能集齐，他不养好手又怎么做绣娘？于是买了1两丹砂贴身收好，这才出了药铺。头回花了这么笔大钱，还不是用在吃上和穿上，宋九心头还有些忐忑，不由得看向他家夫君。任荣长却是一脸无所谓，
似乎对交给媳妇的银子根本不放在心上，还说道：“媳妇儿喜欢什么就买吧，没钱了我就入山打猎。”宋九听着心头一暖，婆母给他做的球衣还压在箱底，没敢在任家人面前拿出来试穿，也正好过了冬季，并没有那么冷了，他就舍不得穿了。夫君，我不会让你再冒险的，我会努力赚钱的。只要丈夫在她身边能有个照应，平平安安的，她便能安心了。她相信能凭手艺赚到银子。买了丹砂的宋九舍不得再买方子里的胭脂膏，当时师傅也说了，丹砂是最重要的一味药，没钱的话胭脂膏可以不用买。宋九发觉钱真不经花，赶紧在城东头寻点绣活做试试看。正好城东头有绣楼呢，可以去碰碰运气。只是牛车没到绣楼，却在经过戏楼时，宋九突然叫停，他立即看向戏楼门口停着的一辆马车，马车上头的牌子写着万秀坊，识字的他一眼就认出来了。万秀坊来给戏楼送货的，戏楼班子的戏服都在万秀坊里做，精致的很。只是收货的管事看着这一批新货，脸色很不好看。万秀坊在安城算是出名的，又有个周俊的分铺，算是牢靠的。可是这戏服越做越难看，是万秀坊的绣娘不看重戏楼的单子，还是万秀坊的绣娘已经没了心意，绣来绣去就这点手法。万秀坊送货的伙计见戏楼管事不满意的样子，没好气的说道：“这货是好货，衣裳料子也是你们戏楼提供，衣裳也没有做坏吧，仙气飘飘的，差不多你就收了吧，我结了货钱也好回去交代。”戏班管事听着这话，真想连衣料都不要了，这衣裳穿上身，戏班的生意都不见得好了。收是不收呢？伙计瞧着要赶场送货，没有多少耐心。戏班管事无奈收下，心头却想着下一次不在万秀坊里做衣裳，得想办法找其他的绣楼瞧瞧去。收了货结了钱，万秀坊的伙计走了，这戏班管事转身正要回楼里去，就听到一把清脆明亮的声音说道：“管事大人，不知你们这儿可收绣品？”管事回头看向宋九，转眼又看到了宋九身边的任荣长。任荣长不说话时这么静静地站在媳妇身边，还真有一种天生的威严和贵气，再加上夫妻两人长相都不错，即使是一身的补丁衣裳，那整洁干净的模样很容易让人看着顺眼。再加上宋九这奇怪的好运道，就总能撞见些好事。管事心思一动，还别说，万一撞上个会刺绣的落魄绣娘，指不定有心意呢。你是绣娘？宋九毫不客气的点头，人就是要自信点，虽然他没学多久，同时也没有做过绣品生意。你身上可带来了绣品？还别说，宋九就带了他自己做的一块手帕，于是将手帕送上。对方一看手帕是棉布做的，不免有些失望，但是拿着手帕细看时，发现竟然是双面绣，很是震惊。一面富贵海棠花，花瓣上竟然还绣出露珠，娇艳无比，看着就朝气蓬勃。再翻开一面，是鸟语花香的景致，看一眼竟然生动的让人感觉身临其境。一块手帕子不大，明明两面刺绣也比较简单，并不是多繁复，可是这意境却让人眼前一亮，尤其是难得的双面绣，一般绣娘做不到，但这个姑娘瞧着不大，莫不是她家中有资深的绣娘在教呢？宋九见对方双眸一亮的样子，感觉有戏，提着心等着。你亲自绣的？宋九点头。戏班管事也是个谨慎的，将手帕还给宋九后说道：“楼里有绣墩，就是得换一批绣帕，此事倒也不急的。这样好了，我给你布料，你绣3块绣帕交回来，要是好看，这生意就交给你做，也免得被万绣坊里欺负。做戏服还这么多话，绣帕都不接这活，店大欺客。”宋九听到了戏班管事的心声，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停下牛车的。3块绣帕，他绣得慢了些，不过慢工出细活，他可以做好的。对方见他接下了，立即叫伙计拿了3块绣帕的布料送来，入眼就是滑溜溜的绸料。管事不免叮嘱道：“你这手是粗了些，可得小心了，这是行绸料，你好好绣，就绣你手帕上的花样。若是还能再绣得精美一些，价格不在话下，戏楼这么大，也不差你这点钱。”戏班管事心想着，只要能绣成手帕上的双面绣，外头一块绣帕300个大钱的，他倒是可以给他500个大钱，重点的好看，难得的双面绣呢。宋九没问对方价钱，欣然应下，他的干脆倒是让戏班管事有些另眼相看，交代道：“好好做，早点将货交来。”随即还让伙计问清了夫妻两人的住处，并记下了。戏班管事这就转身入了楼里。头一回做生意，对方这么快就信任了他，还是根本没把这3块绣帕放眼里。宋九看着手中的面料，他知道这只不过是衣料上裁下来的碎布，只是裁的有些多了，没舍得扔，做成绣帕倒还真的可以。难怪对方连查都没有查两人的来历，就敢将布料给他。3块绣帕也只是拿来探路的，万一遇上个好绣娘，戏楼不受万绣坊的气。宋九将布料放入包袱中，心头却暗自想着，戏楼这绣帕的生意他一定要拿下，等做了这笔生意，想必以后戏楼里的生意他还能争取到手。夫妻两人赶着牛车往前走，宋九还在盘算着，突然前头冲来一匹马，高头大马之上坐着个穿着劲装的年轻男子，眼看着马和牛车就要撞上了，对方连忙拉紧了缰绳。
任荣长想也没想的一把抱住媳妇，弃了牛车往旁边一跳，轻飘飘的就稳稳的落了地。任荣长这随意的一跳就落了功夫，马背上的人惊了一跳，稳住了坐下马，这就翻身下来，转眼在任荣长面前跪下了。属下鲁莽，没想到在这儿冲撞了大公子。第80章，有人与他家傻夫长得一模一样。来人一身青衣劲装，看着就是出门办事匆匆赶回来的样子，这会儿跪在地上，心头还在想着他家大公子怎么穿着平民的衣裳，要不是大公子刚才不小心露出了功夫，他都要以为这世上有个与大公子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而已。难道大公子是故意穿着这粗衣掩饰的？那大公子身边的这位莫不是青花楼的姑娘？这一次大公子的口味不太一样呢，如此清纯，像个良家妇女。宋九惊愕地看着地上跪着的人，他家傻夫君却是没有理会眼前的人，而是打量怀里的媳妇有没有受伤。青衣男子见许久没得到主子的回复，悄悄地抬头，正好对上任荣长生气的眼神。任荣长的脾气上来了，差一点冲撞到他媳妇，他就生气，一生气的确会打人。这会儿的任荣长是拉不住的，他一脚朝那青衣男子踢过去，对方不敢避让，直接踢在对方的胸口。青衣男子看到任荣长这架势，更加相信是他家脾气不好的大公子，倒地不敢吱声，直到第二脚又踢来，青衣男子赶紧开口，是属下的错，属下没拉住缰绳。宋九连忙拉住丈夫的手，还别说外头的传闻也不是不对，他家傻夫君发起脾气来挺可怕的，是拉不住的那种。不过宋九把他拉住了，任荣长才收了脚，虽说被拉住了，仍旧呼呼往外冒气，把媳妇护在怀里就说道：他差点伤了我媳妇，看我不杀了他。宋九只是受了惊吓，但是她丈夫在身边，她有安全感，倒也没有多吓人，只是被丈夫这么一说，心头便很感动，2次发脾气都是因为她，可见她丈夫护她。不过任荣长这话却让地上跪着的男子有些奇怪，语气不对呢，跟平素的大公子不同，怎么称呼身边女子做媳妇？要知道他家大公子可不曾娶妻，就是有些喜欢流连青楼而已。宋九上前试探的开口：你是谁？青衣男子更是奇怪了，大公子虽说身边服侍的女子不少，却头回让一个女人出头的，竟然还不知道她是谁。平素那些女子见了他都得称他一声刘统领，这女人倒是特别。青衣男子就要开口，任荣长拉着媳妇就走，管他是谁，媳妇儿，我们走。宋九被拉走，独留青衣男子跪在原地，这话倒是让他摸不准了，他家大公子是故意这么说的吗？莫非是因为这是在大街之上，不想身边的女子知道了他的身份，生怕他露馅？可是大公子不着调，换口为了想泡良家妇女了，也不至于把他这个辛苦外出办事归来的心腹给丢在这街头，正事要紧呢。在安城办事，时间紧迫，大公子能不能先把正事办成了再玩女人？这不家主催得紧，得走了。这人就这么的目送着宋九夫妻2人上了牛车，消失在人群里。一路上，宋九还在想刚才遇上的那个刘统领，他心头所想的他都知道了。那么这人为何会将她丈夫认错？既然是忠心下属，不可能将主子的长相认错，除非他的主子跟他夫君长得像。他们来安城办什么事？这让宋九莫名想到了荣家，可是仅凭着这一点消息，也不过是他的猜测而已。宋九将今日的事压在心头。回去前，宋九去布庄给他家傻夫君买了匹天蓝色的布，准备给他做身新衣，用的是自己的钱。买刺绣的丝钱却用的是婆母给的钱，3块绣帕的丝线用不了多少，只花了200个大钱，先用着，等交了货，对方满意了，能接到更多的货了，再买绣线。接着才去了城西头的糖糕铺。他在宋家做女儿的时候，经过糖糕铺，每次都刻意的多闻几口糖香，而今他也可以入糖糕铺里买吃的了。二嫂交代他买盒糖糕，正是30个大钱一盒，他自己也买了1盒回去慢慢的吃。不得不说，三房有了私房钱，着实用起来方便的多，所以今天卖虎骨的钱他打算收起来，他要养手，要用不少钱，刺绣赚下的也只能落下2成在手里。东西买齐了，2人不愿意在城里逗留。回去的路上，宋九把肉饼子拿出来，交代他家傻夫君都吃完，毕竟剩下2张饼子回去分不够，倒不如丈夫都吃了。任荣长可不管，非要跟媳妇分着吃，结果1人1张肉饼子，坐在牛车上吃的香喷喷的，在任家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宋九吃完了，经过一条水沟，叫停了牛车，2人洗了手，别留下味道了。二嫂指不定鼻子很灵，就闻到了。一切收拾好，夫妻2人才回到村里。牛车到了院外，发现院门不但敞开着的，院里头还有人正在说话。宋九听到声音不对，快速下了牛车进了院里，就见院中一张长板凳，有2位村里的婶娘过来跟任婆子说着话，是来向任家卖田地的。对方卖田地不要钱，只要粮，而且也不是家里的田地都卖了，只卖1亩，换点粮食，好度过这青黄不接的时期。宋九默默地听着，见大嫂二嫂都坐廊下，一脸心动的样子，于是他也来到2个嫂子身边坐下了。杨冬花想到了他的糖糕，这会儿都馋了，便跟宋九打眼色。宋九小声在他耳边说道：买回来了的，晚点给二嫂送去。
杨冬花抿嘴，想起买回来的糖糕就要流口水了。任婆子跟两人说着这田地的事呢，这会儿的任家是有钱的，当然想买田，而且这都知根知底的好地，用粮食来换，任家人挤一挤能把口粮省点出来。再说那地窖里还藏有粮食，倒也不慌。而且瞧这意思，直接用粮食换的话，就要便宜得多。为了好卖这些田地，两个妇人把家里靠近任家的水田卖给他们，反正现在也干旱着，都耕好地了，突然又不下雨了，任家的谁也流不到他们的地里去，眼下是骑虎难下。一人卖1亩地，以前正宗的水田，也是好田，对方希望10袋粗粮成交。任婆子听了心头不舒服，要是丰年10袋粗粮都换不了1亩地的，但这世道不同了。年前任婆子有眼见，平素卖150个大钱一袋的粗粮，年前在粮铺买到500个大钱一袋，那年后的粮价只多不少。上一次在朱家买的地核算着是3两碎银1亩的样子，所以10袋粗粮的价格却是贵了。两位妇人听说10袋粗粮，任婆子还不同意，两人脸色也不好看。第81章都想占任家的便宜，要不是过不下去了，会卖地换粮。任家有余粮，吃相不能太难看。任婆子如实说道，实不相瞒，城里的粮铺开张的不多，粮价更是一天一个价，再过些时日，粮价更贵了。我们家是想买地的，还能从口粮里省点出来，但是也不经折腾，所以10袋粗粮1亩地的价格，要不你们去别人那儿问问，我家给不起这个价。两人自然是早就问了一通，不要说水乡村有没有人买地了，周围几村都没有人愿意买地的，给现钱的没几个，何况愿意用粮来换的。至于城里的粮铺，他们也去看了，知道了粮价是个什么行情，而且粮食未必买得到，任婆子的确也没有说错，一天一个价的，过几日又不同了。两人很生气，却也不走，最后不得不松口。这样好了，任家能给哪个数？7袋粗粮，这是我们的极限。按着朱家的地来算，已经给多了，而且说的还是年前的粮价。两位妇人听了，气得不轻，可是仍旧不走，半晌后妥协，成吧。说完这话，心想着这任家也太抠门了，1亩的只换7袋粗粮，1袋1担，比平素的粮价贵了好几倍。任婆子心头欢喜，又买了2亩地，接下来指不定有不少人要卖地。任家的儿媳妇也是一脸的欢喜，嫁到婆家来，看着婆母持家越来越富足。只是在任婆子准备同意时，宋九突然开口：“娘，有个事儿跟您说一说，很急的。”任婆子才发现老三媳妇回来了，这会儿看向老三媳妇，看着她一脸焦急的样子，心头咯噔一声，莫非这地有问题？任婆子不急着答应两人，这就起身去屋里，这边却叫老二媳妇去兑糖水给两位婶娘喝。到了正屋里，任婆子立即问道：“老三媳妇是觉得这地有问题吗？”宋九摇头，他想了想说道：“娘，今年才开年，或许是个好年头，毕竟去年那么大的雪，万一过2日就下雨了呢？下雨是好事啊。”宋九见婆母似乎还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接着说道：“我是担心他们反悔，同一个村里的人，到时候闹事，咱们也不安宁。”这么一说，任婆子明白了，还别说老三媳妇这话很对头，若是明个儿就下雨，即使明个儿地气到手，外头两家恐怕也会不甘心的。现在是地里没水，都干旱了，又有先前的旱灾，让村里人已经没了希望，才想着卖地的。那老三媳妇可有好法子？咱们也不可能不买地吧？到手的机会岂能错过？宋九明亮的眼神看着婆母，把任婆子看出了希望。娘，让村长来做个见证明，这样一来，村里人也都看着，咱们除了地契的事，还立个文书，文书上不能说用粗粮换来的田，要写多少银子换来的田，会不会更好些？果然跟着丈夫读书就是好事。以前的宋九绝对不会想到这上头来，自打他读书识字了，就知道文书的重要。想想三军主帅打仗还要立下军令状呢，明明是君臣之间不得不听令行事的大事，不也要这么一个过程吗？任婆子惊讶地看着三媳妇，问道：“老三媳妇上过私塾？宋家穷成那样，绝无可能送女儿去私塾，不然怎么可能卖了女儿？那没有上过私塾，她又是怎么知道文书的用意？”宋九一时口急，不小心暴露了自己，他垂下头去，不得不如实说道：“娘，我给夫君揉腿的那段时间，夫君总是念书给我听，然后我就识了字。”任婆子倒吸了口气，就老三受伤那段时间念书给他听，他就学到了，那岂不是个天才？任婆子这人特别看重读书人，立即拉着老三媳妇的手坐下，一脸认真地问道：“你就跟着老三这么念念就学会了？对了，三房也没有什么钱，不可能买笔墨纸砚，要是真的学会了，就是三媳妇聪明。”宋九点头：“你这孩子！”任婆子已经激动坏了。宋九提着心想听听婆母的内心是怎么想的，没想到任婆子一拍大腿，感叹道：“我这是娶了个厉害媳妇，还真是误打误撞的，多亏的当初是你替嫁过来的。”宋九疑惑地看向任婆子，就见任婆子拉着宋九的手交代他：“好好读书识字，咱们任家就喜欢读书人，我房里有不少书，
你拿去看，不会的就问老三。做绣娘不识字不会算数，只有吃亏的份，你可得好好学。想不到婆母巴不得他识字，那就太好了。宋九认为奢想的事，没想到婆母这么轻快就同意。所以说读书就能用上。你刚才说的立个文书，这事儿我看行，这就叫老头子去找村长，把这事儿说开了，也让村里人知道我任家现在随时能买田地。虽说不像任婆子以往的低调作风，但是面对着马上到手的田地，也顾不上这么多了。婆媳二人从屋里出来，任婆子笑眯眯的叫老三媳妇坐她大嫂身边去，她这才来到两人面前，说起立文书请村长一事。板凳上坐着的两人正喝着任家给的糖水，回味无穷时，听着任婆子这提议，两人脸色微变。其中一位妇人笑道：“咱们都是同村人，我们又不识字，什么文书，反正也看不懂。明个儿我家当家的跟着去一趟城里，把地契给办了，不就没事了？”任婆子却是摆手：“不识字没关系的，隔壁村有老童生，我出钱让他来写文书，村长也在，当着大家伙的面说清楚了比较好。办地契的事倒不急，地契办好，粗粮也就送到。”两妇人听了，心情都变了，感觉糖水都不甜了。很快，任老头出了院门，请村长和童生去了。院里的两妇人也没有办法，毕竟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只能把地给换了，越早越好。请来了村长和童生，果然引来了不少村里人，连隔壁村的人都有不少人过来看热闹。一亩水田换7袋粗粮，心头不是滋味，但也让人羡慕。有了这7袋粗粮，一家人省着点吃，大概能过了这青黄不接的时节。当着大家伙的面，任婆子直接开口，是两家自愿将田地卖给任家的，田价1亩4两银子，愿意用7袋粗粮抵田钱，双方意见一致，并且绝不会反悔。任婆子念的时候，那两个妇人就心头打鼓，这意思是以后他们想反悔也不成了。要是任家不买他们的田地，愿意借他们7袋粗粮，那该多好。等度过了这段难关，将来再还上粮食，那么田也在自己的手上。第82章，水井干了，个个都打任家的全井主意。可惜先开了卖地的口，现在再说借粮的事也没有脸，又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眼看着老童生已经把文书立好，就等着两家画押。两家人犹豫了。两个妇人说什么当家的不在，要不明个儿再立文书，今天先拿走1袋粗粮怎么样？村长周大业瞪了两妇人一眼，这是逗他们玩呢。既然要卖地，那就立下文书再提粮，至少也说得过去，哪有空手套白狼的？任婆子接了话，这样好了，立了文书，任家就先将粮送到你们两家去，明个儿我请村长也跟着去一趟城里，把契纸给办了。两妇人心头难受，又不得不在各自的文书上按下了手印，一个是张家，一个是王家，两妇人就这么的做了主。任婆子立即叫大儿子搬粮食，还用牛车给他们送一程。围观的村民看到粮食就两眼放光，到现今还能有这么多粮食的，也只有任家院了。难怪用1车粮食就换回来一个媳妇的，人家真是豪气。1车粮食就这么运走了，两妇人虽然肉痛家里的地没了，但还是欢喜的跟着牛车离开了。任婆子从厨房里倒出6升粗粮，用2个小袋子装着，给老童生和村长一人1袋粗粮作为酬劳带回去，明个儿去城里办事儿，到时候还得麻烦村长跟着走一趟。周大爷看到粮食，脸上便有了笑容，都是跑腿的小事儿，反正地里也不忙，顺手的事而已。两人拿着粮离开了，外头围观的人也慢慢的散去。任婆子回头看向廊下的3个儿媳妇，叹道：“瞧瞧，又给你们这些后辈挣回来2亩好田，接下来还会有这样的机会，真后悔年前买少了粮食。要是多买几车粮食，换的田地就更多了。”沈氏和杨氏听了婆母的话，自然是高兴的，婆母会持家，家里才越过越好，这些田产将来分家也有他们的份，也盼着能多买下些，给子孙后辈留家产。任婆子一脸欣慰地看向宋九，同时也做下了决定，从今个儿开始，老三媳妇以后在院里什么事也不用做，只要做绣活就可以了。这话才落，果见大房二房都有想法，任婆子这就问宋九：“今个儿入城，老三媳妇向来运气好，定是有绣活的机会了吧？”刚才任婆子就看到了三媳妇背回来的包袱里有绸料，买是买不起的，定是接到了活计。婆母是真的眼神准，宋九只好如实说了，的确他无意中经过戏楼，然后接了一单做绣帕的活计，没有讲价钱，只要他绣了出来，对方就把这活都交给他。想到三媳妇一入城就接到了绣活，又跟着老三读几日书便能识字，任婆子相当满意。这会儿大房二房谁说话都不好使，老三媳妇的手得养好，家里这么点活，没必要3个儿媳妇抬着做。杨冬花也是惊叹三弟媳的能耐，真是神乎。先前不是说新秀娘没有熟人，在城里难以找到活计，为何三弟媳一入城就有机会？不得不佩服她这运道。不过三弟媳不做事，大嫂又有身孕，那岂不是整个家里就她一个人做事？杨冬花就要反驳，任婆子便盯着她：“老三劈了柴，又上山砍柴，你就扫扫地、洗洗衣，饭都是我在做，你有多忙的？再说你在娘家不做事吗？到了我任家就这不行那不行的了。
老三媳妇要做秀活，他赚的钱跟老三赚的钱不同。你们大房二房两媳妇能自己赚钱吗？这话说到了点子上，杨冬花就没打算自己赚钱，有丈夫会赚钱就可以了。被任婆子说了，这事儿也就这么定下了。宋九可以明目张胆的不用做事，他正好也要养一养手，也就不吱声了。院里人一散，杨冬花连忙入了三房屋里，宋九给她买了糖糕。杨冬花拿着糖糕想了想，还是打开准备分一半给三弟媳吃。宋九连忙摆手，他自己也买了，只是不会拿出来，免得二嫂心头不舒服。你不做事呢，我其实也不计较，家里这点活到三弟媳手上都不是事儿。你也不是要偷懒，的确你这双手要养好，毕竟以后要做绣娘呢。宋九还有些错愕，二嫂不计较了？等大嫂生了孩子，我可是计较的，必须两人分着做，跟以前一样。杨冬花又恢复了本性，宋九扬起唇角。随即杨冬花又好奇戏楼里的绣帕用的什么样的好布料，也开个眼界。宋九从包袱里拿出来，解释道：这是城里最贵的杭绸，3块布放在眼前，颜色不仅好看，尤其是滑溜溜的，可不比棉粗布。杨冬花想伸手去摸，又不敢摸，这得多富贵的人，连个绣墩上都要铺这么好的布料。杨冬花看了一眼，饱了眼福，也就不留恋了。反正她不做绣娘，也没钱买这么好的布料，这就出去了。城里的糖糕味道的确不错，宋九买回来的一盒也放在屋里，慢慢的吃，舍不得一口吃完。接了绣帕的活，他就要好好绣好。不过在刺绣前，他还有一件要紧的事，那便是配置养颜方子。家里的老母鸡还有20几只，每天都有鸡蛋捡。宋九跟婆母说想要吃2个鸡蛋，任婆子眼都没眨一下，叫他私下里去捡2个就是，莫让屋里的人发现就好。宋九捡回来2个鸡蛋回屋，随即将门关上了，在鸡蛋壳的顶部小心翼翼地敲了一个小洞，将买回来的丹砂倒进去，随后用蜡封住小口，将鸡蛋放在香盒里，香盒旁边时常放着一盆热水取暖。宋九做完这一切，他才开始刺绣。这双手常年劳碌，的确很粗糙。刺绣时拿在手里的杭绸料子，他都是小心翼翼的。抽空的时候，他给丈夫买的那匹天蓝棉布料也一并给裁剪了，剩下的布料还能做2条腰带，也免得他用旧腰带哪日坏了，裤子都掉了。宋九在屋里一天到晚很少出门，院里头各房家里也是井条有序的忙活着。老天不下雨，村里人的地没办法种，但是任家是不受影响的，泉眼井涌不断的往外涌，不仅是水田，连旱地都可以挑水去浇。旱地种的粗粮豆子，任家男儿个个都勤快，天没亮就下了地，天黑透了才回院里。宋九的傻夫君也找到了事儿做，那就是给家里挑水。挑担子的事他做得好，同时也松松筋骨，反而比待在家里强太多。这日清晨，人家院的男人们要下地了，村里却闹出事儿来，原来是村里用了数十年的水井，头一回干水了。前几日一条细流，个个排队接水，流一夜也勉强足够，可是今日却有些不同，直接没水流出来了，这如何是好？村里不少人大清早排队挑水的，这会儿挑着空桶回来，一个个去找村长，是不是该寻别处的水源？现在可是连河水都要流干了，地里没有灌溉的不说，人总该得喝水呢。村长周大业见村里人都暴动起来，连忙安抚，也不知人群里谁提了一句：任家不是地里有口泉眼吗？大家伙的能不能先去那儿挑水？第83章，任家有女出长城。虽说这口泉眼是任家地里发现的，是人家自己的井，可是人命要紧。到底与村长有过几次交往，人家得给个薄面。周大爷过来说此事时，院外围满了村里人，人心惶惶的，对今年能不能活下去都开始变得茫然起来。人群里想要卖地的人更多了，有的甚至想将地卖了，得了粮食逃荒去。宋九听到吵闹声，从屋里出来，就看到院外围满了人，院门也没有关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任老头不得不表态，任老头不免看向媳妇。任家大事上任老头当家做主，小事上都是任婆子，只是任家基本没有什么大事，所以也都是任婆子做主。任婆子朝院外看了一眼，松了口，先顾着人吧，多余的水才顾着地里的。任婆子一句话得了多少的感激，在这荒年不顾自家的田产，先顾着村里人，这一举动就是大义。周大爷听着这话，感激地看向任婆子，叹道：任家门风正，真是大善人。任婆子却是摆手：村长莫说这样的话，大善人什么的，我们还没有到这地步，就是同村人一起照应一下而已。毕竟有这个善人帽子在头上可不好受，任家没有这么伟大。周大爷立即明白了任婆子的意思，不然这大善人的名声出去了，村里人就借机来借粮，不借就不是善人了，又何必要这些虚名？周大爷立即出去宣布好消息，还刻意的说道：可是任家挤出来的水先顾着人，地里的庄稼都顾不上了，大家伙的也要知道感恩，莫浪费水。得了村长这话，村里人风风火火的去任家的泉眼井挑水去。任婆子立即叫丈夫带着老大老二跟过去，别到10人一多，将田地里的苗子给踩死了，到时候找谁说理？一个人还好说，
一群人那真要是才死了，就是才死了。任家3个男人立即出了门。好在村里人在村长的安排下，人家没有走任家的田埂，而是当场从荒了的田地里挖了一条路出来。这样一来，不影响任家地里的庄稼，倒也还好。这口泉眼井也是挺奇怪的，白日里风风火火的被挑得没水了，一个晚上又灌满了水，而且似乎水更多了，仍旧有鱼水往下游去。任老头半夜去看水田，回来就一脸惊奇地看着任婆子。任婆子咂巴嘴皮子，感叹道：“也不想想这口泉是谁带来的。老三媳妇的确有些神乎，是咱们任家的福星，咱们知道就好，莫往外头说。”任老头点头，心头也对老三媳妇很是看重。接连几日，田里的水都是满的，村里人也觉得奇怪得很。这任家这口井似乎挑水的人多了，水流的也更多了，这是什么道理？不知不觉，整个任家都变得很神乎起来。在旱灾的年头，人家地里有口这么神奇的泉眼井，能不奇怪呢？宋九不管地里的事，他的绣品做好了，用了心思，所以比他自己的手帕做得好看了不少。又是绸子布刺绣出来的效果，他自己也是头回见，完全是不一样的效果，但是异常的好看。宋九今个儿要跟丈夫去一趟城里，她把新做的天蓝色的新衣给丈夫穿上，还整了整丈夫的仪容，亲自帮他梳头发，又用她做的绣带束了起来，同时天蓝色的绣带束在头发上，与这一身衣裳倒是应景。宋九要去交货，自己也得穿上新衣。上一次他就发现了，因为是补丁衣裳，被不少人瞧不起，出门在外还是要注意一下的。桃红花布的新衣正是二嫂给的那块布料，袖口和衣摆上绣有缠枝莲，明明只是块粗棉布，有了刺绣，衣裳就变得不一样了。夫妻两人从三房屋里出来时，正好大哥大嫂们准备忙活去，穿的都是补丁短衣，挽起了裤脚。这会儿看到两人，霎时间竟然都露出惊讶之色。带着绢花的宋九，每次穿新衣都能让人眼前一亮。几日不见，三弟媳不仅长高了，人似乎也成熟一些，不再是以前干瘪瘦弱的样子，反而圆润中又显得很苗条。不得不说，三弟媳这骨架真的很细，明明个子不算矮了，却总让人感觉到她的娇小。没有大胸，没有大屁股，宋九却别有看头。大嫂二嫂都注意到了，便是女子都忍不住想多看一眼。沈秋梅更是想着，哪日问问三弟媳，她的胸是不是还在长大？果然是晚熟的姑娘，16岁来的月事一直在长。杨冬花的想法更是奇特，哪天非得偷偷看看，这小小身段，胸脯咋这么圆润呢？瞧着就没有我的大，为嘛看着挺顺眼，还挺羡慕的。宋九惊讶地看向大嫂和二嫂，两个大哥看他有点像大人看孩子初长成的感觉，他家两个大嫂却是让他实在招架不住，以后洗澡可得小心些，莫让二嫂瞧见了。宋九下意识的还将背弓起些，双臂有意无意地遮一遮胸口。任婆子交代两人早去早回，莫在城里逗留。他看这年头不好，越闹越凶，恐怕城里也不安生，即使老三能打，也得小心为妙。宋九一应下，这就坐在丈夫身边，赶着牛车出门去了。牛车都走了，杨冬花还暗暗地摸了摸自己的胸脯，明显比三弟媳的大，怎么说她还是丫头一筹的。再看大嫂大着肚子了，胸脯还没有她大，她暗中笑了，完全比不过她。从水乡村出来还没什么，虽然荒了不少田地，但村里人都在努力的挽救，对生活还是充满着希望的。可是出了水乡村，境况就不一样了。以前只有在石头村瞧见的情景，现在其他的村里头也都死气沉沉的，甚至一路上还遇上了两拨人牙子。牛车上带着童男童女离开，可见卖儿卖女已经是常态。宋九看到这个便皱了眉，他抬头看向天，什么时候能下场及时雨？明明去年那么大的雪，大家都充满着希望，3天旱灾，怎么说也该安成下雨了。宋九思绪翻飞，突然她的小手落到了丈夫的手中。第84章，都想来借粮。任荣长捏着媳妇儿柔软的手，还有些错愕的分神看了一眼。媳妇儿，你的手变得更软了，是吗？宋九就要抽出来细看，任荣长可不准，我想摸摸。光天化日之下，不好吧？最终宋九也没有抽出自己的手，甜滋滋的坐在丈夫身边，心情也好了不少。再次入安城，才几日光景，还真是变了大样。城里头大部分铺面不仅关了门，街头上更是萧条，除了城里的粮铺门前排长龙之外，便难得看到这热闹场面。宋九朝粮铺看了一眼，心思微动，心想着恐怕过不了几日，水乡村也会有不少人要卖地了。不做逗留，夫妻两人赶着牛车到了城东戏楼。城东头果然是不一样的，没钱的没粮吃，有钱的还能听戏吃酒，寻欢作乐。夫妻两人来到戏楼外，将来一跟伙计说了，伙计戒备的将两人拦外头。虽说夫妻两人穿着新衣，没有半个补丁，可是身上的粗布衣与这进出的客人相比，两人不知道有多落魄。现在城里穷人太多，伙计不得不防。过了好一会儿，绣楼管事才走了出来，看到两人似乎才想起这事，先前给了3块碎布拿去做绣帕的，见他们几日没来，也没时间去找他们，没想到他们真的做好了。
宋九将绣帕送上，是手帕上的双面绣花样，却比手帕上的刺绣更精致，针法也用得复杂一些。戏楼管事心如明镜，瞧着这姑娘刚学不久，家里果然是有位高手在教的，这针法的细密程度以及手法和种类，就不是普通绣娘能做到的。熟能生巧，假以时日，这人这么练下去，不是个名绣大家，也至少能在这行讨生了。不错，绣帕没有那么讲究，只要新颖的花样图案以及这双面绣的手法，这单生意就交给你了吧。要不是万绣坊店大欺客，也不会留下这么一批绣帕，寻不到地儿做。万绣坊看不上的小生意，这小绣娘瞧着会尽心尽力，人也看着实诚又顺眼，就她了。对方收下3块绣帕，竟然给了他2两银子，说道：“楼里一共有63张绣墩，这儿有3块绣帕，剩下60块绣帕，你们多久能绣好？”宋九已经激动坏了，有60块绣帕要做，足够他练手，做出这60块绣帕，他再接绣帕的活那就是熟手，闭着眼睛也能绣出来。只是他3块绣帕就绣了5、6日，那60块绣帕岂不是要好长一段时间了？绣楼管事见宋九沉默着不敢说话，看到他换上的新衣，还有新衣摆上的刺绣，动了恻隐之心，交代道：“这样好了，有20张绣墩是放在一间工戏班子的人用的，你先绣这20张绣帕，想必你这姑娘也是个勤快的实诚人，前头手生绣好这20张绣帕交上来，瞧着没问题了，接着来在绣大堂外供客人用的，那时你也绣得更好了，想必也更快些了，倒也是不急的。”这绣楼管事真的是好心人，他早已经看出了宋九的针法手生，但还是给了他这个机会，宋九立即应下。绣楼管事又严肃地交代道：“丑话说前头，这3张绣帕多给了你一点，之后60块绣帕统一价格，500个大钱一张，一定要用心的绣，绣慢点没关系。”宋九再次点头。伙计在管事的示意下，将20块绣帕的行绸料送上，果然都是先前留下来的边角料，但是一口气给他20块，就足够信任他了，竟然也没有让伙计送他们回去，来确认他们的住处。宋九坐上牛车，故意走慢了些，起步时就听到伙计疑惑地问戏楼管事：“世风日下，人心叵测，问管事就不用派他跟着去一趟吗？都不知这2人的住处。”戏楼管事回头看了牛车一眼，叹道：“倒也是怪事，头回见到这小姑娘，莫名有种亲切感，就挺相信他们的。也不过是20块碎布料，堆放在那儿也做不成戏服，就这样吧。若是他们有坏心眼，我也认。”伙计更是听不懂了，管事大人一向精明，与万绣坊打交道都是有文书有承诺才开始做生意，为何对这位庄户女子却格外不同？宋九坐着牛车走远了，也听不到2人的对话了。不过刚才听到的那番话却让宋九心头很感动的，平白无故就信任他，他自然不能让对方失望，他一定要将这20块绣帕绣好。听从婆母的话，夫妻2人不在城里多停留，买了丝线就出城。只是在出城时，就遇上了一队空车队从外头回来。前头垂头丧气的管事心想着，安城码头也不来粮船了，这粮铺的粮食是卖1日少1日，怕是卖不了几天了。可是买粮的人却这么多，该如何是好？宋九连忙拉住丈夫的袖口，任荣长也是有默契，立即拉停了牛车。宋九朝那一队空牛车看去，一袋粮都没有，这恐怕就是前头粮铺的运粮队了。管事无法向掌柜交代，但是还得赶回去劝掌柜把粮食攥手里好涨价，现在600个大钱一袋粮，恐怕得涨价到800个大钱一袋了，到时候指不定还得每天定一波价。车队远去，宋九一脸的震惊，800个大钱一袋的粗粮，这谁敢买？放以前丰年，一家人累死累活的一年到头也最多落下2两银子的存钱，这么说来，买2、3袋粮食就没了，3袋粮食能有什么用处？一大家子吃1、2个月吗？回去可得把这事儿告诉婆母，上一次1亩田换了7袋粗粮，这数目也不能这么换了。牛车从城里回去，宋九看着大太阳晒得滋滋冒烟的荒凉山地，心头越发忧心。任家院里，周大爷的媳妇吴氏今个儿又来了，正是来向任婆子打探用粮食换田产的事。村里头有好几个人在问，还是先前用1亩田7袋粗粮吗？虽然有不少村民私下里跟吴氏说，看能不能在任家借些粮食出来，毕竟任家人是大善人，他们借了粮，渡过了难关，地也保住了，皆大欢喜。第85章，任家院里来了客人。没想这事儿被周大爷知道，把村里人给骂了，一时间村里人不敢提，却都是在责怪王婆子和张婆子开的先例，没有他们2个先开口卖地，也不至于借不到。吴氏过来自然不敢这么问，大家都有难处，只是一来就问任家还有多少粮食的事，任婆子这人谨慎，是不会说的，笑了笑，就兑糖水给吴氏喝，吴氏都不好意思再追问了。正好这会儿3房夫妻从城里回来，才到院门口，宋九脚步一顿，就将院里的说话声听了去。宋九进了院门，他没有提到自己的绣活，却是直接开口：“娘、大嫂、二嫂，不得了，城里的粮铺要关门了。”正在廊下坐着看婆母买地的2个儿媳妇立即跟着起身，城里这是闹起来了。宋九直接将城里的情况往院里一说，
坐在板凳上喝糖水的吴氏不淡定了，也惊呼出声：当真城里的粮铺是这么决定的？800个大钱一袋粗粮，怎么不去抢呢？不止吴氏吓了一跳，任婆子也是惊讶，500个大钱买的一袋，她都觉得贵的，毕竟以前150个大钱就能买一袋吃了。吴氏坐不住了，一口气将糖水喝完，这就要回去跟他家老头说说，他们家的粮也不多了，趁着600个大钱一袋时没有涨价，要不要上街抢几袋去？吴氏一走，任婆子立即将院门关上，回头看向老三媳妇，露出笑脸。任婆子相信老三媳妇并没有骗她，不过却像及时雨，要不是老三媳妇这么一说，村长夫人还要在院里扯皮。好在她先前没有答应1亩地7袋粗粮的说法。宋九也笑了，他把包袱拿出来，里头是20块绸子衣料，几个儿媳妇围着看。宋九当着众人的面前将2两银子的绣帕钱交了出来，随即说道：一张绣帕500个大钱的工钱，对方见我绣得不错，多给了，便给了2两银子。接下来这些就按500个大钱的工钱给，绣好交货后再付货钱。娘，你把钱收上。任婆子听着，笑眯眯地从银钱里拿出400个大钱交到宋九的手中，说道：3房落下2成自己收着，这是规矩。宋九也没有推辞。一旁的大嫂沈秋梅看着，一张绣帕就能赚500个大钱，感觉到不可思议。三弟媳才学了几日啊，一张绣帕能抵一袋粗粮了，在这世道有手艺是真的饿不死，难怪婆母当时想方设法的让三弟媳学刺绣了。杨冬花却是奇怪的看着婆媳两人的交谈，给2两银子落2成是400个大钱，这数他不会算，是对的还是错的？见大嫂没有意见，可见婆母没有多给，不过是400个大钱，杨冬花倒也没有放在心上。不过三弟媳是真的能自己赚钱了，还挺意外的，但她也不羡慕，她是做不来的。娘，你先前给的2两银子买丝线的钱，连着2次我花了800个大钱，等这一批货全部做完了，我再报数。宋九真是坦诚，任婆子就喜欢这么坦诚的媳妇，摆了摆手，叫她自个儿记着就好。倒是这会儿沈秋梅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她惊异的看着三弟媳，问道：三弟媳会算数？这事儿任婆子给忙忘了，没有在院里头说起，瞧着老大媳妇知道了，任婆子也就接了话：你三弟媳不仅有福运，还是个聪明的人。她嫁到任家院来后，跟着你三弟学了学，就会了，不仅识字看文书，还会算数。要是个男儿身，可不得了。有了婆母这话，沈秋梅不淡定了。她一直以为在任家院里的媳妇就属她识字，她一直在院里是压一头的，毕竟她是秀才家的女儿，打小就识字。三弟媳才来任家院时，所有人都看到了的，一身破烂的衣裳，连饭都没吃饱过，又怎么可能读书识字？嫁到人家院才一个冬季的时光，她不仅学会了刺绣，还学会了识字，她是怎么做到的？说家里发生这么多的事是她的福运，那读书识字算术可不是靠运气就行的，那得实打实的记和背。沈秋梅惊得说不出话来，任婆子瞧上了，也不想太打击了大媳妇的面子，便说道：老大媳妇也不错，秀才家的女儿，学的知识更多，以后也可以教一教你三弟媳。沈秋梅连忙收起思绪，应下了。再看三弟媳，她可是半点不敢轻看了，甚至还很欣赏，如此聪明的人竟然是她的妯娌，自己可得努力了，不能输给三弟媳才好。只有杨冬花没啥感觉，三弟媳聪明好学，反正她不想学。先前婆母也问过她要不要学着识字，她丈夫识字可以跟她认一认。她看到字就头痛，听她丈夫念书就想睡觉，最后连她丈夫都不想在她面前念书了，不然成了催眠曲。宋九报完了账，提着包袱进了屋，就见他家夫君在屋里等他了。媳妇儿，跟我打猎的那几个问我，这束发的绣带能不能也给他们一块，着实是好看，指不定带了这个能娶上个媳妇。是刚才回来时在村道上看到地里干活的那几个要求的吗？那会儿他们盯着丈夫看，原来是在看绣带，这倒是好办的。做绣帕也要裁一裁，万一有多余的边角料，他缝到一起做个绣样，就能戴头上，还是绸料子更好看了呢。对于常年穿着青灰黑短衣的庄户们来说，一根红绳都尤其显眼，何况是这纹路颜色鲜亮的绸料了，那是更好看了。任荣长得了媳妇的同意，欢喜的出门，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去。独留宋九一人在屋里时，他会把小盒子拿出来，里头是他先前做的鸡蛋夹杂着丹砂一起磨成的粉，细腻的抹在了双手上，他脸上都舍不得抹，这个也能敷脸的，就是量太少了，这一次没有舍得去买丹砂。宋九轻轻地揉着自己的小手，还别说几日不做事，手是软了些，又吃得好睡得香，还用这偏方磨手，手上的粗皮慢慢的掉了。宋九很满意，磨好了才开始接着刺绣。接下来2日，许氏村里有人去过城里打听了，知道了城里的粮价后，便有人狠心来任家院里拿地换粮来了。这一次1亩田换5袋粗粮，连家里的种子粮都吃光了的村里人已经计较不了那么多了。任婆子请老童生帮着写了文书，村长见证，第2日办了契纸，又到手3亩地。这么一算，任家已经有50亩地了，
现在卖给他们还能下种呢。泉眼井源源不断的出水，田地隔得远了，任婆子直接打发家里的大力儿子去挑水浇田，一滴水都不能浪费。就在任家人都满心欢喜，计划着接下来陆续购田地的事时，任家院里突然来了一位客人。第86章，傻夫君讨厌沈家妹妹。来的正是大嫂的娘家妹妹。沈家人住在陈家湾，隔着水乡村走路怕得2个时辰了，倒也不远的。不过那边靠近贫瘠的山地，而且山道弯弯曲曲的，官道都没有通。沈家小妹过来，跟宋九当初过来时一样的贫寒无比。沈秋燕站在高门大户的任家院外，就被镇住，不敢进来。直到看到他家亲姐沈秋梅，沈秋燕才露出笑容。就见嘴边露出2个小梨窝，明明与她姐长得极像的脸，却因为这一笑，精致的五官又带着别样的好看。大嫂沈秋梅在院里算是长得不错的媳妇，比二弟媳好看太多。可是她妹妹却比她长得还要好看些，带着稚嫩的眉眼里笑起来的小梨窝特别抓人眼球，让人一眼看到就注意上了。宋九那会儿站在3房门口就看到了，那怯弱的样子也像看到了当初踏入任家大门的自己。沈秋梅把人接进来，满脸的欢喜，同时也有些疑惑，妹妹怎么来了？过年时节她才回过一趟娘家，家里不是都好好的，妹妹也没有说要来看她呢。沈秋燕很讨喜，恭敬的上前给长辈行礼，还甜甜的喊任家3兄弟做哥哥，尤其喊任荣长的时候，还被任荣长的眼神给吓到了。那会儿任荣长坐在宋九身边，突然有个女子靠近喊他3哥，他不理，还别过头去只看自己的媳妇。沈秋燕也不是不知道任家有个傻子，只是头回遇上，竟然长得如此俊朗，就是不太近人情。宋九拉了拉丈夫的袖口，任荣长才勉强的侧半个头看了沈秋燕一眼，突然说道：“我不是你3哥，我没有妹妹。”任婆子听了有些不好意思，到底是大房家的娘家人来了，不能吓到了人家。老三，下次可不能这么说话了。任荣长不说话，他只看着他家媳妇。宋九也没有办法，瞧着他家夫君再说下去，怕是脾气上来了，拉不住的话更糟糕。大房娘家妹妹过来是想在任家院里住些时日的，说是沈母的意思，来照顾姐姐的。这事儿也在理，毕竟沈氏快生了，有妹妹照顾也好知识，就是在这荒年，凭白家里多了一张嘴。晚饭时就让任家人见识到了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感悟。莫看沈秋燕小小个子，吃的还多，难怪她胸大屁股大，长得还好看，吃的就能抵一个大男人的分量了。任家院里也不是小气的，多一个碗一双筷子的事，任婆子决定每顿多煮一些，就是难得有大房娘家人登门。晚饭过后，杨冬花回到屋里就不满了，郁闷地说道：“这么说的话，我也叫我家2哥过来吃几顿，现在谁家的粮有多余的？亏得大嫂家里还是书香门第，至少我娘家人不敢上门。我要是看到我2哥跑来打秋风，我让他饱饱吃一顿，赶紧走。”任广江听着媳妇的话，忍不住想笑，也由得他细细数落。等他说的差不多了，才安慰道：“就个小姑娘，吃个饭罢了，咱们家还有余粮呢，那地窖里还有粮食，不用担心。”说起这个，杨冬花也是领教了，她婆母年前就说没粮了，谁知现在换了5亩地了，也没有从地窖里拿过一袋粮食，任家院里的粮仓里到底还有多少粮食？杨冬花头回见到这么会当家理事的婆母，她娘可就没有这么多的心计，说没吃的那是真没吃的了。任广江的心头可不惦记这事儿，反正有他娘管着，就稳稳的。这会儿任广江有些年轻气盛的，兴致上头了，上前一把抱起媳妇就往床上走。才吃过饭，天还没有完全黑，就躺床上去了，不好吧？然而这种事向来由不得杨冬花，她丈夫就是兴趣浓，掀开她的衣裳就将头埋她肩头，闻了一口女人香。任广江叹道：“这热被窝里，我是一步都不想离开。”死相，杨冬花无所奈何地抱住了丈夫的头，半推半就，也就没有拒绝了。大房屋里，沈秋梅将妹妹带到里间，小声问道：“小妹，家里可是出事儿了？”沈秋燕的目光闪了闪，随即笑着摇头：“没呢，二姐，大哥要帮着下地，母亲也要打理家里，就有空闲着，就把我派来照顾你的。”沈秋梅的肚子着实大了起来，但是在任家，她啥也不做，就给自己的孩子做几身衣裳穿，婆母对她也极好，偶尔还杀鸡买肉给她吃，比外头的儿媳妇都要好。真没必要妹妹照顾的，真要是生了，院里还有2弟媳和3弟媳，都是手脚勤快的，尤其是3弟媳人又善良聪明，搭把手照顾她，真不比自己的妹妹差的。听姐的话，明个儿你先回去，我在任家院里有弟媳们照顾，叫母亲别担心。然而沈秋燕不干了：“姐，我来都来了，你就这么把我打发了？我走了3个时辰的路才找到水乡村来，差一点迷路。”沈秋梅听到这话又心软了：“姐，没想到你在任家过这么好的日子，我好久没有吃硬食了，今晚上吃的面条我真的很喜欢吃。”看到妹妹的确有些瘦弱，不过瞧着已经发育了，于是细问道：“你来月事了吗？”沈秋燕红着脸点头：“早来了，她胸脯都长很大了，她故意用布巾子把胸脯缠起来，就是怕路上一个姑娘家走着不安全。妹妹长大了，
留在任家院里更不方便，她要生孩子也没有办法照顾到妹妹。她丈夫笨手笨脚的，也得避嫌。姐夫和小姨子可不好相处，以前是妹妹还小，是个孩子，现在是个大姑娘了。你最多在院里再留几天，我怀孕的事儿还真不需要你来照顾。现在是什么年头？妹妹来了，我不想让二弟媳说我娘家人来打秋风。三弟媳不说，婆母不说，我心头也过不去。到时候妹妹回去，我给你一小袋粗粮带回去。沈秋燕听了，头垂了下去，没有反驳，却也没有应承。沈秋梅就这么决定了。当天晚上，姐妹二人睡一个被窝，丈夫去了客房住。许是姐妹二人睡一起，说不完的悄悄话，一个不小心，沈秋梅将婆家的情况说了。二弟跑船赚了笔大钱，三房弟媳学会了刺绣，家里前不久还买了几亩地。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沈秋燕静静地听着，心不知不觉已经动容。第87章，沈家妹妹想偷学刺绣。人家比表面上看到的还要富足，姐姐嫁到任家来，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是她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未出阁的沈秋燕对自己未来的夫婿有很大的期待，只是现在看到任家的男儿，心头也慢慢的有了想法。宋九一天到晚在家里刺绣，家里人都不打扰他，只是自打这个沈家妹妹来了，第二天就缠上他了。他没有带什么衣裳过来，穿的是他姐姐的衣裳。他长得丰满，却比他姐姐要瘦小些，骨架也细些，穿上姐姐的衣裳显得大了。于是沈秋燕带着衣裳来三房屋里改衣，是听他姐姐说她会刺绣，她正好不太会针线，想她帮忙提点一二，绝口不提要学刺绣的事。宋九目光平静地看了她一眼，看着她手上拿着大嫂9成新的衣裳要改小的样子，看来大嫂还是挺喜爱这个妹妹的。她会刺绣的话也都说了，也舍得拿自己的好衣裳给她穿。三嫂，能否教我针线，把这衣裳改小些呢？沈秋燕笑容甜甜的开口。宋九停下针线活，没有人知道他会听人心声。沈秋燕心头想什么他都知道，他从大嫂那儿听到他会刺绣，有门手艺，就动了心思。教你将衣裳改小不成问题，倒也不难的，只是你当真要将这衣裳改小，毕竟你还小，指不定能长身体，现在穿着大些，过些日子穿着就合适了。到底是大嫂的小妹，宋九耐着性子劝她。沈秋燕却是摆手，我怕是长不大了，我已经来了月事，是个大姑娘了，而且她靠近宋九，指了指胸脯，我把这缠住了，不然会更大一些，我姐让我缠住的。宋九怔住，不得不说人家的胸脯就是大，缠住了还这么显眼，那要是放开了，岂不是比二嫂的还要大？二嫂怕是会受不了。只是这些跟他说做什么？宋九还有些尴尬，就听到沈秋燕暗自想着，瞧着任家院里的几个女人，也只有二嫂还能与她的比一比，眼前的三嫂又小又瘦，哪能跟她比？宋九没忍住，轻笑出声，竟是这样的想法。都说姐姐的婆母当初挑选媳妇就喜欢胸大屁股大的，她在家里时十里八乡的媒人都说她好生养，到了人家必定能得姐姐婆母的欢心。宋九立即收起笑容，看向沈秋燕，她什么也没有说，脸上除了那带着小梨窝的笑容，神色并没有什么变化。不过小小年纪想法有不少。宋九将衣裳放下，改小的确复杂，这事儿大嫂也能做，要不你让你姐教你，我这些活计是耽搁不得的，怕是没办法教你了。沈秋燕没想到自己舔着脸过来请教，对方半点不给面子。见宋九的态度还有些不好相处，沈秋燕没滋没味的起了身，不过她的目光扫了一眼桌边放着的一盒糖糕，里头还剩下好几块，不仔细看还没认出来。沈秋燕不得不出去，又不甘心的回头看了一眼，便见宋九并没有叫住她，也没有继续做针线活，反而面色平静地望着她，那平静的目光颇有些威严，使她不敢驻足。沈秋燕从三房屋里出来，立即回了大房屋里。这会儿沈秋梅正在做孩子的衣裳，见妹妹突然进来，疑惑地看着她，尤其她还拿着自己昨夜给她的压箱底的衣裳，这是要做什么？沈秋燕看到姐姐，立即来到姐姐身边坐下，说道：姐，我刚才去三房，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沈秋梅皱眉，妹妹去三房做什么？我在三嫂的桌上看到了一盒糖糕，我先前听村里人说过，城里有糖糕铺，包糖糕的纸是金黄色的，里头的吃食是带着紫色的，我可以肯定三房偷偷吃糖糕。城里的糖糕那得多贵啊！沈秋燕长这么大连糖糕的味儿都没有闻到过。没想到自己说了这么多的话，姐姐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问她为何去了三房。瞒不住了，沈秋燕将姐姐的衣裳拿来当借口，想跟三嫂学针线活，把衣裳改一改，都没有问出口，三嫂就生怕她偷学了刺绣手艺，把她赶出来了。沈秋梅听到这话，反而觉得奇怪，三弟媳不是这样的人，你若只是改衣裳，三弟媳一定会告诉你，你是不是想学刺绣？被姐姐严厉的眼神看来，半点不质疑三弟媳的样子，沈秋燕也没有想到，不免穿帮了，垂下头去。你才来任家，在任家吃好喝好，你还想偷学手艺？你怎么想的？三弟媳的手艺不是她不想教，而是她向她师傅发过誓的，不可以外传。三弟媳可不是你遇上的那些狡猾的村里人，也不知你在哪儿学来的小心眼，
娘也不是这么教导我的，你怎么就学歪了？还有那糖糕的事，咱们任家每家有自己的私房钱，他有钱买糖糕吃，那也是本事。你才来任家就挑事，再这么下去，我现在就送你回陈家湾去。沈秋燕一听姐姐要送自己回去，吓了个半死，连忙恳求着姐姐。沈秋梅只好作罢。不过这日后，沈家妹妹不敢再去三房屋里找宋九了，正好宋九也落得一个轻松。只是任家院里平白多了一个人走来走去，还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尤其第3日，沈家妹妹就不束胸了，少女稚嫩的模样，却拥有着前凸后翘的身材，要不是碰上了人家的男儿，到了外头怕是要起心思的。宋九忙了1日的活计，到傍晚才从屋里出来，在外头走动走动。她给丈夫的那群兄弟一人绣了一块束发带，没把他们高兴死。便是他家傻夫君也是满脸的欢喜，还说起这一群兄弟想跟他上山打猎的事。宋九立即把他夫君的想法给掐灭了。他家傻夫君只要安生的待在他的身边，他自己做点绣活，捞点私房钱，过着小日子，宋九相当的知足。傍晚出来走动时，他家傻夫君正好从外头砍柴回来，强壮的身体扛着100多斤重的柴盒，走起路还能虎虎生风。宋九正想说过去帮把手，就见2房屋门口，沈家妹妹将2嫂晒干的衣裳收了，还亲自送到了2房去。2房门口，2嫂不知去了哪儿，接衣裳的正是2个任广江。任广江这人年轻气盛，一身的力气，人也要粗心些，也没有顾忌什么，接过衣裳还道了声谢。许是想着这是大嫂家的妹妹，任广江想起屋里他媳妇吃剩下的糖糕，便转身回屋拿了一块糕给沈家妹妹吃。第88章2房夫妻吵架了。沈秋燕接过糕点，笑得见眉不见眼的，两人站门口说了会儿话。宋九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一边帮丈夫接柴禾，一边跟着丈夫往柴房去。等宋九从柴房里出来时，就见2嫂已经回了院，这会儿生气的从沈秋燕手里夺走了糕点，语气冷淡的开口：“这糕点我吃过了，沾了我的口水。沈家妹妹想吃的话，改日上街，我给沈家妹妹买一盒新的。”说完这话，杨冬花上前就要拧丈夫的耳朵，身高不够，杨冬花瞪了丈夫一眼，任广江无奈的弯了腰，杨冬花拧着丈夫的耳朵，直接回屋里去，转眼门砰的一声关系，掉落了一层灰。沈秋燕看着到手的糖糕又没了，脸色不好看，又见2房大门紧闭，气得转身就走。2房屋里，杨冬花将这块送出去的糖糕丢到了地上，却让任广江摸不着头脑。他媳妇这发的奶门子脾气，一块糕点也那么小气，大嫂家的妹妹也是亲戚，亲戚上门做客，当着人家的面这么做，人家怎么想？恐怕要在任家院里待不下去了。再说他堂堂男子汉，在外头人面前被媳妇拧耳朵，情何以堪？他不要面子的。任广江显然生气了，挣开媳妇的手，朝旁边的板凳上一坐，别过头去。杨冬花气得不轻，她刚才进院里时看到了什么？沈家妹妹半点不避嫌，都挨着她男人站着，还跟她男人有说有笑的。正常人说话都得隔着2、3步远的距离，若是男女之间更是隔着4、5步远的距离。就拿3弟媳来说，每次她找大哥2哥说话，不都隔得远远的？为啥沈家妹妹半点不顾及呢？是沈家没有教呢，还是她丈夫有什么心思呢？自己也不注意。你是不是看中了她比我胸大屁股大，才故意靠近她的？杨冬花这一下不依不挠了。任广江震惊地看向媳妇，感觉她在无理取闹。大嫂的妹妹，我把她当妹妹看待，你的思想怎么这么肮脏？任广江很生气，杨冬花更是生气，指向自己：你说我思想肮脏，我杨家父母没有这么教过我，跟外男说话这么不顾及的。她今年有15了吧？我听大嫂说已经及笄，都已经来了月事。她是大姑娘了，说话还得靠你身上去呢，对你笑个不停。你几时看我在外头村里的男人面前这么做过？我要是这么做了，你心头会好受。任广江，你别以为我是无理取闹，无中生有。他这个时候来咱们任家院里，要说他没有点想法，我杨冬花打死也不信。来了人家吃了几顿饭，眼神都变了。外头有几家能像咱们任家这样吃硬食的？我娘家人指不定也是吃流食。他不想走了，我不计较，不就是多一张嘴呢？但是他惦记我男人，我就不准。婆母都说了，任家男儿不准纳妾，你也别想有这样的想法。任广江被媳妇说的冒火，他几时要纳妾了？他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再说夫妻2人不是好好的，为了个外人这么跟他吵。何况这一切都是他自个儿的猜测，人家指不定就没有这么想过。只有腌脏的人才会想腌脏的事。任广江一生气，起身出了屋。杨冬花从屋里追出来，早没了她男人的身影，把她给气死了。一回头就看到沈家妹妹站在大房门口，目光冷淡地看着她，像是挑衅她似的。杨冬花受不了这气，就要过去质问她，没想任婆子从屋里出来，叫住了老2媳妇：“娘，我夫君欺负我。”杨冬花跟着婆母来了堂屋，门一关，就开始告丈夫的状。任婆子撩开眼皮子看了她一眼，什么事儿看一眼她也就知道了。老2脾气火爆，这性子随他爹，但心不坏。你但凡好好跟你男人说话，也不会闹成这样。
你这样的要是在大户家里，原本没啥事的两人，还真就被你吵得有事了。任婆子一句话把杨冬花给说懵了。老二是什么性子？你跟他这么久的夫妻还不懂？你回去好好跟我丈夫说说，也别在外人面前拧你丈夫的耳朵，男人也要面子。再说老二是不是还弯身让你拧耳朵了？说明他也顾着你，你也得适可而止。老二的确是个优秀的男人，他自己有力气也有本事，这乡里的姑娘有不少想嫁给他，你不好好管着，吵架能解决什么？杨冬花被婆母一顿说的，心头虽然不高兴，怪婆母只护着自己的儿子，可是仔细一想，婆母说的也对，他家夫君能赚钱呢，又聪明，他还识字读书算术一样不差。杨冬花从正屋里出来，没有去大房门口找沈家妹妹的麻烦，便回二房屋里，随即还将剩下的糖糕都送到了大房屋里去，说是给沈家妹妹吃的。沈秋梅看着一向爱计较的二弟媳突然发善心，还有些不适应，不过听妹妹先前说过三房屋里看到过糖糕，说自己没吃过很羡慕的样子，她也就接下了。二弟媳一走，沈秋梅将糖糕交给妹妹，沈秋燕脸上没有什么情绪，也不见欢喜。沈秋梅看了眼妹妹，摸了摸自己隆起的肚子，说道：明个儿送你回去吧，我让你姐夫赶着牛车送你一程，我到时候向婆母说一说，拿一大袋粗粮送去娘家去。沈秋燕终于慌了，上前抱住姐姐的手，恳求道：姐，还让我再住几日吧，就多住几日，让我陪陪你，不然改日我出嫁了，以后我们姐妹二人各自有家，怕是一年都难得见一回了。这话又把沈秋梅的心给说软了，妹妹说的没错，以后姐妹二人各自有丈夫，就难得见到了。于是沈秋梅答应了。院里发生的事，宋九看在眼里，三房倒是宁静的，他家傻夫君可不管院里多了个沈家妹妹，反而一门心思只想干农活。扛了柴禾回来，出了身臭汗的任荣长嫌弃地闻了闻自己，还不想媳妇靠近了，怕媳妇嫌弃。宋九端来清水给他净脸和手，任荣长拿着手巾子擦洗着，回头看向媳妇，问道：媳妇儿，咱们好久没有入山看野梨子了，你要不要跟我去玩？第89章，运气就是好，又猎到一头野猪。想到野梨子，就想到了他捡回来的师傅，这一走几个月没有消息，想必以后也不会联系他了，毕竟他也没有拜师成功。见丈夫兴致正浓，宋九心想着要不挤点时间出来陪丈夫入一趟山中，于是点了点头。任荣长高兴了：明个儿，我带媳妇进山，我背你去，现在不下雪了，我跑得特别快。宋九看着丈夫这么开心，她也开心的点头。当天夜里，二房屋里，杨冬花温柔的给丈夫洗了脚，又给丈夫宽衣，一夜的温柔，夫妻二人又高高兴兴的了。被婆母教过的杨冬花也不这么闹了。早上夫妻两人有说有笑的从二房屋里出来，就看到三房的三弟和三弟媳准备出门去。三弟和三弟媳两人倒是感情好，三弟竟然有心思带三弟媳去山里看野梨子。野梨子有什么好看的？他真是惯着三弟这份傻气。杨冬花目送着三房夫妻出了门，正要跟丈夫一起下地去，一抬头就看到客房屋里走出来的沈家妹妹。杨冬花叫了一声丈夫，任广江回头看了她一眼：咋了？你背我出门？杨冬花撒娇。任广江的脸微微一红，朝院里看了一眼，除了三房夫妻出了门，家里人都还没有起。于是任广江弯下腰去，一边背媳妇一边说道：就你事儿多，我脚步快点背你到地里，你就得陪我一日的，咱们说好的。陪丈夫去地里做事是辛苦点儿，但是杨冬花心头欢喜，于是点头应下。任广江就这么的将媳妇背了起来，快步朝院外去了。沈家妹妹的目光一直看着夫妻两人出门，小脸上没有什么情绪。宋九跟着丈夫上了山，发觉自己的腿短，走不过丈夫，正想劝他家傻夫走慢些，没想任荣长突然在他面前蹲下：媳妇儿，我背你，我们快些进山，指不定还能跟着野梨子猎到野兔。宋九看着眼前宽敞的背，他唇角微扬，心头甜滋滋的，他家傻夫君就是他的依靠。爬在丈夫的背上，宋九还想问问丈夫自己是不是长胖了，身子也沉了，没想到走在山道上的任荣长脚步飞快，不像冬季下雪的时候，这段时间干旱，山道也很结实。宋九只看到两边风景闪过，没多会就进入了翠绿的林木中。到了这儿也算是靠近森林了，村里人不敢来这处，不然野草和树皮怕也是难以保住。终于任荣长停下脚步，没想到他突然纵身一跃，跳树上去了，没把宋九给吓死。宋九一双胳膊死死地抱住丈夫的脖子，不敢朝树下看，就见树下无声无息地走过来一头野猪，原来是在避着她。她丈夫打猎还挺有经验的。任荣长将宋九放到了树杈上，小声交代他：我把野猪弄到手，咱们家就有肉吃了。没想到一入山就有收获。宋九也是挺意外的，不是来找野梨子的吗？怎么遇上了野猪？再说这时节还有这么大头野猪，这是多大的好运道。只是他还没有开口应承，他家傻夫纵身一跃跳了下去。宋九双手抱住树干，闭了闭眼睛，方慢慢的睁开往下头瞧，就见一人一兽缠斗了起来。300-400斤重的野猪看着就吓人，徒手猎野猪，
即使有力气的壮汉也是个难事儿，缠斗下去，野猪也有可能伤了人后跑掉呢。宋九凭着呼吸，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他家傻夫，生怕他受伤。可是也挺奇怪的，这头野猪不但没有逃跑，还跟他家夫君扛上了，朝着他就撞了过去。眼看着就要撞他家傻夫身上，宋九倒吸了口气，就见他家傻夫就地一滚避开，就怎么也没有想到野猪不转弯，直接撞在了他坐着的这棵老树下，转眼倒地吐血不动了。老树一阵晃动，宋九差一点没有抱稳，好不容易稳住身子，就看到他家傻夫蹲在野猪面前，疑惑的开口：“头回猎野猪是他自己撞死的，怎么这么傻？”到这会儿，宋九才松了口气。就在这时，树林里传来一声野兽的嚎叫，宋九听出来了，是野梨子的声音。果然，一只野梨子从树林里冲出来，朝着他家傻夫就扑了过去。一人一兽在地上翻滚，底下传来他家傻夫君欢快的笑声。坐在树杈上的宋九也挺替他家傻夫君高兴的，就是能不能先把他抱下去，他恐高。好半晌，一人一兽玩到的差不多了，方想起树上还有个人。那会儿的宋九已经满头大汗，脸色苍白，心想着下次再也不跟他家傻夫君出门了，要是一个不小心把他给忘了，他留在这树林里只能自生自灭。然而人龙掌还没有野梨子速度快，野梨子发现了树上的宋九后显得很欢快，飞速地爬上树来，转眼到了宋九的跟前。野梨子本以为宋九也会像养大他的主人那样喜欢他，抱着他翻滚，谁知宋九不但不敢看野梨子，还双手抱着树一动不动。野梨子在宋九的手上嗅了嗅，随即舔他的手，舌头上的倒刺舔在他手背上麻麻的，却直接把宋九给吓得身形不稳，随时可能掉下去。到这会儿人龙掌才跳上来，将宋九给抱了下去。沾了地的脚是软的，宋九坐在地上半晌起不来，任由旁边一人一兽等着他的招呼，他也不理。人龙掌抱着野梨子上前想逗媳妇欢心，宋九别过头去：“媳妇儿，你看看野梨子，好久没见了呢。”宋九看着一脸讨好她的丈夫，心还是软了，叮嘱他以后不准把我一个人放树上。人龙掌疑惑地看着他，想来解释是说不清的，他会功夫又有力气，哪能明白他的恐惧。宋九直接叮嘱他3遍，直到丈夫记住了，他才放心。这会儿再看他家傻夫抱着野梨子想讨好他的样子，他终于露出一个笑颜，人龙掌也笑了。野梨子一直待在这带山林，也不离去，就是一直在等着他家傻夫君入山，不然就野梨子的习性，不会一直待一个地方，而是四处捕猎。温驯的野梨子就像养的家猫那样，被宋九撸了好久，终于玩得差不多了，才准备着下山去。可是这一趟突然猎到头野猪，还真是让人意外，这么弄下山去也是费劲。于是夫妻2人合力做了一块木筏，用树藤拖着走，宋九在后头帮手推一推。来时轻松，回去却是辛苦，没有丈夫背她，绣鞋都走破了。第90章，任家的生活太好了，她舍不得离开。野梨子送夫妻2人出了林子，来到了山林边沿，野梨子还舍不得走，宋九也挺喜欢这只野梨子的，只可惜她不适合下山，再说任家院里也没有分家，也不适合她养宠物。宋九只好摸了摸野梨子的额头，依依不舍的分别。从山上拖了头野猪下来，能不显眼都不可能。从村头过去时，村里人都瞧见了，一个个感觉到不可思议。任家院里有肉吃了，在这个连饭都没得吃的时节，能吃上肉简直是奢想。村里头不少人跟着看热闹，都来了人家院外。任家院里，任婆子听到3房夫妻上个山就猎了头野猪回来，也是一脸的震惊。可是一想到3媳妇这神乎的运道，她又不觉得奇怪了。任家大哥上前帮手，任婆子就让老头子去地里把2房夫妻喊回来，家里杀猪吃肉是大事儿，地里的活明天再做。院门还没有关，院外挤满了人。任婆子看了一眼，犹豫了一下，还是朝外头开了口：“等会儿大家伙的也来喝个杀猪肉汤。”村里人听到这话，一个个都流口水了，都说人家人心善，果然如此。任家的儿子也是一个个的争气，这任家傻三儿这么大的能耐，比村里头各家的正常儿子还要厉害呢。大嫂沈秋梅一脸不可思议的从大房屋里出来，就看到院里摆着头几百斤重的野猪，作为孕妇最是馋嘴了，这会儿看到野猪肉就咽了咽口水。沈秋梅还伸手摸了摸隆起的肚子，说道：“孩子，你这是有口福了，咱们有猪肉吃了。”跟着姐姐一同出来的沈家妹妹，这会儿瞪大着眼睛看着院里的野猪，随后目光落在任家的傻儿子身上。高大壮实的身材，只要不说话不乱发脾气时，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个傻子。而且仔细一看，这任家老三比前头2个哥哥长得还要俊，瞧着他对媳妇也极好，还生怕帮忙的媳妇双手乐红吃痛，便将媳妇的手捂怀里傻笑。沈秋燕就这么怔怔地看着任荣长，被众人盯着，宋九赶紧从傻夫君的怀里收回手。任婆子看了小夫妻一眼，便看出了小夫妻的感情深厚，笑着说道：“老三，别傻站着了，过来帮你大哥的忙，把野猪给杀了，大家伙的还等着喝肉汤呢。”宋九也不想婆母看了笑话，
赶紧拉着丈夫帮手。二房夫妻从地里跑回来，看到热闹的院里，杨冬花已经笑得合不拢嘴。要说三弟媳神乎，她现在五体投地，托三弟媳的福，家里有肉吃了。有肉吃，杨冬花手脚就快了，赶紧从厨房里拿出盆来。这边任家三兄弟杀猪，杨冬花就手脚麻利的上前接猪血，还一边问婆母：“娘，咱们这一顿能不能炖多点？我好久没有开荤了。”任婆子看了她一眼，一提到吃的，比谁都跑得快，这嘴馋的比她家怀孕的大嫂还要厉害。先把肉一条条的挂粮上去，整一锅肉汤给大家伙的分了再说。任婆子又心头不舒服的说道：“好久没开荤了，每天吃的鸡蛋汤都给谁吃的？”娘，鸡蛋没肉好吃。杨冬花一高兴，啥都往外说，也不怕得罪了婆母。任婆子无奈一叹：“谁不知鸡蛋没肉好吃？”一家人忙活，村里人也过来帮手，闻着油荤味都舍不得洗手了。任婆子叫老头子在院外搭了个临时的土灶，将家里那口大锅抬了出来，猪骨头、猪下水全部清出来炖大锅里，随后又叫老二媳妇多剁了2大块肉碎进去。看热闹的村里人立即跑回家里拿碗，见者有份，都过来喝一口。这年头盐也值钱，只是任婆子舍得，往大锅里加了盐，味儿就出来了。大铁锅炖肉，鲜香四溢，村里人一个个的盛上1大碗肉汤炖甜梗上吃。任婆子看着就忍不住看了看天，什么时候老天爷开眼，下场大雨，以后家家户户都能像以前一样吃上肉和粮。终于把村里人打发走，任家人已经饿得肚子咕噜叫。杨冬花和大嫂在厨房里炖肉，看了一眼外头的热闹，还摇了摇头。自家人吃的都是肉，可比外头铁锅里的好吃。宋九却是手脚麻利，在刷大铁锅。任老头也将外头临时的灶台收拾起来。瞧着一个个都有事做，唯有沈家妹妹却独自坐在角落。外头人散了，也收拾干净了，任家院门关上，一家人也准备吃好吃的。任荣长将刚才在山间遇上的野猪说了，这头猪直接往他媳妇待着的那棵树上撞，就撞死了。这话说的把2个哥哥都给惊了一跳。打猎要是这么来的话，那山中的野兽都是他们的囊中物。不过说是这么说，也都没有往心上去，只叹三弟媳这运气没得说。2木盆炖肉端上了桌，任家人围坐在一起。宋九被婆母拉到身边坐着，一家人都看着他。他能说这是他家夫君猎到的吗？而且也是他家夫君最先发现的，要不是把他放树上了，指不定那头野猪也会来撞他的，他还没有这么神乎。但是显然他说什么都不会有人相信的，反正这头野猪就是托他的福。吃吧，吃吧，一个个的看着你们的三弟媳做什么，吃了有力气干活。有了人婆子这话，一家人也就伸了筷子。沈秋梅还是顾着妹妹的，她至少在任家做儿媳妇，时常吃到肉，妹妹却不是，怕是过年的时候才吃到过。于是沈秋梅给妹妹的碗里加了1大块肉。沈秋燕尝到野猪肉的味道，便是眼眶一热，看着任家人这么好的生活，她就羡慕，她真的想留在任家不走了。这样的好日子，她以后即使嫁了人，也未必能有这好生活。任家人吃东西都是吃饱为止，2木盆子的肉吃完，锅里还有剩下的。任家的男儿都已经放晚了，沈家小妹却还去厨房端了一碗来吃。一旁的杨冬花一脸惊讶地看着沈家妹妹这吃相，这是多久没有吃肉了？这么吃下去，不把肚子撑坏了？只是当杨冬花的目光落到对方丰腴的体态时，便知道这人怕是平时也吃独食惯了的吧，紧好的吃，恨不能都扒自己碗里。第91章，惦记上了人家傻儿子。沈秋梅的脸色有些不好看，可是看到妹妹吃得津津有味的模样，她又不忍心，只好用眼神催着妹妹吃快一些。这一顿终于解决任家人的嘴馋，悬梁上还挂了不少野猪肉，接下来顿顿有肉吃。好在天气还没有入夏，还能放些时日。任婆子在屋里跟老头子说道：“这肉是好东西，只怕2个儿媳妇想打主意了。”老头子抽着烟看了一眼媳妇，也为着此事头痛。3房猎回来的野猪肉的确有不少，大房2房若是有想法，要不均一点给几个亲家。任婆子却是无动于衷，一边洗脚一边说道：“且等等，看谁先惦记上。儿子大了，各家娶上了媳妇，心就不在一块儿了。去年过年时节，老二跑了一趟船，赚了笔大钱，也同时打破了咱们小院里的平静。3个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同一个爹娘却各有所长。老大憨厚老实听话，老二聪明狡猾，老三虽傻却听三媳妇的话。咱家3媳妇有福运，待人也聪明，我看比上头2个哥哥还要聪明。老三媳妇才来咱们任家没几个月，老三就向着他了，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不及一个枕边媳妇。好在老三媳妇心地好，人也不计较，不然更闹心。”任婆子说到这儿，颇有些忧伤，有些是注定了的。她努力想让一家人齐心，力往一块使，但是每个人的心是不一样的，她还能管几年呢？任老头倒是心疼媳妇太过操心，忍不住说道：“要不分家吧，也免得你操他们的心。庄户人家不分家，那是财产不多，分开就都没了。大户家里过不到一块儿，都是早早分的家。
真若是分了家，咱们两老的也少做些事，我带你回趟娘家去。提到娘家，任婆子的脸色很难看，立即摆手，回娘家就不用了。至于咱们家分家这事儿，且让我再想想。正房屋里两老的商量，大房屋里沈秋梅就惦记上了野猪肉，看向自家老实的丈夫，便说道：“我瞧着二弟媳要想办法送肉给娘家去的。”任广田正在洗脸，听到媳妇这话，脸色不太好看。上一次就是因为媳妇太过计较，他跟二弟闹得不太愉快。夫君，我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吱声？沈秋梅一只手抚着小腹，一只手拉了拉丈夫的袖口。任广田不得不说道：“二弟媳要拿，那就给他拿些去。”沈秋梅听了生了气，这么说的话，我也要拿些给娘家送去。这年头大家都不好过，我妹妹好久没有吃肉，今天吃的那模样，看着就心疼。我爹娘哥嫂都好久没有尝到肉味了。任广田闷着声不说话，见媳妇不依不挠了，看着他激动的样子，任广田只好答应了。我也不是要主动闹事儿的，着实是婆母向着二房，二弟媳不拿，我沈秋梅也绝不会往娘家拿，也不会让你为难的。任广田只好答应了媳妇，但大房不先提这事儿。三房屋里，宋九洗了脸和手，拿手帕抹干，就见他家傻夫君在解腰带。他正了正，果然那条绣花腰带解下，裤子掉了一半，他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任荣长疑惑地看向媳妇，穿着亵衣，一把将媳妇给抱住，放在自己的膝头，坐在床沿。媳妇笑话我，懂得害臊了。宋九抬头看向他，一双深黑的杏眸里水汪汪的，看得任荣长的脸都红了。媳妇真的很好看。任荣长忍不住伸手摸向她的唇瓣，那双干浓活的手起了茧子，却仍旧骨节分明又有力地抬起了宋九的下巴。他家傻夫君懂得撩他，宋九的脸颊红得发烫，眼神却紧紧地盯着他家傻夫。这深邃的五官，漆黑的眉眼，当真是俊美无匹。这么近距离看着，他与任家的男儿是多么的不像，竟然无人怀疑过他。媳妇，我是不是得病了？为什么被你看两眼我就全身发热，总想要做点什么？他不是得病了，那是一个男人的正常反应。宋九伸手握住任荣长的手，将他的手放到了自己的胸口，刚要说话，宋九脸色大变，立即看向窗户边。任荣长显然也反应过来，二话不说，手一挥，把屋里的油灯给熄了。夫妻两人就这么紧紧地贴坐在一起，都看向了窗户边的一个影子上。他家傻夫就要起身追出去，宋九拉住了他的手，没让他动。门口来了谁，宋九开始也不知道，但听到了对方的心声，他就知道是谁了。沈家妹妹悄悄地来到三房门外偷听，刚才两人似乎还在小声说话，转眼灯火熄了，话也没了，莫非两人睡一起了？想不到呢，这三嫂看着身材干瘦，没有什么看头，却能管住三哥一个英伟的大男人。想起今天三哥猎回来的野猪，沈秋燕对任家这个傻子有了新的看法。长得如此好看俊朗，又有能力上山打猎，嫁给这样的夫君，又何愁没有肉吃？沈秋燕内心叹了口气，早半年前她就该来任家了，她怎么就错过了呢？沈秋燕很想从窗户边往三房屋里偷看一眼，到底是在任家小院里，她没有这胆量，想来今晚上遇不上三哥独自出来了，且等明日探机会。窗户边的身影没了，屋里的宋九却是不高兴。任荣长也猜到是谁过来了，这就要起身出门，宋九拉住他：“我跟大哥说一声，我不高兴了，我讨厌沈家妹妹，明个就让她走。”他家夫君憎恨分明，谁说他傻了？他是赤诚赤子之心。夫君，你别去，大哥大嫂即使信了，也会伤感情，这事儿交给我吧。宋九将丈夫拉了回来，总算将丈夫哄住了，宋九才躺回床上，一夜好眠。天亮时，宋九起床，没想旁边的傻夫君已经早早起床去做事了。就因为不想大嫂二嫂计较，宋九在家做针线活，他夫君就接下了劈柴砍柴的家务事。他夫君勤快，早早起床就做事了，平素没有什么，今个儿恐怕不妥当。宋九连忙披衣下床，头发随便挽成发髻，就要匆匆出屋，没想院里突然传来少女哽咽的哭声，打破了人家院子的宁静。任婆子听到哭声，连忙从正屋里出来，就看到三儿子劈了一地的柴，而在那柴堆里却是跌坐在地上的沈家妹妹。沈秋燕抹着眼泪，一脸的委屈。第92章被打了。任婆子看了一眼，并没有放在心上，直到看到小沈氏半敞开的衣襟，还能看到里头的红肚兜一角，她立即走了进去，就要帮小沈氏把衣裳整理好。沈秋燕更委屈了，不但迅速地避开了任婆子的手，还顺势朝任婆子跪下，伏在地上委屈地说道：“伯母要为我做主。”任婆子本想第一时间把证据毁灭了，没想到这小沈氏有两下子，聪明得很，这么衣裳不整的跪她面前，伏在地上，她没办法帮她整理好衣裳，不得不站了起来。小沈氏的声音极大，整个院里的人都听到了。大房二房接连打开门，一个个满脸奇怪的来到了柴房门口。就见小沈氏说道：“伯婆，你要为我做主啊！我今天刚起床，发现柴房里有声音，以为任家院里遭了贼，就跑过来一看，没想到今早三哥他在柴房里对我。”说到这儿，小沈氏捂着脸就哭了起来，
还有意无意的将衣裳不整的样子露出来，被大房二房看到了。沈秋梅一脸震惊的挺着大肚子冲上来，一把将妹妹抱住了。沈秋梅赶忙帮妹妹整理衣裳，脸上却黑沉沉的，心头在滴血。妹妹的清白这是没了吗？三弟是个傻的，指不定对他妹妹做点什么。这会儿的任荣长手里拿着斧头，气得将斧头甩在了地上，转眼斧头钉入地面，只露出斧柄，可见他有多气愤。任家大哥赶紧上前将三弟拉住，生怕三弟发脾气。三弟的脾气大，有可能乱来，指不定打人。任荣长被拉住，这边小沈氏伏在姐姐怀里哭，好不委屈。门口二嫂杨冬花却是双手抱胸，等着看好戏。这会儿更是朝丈夫看去一眼，眼神示意他，现在你该看明白了吧？你还跟他嘻嘻哈哈的说话，那不得赖他身上去。任广江着实有些意外，三弟是什么品性他是知道的，不至于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沈家妹妹给睡了。任广江对上媳妇的目光，忍不住开口，这中间定有误会。这话把杨冬花给气坏了，眼神瞪了丈夫一眼，闷着声不说话了。倒是地上哭得正凶的沈秋燕悄悄地看了一眼任家二哥，接着带着哭腔的说道，我就来了柴房看了一眼，便被三哥哥拖了进来，他定是把我当他媳妇了。我被一把推倒在柴堆上，三哥哥就上前扒我的衣裳，小沈是哭得好不伤心，说得有板有眼的。任广江忍不住看向三弟，大哥任广田也忍不住看向了三弟，只有任婆子皱了眉。沈秋梅却是将妹妹从怀里推开，一脸严肃地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妹妹，问道，沈秋燕，你看着我说话，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沈秋燕对上姐姐严厉的眼神，吓了一跳，内心有些慌，可不能露馅，于是点头。任婆子见状，心头一沉，捡起地上的柴往三儿子脚边一打，也没有打到儿子的脚上，就是瞧着有些凶。他看着三儿子问，你刚才碰沈家妹妹了？任荣长呼呼往外冒气，眼神凌厉地盯着跪地上的小沈氏，这一眼不仅把小沈氏吓了一跳，便是任家人也是吓了一跳。三弟的眼神好可怕，任婆子也是暗自吃惊，不愧是荣家的儿子，有荣家人的血性，这一眼多可怕。老大老二拉住老三。任婆子感觉不妙，着急了，不带老二上去帮忙，没想到任荣长一把挣脱大哥的手，迅速冲到了沈秋燕的面前，伸手掐住了沈秋燕的脖子。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任家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小沈氏就已经被掐得面色通红，魂都要吓没了。外头传言任家老三是个傻子，傻子好发脾气，气急了就咬人，咬伤了得病几日。就眼前这架势，能不把人吓得病几日？任荣长生气了，但他似乎也不傻了，手越掐越紧，眼底冷如冰霜地看着小沈氏，甚至目光移到他的胸口，没有半点男人看女人的欣赏，反而看到半露出的红肚兜，像看着一件死物。你有什么资格让我碰？小沈氏吓得全身发抖，这个傻子太可怕了，这简直就是疯子。他还以为任家男人里就属这个好对付，原来他错了。任家大哥二哥上前拉人，才发现根本不是老三的对手，不仅拉不动，还被他一手掀翻在地，不得不任家大哥从地上爬起来，先把自家媳妇拉开，肚子里的孩子要紧。沈秋梅却是吓得不轻，三弟这是要杀了他妹妹吗？老三，娘叫你松手。任婆子赶紧制止，可不能闹出人命。老三越长大越有脾气，再这么下去，真要是把小沈氏给杀了，他怎么向荣家交代？任婆子见两个儿子都拉不住，他就要亲自上前拉人了。就在这时，一双小手扶住了任婆子，送酒来了。任婆子看到三媳妇如同看到救星，送酒扶稳婆母，这才看向怒不可遏的丈夫。她见丈夫仍旧没有撒手，于是来到傻夫身边，不像其他人那般惧怕着他，反而挨着他蹲身，伸出小手捂住他掐人的手，眼神温柔地看着丈夫。任荣长的胸口起伏不定，但手被媳妇握住，他似乎有了反应，侧手看向媳妇，漆黑的眉眼间带着一抹戾气，却在宋九温柔的目光下，戾气慢慢的散去。任荣长终于松开了手，小沈氏直接吓得倒在地上，全身瘫软，面色苍白如纸，再也不敢有奢想。宋九将丈夫的手握在自己的掌心，可惜他的手太小握不住，反而被他家傻夫顺手给握住了他的小手，力气有些大，宋九的手被握得通红。一旁的任婆子生怕三儿子控制不住自己，也伤了三媳妇，在一旁担忧得很。倒是一旁的任老头将孩子他娘拉到一旁，他看得出来老三媳妇能控制住老三的脾气。柴房里的一幕也让任家人都顾及了老三的脾气，头回见老三生这么大的气，而且是拉不住的那种，两个哥哥心有余悸。看来在家里，即使两个哥哥同时上，也未必能挨三弟的身，天生神力不是说假的，而是与生俱有的。这会儿一家人在堂屋里坐下。第93章送酒护傻夫。已经平静下来的任荣长坐在媳妇身边，但是绷着个脸，眼神里仍旧有杀气，只是不再像先前那般冲动。宋九的手仍旧被丈夫握住，似乎丈夫越是紧张，握得就越紧，甚至还紧紧地挨着她，生怕她离开似的。任婆子将三房夫妻的情况看在眼里，
欣慰的时候也有些吃味儿。刚才老三没有听他的话，他竟然也拉不住。对面坐在姐姐身边不敢吱声的沈家妹妹，这会儿倒是衣裳齐整了，只是低垂着头，却仍旧一副委屈的模样。大嫂沈秋梅自然是心疼妹妹的，可是她也有些怀疑，三弟虽傻，在院里却是挺有礼貌，每次看到两个嫂嫂都隔得远远的避开着，看到人还会咧嘴一笑，不生气的时候是真的性子好。宋九稳住了丈夫，这就看向对面的沈家妹妹，她家傻夫君可不能平白受了这委屈，她的男人她得护着。要不沈家妹妹将刚才我夫君怎么着你的经过再说说看，不过你最好不要撒谎。宋九声音温和，没有动怒。大嫂听了心头还是感激的，三弟媳并没有指责和怀疑她妹妹，可见三弟媳这人能处。只是小沈氏听了宋九这话，脸色就变了，总感觉这三嫂的话里有话，甚至那一双眼睛像是能将她看穿似的，这感觉挺不舒服。小沈氏心想着，她傻了才会再去讲这事，嫁了个傻丈夫当成宝，她先前但凡知道这傻子是这德行，这么凶猛，她绝不会沾染半分。小沈氏又想到今个早上自己跑进柴房，故意惹上傻子，还把衣裳给弄乱了，本想嫁祸到这傻子身上的事，就后悔不已。现在即使让她嫁，她也不会嫁的。宋九默默地看着小沈氏，看着她不仅不说话，还把头垂得更低了，更是往姐姐怀里靠，一副吓得不轻的样子。宋九突然笑了，倒是让任家人摸不着头脑。大嫂沈秋梅疑惑地看向三弟媳，就见三弟媳转头看向三弟，问三弟今早上做了什么。任荣长这人在院里发脾气，从来不会解释，家里人拿他是没有办法的，但是这会儿对上媳妇温柔的眼神，闷着声说道，他不及媳妇好看，还向我露出一个大胸脯，我不喜欢，我很讨厌，就赶他走，他就坐地上不动还哭。三弟说出这番话，两个哥哥都震惊了，所以是沈家妹妹故意勾引三弟的。沈家妹妹是不是对他们的三弟有所误会？在任家里最不好惹的就是他们家的三弟，难怪刚才三弟气得上前掐他脖子。没想到杨冬花听到三弟这话头，一个扑哧一声笑出声来的，笑就笑吧，还止不住，这一下大嫂沈秋梅脸上挂不住了。小沈氏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许是被众人的目光盯着受不住，小沈氏一咬牙，突然抬头看向对面，咬牙道，他撒谎。话才落，小沈氏对上任荣长杀气的目光连忙缩了缩脖子。宋九立即看向小沈氏，你说我夫君撒了谎，那你说说看，你为何跑去柴房？我以为院里遭了贼。小沈氏说话时不敢看人家傻子，这个傻子太可怕了，他是脑子被驴踢了，往这人身上挨。遭了贼，你为何不在院里吱声？你一个小姑娘家，敢独自去抓贼？宋九这么一问，任家男人们也都惊住。对呢，在任家做客的小姑娘，又不是自个家中，为何要这么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一个人跑去抓贼？小沈氏被宋九问得满脸通红，愣是答不上来，不想被众人质疑，声音没有底气，声若蚊蝇般开口，我当时着急就没有多想，就冲进去了。那你冲进去了，看到是我家夫君在劈柴，你大可止步，难不成里头光线太暗没看清，还凑近了看？宋九目光平静的看来，看得小沈氏心慌，顺着他的话应，是呢，里头光线暗，我不知道是三哥在劈柴。宋九扬起唇角，你胆子真大，撞见了贼人，看不清还凑近了看，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做，除非你脑子有些不太好使。这一下不止杨冬花笑话了，任家二哥轻笑一声，小沈氏连忙看了人家二哥一眼，心头更加的难受。小沈氏说不出话来，但任家人也都基本听明白了，谁在撒谎一眼就看出来了。而且三弟的性子也是知道的，先前说有可能把他当成三弟媳，这还能说得过去，要说沈家妹妹抓贼，他们是不信的。沈秋梅也知道了妹妹的错处，气得不轻，严声说道，你还有脸坐这儿，赶紧回屋去，下次三弟打死你了，我也不会拉的。姐，沈家妹妹知道再也隐瞒不住，被对面的三嫂几句话问出来，小沈氏又气又恨，在姐姐的注视下赶紧回屋去。任家大哥脸色也不好看，到底是一妹子，犯了事大房都没了脸，这会儿见媳妇朝他使眼色，就知道让他去盯着点，免得一妹子又做什么事儿来。于是任广田悄声跟了出去，心想着这个一妹子还是不要留家里了吧，今天就把人送走。沈秋梅见丈夫盯着妹妹去了，放了心，这才看向公婆妯娌，一脸的歉意。妹妹在任家丢的就是她的脸，原本任家多平静，非得闹出这么桩难堪的事。眼下不仅沈秋梅在婆家抬不起头来，妹妹的名声也没了。任婆子更是在这个时候发了话，大媳妇也不必护着你妹妹，三媳妇的话问的不多，你妹妹会有反悔，再在你面前说几句，将来免不得你们妯娌之间记恨，这事儿咱们还是得说清楚的。老三是不可能真的去碰沈家妹妹的，因为老三根本不懂人事，他跟三媳妇并没有圆房，所以他能懂什么？任婆子突然爆出猛料，任家人都惊住了，便是任老头也是惊讶的看向任婆子。而原本一脸平静坐着的宋九脸都红了，他没有想到婆母知道了他们没有圆房的事，可是婆母从来没有提过，甚至心头也没有想过。
婆母不在意吗？他还以为瞒过去了，亏得他还做了一块血帕应付。第94章，你竟然惦记上了你姐夫。这会儿二嫂杨冬花不笑了，震惊地打量着三弟媳，瞧着三弟媳骨架小，但人长得圆润，而且也来过月事，是三弟不行呢，还是三弟媳根本不懂房事呢？天，他是不是该悄悄地教一教三弟媳？对了，他娘给他的那几幅图得给三弟媳瞧一眼，要不好好教一教三弟媳，顺带还能看一看三弟媳的胸到底长多大了，有没有他的大。宋九原本还忐忑不安的，这会儿却是震惊的抬头看向二嫂，他的手臂赶紧护着胸部。沈秋梅也没有想到三房夫妻并没有圆房，这会儿也看向三弟和三弟媳，她真的很惭愧，竟然还曾怀疑过三弟。三弟傻归傻，人却很单纯，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三弟媳刚才的问话并没有错，正常人又岂会盯着一个贼仔细看，跑都来不及。他家小妹是个胆小的，从湾里来水乡村还懂得将胸部缠住，小心谨慎呢。沈秋梅被婆母的话提醒了，一脸坚定的开口：娘，我省得的，一切都是我自家妹妹的错，是我没有教好，我今天就送她走。任婆子见大媳妇想明白了，她也算是松了口气，事后不要怪人就好。但是沈家妹妹这做法着实不招人待见，赶紧送走吧。任婆子的好脾气也磨光了。这事儿定了下来，沈秋梅一脸歉意的看了宋九一眼，这才起身回屋去，赶紧给妹妹收拾东西，快点离开。她不要脸，沈秋梅还要脸。大嫂走了，屋里的几人也都散了。杨冬花把丈夫拉回屋里，门一关就问道：我冤枉他了吗？你先前还嫌我管得宽，无中生有，这下你看明白了吗？要不是三弟赤诚没跟三弟媳圆过房，这事儿要是碰你身上，你是说不清的。你这人整天想的就这点破事，天天夜上缠我。你看到小沈氏的大胸脯，真没有想法。被媳妇数落一顿，任广江这下没有生气，不过也的确让他看清了小沈氏的真面目。再想到无故给他们二房收衣裳的小沈氏，任广江还是捏了一把虚汗。好在是站门口的，众目睽睽之下，知道错了。任广江嬉皮笑脸的上前，一把将媳妇抱怀里，还伸手摸媳妇的胸脯，说道：这世上还没有女人的胸脯有媳妇的大，我是有福气了。杨冬花知道这话是假的，一山还比一山高，将来丈夫跑船定能遇上，所以就着这事儿让他长个记性。我可不在乎这个，我在乎的是你。你别想着男女这点事，你得想想我，想想咱们这个家，找个胸脯大的女人又怎么样？这世上有多少女人长得好的，你也不可能个个娶回家。只有懂你疼你爱着你的媳妇才有家。你也不小了，自己靠脑子想，别老是被下半身支配了脑子。任广江虚心听教，媳妇都说得对。再说他一直没有别的想法，有想法的也只有他媳妇一个，只是他聪明，这会儿可不能反驳媳妇，不然又得被拧耳朵。二房屋里夫妻和好了，三房屋里可就不太平静了。任荣长被媳妇拉回屋里后，立即将门关上，一把将媳妇抱到床上，疑惑地问道：娘说我们没有圆房，我们不是天天晚上圆房了吗？可是我哪做的不对？任荣长将媳妇上下看了看，颇有一种要试着到底怎么样才能叫圆房。宋九的脸红的滴血，这话他无法解释，金盖儿又在家里人面前丢脸了。他没有跟傻夫君圆房，家里人倒是没有计较他，甚至还是将他当家人，当他是三弟媳，公婆对他好，当他是女儿一般。婆母几次给他做衣裳，明明知道也没有介意，这让他挺意外，却也愧疚。荣长，过2日我身子好些了，我教你。宋九温柔的开口，却被近在咫尺的夫君呼出来的热气进了脸。闻到那淡淡的青草香气，她捧着丈夫的脸，却不好细说。任荣长这会儿倒是明白了一回，他的目光立即看向宋九的小腹，惊呼道：媳妇儿，你是不是来月事了？宋九正欢喜着他家傻夫君听明白了他的话，没想他说道：我闻到了血腥味儿，媳妇儿，你快躺下，我帮你揉一揉小腹，疼吗？自然是疼的，而且四肢酸软，腰都痛了，走路还有点飘，尤其犯困。这一下他家傻夫君不缠着问圆房的事，竟然细心的将他扶着躺床上，然后在他身边侧躺下来，一只大手掌轻轻的在他小腹上揉着，他的掌心热乎乎的，就跟他滚烫的胸膛一般。来月事时，宋九的身子有些冷，衣裳都要比平时加多一件，这会儿靠在他身边，瞬间暖和了。大房屋里，沈秋梅回到里间，翻出自己的几身旧衣裳装进包袱里，又悄悄地拿了大房唯一剩下的100个大钱私房钱也一同放到了包袱中，想让妹妹带回去给爹娘。沈秋梅从大房屋里出来就往客房去，才到门口就听到里头传来声音：姐夫，我没有关系的，只要姐姐不生气了，我马上就走。屋里的任广田坐在小八仙桌前，听到姨妹这话，松了口气，正想说今天就送她回去，就见姨妹突然起身来到他面前，应声跪了下来。任广田吓了一跳，就要将姨妹扶起，小沈氏却伏在任广田的膝头哭了：姐夫，我真的错了，我是猪油蒙了心，我这一次丢了名声，回去也必会遭受一顿毒打的。我爹是秀才，
最是看重面子，没打死我，我娘也会把我悄悄的给嫁了。将来我是嫁给哪个老头做田房，还是嫁给哪个病样子冲洗，都由不得我做主，我好后悔。任广田听着这话，心头一叹，要是他有个亲妹妹，做出这样的事来，打一顿是轻的，但是到底是骨肉，也不至于嫁给老头或者病秧子，那不是遭罪呢？你先起来说话，在任家院里发生的事，我们不会往外头说的，到时候我送你回去，也不把这事儿告诉岳母，姨妹子放心就是。任广田没有妹妹，所以媳妇的妹妹也是他的妹妹，不能不管的。女人就注重名声，任家院里不说，外头人不会知道，只是姨妹子这性子得好好教，等会儿跟媳妇说一说。就在这时，沈秋梅挺着个大肚子快步冲了进来，手里的包袱想也没想的朝着妹妹身上一扔，打在了妹妹的额头上。沈秋梅怒不可遏的开口：你还敢趴你姐夫膝头？你要不要点脸？第95章，是不是想借粮送去娘家？小沈氏吓得赶紧松开，任广田也反应过来，刚才没注意到，这会儿想想就觉得不妥当，立即起身退开好几步。小沈氏细心向前，直接抱住了姐姐的大腿，哭着解释道：不是这样的，姐，我知道这一次错了，我是一时着了急。沈秋梅看着妹妹哭成泪人儿，脸色缓和些，心头仍旧不好受，目光冷冷的看向丈夫。任广田赶紧出去了，刚才没注意，现在想起来，任广田心有余悸。屋里只有姐妹二人了，沈秋梅挺着大肚子在板凳上坐下，看着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妹妹，问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今天为什么要这么做？沈秋燕的哭声小了些，看到姐姐严肃的表情，知道今个儿不说个清楚，以后连姐姐都不会在乎她。沈秋燕抹了一把眼泪，也没有了先前的柔弱，跪在姐姐面前，一脸愤恨地说道：家里不但没粮了，连种子粮都吃光了。年后爹去城里的粮铺借了3袋粗粮回来吃，粮食吃光了，老天也没有下雨，现在城里粮铺的人来找爹麻烦，娘做了主，把我顶了粮钱嫁给粮铺少东家。原本以为少东家是个好的，成婚前我悄悄地去城里看了一眼，没想到这少东家是个腿瘸的，年纪30好几了，还一脸的麻子。我从城里跑回来就不敢回家，直接来了大姐这儿。沈秋燕说完，苦涩一笑：姐姐在任家过着好日子，嫁的也是好夫郎，哪知我的苦处，我才来任家，你就要将我赶走。我知道只要我回去就得上花轿，爹的秀才好名声都给你用了，到了我这儿全是坏名声，都吃不饱饭了，私塾里一个弟子都没有。姐姐和姐夫回娘家拜年，爹娘为了面子啥也没有说，一心只顾着你在任家做大儿媳妇要面子，家里什么情况哪敢跟你提。你上次回来拿的那1两银子早用来还爹爹的酒钱了。沈秋梅不可思议地看着妹妹，欠了粮铺3袋粮就要将妹妹嫁过去，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在他们沈家？爹娘不是这样的人。可是仔细听妹妹的话，家里田地那么少，还是荒年颗粒无收，家里的私塾若是开不下去，就真的没有收入了。沈秋梅想起家中只会读书的大哥，弱冠之年了才考中一个同生的功名，一天天的也不去干活，天天在家读书，哪像任家的3个兄弟那样个个能吃苦。沈秋燕见姐姐不说话，接着抱住姐姐的大腿，恳求道：姐，我听说任家3房娶媳妇用了1车的粮食，我愿意留在任家做妾室，只要也能给咱们沈家1车粮食就好，这样不但还了粮铺欠下的粮食，还有余有剩的给爹娘和大哥撑到下半年。沈秋梅听到妹妹这话，被她气笑了，总算明白她这几日的荒唐事。昨个二弟媳突然给了小荷糖糕，她当时还觉得奇怪来着，今个又发生这样的事，还有脸想留在任家。所以你先是看上了人家2个杨氏泼辣，你怕了，之后看中了人家3个，想着他是个傻的，赖他身上就说不清了，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还坏了名声。于是刚才你伏在你姐夫膝头，想你姐夫怜悯你，把你收了做个妾室。可是这样的想法被姐姐一语道破，沈秋梅恼羞成怒，她从地上起身，破罐子破摔，认下了。姐，你若是还念着这份亲情，你让姐夫收了我吧，只要有口饱饭吃，我心甘情愿做妾室，我再也不会乱来。沈秋梅震惊地看着妹妹，同一个父母生出来的，为何妹妹却如此的自私自利？任家男儿不纳妾是婆母立下的规矩，你这算盘落了空。沈秋梅说完就起身交代道：把包袱捡起来，里头几身衣裳你若是要就带走，不要就直接这么回去。你现在这么说了，你姐夫我也不会让他去送你。沈秋燕没想到姐姐真的会这么绝情，眼看着姐姐就要出门，她慌了，连忙跑到姐姐身前，不顾她是孕妇站不稳，直接扑通一声再次跪下。姐，即使我现在抵了粮钱嫁了人，家里也没有存粮，爹又有些贪酒，你当真不管娘家死活了？沈秋梅想到爹娘和大哥，果然动容。正屋里，任婆子和任老头坐在八仙桌前，像是猜到了什么，早已经等候多时。果然没一会儿，大儿媳妇挺着大肚子进来了。任婆子看着沈氏，脸色不太好看。任老头敲着烟杆子，若有所思地看了大媳妇一眼。沈秋梅抹了一把眼角，有些话她说不出口，但没有办法。
娘，我是不是想借粮送去娘家？任婆子直接打断她的话。沈秋梅震惊地看着婆母，所以说人婆子猜对了，她没有沈秋梅想象中的生气，只是一脸痛心地看了一眼大儿媳妇，说道：“你以后会为今天说的话后悔的。”沈秋梅有些没听懂，只是任婆子也没有多做解释，而是起身来到屋外，朝2房3房喊了一声，把人都喊到了正堂屋里。看着眼前3个儿子3个儿媳妇，任婆子开了口：“今个儿我在这儿说一桩事，我打算分家。”分家？2房夫妻一脸的惊讶，为什么要分家？不是娘管着家好好的吗？而且也同意给他们2成的私房钱自己收着，不用自己操心，干嘛要分家？杨冬花显然第一个不愿意的，她反正觉得自己不及婆母会持家，她家亲娘都没有这能耐，她可是亲眼看着婆母买田买地，特别有手段。再说3弟和3弟媳人也挺好的，3弟媳还有天大的福运，在一个院子不也住习惯了。2房反对，任婆子没太在意。这会儿任婆子看向3媳妇，说道：“分家好啊，以后你们各自持家，也免得被我管束。”宋九感觉婆母这话也是对他说的，所以婆母的意思要他答应。其实一家子人在一个屋檐下，老是磕磕碰碰的，时日久了也容易生分，左右总归有一天要分家的，那何不就趁着今日？老3和老3媳妇是个什么意思？第96章，任家分家了。宋九被婆母期待的看着，一时间竟也没有听出婆母的心声，但想到刚才婆母的话，于是点头：“我听婆母的安排。”3弟媳，咱们不要分家。杨冬花有些着急了，宋九却是没做声。任婆子果然比较满意，说道：“既然这样，3家里头有2家是愿意分家的，那这事儿也就定下了。现在就来说一说分家的情况。我们2老的没死，家里的田产是不分的，等农忙时节，3家各出1人过来帮手，人手不够时，就再出些钱请短工。地里的收成分成4份，我们2老的1份，3家各1份。至于这处院子，那是我跟你们的爹年轻时吃了苦头才建起来的，我们没死之前，这院子便是我们2老的住。你们3家分出去，重新建房子，建多大怎么建，反正地基会给你们安排好，钱便是1家10两银子。没能马上建房的，可暂且住在这老屋子里，只是分了家，还是要尽量早些搬出去住。以后你们各房各凭本事赚钱，我不会再管，家里的存粮留下种子粮，其他的分成4份，你们也带走，我不再插手。至于以前还有没有余钱，余钱是多少，你们就不要惦记了。这钱我们2老的要养老，给你们10两银子已经足够建屋子，有了粮也能吃一阵子。任婆子一口气讲完，家里3个儿子都沉默了，心头莫名有些悲伤，感觉像是被爹娘给抛弃了似的。到这会儿，3个儿子才想起这几年娶了媳妇就都听媳妇的话去了，的确很少听母亲的话，当真是他们的不孝。任广江越发的不好受，他这1年里头只顾着在母亲面前讨好要钱要粮，一旦要到手就没有再亲近过母亲，这会儿心头更加的愧疚。杨冬花心情也不好受，以后没有婆母持家，给自己管着家，分下来的粮食也不知道有多少，到时候吃了不够，要是丈夫跑船的生意没着落，夫妻2人要怎么过日子？断没有做儿媳妇时舒服。唯独大嫂沈秋梅却是坐在板凳上没有吱声。婆母要分家，她心情有些复杂，她不想分家，但是若是分了家，那到手的粮食她就可以直接送一些回娘家去，她和丈夫省着点吃，还是能过活的。倒是这会儿的宋九头一个开了口：“娘，我不要10两银子，我也不想建房子，我和荣长可否住回祖屋去？正好祖屋有地窖，那儿住了人还能守着，以后家里人的存粮都可以存放在那儿。荣长力气大，有他在，别人也不敢打主意。”任家人都看向了宋九。任婆子看着不争不抢的老3媳妇，心头欲贴，只是祖屋子多荒凉，破旧不堪不说，那处的泉眼井早已经干枯，用水很不方便。任家大哥也想到了用水的问题，便说道：“到时候3弟媳用点水，还得3弟来村里头挑水，会不会不方便？”宋九却是一脸坚定的说道：“没事儿，我们2个也用不了多少水，我省着点用，好在荣长有力气。”其实对于任家分家，公婆对他们3房一视同仁的做法，让宋九很感激。他是院里唯一一个知道任荣长并不是任家的儿子，公婆对他家傻夫有养育恩情，如今更是当儿子一样分钱分粮。他和荣长一个能打猎，一个能刺绣，不想再让公婆为难了，也不能一直靠着任家了。再说他想带荣长去祖屋那儿住，远离了村里人，清静。他若是再要了钱，还占着祖屋就不公平了，所以地基也不要，就把祖屋修一修，便能住了。任家大哥见3弟媳这么讲，也只好默认。不过祖屋那儿有人守着，那地窖里的酒和粮就不用担心了，倒也是好事。瞧着都已经说清了，任婆子就要拍板定下。大嫂沈秋梅弱弱地问出口：“爹娘，那地窖里的酒？”众人都看向大嫂沈氏。杨冬花也反应过来：“对呢，地窖里的酒还没有分，这是祖宗传下来的陈酿，不知道要卖多少钱去。”任婆子的确说漏了，把酒给忘了，
这会儿任婆子看向大媳妇，倒也没有恼，说道：“别急，先存放在那儿，等年头好些了，拿去卖了酒的钱，同样分成4分，各家留1分。”这下沈氏没话讲了。不过他想到他爹好酒，若是不送些酒回娘家，指不定把他送的娘给卖了换酒，苦的还是他娘和大哥。于是沈秋梅看向婆母：“娘，能否分1坛给我大房？”杨冬花脸色不好看了，大嫂真是会占便宜，婆母都讲得清清楚楚了，她还要。任婆子却是无所谓，说道：“行，那就拿出4坛，各加1坛，你们也尝个鲜吧，老祖宗留下来的酒，喝1坛少1坛。”还真没有遇上这么好说话的公婆，可是任婆子越是这样好，底下的儿子越是愧疚，儿媳妇也不舍。任家就这样平平静静的在当天分了家。任婆子将院里的粮仓打开，几个儿媳妇以为粮仓里有不少粮食，没想到只有15袋粗粮，1袋小米。任婆子说道：“小米留给我们2个老的，其他分成4份，把祖屋地窖里藏着的粮食都分了吧，清清楚楚的，将来也不要说什么不公平的话。”无人敢反驳，只是任婆子最后一句话却让几个儿子破防。任婆子又说道：“5袋粗带1亩的地，这是3亩地，地窖里存着的还有好几亩地，不分家地只会越来越多，分了家，田产也就只有这些了。以后再想买田产，那是各房自己的能耐，两老的事不管了的。”任广田终于没忍住，喊了一声娘。沈秋梅看着丈夫，心头也不好受。任婆子和任老头却是抬了抬手，到这会儿了，喊娘也没有用。最后每房到手18袋粗粮，在这年头，不得不说人家挺富有的。大房2房还得住在小院里，得了钱和地基，趁着现在工钱低，赶紧把院子修建起来。至于3房，却可以直接叫上村里人将祖屋修一修，耗费的工钱和木料钱并没有多少，但是任婆子一定会管周全了。分了家，各家都回了自个屋中，一时间任家小院里很安静。宋九坐在小八仙桌前，看着手头的绣品，以后她刺绣赚的钱也不用交给公家了，全部落她手上。她丈夫打的猎，卖了钱也是他们的，对未来夫妻2人的小日子自然不会太差，就是分家了，还是让她有些难受。这会儿任家院里有了响动，宋九来到窗边朝外看去，就见大哥将8袋粗粮装上牛车，大房夫妻2人带着沈家妹妹准备回娘家去。第97章，宋九到了哪儿就成了福地。牛车的声音这么响，正屋里的门却没有开过，公婆都不曾出来看一眼。2房门口杨冬花倒是半靠在柱子上，目光冷淡地看着，总算是明白婆母突然说要分家的事，原来是大嫂的原因。杨冬花冷笑一声，心想着以后也不用在院里头谁压谁一筹了，反正她能看出大房一定是3家里过得最惨的，且等着看。牛车出了小院，又安静下来了。宋九将窗户关上，回头看向他家傻夫君，突然有了2人相依为命的感觉。荣长，分了家，我带你去山脚下住去。宋九在丈夫身边坐下，任荣长却有些难过，一定要离开爹娘吗？不离开，大房2房只会以为3房想占好处，婆母想分家的意思很明显，不想他们在院里争来吵去的，把兄弟情给吵没了。咱们只是住得远了点，但是我们可以天天来看爹娘，到时候咱们家日子过好了，给爹娘送衣裳送吃的都可以的。任荣长听了心头一松，他握住媳妇的手说道：“那我跟你走，我们住祖屋去。”宋九含笑点头，这样的话哪儿远离村里，他还能把野梨子养在身边。夫妻2人商量好，他家傻夫君算是哄住了。祖屋那儿拿出粮食的地窖又封住了，村里人帮着修屋子都没有发现。不过3日光景，祖屋便修缮一新，连外头破旧的围墙都重新码了起来，比普通的围墙高了不少，这是他家婆母要求的。宋九忙里偷闲，带着傻夫君去山脚下看祖屋，看到外头高高的围墙和宽大的院门，便挺满意的。院里做工的村里人还在议论着任家为嘛在这个时候分家，不免有人猜测着多半是任家3个兄弟并没有外头传言中的和睦，才闹成这样的。一个个的很惋惜，都说人婆子会持家，攒下了田产和余粮，到了3个儿子手中却得分了。所以说生儿育女的也得教好，不然娶了媳妇忘了娘。这些人议论时没有看到宋九2夫妻，一个个的正说得起劲呢。宋九听了一耳没有说话，甚至没有打扰他们，带着他家傻夫君往院子侧边去，那儿有条山泉水渠，是从山道上流下来的，如今已经干枯了。瞧着天色早，宋九突发奇想，抬头看向山头，他很想知道这山泉水的泉眼在何处，怎么就干枯了呢？夫妻2人这就上了山，也顺带熟悉一下环境，以后这儿就是他们的家了。上山的路比村道上的那条要宽敞，想必是以前任家老祖宗修通的，到现在还是石头路仍旧可见。山并不高，不过到了山顶后，他便能俯瞰整个水乡村。任家小院在何处看得清楚，任家的田地里有公公和大哥2个劳作的背影，还能看到底下多少田地荒废中。再回头看向山脚下正在修缮的祖屋，也能看清楚里头做工的人在忙活着。不得不说祖屋是个好位置，
这么大的院子修好了，他们夫妻两人住着相当的宽松，院子外头还有大片空地，可以种菜种花。院子的后头还有当年做的鸡笼和牛棚，虽然破破烂烂的还没有修好，但是地方足够大，又是独门独户的，旁边还有不少荒地，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开垦出来。宋九很满意自己的选择，跟着丈夫在山头休息了好一会儿，也看得差不多了，这才去找泉眼。有傻夫君在身边，找泉眼他竟然挺有经验的。年久欠修的水渠仍能看到一些，踩在深草中一步步朝前走，还真就被他们两人找对了。在山崖大石之下，这儿干枯的一处竟然还有湿润的沙土。宋九蹲下细看，心想着要是这口泉眼能再次冒出水来，他和荣长住在山脚下，那就很完美了。正这么想着呢，他看到有一处沙土似乎有松动，他疑惑地上前抠了抠，没想到这么一抠，掰下一大块沙土，转眼一口清泉喷射出来，清凉的泉水直接喷在宋九的脸上。宋九震惊在当场，他这手是开过光吗？把沙土掰开就能冒泉水，原本干枯的泉眼井又有水了，谁能信？然而就是这么神乎，宋九欢喜地站起来，就看到旁边的傻夫君也是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荣长，有水了，咱们有水用了，以后也不用傻夫君巴巴地挑着担子去村头挑水。为了泉水能顺利流下山脚去，任荣长将身上带着的砍柴刀拿了出来。夫妻两人一点也不怕吃苦的将这些枯了的茅草清除，把先前的沟渠也找了出来，接着把泉水引了下去。追着往下流的泉水跑，宋九根本跑不赢，最后还是他家傻夫君背起了他朝山脚下跑。到了山脚下，修院子的村里人还很奇怪的看向夫妻两人，看到两人甜甜蜜蜜的样子，忍不住说道：年轻就是好，这两孩子上山遇上开心事儿了吗？几人正打趣，突然听到哗哗流动的水声，做工的村里人连忙停下手中的活计，从院里跑出来，就见从山顶一路流下来的水像白磷似的绕在山道上，尤其的显眼。转眼水流落到院子侧边的枯井里，破旧不堪的枯井缺了个口子，装不下泉水，没一会儿泉水就流了出去，导致院子前头的水越积越多，最后又顺着凹槽流往下游。村里人看到这儿不淡定了，纷纷跑到枯井前看，只见这泉水源源不断的往下流，有人伸手去接，清清凉凉的山泉水瞬间让他醒神。村里人惊呼道：不得了，咱们水乡村又多了个泉眼，这水流比人家田地里的泉眼还要大，这么快就流下游去了。从山脚下下去，底下不少田指不定能得到灌溉。村里人激动坏了，都已经顾不上修院子，立即冲下山去村里喊人，奔走相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村里人去。不然怎么叫水乡村？水乡村的水就是比别的村的水多。宋九怔怔地望着源源不断的泉水，有了这一口泉，祖屋这边就是块福地，每年桂花开时，他和荣长可以坐在桂花下赏月。等宋九夫妻二人回到人家院时，人家院的人也都知道了，一个个感觉到不可思议。大房夫妻往娘家送粮早已经回来，这会儿听到这个消息，多少有些遗憾，当初大房要是选了那处祖宅就好了。第98章，要是三房生个孩子就好了。任家祖屋那口泉眼又有水了，在这个荒年干旱的季节，那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经村里人一传十，十传百，转眼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宋九两夫妻才回家吃饭，村长就带着人找了来。有口泉眼了，也得知上头只住着任家的三房，小夫妻俩的能用多少水，即使在周围种些菜地，也用不了多少水。这么大口泉眼，水流不断的，多余的水往下流，流到村里来又怎么分配？村长得出个面。一时间，宋九夫妻被众人围在一起夸赞，他家傻夫君面色严肃，生人勿近，让村里人不太敢跟他说话。于是一个个都跟宋九说，能不能在他家的井饮水。周大爷见一个个的都只想往自己地里引，那人家是答应谁呢？等会儿又闹得不愉快，指不定还吵起来。原本多了一口泉是个好事儿，这么一闹反而僵了。村里头的人现在还在任家田里的那口泉眼喝水呢，任家对村里人已经是够可以的了。于是周大爷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对宋九说，也对任婆子说，瞧着泉流急，要不一分为二，留条沟渠流下头去，在山脚下修个井，大家伙喝的水也有了，多余的再修沟渠，个个都有份，就近的田先用，不知这样成不成？任婆子听了倒是觉得这想法不错的，于是看向老三媳妇，到底是这个孩子好运气发现的井，还得这孩子答应了才好。宋九想住山脚下去，就是不想有人打扰，那儿清静，他和荣长也远离村里的纠纷。若是这口井的原因，一个个都想到上头放水，院前没得安静，倒是这泉水一分为二，从此往后就不会有村里人来他这儿看井了。不过宋九还是看了一眼婆母，娘，您怎么说？老三媳妇都分家了，竟然还想到征求他的意见，这点上让任婆子很满意，于是带宋九做了主，那就一分为二，不过也得村里人帮个手。左右是要修沟渠的，把我家三媳妇门前的水井也一并修好，最好给他修3口井，上头那个用来喝，中间那个用来洗菜，下头那个就用来洗衣。
两口子着实也有用不完的水，洗菜池里流出去的，算是额外浇灌到底下的田里，或是你们谁想要用的，也能修个水池子在下游，拿来浇菜什么的都成。任婆子这么一安排，祖屋这儿用水，那岂不是太方便了？这会儿不仅任家大房心动，二房杨冬花也是羡慕。想想自己的房子旁边有口井，连洗衣裳都不用到河里去，那多好啊！村里人听了任婆子的话，觉得没问题，那都是顺手的事。任婆子看了一眼大房二房，看着两家羡慕的样子，接着说道：“老大和老二的屋子就去山脚下游修建，咱们在那儿有地，你们选一块地基，到时候上头的泉水经过你们家门口，也可以修个泉池子，自家喝的水就成了，洗衣洗菜都另外用，不能害得底下的人喝不了水。”大房二房一听，双眸一亮，这一下不羡慕了，只是村长却有些为难起来。上头再一截流到底下井里的水怕就少了。只是村长还没有发话，听着的村里人有人开口：“这么一说，我那边也有山地，我家茅屋子过年时节被雪压塌了一半，左右是要修建的，不如挨着你们修过去，咱们几家共用一口井。”有人说了这话，立即有人附和，大部分也不过是茅屋子，住哪儿都差不多。原本清静的山脚下，往村里去的一路上开始有人占地基，决定修房了。这样一来，几人商量着井怎么修，修何处大家能一起用上，又讨论起来。不过不管底下修多少屋子，山脚下的任家祖屋仍旧是单门独户的，而且在所有人的上头，再往上是山顶。村里人上山顶没必要从山脚下绕，而是从斜对面有条上山的路，那儿路途短一些，所以宋九的生活不会有影响，反而能站在自家院门前看到底下的万家灯火。任老头倒是在这会儿敲了敲烟杆子，感叹道：“当年任家祖宗住那祖屋子时，正好有口泉，底下那一片其实就是地基，住不少人，家家户户给我家做长工酿酒。”说到这事儿上，提醒了周大爷，祖上的确有长辈在任家的酒房里做过，只是那样的盛况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村里的后辈记得的不多，便是村长也是小时候还记得一些。任家是一步步落败的，所以在不少人的记忆里，反而只有任婆子嫁到了水乡村来，看着她一步步买田买地，变得越来越富有。就这样，村里人在任家院里商量好了，谁家自己有地基的自己建，只是大家伙要齐心，上游的水井只用水，莫弄脏了。天黑了，村里人才商量好散了场。一口泉倒是将死气沉沉的水乡村带动着个个有了冲劲。地里干旱没农活做，那就几家的合起伙来修房子，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一起来修建，很快就动起了功。祖屋门外的井倒是修得最快的，周大爷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将山头的泉水沟渠重新修整，眼馋地看着这哗哗流动的泉水，心头那叫一个高兴。等过2日，宋九抽空去祖屋看时，祖屋小院的围墙修得整整齐齐，焕然一新。院外头的水井还真是按着婆母所说的修成3个高低相连在一起的水池，而且村里人还用石子铺了地面，在那儿洗衣洗菜也不会滑脚。干活的村里人看到他，还说这口泉真是神奇，突然就来水了，现在一分为2，竟然水流也极大。宋九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他在院里院外看了一眼，见院里头已经修建的差不多了，院子后头的鸡笼和牛棚，干活的人正在忙碌，他家婆母竟然亲自监工。到底是任家的祖屋子，任婆子也挺珍惜的，他这几日哪儿也不去，就盯着这儿了。倒是底下大房二房修屋子，他没有管事。宋九来到婆母身边，任婆子叫上老三媳妇来到桂花树下，抬头看了看，说道：“今年桂花香时，不知老三媳妇会不会有了身孕，那就圆满了。”第99章嘴馋的大媳妇。任婆子又在心里补充，待3房生下孩子，她就给荣家送个姓去，她这个做姐姐的对得起妹妹了。宋九听到了婆母的心声，心头微动，所以荣家与任家的关系其实是姐妹之间的关系，那他家荣长 Change 这是寄养在姨母这边长大的。任婆子看了宋九一眼，见他没说话，便问道：“你在娘家时，你娘教过你一些吗？”他母亲是绝不可能教的，他只顾着弟弟去了，哪管姐妹2人。想起娘家的事，宋九就不舒服，他太喜欢现在的生活。任婆子见他这模样就知道，显然没有教过了。改日等房子都修好了，他是要好好教一教这2孩子。总算婆母没有再问了，宋九松了口气。婆媳2人从祖屋回来，宋九就看到了院里任家大哥正在做木工活，二哥和荣长也一同跟着帮忙。原来是要打3套家具，到时候各家1套，搬新屋去。任家大哥早先做家具手艺的，家里囤了不少干木材，这下能用上了。许是任广田忙着打家具的事被村里人知道了，那些建新屋子的村里人一个个的竟也想在任广田这儿打家具。任广田这人做事实诚，家里人用什么木材，给村里人打家具也是这样的木材，而且也不会将边角料给他们用，都是用的好料。自己打家具既没有任家大哥的手艺那般美观，又还得临时上山伐树晾干，哪能这么快呢？没想到
大房突然接到了好几笔生意，虽然钱没有多少，但这也是个开头，人家给任家帮工的，直接就用家具抵工钱了。转眼过去了10日，山脚下的祖屋子全部整修好，连着大哥给打造的新家具也都搬了进去。宋九在2个嫂子的帮助下，把3房的东西装上了牛车，就这样，3房成了人家小院里头一个搬家的。新房入伙也不是大修，就没有请村里人，便是任家人一起坐桂花树下8仙桌前吃一顿。宋九和任婆子一起掌厨，干净宽敞的厨房比人家小院里的还要用的舒服方便。任婆子朝灶口的老3媳妇看去一眼，说道：“你选祖屋子是对的，以后这个家你自己操心，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想必这生活只会越过越好。”宋九感激地看向婆母。外头8仙桌前，任荣长将3房分到手的那一坛酒端了上来。数十年的陈酿，任家人虽说分了酒，却都没有开封尝味。大房却是早已经将那一坛子酒送给娘家岳丈，免得他爹用粮食换酒喝，能管好一段时间了。沈秋梅一个孕妇，竟也有些嘴馋，往碗里倒了一小口，不由得先端起碗尝了一口，发觉入嘴香醇，还有桂花的清香，比刚才开坛时桂花香还要浓烈，嘴里如同品尝到了新鲜的桂花，吞下去一阵清凉。虽然不是甜酒，却让沈秋梅这个不喝酒的人喝了，竟也喜欢上了。任老头看到老大媳妇在喝酒，脸色就变了：“大媳妇你可别喝，这酒后禁足。我小的时候看到我爹醉了好几回，他算是酒量大的，也最多喝2碗。”任广田赶紧将媳妇手中的碗夺了下来。任广田的心头其实不太痛快的，先前大房分到手的一坛子酒，他可是一口都没尝就送到了岳丈家中，不仅送酒还送粮，还私下给钱，他这个女婿已经做得很全了。现在来3房家里吃饭，能喝酒了，桌前人还没有坐齐，媳妇就先尝了，让任广田不好受。都说长嫂如母，还不如3弟媳通透。沈秋梅并不知道丈夫的心思，只是一想到腹中的孩子，她不敢再喝了。而且刚才那一小口，一会儿真上头了，但是这酒也太好喝了吧，他爹一定会很满意的。杀了2只鸡，又买来了10斤肉，还炒了几个小菜，纷纷端上桌，主食是馒头。宋九忙完了，便在丈夫身边坐下，就见他家夫君直接将鸡肉碗端他面前了。宋九面颊一红，就要将鸡肉端到公婆面前去。任婆子笑道：“老3对你的好就收下，不疼自己的媳妇，难不成还先疼别人去？我们2老的又不是老的伸不了筷子。”宋九没法，不过他不端走鸡肉，他家傻夫君脸色就好看了。吃饭时，任荣长更是直接将1只鸡腿夹到了宋九的碗中，还有1只鸡腿给任婆子送了去。轮到他爹面前，他加了1只鸡翅，他自己倒是随意的多。可见谁最重要，一眼就能看出来，老3这人是真性情，没有弯弯绕绕。任婆子吃着鸡腿，既欣慰又有些无奈，娶了媳妇还是要先顾着媳妇的。对面那盘鸡里头也有2只鸡腿子，这会儿杨冬花和沈秋梅都盯上了。任广田身为大哥，怎么可与弟弟弟媳们争吃的？他没有动。沈秋梅是个孕妇，嘴馋得很，真想夹筷子。这会儿任广江伸了一筷子，夹了1只鸡翅放到了杨冬花的碗中，还顺势说道：“爹娘辛苦，养大我们不容易，这2只鸡腿该给爹娘吃。”瞧瞧老2说话就是有水平，这一句话说出来，沈秋梅都不好伸筷子了。任广田这人实诚，觉得二弟说的有道理，便将2只鸡腿子分别夹给爹娘吃。杨冬花一边吃着鸡翅，一边悄悄地看了一眼大嫂憋红的脸，心头莫名有些畅快。果然是要分家的，在一起吃顿饭还能比较来比较去。后院里养的鸡都是2老的，以后想吃鸡随时杀1只，至于为这个鸡腿有啥想法，公婆2人都将鸡腿给沈秋梅夹了过来，这是顾着她肚里的孙子。沈秋梅这下满足了，还真就吃了起来。任广田看了媳妇一眼，脸色越发的不好看。宋九也算是明白了婆母的良苦用心，以后3家分开也好，各家吃什么自己决定。一顿饭吃完，几个男人都喝得有了醉意。任老头挺满足的，临老了又能尝到祖宗酿的酒，一时间高兴，便出了声：“祖宗留下的酒，喝一坛少一坛。咱们家若是不缺钱的话，要不就不卖了吧，指不定还能给子孙留一口尝个鲜。还记得任家以前是酿酒的。”杨冬花很赞成，他对酒不惦记，而且夫妻2人齐心协力的，饿不死。宋九就更没有想法了，他知道荣长的身世，在家里要做主的事，他不开口。于是任老头的目光落在长子身上。第100章，这酒咱们不卖了。这一次任广田硬气了一回，做了大房的主。爹娘，听你们的，这酒不卖了，咱们留给子孙后代都尝尝。一旁的沈秋梅立即想到了她的娘家爹，小声开了口：“爹娘，那可以3个月给我大房一坛吗？左右量还有不少。”就沈秋梅话没说完，任广田筷子一放，沉了脸。沈秋梅赶紧住嘴。任婆子看了大媳妇一眼，说道：“既然不想留，那就卖了，免得惦记。娘，这酒不能卖。”任广田今个儿非要做了大房的主不可，难不成他一个大男人还治不了自己的媳妇？
家里还得由妇人做主不成？任婆子没说话，沈秋梅才发现丈夫似乎有些不对劲，她又没有说错话。丈夫明知道她爹好酒，这么好的酒卖了给别人喝，倒不如给她爹喝，而且也免得她要给娘家钱买酒喝。任婆子眼看着大房夫妻要闹起来，面色严肃地开了口：“今个儿我再当一回主，这酒不卖了，要分来喝，那也得逢年过节，以后就中秋节和除夕各家分一坛，你们是自己喝还是送人我不管，但酒的数目只有这么多。”沈秋梅被婆母盯着，不敢再多话。这一下家里人都说没有问题，任婆子也就强势的定下了。但是对这个大媳妇，她是不太喜欢了的。秀才家的女儿不及2个庄户出身的儿媳妇，老二媳妇靠男人，自己不好学，但她这人很简单，喜怒都在脸上。老三媳妇是最勤快的，自己出身不好，没有秀才店，人家自己跟着丈夫读书识字，任婆子提点她有了拜师机会，人家就学会了刺绣。最不满意的最后是这个大媳妇，当初怎么就觉得娶个秀才家的女儿会知书达理，看来是选错了。饭吃完了，时间才过晌午，二嫂杨冬花帮着宋九收拾厨房，走前杨冬花还感叹，没想到咱们院里最先当家做主的是你这个后进门的3弟媳。宋九送她出门，感觉当家做主要做些什么，她首先想到的是婆母，婆母就是她的榜样。把公婆哥嫂们送走，院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宋九一回头就看到他家傻夫君站在门口。媳妇儿，咱们还养野梨子吗？任荣长穿着粗布短衣，就这么深深地望着他，浓眉下那双好看的丹凤眼里似有星光一般闪闪发亮。宋九到这会儿似乎才敢光明正大地打量他家傻夫君，也不必担心被旁人笑话了。宋九点头，好。只可惜他的绣活还有一点收尾了，他想明个儿去城里送货，指不定今晚还得熬夜，所以没办法跟他一起上山。这儿不是村里头，上山也不经过村道，将野梨子抱来养可是可以，但也得管着野梨子跑村里吓人。宋九将自己的担忧说出来，任荣长轻笑出声，媳妇儿别怕，野梨子听我的话。宋九以为大概是他家傻夫君训话了这野梨子，也就没有放在心上了，由着他一个人上山去了。祖屋院子分东西厢房，还有正屋和客房，与任家小院的格局差不多，却每间房都要大些，而且还有一间批出来的小书房，里头有空置的书架。以后他和荣长生活，要不让荣长抄些书本，把书架放满，他也能多识些字来。宋九独自一人将小书房收拾好，在大哥打的新书桌上把针线活放在了上头。这么大张桌子，以后他刺绣，荣长看书练字，这小日子过得温馨。20块绣帕，初始的10块绣帕，他真是绣得小心翼翼的，到了后头的几块，果然手速快了不少。等这批货做好送城里去，他再接来的货那就会更加快速了。这一次任家分家修缮屋子，耽搁了时间，他又做得慢，这批货拿在手上这么久，不知戏楼管事会不会生气。转瞬天要黑了，宋九抬头看了一下安静的院子，开始担心起丈夫的安危，为何还没有回来？宋九放下针线活，从院里出来，往山上看时，哪有他家傻夫的身影？只是院子侧边空地似乎有水声，谁在玩水？宋九快上2步，跑去井边一看，就见他家傻夫君脱了外衣，赤着膀子，带着野梨子在洗衣池里泡澡，真把宋九吓了一跳。这天气指不定还有倒春寒，怎么就进池子里泡澡去了？等等，池子里的不止1只野梨子，怎么是2只？但宋九很快认出来其中1只，野梨子也认出了他，欢快地从池子里跳出来，就要往宋九身上蹭。宋九一脸惊讶地想，莫非先前养的那只野梨子是只公的，这会儿找了个对象，带了只母的回来？任荣长见到媳妇，这才从池子里出来。宋九一边摸着野梨子，一边朝丈夫看去，没想一抬头看到他家傻夫君肌理分明的半身，还有湿淋淋的下裤，隐约露出矫健的腿部，脸颊莫名有些发烫，赶忙别开目光。此时的任荣长特别的高兴，他上前一把拉住媳妇的手，就往后院去。先前修整出来的鸡笼里，鸡还没有养，但是里头却养着一窝野梨子，鸡笼外头盖住的竹筐里竟然还有10几只大小不一的灰兔子。宋九很是惊讶，就半日光景，他就弄了回来。咱家的野梨子也有媳妇了，还生了一窝崽崽。任荣长咧嘴一笑，俊脸上满是欢喜。宋九总感觉他家傻夫跟着他来了祖屋后，笑容多了起来。宋九数了数，4只小野梨子，有的还闭着个眼睛不愿意睁开，他家傻夫是给野梨子直接搬了家呢。夫妻2人又看又摸的，一回头就见2只野梨子坐在不远处，眼神里盯着2人，像个人似的，似乎在期待着。宋九犹豫了一下，心想着那只母的他虽不熟，大概也不会咬他吧。宋九这就上前摸了摸野梨子的头，没想到母的这只竟然也没有拒绝，甚至还显得很欢快，还突然起身朝着宋九甩了一身的水。于是祖屋里多了这么些可爱的小动物，感觉养野梨子如同养家猫似的，只是它们更大更野，还有更爱动。才搬来，周围的老鼠都不见了踪影，蛇虫更是不可能了。第101章荒年还得靠手艺吃饭。这一夜，
夫妻二人做了肉汤面，在桂花树下吃的晚饭，随后送酒刺绣，做到了子夜时分方休息。第二日，夫妻二人要入城，送酒有不少要置办的，家里吃的用的，从任家院里分出来的并不多，他得备着些，也同时将绣品给交上。三房分了家，牛车是公婆的，牛用来耕田，各房要入城，可以坐隔壁村入城的牛车，给点车钱就成。只是送酒和任荣长从山脚下来的时候，起得有些晚了，他背着一个小包袱，等来到村道上，便有人说隔壁村的牛车已经走了，瞧着他们得走路入城了。庄户家的孩子个个都能吃苦，徒步入城也不是头一次，在宋家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牛车坐，也舍不得那3个大钱的车钱，直接都是走的路。村里忙着建房子的村民们瞧见小夫妻两人，还说这小两口入城怕是买东西去，就是不知小两口的钱从何而来，毕竟听说从任家出来分到了祖屋子，任家3房没有要半文钱。夫妻两人仍旧像往日一样，送酒略热络些，跟熟识的人就打招呼，不熟的人也不理了。他家傻夫君直接是不理人的，人家看到他也怕惹他生气吓人。出了村，入城的小官道上就没有几个人了。荒年时节，不能挑担子入城做生意，那入城做什么？谁家还有闲钱入城赶集吗？宋九才走了没一段路，他家傻夫嫌他走得慢，就要背他了。宋九朝左右看了看，见没有行人，又看着自己脚上8成新的绣鞋，也担心把鞋走破了，于是爬到了丈夫的肩头。有傻夫背着他，还真是轻松多了。他背着个人走路还是这般的快，还问要不要跑一段，他感觉左杆吃了肉，全身都是劲。宋九抿嘴一笑，也有些玩闹的心理，没有公婆长辈在眼前管束着，他的胆子也大了起来。任荣长这就背着宋九一路往城里跑。远处在地里干活的庄户瞧见了，一个个还觉得奇怪，这好好的一个人让人背，就不害臊吗？只是还来不及看热闹，人家飞快的跑了，直叹这男人力气大，背着个人还跑得这么快，也不知是哪家的年轻夫妻。似乎有丈夫背着跑，比牛车进城还要快速。太阳正当空时，夫妻两人到了城门口，宋九赶紧下来，红着脸整了整衣裳。夫妻两人这就跟着前头的人入城。再次入城，看到的仍旧是关了不少铺子的街头，唯有粮铺的生意最好了。宋九瞧着有家粮铺前不少人排队买粮呢，想上前打听打听粮价。宋九刚上前，就听到几个街坊愤愤不平的开口：“瞧瞧对面赵家粮铺，你们可得小心些，缺斤少两的，听说2袋粮当3袋粮来卖，价格还不低。”旁边人听了很是生气，赚这种没良心的钱也不怕有报应，这都什么年头了，大家不过想求条活路。先前说话的街坊却是苦涩一笑，再次说道：“要说有报应，这赵家粮铺的少东家36的年纪，一脸麻子，还瘸了右腿，走路不利索，人家还娶了个美娇娘，这不在铺门口收钱的那个就是了。”有人忍不住回头张望，宋九也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就看到对面赵家粮铺门口还真有个长得丰硕的女子，穿着一身粉红的棉布粗衣，低垂着头，露出修长白嫩的脖颈，正帮着铺里收钱呢。宋九看了眼，却觉得眼熟，正猜测着，从铺里出来个腿瘸的中年男人，满脸麻子，带着凶相，伸手就拍下女子点钱的手：“你收什么钱？这个铺里头还轮不到你来做主。”童子掉地上了，女子也被中年男人当着众人的面羞耻，脖梗脸蛋红了一片，却弄事不敢吱声，还将地上的钱捡起，小心翼翼地交到中年男人手中去。这会儿宋九看到了他的长相，吓了一跳，不正是前不久才在任家闹了一场的沈家妹妹吗？来任家院时，沈家妹妹穿着灰色布衣，补丁连着补丁的，与眼前光彩的外表相比，如同变了个人似的。就是没有想到大嫂已经给娘家送了粮米，日子应该越过越好，为何嫁到了城里来，还是这么一个年纪大的？赵家粮铺门前买粮的街坊男子一个个盯着小沈氏粉嫩的小脸蛋看，麻子脸男人生了气，抬手做事要打，小沈氏赶紧退进屋里，再不敢插手生意上的事。宋九收回目光，不知大嫂知道这件事吗？最新的粮价，原本500个大钱一袋的粗粮，还真的涨价了，变成了800个大钱一袋的粗粮，可见婆母分给各家的粮食多值钱。恐怕有不少人买不起粮，最后卖田卖地逃荒去。小夫妻两人不再停留，往城东头去。城东头的戏楼外，还真让人有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感觉。宋九才到大门外，就赶紧让到了一旁，看着这些穿着绸子衣坐着马车赶来听戏的妇人和权贵们，两人这一身粗布衣长的穿着，是如此的格格不入。宋九并不羡慕这样的生活，但是他不想惹上麻烦，带着傻夫君站远了些，给里头递了个信，好半晌戏楼胡管事才出来。胡管事看到宋九小夫妻，还颇为惊讶，叹了口气说道：“还以为你是不打算做这桩生意了，20块绣帕你做了这么久，你这手艺也真是。”胡管事正想说这生意干脆别做了，没想宋九递上绣帕后，胡管事眼前一亮，这手艺变好了呢。这是慢工出细活，就这绣帕上同样的山水风景绣样，便与先前绣的3块绣帕有着明显的不同，越来越生动了。不错不错。
胡管事早已经将自己要说的给忘了，甚至还赞扬宋九绣得好。胡管事一一检查了，开头绣的几块也是不太好的，后头的才开始有了改进，而且接下来的货给他绣，大概能绣得更好。此女有做绣娘的天赋。胡管事也没有多少时间浪费在这绣帕上，直接让身边的伙计跑一趟，把绣帕送进去，再拿银子出来，也把剩下的40块绣帕料子送来。伙计一走，又有个伙计从里头匆匆出来，看到胡管事便焦急地说道：胡管事，总管事的意思是青花楼里的那桩生意得做。青花楼的头牌得了重病，怕是活不了几日，身边的那几个侍女都是人选，想必就会在这几日选出头牌，咱们戏班子得去助个兴，万一里头的头牌是哪位老爷家的新奸宠，咱们戏楼可就更不能得罪的。第102章，接着做绣活生意。胡管事听了，脸色不好看，生气说道：咱们做的是正经生意，咱们凭手艺吃饭的，到头来还得屈服在这些勾栏院的女子身上，底下的角岂不受了辱？台上一息，须得台下10年之功，方能有今日，却不及卖笑女子的风流手段，这是什么世道？瞧瞧临城街头多少人饿死，城外百姓多少田地颗粒无收，我戏楼赚下这些钱，上心头有愧，这些卖笑女子又做了什么，害得他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伙计听着管事的牢骚，却没办法反抗总管事的决定，胡管事再也没有心情了，回头看了宋九一眼，说道：安安心心做个好绣娘，凭着手艺吃饭，以后戏楼里的生意但凡有的就给你练手。说完这番话，胡管事转身入了楼里，伙计回头看了两人一眼，还不知他们是什么身份，为何这么得胡管事的喜欢？楼里的绣品不都是给万绣房做的吗？这是要换绣楼了吗？宋九看着两人进了楼里，心头也有些震撼。他和荣长头回入城时，在街头看到过那个红衣头牌，极为嚣张，怎么转眼就得了重病？人还没有死，茶就凉了，这就开始挑选下一任头牌了。宋六会不会被选上？若是选为头牌，大概也不能再做侍女，就得开始接客了吧？若是他当初没有替姐姐出嫁认家，那现在便是他的处境。宋九正想着事儿时，先前的那个伙计出来了，提着一包做绣帕的布料，还将10两银子送到宋九的手上，欢喜地说道：夫人好好绣，刚才绣帕拿到更衣间里，还没有铺上呢，就被当家角给夸了。说完，伙计又拿出一块小布料，看着料子比这绣帕的边角料好太多，也极为贵重。伙计问道：当家角让我问问，你能做一块手帕吗？比平时用的要做大一些，也刺个双面绣，就把你看到的景致绣上，能看得过去就成。伙计都感觉当家角这事儿有点开玩笑，真要是这位庄户出身的夫人绣了个门前景，那也定是庄户家破旧地的屋，凹凸不平的地，没啥好看的，到时候怎么佩戴得出去？宋九却是一口应下了，自己的绣帕能有人喜欢，那感情好，他不会辜负当家角的托付，一定好好绣这块手帕。宋九收下后，伙计方补充道：夫人好好绣，真要是把手帕绣好了，以后绣这种小东西的活计不会少，咱们楼里的角认识不少权贵和富绅，角用过的东西都很快能在临城实行起来。宋九心头一喜，就要从袋里拿出一把碎铜子送伙计手中，他却是摆手：夫人这绣活不容易做，没赚到什么钱，这年头不好过，粮食又贵，手艺人都辛苦，就不要客气了。伙计说完，这就走了，还真是遇上了好人。宋九赚了钱，决定先置办牛车，方便夫妻两人赶路。从城东头到了城西头，一路上宋九看到不少瘦弱的庄户在街头巡视做，路边的乞丐也比平时的多了些。唯有经过青花楼时，远远的就闻到了酒肉的香味，还有楼里姑娘们的笑声，大白日的也竟然这么的热闹。宋九从青花楼收回目光，看到街头难得开张的糖糕铺，宋九被荣长拉了过去。任荣长自己不爱吃糖糕，但是总惦记着媳妇喜欢吃，接连拿了3盒。卖糖糕的东家朝两人看来一眼，瞧着是新婚小夫妻，很是恩爱。宋九付钱的时候，突然听到东家咦了一声，宋九不动声色地看了东家一眼，就见东家盯着他家傻夫君看，倒是怪了，刚刚这位郎君才买了2盒糖糕出门，怎么又来了？只是这穿着，东家感觉是不是自己眼花，明明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前后没多会，又来他铺里买糖糕，还换了一身庄户衣裳。宋九顺着话问：刚才我夫君来买过糖糕？东家惊讶地看着宋九，心头暗忖：难不成这对小夫妻并非看着的恩爱？这俊郎郎君先一步又给别人买了糖糕？宋九怔住，东家赶紧摆手：定是我看错了。宋九却说道：你应该是没有看错的，刚才他是不是穿着绸子衣？东家这下不知道要不要说出实情，但还是点了头，还说刚才买了糖糕就朝旁边的酒楼去的。青花楼对面的确有间酒楼，也只有这儿花天酒地的好消遣。宋九这就拿了糖糕，带着他家傻夫出了门。任荣长疑惑地问道：媳妇儿，是不是有人跟我长得像？宋九回头看向丈夫，他心头隐约有了些猜测。来到隔壁酒楼外，宋九抬头往上望，可惜3层楼高的酒楼里宾客如云，人是找不到了吧？
就在宋九朝上头张望时，突然听到一些杂乱的心声。公子怎么在酒楼啊？可是细看下，似乎不太对劲呢。旁边的女子是谁？公子岂是会将女人带在身边？宋九连忙四下张望，却见周围行人似乎都无异样。他知道必定那位长得与荣长极像的男子身边的护卫正在暗中观察他们。媳妇儿，这周围有杀气。任荣长立即握紧媳妇的手，拉着她就走。他家傻夫可不傻，这么快就发现了。只是宋九真的不想打破夫妻两人的小日子，他其实也有私心，不太愿意荣长与荣家人相认。要是能一直陪着他在村里头就挺好的。宋九点头，当作什么也不知，跟着丈夫往前走去。果然他没有再听到奇怪的声音，只是在两人走后，酒楼上的一处雅间里，与任荣长长得一模一样的脸上露出一抹亚色，看着小夫妻手牵着手离开，目光又有些羡慕起来。随即他将桌上的面具戴在了脸上，手里拿着糖糕，却一口也没有吃。先前跟随的2名护卫进了房中，却发现自家主子就坐在这儿，那底下的小夫妻两人并不是他们的公子。护卫正要退下去，青衣公子看向两人，问道：刘安可曾回来？两人并没有收到刘统领的消息。青衣公子骨节分明的手指敲打在桌面，似乎在沉思着，很快从腰间拿出一块玉佩，只见那玉佩上刻着2个字：容易。第103章，三房哪来的钱买牛车？把玉佩送去京城，便说玉佩寻回，人已经尸骨无存。2名护卫听到主子的安排，很是诧异。青衣公子却是起了身，喃喃自语道：我容易志不在朝堂，爹娘不放我自由，那我便自己给自己自由。玉佩落到了护卫手中，两人不得不快马加鞭往京城赶。等玉佩送到了家主手中，他们也不会再独活的了，如此才能保全主子，给主子一个自由身。城西头，任荣长选了头壮实的牛，他还伏在牛耳边，似乎在说话。没一会儿告诉宋九，就这头了，很听话，只要他家夫君高兴就好。宋九这就给了东家3两银子。卖牛的东家收到银钱，很有些舍不得喂养了这么久的牛，要不是年头不好，没办法只得把牛换了钱买粮食，他哪能舍得呢？宋九看到东家难过的样子，安慰他说道：我们也是庄户，家里有些田产，以后这牛也会好好喂养的。东家听了这话，感激的看来一眼，这才转身离去。有了牛，再去做个板车装上去，就能载人了。庄户家的牛车就是这么的简单。宋九却挺知足的，等会儿还能买些吃的用的再回去，方便多了。隔壁就有现成的木板车，2个滚轮子在后头，前头往牛脖子上一套，他家傻夫君就坐前头赶车了。宋九也坐到了丈夫的身边，夫妻2人往城西头的杂货铺去了。锅碗瓢盆半2套新的，到时候大哥2哥新房入伙，他就早早送去，最是实用了。接着去布庄买了4匹颜色好的棉布料，又买了刺绣的丝线。这些日常用具还有布料都不贵，跟以前价格不相差，贵的仍旧是粮食。宋九置办完这些，接着又在街头买了30斤肥猪油，价格那叫一个贵的，30斤肥猪油花了他1两碎银，前所未有的价钱。不仅买的愁买，卖的也愁卖，想吃的买不起，想卖的没地儿去卖。在城西头这边进进出出的都是贫寒的庄户，这肥油金贵。宋九将东西藏在竹筐子的下头，心想着肉就不买了吧，想吃肉还得他家傻夫君上山打猎去，也不去远了，带上野梨子，家里的野味偶尔还是能吃上的。粗粮家里有，宋九也不可能买，随即买了1斤盐，1斤糖，接着又打了1瓶酱汁。原本想在街头寻寻有没有小鸡仔卖，想在小院里养些鸡，以后养大了还能下蛋，也不至于没有鸡蛋吃。可惜这年头不要说鸡仔，连下蛋的母鸡都难以寻到，宋九只得放弃。置办的差不多了，夫妻2人才往城外去。牛车上置办的东西太多，怎么也没有想一路上被人盯上了。出城时，坐在丈夫身边的宋九突然回头看了一眼，接着又朝左右看了看，他听到好几个声音，都是打牛车上吃食的主意。他今天买的太多，太招人眼了。宋九脸色微变，盘算了一下，方小生在他家傻夫耳边问道：夫君，你能打赢20-30个人吗？任荣长脸色微变，上一次媳妇这么问的时候，正是在媳妇的娘家，当时他把宋家的灶台给砸了，现在这么问，媳妇儿是不是又发现了什么，要他出手吗？像前头这些乞丐这种，20-30个也打不过我。任荣长一脸的自信。宋九看向周围可疑的人，瞧着都不壮实。夫君，我们把牛车赶快些，既然要打，那让他们跟着跑一段，消耗些体力，这样他家夫君打起来更加不费力。任荣长听媳妇的话，这就扬起鞭子，新买的这头牛似乎挺听话的，跑的那叫一个欢快，难怪那卖牛的东家一脸的不舍，这头牛没有买错。宋九不仅要护着牛车上的吃食，还有他怀里揣着的剩下的3两银子，置办了这一次能吃好久的，这些钱大概就可以一点点的存下来了，所以绝不可以被人抢了去。牛车跑得快了，后头的人果然没办法掩饰，一个个朝着牛车追了上来。任荣长回头看了一眼，那凌厉的一眼竟将前头的头目给吓了一跳，脚步慢了些，
此人莫非会功夫？可是，一车东西的诱惑太显眼了，即使知道这人不好对付，可是也舍不得到嘴的肥肉给跑了。宋九也回头看了一眼，还真有20几个，他们是饿疯了吗？从来没有哪次入城这么可怕的，回去后还得跟公婆哥嫂们说一说，可别轻易的入城了。小官道上也有挑担子走着的庄户，见这情况不对，一个个挑着担子赶紧跑，可别殃及池鱼。终于马车被追上了，谁知任荣长将缰绳交到宋九手中，他飞身而起，跳下车去。牛车跑得太快，宋九一时间拉不住，而且他发现这头牛似乎与别的牛不一样，他似乎听他家夫君的话，他把缰绳拉紧了，牛也不听，果然是牛脾气，够倔。牛车越跑越远，宋九不得不担忧的回头，就看到他家傻夫君一人对付20几人，瞧着似乎也毫不费力。终于牛车稳住了，宋九出了一身汗，无奈地拍了拍牛背，再回头看时，他家夫君衣裳破破烂烂地出现在拐角处，背后没有人跟来。宋九松了口气，赶紧下车。衣裳是在打斗时破的，任荣长来到媳妇身边，还生气地说起这是媳妇给他新做的衣裳，马上就要有补丁了。任荣长很生气，宋九握紧丈夫的手，说道：“没事儿，咱们不打补丁，我在这破了的地方刺绣，就看不出来了。再说咱们还买了好布呢，我再给你做新衣去。”终于把傻夫君哄好了，夫妻2人再次坐上牛车，往水乡村去了。村头2里地的时候，宋九夫妻的牛车就入了村里人的眼，忙着修沟渠的村民看到牛车，一脸的震惊。这任家3房才分家出去，哪来的钱买牛车的？早上出门时明明看到他们没有坐牛车呢。还有那牛车上一车的东西，也不知买了些什么，怕是要不少银钱吧。一个个猜测着任家3房是怎么弄到手的钱，有人怀疑会不会任婆子私下里给的，万一比较疼小的呢？毕竟祖屋子都分给了小的。也有人猜测着，莫不是任家老3上山打猎了，早上不是背了个包袱吗？指不定拿野味去卖了。随着村里人的猜测，牛车已经入了村。宋九也没停留，直接往山脚上赶去。沿途有修建屋子的村里人也都纷纷看来，便是任家的大房、2房见了，也有些意外。沈秋梅拉了拉丈夫的袖子，看着前头赶车的3弟和3弟媳，小声问道：“3房买牛车了，哪来的钱？”第104章，傻儿子这么壮，就是搞不定儿媳妇。任广田看了沈氏一眼，有些不高兴地说道：“这还要问吗？定是3弟媳的绣品赚的钱，再不然就是3弟的猎物，各家过各家的日子，你莫再东想西想。”沈秋梅也只是问问，被丈夫一顿责备的，郁闷地说道：“我又没说什么。”话是这么说，沈秋梅看着牛车远去，挺有些羡慕。等她家夫君打家具赚了钱了，她也存到一起，将来买辆牛车去。2房家里正在给丈夫递灰桶的杨冬花也看到了3房家的变化，杨冬花还没有开口，旁边帮着干活的妇人忍不住说道：“这3房一家倒是有能耐，买这么多的东西从城里出来，没有遇上事儿呢。”任广江听了，笑道：“那也要看看那些人打不打得过我家3弟。不过现在城里世道不好，还真是难说的。”杨冬花却在想着，早上他该悄悄跟3弟媳说说，帮忙带盒糖糕回来就好了，不然现在就有的吃了。终于到家了，宋九感觉出了门就有种归心似箭的感觉，还是自家舒服。一入院子看着桂花树，他就瘫坐在板凳上了。任荣长看了一眼媳妇，一身势力的将牛车木板卸了下来，把吃食搬到了厨房里，之后将牛牵到牛棚子里。宋九看着他家傻夫君忙碌的身影，忍不住扬起唇角，于是起身回屋，将丈夫干净的衣裳翻了出来。瞧着任荣长从牛棚子里出来，就打算拿着镰刀和骡子上山割牛草去。宋九连忙叫住了他，亲自服侍着丈夫换上衣裳。虽说对丈夫的身体是如此的熟悉，宋九却仍旧故意的在丈夫肌理分明的腰间摸了摸。任荣长奇怪的看向媳妇儿，为什么每次给她换衣裳都喜欢将小手放在她腰间或者胸膛？荣长，早点回来，等会儿我做酥油饼吃，金黄酥脆的那种。说起吃的，立即转移了任荣长的注意力。宋九送丈夫出门，随即回屋关了院门，就在厨房里切肥猪油，炸了油装缸子里，2个人省着点吃，能吃好些日子了。炸油的香味传出老远，好在祖宅附近没有什么人出没。忙活了许久的宋九解下围裙从厨房出来，瞧着天色，他家傻夫君快要回来了，等会儿他一回来就能吃上刚出炉的酥油饼子。宋九抱着一盆脏衣裳来到水井边洗衣。后院里母野梨子从窝里出来，倒是没有见到那只公的野梨子，怕是跟他家荣长上山了。宋九洗衣裳，野梨子就趴在旁边守着他，就像一只长得略大的家猫似的，还特别的粘人。天快黑了的时候，他家傻夫君回来了，最先传来动静的是野梨子欢快的声音。宋九身边的母野梨子立即起了身，只见任荣长肩头扛着柴禾，背上背着一骡子牛草，手里竟然还提着2只野鸡。先前那一窝野兔子，宋九还养着呢，这会儿又猎回来2只野鸡，瞧着野鸡挺肥的。宋九连忙起身上前帮手。回了院里，宋九将绑好的野鸡丢在地上，
把鸡的脑袋藏在翅膀下，他就进了厨房烧开水。2只肥壮的野鸡杀了剥了毛，提着也有3、4斤重了。宋九从屋里拿出一个簸箕，装了一碗酥油饼，又放了一只野鸡，还拿了一盒糖糕，这就将簸箕交到任荣长的手中，交代道：“夫君，把这些吃的送山下小院去，爹娘也尝尝味儿。”任荣长接了手，宋九又朝吃食上盖了块干净的粗布，就看着他家傻夫君大步流星的出了门。这会儿鸡入笼的时候，天地间有些模糊不清，他家傻夫君走得又快，大概路上也不会被人注意上。任荣长走得很快，到了村道上，他本来就不爱与村里人搭话，这会儿更是谁也不理，抱着簸箕很快就走了过去。打量的村里人只闻到油香，还没看清人就走了。瞧着任家3房的生活是过好了，不过村里人也是受了人家3房的好处的。山头那口泉就挺怪的，大家伙的都为着这点水争来抢去的，不少人在下游建房子，结果山上的水流仍旧流得急。这几日村里人一边建房子，一边给地里灌溉，竟让不少干旱的地有了起色，早就有春耕时用了牛耕了地，这会儿水流到田中，田也能出水了。任家2口全都派上了用场，不仅解决了村里人的喝水问题，今年的田地里指不定也能种些作物出来。这些正在吃晚饭的村里人闻着油香，抹了把嘴，也就不再追问了。任家小院里把3个儿子分了出去后，小院里就挺安静的，不过夜里大房2房还是要回来住的，新房子没有修好，2房吃的却是在新屋那边解决，两老的单独吃了。任婆子端着一碗疙瘩汤就要递给老头子，听到院里有响动，从厨房里往外望了一眼，见是老三来了，颇有些意外。任荣长将簸箕往厨房灶台一放，将上头的粗布揭开，说道：“爹娘，我和媳妇金个儿入了一趟城，买了猪油，媳妇就做了油饼子，这会儿送过来给爹娘尝尝。里头还有一盒糖糕，更是有一只刚杀好的野鸡。这老三才分出去，有点吃的就给两老的送来，不是自己生的，却胜过自己生的。”任婆子和任老头感觉到欣慰。老三有些傻，定是想不到这些事的，还是这个三媳妇孝顺，懂得感恩。任婆子将吃食收下了，随即回屋，将这段时间没事就给几个儿子儿媳妇做的新衣裳翻了出来。任婆子给3儿子和3媳妇各做了一套新衣裳，只是在2套新衣裳的里头还夹着一套天蓝色的小衣裳和一套粉红色的小衣裳。公婆的意思很明确，希望3房能早点有自己的孩子。3媳妇这么聪明，看一眼就知道了的。任荣长宽大的手掌拿起只比他巴掌大一点的小衣裳，一脸的惊奇：“娘，这衣裳给谁穿的？”任婆子看着他家傻儿子，笑道：“你拿回去，老三媳妇知道是给谁穿的，你也得努力。你长得这么壮，怎么就搞不定你媳妇？”任荣长疑惑地看向爹娘，要不是这事儿不好仔细教，任婆子真想好好教导一下他家傻儿。任老头轻咳一声，拿着烟杆子敲了敲地面，说道：“我过2天想办法入城买几幅画去。”第105章，他家傻夫君太勇猛了。任婆子听懂了丈夫的话，任荣长却完全没有听懂，只是听到爹娘要入城，便将今天夫妻2人出城时遇到的事说了。任家2老的听了，心惊肉跳的，好在老三打小有神力，会点手脚功夫，不然今天2人可得吃亏。瞧着这城里没办法去了。任婆子交代傻儿子少入城里，家里有粮，万事不慌，油和盐若是没了，小院里也能拿点，先过了这段时间再说。任荣长应了，这才拿着衣裳往回走。祖宅里，宋九看着2套小衣裳，他的脸颊微微发烫，忍不住看了他家傻夫君一眼。现在日子过得还算宽松，他们是该有个孩子了。夫妻2人坐在桂花树下吃酥油饼，这吃食，宋九也是在街头看到别人弄来卖，便自己试着做，没想一次就做成功了。一大碗酥油饼，宋九吃了2张就没舍得吃了，剩下的都留给他家夫君吃。夜里，宋九端着一碗热水进了屋，她蹲身给丈夫洗脚时，任荣长却是一把将她安置在板凳上，小脚落到了丈夫的手中。要是在任家小院里，宋九还是忧心着会被公婆发现自己让丈夫帮着洗脚，在这只有2人，宋九也就没啥了。看着丈夫一脸疼惜的样子，宋九又想起了那2套小衣裳，心思便有些不纯了，脸颊也跟着滚烫起来。看他家傻夫君宽大的手在他小脚上一遍遍地浇着水，宋九的身子不由得一阵战栗。他家傻夫君似乎在把玩着他的小脚，宋九就要挣脱，任荣长突然抬头，丹凤眸里赤红，高高的喉结上下滚动，随即任荣长起身，一把将媳妇抱了起来。头回见到傻夫君这么激动，而且有些不受控制的那种。宋九被扔到了床榻上，任荣长欺身而上，甚至还将他的小脚揣在了怀里。任荣长闷着声在宋九耳边说道：“媳妇，你的小脚好可爱，我就想一直抱着你。”许氏婆母给的那2身小衣裳彻底打动了宋九，这一次宋九没有再骗他家傻夫君，任由他家傻夫君的手在他身上游移，不得要领的躁动，最后竟然也能得逞。褪去青涩后的宋九眼泪汪汪的成了真正的女人，他家傻夫也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紧紧地抱着媳妇，恨不能将宋九紧紧地拥入怀中。天已经大亮了，宋九感觉自己已经散了架，看着旁边一脸满足的傻夫君还紧紧地抱着他，生怕他跑掉的样子，他感觉到了累。嫁来任家这么久，宋九已经将自己养好了，可是仍旧不及他家傻夫君的体力。靠在他的怀中，听着他强有力的心跳声，宋九的手忍不住摸向他的小腹。他和荣长终于是夫妻了，以后两人还会有共同的孩子，这种感觉似乎也挺不错的。宋九想悄悄地起床，结果才起身，任荣长就睁开了眼睛，看到穿着粉红小衣的媳妇，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他的胸口。媳妇儿，这一声没把宋九吓死，他赶紧拿被子裹紧身子，任荣长却是扬起唇角，大掌扯着被子跟媳妇拉扯着，直到被子一点点地往他那边滑落。原来圆房竟然是这么舒服的事。任荣长感叹一声，直到宋九身上的被子被他全部攥了过去，随即就被他长臂一捞，又落被窝中去了。媳妇儿，咱们不起床了好不好？等会儿我去做饭给你端过来。大白日的，他想什么呢？宋九一脸的惊恐，果不其然，被窝下的手又不安分了。宋九被他裹紧在怀中，根本挣脱不了。这一次，宋九直接睡到了晌午，才睁开眼睛，床榻外没了他家傻夫君，他松了口气，撑着身子起床时还倒吸了口气，全身痛得坐都坐不稳。正揉着身体的宋九，就见桌上竟然放着一碗小米粥。宋九一脸的惊讶，他们家粮仓里可没有小米，这一次入城他也没有买小米呢，难不成是他家傻夫君去公婆那儿借来的？宋九正愣之际，任婆子端着小菜进来，看到宋九起床了，任婆子笑成一朵菊花，这孩子真不知轻重，他爹在院里训他，三媳妇好好休息，这2日我们两老的替你撑腰。宋九的脸红的滴血，哪敢接话，怎么就被公婆知道了这事儿？外头任荣长被他爹训斥着，他才知道要不是上午两老的来祖屋子看一眼，老三媳妇再被他折腾下去，人不得没了。任荣长总算懂了些，难怪上午媳妇叫不醒，心头一阵后怕，他的确不曾温柔待他。任老头在儿子面前走来走去，这些事儿又得隐晦地说，可傻儿子不懂，又不是大户家里有通房丫鬟先调教啥的，再说任家也不兴这一套。你要是心疼你媳妇，以后就听你媳妇的话，他说啥就是啥。任老头就是这么听媳妇的话，才把媳妇拐乡下来的，给他生了3个儿子。任荣长将父亲的话记在心头。屋里，宋九吃完了小米粥，身子有了些力气，才知道自己当初是有多傻，用一块血帕去骗婆母。真正要是两人圆房了，他那日大清早的别想下地干活。任婆子笑看了宋九一眼，将碗端了出去。到下午，公婆离开了，他家傻夫君从外头进屋，隔着他远远的，生怕自己忍不住又兽心大发。宋九想要下地，小脚才沾地，双腿就打颤，他也是头回知道这事儿是女人吃亏。任荣长见媳妇站不稳，赶紧上前扶了一把，把媳妇强行安置在床上。媳妇儿，我错了，要不你打我消消气。任荣长拿起宋九的手打自己的脸，宋九哪舍得打他，不过昨夜到今天，他着实挺恐怖的，根本不听他的话，而且似乎有些沉迷这事儿。宋九捧着丈夫的脸，看着他好看的眉眼，气消了大半。没事儿，养一养就好，女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只是他知道的不少，却是头回经历，才知道这么的辛苦。任荣长的手刚放到宋九的腰间，他就本能的打了个寒战，又来。任荣长赶紧收回手，媳妇儿，你哪儿痛？我帮你揉揉。全身都痛，可不敢让他揉。第106章，周大丫看上了任荣长。于是宋九之使着丈夫把他们的床套被子都洗了，任荣长这就抱着脏衣裳和被罩出了门。宋九总算清静些了，心头反而有些甜甜的，生一个像荣长这样长得好看的孩子，要是女儿，他就给孩子绣花裙子，要是男儿，就给孩子绣件袍子。这一刻，宋九只想努力赚钱，将来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星号星号星号。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大房二房的屋子修好了，大小格局与任家小院差不多，不过二房家里修得略大些，围墙也高一些，大房家里却小些，围墙就跟村里人的一样，比较矮。两家一起将新房建成的，也就合起伙来办了个入伙宴，村里人都过来吃上一顿，也省了不少事儿。宋九将早已经准备好的锅碗瓢盆送给了大哥和二哥，办新房入伙宴的时候，用的就是宋九给的用具，为两家省了笔大钱。杨冬花拉着他家夫君的袖口说道：“三弟媳赚了钱没忘了咱们，买了这些用具，得费不少钱了。夫君，你那跑船的生意什么时候有的做？咱们家也不落了后，有了钱我也给三弟媳好回礼。”任广江去了2趟码头，码头那边基本没有商船过来了，瞧着这生意怕是不太靠谱，还得另外寻活计。城里现在很混乱，我再想办法赚钱。分了家就是不一样了，不能一直盼着地里那点收成，还得想办法弄到现钱才行。大房屋里办完入伙宴后，手头也没有剩下什么了，甚至粮食还不及2房3房的多，沈秋梅就更省了。这会儿来到丈夫身边，问起村里人做的家具，有些钱都没有收回来呢。任广田知道村里人也不容易，说道：“
瞧着祖宅那口泉的水源源不断的，村长昨日还催着大家伙的修了屋赶紧种田，指不定下半年就有了收成。到时候村里人有了收成，日子没那么紧巴了，自然就还上这些家具的钱了。左右我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早几年干在那儿的木材不用也生虫了，咱们就不要太计较了。沈秋梅听了有些不高兴，你是做生意的，不是做好人的，那些家具的钱不收回来，这日子要怎么过？我看三弟媳家里都比咱们都过得好。任广田被媳妇说的没办法，就说明个儿去村里头问问。沈秋梅这才放过他。随着任家大房、二房的房子修好，村里头也有不少人的房子修好了。这日，宋九和丈夫正在吃早饭，跟他家夫君一同打过猎的一个村头小伙来了祖宅，瞧着他家傻夫力气大，想请他家傻夫帮个忙，今个上梁，费些力气。这都是小事儿。宋九认的这人叫周小山，来过任家小院几次，年纪比他家傻夫大了些，但是每次见到他家傻夫都是叫哥，现在见到他也叫嫂子。两人一同出了门往村头去。周家的屋子极小，修在任家大房、二房的下游，但也能借着那水流，门前有井了。周家小院外帮忙的都是他们那一伙打猎的年轻人，显然周家不像任家那样有钱请帮工，都是互相帮忙。几人的力气没有任荣长劲大，房梁太重了，几个年轻小伙一起帮扶着抬上去。任荣长这人也挺实诚，说干就干，尤其不怕吃苦，这就撸起袖子帮手，用力时那结实的肌肉从衣裳上隐约露出，与几个村里瘦弱的年轻小伙相比，看着就强壮得多。再加上任荣长长得俊，做起事来又认真，不少村里的姑娘都忍不住朝他看来。这会儿在周家厨房里帮忙的周大丫正好拿着簸箕从厨房里出来，便一眼看到了他。房梁送了上去，按理金个儿得吃上粮宴，但是周家没什么粮食，也就帮忙的几人在家里吃上一顿。任荣长才从家里吃了过来，自然不会再吃，周小山还是将他留住了。除了上梁这事外，其实几人将他叫了来，也是商量着要不一起再入山一趟。去年大雪封山的那一次，他们得到了不少猎物，才过了一个好年。现在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了，他们也没有别的活计可想，唯有跟着入山打猎才有出路。几人都看着任荣长，这时周大丫送吃的过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故意，他非得将吃食从任荣长的面前端过去，那丰硕的身姿就这么的碰到了任荣长的手臂。任荣长原本看着周小山的，感觉手臂不对劲，立即先眸朝周大丫看去一眼，就见周大丫略显羞涩的垂下头去，却并没有急着离开。任荣长皱眉，神色微冷，随即就起了身。周小山立即看明白了，连忙解释道：荣长，你别生气，这是我堂姐姐，比你还大2岁呢，她把你当弟弟看的。一旁的几个年轻小伙却与任荣长不同，他们可是知道的，周家这个堂姐姐守寡有2年了，也是这年头不好给闹的，年纪轻轻嫁了个丈夫，丈夫就病没了。不过周大丫还真是符合不少长辈标准的大胸脯大屁股，尤其身材极好，长得也不赖。刚才哥几个商量着打猎的事没注意上，这会儿仔细一看，几个年轻小伙脸都红了，唯有任荣长脸上不悦。周小山知道任荣长这人有脾气，瞧这样子怕是要发大脾气了，连忙对周大丫说道：姐，你先去厨房吧。周大丫脸色有些不好看，这就转身离开。几个年轻小伙又忍不住悄悄地回头看向他成熟的身段。任荣长也不做了，直接说道：打猎的事我回去跟媳妇商量一下。几人听了又都收回心思，想到嫂子，几人就感觉这事儿怕是难，都说人家3房就是媳妇娶得好，会过日子，没想到才成家没多久，出门打猎还得嫂子同意。任荣长从屋里出来，周大丫还在厨房里偷偷张望，任荣长却是目不斜视的快步离去。周小山朝厨房里的堂姐看了一眼，郁闷的说道：堂姐还是歇了这心思吧，任家男儿不纳妾。声音不大，但周大丫听清楚了。任荣长回到祖宅里，便将几人的想法说给了媳妇听。第107章，周大丫找上门来。宋九一想到他家夫君入深林打猎，就想起大雪封山的那次，他立即说道：咱们家不缺那口吃的，咱们不去。任荣长看着媳妇担忧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上前拉起媳妇的小手，握紧在掌心，说道：其实山里头并不危险，现在也不会有大雪封山，我若是不去，他们就没办法打猎了。再说我打了猎物回来，也给你补身子。娘说，指不定你肚子里已经有宝宝了，咱们家也要多吃点肉。宋九记得去年村里人过来找荣长时，是婆母做的主，也是聚了几次的，瞧着这些人打猎，没他家夫君根本不成气候。宋九听着傻夫君这话，又有些气不起来了，他就是讲义气，现在大家日子不好过，他这是想帮他们了。对上丈夫渴望的目光，宋九真不忍服了他的意。那去几日？宋九心头仍旧不好过。就10日来回，我向媳妇保证。说起打猎，他家傻夫君也不犯傻了。宋九勉强答应了，但他要求傻夫君把野梨子带上。当天任荣长就给周家传了话，准备，2日后几人就出发。这2日里，宋九给任荣长缝了个小内袋，到时候
里头带上他做的油饼子，油炸过的也能吃得久一些，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吃小内袋里的吃食。任荣长要入山打猎了，不想媳妇没柴烧，这2日在山头砍了不少柴回来，这会儿又上了山。野梨子跟着他一起，任荣长拿着砍柴刀进了林子里，正想拖根干树回去，就听到林中似乎有声音。任荣长纵身一跃，跳上旁边的小树，野梨子也有默契，很快爬上树，蹲坐在树干上看着前方。前头深草中似乎有女子痛苦的叫声，任荣长一脸的疑惑，紧紧地盯着那处，就见在那深草中隐约有一男一女抱在一起，2人赤着身。任荣长看了一眼便明白了，只是那草丛里的2人却着实太过熟悉，任荣长一眼认了出来，这就要离开。躺在草地里的女人刚抬头就看到树杈上蹲着的人和野梨子，女子吓得尖叫出声，男人赶紧捂了她的嘴，回头张望，看到树上的任荣长，男人也吓了一跳。纠缠的男女正是周大丫和孙小郎。那日周小山家里上梁时，孙小郎正好在里头，以前也跟着任荣长打过猎，家住在村尾，今年才17，小年纪缠上了寡妇。任荣长眼神冷淡地收回目光，一跃而下落了地，带着野梨子走了。孙小郎一边穿衣一边心头郁闷，被大哥见到了，他是个傻的，大概不会说什么吧。周大丫却心头忐忑不安，原本是有心认家老三的，要不是被堂弟说了一顿，他也不会应了孙小郎的话，说什么打回来的猎物分他一半。2人穿好衣，周大丫伸手给孙小郎整了整衣襟，温柔地看着他，小声说道：“那个傻大个啥也不懂，你们上次跟着他入山，最后把猎物分了一份给任家，他后来回来又猎到了不少皮子，你们吃亏了还不自知。”孙小郎听了却不以为意，大雪封山了，他们没办法等他了，人家后来九死一生的回来，猎到的皮子也是他的本事。周大丫见孙小郎无动于衷，还真是应了那一句，提了裤子就有些不认人了。不过这初次动情的小伙子倒也好拿捏。于是周大丫靠近孙小郎的耳朵，小声说道：“这一次入山，等有了猎物，你把那傻大个的猎物弄到手，把他留在山里头，这样不就有2份猎物了吗？”孙小郎一脸震惊地看着他：“他是我大哥。”周大丫美眸嗔了他一眼：“你是不是傻呢？”孙小郎看着眼前娇媚的周大丫，脑子又有些不受控制了，瞧着，反正大哥也走了，这儿又没人了，这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又控制不住了。周大丫倒也由着他，却是不停地在他耳边吹枕边风。孙小郎犹豫不定，最后不得不听了周大丫的话，到时候等到森林的某一处，悄悄地拿走他的猎物，尤其是任荣长身边的那只野梨子，得想个办法弄死，不然不好对付。宋九在桂花树下刺绣，突然袖针扎到了手指，她怔住，看着冒血的指尖，停下了绣活。丈夫要打猎去，宋九总是心头不安。任荣长拖回来一根老木柴，便光着膀子在柴房里劈柴去了。宋九来到门口，看着丈夫矫健的身姿，瞧着他也没必要担心，毕竟他力气大，有功夫傍身，连老虎都敢猎，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在这时，安静的祖宅外突然传来敲门声。宋九上前开门，就见门口站着一个长相不错的小妇人，不过有些面生。宋九平素似乎在村里没怎么见到过她。来的这小妇人正是周大丫，她朝院里头望，宋九便有些不高兴了。周大丫收回目光，俏脸上含笑说道：“嫂子，我是周小山的堂姐，有个事儿，我想私下里跟嫂子说说。”于是2人来到院子旁边的空地上，这儿也没有村里人瞧见。周大丫胆子大了，这就说道：“刚才在山头，我撞见了你夫君这事儿，他有没有跟你说？”宋九疑惑，他家傻夫君拖了个老木头回来，没有说什么。再说在山里头撞见村里人，不是再正常不过的吗？不过宋九很快看到周大丫脖子处似乎有红印，只是衣襟略高，遮了一半。宋九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周大丫的脖子，问道：“他刚才回来的确跟我说了些。”宋九故意将话拖长，却不明着说。周大丫心头一惊，暗自想着是不是把他和孙小郎偷情的事说出去了。果然这傻子靠不住，亏得孙小郎还护着他，叫他大哥。宋九听到心声，心头震撼，再看周大丫的眼神里有些耐人寻味。嫂子，大哥同你说了什么呢？周大丫提着心听着。宋九扬起唇角，反问道：“你认识他们一同打猎的孙小郎吗？”周大丫一脸的惊讶，那就是什么都说了。该死的，这傻子完全靠不住。周大丫咬了咬牙，人被宋九盯着，心虚得很。那自然是认识的，他跟我堂弟是好兄弟。原来是这么认识的孙小郎，难不成是周家上梁宴上结识的？竟然跑山里去偷情！嫂子，你还没有告诉我大哥同你说了什么呢？周大丫还盼着这事儿有回旋的余地，期盼地看着宋九。宋九心思一动，试探地说道：“他说起几个人一起分配猎物的事，就……”周大丫尖着耳朵听，心想着怎么扯上猎物的事？莫非后头他跟孙小郎说的话也被他听到了？他并没有走，是打算怎么分配猎物呢？周大丫顺着话问。第108章，他家傻夫君还是听他的。宋九却是奇怪地看着他，
你又不上山打猎，你这么关心猎物做什么？周大丫尴尬一笑，心头却是冷哼一声，心中暗存，这猎物可是我也有份的，孙小郎可是答应了我要分一半给我，若是再将那傻子的猎物弄到手，那他得到手的就更多了。见宋九一直盯着他，周大丫方说道，嫂子想多了，我只是顺便问问，这不是我堂弟也要跟着去吗？他说了，要是打了猎物还分给我加一些呢。宋九听到周大丫心头所想，到这一刻彻底将事情来龙去脉搞清了，合着这两人也和暗中商量着要弄走他家傻夫君的猎物，亏得他家傻夫君讲义气，家里又不缺吃的，还愿意带着他们入山打猎，结果还没有出发就想好了算计他。宋九冷了脸，语气冷淡的说道，既然问到这儿了，那我也就直说了，我家夫君不打算去打猎了，你也回去给周小山带个话。为什么？周大丫着急了，他可是连清白都交出去了，说不去打猎了，不是明天都出发了吗？宋九扬起唇角，美眸看向周大丫，这个你就不要关心了，你在山里头的那点破事我们可以不说，但是人在做天在看，你自己好自为之。宋九转身进了院子，周大丫却是震惊在当场，傻子不去打猎了，其他人哪敢入山，那他岂不是被孙小郎白睡了？周大丫气得不轻，二话不说上前拍门，这一下吵到了柴房里的任荣长，他赤着膀子提着斧头出来，把周大丫吓得脚下一个跄踉。任荣长冷眼看着这个女人，宋九站在丈夫身边，问他还有什么事，要不要把村长叫来评个理？周大丫哪敢将事情闹大，甚至这事儿要是被村里人知道，她的名声就没了。再看旁边提着斧子半点不讲情面的傻子，周大丫吓得转身就走。人走了，任荣长却是生气的将斧头甩在了地上。宋九发现他家傻夫君有些不对劲，瞧着又要发脾气了，上前握住他的手。夫妻两人在桂花树下坐下，宋九劝着丈夫明天不去打猎了。任荣长看向媳妇，荣长，你不听我的话了。宋九就要起身，任荣长赶紧一把抱住媳妇，把媳妇安置在腿上，似乎有些犹豫。荣长，你听我的，不准去打猎。宋九这一次是真生了气，任荣长竟是有些怕媳妇生气，见状点了头，好，我听媳妇的。宋九心头一喜，接着说道，等会儿要是周小山他们过来问情况，我来说。任荣长点头，果然没多会儿，周小山带着几人就来祖宅了，里头便有孙小郎。几人只知道大哥不去打猎了，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宋九知道周小山家里才修屋子，没什么钱和粮，不打猎日子难过，于是说道，要问什么原因，你去问孙小郎。宋九看向其中一个身姿干瘦的年轻小伙，正是先前在林中与周大丫纠缠的孙小郎，被宋九一语点破。孙小郎一脸的震惊，在山里头两人悄悄说的话，难不成也能被大嫂知道？周小山沉了脸，看着孙小郎问道，到底怎么回事？孙小郎心虚，不敢看宋九的眼神，只是他也挺郁闷的，那山里头怎么就撞见大哥了呢？几人见孙小郎有异样，又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可见一定是有事瞒着他们。这会儿任荣长从正屋里出来，周小山几人见了，又像看到了希望。只是任荣长来到了媳妇身边后，却并没有反对媳妇的意思，先前答应了媳妇的，不去了，那就真不去了。嫂子，有什么事儿咱们商量着来，实在不行，这一次不带孙小郎去就是。孙小郎一听急了，连忙开口，小山哥，我要是不去，我家就揭不开锅了。都揭不开锅了，为了个女人还答应把一半的猎物分给对方，怎么想的？周小山回头瞪了一眼孙小郎，一定是他做了错事，不然不会这样，还敢说跟着去呢。只是即使几人不带孙小郎去，宋九也没有打算让丈夫跟着去了，这事儿定了下来。周小山无功而返，带着几人下山时，在必经处立即回头盯着孙小郎，几人一番逼问下，才知道他跟周大丫的事。孙小郎更是将周大丫同他说的话也一并说了。周小山感觉到不可思议，一脸愤怒地说道，你家那茅屋子能撑几时？你们家现在都过得这么清贫了，你还分一半猎物给我堂姐姐，你是怎么想的？原本对周家堂姐姐心动的几个年轻小伙得知真相后，对周家堂姐再没了心思，更是有些轻看起来。难怪那日故意送吃的过来要靠近任家老三的，定是看中了人家有粮有房。孙小郎被周小山一顿教训，自己也挺难受，尤其是后头周大丫说的那番话，周小山更是瞧不起孙小郎，于是说道，以后打猎再也没有你孙小郎的份，至于我那堂姐姐，我也不会再让她踏入我家一步。明个儿大哥不去，咱们几个去，家里没粮，咱们也得想办法，大哥不去也不能怪他，都是你孙小郎坏的事，早知道那日就不该让我守寡的堂姐姐过来帮着做饭。周小山生气离开，村里几人也跟着走了。孙小郎气急败坏，很是后悔，其实他哪敢对任荣长下手，任荣长天生神力，入了山跑的也比他们快，他恐怕连只野梨子都弄不过，只是当时女人在身边，能不先答应吗？第二日，宋九在井边洗衣的时候，就发现周小山带着7个村里的年轻小伙出了门，里头没有孙小郎，
他们走的是村道上入山的路，宋九隔着远远的就看到了。要不是宋九能听人心声，真要是让他家傻夫君跟着去了，在那山里头，孙小郎起了歹心，伤着他家傻夫君，他可得跟他拼命不可。宋九看着那些人上的山，不少村里的人也看到了。到这个时节了，村里人有地的种地，没地的巡视做，实在不成的往山里跑，总要弄些吃的才能过活的。好在水乡村还算有水源了，粮种下的迟了些，只要地里不荒，迟早会有收成。宋九端着洗好的衣裳回了屋，就看到他家傻夫君竟然将他准备的小内袋带在了身上，背上弓箭从屋里出来。第109章，城外越来越乱了。宋九有些生气，任荣长上前将媳妇抱住，清朗的声音在他耳边温柔说道：“媳妇儿，为了你和孩子能天天吃肉，我必须入山打猎，但是我不跟他们一起出门，我带野梨子独自出门。我是天生的猎手，你没嫁过来之前，我时常入山打猎的，你莫担心。”宋九从丈夫怀中抬头，看着他家傻夫坚定的脸，感觉两人圆了房。公婆教导一番后，他家傻夫似乎变得成熟了许多，瞬间有了责任感，甚至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做一个父亲。瞧着人是留不住了，那他一个人上山打猎，没有个照应的，宋九也担心。媳妇儿，我跑得快，就5日光景来回，左右猎物在手上也放不了多久就坏了，我早去早回。任荣长竟然还在宋九的唇上狠狠的粗鲁的吻了一下，宋九的小脸被他粗糙的手捧在掌心，还有些划得痛。那我去了。宋九不得不送丈夫出门，看着丈夫早做好的准备，把昨晚剩下的馒头都装在那小袋里，宋九就后悔昨夜没做油饼吃。他家傻夫君走的不是村道的上山路，而是直接从山脚下走的，莫看他傻，他家夫君是真的成熟了，这会儿还交代他平时在家里少出门，他去打猎的事也别告诉村里人。他担心有人知道他不在院里，趁机对他不利，还说有事记得喊下游的大哥二哥，隔着并不远，喊2声就听得到的。宋九就这样目送着他入了山，那只公的野梨子也被他带走了。此时陪在宋九身边的正是母的野梨子，身后还跟着一窝崽子。宋九低头一看时，看着野梨子就感觉像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拖儿带女的等丈夫回来。就这么清静的过去2日，村里无人来山脚下，底下的村里人倒是很忙碌，一个个都顾着地里的收成去了。宋九在家做绣活，也不出门，院门一关，高高的围墙，外头人也看不出情况。此时安城城里却是好一番变化，沿街乞丐逃荒的流民转眼越来越多，于是李阳郡派了地方郡过来，这些流民皆数被赶出了城门。从此往后入城需要缴纳2个大钱入城费方能进城，而且不准衣裳不整、衣着破烂的人入城。安城倒是一下清静了许多，可是安城外的流民开始变多了，现在想要入城买东西，不要说东西能不能留得住，就是人身安全都成了问题。与安城外一片荒芜相比，安城里头反而没了这些流民，有钱人过得越发的舒服。青花楼里更是灯火通明，夜夜笙歌，来来往往的酒徒嫖客不在少数。尤其越是荒年，百姓人家里姿色好的女子大多送这儿来讨生，以至于小小安城的地方青花楼里，楼里的姑娘个个想方设法勾心斗角，都是为了钱粮而置民生气节于不顾。此时穿着一身紫衣将脖子裹紧的宋六从热闹的前院出来往后院去，他这一身保守的装扮与前头的女子相比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保姆已经为着他的穿着和放不开的手脚早已经责骂了好几回了，甚至他若是在这几个侍女中不能脱颖而出选上头牌，他便要送到下头的女人堆里去，供那些地位低下舍不得花钱的嫖客们享乐，那他这一辈子也别想翻身。一旦被这些下等的客人缠上，过2年身体变差，得了病还存不到钱，他指不定丢弃在哪个旮旯里自生自灭。在楼里见惯了这么多女人的下场，宋六自己也着急，许是心神不灵。他想到了红衣头牌，到底在他身边服侍过一场，如今病重，或许能给他指明方向。只是宋六才到红衣头牌的门口，便听到房里似乎有动静，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悄悄地从门缝里往里头张望，就见红衣头牌的床前多了一个身影。这不是跟他一起在红衣头牌身边做侍女的景玉吗？他竟然跟他一样悄悄地来看红衣头牌。然而屋里的景玉可不是让红衣头牌帮着指点迷津的，而是脸色阴沉的将手中一把药粉趁红衣头牌未醒就要灌他嘴中去。没想到病重的红衣头牌竟然被他粗鲁的动作弄醒，瞪向他虚弱的声音喊道：“景玉，你想干什么？”景玉见事情败露，直接捏住头牌的下巴，将那药粉倒在了他的嘴中。病了这么久的头牌已经骨瘦如柴，根本没有力气反抗。宋六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头牌吞下药粉，随即吐出一口鲜血，倒在血泊中不动了。景玉见事已成，回头看了一眼门口，犹豫了一下，这就跑去后头耳房翻出头牌的百宝箱，抱着百宝箱就往外走。宋六赶紧躲在了柱子后头。景玉慌张中从房里出来，也没有细看柱子后，抱着百宝箱匆忙离去了。宋六的心砰砰直跳，直到人走远了，宋六才赶来到红衣头牌的屋里，看到床上骨瘦如柴却仍旧一身红衣加身的女人，此时口吐鲜血，
睁着眼睛没的。屋里浓浓的药味很是刺鼻，宋六看到红衣头牌的下场，心头便不好受，不是被下等客人糟蹋，那也就红衣头牌这般下场，左右都难以寻出条活路来。当初他若是没有让妹妹替自己出嫁，那现在他就不会过得这么凄惨。宋六恨死了妹妹，只是容不得宋六多想。外头传来脚步声，他不敢再停留，准备离开时，却见红衣头牌手腕上戴着的首饰，还有手指上的指环。想起刚才景玉抱走的百宝箱，宋六心一狠，不顾心头的惧怕，上前将首饰和指环扒了下来，揣在怀里，随即提着裙子赶紧离开。青花楼里的婆子发现了红衣头牌死了，保姆并没有声张，甚至为了稳住红衣头牌的恩客，还对外宣称红衣头牌凄惨病逝，所以为了完成红衣的遗愿，楼里准备1个月内挑选出1位头牌来照顾红衣的恩客们。明明是装丧事，转眼办成了热闹的喜事。这些曾经的所谓恩客很快就将红衣忘了个彻底，一个个开始挑选他们心仪的女子成为头牌。宋六顺手扒下的财产竟然没有人追究，这让他的胆子大了不少。也是长这么大头一回见到这么好的东西，他贴身收着，仍旧觉得不妥当。宋六寻了一个机会从青花楼里出来，去了当铺把首饰给当了，得手竟有300多两银子，全部换成了银票。宋六贴身收着，有了财产便有了逃走的心思。没想到这个时候过不下去的宋家人寻到了城里来。第110章，有人闯入小院偷粮食。宋六听到爹娘和季奶奶还赶来找他，他便感觉到不可思议，把他卖到这种地方，一口价，身契都落别人手中了，他们还有脸来找他要钱。青花楼的小侧门外，宋六被楼里的婆子叫出来，说是有家人找他，他还不信，结果看到3个衣裳破旧的宋家人，宋六气得只差没有出手打人。季奶奶雷氏见宋六不上道，气急败坏地说道：“我们入城是6个大钱从牙缝里抠出来的，你现在敢说1文钱都不给？宋六你是打轻了，亏得你娘老是护着你。”宋六抿紧嘴巴，手在袖中攥紧，见亲母汤氏上前拉他，宋六退开几步，一双美眸含恨看着家里人：“要是可以重来，我一定要在来青花楼之前将你们一个个给杀了。”说完，宋六转身便走。季奶奶雷氏听到这话，破口大骂宋六是娼妇，没良心的人。楼里的婆子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这就叫打手将宋家人赶走。随后婆子去了保姆房中。保姆，宋六这个侍女对过往家人很绝情，恐怕不好控制，这个人不能做头牌。每人踏上一身绸衣加身的保姆掀开眼皮子，看向门帘外候着正禀报的婆子，冷淡的嗯了一声。半晌后，保姆开了口：“绝情的人也多情，挑个年轻俊朗的龟奴调教他，动了情的女人就好拿捏了。”婆子见保姆很看重宋六，只好领令退下。城里的变化很快传到了水乡村，有村里手艺人挑担子去城里做买卖，先是被入城的费用拦在外头，接着是看着沿路的乞丐。手艺人一回到村里头就奔走相告。现在水乡村有了2口泉的水，家家户户也能种下作物，比其他村好太多。村里人立即团结起来，也不与外头村里人走近了。山脚下的宋九一直待在院里数着日子，今个儿是第4日了。他家傻夫君明后个儿回来，吃过早饭后的他也会上山割牛草，还要割些草回来喂兔子。野梨子带着崽子倒是会自己寻吃的，不用他操心。宋九前脚上的山，后脚就有人从水乡村村道上一路打听过来。村下游有几个热心的村民听到对方是石头村过来的，一个个就警觉起来。不过得知对方是任家3媳妇的娘家人，也就给对方指了人家3房分家后住山脚下的住处。石头村来的是一对夫妻，还带了个小儿子，瞧着这妇人的眉眼都与任家3媳妇像，一时间也没有引起村里人的特别注意。这3人走得极快，很快就到了山脚下的祖宅外。宋九的母亲汤氏上前拍门，继父宋有才站在一旁，眼神四下张望。敲了半天门没有响应，汤氏看向丈夫，小声说道：“门上锁了，人不在家里，怕是去山里了。”宋有才摆了摆手，随即嘘了一口，这就搬了几块石头堆放到了墙角。干惯苦力活的宋有才倒是有力气，要不是这段时间饿得不行，大概力气还会再大一点。高高的围墙，宋有才借着石头堆还有汤氏的帮衬翻了上去，动静这么大，里头竟然还没有动静，宋有才便能断定里头并没有人了。从墙角跳下去，宋有才吃了点亏，心头郁闷，哪家围墙建这么高的，真是吃饱了没事儿干。祖宅院里，宋九将家里家外收拾得干净整洁，宋有才在院里转了一圈，直奔厨房去了。厨房里，宋九早上蒸的粗面馒头还有剩下的放在锅里，宋有才见了，两眼放光，也顾不上外头的妻儿，拿起馒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在厨房里翻找，一缸粗面粉，一缸粗豆，还有小缸荤油，这一切都看得宋有才面上露出贪婪之色。想不到这继女儿嫁到水乡村里来了后，日子过得这般好，都说水乡村的任家富足，这不分了家，小两口的日子过得这么好呢。宋有才又寻到了盐和糖，许是好久没有吃到盐味儿了，他直接拿着馒头沾了盐巴就往嘴里吃，尝到咸味儿，
宋有才竟然心满意足地扒了扒嘴。没过多久，宋有才打开了小院的粮仓，里头有10几袋粗粮。宋有才激动的眼都红了，搬了板凳，开始爬墙头往外运粮。汤氏看到丈夫搬粮出来，心头有些害怕，小声说道：“上次你不在家，你不知道这二女婿的厉害，他一拳能打穿灶台，你当真要带走粮食？”宋有才好久没有这么吃饱过，这会儿看到粮，哪有不拿的道理？前几日一家人花了6个大钱入城，见到大女儿，结果大女儿无情，一个爹的种，想必二女儿也不是好货。正好趁着二女儿不在家，赶紧把东西顺走。二女婿再厉害，只要东西落他手上，死也不会交出来的。再说岳丈要吃女婿的，他敢不给？汤氏被丈夫瞪了，只好带着儿子上前帮手，哪知一向与二姐姐亲近的儿子宋来喜硬是站着不动，还一脸惊慌地看向爹娘，稚嫩的声音喊道：“爹娘，不能偷二姐姐的吃食。”汤氏见儿子声音这么大，心都吓到了嗓子口。着实是去年3朝回门的时候，汤氏被这个傻女婿给吓得够呛。这会儿虽然人不在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汤氏赶忙上前捂了儿子嘴。宋有才趴在墙头看着自己没出息的儿子，责骂道：“小崽子，你住嘴！再叫我等会儿出来抽死你！”宋来喜最怕父亲，尤其是这些日子父亲不能出去做事赚钱了，天天在家打他娘，他更害怕了。夫妻2人合力，一个在里头搬，一个在外头接，高高的围墙令他们很是吃力。一包粗粮100多斤重，不仅宋有才累得够呛，汤氏更是有些接不住。10几包粗粮那得弄多久去？指不定人就回来了。汤氏立即朝里头喊：“这么弄出来，咱们也带不走，又没有一个板车。再说遇上了傻女婿，咱们走不脱了。你去房里找一找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宋有才听了汤氏的话，去屋里翻去了。汤氏却似乎听到了后院有牛叫声，眼瞅着丈夫也没有再搬粮了，她这就顺着声音绕过围墙，来到外头空地，就发现了侧边井水流动的声音。第111章，娘家人还真是贪心。汤氏震惊地看着泉水井，在这么干旱的季节，还能有这么丰盛的水源，这宅子建得好啊，洗衣做饭都有水用，还在山脚下如此的清静。汤氏年轻的时候也想过嫁个丈夫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也曾想过有这样美好的生活，结果自己没有这命，日子过到这般田地。汤氏忍不住撩起自己的袖口，看着袖口下被丈夫打得没有一块好肉，她苦涩一叹，收回目光，赶忙往后头的牛棚去。果然牛棚子这儿开了个小门的，虽然仍旧是高高的围墙，但是这个小门方便后头养鸡养牛，也从这儿牛车可以进出，不必占着前头的道。小门虚掩着，汤氏推开就看到后头宽阔的后院，没有养鸡，但是入眼的牛棚子却是结实，里头养着一头壮实的牛。汤氏看到牛就满脸惊喜，这头牛这么壮实，用来耕地是没话说，何不用牛车拉粮食离开呢？这样牛也带走了。汤氏这就上前想牵牛，谁能想到宋九家这头牛脾气特别大，似乎还挺有灵性，看到汤氏靠近，突然就朝他抬起蹄子踢了一脚。汤氏没防到牛会攻击人，膝头痛得厉害，气得拿起墙角的扫帚就要教训一顿，谁知那后头的鸡笼里突然跑出一只野梨子，一跃而上朝汤氏扑来。汤氏在后院吓得嗷嗷大叫，院里头正在翻找的宋有才被汤氏这声音给气得面色铁青，这就从屋里出来，就听到后院里的动静很大的。宋有才也有些担心傻女婿真的回来了，毕竟这傻女婿一拳把他家灶台打穿的事也是事实，后来那灶台还是他亲自回来码好的。于是宋有才从院里翻了出来，却发现自家儿子不在门外，莫不是跟他娘去后院了。此时山脚下游2房屋里的杨冬花觉得天气闷热，在屋里待不下去，刚出门去井边凉快，就听到几个村里人在议论，说的正是三弟媳娘家的事。杨冬花这人搬这儿来住以后，听得最多的就是八卦，这会儿尖着耳朵去听，就听到三弟媳的爹娘弟弟一家3口去山脚下找他了。知道实情的杨冬花吓了一跳，这时间娘家来人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前几日杨家大哥来了一趟，被杨冬花给打发走了，以前没分家，还想着将东西往娘家送，现在分了家，他连个馒头都舍不得往娘家送了，送一个他就得少吃一个，杨冬花肉痛。杨冬花也不听八卦了，赶紧回去把睡懒觉的丈夫叫醒。任广江还纳闷儿，媳妇，我就歇会晌，等会儿还得跟爹下地干活去。杨冬花听了，郁闷地瞪了丈夫一眼，你呀你，不想着跑船，一天天的只会往地里跑，大哥和三弟有你勤快吗？人影都没见。任广江却是一脸无所谓，大哥不是在打家具呢，三弟平素也不下地干活，只有干重力活的时候叫上三弟，他从来不推辞，再说就除草什么都是轻松活，我能行。杨冬花没时间跟他贫嘴，而是说起刚才在外头听到的消息，虽说三弟一个能打3个，但是三弟媳的娘家突然来人，他做二哥的也去瞧一眼去。任广江左右也被吵醒，睡不着了，这就披衣下床看看情况去，不像以前在一个院子叫一声，兄弟3人都围了上来，现在还是得多留意着的。任广江出门，杨冬花又交代道，
你只管看三弟媳眼色行事，到底是他的娘家人，三弟媳可比大嫂精明的多，他才不傻呢。任广江回头看了一眼媳妇，你也不傻，前几日大舅子过来，你把人给赶走了，还跟他哭穷，想回娘家借粮来着，搞得像是分家把咱们二房分穷了似的。杨冬花得意一笑，那没办法了，以后这家里吃的用的我都得计划着来，娘家人3天2头的来，我还要不要涨价了？婆母说的对，个个只顾着娘家，那咱们任家就没有现在的好日子。我现在自己当了家，就没有以前大方了，主要还是你不去跑船赚钱，就知道干地里的活，至少大哥会打家具，三弟会打猎，你呢？怎么又说到他身上来了？任广江赶紧走，媳妇这张嘴太过厉害，吵赢了晚上别想睡个好觉，何况还吵不赢。左右要去三房院里看情况，任广江也顺势把大哥叫上了，做啥事儿？三兄弟一起上。兄弟二人走得快，就要到山脚下了，就见一个6岁的小男孩子坐在石头上，眼泪汪汪的样子。任广江看到小孩子，猜测着莫不是三弟媳的弟弟，瞧着眉眼略有些像。没想小孩子看到两人，连忙问道：我找二姐姐，二姐姐去哪儿了？我爹娘在二姐姐家里偷粮食。任广江是没有猜错，但没想到这孩子这么顾着姐姐。等等，三弟媳不在院里呢，竟然人不在敢偷粮食。两兄弟不淡定了，拔腿就往山脚的祖宅跑。山顶上，宋九挑着一担草往回走，这一下兔子也有草吃了，牛也有草吃了，金个他不用再上山。宋九挑着担子走到半路，借着高处看到了山脚的祖宅前似乎不对劲，远远的他看到大哥二哥似乎与人在争执，眼瞅着要大打出手，那个被按在地上的人是谁？宋九连忙加快脚步。祖宅院前，宋有才被任广田和任广江两兄弟按在地上。三弟和三弟媳不在，这人竟然偷粮食。两兄弟对三弟媳的娘家很清楚，先前三朝回门闹出来的事，两人也知道一些。尤其是任广田是跟着去提的亲，对宋家就更清楚了。这个正是三弟媳的继父，不但在院里偷粮，还想顺走牛车，简直可耻。宋有才是真没有想到，傻女婿没碰上，先碰上了人家的两兄弟。任家不是都分家了，两兄弟还出头，是不是脑子犯傻？谁家分家不闹出点问题？不然好好的分什么家？你们今天敢按我，要么打死我杀人灭口，要么明个儿告衙门里去。你们任家打亲家公，有没有天理的？任广江冷哼一声，跟着他大哥一起将宋有才的手用草绳给绑了，这才放了他。而躲在后院小门不敢出来的汤氏，手里提着个篮子，里头是一窝没长大的兔子。好久没有开过荤的汤氏看到兔子就流口水，但是听到外头丈夫凄惨的叫声，汤氏救下的不行，不得不将篮子放下了，这才敢从小门出来。正好这个时候，宋九挑着一担草匆匆赶了回来，一脸不可思议看着继父和亲娘。第112章点醒愚蠢的母亲。宋九的目光很快落到汤氏挽起的袖口下全是伤痕的手臂，汤氏赶紧将袖子放下，但一想到丈夫被打，这就瞪向女儿：我生你养你，你是这么报答我的？你叫你两个白子来欺负我们，你有什么用？早知道当初就不该生下你，生下你了也该一脚踢死在床下。汤氏明明心虚，却抢先一步把女儿先骂一顿。她知道金盖不带点粮食回去，她回去了还得被丈夫打，被婆母奚落。宋家的日子不好过，丈夫没办法入城赚现钱了，家里的存粮又吃了个精光，现在是山穷水尽了。宋九从母亲身上收回目光，当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宋九苦涩一笑，将担子放下了。任广田和任广江来到三弟媳身边，那模样只要三弟媳一句话，他们必定帮着出手。瞧这样子，三弟没在家，多半是入山了。做哥哥的就更要照顾好弟媳。汤氏回头看了一眼丈夫，见丈夫朝她使眼色，她只好再次看向不发话的女儿。没想到二丫头家的粮仓里那么多的粮，这粮你必须给我送几袋，不送金个儿我们就不走了。宋九淡漠地看向母亲，对于继父他根本没有半点感情，养在宋家之时也无非将他当成做事的工具。他做了那么多的事，吃的却是最少的，一车粮食换走了他，足够了。是宋家人的意思，还是娘你自己的意思？娘为了讨好宋家人，不惜折磨两个女儿。你把我嫁了，没有半点嫁妆，还替宋家换回一车粮食，后又把宋六卖去青花楼，得了银子也是交给季奶奶的吧？你嫁到宋家来，赔了自己的青春，给宋家生儿子，又把自己生的两个女儿糟蹋，到头来宋家人领情了吗？你看看你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你这日子是怎么过的？这世间多少女人，为什么你就过得如此不堪？你非要将自己弄到这地步，你怪谁？我金盖儿也就明着说，粮你带不走，这儿你们以后也别想再来。宋九的话不容置喙，身边又有两个白子撑腰，宋有才气得不轻，可惜手被绑了，只好瞪着汤氏。汤氏冲上来就要打女儿，没想到手还没有挨着，就被宋九将手拍下了，面色幽冷的开口：以前你还能卖女儿，现在没了粮，宋家人就要卖你了。你不要怪旁人，都是你自作自受。我现在嫁到了人家，就是任家的儿媳妇，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当初也用一车粮食换的，互不相欠了。你走吧。许是接下来该轮到卖汤氏了。这样的话瞬间把汤氏点醒了，也或许是汤氏突然良心发现，这一刻他怔住，没有再吵闹，而是盯着小女儿，手摸向了自己疼痛的手臂。宋有才还想着汤氏能压制住这个继女儿呢，毕竟以前汤氏就是这么教训这两个继女儿的。谁能想到这会儿的汤氏却是回头看了宋有才一眼，转身便走。宋有才惊住，怒不可遏地开口：“你跑什么跑？站住！”这一次汤氏没有听宋有才的话，反而跑得飞快，甚至从山脚下来时看到石头上坐着的儿子，他上前拉住儿子的手，眼神坚定地看着儿子，问道：“喜哥儿，你愿意跟娘走吗？”宋来喜才6岁，然而听到母亲这话，却是毫不犹豫地点头：“娘，我们逃吧，我不想再看到爹爹和阿奶再打你了，你会被打死的。”汤氏的眼泪唰的一下落下，拉住儿子的手就往村道上跑去。祖宅院前，宋有才双手被绑，对上任家两兄弟想逃也逃不了。宋九来到他面前，这个只会欺负他娘的男人根本就没什么本事，赚不了几个钱，但每次从城里回来，一家人都得将他供着。没嫁到人家来，宋九以为男人都是这样的，都会欺负女人，可是现在宋九不这么认为了，也尤其的看不起这个男人。下一次我再看到你把我娘打伤了，我就带着我夫君和大摆子们闹到宋家去。身姿不高的宋九却无形中莫名有种威迫感，宋有才被这个厉害的妓女吓到，又看到他身后的任家两兄弟，宋有才哪敢说话，敢说不就会被打。见宋有才半晌不开口，任广江怒问道：“我弟媳跟你说话呢，你听到了没有？有种的吱个声。”宋有才对上任广江握紧的拳头，不得不吱声：“不打了，再也不打了。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也别想着把我娘给卖了，我时不时的就去石头村打探消息，你胆敢背着我卖了我娘，我也会带着他们去闹的。”被继女儿盯着，宋有才既憋屈又不敢反抗，咬牙道：“不卖，不敢卖。”任广田和任广江这才将宋有才给放了。结果白忙活一阵，粮食都搬到板车上了，牛跑了，牛没牵回来，野梨子又抓了他一脸，刚逃过了野梨子的爪子，又被任家两兄弟按地上打了。宋有才只叹今天真倒霉，却也发现这两个妓女都不是以前在宋家院里被他拿捏时的孩子了，他们都有手段，都得罪不起了。宋有才垂头丧气地离开。任广江这就看向弟媳妇，问道：“三弟打猎去了？”宋九没有往外头声张，就也没有告诉大哥和二哥，只得解释道：“明后个就回来了，地里的活，到时候他一回来，我就催着他去，这几日就劳烦大哥二哥了。地里的活是小事，现在不到农忙的时节，平素也是任广江下地干活的多，倒不在意，只是三弟不在家，他们就更得留意着山脚下，这儿清静，出点什么事，他们顾不上。我叫我媳妇晚上来陪三弟媳做个伴，万一宋家人又来，夜里就不安全了。”宋九连忙摆手，奈何二哥担心，就这么定下了。宋九一想到二嫂杨冬花，就想到他以前在任家小院里时奇奇怪怪的想法，他可不敢跟二嫂一起睡。兄弟二人帮着宋九将粮食又搬回粮仓，接着把板车也拖回了后院。任广江看到后院里这头壮实的牛时，还与牛对视了一眼，伸手想去摸摸，牛头别了过去。任广江嘿嘿两声，没想到三弟买的牛竟然有灵性，认了主，不让碰的，难怪刚才宋家人牵不走。第113章，半途还做了一桩好事。任广江也不去摸了，听到牛棚后似乎还有声音，想往鸡笼的方向看，就见笼里露出一头凶兽。任广江吓了一跳，这不是三弟常说在山中的小伙伴野梨子吗？怎么养在这后院里头？没仔细在后院里看，真没有想到三弟媳温柔的小女人还敢养凶兽，她不怕呢。野梨子倒没有攻击任广江，他从后院出来，就见大哥正等着，走了，夜里我也让媳妇儿过来陪陪三弟媳，三个妯娌在一起也有话说。宋九一听大嫂也来，他就放心多了，不然他跟二嫂在一起还挺怪的。两兄弟走了，宋九将屋里屋外收拾干净，回到厨房就看到被掀开的锅，里头的馒头早没了，盐缸也被打开着，瞧着还想带走盐的。在荒年里，粮食是生命，同时也能试探出人性。寄居在宋家长大的妓女宋九早有自知之明，但到了现在这一刻，心头多少还是难过的，希望他娘能听懂他的话，再不离开宋家，最后他和宋六的下场也就是他娘的下场。宋九才把厨房收拾好，大嫂和二嫂就赶过来了。杨冬花一过来就把金盖他最先发现的事给说了，在三弟媳面前讨功，杨冬花嘴巴子也乖。宋九挺感激两个白子能先他一步过来，不然这些吃食就算没有被带走，也得糟蹋不少。以后三弟要是上山打猎了，你叫我们一声，我和大嫂随便哪个，夜里给你做个伴。宋九点头，他和他夫君都不太想村里人知道他去打猎的事，毕竟这时期谁家日子都不好过，没跟村里的那一群人一起入山，知道了也多半有意见。傍晚时分，任婆子和任老头也赶了过来，看到三媳妇没事儿，放心了，几人在小院吃的饭。
夜里，宋九将一盒糖糕拿出来，挺着大肚子的大嫂到了孕晚期，简直嘴馋的不行，看到想吃的还没有入口，口水就流出来了。杨冬花感叹道：“大嫂都快要生了呢，我这肚子怎么还没有动静？要说丈夫不行，夜夜寻欢，着实勇猛；要说她杨冬花不行，她胸大屁股又大，个个都说她好生养的人，怎么就不见动静呢？”说到这儿，杨冬花轻咳一声，小声问道：“三弟媳，你有没有跟三弟圆房？”果然，二嫂又八卦起这个来了。宋九的脸通红，没说话。沈秋梅将宋九打量一眼，说道：“二弟媳这也问，你也不害臊？瞧着三弟媳这已经不是姑娘家了呢，这也能看得出来吗？”宋九感觉在两个嫂子面前无所遁形。杨冬花有些吃惊，喃喃自语道：“可别到时候三弟媳比我晚入门，还比我怀前头去了，这也要比。”这一夜，好在两个嫂子各人一间，没有挤着宋九睡的，宋九总算睡了一个安稳觉。被任家两个白子给教训了的宋有才哪还敢来水乡村？一回去，媳妇和儿子也不见了。当天夜里叫来村里人帮着去找。石头村的人问他们一家三口上了哪儿，为何母子两人没能回来？宋有才咬牙切齿，弄是说不出去处。在水乡村女婿家里丢的脸，是绝不能让村里人知道的。心想着等他寻到了汤氏，看不打死他。他两个女儿没一个有用的，都是这汤氏没有管教好，当初就不该娶了这寡妇。深山中，任荣长背上背着一袋皮子，腰间还挂着野鸡和兔子，正往回赶时，突然发现林中似乎有动静。猎人天生的敏锐，加上野梨子的警觉，一人一兽很有默契地跳到了老树上蹲着。只是林中走出来的不是野兽，而是几个衣着破烂的粗猛壮汉。这几人在老树下集合后，商量着劫走底下官道上的马车。这年头地里没出的，那只能落草为寇，像这种草寇着实不少，尤其是安城外的几座山峰上更是不太平。原本任荣长也没有往心上去，只是在听到几人说到马车里来的是位探亲的母女，他们不但要劫财，还要劫色，把年纪老的母亲卖去勾栏院，把小的带去寨子里供兄弟们享乐。任荣长听到这话，脸色便很难看了，手里握着砍柴刀盯着这几人。他们探好路，算准了时间，这就派人去寨子里通知兄弟们，等会儿在下游官道上拦截。人走了，一人一兽从树上跳下来，看着回家的方向，任荣长犹豫了一下，还是带着野梨子往相反的方向走去。山下头的官道上来了一队人，前头开路的有6、7名护卫，后头跟着4、5护卫，还有赶车的脚夫以及10几个下人。后头大概有30几辆驴车，里头或许装的粮食，也或许装的行李，唯有中间的马车，一看就知这车里的人不简单，定是个有钱人。车队经过山崖处，坡上突然有滚石落下，这大白日的，太阳能晒得地上冒烟，怎么会无缘无故有山崩的可能？这些护卫显然有经验，很快护着马车快速往前走，避开这处。只是在马车急速前行时，枯草中冲出几百山匪。这些山匪只知这马车金贵，却无人注意人家用的马匹皆是不同寻常的战马，可见不仅不是普通人家，而且有可能是位官员家的女眷，且能用得起战马的人，官阶还不低。这些骑在战马之上的护卫也非普通人，不仅临危不乱，甚至护着主子时还特别有章法。首先被抛弃的是驴车上的物资，以至于有大半山匪只顾着抢夺财物去了，余下的小半再来对付，才发现有些吃力。只是山匪占尽了地理位置的便利，山坡上又有大石滚落，护卫们不得不护着马车赶紧逃离。边打边撤的时候，有山匪的箭朝着马车射来，车夫应声而倒，有乱箭破空射入马车中。马车的帘子动了动，但很快又没了动静。护卫们见了，显然有些着急了。就在这个时候，任荣长从草丛中现了身，一跃而下，跳上马车，将倒在车前的车夫往地上一踢。他抓住缰绳，扬起鞭子，马车像箭一般飞快地冲出重围。护卫们见了，想要去追，可是被山匪缠住。山匪以为是自己的人劫走了马车，这就更加得拦住护卫们。任荣长赶着马车快速往前去，山坡上的野梨子也是飞一般的速度追了上来。等到与马车靠近了，野梨子纵身一跃，跳到了任荣长的肩头坐下。一人一兽赶着马车这一逃，便走了2个时辰，直到来到一处宽敞的平原，寻了一处水源，马车才停了下来。任荣长回头看向马车，正要伸手撩开车帘，想跟里头的人解释一句，谁知手才碰到车帘子，任荣长猛然收手，眉头一皱，飞身而起，一人一兽很快跳下马车。车帘子被人从里头挑开，一位中年妇人手里拿着匕首朝外头刺来，却刺了个空。再定睛一看，看到马车旁边身姿挺拔的青年，妇人怔住，而后面上一喜：“叶儿，你没有死。”第114章，傻夫打猎比刺绣赚钱。叶儿，任荣长脸色有些不好看，显然妇人将他认错了。再说他刚才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他们，他们不感激，还要拿刀捅他，要不是他反应快，就死在那刀下了。
人没事，任荣长也不想管闲事，心头还记挂着媳妇儿，赶紧上山把藏着的猎物带上，回家去。瞧着任荣长转身要走，妇人着了急，连忙从马车里出来，扶着车架，喊道：“义儿，你别走。”此时马车里头又出来一位长相艳美的少女，看到任荣长的相貌后也是吃惊，但是当她看到任荣长肩头坐着的野梨子，还有那一身粗布短衣，她冷静了下来。姨母，那不是义哥哥，不是吗？怎么可能？妇人不信，只是任荣长头也不回的离开了。直到任荣长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妇人也醒悟过来，若是他的义儿，绝不敢不应他。很快，妇人从怀里拿出一块玉佩，上面写着“容易”2个字。妇人双眸含泪，终于清醒了，喃喃自语道：“能与义儿长得如此相像的人，那就只有当年的那个孩子了。义儿是不可能再回来了的，他已经没了。”这位妇人正是晋王府荣家主母小裴氏，想不到当年被他遗弃的这个孩子，在今日无意中还救了他这个生母一命。后头荣府的护卫赶了过来，带来的驴车皆数被山匪劫了去，两方人马损伤不少。小裴氏看了眼狼狈不堪的护卫队，脸色很不好看，阴沉的脸上带着怒意，说道：“等到了安城，安排地方郡将这些山匪全部围剿，竟敢对晋王府的车队下手，诛他们9族。”护卫长领令，眼下整个李州受灾，很混乱，是该好好的整治一下。水乡村山脚下，大嫂二嫂陪宋九住了4个晚上，他家傻夫君还没有回来，他整天忧心忡忡。这日晌午过后，宋九在井边洗衣，一抬头看到山道上出现了一个身影。宋九心头一怔，立即起身。蹲守在宋九旁边的野梨子也很快跟着起身，母野梨子比宋九还要欢快，先他一步冲山道上接人去了。宋九也顾不上洗衣了，立即朝山道上跑去。这一趟出门用了8日，说好5日就回的，中途救了人，耽搁了时间。任荣长8天没有洗澡，全身上下都是猎物的腥味，却是头一回打猎归家，在半路就被媳妇儿给接走的。一人一兽冲过来，任荣长肩头的野梨子立即跳了下去，2只野梨子团圆了。这边宋九啥也不顾了，直接扑丈夫怀中。任荣长看着怀中将他抱得紧紧的媳妇，胡须都长了的俊脸上露出笑容：“媳妇儿，我身上脏。”宋九不管，不知他有多担心他，真想在这一刻大声地说别打猎了，我养你啊之类的话。这一次猎物挺丰盛的，我猎到了好几张好皮子，到时候晾干了，咱们送城里去卖。宋九在他怀里闷声点头，终于放开他家傻夫君了。夫妻2人一起走回家去。村道上有人远远的看到山头的夫妻2人亲密的样子，有村里妇人羡慕的说道：“年轻人真是不害臊，大白日的，莫不是任家老三打猎刚回来，还是说上山做事回来？”话是这么说，看到的妇人都忍不住看向自家丈夫，感觉自己回娘家10天半月不回，她丈夫也不会想她。村里人并不知道任荣长上山是做什么回来，但是夫妻2人大白日抱在一起的事，还是在村里头传开，还是羡慕的人多些，尤其是那些打光棍的。夫妻2人回到小院，宋九上前帮手，就看到那一袋皮子里竟然又有一张灰色的狐狸皮子。虽然不及过年时节给他猎的那张白狐狸皮子好看，但是这张狐狸皮子他也挺喜欢的。宋九拿着狐狸皮子便说道：“这张皮子不卖，我要给你做冬衣，到时候1人1件，都有的穿。”想起去年他为了帮他猎回狐狸皮子冒了险，差一点大雪封山回不来的事，宋九心头仍有余悸。任荣长一边洗手一边笑看着媳妇儿，像在寻宝贝的翻着他的战利品。都听媳妇的。宋九抿嘴一笑，接着又去翻看其他的皮子，翻完皮子很满意，的确比他刺绣赚钱多了，就这些皮子的钱就能卖不少钱。说起来，以前这些猎物和皮子都是交给婆母的，现在得他自己打理了，夫妻2人各有手艺，这小日子还是过得挺好的。猎物也丰盛，数了数，10只肥兔子，7只野鸡。这么热的天气，的确猎的时间久了点，也不知他家傻夫君在山中是怎么保管的，倒也闻着没有怪味。他现在赶紧清理干净，用盐腌起来。宋九这就去厨房里忙活了。任荣长带着野梨子跑井边洗衣池里泡澡去了。这么热的天气，泡在泉井里不要太舒服。任荣长不过是靠在池边小眯了会儿，厨房里就传来了炖肉的香味。他媳妇生怕他饿着了，不到傍晚就弄吃的了。宋九手脚麻利的将兔子和野鸡全部清理干净，用盐腌上了，随后拿出3个簸箕，每个簸箕里放上1只兔子，1只野鸡。锅里炖的鸡肉已经咕噜咕噜的冒油，宋九揭开锅盖，闻到肉香，他也流口水，有几天没吃肉了，也想吃的。将鸡块和汤盛出，留了个鸡汤锅底，将旁边醒着的面团切成条下到了鸡汤里。很快面条的香味和鸡汤的香味融合，味道不要太好，再倒上酱汁，不比街头的小吃差呢。饭都做好了，他家傻夫君还在井里泡澡呢。宋九从屋里出来去叫人，没想撞见他家傻夫君正好从池里出来，准备穿衣。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大白日里泡澡，他家傻夫君没有穿里衣，这一下看了个正着，
即使有了肌肤相亲的夫妻，也令宋九有些震撼。那结实的胸膛和腹肌，修长又有劲的大腿，宋九感觉到头脑一阵晕眩，赶忙侧过身去，又没忍住悄悄的张望。耳尖的任荣长早就听到了动静，见到媳妇，虽然也有点慌乱，不过媳妇儿在偷看他的样子也太可爱了，他倒是不介意夜里与媳妇儿坦诚相对。任荣长迅速的将衣裳穿上，随即来到宋九面前，宋九还在悄悄打量，没想他这么快穿好。任荣长弯腰盯着媳妇红彤彤的小脸，媳妇儿，你怎么起烧了？第115章会持家的媳妇。宋九连忙退开几步，哪知任荣长跟了几步，转眼将他逼到了墙角。任荣长伸手扶住他的后脑勺，将自己的脸贴在他的脸上。媳妇儿，你真的起烧了，要不要帮你去请大夫？洗完澡后的傻夫君身上又有那淡淡的青草香，他真想问他是用什么洗的，为何同用澡豆，他身上就没有这好闻的味儿。滚烫的胸膛靠近，宋九真的毫无招架之力，还一个劲的说他起烧了，他八成也烧疯了。任荣长还在用额头探他温度，宋九想也没想的伸出藕臂勾住他的脖子，踮起脚尖，恶狠狠地吻上了他的唇。要说他傻，他还懂得撩他；要说他不傻，都把他逼墙角了，也不知道抱一抱他。任荣长瞪大眼睛，许是血气方刚，经不住媳妇的热情，只得一把将媳妇抱了起来，脚步匆忙地往院里跑。母亲说白日里不可以夫妻亲近，他这是要违背母亲定下的规矩吗？任荣长本能地将媳妇抱入院中，直接往正屋内室走。门帘子掀开，夫妻两人很快入了内室。后背着了床，宋九会心一笑。任荣长双手撑在床沿，有些犹豫，媳妇儿，我这几天在山里头便想着你。宋九捧着傻夫君的脸，给了他家傻夫君鼓励，果然什么理智都抛到了脑后，母亲的叮嘱完全忘了。天黑透了，院里满是吃食的香味。正屋里终于有了动静，宋九扶着老腰从屋里出来，到了门口又忍不住整了整衣襟，可惜没做件高襟的能遮一遮，这几日可别去村里头，免得被人笑话。锅里的面早成糊了，好好一锅鸡汤面，最后成了面糊糊。桂花树下，夫妻两人借着月光吃饭，即使是面糊糊，两人也是吃得津津有味。任荣长倒是神清气爽，似乎某些事儿得到了满足，人更加精神了。宋九交代丈夫把簸箕里的吃食都送下去，连着公婆那儿一样，一家一只野鸡，一只野兔。任荣长点着火把子，拿着东西出了门。宋九收拾好厨房，腰又疼了，只得在廊下坐下，等会儿这些腌好的野鸡和兔子，叫他家傻夫君打井水过来隔水存放，降温，明个早上他再做成腌肉干存放，能吃久一些。任家大房屋里收到了三弟给来的野鸡和野兔，夫妻两人很是高兴。大嫂沈秋梅看到肉就咽了咽口水，抚着小腹，明明吃过晚饭了，也打算炖点肉吃。任广田倒也由着媳妇亲自下厨，夫妻两人围着个锅就吃了起来。吃了一顿肉，沈秋梅舔了舔嘴，看着还剩下的半只野鸡，一只野兔，她想了想，看向丈夫：夫君，明个天不亮，你把半只野鸡送我娘家去，想必我娘家爹娘也许久没有开荤了，正好一来一回，天也就亮了，到时候也不耽搁去地里做事。沈秋梅是个孕妇，本来就嘴馋，但到了嘴的吃食，还是顾着娘家的。任广田听了媳妇的话，心头不是滋味，可是他知道媳妇的脾气，若是不答应了，还得跟他吵。任广田只好应下，好在野兔算是留了下来。第二日天不亮，任广田拿走了半只野鸡，还有媳妇交给他的一袋粮食。这家里的余粮不多了，要不是家里地里的作物长了出来，马上要有收成了，任广田无论如何也会不同意的。今年咱们家的地多了些，到时候分到咱们三房的粮就更多了，就这一袋送我娘家去。夫君你别生气，这不是隔着上一次送粮过去有好一段时间了吗？在媳妇的温柔声中，任广田叹了口气，背着东西就往陈家湾去了。山脚下，宋九才醒来，就见他家傻夫君不但没有睡懒觉，还早早起了来，柴房里的柴都劈了一地，这些柴足够他烧许久。宋九拿着手巾子给丈夫抹汗，也说起了地里的活计。现在分家了，各家得出个人过去干活的，他们三房一家已经算是迟的。任荣长这就应道：媳妇儿别担心，劈完柴了我就去地里，到时候我多做点事儿。宋九知道自家傻夫君勤快，也力气大，就是心疼他。早饭都没吃，便要下地干活。50亩地，平时除草看田水的细活就很忙碌的，到了农忙时节，任家还是得请短工帮忙。只是今年的水乡村里，不仅任家种了水田，养了稻香鱼，村里的人也陆续种下了水田，长势没有任家的好，到底也是有收成的。稻米值钱呢，旱地里的麦子也值钱。家家户户种出来的作物，留下来吃的多是粗粮，反而值钱的大米和麦子是拿来换现钱的。劈完柴了，任荣长这就要出门去，天边露了白，这么下地干活一个早上，也饿肚子。宋九趁着丈夫劈柴的那会儿，就已经去厨房里蒸了一锅肉包子，包子里包的是炒香的鸡肉，掰开里头油香四溢。一袋肉包子送到任荣长手中，
宋九交代他做事不要用蛮力，伤了自己，跟大哥二哥商量着来，等会儿干活回来再吃早饭，到时候炖肉给他吃。这些野味好好存下来，大概能给他家荣长度过农忙时节。农忙时节干重力活就得吃荤食才有力气。任荣长点头，一边吃着肉包子一边往外走，手里巴掌大的肉包子2口就塞嘴里了。宋丈夫出了门，宋九也没有闲着，把昨个儿的皮子都洗刷干净，晾干了拿去城里卖。也不知现在城里是个什么情况，不过有他家傻夫君在，倒也不必担心。下次入城的话，宋九打算多买些盐和酱汁回来，到时候再问问，要是能买到鸡仔就好了，这样后院鸡笼里养了母鸡就能下蛋吃。宋九手中的绣活越绣越好，也越绣越快，再绣几日就要做完这批货了。先前答应给戏楼里的名角绣坏手帕的事，他也是记着的，比平素的手帕做大一些，绣的花样是什么？宋九正在想着，就看到一公一母2只野梨子不知几时跳到屋顶上挨着坐一起，正在看日出。宋九扬起唇角，这模样真像他和荣长，那便把他家2只恩爱的野梨子绣上去吧。至于背面绣的花样，那就门前水乡村的农田准备丰收时的景致。也不知道他绣的手帕对方会不会喜欢，可别把人家的好布料给绣坏了。地里头，任老头看着3儿子带着一袋肉包子过来，就知道是勤快的3媳妇心疼自己的丈夫，大清早给3儿子做的吃食。任荣长在来的路上吃了好几个，依着他的肚子食量，这一袋都能吃完，但是他忍住了，着实是媳妇做的肉包子太好吃了。到了地里，他分给家里人一起吃。我媳妇做的饭菜最好吃，爹、大哥、二哥，你们尝尝看。再分到他们手中，一人2个肉包子。任广田看着手中的2只包子，感觉包子馅的油脂都要溢出来了。任广田心头莫名有些不是滋味。第116章，同样是媳妇，自己家的却不行。同样是媳妇，他家媳妇叫他3更天起来就拿着东西往陈家湾送，忙活了这么久回来，也没有给他弄口吃的，就来了地里。再看3弟媳，3弟才出门就先吃上了肉包子。任荣长金个儿显然很开心，在亲爹和哥哥们面前还像以前一样欢喜地说道：“我媳妇说等我干完活回去还有肉吃。”说起炖肉，任广江也笑着说道：“我媳妇也说了，叫我好好干活，等会儿回去也有鸡肉吃。”任广江一口1只包子塞嘴里，也免得浪费时间，拿着锄头就开始做事了。任广田将最后1口吃完，也拿起了锄头。不过听到2兄弟的话后，任广田试探地看向2弟，昨晚上老3打回来的猎物，2弟媳没说要给娘家送吗？任广江奇怪地看着大哥，说道：“他要是往娘家送，我也不拦他，只是我那娘们现在可计较了，不要说送了，还巴不得想从娘家拿点回来。上次他大哥过来了一趟，本来想借粮的，我家那娘们在家里哭穷，大舅哥一来，他就说日子过不下去，要去娘家借点粮食，等地里有出息了就还上，把我那大舅哥给吓走了。”任老头听了也是惊奇，原先在任家院里的时候，2房媳妇才进门1年，巴不得天天从婆家拿东西往娘家送，总是让老2去房里磨着他娘要私房钱。现在分了家，就明事理多了，大概是自己长家，知道了柴米油盐贵。说到这儿，2兄弟也说到了上一次宋家来山脚下闹的事情，任荣长才知道自己出门了，媳妇在家受了这么一个大委屈。任荣长生气，用了力，一锄头下去，锄头棒直接压断了。原本还说得起劲的几人瞬间停了嘴，倒是忘了3弟的脾气，这下坏事了。锄头棒断了，任荣长就握着断了的棒子说道：“我现在就去一趟石头村。”任家2个哥哥赶紧将他拉住。任老头也怪老2这张嘴，这事儿就不该告诉老3。任荣长要走是拉不住的，2个兄弟合起来都不是他的力气。好在任老头脑子一转，喊道：“你去，等会儿回来，看老3媳妇怎么收拾你。”果然这话把任荣长拉住了。任老头接着说道：“这事儿已经过去了，老3媳妇都不去追究了，你再去，你拳头没有轻重，打死了人算谁的？总算是把人留下了。”2个哥哥松了口气。只是老3力气大，果然不适合他干轻松的农活，不能除草了，让老3给田埂边打水坑，到时候鱼往2边跑，中间田水浅些，稻苗不容易倒。转眼做到烈日当空，几个男人才各自回家吃饭，歇会儿晌就再过来，大中午的也太热了。接连几日，任家男儿都在地里干活，任老头赚田地太多，做事慢了，便要求几房都不得回家吃饭，在地里干活就在地里吃，吃完在树荫下一躺，差不多了再起来干活。宋九得给丈夫送饭，想到他天天干重活，变着花样的把肉夹在饼子或者包子里，若是吃粗面馒头，也会送上新鲜的炒野菜，菜里总能看到荤油。这日宋九更是给他家傻夫君送来了一大碗新鲜面条。任荣长坐在树荫下吃面，旁边3个男人都在啃馒头，吃着吃着就梗了脖子。3弟，以前怎么不知道3弟媳的厨艺这么好，天天看着你吃饭，才知道你这么享福。任广江感觉自己的媳妇哪都好，有好吃的也不落自己嘴里，
就是厨艺差了一些，怎么不像三弟媳那样也给他送碗肉汤面来？任广田家的伙食更差，有好吃的他媳妇就先吃了，毕竟怀着身孕。再说家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只是与三房家一对比，就少了些滋味。倒是任老头不动声色地吃着馒头，结果外头是馒头，里头却是馅。任婆子手巧，里头的馅是油煎鸡蛋。任老头吃着的时候，没有人发现，吃完了还去全景那儿喝了水，倒是不羡慕几个小的。任荣长觉得媳妇被夸了，心头那叫一个欢喜，反而有些得意起来，回头就朝他爹说道：“爹，我媳妇做饭好吃，明个我让我媳妇给爹也做点。”任老头赶紧摆手，他媳妇做的饭更好吃，只是他们不知道，天天家里吃肉吃鸡蛋，老两口不愁吃的，把儿子们分出去了。任老头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有点好吃的，再也没有人争着抢着。任老头才不稀罕一碗肉汤面。见他爹不吃，任荣长也不好再坚持。吃完饭在树荫下休息时，任广江坐不住，算了，我还是去地里干活吧，左右一身力气也没地方使。几个男人都下地了，都是干农活的好手。这日晌午，宋九刚把手帕收了尾，看着上头绣得活灵活现的两只野梨子，很是满意。一抬头就看到山头有人下来了，山头几人很是眼熟，宋九立即起身出门去看，就见几人走村头的那条山道下的山，还不正是先前出门打猎的周小山他们那几人吗？只是他们走得很艰难，似乎都有伤，还有人是背着回来的。这一趟出门有些久，怕是半个多月了才回来。底下村头沸腾了。周小山这一行人上山打猎，猎物倒也有一些，只是不多，各家分一点，到手也只能算是开了个荤。只是猎物在手中存放时间久了，有些味儿，山里头凉快些，但也经不住这么放，当真是吃下去难受，丢了又可惜。而且这一趟他们也没有讨到好处，好几人受了轻伤，一人受了重伤。周小山不得不承认，没有任荣长跟着一起去，他们几人都不行，没死在山中是大幸，以后他们几个也不敢去山里头了，不是谁都能做猎户的。这事儿在村里头引起不小的骚动，还好水乡村的地里有希望，不像外头那些逃荒的流民。不过最近安城有些变化，有人打听到了，说是安城来了位贵人，一来就下令地方郡围剿了周围的山匪，随后还集合当地富户一起捐粮，在安城外设了粥棚，流民得以安置。现在的安城内外要太平得多，而且听说朝廷也重视起这件事来，瞧这意思会有赈灾的官员过来，到时候整个里阳郡都能得到救济，这是个好消息，让看天吃饭的庄户对朝廷有了希望。宋九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心情大好，那他和荣长就能随便出入安城了，正好他的绣品做好了要往城里送呢。就在大家伙都替这个消息高兴时，任家大房却来了娘家亲戚。城里都有设粥棚了，可任家大房的娘家人又缺粮了。第117章去三弟媳那儿借肉吃。那会儿任广田还在地里劳作，不到天黑是不可能回家的。大房屋里挺着大肚子的沈秋梅，瞧着都快要生了，本以为娘家母亲过来问她情况的，却不曾想沈母王氏一来见大女婿不在，便私下里问女儿家里还有多少存粮的事。沈秋梅感觉到不可思议，她的手抚着小腹，看着母亲说道：“这不是前几日才让我夫君给家里送去了野鸡肉和一袋粮食，母亲怎么就没粮了？”王氏听了解释道：“要不是你送了这些吃食过去，我们也不知道你这日子原来过得这么好，我以为你们分家了，日子越过越差来着。你也真是的，为什么当初分家的时候不让你婆母把那50亩地给分了？对了，你婆母先前涨价1两银子都没有给你们分，去年任家老三打猎回来的皮子，还有那张虎皮呢，哪样不值钱都落你婆母手中去了，你怎么这么傻？你跟着你爹识了那么多的字，又会算数，怎么没有算算你婆母手中的银钱，给你们建个新房子，把你们一个个安置出去，分了粮食，就把你的脑子给堵住了。不是生你养你的婆母怎么会心疼你？我是你亲娘才会替你着想。你婆母手中必定有一大笔银子没有拿出来分，还有那后院没有卖掉的母鸡，天天下蛋吃，你们一个也吃不到。细算起来，你们这一次分家就是你公婆的一个阴谋，定是看到你怀孕了，以后花销也大了，就把你们分出去，是真的自私自利的两老的。你丈夫说好听点是憨厚，不好听点就是个保不了本的老实人，你也不管一管。”王氏一阵数落，看着大着肚子的女儿，心想着这肚里的可是任家的长孙，这对公婆该对他女儿更看重才是，只是这么自私的老人是顾不上这么多的了。王氏越说越来气，见女儿不说话，又有些怒气不争。你这性子也不知道随了谁了。对了，你丈夫在村里做木工活，总该赚了一笔吧？大概赚了多少钱呢？王氏紧紧地盯着女儿。沈秋梅心头不好受，生气说道：“他一个木匠能赚什么钱？那些活做出去也没有收到现钱，现在我家里也过不下去啊！我把到嘴的吃食都送娘家了，娘一来就说我。”王氏一听大女婿没赚到钱，更是看不起这个女婿了。娘再不过来给你提个醒，你啥也不懂，还傻乎乎的。你公婆留下这么多的财产，他们生的是3个儿子，不是就你丈夫一个独子。
手指头还有长有短呢，你公婆要偏心谁，看你怎么管得了。王氏伸手点向女儿的额头，沈秋梅立即避开，心头很不舒服，从来就没有想过公婆的财产留给谁，现在也不想。娘说这么多，我知道为我好，但是公婆年纪也大了，我们三家这些年都是新成家生孩子的时候，多半是没办法拿钱孝顺公婆了的，所以这些田产和钱财留公婆手中又有什么不行的？到时候两人100年之后，我相信也是三家平分的。真要是闹得不可开交，一把米1尺不都得分得清清楚楚，不仅伤了感情，那公婆手中分文不落，做父母的得多寒心，难不成巴巴的看着3个儿子再来反哺？娘，你说的轻松，那娘会跟大哥分家吗？会给我们2姐妹分点什么？我们也是你的女儿。王氏看着榆木脑袋的女儿，真是气死了，生气说道：你大哥是独子，家里的都是他的，你们是嫁出去的女儿，哪有女儿回娘家分财产的？你这孩子说这话，在你婆母面前不见你这么强势，娘家的倒是记得清楚。母女2人越说越生气，王氏起身就说要回去了，外头还有沈老头也跟着来了的，这会儿听到屋里吵得不可开交，这会儿孩子他娘一出来就说要走，便是喝住母女2人。过来看女儿的还吵上了，女儿都要生了，你说他做什么？沈旺看了一眼王氏，沈秋梅听到父亲的话，总算好过些。爹娘，在女儿家吃顿饭再走吧，总不能来了饭也不吃就走。梁老的听了女儿的话，总算坐住了。沈秋没想到刚才母亲说她丈夫一无是处，心头不痛快，也没有急着去地里叫丈夫回来，心想着自己去三弟媳那儿借点肉做顿吃的，把爹娘送走就是。沈秋梅说去山脚下的弟媳家里借点肉过来，梁老的就更不想走了，上次那半只野鸡不够塞牙缝的。沈秋梅挺着个大肚子走得有些吃力，爬到山脚下就看到三弟媳在井边洗衣，知道三弟和三弟媳最是爱干净，门口洗衣池也能泡澡，天天都要换洗衣裳，不像他们4、5天才洗个澡。宋九还没有看到人就知道是谁来了，也知道大嫂来的目的，他拍了拍身边蹲守的野离子，野离子这就跑后院去了，免得吓着人。宋九起身相迎，沈秋梅面上有些挂不住，知道三弟家里有猎物，就巴巴的跑来借。先前那只野兔子，但凡他不馋嘴，晾干了也能留着以后吃。大嫂，是不是有事儿？宋九面上含笑，沈秋梅看到他更是难以开这个口，毕竟借走一只野鸡，将来他怎么还？还钱给三弟媳定是不要的，还肉，她丈夫又不会上山打猎，这不成了跑过来要吃的吗？倒也没什么事儿，三弟媳在洗衣呢，我就坐旁边跟你叨会儿。沈秋梅在旁边的小板凳上吃力的坐下，宋九也没有点破，接着坐下洗衣。结果沈秋梅看到宋九拿枣豆洗衣裳，一脸的惊讶，三弟媳，你竟然用枣豆洗衣裳，那得多费钱。其实枣豆没有粮食贵，现在城里物价最贵的只有粮食，其他的都没怎么涨，涨了也没有人买，甚至这种比较差一点的枣豆价格还便宜了一些。宋九上次在杂货店顺手拿了一大块，也不是每件衣裳都用枣豆洗，就是泡池子里怎么也洗不干净的，才舍得用这个洗。见三弟媳淡淡的一笑，也没说什么。沈秋梅知道自己多嘴了，现在各家过各家的日子，即使三弟媳用枣豆洗衣，那也是她在池家，自然有分寸的。不过三弟媳还真的挺爱干净的，刚才一坐下，她就闻到三弟媳身上有清淡的菊香，这种香气她先前在婆母身上也闻到过，听婆母说城里有一种菊香味的枣豆，洗完澡后香喷喷的。坐了半晌，沈秋梅弄是开不了口，心头有些焦躁不安。第118章，先顾好自己才能顾好家里人。宋九的衣裳都快洗完了，见大嫂没开口，他想到一事儿，说道：大嫂，上次我和夫君入城送绣品，我在街头遇见了沈家妹妹。沈秋梅听到这话，一脸疑惑地看向他，我妹妹在城里做什么？所以大嫂并不知道妹妹已经嫁到了城中粮铺做媳妇的事吗？我当时也觉得奇怪，就去看了一眼，我看到沈家妹妹在卖粮呢，旁边跟她一起卖粮的应该是她夫君，长得虽然差一些，脚有些跛，倒是粮铺的东家，不少人在排队买粮呢。沈秋梅一听惊了一跳，难不成我妹妹嫁给了赵家粮铺的少东家？那个满脸麻子还瘸了腿的中年男人？那个男人的确满脸麻子，年纪有30好几了。见宋九点头，沈秋梅不淡定了，她不是送了8袋粮食回娘家，当初说好家里欠粮铺的粮食会还上，不会将妹妹嫁过去吗？沈秋梅立即起身，三弟媳，我家里还有事儿，就先不说了，我先回去了。宋九见大嫂要走，他连忙叫住她，转身从屋里拿出一盒糖糕送到她手中，大嫂，你怀着孩子呢，必定嘴馋，我上次见你挺喜欢吃的，这个你拿回去吃。婆母说的对，以后我们三家各自长家，人还是要先顾好自己，才能顾好家里人的。大哥在地里干活，他很忙，怕是顾不上大嫂呢。沈秋梅感激地看了三弟媳一眼，好在刚才没有开口说借肉的事，现在想想就想骂自己真是愚蠢。接了三弟媳的糖糕，沈秋梅叫她别送了，自己走下去。走在半路，
沈秋梅心头还不能平静，家里瞒着她这么一桩大事，竟然不告诉她。沈秋梅回到家中，见爹娘都等在那儿，眼睛巴巴地看着她手上，见没有肉，面上很失望。王氏撇了撇嘴，没好气地说道：“任家三房会打猎，别告诉我没有肉了。”沈秋梅听不得母亲这话，有肉也是三房的，是她的爹娘来了，大房是什么生活，就用什么样的生活去招待自己的爹娘。沈秋梅算是想清楚了，三弟媳说的对，只有顾好了自己，才能顾全身边的人。现在她连自己都顾不好，也没有能力顾全所有人。爹娘，三妹嫁城里去了。王氏一听，心头一惊，问道：“你三弟媳在你面前咬舌根呢？她告诉你的？”沈秋梅苦涩一笑，这个时候还追究这个，她迟早会知道，有必要瞒着她吗？娘，你就直说吧，三妹是不是嫁城里去了？王氏瞧着女儿嫁了人，真不好管束了，也不像以前母女一条心了，心头郁闷地说道：“可不是我们逼她的，是她自己要嫁的，在任家丢了丑，她自己赚丢人，主动说要嫁的，我能怎么办？妹妹自愿嫁的。”沈秋梅在板凳上坐下，手中的糖糕被王氏看到，立即上前接了过去，啧啧两声：“我的乖乖，这时节了，你三弟媳还有闲钱买这玩意儿吃？你娘我这一辈子尝都没尝过。”王氏这就将糖糕拆开，沈秋梅看着爹娘一个劲的自己吃，没有一块送她手中的，再想到三弟媳直接给她一盒糖糕时的慷慨，这一对比，倒让沈秋梅忍不住认真的看着自己的爹娘。嫁出去的女儿还要像以前在娘家时做女儿那样，跟爹娘一条心吗？那爹娘今天过来到底是有什么事儿？沈秋梅也平静下来，看明白了，爹娘不会无缘无故的过来，若说来看望她和孩子的，总该也称半斤糖做礼，哪有空手就来的？正吃得口水直流的王氏终于停了下来，发现大女儿越发有些不太对劲，不过金盖过来的确有事的，家里没粮了，过来借2包回去吃。原本想着你三弟会打猎，看能不能借点肉回去，但看你两手空空回来，你这三弟媳也不好说话，那就算了。不过我一来看到你家这情况，再看看你三弟媳家里这情况，我就觉得你们大房分家亏了，娘不点醒你，以后还不知道要吃多少亏去。王氏就要说过没完没了，沈秋梅立即打断了他的话：“分家的事是任家的家务事，我夫君说没问题就是没问题，我是他媳妇，我得听他的，这个家还是他做主。再说我也不觉得大房有什么亏的，三房过好了，那是三房的本事，以后我们自己有本事也会慢慢过好的。至于借粮的事，小妹嫁城里粮铺，怎么说也有聘礼吧？当年我夫君娶我的时候，也是给了粮食，送了酒和肉的，你们就吃完了？那我送去的8袋粮食也没可能这么快吃完。如果真要是吃完了，那爹娘也是有儿有女的人，不能紧着我一个女儿付出。大哥在家里做了些什么？这么大了，总该养家糊口了。小妹嫁城里粮铺，比我家更加有粮，娘家没粮了，也该轮到小妹给了吧？”被大女儿一顿说，王氏气得吃不下糖糕了。你大哥他要读书的，哪像女人家嫁了就好，他得考功名。你小妹嫁的是粮铺，那是高攀，我们再去要粮，你妹妹在婆家岂不被人看扁了？沈秋梅听着这歪理，气笑了。这么说的话，爹娘不过是觉得我好说话呗，我就活该得听爹娘的，要什么给什么，自己没吃的也不能留的，最好直接饿死了，也要养活爹娘才是孝顺。你说的什么话？沈旺一掌拍在桌上，你们兄妹几人，谁给都是一样的，做儿女的就得孝顺父母。上一次你送的酒也是没了的，你婆家祖宗传下的这个酒，卖给外人也是可惜，不如给我喝了，没景去问问吧。这一次也送2坛给我。沈秋梅脸色难看至极，爹要说兄妹几人谁给都一样，那就别指望我给，我对娘家问心无愧。你让妹妹给，让大哥给，反正我没有了，我要生孩子，我丈夫是个木匠，赚不了现钱，家里就是这样了。沈秋梅也不打算给爹娘做饭了，心都伤透了，给的多了，不给就成仇了。沈旺指着女儿问：“你这话再说一遍，你做大姐的不管娘家，不给你妹妹做个表率，你还敢说这样的话？”第119章，绝对不能把粮借出去。沈秋梅一脸的坚定：“这个表率我做不了，大不了你说我不孝顺吧。我婆母说的对，一个个的只顾着娘家去了，自个家不管了。那我娘也顾着娘家，我送去8袋粮，我娘就拿4袋粮往娘家送，我看爹爹你会不会高兴的送出去？”沈旺气急：“你怎么说话的呢？还编排起你娘来了？”王氏生气道：“合着你是担心我把粮送娘家去了才不给的？我可没有给过半点粮给我娘家的，我要是敢给，你爹不得打死我呀！”王氏一说完，被丈夫瞪了一眼，才反应过来，赶紧闭嘴。沈秋梅怔住，随即是苦笑：“所以娘都知道的道理，到我这儿就不讲理了。你怕你丈夫打，我就不用怕了。我怀着孩子是家里的天王老子，说什么都可以。那娘还生下儿女3个呢，我爹把你捧上天了吗？”王氏被女儿说的生气，却反驳不了。沈旺只怪孩子他娘头发长见识短，话都不会说。不拿粮也行，酒必须要给。你现在去找你婆母要，不然家里剩下的那点粮我就拿去换酒。左右家里2女儿都嫁出去了，
也没必要再像以前顾着名声。沈旺直接露出了嗜酒的本性。沈秋梅仍旧无动于衷，没有酒。我上次说祖宗传下不少酒，结果被我婆母年前就给卖了，半点不剩下。爹爹喝的那一坛是最后一坛了，我们大房尝都没尝就送过去了。怎么，卖了？那么好的酒卖给外人喝，给自家人喝就舍不得？你公婆是什么心理？沈旺感觉到不可思议。王氏在一旁也是觉得任家公婆必定是脑子不好使，又看向女儿，还不是你没用，不知道多拿几坛子酒。不仅酒卖了，上次我婆母分给我的粮给家里送了一半走，剩下的一半我们吃的只剩下3包，上一次1包还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丈夫现在要干农活，食量大，还不知道能不能吃到新粮出来。沈秋梅一边说着，一边悄悄地打量着父母的神色。见爹娘将信将疑，她接着说道：其实那次送走一袋粮，我们夫妻2人就吵了一架，我差一点早产了。这2日见粮食吃得快，家里都吃上糊糊了，我还想着要不再回娘家把先前那袋粮借来吃着，等新粮出来了再送过去。王氏一听立即炸了锅：你还回娘家借粮？现在这时节有糊糊吃已经很不错了，你送的那袋粮我们都吃光了，咱们家又没有多少地，爹娘也不用干那么多的农活，你们怎么吃得这么快？不会是卖了吧？是不是卖现钱了？沈秋梅立即动怒。沈旺夫妻赶忙起了身，王氏不想接这话。沈旺再一次问道：那酒真的都卖了？不卖能成吗？不然分家这酒怎么分？上一次我还以为我婆母瞒着我藏着酒呢，并没有。祖宗留下的酒能有多少？说是一地窖，那地窖小的存不了几袋粮的。被女儿这么一说，沈旺终于打消了念头。任家这么自私自利的公婆，恐怕是真干得出这样的事来。王氏忍不住在一旁说道：你大房没粮了，2房3房有的是粮，你总该。总该什么？妹妹来我们任家闹了一场，害得我们一家人分家。你当真分家这么好玩的？2弟媳和3弟媳都不是好惹的主。这盒糖糕是我借来的，肉没有借到，这糖糕的钱得还回去的。瞧着这糖糕也是爹娘吃完的，钱得你们给。爹娘卖了粮，总该有现钱。我听说一盒糖糕30个大钱，我等会儿还不知道怎么跟丈夫交代。想要他们给钱那是不可能的。王氏拉着丈夫就走。沈秋梅还追了出来：爹娘不在家吃了饭再走吗？没有肉，我和丈夫平时吃的是糊糊，我觉得味道还行的，走了这么远的路也饿了吧。王氏怒看了女儿一眼，指了指：你就留个心眼吧，下次新粮分到手记得给我们送些去，娘家田产不多，又是闹旱灾的。你也是，任家长不了，这大房的家你得接掌了，你那个憨厚的丈夫就成不了大事的。王氏还要教训女儿几句，沈秋梅立即反驳：娘就别对我说教了，你看看你自己能掌沈家的家吗？你能拿捏我爹吗？你都办不成的事，有什么资格教导我？你……王氏气得脸都白了。沈旺一脸不悦：今个儿来了什么也没有唠叨，还被女儿诉了一顿苦头，教什么妇人持家都是废话，妇人能持家吗？头发长见识短的能成什么事？沈秋梅将爹娘送走，整个人瘫坐在板凳上，出了一身汗，使了12分力气去对付她从小就顺从的父母，这是她头一回反抗。从小在爹娘身边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孝顺他们，等她长大了要记得反哺他们，读书识字讲道理，讲究的都是一个孝顺，一个大道理。可是现在的沈秋梅终于没了知书达理的枷锁，变成了普普通通的村妇。沈秋梅也彻底的明白了3弟媳刚才为何给她一盒糖糕，还说了先顾好自己的话，她一定是看出来了，自己的父母不能说真的就一刀两断的，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以后她不能再傻乎乎的将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娘家人，要孝顺长辈，她大可以作为外嫁女儿那样，逢年过节送钱送粮送肉，按着份例给。爹娘病了老了床边照顾，这就是孝顺，做得问心无愧就好。沈秋梅缓过神来，看着只剩下空盒的糖糕，心头记住了3弟媳的这份情谊。等以后丈夫做木匠收到了现钱，也让丈夫买些吃的给3弟媳送些去，还了这人情。水乡村的农田里，正在认真干活的任广田突然被上头田地的村里人叫了声，指着前头村道上问：广田，那不是你岳父岳母来了吗？怎么又走了？田里的任家男人都朝村道上看去，任老头也是一眼认出来了，还别说真的是沈家爹娘，只是2人这是要离开水乡村。任老头想到大媳妇都快要生了，免得有什么事儿，便催着老大回去看一眼。任广田知道岳父岳母是个什么情况，多半是上次他拿过去的半只野鸡和1袋粗粮惹的祸，大概今天过来也是来要粮的。任广田赶紧在旁边的沟渠里洗干净手脚，穿着干活的草鞋就匆忙往家里去了。第120章，他家傻夫君还使性子。任广田匆匆赶回来，就见媳妇靠在竹边的躺椅中睡得正香，还有些疑惑不解。本以为这一次岳父岳母赶来啥也没有带走，定是与媳妇吵了架，不曾想屋里这么平静。任广田在媳妇身边蹲下，看到媳妇隆起的小腹，孩子还在肚里动来动去的，就想着出来了吧。许是丈夫的碰触惊醒了沈秋梅，
她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了丈夫摸着她的小腹傻笑。每次夜里她腰痛睡不着时，都是丈夫给她揉腰，给她起床倒水递吃的。醒来时总能看到丈夫傻笑的脸。沈秋梅觉得自己挺幸福的。以前自己这么闹腾，吃的喝的往娘家送，丈夫不高兴也没敢多说她，还不得巴巴的替她送去娘家了。现在想想就有些对不住丈夫。沈秋梅握住丈夫的手，夫妻两人的手都放在了小腹上。沈秋梅决定将金个这些事告诉丈夫，她想让丈夫放心，她以后再也不会什么都往娘家送了。任广田听到金个是这么一回事，还有些吃惊，他以为多少也得被岳家弄走一些粮食去，他一个大男人少吃点没什么，就是苦了媳妇。听完媳妇所说的，任广田内心也藏着事儿，这会儿也说开了。其实平时给你拿回来的鸡蛋，不是我做木工钱底的工钱，而是我娘让我提回来的。原本我娘让我提一篮子鸡蛋过来，我怕你往娘家送，自己又没吃上，你和孩子没营养，我才撒了谎，天天拿2个鸡蛋回来，看着你吃下去了，我才安心。任广田说到这儿，心头有些愧疚。沈秋梅听了却是一脸震惊，娘给我们大房鸡蛋，2房3房不说呢，她可是知道的，住得最近的二弟媳最是计较了，没看到她吃过鸡蛋。任广田摇头，娘说了，顾着大房是因为你怀了孩子，2房3房要是说了，她也会这么说。儿媳妇怀了孩子，每天补充营养的鸡蛋，还有月子吃的鸡，都由娘来打理，不算咱们账上。沈秋梅听了，心头感动，原来婆母变着花样照顾着她，要是以前没分家的时候，她要是这么吃，天天对着2房3房，自己也不好意思。这么说来，我月子里娘会提只鸡来给我吃。沈秋梅正愁着自己坐月子能不能稍稍吃好一些。任广田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娘说给你月子留了10只鸡，你尽管吃，到时候2房3房再怀上，娘再养一些鸡，爹娘平时节俭，先前分的粮还剩不少，娘说要多养一些鸡呢。10只鸡，沈秋梅的口水直往外冒，看着肚子里的孩子，喃喃自语道，咱们娘俩有口福了。任广田却欲言又止。沈秋梅看出了丈夫的心思，这边说道，夫君，你放心，我不会再往娘家送吃的了，就以后逢年过节的，我们去娘家看一看，提几斤猪肉买斤糖，1年走2、3回也就到位了。现在我爹娘身体健朗，自己动手也有吃的，不差我手头这一口，各家过各家的日子，公婆分了家还在照顾着咱们小的，凭啥我的爹娘同样的年纪却要底下的孩子开始反哺了？任广田听到媳妇这话，终于放了心，他一个大男人倒也没什么，吃什么都成，只要不饿肚子，但是媳妇和孩子跟着自己受苦，他这个当家男人就不好受。瞧着朝廷里赈灾，到下半年或许下了雨，各家各户的生活慢慢好了些后，我这木匠活也能接着做了。将来赚了现钱，咱们手头宽裕了，就多给岳丈家送些肉去，是他们养大你了，我才能娶你做媳妇。做小辈要懂得孝顺，也要懂得感恩。沈秋梅看着她家憨厚老实的丈夫，真是个实心眼。以前她那样待她，她也不计较，这男人怎么这么让人心疼呢？回了一趟家，再来地里干活的任广田脸上满是笑容。村里人看到了，还问他撞到了什么好事儿，难不成他岳丈家里送好吃的给他吃了，这么高兴？任广田笑而不语。等傍晚媳妇送饭来吃的时候，任广田即使吃的是疙瘩汤，他也吃得香喷喷的。一旁的二弟任广江朝大哥碗里的疙瘩汤看了一眼，一点油荤都没有，还想着大哥在高兴什么呢？至少他碗里的还有他家媳妇买回来的鸡蛋，油煎的鸡蛋汤面，味道不要太好。任广江刚吃了2口，就见三弟从食盒里拿出油酥饼，手里还和着竹筒装着的糖水。任广江忍不住伸手抢过三弟的竹筒，问道，莫不是糖水？任荣长无奈看着二哥，二哥喝了一大口糖水，接着又递给大哥，最后递到了任老头手中。任老头看了一眼，还有些嫌弃。老三家还能兑点糖水给丈夫送来，他家媳妇直接给他煮了甜汤，都喝了好几顿了，一点糖水任老头不稀罕。任老头把竹筒交给老三，3个儿子还以为老父亲舍不得喝让着下头的小辈。三弟媳这油酥饼香喷喷的，弄得像街头食铺里卖的一样，瞧着还这么大盒，三弟好吃吗？任广江眼馋得很。任荣长给他们一人递了一张饼子，到任老头面前时，老父亲又拒绝了。他金个吃白面馒头，馒头里包着肉，不像包子，却跟包子一样的好吃。任广江吃了一口三弟媳做的饼子，突然觉得鸡蛋面不好吃了。三弟媳有这手艺，以前在一个院里时没吃上，真是可惜。不过以前在任家小院里，一大家子的也不可能这么做饼子吃，那还不得被母亲说呢。任广田只撕了一小块饼尝了味，实在太香了。他摘了一块树叶，将饼子不动声色地揣怀里，等会儿拿回去给媳妇吃。他最是嘴馋了。夜里，任荣长回来，还在说媳妇做的油酥饼好吃。宋九一边给丈夫准备热水，一边说道：“那明个儿再弄给你吃。”任荣长点头，还说大哥二哥也喜欢吃，宋九就顺手多弄一些。只是家里的荤油不多了，这一次他的绣品做好了，家里还有些裂回来的皮子，他想拿到街头去换钱，
从城里回来时多买些猪油回来。猪油贵是贵些，但是炒菜就是香喷喷的。丈夫在地里干活，使了大劲，就要农忙时节了，顿顿不吃肉也少不得荤油的。宋九从后院收回干净的衣裳，到里间给丈夫递过去，没想他家傻夫君一把将他拉进了帘子后。任荣长坐在温热的浴桶里泡着澡，一日的劳累瞬间挥去，他拉着媳妇的手便往自己胸口放。媳妇儿给我搓澡，以前都是自己洗呢，现在还让他帮着洗了。第121章心疼丈夫，结果把自己累坏了。每日干活回来太累了，就想着丈夫泡个热水澡好休息，也免得他次次脱光了跑洗衣池里泡凉水，对身体不好。这倒好，人是劝住了，人却有了性子。你自己洗。宋九另一只手把干净的衣裳往旁边一放，就发现放他胸口的手掌心有些痒痒的。他定睛一看，他家傻夫君竟然在咬他的手。宋九瞬间呼吸急促，他是怎么学会的？咬他的手就算了，还要拉着他往浴桶里去。宋九的脸红的滴血，赶紧挣脱，连忙退了出去。任荣长终于洗完从屋里出来，就看到媳妇在灯下补衣裳。这几天做事，就衣裳又破了洞，还得媳妇时常缝补好才能穿得出去。任荣长就这么静静地望着灯光下面色柔和的媳妇，这么安静的屋里只有彼此的呼吸声。任荣长突然从身后将媳妇抱住，吻了吻她的颈窝，郁闷地说道：“咱们都是夫妻了，媳妇儿也不容我。”宋九手中的针都拿不稳了，被傻夫君这么一闹，怕是一时半会儿哄不好，他只好停下手中针线，放到篮子里。你白天干了重活，晚上应该多休息，乖，去外头泉边多喝几口凉水就好。宋九才说完，人就被傻夫君腾空抱起。这会儿任荣长哪还听他的话，直接将人给抱内室床上了。这一夜可不长，5更天又得起来了，媳妇儿，我就是馋你身子了。任荣长快速脱衣，一气呵成地钻入被窝。宋九来不及相劝，人已经落他怀中了。干几日活倒是身体更加壮实了，如铜墙铁壁般的胸膛和胳膊，硬是将身子小的宋九直接捂怀中了。鼻中传来淡淡的青草香，宋九只觉得热乎乎的直冲脑门，稀里糊涂的又随了傻夫君的意。3更天时，任荣长就起了床，还记着院里的柴没有劈，5更天得下地，家里的活计也不能落下的。今个儿宋九起床晚了，太阳出了尺把高，他才睁开眼，就见他家傻夫君已经下地去了。来到厨房，倒是锅里留着的肉包子已经带走。宋九家里一天吃3顿，村里人向来一天2顿饭，下地干活，大清早是不带吃的去的。宋九看着劈好的柴码好在墙角，又看到满了的水缸，还有后院满篮子的牛草，他忍不住扬起唇角。夫妻2人过小日子了，没有长辈在，他倒是变成了懒媳妇。每次他家傻夫君把家里的活都做完了，才能安心出门去。想起昨个夜里傻夫君的勇猛，他颇为担忧，这么折腾，就算年轻气盛，恐怕也伤身。这一次入城，要不要给他家傻夫君买点补药呢？宋九刚心疼上丈夫，结果弯腰喂牛草时，腰间吃痛，双腿更是有些无力。宋九立即决定，还买什么补药？再吃补药，他的命就得折腾没了。扶着老腰喂了牛，要从后院出来时，就看到笼子里的2只野梨子，这会儿相亲相爱的挤在一起，呼呼睡大觉。旁边的小崽子全部长大了一圈，鸡笼里关不住，大清早就不知去向。这2只倒是放心小崽子去山里浪，自己倒是恩爱。宋九无奈一叹，从后院出来，就看到村里来的刘婶刚上山脚来，看到他立即含笑道：“侄媳妇，今个儿你得帮个忙了，我家当家的想去一趟城里看脚伤，借你家牛车一用，可成？”头回遇上村里人借牛车，又是脚伤去看病的，宋九还是好说话的，何况他先前还拿着麦子去刘婶家里的大石磨上磨过粉。侄媳妇，牛都是家里的宝贝，这事儿本不该开口，要不是我家当家的走不动，没了办法。不过我向你保证，牛车赶回来，牛必须喂得饱饱的。看着刘婶焦急的样子，宋九直接开口：“没事的，我夫君割了牛草回来，这会儿吃上了，吃饱了，你牵走就是，看伤要紧。”刘婶满是欢喜，道了谢，这就赶着牛车走了。干惯农活的村里妇人都有力气，赶着牛车也不吃力。宋九没将此事放在心上，邻里间的能帮就帮。傍晚时分，宋九正在洗衣裳，刘婶就将牛车送了来，脸色有些不太好看，不过牛肚子是喂得圆滚滚的。宋九起身看向刘婶，刘婶满是皱纹的脸上忧心忡忡地说道：“这城里还是挺乱的，我家当家的看了脚伤出来，差一点被人抢走了牛，要不是我家2个儿子都跟了去，可就真的出事儿了。城里还乱吗？”宋九感觉到不可思议，他还打算去城里送绣品呢。刘婶点头，上头赈灾的人士来了，但是每天靠着朝廷救济，也不像咱们水乡村这样真能够吃饱的，只能说还有口吃的，没有饿死。不过听说城里来的那位贵人，说是跟几位皇商商量，打算在安城开设作坊，安城受灾，地里种不出吃的，那就往城里作坊去，只要有口饱饭吃，作坊里的事样样都干，能安置不少人。这位贵人还真是在世菩萨，过不了多久，
咱们安城的作坊越来越多，大家伙的也能跟着学门手艺呢。刘婶说，城里街头都议论开了，什么绣坊、织布坊、铁匠坊等等，这位贵人引来的商人，指不定能救活安城。刘婶走时再三说，让宋九暂时别去城里，等那些作坊一家家的开起来了，这些流民有地方安置了，安城才能算是太平。刘婶一走，宋九也打消了去城里的念头。家里倒是有存粮的，荤油快没了，那就省着点吃，总该这日子越来越有盼头。将来城里的作坊开起来了，他这个半吊子绣娘是不是更好混了？也免得城里的绣活都被万绣坊给承包了。宋九把皮子和绣品都好生收了起来，没去城里了。正好任家地里的活也多了，稻田谷子成熟，稻香鱼却还没有养大，1年2季的谷子，等年底才卖稻香鱼呢。任家要在村里请短工帮忙，村里不少年轻小伙跑过来争活计，里头便有日子过不下去的孙小郎。村里的年轻小伙不上山打猎了，孙小郎又得罪了周小山那一伙人，眼下是没有任何办法了。家里的田又少，城里又乱，没有苦力活计寻来做。眼下任家的短工正是寻活计的好时机。孙小郎过来时，村里已经来了不少年轻力壮的小伙，他身姿瘦弱，恐怕争不过，一时间有些着急。第122章，跟着婆母学规矩。宋九从山脚下来，跟着大嫂二嫂去任家小院里看公公挑选短工，图个热闹。才到院门前，宋九就看到了人群里瘦小的孙小郎，他东张西望的看到了任荣长，就走了过去。宋九跟着2个嫂子来到任婆子身边，任婆子金盖穿着9成新的布裙，头发整整齐齐的梳成髻，发髻上一只木簪子，端正的坐在板凳上。宋九突然发现婆母似乎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以前在院里一大家子，婆母也没有现在这么收拾的齐整，所以当家做主也不这么舒心的事。现在他们不在一个院里了，不要操心几房的事了，婆母大概也有心情打扮自己了。宋九也学婆母的样子，整了整衣裳，在他身后的板凳上坐下。他还发现婆母的坐姿与村里的妇人们坐姿不一样，双腿并拢，手中拿着金子放在腿上，目不斜视。一旁的大嫂二嫂却是一屁股坐下，杨冬花更是靠近宋九的耳边说道，都是有力气的，不知道工钱是多少。任家院里头回请短工，杨冬花突然体验了一把大户家请短工的感觉。不管工钱多少，咱家的男人都不会那么辛苦了。沈秋梅在一旁笑着开口。前头的任婆子听到了，回头看了几人一眼，就发现老三媳妇做的最文静，大媳妇和二媳妇却是坐着没正形，不免皱眉。前头任老头说了，今个任家请短工，1天25个大钱，不包吃食，各家自己吃饱了再下地干活，天亮过来，天黑就回，也没有强行规定，大家伙的看着办。25个大钱可不是小数目，去城里干苦力，往日最多15个大钱，也是自己带吃食去的。地里的活都是老手，还真不怕辛苦的。接下来任老头要选人了，就发现有个村里小伙一直缠着他家老三说话，老三的脸黑沉沉的，可别把他家傻儿子惹得发火了。任老头朝大儿子看去一眼，任广田立即明白了，这是在向老三套近乎，那瘦弱身子怎么干活来充数呢？任广田来到三弟面前，孙小郎连忙噤声，就听到三弟说道，金盖儿不是挑选猎人，不是我做主，来的都是孔武有力的，孙小郎还是回吧。任荣长语气冷淡的说完这话，这就看向他媳妇去了。任广田见状，故意提高了嗓门，都是相熟的村里人，也就敞开了说话。25个大钱1天的活计，有力气的就上。众人看向孙小郎，孙小郎觉得面上无光，只得赶紧退了出去。任荣长3步并作2步来到媳妇的身边，宋九还被婆母的一举一动吸引着呢，手就落到了丈夫的手中去了。当着众人的面，三房夫妻那恩爱的样子，看到的年轻小伙都很羡慕。很快，任家挑选出来10个力气大的帮忙，几日光景就能把地里的粮收回来。原本可以不必这么多人的，是任婆子决定的，地里的活都得男人干，家里的女人只干家务细活。任婆子更是看向宋九养好的双手，三房自个儿过日子了，这老三媳妇的手果然养好了，现在刺绣手不刮丝了吧？人定下了，围观的村里人也都纷纷散去。任婆子倒是不留三家在院里吃饭，只是在几房散去时，她把宋九叫住了。杨冬花看了眼婆母，干嘛叫住三弟媳？莫不是婆母有好吃的，私下里给她吃？任广江一把将媳妇拉住，回家去，锅里还有面条吧，饿了。一天到晚的，除了干活就是干饭，再不济就是折腾她。杨冬花瞪了丈夫一眼，倒是被丈夫拉走了。人一走，任老头跟傻三儿在廊下聊天，宋九就跟着婆母进了屋里。任婆子将三媳妇上下打量一眼，对她现在养好的身子挺满意的，虽然没有二房媳妇胸大屁股大的模样，却长得乖巧，骨架小，人显得圆润饱满。三媳妇想学大户家中女子的规矩吗？想学的话，我倒是可以教你，只是在乡里住着也用不上，不过是一种消遣。任婆子自嘲一笑，金盖这身打扮和做派，她自己也觉得有些可笑。可是家里有了产业，能请短工了，任婆子又想起了以前任家请长工时浩大的场面，
以前他娘亲在那样的日子，一定会交代府中上下都要穿的正式，说话做事也得有规矩。就是因为他母亲的教导，金盖儿就挺重视这样的场面。宋九听了婆母的话，还有些奇怪，大户家女子有很多的规矩吗？娘，我想学学看。任婆子见老三媳妇感兴趣，扬起唇角。其实那些都是些酸腐的规矩，你懂就行了，也没有必要处处要求自己。在乡里住着，轻松自在更重要。话是这么说，任婆子还真就教导宋九怎么落座，怎么吃饭，怎么与人交谈。要说的有不少，任婆子不过是简单的说了几处，宋九就听得有些着迷。规矩这么多着实累，可是宋九好奇学的时候，聪明劲又出来了。任婆子看着就满意，感叹道：“你要是出生在富贵人家家里，定是个顶顶好的贵女千金。”宋九可不敢想，再说也如婆母说的，她想学，但用不上。不过有些好奇大户家里的贵女都是怎么生活的。跟着婆母学了一下午，夫妻二人还在公婆这儿蹭了一顿饭吃。宋九才知道，公婆的生活比他们的过得都要好，炒个鸡蛋，煎得两面金黄，连边儿都不掉，盛碗小米粥，小米在碗中粒粒可见。再看婆母的厨房，那当真是擦得窗明几净，原来婆母这么爱收拾的，以前没看出来。吃婆母做的花卷，还真是蒸出了花的形状，就跟宋九的绣品一样精致。宋九看着这一切，心头震撼的同时，也明白了公婆当初义不容辞就分了家的意义。回去的路上，宋九看着他家傻夫君，他主动的牵着他的手走，各家过好各家的小日子，公婆也有自己的小日子。在村里短工的帮忙下，任家硕果累累的田里很快收到了粮仓去。桂花树下的粮仓终于有粮食存放了，没有多少余粮的任家大房也终于不用慌了，到时候粮食分到手，家里不怕没粮吃呢。转眼忙忙碌碌的过去了1个月，城里的作坊一间间开设起来，水乡村的村民也越来越有了希望。任家地里还在后续收尾干活的，仍旧是任家的男人们。大清早的，任广田没有下地干活，却是来了山脚下，向三房来借用牛车的。第123章，大嫂有危险。昨个夜里，他媳妇半夜叨念着吃酸梅，一晚上折腾着没睡好。任广田想着地里的活也不多了，就赶着牛车去一趟城里，给媳妇买点来吃。说到酸梅，宋九咽了咽口水，忍不住说道：“大哥，你去城里买新鲜酸梅的话，也给我捎带一盒，我听着就有些嘴馋。”任荣长见自家媳妇想吃呢，立即将牛车赶了出来，他跟大哥一起去，正好城里不太平，兄弟两人好商量。为媳妇买个酸梅，劳师动众的。宋九连忙回屋，拿了一把童子交到丈夫手中，说道：“那顺带也买3盒糖糕回来，到时候我给大嫂二嫂都送1盒去。”任荣长接了钱，这就跟大哥一同出了门。倒也是怪了，宋九这几日特别想吃酸的，金盖听到酸梅就有些忍不住了，站在院前看着入城的路，只盼着他们赶紧回来。早上做了一碗肉汤面，把给丈夫准备好带去地里吃的油酥饼留在了锅里。一向好胃口的宋九突然看着2样吃食都不想吃，尝了2口面汤就坐在院前，心情还有些莫名的烦躁。宋九在院里来回走动，眼皮子也跳动得厉害，手脚似乎有些发抖，感觉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此时任家大房屋里，沈秋梅端着一大碗油汤面，吃得正香，突然哎呀一声，手抚着小腹，面上冷汗直冒。沈秋梅暗感不妙，赶紧将碗放下，扶着桌子要起来，谁知天昏地暗，转眼倒在了地上，人事不省。大房院里没有半点动静，远处的田地里都是劳作的村里人，隔得最近的人家2房屋里，任广江下了地，杨冬花在家里一边补衣裳一边哼着小曲儿。太阳快要当空了，山脚祖宅里的宋九心情烦躁不安，他从院里出来，往入城的方向看，难不成是入城会有危险？可是也不对，他家夫君有功夫，不至于有危险。刘婶家2个干重活的儿子就能护着牛车，跟着大哥一起出门，应该是没事的。宋九突然看向任家小院，难不成是公婆哪儿不舒服？不然这奇怪的焦躁感是怎么回事？宋九不管了，快步往村里去。到了人家小院里，任婆子从厨房里出来，正在做好吃的呢。晌午的时候，老头子从地里回来，累着了就要吃好些。老三媳妇怎么来了？宋九的眼皮跳得更厉害了，可是婆母完全没事，于是他将自己奇怪的感觉说了。任婆子对老三媳妇有种神奇的信任，这孩子是个有福运的人，定是有事要发生。于是任婆子也不做饭了，跟着三媳妇去几房家里都走一走，实在不成，把地里的父子2人叫回去城里接他们去。婆媳2人先是去了2房，杨冬花刚缝好袖子，看到2人过来还有些奇怪。任婆子见老2媳妇没啥事儿，这就往大房走去。杨冬花爱看热闹，见婆母啥事也不说，这就跟上去了。婆媳3人到了大房院外，任婆子朝里头喊了几声。站在大门外的宋九突然脸色大变，心底听到大嫂喊救命的声音，可是耳边却没有。大嫂这是心里所想的，喊不出来了吗？任婆子还在拍门，宋九左右看了一眼，从墙角拿起锄头就把门给砸开了。
杨东花一脸震惊地看着三弟媳，这么大力气，感觉比她力气还大。婆媳三人冲进屋里，就看到沈秋梅躺倒在地上，虽然醒了，却全身无力，大着肚子站都站不起来了。看到大嫂，宋九的眼皮就不跳了，手脚也不发抖了，还真是怪了。几人赶紧将人扶到床上，任婆子伸手往沈氏的裤子上一摸，惊道：羊水破了！老二媳妇赶紧去请隔壁村的接生婆，老三媳妇去地里把他们都叫回来。任婆子赶紧去厨房烧热水。宋九和二嫂从屋里出来，就见杨东花紧张的嘴都哆嗦了。我去请接生婆。杨东花甚至是一路跑着去的。宋九也不敢停留，赶紧去地里叫人。老大媳妇要生了，地里干活的男人把锄头一扔就回来了。大儿子和三儿子赶着牛车入城买酸梅去了。这都什么事儿？这个时节出门，把大媳妇一个人落家里。接生婆还没有来，任婆子回了屋，看到床上躺着的大媳妇，痛得直哆嗦，便握紧她的手，教她慢慢的吐气。娘，广田回来了吗？沈秋梅到这一刻很后悔，非得催着丈夫出门买酸梅。头回生孩子，痛成这样，心头惧怕，若是丈夫在身边守着就好了。任婆子生气道：你把人催出去的，现在就别管他了，赶着牛车也快了的。你先听我的话，把孩子生了，你的酸梅子也带回来了。沈秋梅发现婆母还挺凶的，这个时候痛死了，还这么凶她。站在门口的宋九想了想，脚步匆匆的回了祖屋，随即手脚麻利的端着个碗跑了出来，碗里装着的正是锅里留着的油酥饼。宋九很快来到大房院里，见二嫂还没有回来，他先进里屋去了。外头任老头父子却是一脸疑惑的看着他端着饼子进去。娘，我看到桌上大嫂的面没吃几口，要不让她吃2口油酥饼，这样或许更有力气生孩子。宋九那一碗油酥饼看着就金黄金黄的好吃。任婆子连忙接过去，还是三媳妇带眼光，产妇没吃东西，哪来的力气？沈秋梅闻到油酥饼的味道，口水就要出来了。怀孕期间，婆母送来了不少鸡蛋，唯独只有上一次她丈夫从地里回来，给她带回一块油酥饼，没把她馋死。原本痛得想落泪的沈秋梅拿起油酥饼就吃了起来，比城中食铺里做的还要好吃。她连咬了好几口，似乎吃点东西自己就没有那么痛似的。宋九在一旁站着想帮手的，可是一闻到油酥饼浓浓的荤油味道，他突然捂着嘴就呕吐起来，赶紧往外跑，定是早上吃坏了肚子。任婆子回头看向跑出去的老三媳妇，脸色微变。村道上，杨东花搀扶着接生婆，催促道：快走，我大嫂要生了。这是10里8乡有名的前稳婆，相当有经验，就是年纪大了，走得不快，被杨东花拉扯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杨东花瞧着她太慢了，心头着急，于是在前稳婆面前蹲身，来，我背你跑。第124章，生了个女儿。杨东花这人力气还是大的，长得也比一般妇人结实，背着个人还跑得飞快。村里人瞧见了，都感觉到不可思议。只是前稳婆才踏进大房的院门，里头任老头父子望眼欲穿，赶忙上去相迎，屋里就传来哇的一声新生儿的哭声。前稳婆一脸的惊讶，接生了这么多的孩子，头一回生得这么快的。屋里头，任婆子也是一脸惊讶，看着大媳妇，惊叹道：你得感谢你三弟媳，要不是她给你带来的油酥饼，要不是她一边吐着一边守着你，你生不了这么快。宋九捂着嘴坐在床边，一直握着大嫂的手，见她痛得厉害，就喂一口饼子给她吃。沈秋梅真是没有吃过好的，吃2口又来劲了，于是一使力，孩子就出生了。前稳婆进来帮着处理后头的事，沈秋梅显得有些虚弱，不过眼神落在碗里，还有一张饼子没吃完，巴巴的看着。任婆子看着老大媳妇，既好气又好笑。你怀孕这段时间馋这个馋那个，为了个酸梅子，把你丈夫都支持出去买了，现在孩子生了，你还馋呢？沈秋梅这下没借口了，刚要说不馋了，宋九笑眯眯的将油酥饼喂到了她的嘴里。还是三弟媳好，三弟媳就是她的福星，她进家门她就怀上了孩子，现在更是生了个可爱的小丫头片子。任家生了个长孙女，外头的任老头很欢喜。将稳婆一路背来的杨东花喘着粗气，小声对丈夫说道：好在不是个儿子。任广江看了媳妇一眼，总是这点小心眼。杨东花见公公看过来了，他赶紧闭嘴。不过杨东花心头欢喜，不是儿子就好，他还有机会压大房一筹，等她怀孕一举的男儿。屋里任婆子抱着孩子出来给他们看，笑眯眯的说道：好在我准备的小衣裳，男儿女儿都能穿，孩子他爹你回去拿一趟，都拿过来，大媳妇怕是准备的男儿衣裳。任老头这就回去，任广江小心翼翼的伸手碰了碰孩子的小手，软乎乎的，把他一个粗汉子给萌化了。这孩子将来长大了一定好看，瞧瞧这五官就生得小巧可爱。杨东花见丈夫这么喜欢孩子，心头不是味儿，不过也忍不住靠近细细打量，不知不觉露出了笑脸。任婆子却在这时开了口：广江，你去隔壁村把大夫请来。任广江一听不淡定了：大嫂出了什么事儿？别问那么多，娘还支持不动你了。任婆子看了老二一眼，
任广江只好麻溜的去了。屋里头最后一张饼子吃完，沈秋梅也不念叨了，叹道：“要不是三弟媳金盖叫来婆母，我这是躺地上生了。当时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宋九握着大嫂的手，叫她别再多想了，眼下就该好好休息一下。沈秋梅是挺累的，可是她不想睡，她心头不好受，因为生的是个女儿，她以为一举得男儿，做的全是儿子的衣裳。你说我都快生了，还念叨着想吃酸梅，怎么就生了个女儿呢？沈秋梅才说完，旁边的钱稳婆便接了话：“酸儿辣女，你孕期里吃辣吗？”沈秋梅有些心虚，她看到腌制的姜片子就忍不住吃几口，看到辣瓜更是流口水，就是吃酸梅是这几日才突然想吃。也正因为酸儿辣女的说法，沈秋梅昨夜想吃酸梅，就催着丈夫出门去了，似乎吃了酸梅她就能生个儿子，这让她很开心。钱稳婆见她沉默，说道：“这话虽说的不太准，但也是大部分孕妇的口味会有这两种变化，生了个千金也不错。你这般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这话沈秋梅爱听，生了女儿也至少是任家的长孙女。许是产妇身上的味道不好闻，正听着他们说话的宋九突然捂着嘴又吐了。沈秋梅面颊一红，很尴尬。钱稳婆笑道：“你们才成为心腹，不习惯也正常，你先出去吧，产妇也得休息了。”沈秋梅也不留三弟媳了，自己最狼狈的时候都被三弟媳看到了。宋九从屋里出来，外头透气，她才算舒服了一些。任婆子给孩子换上了她新做好洗过的衣裳，宝蓝色的，包裹着白白净净的小家伙，看着就赏心悦目的。任婆子见老三媳妇还站在那儿呢，立即叫她坐下。宋九倒也不累，不过听婆母的话，在婆母身边坐下了。杨冬花直叹自己请接生婆，婆母还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她不在屋里陪着大嫂，但是她也有帮忙了的。任广江请大夫还没有回来，倒是入城的牛车赶回来了。任广田一心记挂着媳妇，牛车赶得飞快，只可惜两人在城里转了一圈，也没有寻到新鲜的酸梅。灾荒之年的，哪有人卖酸梅？两人才回来就得知孩子都生了。任广田感叹他媳妇真是勇猛，这么快就把孩子生下了。只是任广田被父母给说了一顿，啥都由着自己的媳妇去，大清早出门也不跟爹娘说一声，瞧着这都到月份了，随时可能生的。二媳妇和三媳妇入门没多久，不懂事，任婆子有经验，定会守在大媳妇身边。任广田摸了摸后脑勺，不敢反驳半句，直到他娘愿意将孩子交给他，他才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看着怀里的女儿。任广田笑得见眉不见眼的，像个傻子似的，把家里几人也给逗笑了。沈秋梅听到外头的欢笑声，心头也终于释怀，生个女儿就女儿吧，以后她再生个儿子就是，家里人都不嫌弃呢，她做娘的怎么能嫌弃？任荣长看到自家媳妇才分开半日就想了，立即坐媳妇身边，看到孩子他也喜欢，不过他更喜欢媳妇。丈夫一靠近，宋九就感觉到了他热乎乎的劲，大掌握紧他的小手，悄悄地在媳妇耳边说道：“没有酸梅子，我和大哥只买了糖糕，你最爱吃的糖糕在车里，用了个袋子记着。”什么时候他家傻夫君也知道要吃独食了？宋九看向他，见二嫂尖着耳朵听，他也在丈夫耳边悄声说道：“好，等会儿我们回去吃。”第125章双喜临门的大好事。其实宋九不想吃糖糕，以前觉得好吃，现在不但不想吃，他更想吃酸梅，只是没有买回来，有些可惜。任广田抱着女儿进屋里见媳妇去了，任婆子把杨冬花叫到大房厨房里帮忙。老头子从院里抓来的2只鸡，现在就杀了，给大媳妇炖鸡汤喝去。杨冬花还以为是大家伙的在大房家里吃顿饭，婆母舍得杀鸡吃，那叫一个高兴的，提到吃的，手脚就利索了。娘，我发现你偏心三弟媳，你怎么不让三弟媳过来帮着杀鸡？杨冬花撇了撇嘴，直接把心里话说了出来。任婆子撩开眼皮子看了他一眼，说道：“偏心你的地方倒是一样没记住，你三弟媳的手是要刺绣的，不能干这些粗活。再说杀2只鸡有多累，要是你三弟媳真来帮着做，她比你做的好，做得快。”杨冬花知道三弟媳做事快，就是发现三弟媳一进家门，婆母就没有以前那么喜欢她了。今个儿她跑去接了钱稳婆，婆母一句都不提的。宋九坐在板凳上，隔着厨房并没有多远，他这会儿看向厨房，随即起了身：“荣长，你坐这儿别动，我去帮着杀鸡，给大嫂炖鸡汤喝。”任荣长有些不舍得的松开了媳妇的手，宋九这就过来帮手了。杨冬花又觉得自己刚才想什么呢？三弟媳向来勤快，婆母偏心三弟媳，那他也拿着没办法，但三弟媳人挺好的。杨冬花刚要将自己的小板凳让给三弟媳坐，任婆子连忙交代道：“老三媳妇别动手，尤其不准动刀子。”为啥？两儿媳妇疑惑地看向婆母。任婆子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三媳妇的肚子，也不说什么，就是不让宋九动刀子，叫她坐外头去。瞧瞧，婆母就是偏心三弟媳，来都来了也不让帮手。杨冬花只好又坐下。宋九看着婆母，心头有些震惊，他连忙看向自己的小腹，内心也生出期待来。
任广江跟杨冬花一样性子急，把隔壁村的王大夫匆匆喊了来，他帮王大夫背着药箱，走的那叫一个飞快。任广江一直以为是大嫂生孩子后出了什么事要请大夫，所以很是着急。王大夫一把年纪，走得汗流浃背的，到了院里，一屁股坐在了板凳上，问是个什么情况。厨房里正忙活的任婆子赶紧擦干了手跑出来，立即让宋九坐王大夫身边去。宋九没有多问，这就听了婆母的话，坐到了大夫身边。任家人都疑惑地看着宋九，是三弟媳有事儿，哪儿不舒服呢？杨冬花在厨房里扒鸡毛，尖着耳朵听外头的动静，也是一脸的奇怪，难不成婆母不让三弟媳做事是有原因的？宋九伸出手，王大夫给他诊脉，全家人紧紧地盯着。任荣长甚至有些紧张，他媳妇是怎么了？没多会儿，王大夫皱了眉，咦了一声，换了姿势接着把脉。半晌后，他露出一脸惊喜，不得了，是双胎的脉象。王大夫连忙向任老头和任婆子道喜，你们这个儿媳妇不仅有喜了，还是双胎的脉象，我刚才把了2次脉，绝对没有错的。而且瞧着她喜色好，身体不错，怀了双胎也不见亏虚，也不必开安胎药了，就好生养着，莫劳累，想吃什么就多吃点，毕竟肚里养孩子比别的孕妇要辛苦些。任老头和任婆子听了，一脸的不可思议，只是听到双胎后的两人却没有想象中的欢喜，倒是底下的小辈们激动坏了。任广江伸手拍向三弟的肩，说道：你倒是厉害，一举得2孩，三弟吃了什么这么猛？任荣长俊朗的面容上露出笑来，他一把将媳妇抱住，许是太高兴，差点忘了形，没把任婆子吓死。老三，快把你媳妇放下来，放下来！任婆子的心都是提起来的。王大夫也赶紧开口，才2月有余，不能折腾，赶紧将人放下。这年轻小伙真是没有轻重。任荣长被爹娘一说，赶紧把宋九放下了，但是放下后却是坐在他大腿上，也是有些让人看不下去的。任婆子上前拉人，孩子他爹，你去好好教教儿子，我拉着三媳妇进屋里，也教教他去。宋九被婆母拉走了，任荣长被他爹带走了。金个儿任家的好事一桩接一桩的，任广江一高兴，直接从怀里拿出100个大钱送到王大夫手中。王大夫只是把了个脉，啥也没做呢，哪能收下这些钱？任广江可不管，就是让王大夫赶紧收下，以后有什么事儿还得请他呢，不能让人家白跑一趟的。王大夫只好收下了。厨房里的杨冬花却是一脸呆滞的坐在小凳上，心心念着的鸡汤也不香了，哪还有心思喝鸡汤？杨冬花的手摸向自己的小腹，心都坠入了谷底。为何她怎么也怀不上孩子？比她后入门的三弟媳都怀上了，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以后她都怀不上孩子了？杨冬花出了一身冷汗，不敢出声，眼泪却是一滴滴无声的往下落。宋九从屋里出来时，已经被婆母教导了许多的话，肚里怀了2个，比大嫂怀一个要辛苦得多。婆母说，从明个儿开始就往他院里送鸡蛋，每天至少吃2个鸡蛋，而且婆母不准他干重活，提重物都不成，还劝着他不要跟着老三去城里，坐牛车上颠簸也不稳妥，总之注意的地方太多了。宋九将婆母交代的一一牢记，唯独不能入城了这事儿，他怕是做不到。绣品再不送去，没办法交代了，还有给戏楼里的名角绣的手帕，还得跟人家解释一下，对方万一不喜欢，自己或许还能给对方补救一下。宋九正想着事儿，抬头就瞥见了厨房里扒着鸡毛又抹眼泪的二嫂，他脚步一顿，心头一叹。在任家院里，二嫂一直想丫头愁，先前大嫂有了身孕，她就一直盼着怀上孩子，现在自己怀在她前头，心头不好受了吧？任婆子从屋里出来，就跑大媳妇屋里给稳婆数钱去了。双喜临门的好事儿，任婆子还真就多杀了1只鸡，一家人都在大房院里吃一顿。吃饭时，任婆子把2只鸡腿都夹到了宋九的碗中，对面坐着的二嫂默默地拿着碗扒饭，也不抢着吃鸡肉了。天黑了，各家散去。任老头拉着任婆子走在村道上，鸡入笼时最是模糊不清，老2口互相搀扶着，任婆子走着走着就停了下来。老三媳妇怀了双胎，我这心就拧了起来，她怎么就怀了双胎？要不……任婆子看向丈夫，任老头心头一惊，也看向媳妇，要不这胎别要了。第126章，不管生个什么孩子，他们一家人疼着。任老头听到这话，心都颤了2颤，这一次可不能再容着媳妇，直接做下了决定的说道：生下来若是像老三，我也认，我能养得起老三，我也不怕再养1、2个。任婆子被丈夫这话给说得无地自容，明明年轻的时候，她最是嫌弃在裴家做长工的任凭，要不是妹妹故意坏了她与当时还是世子的荣世远定下的婚事，那她也不会嫁给资质平平的任凭，因此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妹妹抢了任婆子的未婚夫，成了世子妃，未婚先孕后怀上了双胎，没想到分娩之时才发现生下的大子是个傻子，为了保住嫡长子继承爵位的要求，这个孩子差一点被闷死。是任婆子心软，把这个孩子抱回来养着，也是她这个不起眼的丈夫把老三当亲儿子般疼爱。
她跟任平做了这么多年的夫妻，就是丈夫这些细枝末节打动了她。丈夫心善实诚，处处顾着她，令任婆子放下了许多年的心结。任老头见媳妇不说话了，忍不住握紧了任婆子的手。我话说重了些，你莫怪，但是老三媳妇能怀上双胞胎，是咱们任家的福气。咱们家这么多干活的人，还怕养不起孩子吗？而且老三跟着咱们长大，过得就挺开心，娶的媳妇也心疼他，所以跟村里那些正常的年轻小伙没有什么分别。我甚至还觉得老三比村里的年轻小伙还要幸福些。这儿媳妇娶得好，也是媳妇你当初挑得好。任婆子被丈夫一顿夸的，原本紧张的气氛没了。任婆子无奈一笑，老三媳妇进门，这还真是一个意外。不过这个儿媳妇的确娶得好。夫妻两人终于不再忧心，顺其自然吧，生下什么样的孙儿孙女都能好好带他们。这边任家二房夫妻在大房院里吃完饭回去时，任广江还在替三弟高兴，没有注意到自家媳妇的情绪变化。刚说了两句，杨冬花便快步往家里冲去，倒是让任广江站在村道上有些疑惑不解。回屋里的杨冬花抹干眼泪，也不与丈夫细说，却是决定寻个时机回娘家一趟。她打算托母亲寻药方子去，她一定要赶紧怀上孩子。祖宅院里，宋九被丈夫背着回来的，她其实没有她家傻夫君想的脆弱，而且今天给大嫂拿油酥饼时，她是一路跑上跑下的，根本没有啥感觉。再说现在肚子平平，肚里就有孩子了，她怎么感觉不出来呢？宋九刚这么想呢，回家就闻到院里传来的酒香，她居然吐了。平时桂花树下的酒香多好闻，她是越闻越舒服，怎么今个儿闻到就想吐，这都怎么回事？不仅闻到酒香会吐，闻到他家傻夫君的汗味，竟然也想吐。以前还觉得他香喷喷的，怎么就变臭了？似乎嗅觉更灵敏了。任荣长头回被媳妇嫌弃，直接跑洗衣池里泡澡去，用澡豆把自己洗得香喷喷的，才敢回来搂着媳妇睡。宋九嫌弃丈夫像个火炉子，大热天的受不了，半夜就把他推开了。到了5更天，不待丈夫醒来，宋九已经被热醒，就见他家傻夫的手放在他的小腹上，就不知放了多久了。难怪做梦的时候被石头压着，逃不掉挣不脱。5更天就得起床下地干活了。任荣长睁开眼睛，就对上自家媳妇幽怨的眼神，天边露出一丝白度，屋里还有些暗，偏生还看懂了。任荣长赶紧挪开手，叹道：“什么时候肚子会大起来呢？我想摸摸。”闹着玩呢。宋九看着一脸傻笑的丈夫，又有些无奈。宋九要跟着起来给丈夫生火做早饭，带地里去吃。任荣长赶紧阻止他：“我昨个儿在大哥家里吃了鸡肉，这会儿肚子饱，我不吃早饭，媳妇儿多睡会。”说完这话，又咧开嘴笑了起来，似乎从昨个儿知道自己要当父亲了，脸上就一直挂着笑容，总是忍不住笑出声。宋九只好躺在床上，听着丈夫出门的声音，整张床自己一个人站着，她还真是睡了一个回笼觉。听说城里现在太平了不少，各地作坊开了起来，去城里巡视做的人就多了，干苦力活的人也多了。水乡村的村民已经有人去城里巡视做，拿到工钱了。宋九此时已经怀孕3个月，终于婆母准她跟丈夫去一趟城里。这绣品再不送去，人家怕是以为她拿着布料跑了，半吊子绣娘，刺绣还不靠谱。大清早的，宋九换上一身杏色布裙，裙边绣了缠枝莲，窄袖边口也有缠枝莲花样，襟口用蓝色丝线绣了莲叶，头发整齐地梳了一个发髻，戴上丈夫送给她的绢花。宋九在井水边照了照，只见水中倒影里露出一张精致的小脸，头发梳得很整齐，这衣裳做的也规矩。这样入城，大概说自己是个绣娘，也有人信了吧。宋九满意的从井边起身，就看到他家傻夫一脸惊艳的看着他：“媳妇儿真好看。”任荣长盯着媳妇的小蛮腰，眼睛都不眨了，真是难得看到他家媳妇穿裙子，平素多是做事穿的短衣。宋九的脸微微发烫，她来到丈夫身边，看着比自己高了一截的丈夫，踮着脚帮他整理长衫。他家傻夫的新衣裳也是他想招法做出来的，跟外头的有些不同，外头多广袖长衫，他却将丈夫的衣裳做成了窄袖，是因为他要赶牛车，在外行走方便。腰间系带挂了个双面绣的荷包，荷包里装了些零钱，在外头办事便由丈夫来付钱。用来做绣帕的丝线有多余的绣在荷包上，倒是让这个棉布荷包多了几分明亮。明明他家傻夫穿的棉布粗衣这般简陋，可经宋九的刺绣和衣裳款式一打点，还真像是变了个人，像城里的贵公子似的。这紫衣长衫颜色也挺适合他家傻夫君，轮廓分明的五官都要严肃几分。媳妇儿，我们是去城里做买卖，这是不是穿得太好了些？宋九却是摇头，等绣品和皮子卖了钱，我还要买些布回来，以后咱们只要不下地干活，就穿这样的衣裳，我还要做些外头没有的款式给你穿。学会了刺线活，自己都不穿好一点呢，这不就成了养蚕的没衣裳穿，种田的没饭吃一个道理。第127章，绣品赚钱了。宋九到底怀着身孕，坐在丈夫身边的任荣长慢吞吞地赶着牛车，生怕把媳妇给颠簸了。从山脚下来，到了村道上，地里干活的村里人都看过来了，
这时任家三房又去城里呢。任家三个儿子分了家，老大老二都没有牛车，平素也很少入城，这三房倒是时常出入城里，似乎在三个儿子当中也属他们一家最是富有。宋九怀孕的事，村里人还不知道，加上她裙子遮住了小腹，也没有人往这方面想。出了村，宋九看着慢吞吞的牛车，感觉跟自己走路没有什么分别了，又瞧着他家夫君小心翼翼的样子，他忍不住说道：其实我身体不错的，这不是洗衣做饭干家务活也没有啥感觉，要不咱们把牛车赶快卸，不然太阳都升半空了，两人才赶到城里，还得卖皮子呢，卖了钱又得置办日常用品，这么下去天黑都赶不回来。任荣长那天可是被他爹教育了好一阵，这会儿不管媳妇怎么甜言蜜语也不行，还说道：你要是觉得无聊，就靠我肩头睡会儿，我扶着你不会掉下去。倒也不至于。宋九没再催了，还真是快到晌午才赶到城里的，一路上看着人家挑担子入城做买卖的，都比他们走得快多了。入城还是得交2个大钱，城里城外有很明显的变化，城外的流民不见了，沿路乞讨的人也不见了，城里头以前总是关着的铺子倒是一间间的开了起来，舍得入城交2个大钱的人多少手头还有余钱的。不过小小安城还能看到驻扎在这儿的地方军，与以前巡逻的差兵不同，他们真刀真枪，骑着战马沿街过去，谁敢闹事儿？宋九坐在牛车上，看着慢慢的变得繁荣的街头，心情也好了不少。任家的粮仓里装满了粮食，城里又太平了，还随处可见外地来的商人开设的作坊。从入城往城东头去这条街，他已经看到了2家绣坊，作坊都是不大，但是听街坊们的议论，却都是背后东家有来头的，也是这一次安城来的贵人想方设法弄来的外地商人。瞧这意思是安城在闹旱灾，那干脆不种地了，直接把这儿开的遍地作坊，各地的走商也都跑来安城拉货，安城百姓就不必逃荒去。其实整个里阳郡都是四通八达的，便是安城还有处码头呢，真把这儿开作坊给外地商人备货，也是可以运出去的。这位贵人倒是挺能想办法，至少里阳郡的百姓都记着这位贵人的恩情，就是不知这位贵人的来历，人家做好事也不留名。宋九借着能听心声的先机，还真是听了一路。牛车终于到了戏楼外，戏楼内外那更是热闹了，比先前还要热闹几分。伙计进去传话，宋九还是在外头等半个多时辰，终于里头才有了动静。胡管事脚步匆匆地赶来，看到宋九的时候，神色很有些古怪。宋九一脸的歉意，刚想要解释几句，胡管事叹了口气说道：头一回做绣品做成你这样的，要不是跟你做了几回，真以为你这绣娘有性子，爱做不做的样子，着实让人又气又恨。她不是爱做不做，这不是城里城外乱吗？再加上她又怀了身孕，前3个月又不稳当。宋九最终来不及解释，胡管事在看到他的绣帕后，又相当的满意。你这人家里是不是不缺钱？你这40块绣帕有20两银子了，你不急着来要工钱呢？前段时间百姓生活不好，没余粮的直接在城外闹事了，这小夫妻倒是不急着过来送货，赚了这笔银钱。20两银子在庄户家里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了。胡管事这么说也有道理，宋九又想解释了，谁知旁边有马车过来，跟随的下人认出了胡管事，这就将人叫了过去。瞧着安城太平了，戏楼的生意太好，胡管事根本没有时间跟他扯谈，更没有时间听他解释。胡管事这边笑嘻嘻的迎客，那边朝伙计招了手，将绣帕交到伙计手中，也没有交代什么，先迎着客人进去了。伙计倒是机灵，立即上前说道：还请夫人等一等，我将这些绣帕送进去。对了，先前楼里交给你绣的手帕呢？小主子都说这绣娘不靠谱，绣块手帕几个月看不到影子。宋九赶紧将手帕交出来，入眼就是手帕上绣的2只恩爱的野梨子。伙计愣住，感叹道：头回看到手帕上绣这个的，我还以为你绣朵野花用10几个月。这话说的宋九有些无地自容，他也算头回做绣娘，也不知人家喜不喜欢这块手帕。不过瞧着伙计还挺满意的，拿着东西进去了，让2人等着，马上送钱出来。宋九就坐在牛车上等，站着也真是累。不过等的时候，他顺势也看一看进出戏楼的这些贵客们，一个个身上绫罗绸缎的，穿的都贵气十足，的确能够有闲心听戏的人也不是普通人。只是进进出出这些人身上的衣裳款式很单调，清一色的宽衣广袖，显得累赘了些，想必这样的衣裳在普通人家家里做事就不方便了。宋九正看着入神，突然一辆马车停在门口，车里头有人挑开帘子朝外望，首先露出的是那骨节分明洁白的手，随后是一张俊艳的面容。这人正是从外头回来的戏楼里反串的名角阿奇，还别说这手帕就是做给他的。整间戏楼里，这个叫阿奇的男旦最是出名，他扮的女娥可是安城出了名的美艳。此时阿奇看到的是任荣长身上的那一身窄袖长衫，尤其是腰带上的荷包，配上这任荣长9尺高的身姿，粗布衣长穿在身上，也掩不住他一身的气势。这个人真不像个庄户，所以说人靠衣装，这一身衣裳简直与他太般配了。
这么说来，阿奇自己的身姿倒与此人的身姿不相差，除了比他矮了一些外，也是能撑得起这款衣裳的。正好这个时候，戏楼里的伙计给宋九送来了绣帕的钱20两银子，外加手帕的工钱1两银子，还说手帕并没有交给小主子看，也不知道情况如何，就擅作主张给他1两银子的手工钱。第128章卖皮子给贵人。宋九已经很满意了，他的绣品卖出21两银子，够他和荣长的生活了。宋九接了钱道了谢，正要走，马车里的阿奇叫住了伙计。那伙计看到小主回来了，赶紧上前听令，随后就叫住了宋九，或许楼里还有绣品交给他做。宋九心头一喜，那就接着等。他不动声色地朝马车看去，只是马车的帘子放下了，马车也很快进到了楼里。又过了半晌，伙计从里头出来，这一次送来一匹上等行绸料，小心翼翼地交到宋九的手中。要不是宋九一双手柔软，伙计怕是不敢让他直接拿。夫人，我家小主说了，这是今年杭州运来的新布料，让夫人做身你夫君身上穿的衣裳那样的款式，刺绣的花样要是能再繁复一些，美观一些更好，尽量早点送来。最后一句话，伙计额外的提醒了一下，接着才说道：价钱你不必担心，小主喜欢了，工钱不会少你。都做过几回绣品了，宋九不担心人家不给工钱，他担心的是会不会把衣料做坏了。瞧着伙计这小心翼翼的样子，可见这衣料很珍贵。谁知宋九接下了布料要走时，伙计又无奈地说了一句：小主说了，夫人别担心，布料做坏了也没有关系。这话说的有些牵强，伙计都心疼布料了。宋九应了，他不会把布料做坏的，要想成为真正的绣娘，就得学着做衣裳。宋九将外头包着的细布整理好，垫了块粗布，把这匹布放到了牛车上。人走了，伙计才站在原地，喃喃自语道：要是把这块布料给卖了，你们家就发财了，可得把衣裳还回来呢。已经远去的宋九自然没有听到伙计的话，这会儿还有一包袱的皮子没有卖出去，宋九也不想去城西头挤来挤去的，到时候一个不注意，把牛车上的布料给顺走了，他得不偿失。倒是让宋九想到了先前收他们虎骨的那户人家，也在城东头，隔着不远，且去问问人家收不收皮子。夫妻两人赶着牛车就往这户神秘的人家去了。还是小侧门，开门的老头认得两人，只是前后也有快半年没见到了，他还有些奇怪。任荣长将皮子拿出来翻给老头看，他打猎是真有手段，每张兽皮都包得完整，没有刀剑口子，到手就能做成成品，而且收的也好，挺干爽，没有杂味。老头看着当然喜欢，不过府里最近发生了不少事儿，大公子没了，府中只有老夫人赶了来，没有大公子喜欢这些野物，老夫人怕是对这些兽皮不感兴趣。守门老头正想拒绝呢，门里突然来了个丫鬟，拍了拍老头的肩膀，两人来到一旁小声说话。齐嬷嬷说了，皮子老夫人会要的，先把人带入府中吧。老头朝远处看去，果然见齐嬷嬷在那儿，隔着有些远了，可是怎么瞧着齐嬷嬷似乎在打量门口的两人。守门老头哪敢多话，这就领令。站在门口的宋九看着神色平静，没有什么反应，实则将守门老头和丫鬟说的话都听了去。宋九此时也不动声色地朝远门的齐嬷嬷看去一眼，就看到一位身姿端庄，穿着绸子衣的中年妇人正在那儿。老夫人身边的嬷嬷都能穿得这么贵气，戴着金饰头面，可见府中人来头不小呢。宋九和任荣长一起跟着往里头走，牛车被守门老头牵去马厩里喂草料去了。一路走着，宋九就提着心听着周围人的心里所想，没想到府中下人极为规矩，心理活动都少，看来背后很少议论主子。两人不是引到正堂屋去的，大概两人的身份不够。宋九跟着丫鬟来到了一处凉亭，这儿瞧着是个小花园，周围除了站岗的护卫便没有别的身影。这些护卫的站姿也不像安城的巡逻小兵，反而有些像地方军那般勇猛，尤其他们心头都不想是的。宋九竟然没办法知道府中的情况。夫妻两人在亭中坐下了，丫鬟确实看向任荣长，说道：阁下便是猎户了吧？把皮子带上去见我家老夫人，皮子若是被老夫人看中了，府上便是收的。宋九疑惑，为何只叫他家傻妇跟去？他家傻妇脾气有些大，可别出什么事儿。宋九就要起身跟着一同去，丫鬟看了他一眼，夫人留步，老夫人喜欢清静，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去就好。这皮子是谁猎回来的，还是由谁去吧？宋九不得不坐下，正好此时丫鬟的心头有了些想法。丫鬟心头暗忖，咱家老夫人可是安城百姓的救命恩人，能看得上小小猎户家的皮子，也是你们的荣幸，哪是谁都能见到老夫人的。丫鬟这就带着任荣长离开，宋九却是惊讶地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原来这是街坊们说的那位京城来的贵人。是这位来了安城，朝廷才重视起李阳郡，派官员来赈灾，又引来不少外地商人在安城办作坊，给安城百姓找活做。既然是这么一位好人，宋九也就放心了，大概荣长跟过去也就送上皮子，解释一下皮子的来处，也就差不多了，只要不故意的挑衅他家荣长，倒也不会生气的。坐在寂静的凉亭中，宋九正觉得无聊，没想府上还有伺候的丫鬟过来送小吃，
只见他手中端着个精美的盘子，盘中有2小碟吃食，里头有一碟中放着的正是宋九心心念着的新鲜酸梅，还有一碟糕点以及一壶茶。宋九心头惊叹，府上真是财大气粗，随便拿点东西出来就能招待客人了，只是到了外头也不能随便吃人家的东西，还是小心一些。宋九没有动，丫鬟却是细心的给他斟了一茶杯，斟茶的时候目光就落在那一碟子酸梅上，还悄悄地咽了咽口水。刚才路上过来的时候，小丫鬟悄悄地尝过了用糖腌过的新鲜酸梅，味道也太好了，只敢顺了一颗。要是这位夫人不爱吃的话，等会撤下去，她就可以拿着小荷包装起来，慢慢的吃。宋九看着眼前这个只有16、17岁的小丫鬟，还有内心对这些酸梅的喜爱，他扬起唇角，随即朝丫鬟招手。丫鬟以为客人有吩咐，赶紧上前。宋九小声说道：“把荷包拿出来。”第129章冷漠的大儿子。丫鬟疑惑，还是照做，自己做的一个小荷包，有些旧了。宋九拿起碟子，就将里头一半的酸梅倒到了他的荷包里，接着又把一半的糕点也往他荷包里倒。丫鬟惊住，不敢收。宋九便问道：“这些吃的送上来，吃剩下的上头人会收走吗？”送给客人的吃食自是没有收回去的道理，就算没有吃完，也基本倒掉了的，不然就是底下的丫鬟们分食了。不过宋九的问话点醒了丫鬟，她抿嘴笑了。两人就这么分着吃，突然建立起吃货的友谊。剩下碟中的，宋九也忍不住尝了尝，后在一旁的小丫鬟见四下里无人，也悄悄地从荷包里拿出一颗酸梅含嘴里。怀孕后，宋九一直想吃酸的东西，心想着等会儿出了府，手头也有了钱，他去买些酸梅吃去，用糖腌过后的酸梅，这酸甜的口味还挺不错的。就这么一小碟吃食都吃得没剩几颗了，也没有等来他家傻夫君。宋九心头有些担心起来。小丫鬟见他忧心，这就小声问道：“夫人，要不我帮你去打听打听吧？只是老夫人的院里我进不去，可以帮着问问小姐妹。”果然是吃货的友谊，宋九应了声好，小丫鬟便机灵地退下了。这凉亭周围也没有什么人，很是清静。就在宋九等着时，突然远远地看到游廊那边走来一行人，为首是位妙龄少女，琴手峨眉，美眸流转，一身华服，身姿雍容，身后跟着几个恭敬的下人婆子，一身穿着也不普通。一行人似乎有些急切地往主院去。宋九忍不住看着这位女子，这怕是婆母口中说的贵女娇娇吧？原来真是这样的，一言一行都是如此的优雅。那以前婆母也是这样的一位贵女吗？婆母到底是什么出身呢？很快那行人离开了，隔着太远也看得不太仔细，只是这初微一瞥，便让宋九眼前一亮。主院正堂前，管事已经退下去拿银子了。任荣长坐在荷叶脱手的交椅中，端端正正的也不说话。主座上坐着的正是府上的老夫人。此时老夫人将木梨取下，露出真容。任荣长正好瞧见，面上一惊，这个人他见过，正是他入深林打猎回城时救下的中年妇人。晋王妃小裴氏开了口：“那日多得侠士相救，想不到今日仍有缘见到你。”任荣长傻归傻，但是他有记性，所以这些兽皮也是因为救命之恩才收下的吗？看着眼前有些面善的老夫人，任荣长心头疑惑，长得跟他母亲有些像，但他很快收回了目光。小裴氏看着近在咫尺的大儿子，这个曾经一气生怕被世人知道他存在的孩子，生下来就是个傻的，大夫说养不活了，却不曾想到姐姐竟然将他养活了，还养了这么大。就刚才卖皮子说话时的样子，不知情的还以为他并不傻，只是交谈之后，小裴氏也看出了些问题，是不太正常，性子有些古怪，情绪不稳定，做事不合常理，甚至看到他的真容也只是略显惊讶，之后却没有了半点兴趣。正好这会儿管事将银钱送来，小包袱里的皮子按着市场行情一共支付他63两银钱。管事贴心的送上银票和碎银，就见任荣长立即起身，看一眼就点清了数目，很快就将银钱往腰间的荷包里装。小裴氏看着他的一举一动，尤其看到他数钱时的目光，很吃惊，问道：“你会算数？”任荣长眉都没抬，语气淡淡的答道：“母亲曾教过我读书识字，算术也不是难事。”大儿子竟然在读书识字上有天赋，这让小裴氏很意外，难怪跟他说话不仔细分辨，看不出他犯傻。你今日的衣裳和荷包很不错，这上面的刺绣也是你娘亲手绣的吧？想不到他姐姐终于有一日还是拿起了针线刺绣，所以他这是冰释前嫌了吧？也好，他既然来了安城，自然得见一见这个姐姐的。把他大儿子养得这么好，晋王府又有了继承人。小裴子正想着呢，任荣长将银钱一收，却是没有回答他的话，甚至都不想停留半刻，抱了抱拳，转身就要走。小裴氏着了急，连忙起身叫住他：“侠士，匆匆来城里，还没有用午膳吧？要不留下来吃了再走，也能与这个儿子亲近亲近。”谁知任荣长直接拒绝：“不了，我媳妇还等着我回家去。”小裴氏才想起那凉亭里还有个村妇，晋王府的嫡长子又岂能娶一个村妇？小裴氏心头不舒服，叫身边齐嬷嬷跟了出去。
任荣长才踏出正堂大门，迎面走来朱姑娘，也是那日坐在马车里被任荣长救下的少女。朱氏连忙扶了一礼，认出了是那日的救命恩人。他很是吃惊，姨母是怎么找到他的？现在更是出入府上，莫非姨母想找回大表哥继承爵位？可是二表哥尸骨未寒，姨母是不是绝情了些？朱氏看着任荣长离开的背影，不得不承认，大表哥与二表哥长得是一模一样。要不是他这一趟跟着姨母来了安城，断不知道这10几年前的秘密。齐嬷嬷朝朱氏行了一礼后跟了出去，朱氏这才脚步匆匆地进了堂屋，看到桌上的一堆兽皮，便明白今日大表哥入府的原因了。小裴氏坐在堂前喃喃自语道：“年前送来了一张虎皮子，我当初但凡收下了，也不至于现在他与我这般生疏。”朱氏不动声色地看了姨母一眼，美眸滴溜溜一转，上前给小裴氏揉肩，顺着话问道：“姨母是要将大表哥接回来吗？”小裴氏舒服地闭上眼睛，知道身后的朱氏在想什么。小裴氏说道：“这孩子我见过了，还不错，能接回来了。至于你与老二的婚事……”朱氏尖着耳朵听着。小裴氏停留了片刻，方说道：“老大接回来也得有个由头。当年我只生了一胎，这件事无法改变，所以你与老二的婚事，也便是你与老大的婚事。”朱氏虽然听到了自己想要听到的话，回去也能给朱家交代了，只是心头仍旧有些失落。他与二表哥青梅竹马长大，现在二表哥尸骨未寒，就让他嫁给大表哥，而且有可能是个奇怪的傻子，朱氏心头膈应。小裴氏拍了拍朱氏的手，且叫他安心就是。第130章，姐妹之间形同陌路。凉亭里，先前帮宋九打探消息的丫鬟一路跑着过来的，小圆脸上红扑扑的，喘着粗气，向宋九禀报：“夫人，刚才我瞧见管事去库房拿钱去了，大概给了钱就会过来了。”宋九心头一安，果然没等多会，他看到了游廊上阔步而来的任荣长。宋九坐不住了，连忙从凉亭里下来。任荣长看到媳妇完好无损，心情好了些，拉着媳妇就走。这府上他不想来了，以后有皮子和虎骨也不送来了。夫妻两人这就往小侧门去，齐嬷嬷没有相拦，而是奇怪的看着宋九的背影，目光落在他微微隆起的腹部。人走远了，齐嬷嬷突然开口相问：“刚才凉亭里送去的点心，客人可曾吃完？”媚下一些的小丫鬟可不敢说出实情，直到客人喜欢吃，就差不多吃完了。齐嬷嬷朝那剩下一些的碟子看去，目光落在酸梅上，脸色微变。宋九跟着丈夫从小侧门出来，就见他家傻夫似乎很排斥这儿，立即坐上了牛车，催着他走了。牛车到了街头，任荣长才敢慢了些，他皱着眉头，有些不开心。宋九感觉到丈夫有些不对劲，握着他的手稳住他的脾气，问道：“可是价格卖的不对？”任荣长摇头：“与外头的价格差不多，这个我知道。那是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惹到他生气了？”任荣长反而握紧宋九的手，说道：“以后不来这处府上卖皮子了，我们去街头卖。街头也有收皮货的商人，皮子包得这么好，不愁卖的。”宋九见任荣长不想说话了，他也不追问了，正在气头上呢，等回去再细问。“夫君，我不想吃糖糕了，我想买几斤酸梅带回去，腌在糖水里多吃几日。”任荣长听到这话，显然心情好了不少，还知道笑话自家媳妇了。“我听稳婆说酸儿辣女。”宋九摸向小腹，说道：“稳婆也说不是很准，不过不管男儿女儿，我都喜欢。夫君，你呢？”任荣长紧了紧掌心的小手，说道：“我喜欢男儿。”宋九听了，心头郁闷，可是丈夫接下来一句话却让宋九哭笑不得：“若是生了2个儿子，将来长大了，可以跟我一起保护你。”宋九只想说，其实他没有那么弱，在乡里自保的能力还是有的。再说读书识字后，看了不少书籍，他对燕国律法也懂了一些。万一生下的是2个女儿呢？宋九可不能让丈夫有这种私心才成。任荣长还认真的考虑一下，方说道：“若是女儿，我就保护你们娘3，谁也别想欺负你们。”宋九心头甜滋滋的。夫妻2人赶着牛车在街头转了一大圈，终于在一位庄户老妪手中买到了酸梅，从山上摘的，酸的人直冒眼泪，见到的人都摇头，这么酸谁吃呢？可是宋九却是吃的，甚至在第一眼看到酸梅时，他的馋虫就出来了，迫不及待地从牛车上下来，接过老妪递来尝口的酸梅，一口就咬了下去，酸水流淌在嘴中，整个人舒爽了，一直想吐又不吐的感觉瞬间消失。旁边的行人见了，无不咽口水，直叹这也能吃下去。只有老妪笑眯眯地说道：“孕妇定是能吃得下的，我这也是卖给有缘人呢。”统共1篮子酸梅，老妪掂了掂后说道：“估摸着有6斤重了，3个大钱1斤，我可是摘了2天才到手的。山上的野酸梅今年受灾并没有多少呢。”宋九还没有说话，任荣长已经从荷包里拿出18个大钱递到老妪手中。旁边的行人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2人，就1篮子酸梅便花了18个大钱，还不如用这些钱来买粮食吃。这夫妻2人到底是年轻，不会持家，就惯着这媳妇吧。老妪高兴道谢，任荣长接过篮子，见媳妇吃得开心，
他悄悄地拿了一颗放嘴中一尝，酸得闭上了眼睛。这一下他可以肯定了，他媳妇定是怀了男儿，没错了。金盖除了买酸梅，还得买丝线，家里的荤油也没了，不知道街头还有没有肉摊。牛车走了一圈后，寻到了一处肉摊子，上头只放着半头猪肉，可惜没有什么人买。不过路过的人倒是一直往这肉摊上瞧。宋九想到他家傻福喜欢吃油酥饼子，金盖又赚了钱，一高兴就把肉摊上的60斤肥油都买了。价格竟然比上次买的30斤肥油略便宜些，花销了1两半银子，相较于平时的价格仍旧是贵的。再看肉价，宋九还是舍不得大吃大喝，钱留着吧，像婆母一样，家里存了余钱，以后也可以买田买地，没必要都花完了。街坊们瞧着小夫妻两人一口气买走60斤肥油，直叹两人真是会吃，这么多的荤油，一大家子都能吃半年了。买了油之后，又去杂货铺买盐、买酱汁，还有枣豆，这些都是平时要用的，多买一些存家里以后没入城也不记挂。转眼牛车上装满了，杂七杂八的，竟然花了4两银子之多，又够他买头牛的。宋九发觉自己还挺能花钱的。东西买齐整了，准备回去时，经过糖糕铺，宋九决定给大嫂称3斤红糖回去，也不知大嫂的娘家人会送来多少红糖，反正吃不完出了月子也能吃的。宋九正在柜台前看糕点，现在看到甜的，他竟然很反胃，完全没有以前那样看到糖糕就想吃的冲动。20个大钱1斤的红糖称了3斤，宋九数钱时，突然旁边一把熟悉的声音传来：“称6斤红糖吧。”宋九忍不住侧手看去，正好与他打了个照面，不正是姐姐宋六吗？只是此时的宋六一身华服，眉眸更是描了妆，有着浓浓的风尘气，也不再像个未出阁的姑娘，反而半年不见，似乎成熟了不少。宋六的目光落在宋九微微隆起的小腹上，不知不觉眼眶就红了。两姐妹明明认识，却谁也没有向谁打招呼。6斤红糖放到了柜台上，宋六终于收回目光，也没有叫一声妹妹，而是直接从荷包里拿出1块碎银丢柜台上，语气冷淡地说道：“不必找零了。”他提着6斤红糖转身离去。第131章，长辈慈爱，晚辈孝顺。宋九看向他离去的背影，就见门外一顶奢华的小轿子正等着，2个轿夫恭敬地候着，旁侧还等着2位侍女。侍女的模样是如此的稚嫩，脸上却也抹红了胭脂。2位侍女服侍着宋六进了轿子，离开了糖糕铺。宋九收回目光，他把钱放在柜台上，提着红糖出了门。刚坐上牛车，宋九就听到旁边有街坊们议论着：“这位就是青花楼里的头牌呢，上一任头牌叫红衣，这位倒不知叫什么，不过比先前那位红衣头牌可要出名得多。”另一位街坊开了口：“不就是个青花楼里卖笑的女子吗？出名也是坏了名声。”街坊笑了笑，说道：“这位有些不一样，听说城里的贵公子都想得到他，偏生他跟红衣不同，是个倔气儿的，谁也不从，倒是让这些贵公子们为了他一掷千金。”旁边人听了更不服气：“外头都什么世道了，这城里的妓坊里还是这么热闹。”牛车走远，街坊们的议论声也远去。宋九坐在傻父身边，手抚着小腹，脑中是刚才宋六红了的眼眶，心情很有些复杂。一路出城，天都快要黑了，宋九手里拿着肉饼子，并不想吃，反而时不时的摸向酸梅篮子里。被牛车颠簸几下，他又想吐的时候，含颗酸梅在嘴中就舒服多了，倒是肉饼子直接往丈夫嘴里塞。所有宋九吃不完的东西，现在都落任荣长的嘴中，正好他胃口大，能吃不少。等会儿回家了，我要吃面条，不想吃肉饼。宋九做下决定，就突然的特别想吃面条，最好是往面条里倒点醋，改日他弄个腌坛子，腌些酸菜吃。任荣长看了一眼自己圆滚滚的肚子，只好说道：“咱们只弄1碗面。”宋九感觉自己能吃2大碗面。牛车回村时，村道上看得不太清了，倒是还没到山脚，就看到公婆等在祖宅前，正朝村口望呢。就知道你们这一趟入城回来就晚了，锅里煮了小米粥，吃2口去。任婆子已经把饭菜都弄好了，就等着老三夫妻回来。宋九想说他想吃面条，但看婆母这么操心着他也不好意思，这就在桂花树下坐下。小米粥比想象中的好吃，而且他竟然没有想吐的冲动，倒也连吃了2碗。锅里还有呢。任婆子朝老三看去，任荣长就要去城，宋九已经吃不下了。公婆是在小院里吃完了晚饭才来祖宅的，而且他们金盖不吃小米粥，吃的是硬食。买了这么多的荤油，宋九怀着孕，连夜榨成油也是辛苦。任婆子来都来了，就顺手帮着做了。婆媳2人坐在灶台前，宋九帮着添火，任婆子一边榨油一边说道：“瞧着你们几房的粮食也吃得差不多了，今年上半年的收成得找个时间几家分一分。老三媳妇要是手头宽裕，就把今年收成的稻米留下来吃了算了。我和老头子就是这么打算的，白米养人，不能再像往年那样舍不得吃，一包小米还得人不舒服的时候才吃上。”宋九点头，他其实也想尝一尝白米饭的味道，可是白米在城里卖价可高了，
尤其今年收成不好的话，就跟荤油一样的涨价。任婆子手脚麻利的帮着榨完油，又把厨房收拾了一遍，这才离开，交代两人以后少入城。老两口点着火把子准备回去。宋九从屋里拿出一盒糖糕，又装了一大碗猪油渣，让丈夫送公婆回村去。这乌黑的天，可别让老人家摔倒了。庄户出身都有走夜路的本事，任老头更是身体硬朗，扶着任婆子走前头，可不比三儿子走得慢。第二日，宋九提着3斤红糖去看大嫂。坐月子喝鸡汤，沈秋梅把自己养胖了一圈，看着三弟媳送来的酸梅和红糖，却是笑了起来。我现在一点也不想吃酸梅，瞧着这就是山上摘来的，怎么入口？宋九还是将酸梅留了下来，用糖腌着吃就入味了。陪在大嫂身边坐了一会儿，才知道大哥给大嫂娘家传了信，娘家竟然没有来人，所以连红糖都没有给大嫂提一包来的。沈秋梅却是不以为意，不来更好，不然我坐月子里喝鸡汤还被他们惦记。宋九发现大嫂似乎有些不一样了，没以前那么爱面子，不再处处顾着娘家人了。宋九也不想多做打探，转眼抱着一旁的孩子逗弄，看着快出月子的孩子比生出来时好看太多，还长得胖壮些了。宋九挺喜爱的，忍不住问道：大嫂，孩子可曾取名？沈秋梅还没有回话，外头杨冬花接了话：婆母起了名，我正好听到，叫娇荣，这2字拗口，我完全不认识。杨冬花一边接话一边走了进来，看到大嫂和三弟媳，还不免抱怨道：婆母为啥要起这么一个名字？村里的孩子不是叫二狗子就是三娃子，再不然叫铁柱石头之类的。然而床边的宋九和大嫂却是相视一笑，娇美芙蓉之姿，是盼着这个孩子长得人见人爱，将来怎么样宋九不知道，但现在襁褓中的孩子已经人见人爱了。杨冬花看到孩子也忍不住逗了2声，孩子咯咯的笑了，正好没睡觉，2周里学一学怎么带孩子。半晌后，杨冬花瞥见桌上放着的酸梅，疑惑地问道：这就是大嫂和三弟媳心心念着的酸梅？沈秋梅有些不好意思，她根本不想吃了，看到就酸牙。宋九点头。杨冬花心思一动，拿起一颗放入嘴中，酸得冒眼泪。可是当她看到宋九眼都不眨一下就吃下去了，她还是勉强将酸梅给咽了下去。或许怀孕了的人才会有这古怪的口味，是不是她的口味变了，也很快就能怀上了呢？杨冬花暗自想着，于是悄悄地抓了一把酸梅藏兜里。到了傍晚时分，宋九也得回去了，跟二嫂一同出来。到了外头，杨冬花忍不住问道：三弟媳，分家后你们家是不是总吃肉？二嫂突然这么问，还真是让宋九有些不好接话。算起来的确吃肉的机会比人家小院里要多，于是点头。看来我家是肉吃少了，我夫君只知道在地里干活，没吃过好的。就是因为他们夫妻没吃到好的，他才没有怀上身孕的吧？一定是这样的了。杨冬花这就快走2步，去隔壁村问问谁家有猪肉卖。第132章，任家院里分粮食。宋九本想说他家也不是天天吃肉来着，可惜二嫂已经走了。宋九无奈一叹，至少吃肉的确能强身健体，庄户身姿瘦弱就是因为没吃好，不要说吃肉了，能吃口饱饭都难。宋九只好先回山脚下的祖屋。随着安城的作坊越来越多，安城的百姓得以安置，生活又过得充满了希望。水乡村不少年轻小伙已经想方设法在城里学手艺了。老实本分的庄户都是特别勤快的，一个学徒工，管吃的没有工钱，他们也愿意做，只要能学到手艺就好。而像任家大哥那样本来就会木工活的，反而入城找事做，就能立即被请去做老师傅。底下不仅要带学徒，学徒做出来的木器卖了，他还有抽成。原本只是想去城里碰运气的任广田，转眼从城里回来，就得了这么一桩差事儿。那会儿沈秋梅刚出月子没几天，就听到丈夫带回来这么一个好消息，不但被城东头的百盛木器行看中了，她还是木器行里为数不多的6位师傅之一。主要是任广田学的木工手艺扎实，他虽然庄户出身，没有见过世面，但是他能识字算术，还会看图纸。比起另外5位师傅来，任广田最是聪明，尤其会识字算术的人本就被人高看一等，用在生活中更是处处显得比人聪明。就是这样，任广田底下有10个小伙子跟着他做学徒，有什么木器做的时候，就是他们一伙人一起干，要是销量好了就分红，学徒是没有的，分红就落任广田手中了。沈秋梅听着丈夫一五一十地说着这些细节，她的心里乐开了花。一向老实的丈夫终于有出息了，他们大房这是要发财了。沈秋梅一高兴就跑去村头杀猪匠那儿买了肉回来，给丈夫做了一顿好吃的。夫妻2人有商有量的，这日子有盼头。正好任家院里当初收下的粮食也可以分一分了，除去必须留下的2种，然后缴完粮税，剩下的拿出来分时，一家人都聚集在祖宅的桂花树下。宋九知道今个儿一家人都来，早早的在家里把晚饭做好了。山里的野菜炒兔肉，还有炖了一锅猪骨头肉，又有荤油煎的金黄的油饼子，还做了一锅白面馒头。厨房里传来食物的香气，桂花树下一家人坐在一起商量，许是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这一次一家人竟然没有半点口角，大嫂二嫂
也不再计较半分。任婆子说怎么分就怎么分，粮食分好后，任婆子一高兴，给各家分了一坛子美酒。好在当初没把这酒给卖了或者分了，现在每到丰收之际喝一坛，心头美滋滋的。既然已经分好，都没人反对，任婆子建议他们半夜再将粮食运回各自的院里。粮食有些多了，今年任家田产增加，上头税正却很慷慨，减了一半，没受影响的任家算是赚了。粮分好了，宋九这就从厨房里端出一盆炖好的骨头肉。任婆子看了，只叹老三媳妇真大方，做了这么一顿丰盛的晚饭。两个嫂子一起帮手，将吃食一一搬到桌上来。果然三房家就是有兔肉吃，他们几家好久没吃上了。新分到手上的一坛酒，宋九直接做主，借着这个时机就开坛了，一家人都喝一点，反正平时他们夫妻二人喝不了，他怀着身孕更不可能喝。任婆子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对老三媳妇12分的满意，再看着这一大家子，心头也欣慰。当初好在分了家，现在各过各的，过得好不好都没话说。一大桌子饭菜，一家人吃得很开心，偶尔还有人抬头看一眼桂花树，快要开花了吧？时间过得是真快呢。一顿饭吃完，天也黑了，各自先回家，夜里再来把粮食运走。任婆子这会儿再交代一句，你们几个分到手的粮食呢，好好保管着。咱们家虽说有田产，也有水源，不会遭旱灾，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要往前头看的，所以不要挥霍了，多给自己以后留点。任婆子其实想说别总是顾着娘家去了，她这个做婆母的看在眼里，一直没怎么说话，是想着他们年轻时吃点亏，看清了一切，比她苦口婆心说10000遍都强。三个儿媳妇纷纷点头。沈秋梅也借着这个机会说道，娘，我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的了，正好这段时间农闲了，我夫君在城里寻了个事做，那他这段时间就不下地了，到时候忙的时候，我们大房愿意出钱招短工顶替的。任婆子看了一眼大媳妇，倒是挺支持大房家另谋出路，种田的事不难，有钱就能办事，村里多少年轻小伙闲着，只要给钱就干。得到公婆的同意，沈秋梅心头一安。倒是二房的杨冬花心头有些不是滋味，大哥会木工活，现在个个入城寻活做，都是手艺人，就她家丈夫啥手艺也没有，一天到晚只知道在地里忙活，力气是大，就是太本分了。任婆子朝二房看来一眼，说道，老二要是出门也可以的，但是你们一个个的不管到哪里，人要精明点，别贪小便宜害了自己，做事踏实，一步一步来，日子总会过好。任广江没有啥想法，他其实也可以找到跑船的事做，但是长期离开媳妇他不干，再说家里有屋有田有余粮，日子过得挺好的，没这个必要了。几人商量好了，大嫂二嫂帮着去厨房收拾，几个男人在桌前喝了杯菊花茶，天黑了，一家人就各自散了场。宋九坐在桂花树下跟他家傻夫君赏月，结果任荣长将耳朵扶在他的小腹上，听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动静，很有些失落。宋九忍不住想笑，这才3个多月，哪有动静？可是看到他爱不释手的样子，他也就由着他。今日分到手的粮食，宋九没打算卖了，婆母说的对，他要把粮存起来，到时候放一部分在桂花树下的地窖里，院里的粮仓里放着平时吃的。还有这一次分到手的白米和糯米，宋九真想吃一吃白米饭的滋味。没嫁到人家来时，连口饱饭都没有吃过，现在有机会吃上白米饭了，他一定好好尝尝。第133章，一家人若是过不到一起，不如分家。子夜时分，任家几房过来运粮了，宋九的牛车借给大哥和二哥运粮，反观公婆却只叫三儿子给他们扛几袋白米和糯米去任家小院，其他的粮食都存放在地窖中。梁老的根本吃不完这么多的粮，所以以后家里不打算吃粗粮了。以前未出嫁前的任婆子吃的都是精粮，嫁给了任平才过起了庄户家的日子。现在凭着自己的双手，他感觉又过回到了以前的日子，这日子过得还越来越舒心。任婆子满脸的欢喜。宋九正不知白米和糯米怎么弄来好吃，就听了婆母的话，煮来吃或者磨成粉做成饼，甚至还说到糯米粽的味道。谁知三个儿媳妇都没有吃过。以前家里20亩田地，虽是好田，但种出来的白米都是卖钱了的，哪舍得吃？任婆子吃过好的，都忍着只吃粗粮。听了婆母一席话，几个儿媳妇终于知道怎么吃了，一个个的把粮食拉回去，明个儿就试着弄来吃吃看。清晨，宋九早早的起床就弄吃的了，家里哪都好，就是少了一块石磨，还得去刘婶家里的石磨上用，或者去公婆那儿就更远一些。没有磨成米粉，那就先煮白米饭吃吧。做家务的老手了，即使是第一次煮饭，竟也将饭煮熟了，就是略软，比小米粥硬一些，下一次谁少放一点。炒个兔肉，一碗野菜，夫妻2人坐在桂花树下吃着。宋九终于吃到了第一口白米饭，真的精细，难怪年米的时候婆母说白米细面都养人，吃就要吃精细些，对身体好。平素家里连细面都吃得少，白米饭更是不卡嗓子，甚至入口滑溜溜的就下去了。城里人吃的就是这样精细的吃食吧。一锅白米饭被夫妻2人一起吃完了，宋九着实吃撑了。
丈夫去地里干活，她在家里刺绣，又是平静温馨的一天。今个儿去地里干活的只有老二和老三，任老头看了一眼也没有说什么。现在不是农忙时，也就在地里除除草。老三力气大，就修修沟渠。父子三人忙得辛苦了，就在树下坐会儿休息，也不是很着急。地里的作物在任老头的照看下长势不错。大房屋里，任广田大清早接了3房的牛车入了城。沈秋梅在家奶孩子。早上吃了一顿白米粥，沈秋梅觉得并没有比细面更好吃，倒是细面吃起来更来劲，就想着改日把白米和糯米换成钱得了，反正家里粮食多，也没有必要吃得这么金贵。任广田每日进出城里很不方便，于是跟东家说好了，东家给他在城里安排了住的地方，每隔几日就能回来一次。任广田身为老师傅，很看重，没有那么要求严格，倒是省了出入城门的钱。沈秋梅只想省钱，丈夫10天半月回来一次也是可以的，她在家里把孩子带好，也不用操别的心。二房屋里就不一样了，杨冬花看着自家丈夫天天只顾着去地里，也不见有出门的意思，心头就不舒服了。地里的活本该3个儿子一起干，现在大哥就能去城里赚钱，地里的活一点也不管了。就算是农闲的时候，那除草开坑也是活计，也得有人去做。任广江不爱听媳妇的唠叨，天一亮就往地里跑，天不黑绝不回家来。杨冬花没了办法，不过她最近也挺忙的，既要管好丈夫的伙食，还打算去一趟娘家。她娘已经给她求得了一副药方子。这日任广江下了地，杨冬花便从粮仓里拿出半袋白米，扛在肩头回娘家去了。杨家村隔着不远的，只是扛着半袋粮食有些重了，走得就慢。到晌午那会儿，杨冬花才回到娘家。杨冬花一进门就闻到了厨房里正在做饭，她见2个哥哥不在院里，大概是下了地，嫂子又在厨房，于是猫进了正屋里。杨婆子周氏正在给丈夫缝补衣裳，就见女儿悄悄摸摸的进来，连忙放下针线活，满脸的欢喜。这个女儿算是家里的摇钱树了，每次来娘家都给送点吃的，果然这一次也没有让周氏失望，竟然送来了半袋白米。周氏以前尝过一回白米饭的滋味，不卡嗓子，味道更是精细，至今记得这味儿，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吃得到。杨冬花将米交给母亲，立即说道：“娘，把白米藏起来吧，这米只能你们两老的吃，你可别傻傻的拿出来分着吃。”当初任家没有分家的时候，婆母就单独收了一袋小米的，每次煮小米粥也就两老的吃，或者家里谁病了才能吃上一口。周氏正想说一家人能吃好几顿了，这会儿听了女儿的话，这就将白米藏了起来，说的有道理，以后两老的病了吃白米粥养人。杨冬花又从怀里拿出100个大钱交给母亲，说道：“这个你也收着，别让大哥大嫂看到了，也别想着给二哥存着娶媳妇，能不能顾着你们自己一点？我公婆现在过得可开心了，都不管我们几房的，你们也要心宽一点，儿孙自有儿孙福。”经女儿这么一劝，周氏便将钱压在箱底。到这会儿，母女才说起这怀孕的方子。周氏给女儿抓了几副药，共计300个大钱。周氏可心疼了，这药当真是贵，但贵却有效果。听说好几个多年不孕的妇人都怀上了。杨冬花宝贝似的将药抱在怀中，把300个大钱的药钱给了母亲。待母女两人从屋里出来时，大嫂齐氏才看到小姑子回娘家来了，定是带来了吃的吧？怎么不见拿东西呢？杨冬花看到娘家吃的粗粮糊糊，她就没胃口，干脆回去吃。齐氏见了，还顺势就没有给小姑子盛吃的。许氏发现小姑子没有带什么回来，心头不满。杨冬花看了一眼大嫂，心头郁闷，再看她母亲竟然也半句不说的，突然就懂了好多道理。难怪任家几房能和和睦睦的，婆母就特别会做人。这种情况下，长辈就得教，哪能让个儿媳妇做了主，又没有分家。大哥干活回来，二哥到了饭点也回来了，却没有看到二哥身上有泥巴，反而一身干爽。杨冬花疑惑地问道：“二哥这是去了哪儿？”不问还好，这一问，大嫂齐氏就一肚子火气。你大哥在地里辛苦干活，你二哥倒好，天天在村里闲逛，怕是又帮村里哪家姑娘砍柴去了。要是帮着做事就能娶房媳妇的话，要聘礼有何用？这么久了，今个儿帮这个，明个儿帮那个，个个都看不上他。齐氏嘴毒，一口气都说了出来，点到了杨二顺的痛处，气得将碗往桌上重重一放。大嫂，你多吃2口，少说2句不懂吗？我在家碍你眼了，我再怎么混，我也是杨家人，你一个外嫁女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到外嫁女，又点到了齐氏的痛处，也将碗往桌上一扔，怒道：“我嫁给你哥，我就是你哥的女人，将来是要给他生儿育女过一辈子的人，比你这个什么事都干不成的弟弟强多了。”杨冬花看着桌前的吵闹，一脸的震惊，再看爹娘躲着不敢说话的样子，杨冬花感觉到不可思议。在任家，要是有晚辈敢拍桌子叫嚣，公婆早发火了。眼瞅着越吵越厉害了，杨冬花突然开口：“分家吧。”第134章，外嫁的女儿没资格在娘家说话。一句话把一家人都说得没了声。齐氏倒是想分家的，于是顺着话说道：“分家就分家，我跟丈夫过自己的小日子，
也不受这小叔子的气。村里头的年轻小伙个个想方设法的去城里干活学手艺，小叔子好吃懒做，不去城里赚钱学手艺，就给人家姑娘砍砍柴割割草，就想找门媳妇，想得太美。你但凡正儿八经的去学个手艺赚了钱，自然就有媒人上门给你求亲了，三媒六聘一样不少，你又怎么可能娶不上媳妇？这话杨冬花是认同的，二哥就是傻，帮人家家里农忙做事，不过是利用他，家里就是穷苦样，不愿意把女儿嫁过来，唯独自己把本事学好了，能赚到钱了，娶媳妇就不是难事。在杨冬花的提议下，杨家人还真就打算分家了。大哥听媳妇的话不吱声，杨兴和周氏却想留大儿子在身边能干活，自然不愿意分家。谁知杨冬花又开了口，不仅要分家，爹娘跟大哥二哥都分开，二哥没娶媳妇，到时候爹娘和大哥大嫂一家都给些钱做聘礼，这是责任，但这祖宅子大哥二哥都得搬出去住。这下大嫂不干了，搬出去住，他们能住哪儿？还有小叔子没娶媳妇，要他们将来给聘礼，想都别想。聘礼是不可能给的，要是说他大哥先娶上的媳妇是一家人的努力，那现在得帮老二，我就不同意。要不是先前的聘礼，我也不会进杨家的门。老二觉得亏了，那我们大房也没有办法。公婆和小姑子要是觉得不合理，我就跟你大哥和理，我直接走。这一下杨家两老的着急了，可别闹得连老大都没媳妇了。而齐氏就是拿捏了杨家人这一点，果然在这一点上，一家人都拿他没办法了。接着就是祖宅子，大房占一半，二房赶出去，大房同意给公婆养老送终。杨冬花诧异地听着这番话，结果他还看到爹娘竟然动心了，有大哥一家承诺替他们养老送终，竟然还想跟大哥一家住一起。杨冬花看着爹娘说道，分成三家不能吗？爹娘现在年轻，以后我也能常常回来看你们，等你们以后老了再谈养老送终的事。家里祖宅是爹娘一辈子的积攒，家里的祖产田地那也不可能分的呀。爹娘在世的时候一起劳作，粮产一起分成三份，不在世的时候谁替你们养老送终，田产就归谁，不好吗？杨冬花越听越不舒服，可是家里被大嫂拿捏了，甚至杨冬花说多了，其实反而看向她，小姑子是一定要在娘家做这个主吗？那你是能替爹娘养老送终呢，还是你能管着这一家老小呢？你外嫁出去还想管娘家的事，你现在上下两嘴皮一动就出个主意，后头事可不操心了的，你良心过得去呢？杨冬花好心相劝，结果没落得一个好，甚至看到爹娘竟然也沉默了，由着大嫂做主，她心都凉了，于是起了身。我左右也是嫁出去的，娘家的事我是做不了主，那爹娘自己做主吧，也活了大半辈子了，不是个孩子，自己能想事情。只是我想提醒爹娘，东西分出去了就要不回来，留自己手中想给谁就给谁，将来老的走不动了，谁对我好我就给谁，别想着人家承诺一两句就能管一辈子。再认家，我公婆分家就是这样，田产不分，宅子不分，将来公婆老了，三家一起养，不想养的就别想继承。杨冬花说完，这就拿着几包药匆匆离开了。人一走，杨家院里头就吵起来了，杨冬花甚至听到了掀桌子的声音。这一刻，杨冬花真是庆幸自己嫁了个好婆家，公婆明事理，会持家，一大家子分家也没有闹出什么事儿。从娘家回来后的杨冬花对自己的丈夫就更好些了，即使丈夫不出去赚钱，在地里干的活多了，她倒也不唠叨了。在这样充满希望的季节里，水乡村竟然有户人家要卖田，家里10亩好地要卖，被沈秋梅无意中听到了。陈婆子家里日子过不下去了，就想着离开安城投奔亲戚去，她不敢在村里声张，就刻意的来这边新建屋子，好几户人家走一走，毕竟能建新屋，多少都有余钱。沈秋梅到底读书识字的人，与陈婆子一聊天就听出了话外音，立即将人带到一旁，避开村里人问道：“婶子，能不能用粮来换呢？大房家里是没有现钱的，倒是刚分到手的粮食不少。”陈婆子一听，心头犹豫，粮食带不走，不过现在粮价高，她大可转手卖了，于是就问起1亩地换几袋粮食的事。沈秋梅先前就看到婆母换过5袋粗粮1亩的地，现在城里的粮价还没有降呢，所以仍旧是5袋粗粮。陈婆子冷笑出声：“5袋粗粮就想换走我1亩地，没门！”沈秋梅皱眉，提到7袋粗粮相换，对方仍旧不理，甚至转身就走了。这生意做不成，还臭着一张脸，沈秋梅也有些不高兴，心想着村里头谁给你换，且让他受挫，等会儿又会回来找他的。就是怎么也没有想到，陈婆子从新屋子这边下来时，在村道上遇上了村里的刘婶，这两人平素熟悉。陈婆子将自己想卖地的事给说了，刘婶眼前一亮，立即拉住她的手，说道：“走，跟我走。”陈婆子疑惑地问道：“上哪儿去？”“山脚下，任家3房啊，要现钱有现钱，要粮食有粮食。你这田地怎么卖？报我身上。而且任家3房的小媳妇会持家，人特别好，平素老借我牛车用。”陈婆子看在刘婶的面子上，听了她的话，跟着往山脚下去了。宋九正在桂花树下刺绣呢，听到院外刘婶敲门的声音，
他连忙将针线活放下，赶紧上前开门。看到刘婶，宋九以为是要来借牛车的，这就说道：“刘婶，我家牛已经喂饱了，你尽管拿去就是。”刘婶听了，笑眯眯地看着他，说道：“欠你几回人情了，今个儿我来还人情的。”于是把陈婆子引了进来。第135章，三房遇上了好事。刘婶更是转身将院门关上，生怕陈婆子给跑了似的。宋九没问缘由，先去厨房里倒了2杯泡好的菊花糖水送上。陈婆子才坐院里板凳上就得了杯糖水，这小媳妇真是好客，竟然还舍得往水里兑糖，当真是大方。宋九这才在2人面前坐下，问是个什么事儿。刘婶抢先一步说了，陈家要卖地，不想在村里声张，想拿现钱离开。陈婆子顺势说道：“也可以用粮来换，不过有现钱更好。”竟然有这种好事，宋九心头激动，但他很快想到买地这是大事，得让婆母知道。即使任家分家了，他三房单独买地会不会不太好？于是宋九连忙起身进屋，拿出1盒糖糕来让2人做桂花树先吃着。他说要去把地里的丈夫喊回来，他一个人不好做主。刘婶听了，笑道：“你家夫君自是听你的，不过你这小媳妇会来事儿，这么大的事是该有丈夫在身边的。”宋九用吃食把2人安抚在院里，他挺着个肚子，脚步飞快地往村里跑，把婆母叫来：“今个儿这10亩地是任家买下了，还是他三房买下了？都别想飞走。”而此时大房院外的井水边，沈秋梅心头越想越不舒服，这地没买成，把人放跑了。沈秋梅正想着去找陈婆子，再好好商量商量看，结果遇上正在井边挑水的邻居吴婆子。吴婆子说道：“现在世道可不好，咱们安城虽说有贵人找来富商弄了作坊，可是到底老天爷不下雨，这村里村外荒了不少的田地，再这么下去，我担心一个个的没饭吃，都逃荒去了，那这些田地也不值钱了。”吴婆子随口一说，把沈秋梅的心给说乱了。也对呢，还是握着粮食在手上最好，换了田仍旧是干旱的，眼下水源也不丰，那10亩地要是隔着他们家的地比较远的话，恐怕就得旱在那儿，还得继承缴粮税。沈秋梅这么一想，干脆一屁股坐了回去。这地爱卖不卖，他家也不愁吃的，能买下当然也好，但也不是那么稀罕。任婆子被三媳妇叫去，路上看到三媳妇那激动时走得飞快的样子，心都提嗓门口了。老三媳妇走慢点，你有身孕呢。宋九全身是力气，日子过好了，自己平时也养得好，又年轻，怀着身孕就跟没怀一样，没了3个月前总是吐得吃不下，现在他可是舒服多了。宋九着急，他太想买田地了，婆母对他的影响很深，作为庄户，田地就是根，今年能有好收成，就是因为他们一家人去年买下的田地过上的好日子。任婆子总算是拉住老三媳妇了，婆媳2人一同回的祖屋。刘婶一看不是任家老三回来，而是带来了任婆子，就发觉任家三媳妇聪明，用找丈夫来商量事情的借口，把陈婆子稳在这儿，又舍得给吃的，还把陈婆子吃开心了。庄户家的谁家吃过糖糕了？刘婶也是头回吃，都只敢吃1块，毕竟是人家慷慨，也不能一口气吃完了。陈婆子吃了糖糕，对任家三媳妇很满意的，心想着地卖给谁都是卖，只要对方肯出价钱，那就卖给任家三媳妇。任婆子看了一眼桌上的糕点和茶碗，很满意，老三媳妇会来事，接下来就好说话了。几人坐上，任婆子就看向宋九：“老三媳妇单独买下的地，那你自己做主就成，左右3房也分家了，这地你们3房买下就是。”宋九没想到婆母让他们3房单独买下，他当然心动，这是他给自己的儿孙留下的田产，那意义不同。宋九看向陈婆子，问道：“不知婶子这地怎么卖？”陈婆子心头暗忖，刚才只出到7袋粗粮的价钱1亩地，怎么说也得10袋粗粮了吧，再不济最低也得8袋粗粮的价钱，要是能给现钱更好，也免得拉着粮食去城里卖，不开粮铺去卖粮容易被人盯上，而且时间一长，被人发现他们这卖了田地得了现钱要投奔亲戚的事，就怕贼人惦记上。陈婆子一番思量，反问宋九是用粮来换还是用钱来换。宋九估摸了一下，现在城里600个大钱1袋粮，有时候还要贵一些才买得到，算成8袋1亩地，那也是4、5两银子1亩的地，有些贵了。他婆母当初换的就不是这个价，他现在手头有现钱，倒是可以直接给钱。原本宋九也不想让人知道他手上有现钱这事，不过眼下也不能不说了，于是说用现钱或者用粮换，他都成，就看陈家的意愿了。果然是个有钱的人。陈婆子心下一喜，试探地说道：“10袋粗粮1亩地，我运走10袋粮路上吃，剩下的地换成现钱，你看怎么样？”任婆子听了轻笑出声，这话就说中了，现在水乡村包括周围几村，谁家有这能耐？我任家今年田地是多了，缴的税粮也多，几家一分，3房并没有多少余粮，你这价钱太高，实在不行，老三媳妇这地就别买了，咱们家够吃就成。宋九听了婆母的话没作声。刘婶看出来了，立即附和：“嫂子说的没错，现在大家伙的日子不好过，城里的粮都卖到了700-800文1袋了，
我前不久还借了他们家的牛车去过一趟城里，而且城里的粮都不是新粮，任家的粮可是新粮，吃起来味道好，在外头也好卖呢。陈婆子见刘婶和任婆子一说，心头有些犹豫了，再次看向宋九，你要是诚心买，就说个价钱，也不是不可以商量的。宋九心中更激动，但是他看婆母很冷静，他也不能显露出来，于是看向婆母说道：娘，上次咱们买的田氏5袋粗粮的价钱。任婆子点头，以前生活更苦，现在好些了，也最多7袋粗粮吧，你们说呢？陈婆子一听不乐意了，要是7袋粗粮可以，刚才就卖了。宋九接着说道：我可以给7袋粗粮1亩地，你在路上吃，余下的全部给现钱，而且还是银票呢。陈婆子一听又有些心动，能直接拿出现钱，又是银票带在身上，那感情好呢。第136章，宋九买田了。几人见陈婆子犹豫不定，任婆子开了口：那就这样好了，现粮给7袋，现钱给37两，我替老三媳妇做个主，要是可以，今个儿就能去办契纸，家里有牛车，让家里几个男人去一趟，可别让老三媳妇跟着去城里，肚里的孩子要紧。果然任婆子作为长辈说话比晚辈说话有分量的多，又在刘婶相劝之下，陈婆子终于同意了。不过刚才给的糖糕没吃完的，她顺手也落手里。宋九拿出去的东西也没打算要回来，再说不过是些吃食而已。很快地里干活的父子3人都被喊了回来，为了这事儿不会再有变化，当天父子3人带着陈婆子就去城里办契纸，把这事情办好了，也就放心了。任婆子看着还在傻笑的三媳妇，叹道：3个儿子当中，我就觉得老三媳妇像我，将来一定能替3房2孙积攒一份家业的，不错。同村人卖地的机会少之又少，这当然是好事。而且任婆子知道陈家人的地在何处，对方说一说，他就知道是好田，就是现在干旱。不过不打紧的。婆媳2人站在院前，指着底下的农田，任婆指了个方向，陈家的田地大概在那几个位置，现在干旱，啥也没有种。任婆子盘算了一下，老三家门前这口泉井源源不断的，只要不怕辛苦，可以开沟渠过去。反正家里劳动力多，现在农闲没事干，一个个修沟渠去。宋九的确激动，他终于有了田产，这跟婆母的田产不同的，这是她和丈夫2人的，而他家夫君向来听她的话。任婆子看着三媳妇激动的样子，说道：其实当初我买第1块田的时候，也是你现在这样。我嫁到任家来，不仅家产被上头长辈给败完了，还欠了一笔债，我带来的钱都填进去了。要不是你公公对我好，是个贴心人，我早不跟他过了。不过这么多年，我也慢慢的积攒了起来，这日子也过得称心如意的，就挺好的。尤其3个儿子都养大了，个个都很聪明，读书识字一样不落，任婆子没有遗憾。原来婆母还有这么一段过往，以后她也会像婆母一样积攒一份家业，留给子孙后代。等父子3人把契纸办下来时，天已经黑了。3房屋里运走7袋粗粮，陈婆子还道了一声谢，一家人第2日就悄悄地离开了水乡村。水乡村虽然有了2口泉井，顾上了大部分村里人的地，但还有不少地是荒着的。若是家里没有劳动力的时候，那些地真的种不来。待大儿子从城里回来后，任婆子把几家都叫到一起，说了3房买地的事。到这会儿，沈秋梅才知道自己看中的10亩地被3弟媳买走了，心头当然不好受。尤其看着婆母一脸支持的样子，她就后悔不已。她当初怎么就没有想到把婆母拉过来商量，不然这地就是她再买了。沈秋梅当时生了私心，自己分家出来了，想当家做主，着实没有想到叫来婆母。3弟媳比她聪明得多，若是婆母打算自己买，那3弟媳也不怕将地送给了大家。就凭这一点，沈秋梅知道自己不如3弟媳。任婆子也在金盖再次点名，分了家就是各管各的，所以买地也是一样，各家有能力自己去买。两老的守着这50亩地，已经不打算再买地的。杨冬花是知道的，丈夫帮着一起去办的契纸，她当然也羡慕3弟媳，只是自家没有遇上这样的好事，再加上也没有3房家里有现钱。就这一点上，回去的路上，杨冬花又盼着丈夫出门做事赚钱去。任广江也有些犹豫了，先前承诺让他跟着跑短船的那位东家，之后就再没有派人来喊过他，多半是忘了此事。这好差事，谁都想做，他当时只不过是抢了个先机，比别人胆大而已。只是任广江仍旧不愿意离家，就想守着媳妇，种田没有现钱，粮还是有的呢。杨冬花说着说着就被丈夫一把抱住了，转眼往床上一扔，一夜间夫妻2人又和好了。宋九将契纸好生收好，夜里还靠在傻夫君的怀中，在计划着这地用来种什么。做水田的话，中间有的忙活。任荣长却是伸手摸了摸媳妇隆起的小腹，说道：我明个儿就入山打猎去。又要出门了吗？宋九立即看向丈夫，家里的兔肉没了，就3、5日的时间，我保证回来。任荣长这么憋在家里，干农活也使不完力气，也会想着让媳妇和孩子能吃好的。宋九看着丈夫是真喜欢打猎，想到有野梨子跟着，只好应下。
大早上给丈夫备了吃食，送她出门，3、5日光景，宋九也就没有说出去，外头人并不知道此事。不过到了晚上，二嫂就过来陪她了。宋九闻到了二嫂身上有药味，莫不是她最近身体不好在喝药？宋九还关切地问了此事。杨冬花生怕三弟媳知道她吃药调理身体的事，只道是一些补药，吃了对身体好的，也不多说了，甚至都没有开宋九的玩笑。当天睡在西屋里，很是清静。大房院里，任广田得到了第一笔工钱，便置办了牛车，方便他进出城里。牛车赶回来的时候，村里人一个个都羡慕，任家几房都买上牛车了，眼下也只剩下个2房了呢。沈秋梅抱着女儿从屋里出来，看着丈夫赶着牛车回来，心头狂喜。这几日因为没有买到地的郁闷转眼没了。任广田一边给村里的小孩子发糖栗子，一边叫村里人来家里喝糖水，在大家伙的欢喜声中回到了小院里。到了院里头，任广田将银袋递给媳妇，这是他头一回拿工钱，任广田相当的满意，主要是做出来的货都被走商运走了，听说卖得不错。沈秋梅赶紧将银袋倒出来数了数，置办了牛车后还剩下13两银子，沈秋梅的心砰砰直跳。头一回她拿这么多的钱在手上，夫妻2人都显得很紧张。眼瞅着院外传来村里人的声音，沈秋梅赶紧将银袋收了起来，藏屋里去了。不少村里人过来是来任广田这儿打探的，发现不起眼的木匠转眼都买牛车了，一个个的也有心想将家里的儿子送到任广田这儿做学徒。这些想来拜师的，个个手中提了东西，有鸡蛋有白面，也有送来好棉布的。第137章，大房家里赚钱了。沈秋梅看在眼里，却是没有收。任广田有些为难，他底下带领着10个学徒，已经安排满了，东家也不收学徒了，所以他也没办法。好一顿说的，终于把村里人劝退了。沈秋梅匆匆将院门关上，回头便笑出声来。头一回夫妻2人被村里人这么重视，也有求到他们家门前的时候。有了钱，大房也舍得吃了。沈秋梅立即去村头买肉，提着3斤肥肉往回走。站在自家院前的2弟媳杨冬花就这么远远的看着，心头不是滋味。大房和3房都买牛车了，就2房没有买牛车。分家后反而是他们2房过得最差。杨冬花不想看到大嫂手中的肥猪肉，很快就入了屋。傍晚杨冬花去祖宅给宋九作伴时，就说起这事儿。宋九没有二嫂那么激动，大哥有手艺在手，只要遇上好时机，铁定是有机会的。他一个半吊子绣娘，刺绣也能赚到钱，所以说一旦有机会就要多学学手艺，技不压身。于是宋九说道：城里现在不少手艺可学，二嫂也可以去城里碰碰运气。这话瞬间将杨冬花说的没话说了。杨冬花连忙摆手：我学不会的，我脑子笨，我听你们读书识字这事我就头痛，我手又笨。想到3弟媳一双巧手会刺绣，现在更是养的双手又柔又嫩，他完全是做不来的。不爱学那就没办法了，安城刚开始开作坊，要学手艺是个好机会，以后个个都学会了，再想去学，恐怕学到手了也没有那么值钱了。杨冬花一想到自己学手艺，立即歇了心思，那还不如催着丈夫出门跑船得了，丈夫比她聪明，遇着事儿脑子最灵活，就是喜欢在家里天天缠她。宋九也没好再劝了，自己不想做的事，努力学也学不会，只有自己想做了，不教都会想方设法的学会了。妯娌2人各自回房休息，没想子夜时分，任荣长回来了。半夜3更的，两妯娌还以为遭贼了，结果一开门看到的正是带着猎物回来的任荣长。才3日光景就回来了，宋九心头欢喜，定是匆匆赶回来的。杨冬花也感觉到不可思议，看着一串串的野鸡和野兔，还有一张完整的狼皮，这一趟收获不少，不免有些羡慕。杨冬花忽然发现3弟打猎挺赚钱的，这完整的狼皮能卖不少钱了吧？宋九看了一眼皮子，知道皮子是不错，就是成色差了一些，是头老狼的皮，不及成年狼的皮色好。不过就这些肉，他处理好，能吃好一段时间了。猎户家里是真不缺肉吃。杨冬花帮着处理，忙活到天亮。走时，宋九给公婆、大房、2房各样都留了一只，让二嫂带下去的。任荣长泡在洗衣池里，洗去一身的血腥味。大白天的，夫妻2人吃饱了就补觉去了。山脚下太清静，又有2只野狸子守着，更是放心的很。不得不说，他家傻夫君是个打猎的好手，出门就出了手帕，成了他和任平私相授受的铁证。为了保全裴家名声，任婆子含泪与任平完婚，忍辱在娘家。第138章，地里长出了奇怪的植物，于是与荣家的婚事就落到了妹妹身上。没想到靖王世子头回来，裴家就发觉了此事。他妹妹倒是厉害，借着酒宴便爬了世子的床。未婚先育，不得不成婚，但婚后自然不会幸福。任婆子看着妹妹要遗弃长子时，她一狠心把孩子抱走，并且也跟着任平离开了娘家，回到了丈夫的老家。这么多年过去，她妹妹生怕自己怀双胎的事被发现，也生怕他们去攀亲戚，还刻意派人在里阳郡首府找了个联络的人，有什么事儿只准他们跟着人联络，怕他们入京城认亲。任婆子本以为自己也释怀了的，可是看到这封信后，
他发觉自己从来没有过去这个坎。他不是眷念这世子妃的位置，事实上，他对现在这个老实本分的丈夫很满意，而且丈夫人品好。当初剪了他的手帕，是怕别的长工剪了去，事后也想把手帕悄悄的毁了，可惜来不及了。但是他养大的孩子，现在要来抢，那就不可以。原本想着孩子送张虎皮悄悄的孝顺一下，门面上大家都过得去，可惜妹妹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改了这性子。任老头看着难过的媳妇，开口相劝，去见他一面，咱们把话说清楚。孩子若是自己愿意孝顺他，可以送些皮子或者猎物给他，但是想认回去不可能。他家实诚的丈夫还想着他妹妹是奔着这孝顺来的吗？但凡他收下年初那张虎皮，那他现在也不可能来安城，而是两家暗地里互通消息，知道各自相安无事就好。他想见就见，我是他姐姐，我不想见就不见。任婆子转身回屋去了。任老头叹了口气，先把野物收起来吧，是孩子们孝顺呢，见面的事以后再说，可不能让底下的孩子们知道了。山脚的祖宅院里，夫妻二人补了觉，起来吃了一顿午饭。宋九就见他家傻夫君勤快的要去地里。金盖儿不去公家的地，而是他们夫妻二人买下的那10亩好地。原本想着做绣活的宋九决定跟丈夫一起去看看，这一次打猎回来有肉吃了，他家傻夫君也不必再出门，就好好的趁着农闲之际把地里的水沟挖出来。若是来不及耕种成水田，到时候就种成冬小麦，来年春季也有收成，有吃有穿的。宋九这个半吊子绣娘是真的不着急，这里戏楼里名角做的衣裳也快要完成了。夫妻两人结伴同行，走在田间，还被不少村里人注意。在地里干活的多是家里的男人，偶有妇人相帮的，那也是家里忙活不过来了，又舍不得花钱请人的人家。宋九这样挺着个大肚子下地的，却是头回见。不过瞧着人家老三挺疼媳妇的，怎么把大肚子的媳妇叫到地里去了呢？左右夫妻两人向来不爱与人攀谈，就这么走了过去，到了他们新买的地里。已经过去了这么多日，就不怕村里人知道任家三房买地了。毕竟陈家拿着钱和粮，早已经离开了安城。到这会儿，村里人才知道这块地易了主。而这一次不是任婆子买地，变成了人家三房，令村里人感觉到不可思议。在地里干活的妇人无不惊叹，这年头的就是命根子，有地就有口吃的，陈家怎么就这么悄悄摸摸的给卖了呢？有知情的妇人小声说道：陈婆子年纪大了，家里丈夫走得早，3个儿子都体弱，年头好的时候，陈婆子总是做煎饼子去城里卖，赚了现钱就找短工耕种，如今怕是种不来了。另一位妇人却觉得可惜，感叹道：陈家祖上还是大夫，那些田地可是祖产呢，怎么舍得卖的？多少被人通过努力积攒出来的财富，败完却只要一代人，这种事见多了。以前任家也是水乡村的富户，酿酒的，现在手艺都没有传到后辈手上来，家产败完了，娶了任婆子这个好媳妇，这不家产又一点点的积累起来了。我看任家三媳妇有点像任婆子，将来任家恐怕就三房最有本事了。所以说媳妇娶得好就跟个聚宝盆似的，咱家以后娶媳妇可得上点心了。村里的妇人一句我一句的，旁边做事的男人们听了也很赞成。宋九和任荣长却已经走远，来到新买的地这边一看，心凉了一截，这哪成地了？莫不是3年旱灾3年都不曾种地，都成小山坡了？这儿地势有点高，从山脚那儿放水过来恐怕有些难。宋九看着满山枯黄的坡地，地里踩一脚直接能扬起灰尘，这怎么种作物？任荣长见自家媳妇满脸欢喜而来，转眼一脸的失望，于是说道：媳妇没事儿，我有的是力气，我一担一担的谁往这边挑，也要把作物种下去。他家夫君就是勤快，一身力气不怕活重，就是让宋九很心疼。他本以为买下的田地会是婆母买的那种，都在下游，然后从自家泉池里放水也就成了。现在看来挖沟渠就有困难，何况这要做成水田，不养上一个冬季的水都种不出作物来。也是，若不是这地有问题，这年头谁会把祖宗留下来的地给卖了呢？大片荒地暂且动不了，那边还有地势低的几块地，倒是可以养成水田的。而且以前似乎也是做的水田，只是多年不曾种出作物，沟渠都不见了。宋九看着丈夫除草，她想帮手，任荣长不让，于是宋九陪在一旁，心头仍旧在盘算着这样的地里能种些什么，要是能下场雨就好了。宋九抬头望天，正这么想呢，上天一个晴天霹雳，把他吓了一跳。地里干活的村民也都纷纷抬头，有人惊呼道：要下雨了！可是太阳这么高，照得人刺眼，怎么下雨？几个空雷过去，一点雨也没有。宋九哑然失笑，真把自己当成雷公了，想让老天下雨就下雨。宋九收回目光，就见他家傻夫君突然蹲在田埂石头缝旁边不动了，手里抓住2根藤在细看。宋九走了过去，看着这交缠的2根紫藤，竟然还是新鲜有生命的。这儿明明缺水，这一株植物倒是耐旱。然而看向旁边荆条丛中有些潮湿的土壤，他就知道什么原因了。这一块地形成聚水盆的模样，
估计是藏了些露水。任荣长起身就要接着除草，宋九也正要收回目光，突然心头一动，又看向交缠的两根藤，说道：“夫君，你要不把这石头给撬开？这两个藤我在山中竟然不曾见过，不像野草。”第139章，竟然又撞好运了。他家傻夫君就是力气大，干这种细活反而因为力气大不顺手，一锄头下去，把其中一块石头给挖了出来。突然露出的一道口子，使夫妻两人看到了两根藤蔓下长出来的东西，竟长着像头那般大的根茎。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一下，夫妻两人挖得小心翼翼起来，宋九更是拿来棍子一点点的刨。忙活了半晌，终于把石缝下的东西完好无损的刨了出来。可是两人看过这么多的书，都不认识这东西是什么。宋九闻了闻，土腥味，还似乎有种药材的苦涩味。再看这紫色相交的藤，宋九当下做了个决定，先悄悄地抱回去，拿去城里药材铺里问问，万一是药材呢？任荣长立即将外头的短衣脱下，露了个膀子，宋九便将这东西连藤一起裹在了衣裳里。刚要起身，宋九又眼尖地发现荆条丛中似乎有块熟悉的草叶伸了出来。宋九定睛看去，心头震惊，这是三七的叶子，难不成这天然的聚水盆地里有野生的三七？这一下宋九不淡定了。任荣长听了媳妇的话，拿着锄头刨了起来，宋九却是起身朝坡上看去，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手脚麻利地爬到了坡顶。果然他看到了先前跟二嫂一起放牛的地方，不正是坡的这边吗？先前他跟二嫂放牛就来过这儿，然后他就发现了野生的三七，后头任家还卖了笔大钱的。想不到1年以后他买下了这块地，结果没寻到的三七又落他手中了。宋九心情大好，从坡上下来时，任荣长已经将地都刨完了。看这个头比去年那些更大的三七，宋九已经激动坏了，这地没买错，他还赚了。可是这么一堆三七要怎么带回去？那边有不少村里人在地里劳作，他们两人就得经过人家田埂才走得过去呢。任荣长朝左右看了看，随即从腰间拿出砍柴刀，接着就将周围坡地的杂草细柴砍成一堆，再将三七和紫藤全部藏在杂草和细柴之中，捆成一团。转眼一捆柴扛在了任荣长的肩头，因为使力鼓起的膀子，还有这挺拔的身姿，当真是把宋九看得眼睛都不眨了。他家傻夫君力气是真的大，难怪大哥二个不让他干地里的细活，总是让他挑担子。这么走回去就没有引人注意了，地里的人看了一眼也没有人问的。终于经过了别人的田地，宋九松了口气，夫妻两人加快了脚步往回走。祖宅里，宋九将柴草解开，看着地上摊开的一堆三七药材，还有衣上包裹着不知是什么的一团，若是都卖了钱，那这几十两银子买下的地真是划得来了。傍晚时分，宋九只使着丈夫去了一趟任家小院，把公婆叫了过来。任婆子自然见过一些世面，却也是头一回见到这紫藤下长的东西是什么。不过这事儿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了，好在山脚下清静。就说老三媳妇有福运的，平素借个车的人情还能买回10亩地，这下好了，干枯的地里竟然还长出药材了。就眼前这一堆三七，比去年的那些个头都大，便足够抵了地钱的。任婆子很欣慰，说道：“我先前听村里人说起过，陈家祖上跟任家一样，是有门手艺的。陈家祖上好像出过名医，后来就家道中落，手艺没有传下来。不过陈婆子的公公年轻时似乎还认得一些药材，指不定在自己的地里种植过。可惜了，家道中落，家里不送读书人出来，即使有医书传承下来，也无人能认字，不要说治病了，连药材都要认不全了。就像现在的任老头一样，他已经不会酿酒了。可见这样的好事都能被老三媳妇撞上。这几日你们夫妻二人去一趟城里，莫让大房和二房知道了。虽然说三兄弟感情好，到底还是分了家。任婆子是相信三媳妇有这能力把药材给卖了，而任婆子本可以帮着老三媳妇把关，只是想到先前的那封信，她连城里都不想去了。任老头也明白老伴的心情，好在三媳妇聪明，不让他们操心。宋九应下了。任荣长送爹娘回去，走在路上，任婆子突然拉住三儿子的手。小时候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在任婆子心里，除了这个儿子不是从自己肚皮里出来的，与其他2个儿子是没有两样的。个个都说老三傻气的时候，是任婆子费了心思教会老三读书识字。在任婆子想来，天生的没办法，但后天的努力也很重要。孩子不必大富大贵，读书识字会讲道理，会想事情，能识好坏就成。三儿，娘问你一个事儿。任婆子一开口，旁边的任老头就知道媳妇要说什么了，心头一叹，还是记着这事儿。自己当年能娶上富家千金，他心头不是欢喜撞了大运，反而是忧心忡忡。好在这么多年了，媳妇没有嫌弃他，自己一个小长工，这样的下嫁对他就是委屈。任荣长听到母亲的话，立即一脸严肃的点头：“娘，你说，我听着呢。这么瞧着，老三哪儿傻了？若是有人说是你的生母，你会认吗？会离开水乡村吗？”任婆子好不容易避开三媳妇，找到机会问出这话来，
可是心却提了起来。先前还很笃定的他，不知怎么的，看着这么懂事的三儿子，又有些不确定了，甚至自己也很矛盾。将孩子养大，却一直没有告诉他真相。任荣长一听，剑眉皱在了一起，立即摇头：“娘，你莫不是要赶我走？”他哪舍得赶三儿子走？这孩子，娘，你就算赶我走，我也不走，我还要给爹娘养老送终的。再说，我就喜欢在水乡村里住着。老三从来不撒谎的，不想答的话最多生气，也不会像老大老二那样会说好话哄开心。这一下，任婆子放心了，她握紧着三儿子的手，眼眶里有泪，到底没把这个孩子养歪。娘也只是问问，三儿别着急，这事儿也不用跟你媳妇说，你接着送爹娘回去，娘那院里还有好吃的，也给你拿些，不能总是吃你三房的。任荣长见母亲有了笑容，心头松了口气，也没把这事儿放心上，听了母亲的话，不再提了，跟着爹娘回了院里。第140章被婆母偏爱的三房。任婆子从屋里出来，只见她端着一碗糖油粑粑出来，接着又让老头子去后院抓几只鸡崽子出来。你媳妇会弄吃的，不过才分到手的糯米，还不知道怎么弄来吃吧？这个端回去给她尝尝。随着任婆子说完话，任老头提着个篮子从后院出来，只见篮子里提着20只小鸡仔。我自己孵出来的小鸡，原本想接着养，瞧着你媳妇是个勤快人，抓过去养吧。任婆子交代老三夜里走快点，别走老大和老二的屋前，赶紧回山脚下，莫让人见到了，以后谁问起就说城里买的鸡。任荣长听了爹娘的话，基本是一路跑回去的。宋九坐院里头洗三七呢，就见他家傻夫君匆匆忙忙进了院子，还转身将院门给关上了。媳妇儿，娘给你送好吃的，咱们还可以喂鸡了。宋九听到鸡仔的叫声，感觉到不可思议，毕竟他一直想买鸡养，在城里就没有寻到过。宋九刚往篮子里一看，他家傻夫君直接朝他嘴里塞了个吃的，入口甜甜的，香香的。甜食倒也能吃，就是不是那么的想吃。可是这个糖油粑粑却是不一样的，软软糯糯的，简直也太好吃了。宋九惊讶地看向任荣长，夫君，这是婆母给的好吃的。任荣长点头，一路闻着香味，他就舍不得吃，现在看到媳妇喜欢吃，他更舍不得吃了。宋九看向碗中，捏了一块又尝了尝，惊讶道：“是糯米粉做的，我知道这东西怎么弄了，这么好吃，下次我也弄些出来，咱们吃个够。”说完，宋九催着丈夫也尝尝看，见媳妇非让他尝，没想任荣长头一低，吃了宋九手上剩下的一口。宋九的脸唰的一下变红，他吃过的还有口水，他不嫌弃吗？这新鲜的吃食的确是好吃，任荣长尝了一小口，还没在嘴里停留就给咽下去了，感觉还没有尝到味儿。一向吃粗粮惯了的庄户，吃到这精细的糯米团，能不好吃吗？比街上的糖糕都好吃呢。转眼碗里剩下的都落宋九的手中，宋九端着碗吃，一边吃一边跟着丈夫来到后院。看到占据鸡笼多月的2只恩爱野梨子，宋九才想到一个大问题，连忙说道：“这么小的鸡仔，会不会落入野梨子的口腹？”似乎宋九的话引起了野梨子的注意，2只野梨子立即从鸡笼里跑出来，他们的孩子早跑山中了，偶尔才会回来看望一下，还时常给2只野梨子送吃的回来。宋九偶尔还能沾光吃只野兔。任荣长上前拍了拍2只野梨子的额头，说道：“他们不会的，他们听我的话，我交代他们一声就是。”这话把宋九给逗笑了，难不成他家傻夫君能跟野梨子交流不成？还别说，自打这日后院里养了小鸡，2只野梨子就不睡鸡笼了，立即睡到了牛棚里，跟牛做了个伴。宋九真是感觉到不可思议，能抓野兔、山鼠、野鸡做食物的野梨子，竟然不吃家养的小鸡，真是怪事儿。养了鸡以后长大了就有鸡蛋吃了。宋九听着丈夫陈述着婆母的交代，心头莫名有些骄傲，莫不是婆母开始偏心起他来？至少婆母没有给大房二房送过小鸡呢。以前在院里见到婆母偏心二房，宋九知道丈夫不是婆母的血亲儿子，从来就没想过要争什么。可是现在婆母偏心起他来，这感觉自然就不同了。夜里，宋九忙活着把刺绣的衣裳最后一点绣活做完，借着火把子，宋九拿着衣裳仔细看了看，衣襟和袖口再到山百处全是连理枝，唯独衣裳背后是一对比翼鸟。他师傅留给他的绣样里就有这样的话，再加上她跟着丈夫读书识字，看过了一些典籍后，她便知道什么是连理枝和比翼鸟了。随着宋九对这绣样的理解，这就将师傅的绣样绣到了这身衣裳上。丝线品种不多，她的绣工也不及师傅的好，但胜在比翼鸟的颜色鲜亮，与连理枝形成鲜明的对比。希望戏楼的姐儿不会嫌弃她的绣活吧？这么一身衣裳穿在身上，必定是好看的。在宋九看来，即使是男子，也不能一成不变穿中规中矩的绣样。将衣裳收起，宋九决定明个儿就跟丈夫入城，交了绣品，就将药材一并给卖了，尤其是那株不知名的草药，也去探探行情。这一夜，宋九梦到自己发财了，她挖回来的草药竟然是株稀世之宝。5更天的时候，她被丈夫摇醒，
还在回味着他梦里发了财后买地买田，做个小富婆的欢喜感，转眼就回到了现实。宋九穿了件葱绿色的布裙，崭新的，也只有入城时才穿。她头发梳得整齐的妇人装束，戴着绢花，手里拿着个包袱，包袱里装的正是绣品。这边任荣长已经将药材放到了竹箩子里，上头用茅草盖住，早已经坐在车前等着自家媳妇。宋九打了个呵欠，坐上牛车就靠在了丈夫身边。牛车依旧赶得慢，宋九顺带还睡了会儿。到了城门处时，天大亮，入城交2个大钱这样的规矩还没有取消，却拦了不少人在外头。听说是最近入城做工的人实在太多，要是不拦一拦，指不定做工的人更多了。入了城，宋九就看到了安城一片繁华，到处都是作坊，街头的行人中10个有8个是做工的庄户。果然如宋九猜测的，再过段时间，恐怕手艺工越来越多，也不是那么值钱了，到时候就看谁的手艺更精湛了。牛车先去戏楼，戏楼的小伙计看到2人后，立即上前问起衣裳的事，说楼里小主问了好几回了，主要是这小伙计担心小夫妻2人拿着这么一匹好布，直接就不回来了。毕竟这布料能卖不少钱，够养活庄户一大家子好几年的。衣裳做好，伙计也不敢细看，着实是手太粗糙，这就赶紧将东西交了进去。戏楼里准备上台的角儿都在大通间里上妆。小伙计脚步匆匆的进来，立即来到楼里名角阿奇面前，将衣裳送上，还说人就在外头等着。第141章，手艺工事多，却招不到绣娘。阿奇的妆上到一半，听到衣衫做好了，这就要试试看，正好还没有穿上出戏服呢。他对这件衣裳很期待，先前让伙计给的尺码，大概这绣娘能做得出来的吧，也不知道合不合身。阿奇双手展开，便有侍从上前帮手。楼里的名旦，那身材自是不必说了，虽然不及任荣长长得高，窄袖长衫穿上身没有任荣长挺拔，但是这均匀的身段，配上这上等好布料，再加上这奇怪的绣样，令阿奇突然多了几分美艳。艳而不媚，柔而不娇，整体看来反而更加的儒雅俊美。一旁等着回话的伙计瞧见了，都忍不住多看一眼，突然发现小主不比那金贵的贵公子差半分，若不是出身不及他们，就这长相可以是王后家的子孙。大通间里正在上妆的大小姐儿都朝这边看来了，有人厉害的看到了绣样就惊呼道：比翼鸟和连理枝，相思树下比翼双飞。就眼前这绣样立即触动了戏子们的内心，谁不想寻得一心一意之人，白头偕老？可他们这样的出身，能在这世道还能活下去，过上体面的生活，就不敢再做这样的梦了。运气好的女旦，最后多是落入富贵家中，成为富贵花，极少能成为妻的，多为美妾。而那些男旦，尤其演女儿的男旦，就比女旦们要惨些，被人瞧上也是痛苦，不被人瞧上，也总有年华逝去，金盆洗手的一日。后半辈子要怎么体面的过下去，那基本是不可能了，除非能积攒一定的家产，再娶妻生子。可是邻人身份低微，唯独守着也只有自己内心的那点自尊心了。阿奇伸手摸向衣裳上的比翼鸟，眼眶发热，这位绣娘有些意思，她是不懂邻人的身份吗？竟然给她绣这个，而且他是个大男人，他明明看到她给自己丈夫绣的衣裳就中规中矩的，为何却给她绣上了这样的花样？这明明该是女子用的绣样，可是阿奇却极其喜爱，即使这绣品并不繁复，也绣得简单。小钳子，你过来。阿奇朝小伙计招手，小伙计赶紧跑过来，就见阿奇拿出一袋银子交给他，去吧，这是他做衣裳的工钱，再拿2匹好布给他，我还要做衣裳。小伙计听了还有些错愕，倒也还算聪明，问这2身衣裳什么场合穿？上次那小绣娘就问了，总不该3身衣裳都日常穿吧？阿奇顿住，想了想说道，便说平素宴席上穿。宴席上穿的可正是了，还做窄袖吗？那要是穿去，不得被人笑话了。阿奇见小伙计没走，皱了眉，你就说他做什么样的衣裳，我就穿什么样的衣裳，尽管随便做，我都喜欢。小伙计不得不接下2匹好布，感觉这布料比前1匹布料还要值钱，这要是拿着2匹布逃了，又要发大财了。宋九以为只会等来工钱，没想到又送来2匹好布，这一次却是要宴席上穿的。宋九犹豫了一下，问小伙计，我若是做成窄袖，那宴席上穿去会不会影响东家的名声？小伙计也正想说这事儿呢，小绣娘哪知他们家小主是要参加什么样的宴席，有时候还要给知县老爷表演的，岂能随便穿？然而小伙计不得不将阿奇的话陈述给宋九听，宋九听着听着就笑了，他听到了小伙计在内心腹诽他的声音，明明不想他做窄袖呢。那多谢东家的信任，我就做成窄袖了，不会让东家丢脸的，一定会很特别。您还是别太特别了，到时候他家小主还真的敢穿就麻烦了。小伙计心里是这么想，说出来的话却是恭敬的应了声好。宋九接过布料，随即1袋银子送过来，入手还很沉重。宋九掂了掂，怕有20-30两银子之多，这太多了，哪能做一件衣裳就给这么多钱的？他虽然没有真正做过绣娘，也没可能这么能赚钱的，不然绣娘都发财了。伙计见他推辞，心头好受了不少，
语气都温和了。小主高兴，钱不是问题，夫人尽管收下就是，接下来的衣裳尽量用心做就好。小伙计生怕他要退钱回去，说完话就跑了。宋九没办法，只好将钱收了起来。正好这时戏楼外来了胡管事的马车，他才下车就看到了宋九，还有些意外，很快又反应过来，阿奇叫你做衣裳呢，所以名节儿是阿奇了。宋九点头。胡管事看了一眼布料，叹了口气，说道：“慢点做，不着急的，尤其针法可以更细致一点。”胡管事欲言又止的样子，倒让宋九有些疑惑不解了。最后胡管事没忍住，还是说道：“这布料是好布料，整个安城只有3匹料子，阿奇也是前2日才得到这2匹，你用心做就好，倒也不要想太多。”话是这么说，心头还是担心，但一想到成为绣娘总要踏出这一步的，阿奇信任他，那也得给这新绣娘练手的机会，所以胡管事没有阻止。宋九一听就更加珍惜这布料了，连忙应下，看着胡管事进了戏楼，夫妻2人才坐上牛车离开。只是宋九离开时，楼里正好有位客人出来，看到宋九把2匹好布用棉布包着放在牛车上，便是一脸的疑惑：阿奇的2匹好布不交给我梅庄，竟然交给一个不知名的庄户绣娘。安城新开的绣楼梅庄东家陶三娘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胡管事，开口相问。显然胡管事与梅庄东家相熟，这就说道：“这事儿你就不要去想了，你认为的好布，在阿奇眼中不过也只是能穿身上的布料而已。”陶三娘有些不服气：“我梅庄多出名的绣楼，阿奇不信任我，还真是相信那个做事慢吞吞的新绣娘。便是胡管事也喜欢这位新绣娘，出身不好却不卑不亢的。布料已经交出去了，你就别惦记了。你梅庄生意多好，也不在乎绣这2匹布。再说你三娘子见过多少好布料，怕是宫里的云锦你也亲手绣过，还看得上这2匹料子呢。”胡管事3言2语打消了陶三娘的念头。陶三娘感叹道：“梅庄的生意当然是好的，江南梅绣自然出名，只可惜这安城的百姓算是勤快，唯独没有手巧的绣娘招募。你说我急不急？要不是王妃一句话，我岂会来这旮旯里开铺子？”第142章，治不孕的药可不能乱吃。一提到王妃2字，胡管事脸色就变了，小声道：“三娘子别说了，这儿人多口杂。”陶三娘倒没有他这么惧怕，不过戏楼能有今日，也是胡管事的小心谨慎，不落口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胡管事立即想到了刚才的新绣娘：“你梅庄不是招募不来绣娘吗？你怎么不考虑刚才那位绣娘？”那位陶三娘立即摆手：“阿奇这么2匹好布料，他不用绸子料包着，竟然用块棉布包着，还这么的放在牛车上。我要是阿奇，这布料已经不想要了。”胡管事一听，哈哈大笑：“都说了，阿奇不看重这些。你这么说，活该你招募不来绣娘。安城地儿小，可不比京城，你要求那么严格，你就从其他地方招募来绣娘吧。”陶三娘也为着这事儿发愁呢。安城处处是作坊，培养了不少手艺人，唯独绣娘难招，出身不好的女子干活太多，手都变粗糙了，又怎么养成绣娘呢？陶三娘无奈从楼里出来，还想要往王妃府上送新衣，也不敢耽搁，赶紧坐上了马车走了。宋九挺着个大肚子坐在牛车上，在街头还挺显眼的，不过如夫妻2人郎才女貌的模样，却又是一道不错的风景。新衣裳穿在夫妻2人身上，即使是棉粗布，却仍旧让人眼前一亮。牛车停在药铺门前，便是药铺里的伙计都要和善几分，瞧着小夫妻2人进来，多半是买安胎药的。小伙计直接就要将人引去做唐大夫那边，宋九却停下了脚步。他从袖里拿出洗得干净的3七，给伙计看了一眼，便马上收了起来。伙计怔住，立即明白他们的来意，心头一喜，连忙将人往后投引。到了后头账房，掌柜也很快过来了。药铺里的伙计也是学医的徒弟，顶好的3七看一眼就知道了，好不容易遇上，可得把人留住呢。掌柜倒是比伙计冷静得多，这年头没收成，什么好东西都翻出来卖了。不过瞧着这2人的穿着，不像个没钱的庄户。这儿没什么人了，宋九先不拿3七出来，而是先将那连着藤一起的东西拿了出来，小包袱里用粗布包裹着，小心翼翼的。掌柜和伙计目不转睛地盯着瞧，直到那包袱一层层打开，看到紫藤，然后看到底下的根须，2人都下意识地憋住了呼吸。掌柜更是一脸的激动，连忙伸手上前捧着细看。宋九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掌柜和伙计，果然从2人的神情以及心里所想，发觉这不仅是药材，而且还是金贵的长寿草。掌柜仔细看了又看，便认了，这就是长寿草，药名紫乌藤，也是何首乌。只可惜挖早了，但凡再养2年就成型了。掌柜收起心神，神色恢复正常，一脸可惜地说道：“这的确是药材，不过你挖早了。”话是这么说，掌柜的眼神还没舍得移开这株何首乌，心头暗忖：这药难寻，即使挖早了，药用价值仍旧高，正是贵妇人们的喜爱。
宋九将掌柜的心声都听了去，见对方这么说，也不紧不慢地问道：“那掌柜能出多少钱？我们也不是头一回卖这东西了。实不相瞒，我祖上种过一些药材，偶尔有的卖。”掌柜一听，心头大惊，莫非还有何首乌卖？果然，掌柜心动了，原本想随便给个价钱打发的心思没了，这便伸出一个手指。宋九心头激动，莫非1000两银子？100两银子？嗨，高兴个啥？要是能卖1000两银子，她就是个小富婆了。许是宋九的失落感让人误会了，掌柜心头郁闷，竟然看不上100两银子。瞧着是个懂内行的人，先前说的那番话指不定是真的。夫人要是觉得少了，你出个价。宋九真不知道卖多少，但看掌柜和伙计都看着他这就将粗布把药材包了起来。掌柜和伙计显然有些着急了，直接说道：“150两银子，不能再多了。这年头的钱也不好赚呢。这药材虽然珍贵，也不是寻不到。再说一味药钱就出了这个价，已经很不错了。这药虽好，也得有配伍成方，不是一味药就真的吃了长寿的。”宋九瞧着这价格，怕是差不多了，于是试探的说道：“200两银子，祖上种的，好几个年头了，的确不是出长成的，正因为这样才出价高。”掌柜有些为难，不过很快宋九又把3期拿了出来。看着至少4年之久的3期，掌柜立即松了口。瞧着夫人家里还真是做这生意的，那就200两银子收了这株何首乌，以后有了再送来。3期成色不错，是新鲜的，还没有晒干，按着市价数个头打重量，最后到手87两银子，还再三交代宋九，以后有好药记得送来他们这儿，给的是良心价。银票加碎银，宋九拿出丈夫的荷包，全部装了进去，收到了丈夫的怀中。她大着肚子不方便，怕把钱财弄丢了。再说这街头也未必太平。宋九从后头账房出来，还得到掌柜和伙计和善相送。到了门口，宋九突然停下脚步，她侧手看向坐堂大夫：“女子不孕，要看年岁，莫乱吃药。夫人这般年轻，千万莫信了偏方。你这药材配伍，伤身呢。”那边有几人在看病，眼下正是位18、19岁的小妇人提着一包药过来问大夫。原来是她嫁入夫家3年未孕，遭婆家人嫌弃，私下里娘家配了一副好药送来，她不放心，就提来问大夫了。宋九突然停下脚步，那是因为她闻到了熟悉的药香，她似乎在二嫂身上闻到过，也不知是怀孕了，对气味太敏感，还是她想多了。这边大夫给小妇人把了脉，说道：“是寒症，夫人再吃这些药，只会让你的寒症加重。再有夫妻之事，也不全是妻子之过，最好你将你丈夫也带来，且让我把脉。”小妇人苦涩一笑，这种事怎么可能把丈夫叫得过来？她被婆家人嘲笑，连丈夫都瞧不起她，又岂会觉得是自己的错？那还是先治了自己的寒症吧。此时宋九走近了，目光盯着那包药材，疑惑地问道：“夫人，这药是从何处配来的？”小妇人正愁眉苦脸的，听到声音，侧手看来，入眼的是宋九挺着的大肚子，心头更不是滋味。宋九再问了一次，对方才抬头看他，想了想说道：“我娘家在杨家村，我娘给我配的，说是村里好几个刚成婚的小妇就已经怀上了，我喝了几副了，感觉不太对劲。”第143章，朱氏过来认表哥。宋九一听，接着问道：“是哪儿不对劲？”小妇人显然有难言之隐，倒是一旁的大夫见这个小娘子这么关心，莫不是事出有因，于是说道：“这药倒也没错，补身的，但汤药入口依人而定，不能随意服用。此药遇上寒症之人，吃后会气血上涌，偶有流鼻血，或者下身酸痛、月事不调等，有病还是请大夫诊脉细看，方为上策。”宋九听了大夫的话，算是明白了。再细看这小妇人的模样，不是说受补气血上涌，怎么却面色苍白，显得虚浮无力？大夫也是忙碌，给小妇人开了药方，下一位又上前把脉了。宋九不好再停留，只好先离开了药铺。到了外头，阳光高照，宋九又回头看了一眼药铺匾额，上头写着悬壶济世4个字，倒与别家铺面不同，并没有别的称谓。坐着牛车再买些日用品和调料之类的，然后在街头吃碗汤面，夫妻2人准备回去了。在街头转了一圈，没遇上收皮货的商人，带来的老狼皮只得收了起来，等下次入城再探探。夫妻2人寻了一处面棚，这儿来往的多是行商之人，他们的穿着少有补丁。夫妻2人寻了阴凉之处坐下，点了2大碗肉汤面，20个大钱。等面的时候，宋九看到街头对面正是间酒楼，上头匾额写着福禄酒楼4个大字。这儿还是城东头，瞧着酒楼门前热闹的跟戏楼里一样，进进出出的都是有钱人。面上来了，夫妻2人默默地吃了起来。此时福禄酒楼对面3楼雅间里，临窗之处，靖王妃小裴氏坐在里头，她已经在这儿等她姐姐半日了，还没有来，看来是真的不会再来了。满桌佳肴，小裴氏根本没有食欲，一旁陪伴着的正是朱姑娘，见小裴氏心神不宁，这就朝身边下人使了个眼色。身边的嬷嬷赶紧退下，很快提来一篮子京城糕点，
这是从京城一路上用冰块储存，快马加鞭送来的，费尽了心思。姨母，我娘找人金个早上送来的，京城流芳斋的糕点，正是姨母平素喜欢吃的口味呢。姨母尝尝看。小裴氏看了一眼朱氏，脸色却没有什么变化。糕点放到了桌上，小裴氏浅尝一口，也失了兴趣。当真以为他眷念着京城的味道，不，他反而喜欢上了安城。他姐姐倒是会选个清静的地儿，一辈子跟了一个下人长工，没想到了这块安宁的土地上。这段时间，小裴氏算是把他姐姐调查清楚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令他过得心满意足了。他实在有些看不懂，堂堂平江府知府的嫡长女，怎么就心甘情愿地沦落到这地步的？他当真就不怀念以前贵女的生活？再说，现在爹娘恐怕要入京城为官了，他也不回娘家认亲，竟然还敢拒绝他这个妹妹的青睐，他是怎么想的？难不成姐姐的后代做个地道的庄户，他也心甘情愿？小裴氏有心事，更是没心思理睬朱氏。直到小裴氏无意中看到了窗外对街正在吃面的夫妻二人，他终于不淡定了。想不到呢，今天能在这儿看到他心心念着的大儿子，这是跟他媳妇一起入城置办吗？还是姐姐故意的安排？不管这是巧合还是别有用心，金个儿见不到姐姐了。小裴氏心思一转，立即叫身边嬷嬷准备了一个包袱。朱氏也跟着看清了对接面棚里的大表哥，心情颇为复杂，一模一样的脸就在眼前。眼看着下人嬷嬷要将包袱送到对面去，朱氏立即起身：“姨母，我亲自送过去吧，正好向大表哥道声谢。上一次咱们入安城，还是大表哥出手相救的。”小裴氏皱眉，但一想到包袱里的东西，这就交代道：“我大姐是不会来了，你送过去就交代你表哥，让他提回去交给他娘，里头是一袋银钱。”送银钱？朱氏有些意外，为何要送钱呢？攀上这种穷亲戚有什么好的？将来赖到王府来，朱氏最是看不惯上门打秋风的穷亲戚，好在朱家没有穷亲戚。对上小裴氏审视的目光，朱氏掩饰好心情，叫丫鬟接过了包袱，这就主动帮着送东西去了。面棚里，宋九的面吃了大半，着实是碗太大，吃食太多，他撑不下去了，正有些发愁，就见剩下的面碗落到了他家傻夫君手中。这让宋九想起先前吃的糖油粑粑被他家傻夫君一口吃掉的时候，这会儿直接吃他的剩面了。看着自家丈夫吃得香喷喷的，宋九的脸有些发烫，还有些心虚的朝左右两边看了一眼，好在没有人注意他们这对小夫妻。夫君，要不再给你点一碗面？瞧着是没有吃饱才吃他剩面的吧？任荣长从面碗里抬头，却是摇头，先吃个半饱，回去我要吃媳妇做的炒饭。听丈夫这么一说，宋九笑了，正要再说话，就发现桌前光线一暗，有人过来了。宋九以为是面棚里来了客人，却发现周围的客人都纷纷起了身。他疑惑看去，只见眼前来的不正是先前在那府中见到过的贵女娇娇吗？仍旧是那华丽的衣饰，瑰丽的妆容，身边还跟着两个下人。只是朱氏的目光不是落在宋九的身上，而是旁边任荣长的身上，声音似夜莺般生动的开口：“表哥，你定是不认得我的，姨母托付我给大姨母送包东西。”朱氏声音好听，眼神明亮，大概是男子见了都会心动。宋九听到这番话，心头一惊，立即看向此女。任荣长疑惑地看向他，沉声问道：“你是谁？”“表哥是不知道的，但我知道表哥，我叫舒文。”朱氏还要套近乎，任荣长突然开口：“不认识。”任荣长三两口将媳妇的面全部吃完，半点不剩，随即将银钱往桌上一放，这就起了身。宋九扶着桌子要起来时，任荣长见了，连忙上前扶了一把。朱氏怕是到这个时候才仔细看宋九大着的肚子，美眸微微一冷，但很快收回目光，还记得自己的任务，这就将包袱往牛车上放。谁知任荣长随手一拔，包袱落了地，听到咣啷一声，宋九立即朝包袱看去一眼。第144章动手伤人。表哥这是何意？姨母好心送礼，表哥竟是不收。朱氏朝下人看去一眼，下人立即捡了起来，接着又要往牛车上放。任荣长的脸黑的能滴出墨汁，莫名其妙的女人。宋九眼看着丈夫要发脾气了，回头看向朱氏：“姑娘还请自重，一个庄户小妇人敢这么跟她说话，你算什么玩意？有你说话的地方吗？”朱氏冷眸看来，根本不把宋九放在眼里，心头暗忖：待我成为表哥的正妻，便是你们母子离开的时候，如今站在表哥面前，真以为自己了不起，妾是庶子，没有好下场。宋九听到朱氏的心声，很震惊。他刚才还觉得奇怪，在那府中所见到的贵女，原本以为很庄重，会像她婆母一样讲道理的人，谁知突然上前攀亲戚不说，竟然还存着这样的心思。所以那处府中的长辈早就认出他家傻夫君，才有意买下皮子的。而这个叫他夫君表哥的女子，却还想着嫁给他家夫君。宋九不急着上牛车了，反而抚着小腹挺直了脊背，看向眼前的朱氏。姑娘身份不低，当街勾引男人，当真是世风日下。宋九声音极大，再加上他大肚子显眼，又是在面棚前，立即引来街坊们的注意。
朱氏没想到他这么泼辣，怎么敢这么说他的？他可是堂堂贵女千金，这是让他在安城丢大脸呢。你说什么呢？谁勾引了？大家伙的来评评理，这世上竟有这种不要脸的女人！我跟我夫君吃碗面的功夫，他就这么缠上来了，还看上了我家夫君，提着1袋银子过来叫我夫君表哥。众人听到这话，目光纷纷落到那包银子上。朱氏没有想到这女人厉害呢，都没有看包袱就知道里头的是银子。街坊中有妇人最是厌恶这种勾引男人的女人，尤其是安城青花楼里出了名，积了不少妇人的怨恨。这一下被宋九3言2语给调动，有人想也没想的拿起篮子里的野菜丢在朱氏身上。在京城里遍地皇亲国戚，朱氏敢在街头横着走，因为他的父亲是户部尚书，可到了这地方安城，无人能认识他，被街头妇人丢了菜叶子，立即引来一群妇人围攻。这种女人咋不跟青花楼里的卖笑妓女陈和呢？真恶心！随着妇人把从青花楼里女子身上的恨意转移到朱氏身上时，臭鸡蛋也丢过来了，口沫子也朝他身上吐。朱氏头一回碰上市井相妇的厉害，吓得花容失色。宋九见他身边几个下人只顾着护主子去了，于是上前一步夺了对方手中的包袱，朝着人群里一扔，喊道：什么玩意儿？千金难买有情郎，你想用钱买走我夫君，也不照照镜子。这话更是火上浇油，再加上1袋银钱洒落街头，这一下街坊们一阵疯抢。安城百姓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地上有钱捡，凭啥不捡？一个人不敢捡，一堆人就敢捡了。再说这是打抱不平，是富户了不起，有钱家的千金小姐就可以为所欲为，没看到人家小夫妻恩爱都挺着大肚子了，没良心的人。许是宋九撒了钱，街坊们更想为他出口气，怀着一口怨气的街头妇人直接冲上来，把主仆3人围在中间，有人按住了朱氏，只听到啪啪2巴掌响。对面福禄酒楼的小裴氏看到这场面，脸都绿了，立即交代身边护卫把人捞回来，丢人现眼的连个村妇都斗不过。护卫赶紧去救人，宋九趁乱催着任荣长赶车，半点不停留。等护卫过来救人时，街坊们回过神来了，哪还有牛车的踪影？这一下宋九是半刻都不敢停留了，牛车赶得飞快，等离开了安城，宋九才松了口气。他心头很沉重，回去要不要把这事告诉婆母？若是说了，势必说出荣长的身世，他不想丈夫知道自己的身世，也不想公婆知道他知道了荣长的身世。现在这样平静的生活多好啊！母慈子孝，他家傻夫君也很单纯，知道这么多只会给他增加烦恼。可是若是不说这事儿，街头被打的女人大概是要来报复的，还有那些收皮子的人恐怕还会来认荣长的。1袋银子是想对婆母照顾荣长这么多年的报酬吗？养恩大于天，婆母对他3防不薄，真把他家夫君当亲儿看待，他们凭什么1袋银子就想弥补？现在的任家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是生活也过得富足，需要他们假模假样来攀亲戚吗？宋九想着事儿，却没有留意身边的傻夫君情绪不太对。眼看着快到水乡村了，宋九才发觉身边的丈夫脸色很难看。夫君，宋九连忙看向他。任荣长闷着声开口：我把媳妇送回家，我再去一趟城里。夫君，你要做什么去？宋九一脸紧张地问。我要打死他，媳妇说他勾引我，以后不准他再勾引我。宋九才发觉他家夫君气的是这个，刚才他是故意说的，但也差不多了，不就是来勾引她丈夫的吗？还想嫁给他家傻夫君呢，杀人偿命的。宋九想着怎么劝劝他，任荣长却是握紧媳妇的小手，说道：师傅说明的不行赖暗的，我会功夫，我悄悄摸摸的弄死他。宋九震惊的看着他家傻夫君，什么时候跑出来的师傅？他怎么没听婆母说起过？可惜他听不到丈夫的心声，他一直都很好奇，他家傻夫君是怎么学来的功夫。眼看着已经进村了，宋九不好细问，也不想被村里人注意，只好先不说话了。牛车很快回到祖宅院外，宋九被丈夫扶下了车，就见任荣长长腿一跨，又上了牛车。他连忙拉住他：夫君，咱们先不急着杀人。显然这话对他家傻夫君没用，他是真的生气了。任荣长将一把砍柴刀别到了腰间，就要杀人去。宋九死死拉住，顺着他问道：这大白日的你去杀人，就被人发现了，不怕？任荣长俊朗的眉眼认真的看向宋九，眼神里带着怒火，接着说道：我等会儿把面一蒙，一刀砍死他。第145章，惦记他家傻夫君就得送命。宋九只好握住砍柴刀，咱们晚上行动。那人就跑了。任荣长这口气闷着咽不下，要不是媳妇大着肚子，他当街就把人给砍死了。宋九感觉到头疼，心思一动，立即说道：等等，我有个办法，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人砍死。果然这话把任荣长稳住了。好不容易把丈夫劝回了院里，就见他家傻夫君又从墙上取下了弓箭，我一箭射死他，远远的谁也没办法发现我。任荣长还是要去城里干架，这一次连牛车都不用了，他打算走山路，这样走得快。宋九生气了：你站住！你要是踏出这院门，
我可就生气了。任荣长脚步一顿，疑惑地看向媳妇：“夫君，你不听我的话了，你不准去报复他。”宋九很着急，这个人是什么来头都没有搞清楚，真的一箭把人射死了。今天就他们夫妻与他发生了口角，能不查到他们头上来吗？宋九读书识字，也看了燕国律法，知道官府查案的严谨，所以杀人更要小心行事。任荣长的脸阴沉沉的，也不说话了，俊脸上是满满的不服气。宋九知道他家傻夫君从来不爱撒谎，他说的话就是真的，他现在这一刻是真的想砍死这个女人。所以说这些女人也真是的，没了解他家夫君的性子就不要去招惹他，不然他都护不住，平白就送了死。总算把人留住了，宋九赶紧将砍柴刀和弓箭给藏了起来，把丈夫拉到桂花树下坐着。宋九试探地问道：“夫君，你既然有师傅，我以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任荣长想了想，立即摇头：“不能说。有师傅为何不能说？是不是也没有告诉爹娘关于师傅的事？”宋九紧紧地盯着丈夫。任荣长又是摇头：“我娘应该知道，但是师傅不让我说，我的功夫都是他教的，但不能告诉别人，也不能传给别人。这么神秘，婆母竟然知道这事儿。也是，婆母要是不知道，突然看到三儿子会功夫，会打猎，能不怀疑呢？”宋九一直以为他家傻夫君是天生的神力，自学成才的功夫，外头不也这么传的吗？原来也是有缘由的。依着他家傻夫君的性子，答应了的事是绝对不会违背的，他怎么问也问不出来，宋九只好作罢。眼下的问题还是这些人的来头，他们来安城的目的，看来以后尽量少入城，入城也就去戏楼把事办了赶紧走，尤其不能让他家夫君独自入城，不然再碰上这女人就真没命了。原本想去任家小院跟婆母说一声的，宋九又犹豫了，他真的不想打破眼下的平静。傍晚时分，任老头又给三房送来了一篮子鸡蛋。任老头也是来探一探金盖小夫妻入城有没有遇着什么事。宋九顺势就在桂花树下坐着，给任老头倒上了菊花茶。爹，金盖着实遇上了件奇怪的事。宋九一说，任老头立即尖着耳朵听着，心都提了起来，难不成荣长的生母找上门来了？宋九听到任老头的心声，虽然心头早有准备，但还是有些不舒服的。果然他没有猜错，爹，有个奇怪的人要给咱们任家送银子，说要送给爹娘的。宋九说到这儿停了停，任老头立即看向三媳妇：“你们收了？”宋九看着有些生气的公公，连忙摇头：“不相熟的人岂能收人家银子？就算是相熟的，也没有送银子的道理，我们给拒了。”任老头一听松了口气，不过心头有些不舒服，暗忖：送银子给我们是想对这些养育荣长的补偿吗？靖王妃真是了不起，一袋银子就打发了，回去得跟老伴说说此事。好在三媳妇聪明，没有收下。宋九心头震撼，想不到对方是靖王妃，他一直以为只是大富之家而已，结果是这么大的来头，那以后入城就要更加小心了。难怪上一次卖了皮子从府中出来，他家傻夫君就说以后皮子不往那儿卖了。宋九终于想通很多事情，再看在柴房里劈柴的傻夫君，他一身力气，长得魁梧高大，又会功夫，还打小就识字读书，尤其听他说兵书看得最多。这么一细想，任家小小庄户又怎么藏了这么多的兵书？婆母是贵女千金出身，可是任家到底是庄户，当初田产也才20亩，哪来的银钱买书的？还有那个神秘的师傅教导荣长功夫，会不会是荣府的安排？王府的血脉就这么轻易的能抱走的吗？三媳妇是个聪明的，以后入城就别搭理奇怪的人，咱们庄户人家脚踏实地的，也不要想着天上有掉馅饼的事，尽量少在城里逗留。任老头心头藏着事，交代完三媳妇，这就起身要回去了，得赶紧回去告诉老伴这事儿，得想个应对之策。宋九送公公出了院门，看着公公有些老态的背影，庆幸今天没有直接去任家小院找公婆，把街头的事一五一十的说出来，不然公婆听了定会难受吧。公婆这么多年也挺辛苦的。宋九回身将院门关上，看着一篮子鸡蛋吃不完，直接把鸡蛋给腌了起来，做成咸蛋，将来好下粥。牛车上的凉皮好料子搬到了屋里，宋九还去看了一眼藏着的砍柴刀和弓箭，确定他家傻妇没有寻了去，才放心。夜里靠在丈夫怀里，宋九还不安心，整个身子抱着丈夫，但凡他夜间敢悄悄起床离开，他都知道。半夜，任荣长醒来了，他睁开眼睛，借着窗户边的月光，看着床榻上睡得香甜的媳妇，悄悄摸摸的起了床。宋九藏的弓箭转眼被任荣长给寻了出来，随即将弓箭背到了身上，身姿轻快的出了院子。到了院前，一只野狸子像是领会了主人的意思，很快从后院飞奔出来，转眼跳上了任荣长的肩头，一人一兽就消失在山道上。安城城东头府邸，好不容易才入睡的靖王妃小裴氏，突然被外头的喧哗声吵醒。齐嬷嬷听到主子的动静，快步挑帘进来。屋里点亮了烛台，小裴氏脸色有些不好看，生气问道：“何事惊慌？”齐嬷嬷欲言又止，说：“齐嬷嬷只得说道，刚才子夜之时，有贼人闯入府中，
一箭射伤朱姑娘，朱姑娘吓得不轻，差点没命了。小裴氏一脸的奇怪，他们才来安城不久，也不曾在安城露了身份，知道的只说他们是京城里来的人，绝不可能知道具体的身份，尤其朱氏的身份更不可能知晓。那又是谁要杀他？第146章，亲儿子要杀他。莫不是这段时间朱氏不安分，在安城得罪了什么人？到底不过是结拜姐妹的女儿，朱家氏族在朝中有些权势，小裴氏不得不起床披衣去看一眼朱氏去，还得给朱家交代的。东院里，朱淑文嘴里咬着白帕子，眼睁睁地看着府医清理自己肩头的伤口。半夜3更，他睡得好好的，突然外头有动静，他疑惑地披衣出门去看，便是迎头一支箭射过来，要不是身边的暗卫，这支箭直接射他脑门了。便是暗卫相互避开了第一支箭，结果又接连3发，到底没挡过去，这一箭射中了肩膀，让这个从来没有吃过苦头的贵女千金痛得直冒眼泪。府卫全部出动了，只待抓了那人，非得弄死他不可。朱氏气得咬牙切齿。这边小裴氏匆匆往东院赶来，护卫长拦住了他，上前禀报情况，贼人被围堵在西墙角荒废的院里，大概是逃不掉了。护卫长将朱姑娘的伤势说了，此人入府对府中地形相当熟悉，而且直奔朱姑娘的住所，故意在院外引起动静，吵醒朱姑娘，待朱姑娘从屋里匆匆出来时便放冷箭，伤了户部尚书的女儿。小裴氏气得不轻，怒声下令，不必围剿了，直接乱箭射死，必须给朱家一个交代。护卫长领令就要退下，没想小裴氏看到了护卫长手中的剑，疑惑地问道：如此潦草的剑哪儿来的？护卫长正想随手扔了，听到这话赶紧回禀，正是贼人掉落在当场的剑，看来是个草莽汉子，不是什么正规江湖人。护卫长就要带人去西墙角，小裴氏又叫住了他。小裴氏的目光再次落在剑上，很快想到了白日里发生的事。本宫跟你们一起去。小裴氏不往东院去了，而是跟着护卫往西墙角去。西墙角的荒院里，任荣长目光冷淡地看了一眼荒凉的院子，随即解下衣裳撕成布条扔到院里的枯树上。就在众护卫的剑都盯紧了枯树时，他却趁黑跳上了屋梁之上，猫在了暗处。小裴氏心头不安，赶到荒院外，朝里头望时，突然黑乎乎的一团朝他攻击过来，吓得小裴氏花容失色，头上珠钗都掉了。只听到一声脆响，掉下的珠钗断了数节，还被护卫踩了一脚。身边护卫数箭齐发护主，就见那一小团黑乎乎的在密密麻麻的箭中穿梭，转眼跳屋顶逃走了。到这时，护卫长才呼出一口气，疑惑道：王府怎会有野离子出没？要是往常这样，小裴氏早已经怒火攻心，可是这一次在看到逃走的野离子后，他的心头越发的复杂起来。小裴氏堪堪稳住身子，便盯着院里瞧，可惜天太黑了，根本看不到院里的情况。他再次看向手中捡落的剑，看来真是他家好大。就在这时，风中有剑雨破空之声从暗处传来，护卫长想也没想的拔出腰间佩剑，快速护在小裴氏前头，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对方不仅3箭齐发，而且满弓之间没有间隙，如同6箭迅速接踵而至。便是功夫高深的护卫长竟也是惊了一跳，只听到叮当数声，风声恢复平静。护卫长刚要松口气，没想到最后一支箭悄无声息地擦过他的肩头，朝身后的小裴氏飞去。护卫长眼看着已经来不及阻拦，只得连连后退，以身挡箭，最后伤在了肩头。小裴氏吓得不轻，他才现身，先是被野离子攻击，而后又要置他于死地，他怎么可以？护卫长不顾身上的箭伤，立即下令乱箭射。住口！小裴氏心头有气，却仍旧下了令，放他走。就在护卫们犹豫之际，一个身影直接从屋顶跳了下去，转眼就逃走了。亏得他们还以为包围了荒院，里头的人也一直在监视之中。这么多人盯梢的情况下，他是怎么上的屋顶？竟然无人发现，可见对方的功夫有多强。人跑了，小裴氏却不准他们去追。暗梢护卫冲出来，从枯树上取下了撕碎的破布盛了上来。小裴氏看着这熟悉的棉粗布，还有这上头的刺绣，在庄户家里能有这手艺的，大概就是他那个亲姐姐了。所以来的刺客很清楚，就是他的傻蛋儿。真的是傻蛋儿，竟然要一剑刺死他这个生母。小裴氏的心凉了半截。要是放在以前，儿子这么待他，他绝不会手软。可是现在，他唯一留下的傻儿子，他拿着一点办法也没有。东院里，朱氏肩头的剑拔了下来，这会儿上了药，整个人虚弱的靠在床榻上，沉声问道：抓到贼子了吗？下人还没有回答，门外的小裴氏便接了话：不必抓了。朱氏听到这话，怒火顿起，见姨母进来了，只好压住心头的火气。小裴氏很快挥退了屋里的下人，只剩下2人时，小裴氏也不隐瞒了，说道：杀你的人正是你大表哥。朱氏一脸不可思议，很快他想到了什么，怒道：定是那乡野妇人的指使，好狠毒的女人。小裴氏可不这么想，他心头隐约感觉，恐怕就是他这个傻儿子的傻气之处。姨母，
你可要为我做主，就是那个村妇，今天害我当街受辱，平白被这些粗鄙妇人打了一巴掌，还被人骂了一顿，现在更是指使大表哥来杀我。姨母，你千万不能让这女人进门，不然王府哪还有宁日？小裴氏自然不会让个村妇进王府大门的，只是金戈儿所有的事，不都是他造成的吗？你今天去送包袱，到底说了什么话？小裴氏严肃起来，令朱氏有些惧怕。宅里的主母可是有几分手段的，出京城之时，母亲就交代过他，万不能在外头得罪了这个姨母。小裴氏见朱氏目光闪躲，就知道定是惹怒了他的傻蛋了。也怪我，就不该让你送包袱过去。你从小跟你二表哥长大，他性子好，你闹你的，他惯着你。可是你大表哥不同，他不曾跟你长大，对你没感情。再说他身边还有个媳妇，你这个时候出现在他们面前就是找死。小裴氏很后悔当初怎么就应了他这话，想到亲儿子要拿箭射死自己，小裴氏心头不好受。第147章，不准报复他们。朱氏也是个聪明人，立即露出痛苦之色，露出自己肩头的伤。姨母，你看，这是大表哥伤的我，活该。到底是朱家的人，小裴氏这就差下人打开府库，拿出最好的药给朱氏养伤。这边交代好，小裴氏再一回头，就看到朱氏眼底闪过的锋芒。小裴氏的脸色有些不好看了，他整了整袖口，语气严肃地说道：不管这事是受谁指使，你必须打消报复他的念头。山野村夫入不了王府大门，但是他肚里的孩子却是我荣家的血脉。这是小裴氏在警告朱氏。朱氏心头震惊不已，他内心所想的，姨母怎么会知道的？对付这种山野村妇，杀了他就太便宜他了。真要对付，那自然是对付他腹中的孩子。金戈儿害他受了这么大份委屈，还吃了这份苦头，岂能罢休？报复回去，那自然是往痛里的来。越是他们在乎的他，越是要对付。可是姨母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如何是好？小裴氏先眸看了一眼朱氏，接着说道：你今天受的委屈我都知道，但是你不能动那村妇一根毫毛，尤其是她腹中的孩子。你若是做不到，那我只好现在就将你送回京城去。姨母，我不会怪大表哥的，看在大表哥的面子上，我也不计较这村妇了。左右将来我才是大表哥身边的女人，迟早能报复了回来。朱氏连忙靠着小裴氏的胳膊，做晚辈的亲昵状讨好小裴氏。只可惜小裴氏根本不喜欢这种亲近，便是他自己的儿子也不曾这么亲近过他。很快，小裴氏顺手推开朱氏，并将他扶到床榻上躺着，交代道：好好养伤，伤好了，这安城还有不少宴席，你得去参加。我不方便在安城现身，你可得好好应酬。作为将来王府的世子妃，你更要做得得体些，我都看在眼中的。朱氏哪还敢多说半句，只得将心头的苦涩咽下，做个乖乖媳妇。行好行好行好。天亮了，宋九睁开眼睛，发觉床边没有他家傻夫君了，莫不是出门了？这么一想，他吓了一跳，赶紧披衣下床，从屋里冲出来，就看到他家傻夫君在后院喂鸡。宋九见丈夫没有发现他呢，这就回到前院，看到藏着的砍柴刀和弓箭还在，松了口气。瞧着他家傻夫君一夜未出门，他也就放心了，这就将弓箭又挂上了墙，砍柴刀也放到了柴房里。喂了鸡，割了牛草，又挑满了水缸，任荣长才准备下地干活去。宋九还像往常一样，给傻夫君准备了热气腾腾的肉包子，送丈夫出门。现在大哥在城里做事，眼下只有二哥和他家傻夫君跟着公公在地里做事了。他自个家中的地还得老天下了雨再耕种吧，这地不方便挖沟渠，只要老天下了雨，还是块好地的。正好任家的地也忙活不过来，也免得请短工了。院前静了下来，宋九坐在桂花树下，开始裁布缝衣刺绣。那凉皮好布料，尽快做好给戏楼名角送去，别到时候他都要生孩子了，耽搁了时间。任家的水田边，父子三人坐在田埂上，都看着任荣长一个人在吃肉包子。爹，二哥，你们不吃吗？任广江咂了咂嘴，立即移开目光。他们二房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吃肉了，媳妇把生活管得严，先前也有点银钱在媳妇手上，但是媳妇不买肉吃，他就没得吃了。任荣长将肉包子往二哥手中放，再要给任老头时，任老头立即摆手，不爱吃肉包子，你们吃，我先下田。任老头可是在家里吃了早饭才来的，小米粥加鸡蛋，还有饼子，肚子都是饱的。父亲下田做事了，两兄弟会在一起吃。任广江吃了几口，尝到了油荤味，叹道：三弟媳会持家，天天看到三弟吃好的，谁受得了？任荣长扬起唇角，他媳妇做啥吃食都是好吃的，家里的肉也时常有，没有的话他就去山里打猎。任广江跟着吃了几个包子后，他似乎也有了心事，接着说道：我要不要出门巡视做？大哥家里过好了，三弟家里也过得有模有样，就我二房家里过得有些难。任荣长看向二哥，说道：要不二哥跟我进山打猎，就有肉吃了。任广江立即摆手，以前他和大哥一起跟着三弟去过，山里头可不是闹着玩的，三弟身手好，天生的神力，他们两个当初差点没被吓死，做猎户也不是谁都可以的。
然而任广江也只是起了这么一个念头，但一想到家里的媳妇和暖和的被窝，就舍不得离开家了。吃完了就下地干活吧。水田里，任老头看向两个儿子，突然问道：“你们的大哥一直没来帮手，你们不会计较吧？”任广江立即摆手：“大哥家里过好了，那是好事儿。再说地里快要有收成了，到时候请几个短工帮忙就是。”任老头听了老二的话，心头很满意，这就看向三儿子，没想到三儿子闷头做事，速度快得很，就是力气大，可别帮了倒忙。任老头叹了口气，老三做事没得说，你们两个不计较就好。父子三人忙活一天，到了天黑才回去。任老头回到小院，任婆子已经给丈夫备下了洗澡水，待任老头洗漱干净出来，坐在廊下的任婆子突然开口：“我打算去一趟城里，见他一面，把话说清楚。”任老头听了有些意外，可是现在姐妹二人身份有别，他担心媳妇受委屈，只是这些事不说清楚，还得缠着三房，到时候小辈们知道了实情，这个家就不完整了，有了隔阂。那就去吧，我陪你一起去。说完这话，任老头进屋，转眼从屋里拿出一把匕首，到时候你带上这个。任婆子看到丈夫手中的精美匕首，还是当年她藏在怀中，防着丈夫挨她身的，后来什么时候放下的戒心，匕首放何处了？任婆子竟然都忘了。任婆子郁闷地接过任老头手中的匕首，也问起了当年的事。当年我跟你成婚，天天带把匕首藏在身上，你不担心我杀了你呢？担心的，所以我不敢碰你。任老头一脸坦诚。第148章，三媳妇就是孝顺。任老头虽是这么说着，脸上却是笑容，接着又说道：“我是觉得人心能换人心，我莫名其妙得了你的手帕，你定是对我有误解的，换谁都不会轻易相信对方。再说你是贵女千金，我一个下人长工，既没有贵公子长得俊，也没有贵公子的权势，你嫁给我，本来就是你受了委屈。”任婆子听到这番话，心头感动，真是一个老实的好人。但凡她坏一点，那个时候的任婆子没有反抗的余地，在娘家也是唾弃的存在。其实我当时也悄悄的想过，要是你诚心跟我过，我决定一辈子把你捧手心里，你让我做啥我就做啥，都听你的。所以我其实也不是一个好人，明知道你看不上我，我还奢想了你，后来更是把你带到这乡下来，也没有给你过上好日子。任老头想起当年，还有些惭愧。任婆子反而笑了：“你若不是个好人，3个儿子就不会出生。”老夫老妻的，竟是把任老头的脸都说红了。第一次沾了媳妇的身，的确用了些心计。那会儿年轻气盛，身边躺着个美人儿，能不动心？任婆子没有接匕首，而是握紧了丈夫的手，一脸认真的说道：“跟着你没有后悔过，做贵女千金过好日子，却让我明白了人心的险恶，亲情的淡薄。嫁给了你，我才知道什么是幸福。”任老头听到媳妇说不曾后悔过，这么多年揪着的心终于放平，脸上也满是喜悦，看着近在眼前的媳妇，叹道：“以后我就是你的长工，你让我干啥就干啥，我不缺长工，你是我夫君。”任婆子顺势将匕首又收起来了。现在她妹妹要对付她，拿着匕首也防不住，身份有别，但任婆子不会怕她。这一生能跟一心一意的人在一起过平静舒适的日子，她很知足了。即使对付不了妹妹，她也不怕，夫妻同心，死也要死在一块儿。那明个儿我们就去。任老头做下决定，等会儿就给2房3房吱个声，两儿子明个儿自己下地干活，不准偷懒。说起来，任家3个儿子都有些像任老头，做事勤快，不卑不亢，明明会读书识字算术，在乡里却很低调，而且容易知足常乐。任婆子别的成就没有，就是任家的家风管得好，不然任家祖上那败家的样子，但凡传下去，任家就没有现在了。3房院里吃晚饭时，公公过来给传话，明个儿公婆要入城置办些东西，公公不下地，叫他家傻夫君不准偷懒。宋九看着丈夫一一应下，她若有所思地看着公公：“爹，城里现在很热闹，难得入城，多玩一玩再回来。”宋九试探地开口。任老头看了儿媳妇一眼，这孩子还是单纯了，真以为他们入城是游玩的吗？他们入城可是办正事儿的。任老头摆了摆手，正要走时，宋九转眼从荷包里拿出10两银子塞到了他手中：“爹，药材卖了不少钱，正好爹娘要入城置办，咱们3房也没有什么孝顺的，爹把这钱收下，入城了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任老头一脸惊讶地看着手中的钱，随即哈哈大笑：“老三媳妇，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孝顺呢？我们还没有老，犯不着你们后辈拿钱孝顺，等将来爹娘老得走不动了，到时候你们不给我们也要向你们要了。”说完这话，任老头把钱放到了桌上，一脸欣慰地看着三媳妇，真是越看越满意。那药材是三媳妇的福运，他发现的，卖了钱自然是3房的，怎么还惦记着像以前一样把钱交给公婆？宋九还想再劝，任老头摆手：“3个儿子就属你们3房最孝顺，知恩图报，是个好孩子。不过现在真不用，我和你娘手头有钱，不要再说了。明个儿老三仔细着田里，跟着他二哥，别力气用大了，把田埂给弄坏了。”
任老头这就走了。宋九无奈将银钱收起，对他和荣长好的公婆，他是知恩图报的，没有公婆的养育恩情，他不会嫁到这么好的丈夫。至于他的娘家人，宋九一想到娘家人，便想到青花楼里的宋六，他立即抛开念头，在他和宋六出了宋家大门之时，便已经恩断义绝。但凡他当初没有选择嫁到任家来，那么现在宋六的下场便是他现在的下场。想到青花楼里，他就打了个寒战。刚才与公公的一番对话，宋九也听到了一些心声。公婆入城果然不是为了去置办东西，恐怕就是去见那府邸里的人。等公婆回来后，他再去任家院里打探一下，看是个什么情况。公婆不收他的钱，那他以后入城就给公婆带些吃的回来。眼下手头宽裕了，她要替丈夫还恩情。第二天一大早的，宋九给丈夫备下了吃食，让他带地里跟二哥一起吃。今个儿两个人干活会更加辛苦一些吧，等会儿中午给丈夫弄好吃的。送丈夫出门，宋九站在院前，看到底下村道上果然公婆赶着牛车出门了。他还能清晰地看到婆母穿着崭新的衣裳，头发挽成髻，梳得齐整。村里人见到任婆子还朝她打招呼，不少村妇悄悄摸摸地打量着任婆子梳的发髻，以及她那与众人不同的坐姿。有村里的小媳妇私下议论着，我怎么瞧着任家婶娘不像个庄户，这模样跟城里的贵夫人极像，坐着的样子也与咱们不同呢。刚嫁过来的小媳妇自然不知道了，知道内情的长辈接了话，这你们就不知道了。任家当年穷的一身债，任家长辈还把人品给卖去做长工，得了笔银钱。后来这个被卖做长工的人品不仅赎身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位美娇娘，就是这位了。是什么身份不知道，但出来咱们村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出来，怕是没有过苦日子的，家世定是好的，可惜嫁到了乡下来。小媳妇听了，越发的好奇，为何要下嫁给长工？几位长辈村妇看着已经远去的牛车，也都摇头，他们也不知道原因。但是这位美娇娘当年来了村里，立即换下一身新衣，穿上了补丁衣裳，干起了农活。第149章，分别18年，姐妹中相见。人家出身好，没嫁到良人，但是人家勤快，这不把任家又扶起来了吗？转眼这些小媳妇还被长辈们借着任家婶娘的事迹给教导了一番。出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会持家，要勤快，少偷懒。小媳妇们撇了撇嘴，勤快谁不会，但是辛苦谁不想清闲一些。安城东头贵人府邸，连块匾额也没有的地儿，这些日子却迎来送往不少客人。府中有位少夫人应酬着地方官员和权贵们。任老头和任婆子坐牛车来到府外，府里的下人很是瞧不起，不知哪来的庄户敢将牛车停府前大门，是活腻了吗？有护卫上前驱赶，正好遇上跟着府中少夫人出门应酬的齐嬷嬷，瞧到了这一幕，尤其在看到任婆子后，脸都变了，赶紧上前行礼。那些正要赶人走的下人看到老夫人身边的齐嬷嬷如此恭敬，竟是吓了一跳，不知眼前庄户是什么来头。任婆子看着眼前的齐嬷嬷，还真是熟悉的很。当年送帕子到下人房里去的时候，想必这个婆子帮了不少忙。齐嬷嬷不敢对视任婆子的目光，而是连忙用眼色支视着府前护卫，他们纷纷退下。从马车上下来的所谓少夫人，其实就是朱氏。朱氏会看眼色，瞧见任婆子的长相与王妃是如此相像，立即分辨出她的身份，连忙上前行晚备礼。任婆子和任老头就这样被恭敬地迎入府中，走的是大门，入的是正堂屋。坐在客座上，任老头还有些不习惯，这雕金镂玉的奢华，他欣赏不来。晋王妃小裴氏听了齐嬷嬷的禀报，一脸不可思议：他姐姐亲自过来了，不是3日之约，他理都不理他吗？定是那日荣长回去告诉了他姐姐。想到好大儿，小裴氏心头还一阵悲凉。大儿子不仅不认他这个生母，还对他如此的绝情，一箭要射死他。小裴氏半点不敢怠慢，赶紧收拾自己，这么多年再见到姐姐，可不能有半分示弱。下人服侍着小裴氏沐浴更衣上妆，终于做回铜镜前挽发时，他看着镜中的自己，忍不住摸向自己已经有了皱纹的眉眼。18年未见，不知姐姐会老成什么样子，想必没有她这般明亮光鲜的吧。一个是晋王府的王妃，一个是面朝黄土的村妇，同样从母亲肚里出来，同样有个当官的父亲，而两人的人生却是南辕北辙。终于梳妆齐整，鲜艳的扣单甲摸了摸两鬓露出的几根银丝，觉得不妥当，硬是让人给扒了，这才放心出去应付。正堂屋里，任老头一脸郁闷地看向老伴，小声说道：等到天都黑了还没来。任婆子却是神色平静，看向门口说道：多半是要给我一个下马威的，他晋王妃身份金贵呢。没一会儿，堂外传来脚步声，人来了。任老头立即整了整衣裳，坐直了身子。小裴氏被人簇拥而来，那一身王妃华服很是抢眼，满头珠钗，无不彰显着身份。只是当小裴氏入得堂屋来，看到一身朴素粗布衣长的姐姐时，她怔住，眼眶里莫名一热，脚步也停下了。任婆子看到妹妹并没有起身，而是坐在那儿，目光冷淡，多是疏离。她没有华贵衣裳，也没有精致妆容，更没有华丽的首饰，
有的只有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平静与安详，便是眉眼之间的皱纹也不无透着一股祥和。18年的时光没有改变他姐姐的心性，他还是那样的不争不抢的样子。小裴氏有些想不明白。小裴氏在主座上落了座，身边的下人往日见了这种不懂规矩的人，多半就发飙了。可是今日，这些下人一个个静默的不敢出声。姐姐见到我，竟然还如当年那般平静。小裴氏忍不住开口，任婆子并不想跟他叙旧，直接开了口：“你来安城想做什么？”齐嬷嬷立即挥退了众人，自己也跟着退了出去。门外的护卫都退开好远了，屋里屋外终于清静了。小裴氏这么盯着姐姐看，他想从姐姐的神情里看出些不如意，可是并没有。现在姐姐这么冰冰冷冷，想来还是对他有恨意的。于是小裴氏也直接开了口：“为了荣长来的，义儿被人杀了，我眼下只有长儿一个孩子。姐姐是知道的，我喜欢权势，喜欢荣华富贵的生活。眼下靖王老了，长儿是世子人选，你不能抓住他不放手，他身上流着靖王府的血。”任婆子惊讶地看向妹妹：“小外甥是怎么没的？怎么就被人杀了呢？自己儿子没了，他怎么能如此的轻松？现在还敢让另一个儿子去冒险，他怎么想的？”看着还能如此理直气壮的妹妹，任婆子心头难受。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样的性子，可惜了小外甥。大外甥在我身边长大，他只认我做娘，你抢不走。同时他出生时就有缺憾，你也是因为这样当年才要闷死他的。现在你没有理由将他带回去，他也继承不了爵位，你也别想让他冒这个险。我看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他不是你巩固主母身份，为自己后半辈子谋取荣华的工具。这话点到了小裴氏的痛处，他气得脸都白了，美眸瞪向姐姐：“我肚皮里出来的，性子都像我，你想抓手里也抓不住。他会跟着我走，他身体里流着我的血，带着野心的血。”然而任婆子无动于衷，半点不慌。越是这样，越是说明这个孩子不会像他，而是像他这个懦弱的姐姐。小裴氏强忍着心头的怒火，整了整袖口，问道：“你要怎么样才肯将儿子还我？在你想要闷死这个孩子时，你就没有资格问起这话。他跟你没关系了，我今日来不是跟你商量的，而是通知你放手的，赶紧回你的京城去。”任婆子的语气变得冷漠起来，原本还抱着一丝希望的她，只觉得自己有些可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任婆子的话才落，突然小裴氏起了身，朝任婆子一步一步走了过来。任老头见了，想也没想的挡在了媳妇的前头。小裴氏到这会儿才仔细看任老头，还是当年的那个小长工。第150章，生活过得并不如意。小裴氏收回目光，没有停下脚步，反而来到了任婆子面前，突然朝两人跪了下去，再也不顾相见时的那点自尊心，终于示了弱：“姐，我求你把孩子给我。”小裴氏穿着一身华服，却做着如此卑微的事。任婆子有些看不懂这个妹妹了，她以为今日谈不妥，大概会兵刃相见，那么这么多年的事也该同她好好理个清楚了。庄户家赤脚的还怕穿鞋的吗？只是任婆子怎么也没想到妹妹竟然不强着来。任老头也是惊了一跳，他又坐了回去，不受这个礼。任婆子也侧过身去，不予理会。小裴氏苦涩一笑，说道：“姐姐是知道我的，小小知州之女能嫁到靖王府去，实属不易。这桩婚事是母亲给你定下的，可是我抢了去，因为我争强好胜，不甘于平凡。若是当初是我嫁给任凭这样的小长工，我会寻死，我宁愿死在知州府，也不愿意来这乡下。可是18年过去，我来了安城，我突然觉得姐姐这样的日子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不会有靖王府后宅里的阴私缠斗。当年我怀上双胎，为何生下荣长时我要闷死他？不是我知道他是傻子，而是我怀孕的时候便已经上了人家的当，中了毒。当初我为了保住这一胎，不得不让神医将毒全部引入其中一个孩子身上，才保全了老二。为了我和老二在靖王府的地位，我只能把老大闷死。我以为老大迟早养不活，既然都是要死，那就当做没来过这个世上吧，至少这么默默的没了，也不会给我们母子留下话柄。姐姐当年看到的只是我动手的时候，却不知我当时心头有多难受。你将孩子强行抱走，我完全可以阻拦你，但还是心软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去年带孩子给我送来皮子，我以为你打算利用老大来认我这门亲，我当然得拒绝。这个没在我身边养大的孩子，我的确没有感情，我的心全部偏向了老二，手指头上有长短，做父母的不可能没有偏心。而我们母子在王府，不可以行差踏错一步。老大虽然活了下来，但名声并不好，成了傻子，我岂能容许他的存在而毁了他弟弟的前程？姐姐当年说的对，我们同住娘胎肚皮，一个良善，一个狠毒，我就是那个狠毒的人。我对你们狠毒，我对自己何尝不狠毒？我这么多年在王府活得惊惊颤颤容易吗？我抢了姐姐的婚事，却没有抢到姐姐的男人。若不是那次酒宴上有了机会，有了孩子，不然的话，而今的我又老又丑，还无子嗣傍身。我独守空房18年，18年的青春还不能换来一个爵位吗？我岂能甘心？小裴氏说到这儿，连忙拿手帕抹眼泪。
任老头和任婆子听到这一番话，很震惊。高门大户家里的阴私的确不少，便是以前知州府上作为嫡出女儿，也看到了不少庶出弟妹们的辛苦。只是任婆子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向心狠手辣的妹妹到了王府会过着这样的日子，所以小外甥没了也是爵位之争了。既然如此，任婆子更不能将老三交给妹妹，这个孩子不是她所生，却费尽了她的心思才把孩子养大。难怪小的时候老是生病，总是寻不出缘由。要不是老三的师傅定期过来教他功夫时送上药丸，这孩子也是养不大的。那个时候任婆子就有些怀疑，好好的两孩子为何出生就傻了一个，还有其政治不好，直到孩子成年了才没有再发病了。姐，我求你了，把孩子给我可好？这个爵位我守了18年，不能让他们得了好处。你可知晋王府里多少庶子庶女，那些个侧妃出身都高，我斗不过他们的。小裴氏西行向前，伏在姐姐膝头痛哭。任婆子连忙起身避开。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路是你选的，你能怪谁？这个孩子是我养大的，他随我，心地善良，日子过得美满，你不要打他主意。你自己的野心害死了你偏爱的二儿子，如今难不成还要再来害死你唯一血脉的大儿子吗？三儿打小就生病，长大了才好，但脑子仍旧不正常，时常乱发脾气，心智如同孩儿般单纯。你带走他，他要怎么在晋王府活下去？直接去送死吗？任婆子几句话说的小裴氏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这个儿子的缺憾，也是他最担心的事，但是他长着跟他弟弟一样的脸，只要不说话，乖乖的就能骗过所有人。但显然姐姐不会同意他控制住荣长的，而且恐怕也控制不住。任婆子见妹妹说不出话来，总算还有些良知，于是交代道：你来安城做什么的我不想管，但是你要动老三，我不会同意。这个孩子你是有亏欠的，你真是他亲娘，就别去打扰他的生活，世子之为那是你的事，我们管不了。任婆子一口气说完，也不再停留，这就要走了。小裴氏从地上起来，拿帕子抹了一把眼角，看着任老头扶着任婆子出门去了。他没有强行挽留，倒也不是非得现在将大儿子弄回京城。老二尸骨未寒，老大是他唯一的希望了，更应该小心谨慎才成，绝不能让京城里的那些人知道还有个老大存在。好在那个村妇怀了身孕，等孙子生了出来再从长计议。任婆子和任老头从府中出来，坐了牛车，牛车走远了，任婆子紧绷的心才放下，叹道：这么说来，我比他幸福多了，当年谁也瞧不上咱们夫妻两人，而今反而是我这个不争不抢的过得最舒心。任老头听着媳妇这话，心头宽慰。任婆子再一次回头朝府邸看了一眼，又是摇了摇头。老二没了，老大是他妹妹全部的希望，看来他不会罢手的，好在人先稳住了。不过老三他也接不走，等时日一长就会死心吧。任婆子打算将这事儿瞒下来，先等老三媳妇生下孩子再说，免得儿媳妇多想，反而对他身体不好。第151章，劝二嫂别乱吃药。牛车不在城里停留，置办了一些东西就往回赶。水乡村里，宋九见给丈夫准备的吃食越来越多，细问之下才知道荣长一直给二哥分着吃。问起丈夫二哥的口味怎么样，却叫他准备肉食。二哥家里是有多久没吃肉了？宋九一边烙鸡蛋饼，一边叮嘱着丈夫多吃点儿，他干重活很辛苦，费力气。不过金盖的鸡蛋饼他做了不少，等会儿二哥一起吃也是够了的。任荣长闻到饼子香，顺手拿了一块吃着，味道不要太好。送丈夫出门，宋九没有急着做针线活，而是又回厨房里烙了一碗鸡蛋饼，这才端着碗出了门。下游二房的小院里，杨冬花咽下一碗苦汤药，刚准备收拾厨房呢，就听到敲门声，她赶紧将药碗和药缸藏到了茅草堆下，这才跑出去开门。门外的人正是宋九，还给二嫂端了一碗鸡蛋饼来了。杨冬花闻到饼香，咽了咽口水。二嫂还没吃早饭吧？正好我夫君下地，我多做了些，送过来给二嫂尝尝味儿，看我做的可好吃。三弟媳做事麻利，厨艺也是几个儿媳妇里头最好的。宋九在堂屋坐下，杨冬花赶紧去厨房倒白开水。宋九似乎闻到药香，果然是这味儿，他立即起身朝厨房看，就看到二嫂脚步匆匆的出来了。这么细看下，二嫂的脸色略显苍白，倒也不太明显，只是最近二嫂似乎瘦了一圈，脸上都要瘦得脱相了，还是以前圆润的时候好看。杨冬花给宋九倒了白开水，坐下来吃鸡蛋饼，吃了一口就有些收不住手了，果然三弟媳做的就是好吃。宋九试探的开口：二嫂，我怎么闻着有药味儿？杨冬花脸色大变，连忙看向三弟媳：没有的事，我跟你二哥好好的，没人喝药。宋九点了点头，接着说道：我这次入城，经过药铺时，正好遇上里头的大夫给小夫人把脉，小夫人得了寒症，多年未愈，而她本人一直在吃着一剂药方补身体，没想到大夫说她寒不受补，药方用错了。我当时也是好奇，就问了一句，那小夫人的娘家竟然跟二嫂同一个村，对方那药方子就是从娘家拿来的，说是同村有人治这个病很厉害的，
然而他越吃身体越是不好，脸色苍白，还有难言之隐，苦不堪言，才来看大夫的。宋九说完，就见二嫂脸色大变。杨冬花立即问道：“那人的娘家也是杨家村？”宋九点头：“是什么药方？三弟媳可记住了？”宋九摇头，并把当时大夫所说的话详细的说了一遍。这一下杨冬花更加不淡定了。到这一刻，宋九已经知道了，他的猜测没错，二嫂也在吃这个药方。药方真不能乱用的，还是得让大夫把脉才行。宋九话落，杨冬花似乎反应了过来，压下心头的慌乱，说道：“三弟媳说的对，药方不能乱用的，不过我们家没人吃药。”宋九没有点破二嫂，这就起了身：“二嫂，我这肚子大了也时常犯困，那我先回去了，以后二嫂有啥事儿可以去山脚下找我，左右我在家里也清闲呢。”杨冬花心神不宁地送宋九出门，看到宋九往上头走了，她才松了口气，随即跑到厨房拿起药缸，看着里头的药渣，闻了闻，心头有些不安。那小妇人有难言之隐，她似乎也有下身不舒服，这段时间都不愿意跟丈夫同房，就是怕他知道。这会儿杨冬花又痒了，想伸手去挠，连忙忍住。再看还剩下的5包药，她有些犹豫了，要不去城里瞧瞧大夫去，可是家里的现钱都被她拿来买药吃了，眼下要入城看大夫，那只能卖粮才有现钱。山脚下，宋九做了一天针线活，到了傍晚时分，得知公婆从城里回来了，她也不顾丈夫还没有回家，端着一碗鸡蛋饼就往任家小院送。任老头和任婆子才回家，三媳妇就过来了，正好肚子饿，两老的吃着鸡蛋饼。宋九一边帮着公婆处理牛车上置办的杂货，一边跟公婆说着话。聊了这么久，宋九也知道了公婆今日入城的成果，对方并没有为难两人，瞧着也没有谈崩，大概上次他和荣长在街头那么一闹算是过去了，以后还是跟他家夫君避着那家人吧，即使荣长的生母来认，他也不准荣长相认的。他家夫君是傻，却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他宋九也是能辨是非的人，不会让公婆失望。帮着婆母整理好东西，瞧着天要黑了，宋九这就要回去了。宋九走时，任婆子突然从屋里拿出一堆小孩子衣裳，说道：“老三媳妇怀着身孕，不知道小孩子的衣裳怎么做，我都给你做好了，拿回去洗一洗晒干了收着。2个孩子也不知是男儿还是女娃，这衣裳都能穿。”宋九其实也买了不想做孩子的衣裳，只是想着月份还早，不着急，没想到婆母已经帮他做了这么多套衣裳。老三媳妇别多想，我可不是偏着你，你大嫂当初我也是做了孩子衣裳送过去的。任婆子明明向着三房，却还解释一下。宋九笑了。出门时，他家傻夫君竟然站在门外，刚到，原来是从地里回来，没见到媳妇，就跑村里来寻人了，一路问过来的。任婆子看着老三这紧张的样子，笑道：“娶了媳妇忘了娘，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们赶紧回去，别在我面前碍眼了。”任荣长摸了摸后脑勺，一本正经地说道：“娘，我没有忘了您，我都记着。”任婆子摆了摆手，赶紧走。宋九的手被傻夫君握在掌心，小孩子的衣裳也落到了他手里，夫妻俩就这样的走在村道上。从地里回来，身上全是汗味，还有衣裳上的泥巴，可即使是这样，宋九瞧着他家傻夫君，竟觉得挺有男人气概，在他各种美食的投喂之下，感觉他家夫君又长高了些，也强壮了些。媳妇，我背你。任荣长突然蹲身，宋九的脸颊一红，朝左右看了一眼，见家家户户的也都管着晚饭去了，倒也没有什么人注意两人，于是爬在了丈夫的背上。天色越来越暗了，宋九看着傻夫君一步一个脚印，脸上还带着傻笑，他忍不住摸了摸他的脸，在笑什么呢？媳妇儿，今天二哥说有些羡慕我，说我傻人有傻福。任荣长的声音里止不住的开心。第152章，大房又赚钱了。宋九美滋滋的听着。二哥说二嫂偷偷摸摸的在喝药，他又不敢问，还说实在怀不上孩子，那这一辈子不要孩子也没有关系，反正我媳妇特别能生，将来任家也有传人，不在乎他二房这一脉。任荣长将金个二哥跟他说的心里话一字不落的说给自家媳妇听，可见二哥夸了他，也夸了他媳妇，他很高兴。平时他爹在地里做事，他二哥还不好跟他说这么多的话呢。宋九才知道，原来二哥什么都知道，亏得二嫂一直瞒着。金个儿他原本也想去劝劝的，但是二嫂防着他，他也不好多说。嫁进任家2年没生，其实也没什么吧，也不代表不能生吧，就算有什么，也得让大夫看了，得了准信再定夺。宋九又问他家傻夫君，二哥还说了些啥？原来二嫂为了吃这补药，把二房的现钱都花完了，眼下二房没钱了，难怪二哥没怎么吃上肉，才馋他家傻夫君手中的吃食。这天之后，二房悄悄的在卖粮，他们不敢在村里头卖，怕被公婆和妯娌知道，就卖隔壁村去了，结果还是被村里人知道了，转眼也传到了宋九的耳中。看来二房这一次卖粮得来的钱，大概是要入城看病，不至于再去杨家村拿着偏方药了吧。任家大房里院里，
任广田从城里回来了，牛车上带回来不少吃食。沈秋梅抱着孩子把丈夫从村头接回来，又是给村里的孩子撒糖，村里人一路跟着好不热闹。待大房夫妻二人回到家中，院门一关，任广田立即将工钱交给媳妇，又是一袋沉甸甸的银子。沈秋梅数了数，眼眶都热了，一脸欢喜的小心翼翼地说道：“夫君，这里有20两银子，你怎么赚到的？你简直是太神了！”任广田看着媳妇激动的样子，就知道没有看到过大钱。在城里，人家入一趟酒楼里，随手一扔都是10两银子，一顿饭就是几十两银子，这钱不算什么。你把钱收着，上一次你不是说的被三弟家买走了吗？心头有遗憾，以后你在村里头留意一下，有地咱们用现钱买。我现在每个月的工钱都还不错，咱们家花销不大，能积攒些钱。沈秋梅立即点头，那当然要买地的，我听人家说朝廷里派大师过来测雨，还要为咱们安城祈福，指不定来年就下雨了。所以趁着现在地不好种，咱们便宜买些地留着，只有好处。再说我在家里奶孩子，除了偶尔吃点肉，其他都不花销，都存着的呢。夫妻两人一条心。沈秋梅赶紧把钱藏起来，立即出门去。丈夫好久没回家了，今个儿回来她高兴，她上隔壁村打点酒买点肉去，再炒个油豆子，夫妻两人坐院里下酒。沈秋梅走在村道上，再一次被村里人的热情给包围。当年怎么就没有想到学门木工手艺，不然现在也能像任家老大那样赚大钱。城里木器行市不再收学徒了，但是任家大房过好了，有本事了，村里人自然愿意巴结。沈秋梅只要往那儿一站，就有人献殷勤。正好有个村妇顺势问起沈秋梅关于他家二弟卖粮的事，是不是二房家里没钱了？任婆子持家的时候，任家人很少卖粗粮，多是去城里卖白米，自家人吃粗粮。但这一次任家二房卖的就是粗粮，当然白米在这周围村子里也卖不出去。有这妇人提起，便有其他妇人搭腔，说人家大房不是有钱了吗？要不借点给二房，虽然分家了，到底还是兄弟一场呢。沈秋梅听着这话，心头不舒服，也不跟这些人多说了，提着酒和肉就脚步匆匆往回走。经过二房门口时，沈秋梅脚步一顿，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二房院里。杨冬花正在做午饭呢，见大嫂过来了，刚要开口叫大嫂留下吃午饭，就看到大嫂手中的酒和肉很有些刺眼。二弟媳，等会儿午饭去我大房院里吃吧，分家后两家也很少聚一起了，正好今个儿你大哥回来了，吃个开心。杨冬花见大嫂这般热情，只好应下。沈秋梅这就回去做饭了。午晌那会儿，任广江从地里回来，就跟着媳妇来大哥院里了。只是这一次大房院里并没有请来三房，而是只有他们二房。杨冬花默默地坐在那儿。沈秋梅一边给他们倒酒，一边说道：“我瞧着我夫君在城里做木工活挺不错的，二弟要不跟着你大哥去学一学？”任广田立即看向自家媳妇，当初他学木工的时候，爹娘就问过老二了，老二不喜欢做木工活，现在让他跟着学，不是为难他吗？沈秋梅在杨冬花身边坐下，叹道：“左右你大哥教别人也是教，不如教自己的弟弟。再说我跟二弟媳都一样，没有什么手艺，不像三弟媳那样手巧学会了刺绣。二弟媳觉得怎么样？”沈秋梅看向杨冬花，杨冬花的确有些心动。这不，村里人都盼着跟大哥学做木工，要是她丈夫也跟着去做木工，那二房家里哪还要卖粮换现钱，直接就能赚回现钱了。只是不待杨冬花开口，任广江直接拒绝了：“大哥大嫂是好意，只是我不适合做木工，而且我也不喜欢做这个，不然当初大哥学手艺的时候，我也一并给学了。”任广田听了二弟的话，不想自家媳妇再掺和，朝沈秋梅使了眼色。沈秋梅心头郁闷，她也是为了二房好，这不是她夫君都在城里赚到现钱了呢，而且这活计做好了，以后还有钱赚，技不压身呢。只是任广江对上杨冬花的目光时，她又默了声。杨冬花就这么死死地盯着丈夫，心头不痛快，不跟着大哥去学手艺，在家里就知道下地干活，家里就她最傻，干活最多，一个现钱都没有捞到。一顿饭吃得没滋没味的，午饭吃完了，二房夫妻也不停留，这就走了。沈秋梅将院门一关，立即看向丈夫，说道：“我作为大嫂，对得住二房，夫君明明不能收徒，我都让夫君去教二弟了，二房不领情就算了，但是以后二房家里不好过了，要向我来借钱了，我是不会借的，这不能怪我大房小气，我救急不救穷。”第153章，就问安城什么时候能下雨。任广田听到媳妇这话，想要为二房说两句好话，沈秋梅不给丈夫机会，在桌前坐下，接着说道：“我看咱们任家分家是对的，分了家，果然三家人各有各的活法，时日久了就能看得出来，任家三房有钱买地，咱们大房也不差，唯独就二房差了些，那也怪不了别人，你就少说两句吧。二弟又没有向咱们家借钱。”任广田劝着媳妇：“借钱我也不会给呢。”沈秋梅看了丈夫一眼，这就抱着心肝女儿，以后再生几个儿子，再买许多的田地，任家大房会越来越富有。任家大房私下里放出了话，想买田地了，
看谁家卖田的可以找他们商量。村里人为着此事议论纷纷。要不是任家三房媳妇寻到的山泉水，现在水乡村里卖地的人定是不在少数的。山脚下，宋九夜里挑灯刺绣，他家傻夫君不想独自入睡，也一直陪着他，坐在一旁看着书。宋九眼酸，一抬头就看到了任荣长那俊朗的侧颜，那细长的丹凤眸，睫毛竟然挺浓密的，高高的鼻梁下是抿紧的嘴唇，还有那几近完美的下颚线。最后宋九的目光落在傻夫君凸起的喉结上，也不知怎么的，就这么看了一眼，他的身体竟然燥热起来。自打她怀孕后，傻夫君听了公婆的话，不准她碰她，还真是做到了。宋九开头3个月一直不舒服，着实也没有心情，但是现在肚子大了，他竟然对他家傻夫君有色心了。宋九刚要收回目光，任荣长侧手看来，媳妇偷偷的看我。他怎么知道他在偷看？宋九红着脸否认。任荣长将书本放下，立即起身，不行了，我去洗衣池里泡个凉水澡。这都10月的天气了，怎么能泡泉水里？又是晚上夜寒。宋九立即拉住他。其实以前教他灌凉水，还有洗凉水澡这种事，都是在骗他的，现在其实也可以不用。任荣长无奈的将媳妇的手按在胸口，郁闷的说道：你看，心跳的好快，我再不洗个澡，我怕控制不了自己。其实也可以不控制的吧，不是说3个月以后就没啥了吗？刘婶是这么教他的。宋九将丈夫往床边拉，任荣长不仅心跳加快，呼吸也急促起来，被媳妇推到床上，他连忙松开媳妇的手，我等会儿没轻没重的。任荣长倒吸了口气，看着眼前解开他衣襟的小手，这不好吧，媳妇肚子里有孩子。宋九回头吹灭了油灯，这就上前将丈夫推翻在床上。任荣长小声问道：媳妇儿，我娘说不能欺负你，我怕伤了你。然而话还没说完，嘴就被堵上了。几个月没碰媳妇，让这个农家汉子当真是想得紧，被媳妇一挑拨，完全失去了控制。白日操劳，晚上还得辛苦，没想到了早上，任荣长还能精神抖擞的下地，还在床边坐了好一会儿，手悄悄摸摸的抚在媳妇的小腹上，孩子还会回应着他。瞧着昨夜没有伤到肚里的孩子，看来以后他可以不用忍着了。看着床榻上的媳妇这么困倦，他轻手轻脚的从屋里出来，默默的把家里的重活干完了，接着听话的去厨房里把昨晚上剩下的馒头带上，这就扛着锄头出门去。城里在百姓都忙于学手艺的时候，朝廷还真就派来一位神秘的人挽救安城。这位正是当今国师，法号在外，名气极高，在京城人称活菩萨。这么位有名气的人来了安城，晋王妃最先得到消息，不带地方官员去迎接，他率先将人接到了府中住下了。小裴氏在京城之时就听过这个人的名气，就是有点神叨叨的。他既不是和尚，也不是道观里哪位的传承，但是这人测算天气却很准，所以这一次赶来安城4年未下雨一事，是不是有法子破解了？小裴氏再一次来拜访科院里的国师，还想打探一下安城何时能下雨。姐姐和大儿子待着的地方，小裴氏莫名有种亲近感，尤其来了安城后，他更想为安城的百姓做点什么。科院里，国师韩愈一袭青袍，手持拂尘，却大清早的盘坐在屋前打坐。小裴氏过来，看到国师这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他心头郁闷，心想着来了安城这么些时日了，也不见他有所作为，堂堂晋王妃，难不成还问不出他一个缘由来？身边童子恭敬上前，正要解释国师不能打扰，谁知晋王妃手一扶，直接叫人将童子请了下去。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眼前打坐之人终于睁开了眼睛。国师，本宫有些不明白，这次安城何时能下雨？要不还请国师给个准信。整个里阳郡久不下雨，小裴氏出来之时就觉得奇怪，难不成是得罪了神明？眼前的国师韩愈50上下，眉毛胡须发白，两鬓却是青丝，睁开眼睛时眼神如古井无波，而对晋王妃也只是欠了欠身。王妃所问的也是里阳郡百姓想知道的，只可惜时候未到。小裴氏看着眼前高深莫测又说话只说一半的国师，他心头郁闷的要死，沉声问道：那敢问国师何时才是好时候？韩愈手中拂尘一转，突然指向东边，说道：东边有紫气，贵人罩着，不着急，这雨是一定要下的。就像王妃千里迢迢来安城，帮着里阳郡的百姓，费全国皇商之力，即使是旱灾4年的里阳郡，不也盘活了吗？来里阳郡之前，我还在想里阳郡能得王妃照拂是福气，来了里阳郡之后，看到了安城的风水，我不这么认为了。安城之风水迟早破了这个局，王妃哪儿也不去，偏偏来了这儿，就是因为安城这块福地，冥冥之中就有人愿意相助。4年旱灾，没有人逃荒，百姓仍旧能活下去，这就是神奇之处。此地不简单，我测算天气，年底定有一场大雨，而且之后的里阳郡必会连年风调雨顺，再不会有天灾。这话说的这么绝对吗？神叨叨的当真准吗？第154章，都是妹妹招惹来的祸事。年底就下雨，这么说来就差2个月了。眼下整个里阳郡都有不少皇商的作坊办起来，
路不通，也有皇商出钱出力将路修得四通八达的。小裴氏暗中做了不少的事，倒是被国师一说，他这功劳都没了，还成天意了不成？小裴氏是不相信这些东西的，不过这人不求雨就测算天气，这么说的话，何必亲自来安城，在京城里测算就好了。他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国师，又见他闭上了眼睛。高人就是不一样，能在权贵中吃得开，就是这么神秘。只可惜小裴氏不吃这一套，而这儿也不是京城。突然有位国师到安城来，可别不是王府里那些贱蹄子想的什么阴险法子，莫不是他家小儿子出了事，又寻到了大儿子的消息，走漏了风声。想到这儿，小裴氏不淡定了，也不打扰这话都说不好的国师，而是风风火火地回到主院，立即给京城靖王写信，问国师出京城是什么用意。能支使这么一位来安城，总得有个由头。快马加鞭的把信送回京城去，小裴氏既能让靖王知道后宅里那些贱蹄子的举动，也能顺带问了国师此行的目的。信是送出去了，小裴氏仍旧不放心，好在人被他抢先一步安置在府中，他的一举一动都派人盯着。王府暗探的能力倒也是能放心的。过了5、6日的样子，王府的暗探打探了消息回来，这位国师待在安城只办了一桩事，那就是与知县大人吃过一次饭。饭局上要求知县大人寻找安城百姓中年轻正怀孕的小妇人，并登记成花名册。国师并在饭局上向知县承诺会给安城求雨，而且也告知安城一定会下雨。说到下雨，安城的百姓能不信，便是地方父母官也是这样的心理。这就听了国师的谗言，麻利的派出全部差兵下乡寻找这些怀孕的小妇人了。小裴氏听到这话，感觉不对劲，他很快想到大儿子娶的那位村妇正是年轻正怀孕的小妇人。若是国师是宅里的贱蹄子派来的，那这一趟大张旗鼓的盘查，指不定奔着这村妇去的。小裴氏立即写了封信，派人送去水乡村给他姐姐，可得把这小村妇给看牢了。他肚子里还怀着荣家的嫡长孙，可不能有闪失。送信的护卫从主院出来，就遇上了出门办事回来的朱姑娘。朱淑文看着护卫神色匆忙，再看向他从正堂出来的方向，上前问道：“可是给水乡村报信去？”护卫还有些意外，朱姑娘果然什么都知道，主母还是挺看重这位的，于是也不瞒着了，点头应下。朱淑文接着问道：“这一次又是说了什么？”护卫倒是机灵，沉默着不说话了。朱淑文知道这些人只听令他姨母的，问多了指不定传到姨母的耳中，只好放过了护卫。但看样子去报信而已，并没有送银钱，也没有送东西去，不是去认亲的。水乡村里，任家找短工忙完秋收，任家男儿又清闲起来。任荣长这2日休息在家，不下地了，便想着去自家的荒地瞧一瞧，实在没事儿干，把地里的草给除了，再率先挖好田埂，只要老天下雨就能蓄水了。宋九快将细楼角的衣裳做好了，瞧着丈夫要去自家地里，于是也跟着他出了门。反正待在家里也无所事事，不如去地里瞧一瞧。夫妻2人就这样一前一后的走在田埂上，一路走过去的都是水田，大多水田里养了稻香鱼，等到年底就能抓了卖，大概能卖笔可观的现钱。宋九跟着丈夫往前头走，地里干活的人不多，除了翻修一下田堰和水渠，也没有什么事儿了，倒是没有人跟他们打招呼，也乐得一个清闲。到了他们家的地里，仍旧跺一脚能扬起灰尘，枯草还有一些。宋九看着丈夫劳作，自己坐在田埂上看着下边的水田。就在这时，她一眼瞧见了村口似乎来了什么人。村长带着2个儿子在招呼着，这些人的行头像是县衙里的差兵，腰间还配有大刀的，一看就是来办差事的。一行人入了村，宋九看了一眼，也没有放在心上。任家小院里，任婆子拿出孵了几日的鸡蛋，一个个的对光看，这副鸡仔的手艺功夫不到家，坏了好些鸡蛋了。任婆子一脸的郁闷。这时院门敲响，她只好放下手中的鸡蛋，开门一瞧，就见门外来的人穿着青色短衣，神色严谨，见到任婆子就行了一礼。任婆子看到对方的模样，就知道是妹妹派来的人，心头不痛快，就要将门关上，对方却立即送上一封信，连忙说道：“事出有因，还请夫人先看信。”还以为是妹妹给她送钱来了，来弥补三儿的养育恩情，没想到是封信。任婆子见对方没有急着走，这就拆信细看，莫不是又要邀她见面？然而这一次信中所写却不是邀她见面的，而是说了当今国师来了安城求雨，雨没有求，却叫知县派人四处查探年轻孕妇，他担心这事儿不简单，叫人婆子把正怀孕的儿媳妇藏好，别报上去。任婆子看到信中内容，并没有前因后果，再说求雨关他家3媳妇怀孕什么事儿？任婆子也不傻，尤其得知妹妹的处境后，她留了个心眼，立即问送信的人：“直接说吧，是不是王府里有人要对付我家3媳妇？不然我妹妹不会这么着急。”主母担心这位夫人看不明白，就留她等一等，要是问起，就如实说，这会儿也就不瞒着了。这就点头。主母的确有这个担心，所以还是不要报上去了。任婆子的心沉到了谷底，好好的庄户日子就被她妹妹给破坏了。她不来安城，谁又知道她家三儿的出身
三媳妇肚里怀着的孩子也不会有人知道。任婆子因为生气，直接把妹妹的信当着送信的人给撕了，气得不行。但这事儿还不得不管，这后宅里的阴私事可不好惹。行了，我知道了。任婆子整了整衣裳，这就要出门去山脚下。送信的护卫却突然抬头看向村口的方向，随即开口：“夫人，怕是来不及了，过来问话的差兵已经来了，还请夫人赶紧去找人。”第155章，还好他心细逃过一劫。任婆子吓了一跳，连忙朝村口看去，就见村长周大业带着2个儿子，领着2个配刀的差兵，已经往山脚下走去。坏了！任婆子急死，也不顾这送信的人，脚步飞快地往山脚下跑。送信的护卫悄悄地离开，却并没有走远，既然碰上了，也得护上一护。任婆子一把年纪，比年轻人还跑得快，一双小脚飞奔在村道上，没有了往日的斯文端庄。见到的村里人还有些不可思议，眼前突然跑过去的身影是往日见到的任婆子吗？还是换了个人？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任婆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终于来到山脚下的祖宅，却见宅子门上一把大锁，也不见村长几人。任婆子心头一惊，立即来到院前朝底下看。此时三房家的荒地里，宋九还在吃着兜里的零嘴，就见田埂上来了一行人，为首的正是热情的村长周大业。刚才宋九还看到村口那一幕，转眼朝他们走来，莫不是这些差兵来找他的不成？宋九心头惊讶，他和荣长又有好一段时间没入城了，在村里也没有跟谁起过冲突，更不可能得罪人。那这些人来找他们做什么？衙里来的差兵一眼就看到了田埂上坐着的宋九，挺着一个大肚子，这是快要生了呢。瞧着年纪不大，长相倒是不错，没有其他孕妇那般臃肿。几人来到跟前，任荣长手里拿着锄头，本能地护在自家媳妇身前，面色冷淡地看着眼前几人，即使是村长，任荣长也不想理会。宋九只好从丈夫身后现身，立即向村长行了个晚辈礼，心头打鼓，面上却不显，还问这是什么事儿。周大业将宋九上下打量一眼，满意的点头，叹道：“时间真是过得快，任家三媳妇接来咱们水乡村的时候，那会儿是多大来着？”宋九心头疑惑，为何突然问他年纪？他来水乡村的时候16岁，今年17。只是宋九笑了笑，说道：“那个时候还小，石头村又很贫穷，来时也很狼狈。”就是不直接回答。周大业还要再问，任婆子从田埂上高一脚低一脚的跑过来，绣鞋踩了一脚的泥巴也顾不上了，终于追了上来，还喘着粗气，就听到差兵直接开口相问：“这位小妇人今年到底有多大？”宋九看到婆母赶来站不稳的样子，连忙上前相扶。任荣长扶住母亲的手，任婆子终于站稳了，心却沉到了谷底。完了，三媳妇被发现了！该死的小妹，要不是她在王府里招惹那些人，把灾祸带到安城来，也不会有今天这事。任婆子心头着急，暗自想着，老三媳妇怀孕的事千万不能被这些人登在花名册上，一定是上头还不知道谁才是怀了荣家的正统血脉，才故意这么寻找的。只要不登记在花名册上，上头的人就不会发现他家老三媳妇的存在，肚里的孩子就没事了。任婆子这么一想，立即从袖里拿出一个银袋来，她打算贿赂差兵。只是宋九在听到婆母的心声后，心头震惊的同时，他竟然还听到了村长和2位差兵的想法。村长得到的消息是，这些年轻的孕妇能给安城带来福气，将来国师求雨指不定有用处，所以一个也不能漏下。而2位差兵的心头想法却是奇怪，他们目标很明确，寻到16到18岁之间怀有身孕的小妇人，登记在花名册上交给国师。这几人的想法都跟国师求雨有关，可是为何他婆母的想法却是与荣家正统血脉有关？这中间到底是什么阴谋？宋九的脑子感觉不够用了，但是出于母亲的本能，他一定要护住府里的孩子。求雨虽是对安城百姓的好事，可是他不是圣母，他是个凡人，他得先顾着自己府里的孩子。当宋九看到婆母拿出的钱袋，就知道婆母的用意了。而眼前的差兵是绝不可能受贿赂的，眼下安城求雨是大事，又是当今国师亲自来求雨，怎么可能受他们的贿赂？这样反而只会暴露了他们的心思。于是宋九握住了婆母的手，将银袋按在掌心，接着回答几位紧紧盯着他的差兵，说道：“我今年才15，开年才及笄，婆母最是清楚。去年将我从石头村接过来的时候，又瘦又小，我那个时候还没有长开。”周大业想起任家老三媳妇出来水乡村的样子，的确是又瘦又小。石头村那么贫穷，还真不好说这孩子的年纪，也怪这3年旱灾饿死了多少人。这年头谁家娶媳妇不温养1-2年才怀上身孕，都是任家人生活好，这孩子看着长大了不少。宋九一番话让任婆子有些摸不着头脑，任婆子也立即反应过来，这些人为何一直问老三媳妇的年纪？2位差兵郁闷地看向周大业，身为村长，你连村里人的年纪都不清楚吗？真是浪费他们的时间。整个水乡村就2位孕妇，先前那位吴家媳妇刘三娘正好16岁，怀孕5个月，比眼前这个15岁的孕妇肚子还要小一些。周大业有些不好意思，
一脸的歉意。任婆子悄悄地将银袋又收回袖里，装作奇怪的看向村长，问是什么情况，为何要问他家儿媳妇年纪。周大爷眼瞧着任家老三媳妇年纪上达不到，又与任家往日的交情，于是顺口就说了，上头寻找16岁到18岁的年轻孕妇，先登记上去，过2月求雨的时候，指不定还得这些孕妇上前祈福呢。差兵咳了一声，周大爷赶紧闭了嘴。这村长真愚蠢，嘴巴子还大，啥事儿都藏不住。2位差兵见宋九达不到要求，认定为无福之人，也为求雨的事帮不上忙，就懒得理他了，转身便走。周大爷带着2个儿子赶紧跟上，手朝任婆子摆了摆，叫他们别多想。人走远了，宋九这就看向婆母。任婆子抹了一把额头汗，心头却是奇怪，她妹妹明明说的是年轻的孕妇，没有说年纪，要不是老三媳妇会说话，金个儿这事就避不开了。于是任婆子拉着宋九的手说道，金个儿，你把年纪说出去了，你以后就千万别再说出真实的年纪。好在去年你入村的时候，我不爱跟村里人走得近，倒是无人知道。只是任婆子又忧心了，万一他们去石头村打听你的年纪。第156章，二嫂的不育之症被任婆子知道了。娘，他们寻找的孕妇是为了求雨祈福的，反正这一趟我没有登记上去，大概也不会再来问了，更不可能去石头村打听。只是娘为何如此担心？这事儿不对吗？宋九很想知道婆母心头怎么想的，到底荣家出了什么事？只可惜任婆子此时的心里只想赶紧入城见妹妹问个清楚，没有心思想别的事，于是摆了摆手，咱们小百姓祈福求雨是大事，咱们就别掺和，老三媳妇别再问了，安心回家休养，这地里头也别弄了，要弄就让老二老三来弄，你妇道人家又有身孕，先顾着自己再说。任婆子不顾绣鞋上的脏乱，拉着老三媳妇催着她回家。宋九看着有些慌张的婆母，心头越发的紧张，好在刚才机警避开了一劫。任荣长在母亲的责备声中，只得先将媳妇送回家去。到了山脚下，任婆子仍旧心不在焉的样子，看着宋九交代他，村长再来问起，你还是按着地里说的那样去说，咱们家小百姓自家过自家的日子，那些求雨的大事咱们管不了。宋九点头，就这样看着婆母脚步匆匆的下山去了。自家地里头全是枯黄，也没有什么好修整的，于是任荣长也留了下来。宋九坐在院子外头刺绣的时候，就看到才回任家小院的婆母这会儿坐着牛车出现在村头，公公赶着牛车急匆匆的出了村，莫非去城里见那府中的人去了。牛车到了村外，先前荣府送信的护卫在路边现了身，还把任婆子吓了一跳。也不知三人说了什么，宋九就这么的看着这张生面孔，也跟着坐上了牛车，一起入城的。这日夜里，宋九做了个奇怪的梦，他梦到挂在天上的月亮突然掉了下来，直接扑他怀里不见了。宋九醒来时还有片刻的怔愣，怎么就梦到月亮扑他怀里，然后就不见了？头一回做这种奇怪的梦。外头，任荣长从墙上拿起弓箭，准备打猎去。宋九披衣起身，从屋里出来，就看到他家傻夫君全部准备妥当，这会儿坐在院里等着他起床后跟他说情况。家里的肉是吃完了，不过狼皮还没有卖出去呢，现在农闲的时候了，他家傻夫君还真是待不住，也太勤快了。媳妇儿，我3、5日就回来，绝不走远了。宋九无奈一叹，他挺着个大肚子，又得独守空房了。任荣长上前抱住媳妇，他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上山打猎了，以前没娶媳妇的时候，隔3差5的就上山打猎，也是他的喜好。宋九没办法，同意他出门，走时还有些依依不舍。送丈夫到院外，宋九看着丈夫上山的背影，还有坐在他肩头的野梨子，宋九盘算着时间，若是5日的话，等荣长回来，他的衣裳做好了，也好送城里去了。宋九一低头，就看到母野梨子坐在他脚边，也是舍不得他的另一半吧。已经走到半山腰的任荣长，竟然遇上了下山的周小山，两人打了一个照面。周小山身上扛着柴禾，腰间带着砍柴刀，就看到任荣长背着的弓箭，还带了一袋干粮。周小山就知道他这是打猎去，心头有些难过，所以大哥不是不打猎了，而是不带他们打猎了。一般这种情况下多是尴尬，任荣长却是面色平常，看了周小山一眼，接着往前头走，没有半点停留。周小山苦涩一笑，但还是抱着希望的喊了一声大哥，问以后打猎还能不能跟着他去。任荣长脚步一顿，却是摆了摆手，不了，我喜欢一个人入山。周小山知道大哥的脾气，他不喜欢他们跟着，就是直接拒绝的，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要不是孙小郎干出的事，也不会闹得这么僵。周小山看着任荣长进了山，心头没滋没味的。他一个劳壮力，整天在家里除了打柴就是下地干活。可是周家的地并不多，他再不想想别的出路，家里过年这一关就要难过了。周小山将柴禾往地上一扔，坐在半山腰看着底下的农田，正好遇上上山的孙小郎。孙小郎才喊了周小山一声哥，周小山正好在气头上，上来就是一拳。要不是你当时干出来的丑事，现在咱们还能像当初一样跟着大哥上山打猎，
你再瞅瞅你现在这样子，干瘦的模样，像个娘们似的。你家里那间茅屋子还没有被大风刮倒呢，一时色心，害死我们了。”被周小山再次提起往事，孙小郎也气坏了，怒道：“周小山，要不是受你堂妹的蛊惑，我会得罪了大哥。还有你那风骚的堂妹，还不是被你们家卖到青花楼去了？我啥也没得到，好好的就不能嫁给我孙小郎？”周小山脸色不好看，堂叔家里的事他做不了主，但是堂妹周大丫守了寡，却在村里头不守妇道，他爹娘嫌丢脸，把人直接卖青花楼了。卖青花楼里也不会好了，你孙小郎也不撒泡尿照照。周小山扶开孙小郎，扛着柴禾，大步流星的下了山。孙小郎朝着地上吐了口痰，心头气闷，眼神却朝山脚下看去。这么说的话，任荣长那小子上山打猎，独留美娇妻在院里住着，他怎么敢的？孙小郎的脸上阴恻恻一笑，在水乡村里，个个过得风生水起，地里没粮的就跑城里学手艺，就属他孙小郎啥事也干不成。再想到当时任家人招短工的时候，看他那嫌弃的样子，孙小郎更是怀恨在心。任家傻子娶了媳妇，这日子比他一个正常人还过得好，他不服。于是孙小郎绕过大路，往山脚的方向走去。院里头，宋九想到自己肚子大了，荣长又不在身边，他打算下去跟二嫂说一说，晚上过来陪陪他，也好有个照应。于是宋九端着一碗糖油粑从屋里出来，反手将院门上了锁，这就往二房家里去。孙小郎远远地看着宋九出门，脸上露出一抹邪笑。宋九来到二房院外，就闻到了浓浓的药味，他脸色微变，刚要上前敲门，却见院门没关紧，里头传来婆母的声音：“老二，到底是怎么回事？”任婆子坐在板凳上，看着眼前低着头不敢说话的二房夫妻。厨房里是老二媳妇杨冬花熬的药，还没来得及喝下去，屋里屋外都是一股子药味，任婆子不想知道都难。任广江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媳妇在家里偷偷熬药，他娘大清早的突然赶过来，这一下怎么圆过去？第157章，屋里闹了贼。老二媳妇不敢说话了。当初我派媒人去杨家打探的时候，你娘说你身体好，长得胖壮，屁股又大，能生好几个大胖小子，现在怎么着？还喝上药了？杨冬花听到这话，双手捂住了脸，眼泪哗哗往下流。任广江见状，心头不好受，心思一动，说道：“娘，是我的问题，药也是煎给我喝的，我前不久去城里看了大夫，大夫说我可能不孕。”任婆子听到这话，一脸震惊地看着二儿子：“广江，你这说的什么话？你从小到大，在院里头我最偏心你，吃什么你都比你大哥三弟吃得多，你怎么会身体不行呢？”任广江仍旧很坚定地开口：“许是我天生的，不怪我媳妇。”一旁的杨冬花本以为天都塌了，婆母知道她乱吃药，又有寒症，怀不上孩子，定是要休了她的，没想到丈夫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揽，这又不是什么好事，一旦传出去都是坏名声的事，她丈夫怎么就一力揽下了？杨冬花用袖子抹了一把眼角，这就看向了丈夫。任婆子看了夫妻两人一眼，半晌没有说话。任广江为了让母亲相信是他的问题，还当着任婆子的面立即从厨房里倒出汤药，温着的药汁，他毫不犹豫的一碗喝了下去。这一下杨冬花惊得说不出话来了。原本面色平静，看不出喜怒的任婆子终于不淡定了，立即起身去厨房。罐里还有药渣，任婆子要看一眼，任广江赶紧捂住罐口，心头没有底，他娘可不好忽悠。任婆子也不强着来，只冷淡地看着二儿子：“一服药多少钱？”任婆子问起，任广江心头一动，如实说道：“城里的药铺里有做唐大夫，他给看的，因为补药居多，一副药得500个大钱了，2服药就得1两银子，这药谁家吃得起？”任婆子倒吸了口气，半晌又问道：“要吃多久？”任广江的眼神往自家媳妇身上瞥了一眼，每次送媳妇入城拿药，媳妇不让他进药铺，他还真不知道要吃多久。杨冬花这会儿脑袋都是猛的，忧心忡忡的，哪会意到丈夫的小眼神？任广江脑子还算灵活，立即答道：“怕得吃上1个月了，30服药可不是小数目。”任婆子叹了口气，从袖里拿出银袋往灶台上一放，交代道：“大夫说的，就好好喝药调养。”任广江见母亲给他们银钱，高兴坏了，一脸欢喜的应下，赶紧将银袋收了起来，还像小时候一样，得了好处就嘴甜，立即上前扶着任婆子出厨房：“娘，你可不能气着了，左右我二房暂时不能生孩子，不还有大嫂和三弟媳吗？三弟媳特别能生，一胎就2个，3年抱4个，娘，你不缺孙子。”任婆子瞪了老二一眼，又在板凳上坐下了。不过这会儿看着的是二媳妇杨冬花，见她处在那儿一句话也不敢说的样子，任婆子摇了摇头：“老三媳妇刚入门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她还没有来过月事，事后知道了，我自然不太高兴的。做长辈的谁愿意娶个媳妇进门，有可能不能给家里传宗接代，但是我当初对老三媳妇也没有生气吧。现在你们3个儿媳妇我都一样，有病治病，也没有说过你们什么，只是作为家里的长辈，心头当然是不舒服的。”
以后等你们做婆母了，给持家了，就能明白我此刻的心情。大房三房有孩子，终归你们二房还没有孩子，这是事实。杨冬花知道婆母定是知道了那些汤药是给她喝的，只是没有点破而已。但是今日丈夫护着她，心头好受些了，这就恭敬地应下了婆母的话。婆母话说的不好听，却并没有休了她，她真的很知足。何况二房家里吃药是没钱了，婆母既然给他们送来了钱，杨冬花很感激。娘，我和媳妇都知道的。娘，我以后就勤快的下地，帮着家里多做事。我没有啥的本事，就是力气使不完。任广江半蹲在母亲膝前承诺着，只要母亲不责怪他媳妇就好。任婆子看着护媳妇的二儿子，只好摆了摆手，好好养着吧。要不是我金个儿过来看一看二房的情况，还不知道你们在背后瞒了我这么大的事。杨冬花低垂着头不敢接话。门外的宋九早已经端着碗回去了，这个时候他最好不要出现在二房门口。看来二嫂吃药身体没养好，要不晚上也就不叫他来陪着了。左右他家荣长出门打猎也没有传出去。山脚下的院里也是清静，到时候门栓上围墙那么高，也不会有人这个时候过来。后院里还有野梨子和一头牛守着，也算是有个伴了。宋九回到院里，又坐在桂花树下做衣裳，闻着桂花香气，想起刚才二哥护着二嫂的样子，他不由得笑了。二哥还真是有情有义的人，跟他家荣长一样，特别护媳妇。天黑了，宋九吃了油汤面，又蒸了肉包子，放在灶台的锅里，担心自己半夜会饿。怀孕的人就是能吃，好在现在屋里有存粮，不是以前在宋家的时候。夜里，宋九躺在床上才入睡，又做了同样的梦，天上的月亮又扑他怀里了。他还能清晰地看到月亮这么神奇地飞过来，天地之间也没有变化，只是暗了一些，但他怀里却亮堂。就在宋九睡得香沉的时候，院外出现一个黑影，正是白日里打探了许久的孙小郎。他上前轻轻推了推院门，里头拴住了，只得爬墙。好在孙小郎带来了梯子，院里头就一个孕妇，他一个大男人还制服不了他吗？倒是不必担心的。孙小郎顺着梯子爬了上去，看着这高高的围墙，他呸了一口，修这么高的围墙了不起？任家人的院子就属围墙高，学高门大户的样子吗？也不想想自己就只是一个庄户出身。孙小郎心头一边骂着，一边往里头放下梯子，随即下了地，到了宽敞的祖宅院里，入眼就是花香满院的桂花树。第158章被大肚婆打了一顿。孙小郎看着这么大这么气派的院子，心头很不是滋味。孙家那茅屋子，风一刮都有可能倒了，可没有这院子舒服呢。任家三傻子，他还真是有福气，有这么好的爹娘，能资助他建房子，又娶了这么好的媳妇，长得不仅比周大丫好看，还好生养。孙小郎越是这么想，越是不平衡，看了一眼正屋，长夜漫漫，倒也不着急了。这三傻子家里富有，指不定厨房里有吃的，他先去弄饱肚子再说。孙小郎脚步飞快地往厨房走，果然揭开锅盖，就看到蒸好的肉包子，精细的白面，荤油汤汁线都要溢出来了。孙小郎长这么大，头一回吃上白面肉包子，在城里头远远看了都是绕着走的，因为他没有钱买来吃。城里做苦工，一天挣30个大钱，人家还不要他，嫌他太瘦太小，干活太少。孙小郎一手抓一个肉包子，狼吞虎咽地吃着，还真是一辈子没吃过好的，吃着吃着他就哭了。三傻子这好日子给他孙小郎过几日，他愿意用寿命来换，人比人真是气死人。想到茅屋里的豆粉糊，孙小郎的眼泪收不住。转眼孙小郎坐在板凳上，一口气将锅里的肉包子全部给吃了不说，还在厨房里翻找起来，最后看到小罐里的荤油，直接拿锅铲挖着吃。不要说吃肉了，便是这荤油家里都没有见过。孙小郎将小罐里的油就这么直接给吃了，还是不甘心，一辈子没吃过好的，金盖撑死也值了。又去翻找，看到粮缸里的白米，孙小郎的眼眶又热了。三傻子家里还有精细的白米吃，他这命也太好了。孙小郎不顾白米没有煮熟，直接抓了一把往嘴里放，就这么生吃白米，他也是满嘴米香。白米只有城里有钱人才能吃上，任家人背地里的生活竟然过得跟城里的有钱人一样好，是他小看了。最后又寻了一圈，把宋九烟的咸蛋给生吃了10几个，又抓了一把米在嘴里嚼。到这会儿，孙小郎发现自己的肚子胀得像圆盘，他终于停了下来，隐隐感觉到肚子痛。正屋里，宋九轻手轻脚地下了地，从墙角摸了个棍子抱在怀里，心头忐忑不安。后院里的母野梨子从窗户边跳进来，跟着宋九一同出来。月光下，一人一野梨子站在厨房外，看着瘫坐在板凳上呻吟的黑影，宋九着实吓了一跳，双手拿着棍子就朝板凳上的人打去。一棍子打在孙小郎的背上，身子瘦弱的人根本吃不消，直接从板凳上摔了下来，倒在地上。只是孙小郎除了背上火辣辣的痛之外，最让他难受的是吃撑的肚子，这会儿痛得他直冒冷汗。宋九见对方被打倒，接着又是几棍子下去，野梨子也不示弱，直接跳人身上挠他。孙小郎忍着肚子痛，围着灶台爬着逃命。宋九一路追着打，莫小看他大肚婆，
力气可不小，打得孙小郎嗷嗷叫。好不容易孙小郎从厨房里逃出升天，刚要往大门冲去，就见大门外似乎有响动，随即一头牛撞翻了大门冲了进来。孙小郎看着眼前的牛也不停留，直冲冲的朝他撞来，像是能认人似的，吓得他瞪大了眼睛。被野梨子挠了，被大肚婆打了，还被头牛撞到骨折了，这会儿躺在地上的孙小郎想死的心情都有了。火把子照亮在他的脸上，宋九看清了来人是孙小郎，感觉到不可思议。孙小郎半身不遂的躺在地上，已经没有力气说话。宋九心头一惊，可别死在他院里了。他也没有想到后院里的牛会挣脱绳子跑出来，而且还挺有灵性的过来帮着撞坏人。这会儿看着旁边的野梨子还有憨傻的牛，牛还朝宋九叫了一声，像是在回应似的。宋九感觉他家傻夫君养的动物都成精了。还能起来吗？宋九将火把子插在地上，照得院子明亮。孙小郎全身都痛，最难受的是肚子，这会儿已经没办法自己起来了，哀求道：嫂子，我错了，我真的错了，还请嫂子帮我叫个大夫来。人是要叫来的，孤男寡女的一个院里头，宋九可不能让人说闲话，还有人不能死他院里，不吉利。宋九看着地上动弹不得的孙小郎，又看着一旁乖乖守着野梨子和牛，他这就拿起地上的火把子下山找人去。只是他才走了2步，躺在地上的孙小郎连忙求饶：嫂子，你走了，这2万亿又撞我怎么办？牛在这时配合的吹个响鼻，把孙小郎吓得说话都不利索。宋九也有些担心，这就将牛牵到了后院。至于野梨子，那是看家用的，灵性的很，不会乱伤人，只要他乖乖的躺在地上别动。宋九点着个火把子，挺着个大肚子，走在村道上，来到了2房院外。大哥在城里做事，眼下大房家里只有大嫂在，对付孙小郎还得2个来。任广江连忙从屋里爬起来，一边整理衣裳一边出来开门，就看到了门外的3弟媳，立即想到了什么，问道：不会是3弟去打猎了？宋九点头，同时也说了孙小郎半夜3更闯他院里偷吃的这事儿。他倒是不怕打不过孙小郎，毕竟那瘦小身板，再加上后院养的牛，他是放心的。他担心的是这个人把厨房里的吃食都吃完了，可别撑死在他院里。村里村外就传过有人吃了一顿饱食给撑死的。4年旱灾了，要不是城里能学手艺，早闹腾了。现在各家各户也没有好日子过，突然这么闯入他厨房里捞吃的，能停得了手？任广江一听是孙小郎，气不打一处来，这就朝屋里的媳妇喊了一声，他去一趟，非得弄死孙小郎不可，竟然敢趁机欺负3弟媳。任广江走到半路又灵机一动，叫宋九在路边等着他。他借着月色先去村里把村长他们叫来，就算要弄死孙小郎，也得大家伙的做个证。村长周大业被叫醒，带着2个儿子出来，许是动静太大，邻里间也听到了消息。随后几个一说话，声音大了，又吵醒了几个。等任广江带着人过来的时候，后头跟了一片，还有先前跟着任荣长出门打猎的几个小伙也跟上了，里头便有周小山。第159章，孙小郎被赶出村外。这会儿的周小山想起白日里看到孙小郎说了他一顿的样子，心头愧疚，定是他白日里把人说了，这人就犯了浑。得知大哥上山打猎了，就起了歹心。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孙家那破茅屋，家里都没粮接锅了，他还敢在村里做贼，怎么想的？大好青年就不知道去城里巡视做。城里那些个学手艺的都发财了，就算脑子笨，那也可以帮着人家学徒工打下手，只要自己勤快，总能赚些现钱，也不至于做起了贼。咱们水乡村的好名声都被他坏完了。随着村里人的抱怨声，一行人来到了山脚下的祖宅。院里，孙小郎躺在地上叫苦连天，身边一只野梨子在他面前走来走去，时不时的闻一闻他，没把孙小郎吓死，手脚都不敢动了。这3傻子家里真是可怕，这只野梨子在山里头就敢帮他们围猎野猪的存在，怎么就养他家后院了？当真是傻子做事，还真是与众不同。孙小郎很后悔，可是一想到今天吃到肚里的好东西，就算死也值了，可惜只吃到了这一顿。宋九带着人进来时，孙小郎还在回味着他做的肉包子，转眼被村里人围在内。孙小郎知道自己完了，水乡村怕是待不下去了。村长周大业一脸怒容地盯着地上躺着的孙小郎，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少吃一顿饿死你，跑院里来偷吃的。就你这身板，你打得过谁？不知道人家老三会功夫，一拳就把你打死了。孙小郎当然怕，没入小院前，他怀恨在心，入了小院后，这顿美食他很知足，活到这个年纪，头一回吃这么多的荤油和白面包子，更是尝到了村里人都尝不到的白米。任由村里人吐口沫子，孙小郎闭着眼睛，有点破罐子破摔。最后周大业实在是不想这小子污了大家的眼，也不想水乡村掉名声，当下做了决定，孙家赔钱，把所有糟蹋的吃食折算成现钱赔给任家3房。随后孙家人都被赶出水乡村。只是等村里人去孙家茅屋子里找现钱的时候，就见茅屋子里梁老的捧着个黑乎乎的碗，里头唯一剩下的一点豆粉口粮，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周大爷看不下去了，瞧着是拿不出现钱了，
当天就将孙家人赶出了村子。水乡村的村民向来勤快上进，村里的风气一向好，从来没有偷鸡摸狗的事，可不能被这么一个给带坏了风气。半夜3更的，任家小院里，隔壁邻居吴婆子拍响了小院的门。任婆子从床榻上下来，心神不宁的看着老伴披衣准备出去开门，她拉住任老头说道：“我刚才做了个梦。”任老头看向老伴，也不急着去开门了。任婆子接着说道：“我心里担心老三媳妇，我那妹妹还是没有跟我说实话。来的这位神叨叨的国师也不知是什么由头，他不去测算什么时候下雨，却测算出16岁到18岁怀孕的乡下小妇人。你说这事儿会不会就是奔着咱家三媳妇来的？上一次三媳妇聪明，这事儿过去了，可是这事瞒不了多久，去石头村问一问就出来了。”任婆子还是心头不安，任老头在床沿坐下，安慰道：“莫多想，到底她还是老三的生母，不至于陷害三媳妇肚里的孩子。她说不会有事，咱们就小心些，大概也不会有事的。”任婆子心头仍旧郁闷，这京城里闹什么，她不想知道，是晋王府出了什么乱子，她也不想管。任婆子只想一家上下平平安安的过着他们的小日子，就挺好的。算了，你先去开门，这火急火燎的，隔壁院子是起火了吗？任婆子不高兴，半夜被人吵醒。任老头还真以为隔壁院起火了，门一开，巫婆子大着嗓门说道：“你们还不知道呢，你家三媳妇院里跑进去一个偷吃的，没把人吓死。你家老三是不是打猎去了？不在家里。”任婆子在屋里听到这话，利索的下床出门，一气呵成的跑了出来。走，去山脚下。巫婆子喜欢看热闹，这就跟着去了。等三人到了山脚下，孙家人都被赶出村了。任婆子将三媳妇上下打量一眼，还好没事儿，这肚里怀着的可是荣家的血脉，比人家血脉还让人担忧些，可不能有闪失，不然晋王府非得找任婆子的麻烦不可，就更不用说她那个难缠的妹妹。大嫂和二嫂决定留下来陪送酒，还说以后老三出门一定要叫上他们。任婆子特意去后院看了那头牛，她背着手站在那儿，看向任老头说道：“孩子他爹，你还记得小时候吗？动物就亲近老三。”当然记得，有次村里有2头豺狼下了山，村里人吓了个半死，当时豺狼嘴里叼着孩子就要上山，是7岁的任荣长给拦下的。当时没把任婆子和任老头吓死，生怕老三也被豺狼叼走。后来就下了孩子，豺狼再也没下过山了，就挺玄乎的。老三还真是傻人有傻福，不愧是荣家的血脉，那可皇家血脉。燕国九皇子正是如今晋王的父亲，当年九皇子与先帝那可是一母同胞的好兄弟，爵位传到了荣世元手上，仍旧是皇亲国戚。任婆子从后院出来，没有急着回去，左右被吵醒也睡不着了，便来到三房正屋里，陪在老三媳妇身边，问她最近有没有感觉到哪儿不舒服。宋九见大嫂二嫂去睡了，只有婆母在身边，想了想说道：“娘，我最近老做同一个梦。孕妇就是喜欢胡思乱想，宋九也不例外。她一想到做梦梦到月亮飞她怀中去了，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于是宋九将这个梦告诉了任婆子。任婆子一听，面色惊讶，还反复做着这个梦，就有些奇怪了。月亮入怀是什么意思呢？听说梦到蛇的，就没有听说梦到月亮的。月亮和太阳梦见月亮，莫不是老三媳妇怀的是女娃娃？娘，这梦是好还是坏？任婆子连忙安慰道：“明个儿我去问问神婆，我瞧着多半是好事了。”第160章，三房家里的日子比谁都过得好。宋九松了口气，婆媳两人聊到了天亮。接下来几日，几个妯娌守着宋九，他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深林中，一袭青衫的当朝国师韩愈带着一位童子，手里拿着个罗盘，在林中走几步，又觉得不对，再次朝东南方向探了探，随即脸色一变。是谁在树上？随着国师的话，树上正在打盹的任荣长身子一歪，差一点掉了下来，树干晃了晃，就见树下两人正盯着他。任荣长打到了猎物，准备回城了，不过是在树上休息了一下，免得睡觉时被野兽攻击。眼下被人吵醒，也只得从树上跳下来，看到两张生面孔，任荣长仍旧疏离，一向不爱说话的他也只是抱了抱拳，转身要走。韩愈连忙开口：“壮士且留步。”主仆二人追上来，韩愈将任荣长上下打量一眼，眼神里满是惊讶，此人面相不得了。壮士家中最近会有一桩大喜事，家里是不是有一孕期，就快要临盆了？任荣长看着眼前神叨叨的人，眼皮都没抬一下，背着兽皮做成的包袱，带着猎物绕过两人就要走。人是留不住了，韩愈却紧紧跟随，还激动地说道：“壮士面相非常人，你家住何处啊？”任荣长没有接话，却是脚步飞快地离开。没想国师身边有暗卫，立即跟上了他。任荣长脸色有些不好看，非要跟他在林中比一比吗？师傅教他逃跑的本事比打人的本事还要厉害。任荣长扬起唇角，转眼进入了森林中，消失不见。后面追不上的主仆二人不得不停步，原本激动的韩愈脸色立即变得严肃起来，喃喃自语道：“
难怪罗盘指着东南方向，正是安城子气东来之时。安城要出贵人了。韩愈立即收起罗盘，赶紧带着童子回安城去。那些花名册上的孕妇，他得仔细算算他们的八字。转眼间林中清静下来，人都走远了。就在这时，原本已经离开的任荣长又在他先前的树干上现了身。都以为他逃了，殊不知他在原地哪儿也没去。师傅果然没说错，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任荣长从树上跳下，往相反的方向走。水乡村可不在那头，还神叨叨的算命先生说他面相非一般人，再让他看下去，指不定要骗走他身上的猎物和皮子。他可不傻。山脚下小院里，宋九吃着大嫂给他做的汤圆，吃着二嫂炸的脆皮饼，悠闲地坐在厨房板凳上，听着大嫂二嫂聊天。真没有想到孙小郎把油罐都舔了，我看着就恶心，可得把油罐子用开水煮一煮，真是没有吃过好的。大嫂沈秋梅一边帮着收拾油罐子，一边发牢骚，没见过这么穷的。杨冬花看了一眼油罐子，却没有说话。事实上，二房院里连荤油都很少，哪能像三弟媳那样小罐油放在外头。沈秋梅做事麻利，把油罐洗干净了，就去小缸里弄油。没想小缸一打开，看到里头洁白的大半缸荤油，倒吸了口气。三弟媳家里的油还这么多呢，好在不是舔的缸，不然可就亏大了。杨冬花也朝小缸里的荤油看了一眼，也是一脸的惊讶。三弟媳家里的油当饭吃吗？这可是猪肥油炸出来的，可费钱了。宋九笑了笑，没说话。沈秋梅打了一罐子油，放到旁边的小八仙桌上，又看到了一大缸白米，旁边又放着一大缸白面。沈秋梅直叹三弟媳家里的生活是真的好。大房家里有钱了，沈秋梅也舍不得这么吃的，荤油也就这种小罐小罐的吃，没了再买。炒菜也舍不得放油，白米更是不吃的，留着将来换钱。白面大房家里是有的，不过沈秋梅平素只吃菜糊糊，往稀了吃。反正她在家奶孩子，也不用下地干重活，没必要吃硬食，所以也不可能一缸一缸的放在厨房里。难怪孙小郎看到厨房里的吃食就走不动，把自己撑成了那样，后来赶出村了。还听人说他爹娘请了隔壁村的赤脚大夫给他看病，说是吃坏了肚子，差一点撑死。杨冬花看到2缸粮食也是震惊，嫂子，都留下来吃饭吧，咱们今天吃油酥饼，要不我来做。宋九要起身就被大嫂按住。说起油酥饼，那会儿沈秋梅生孩子时就是吃了这个来了劲头，后来有钱了，她自己赶紧做了几锅吃，心满意足的。杨冬花不由得咽了咽口水，帮着大嫂打下手。3个妯娌在院里吃饭，做了一锅油酥饼，刚端到桂花树下吃呢，门就被人推开了。任荣长背着个兽皮包袱出现在门外，把3人吓了一跳。沈秋梅惊讶地看着三弟，这是打了多少猎物，还有皮子呢。先前沈秋梅觉得3兄弟家中就属她丈夫最赚钱，有门手艺很放心，现在她把话收回，真正赚钱的还是3房。这不，三弟往山里一走就带来这么多猎物回来，难怪3房家里吃的都是白米细面。宋九要上前帮着接手，任荣长长腿一跨进了厨房，把东西往小八仙桌上一搁，就往洗衣池里去了，生怕熏到了自家媳妇。他已经5天没有洗澡了，身上很脏。大冷天的往洗衣池里跳，宋九连忙拿着衣裳出来。沈秋梅和杨冬花坐在桂花树下等着，看着三弟媳那焦急的样子，很有些羡慕。三弟才是最赚钱的那个，这些猎物有不少呢，咱们也跟着有口福了。沈秋梅想到有兔肉吃，口齿生津。杨冬花沉默着，大房3房都过好了，就他们2房过得差。再想到自己的身子也不争气，花销了那么多钱去吃药调理，杨冬花心头更不是滋味。农家汉子长得就是结实，任荣长往洗衣池里一跳，冷飕飕的，也只有他能受得了。宋九站在池边，看着光着膀子的傻夫君，回头朝他咧嘴一笑，洁白整齐的牙煞是可爱。媳妇儿，我这一次入山打猎，遇上了一个怪人，他说我面相好，我没有理他。深山里还有人呢？宋九有些奇怪，于是多问了几句。经过傻夫君一描述，宋九感觉他嘴中说的有点像江湖上骗人算命的先生。先将人说一顿好的，再说他有一劫，然后要破解这个劫，就得掏银子了。好在他家傻夫君不傻，没被那人给骗了。第161章，劝大嫂不要太高调。我师父说了，这世上谁都不可以相信，只能相信自己。不过我现在除了爹娘哥嫂，便只信我媳妇，其他人我可不理。他家傻夫君还真是这样的性子。不过在他再次提到这个师父时，他还真的挺好奇的，忍不住问道：夫君，我们成婚这么久了，也不见师父他老人家来过，他以后都不会来了吗？任荣长摆了摆手，说道：我师父每年都会来看我一次，就考核我的功夫有没有长进。去年是年初之时来的，今年师父没来。宋九更是好奇了，下一次等师父老人家来了，他一定要做一顿好吃的孝顺师父，是他不嫌弃他家傻夫君，教了他功夫，才能在现在护着他。等夫妻2人梳洗好再回院里时，大嫂和二嫂已经在厨房里忙活开了，猎回来的野味被2人手脚麻利的清理了。看着这么多的猎物，足够宋九吃到孩子出生的。
外头做包袱的兽皮不太完整，怕是卖不了几个钱。送酒还是像往常一样，给几家都送了些野味回去。三弟回来了，2周里也不用相陪了。沈秋梅还将孩子放在邻居家里，这就回去接孩子去。沈秋梅回去的路上提着一只野兔和一只野鸡，心头好不高兴。遇上了村里人，沈秋梅更是高调的打招呼。到了下游，家家户户都在准备着吃饭了。有人往院外一瞥，看到妯娌2人手中的野味，不免眼红羡慕。沈秋梅像是没有看到众人的目光，还故意在村道上走慢了些。一旁的杨冬花见状，小声说道：“大嫂，我们快点回家去，刚才就该提着篮子，这样太招摇了。”沈秋梅却是一脸无所谓，任家有吃的，又不是头一回知道，村里人各过各的，过好了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关系。杨冬花见劝不住，只好提着吃的先回了二房院里。沈秋梅不仅没有直接回去，还跟相熟的人聊上了，问的就是哪儿有地买。还真有地卖，不过不是在水乡村，在隔壁石头村，还是他三弟媳的娘家那个村。听说石头村的人这几年过得最惨，即使现在能做手艺了，有些人已经饿伤了，没了力气，当然也有懒惰的，不得不将它卖了换钱。沈秋梅听了，那叫一个高兴，有地买了，她是一定要买的。只是石头村的地不值钱，即使是丰收的季节，石头村那边的地石子特别多，收成都要比别的村差。不过这位王婆子挺能耐，知道她这心思，说道：“地的价格不贵，你买在那儿，将来种水田呢，但凡老天下雨就有救了。”沈秋没想到城里来了位祈雨的大师，前不久还在村里寻找孕妇登记上去，指不定孕妇能带来好运，帮着求雨呢。沈秋梅这一下心动了，许是太过高兴，随手将一只兔子交给了王婆子，明个早上就跟着她去一趟石头村。王婆子欢喜的收下，两人也说好了此事。已经回院里的杨冬花站在门口，看到大嫂一路哼着小曲走过来，手里却只剩下一只野鸡。再想到刚才与她照面的王婆子，恐怕是王婆子要帮她大忙了，大嫂才这么舍得。经过二房门前，沈秋梅笑看着二弟媳，说道：“爹娘那边就劳二弟媳送了，我接孩子去。”杨冬花点头，眼看着大嫂就要走过去了，她还是没忍住，跑出来叫住了大嫂，问道：“大嫂，你托王婆子办什么事？怎么连兔肉都给她了？”沈秋梅也不想瞒着，左右明个儿去石头村把地买了，家里人也是会知道的，于是说了实情。杨冬花一听，脸色大变，忍不住说道：“这么大的事，大嫂要不要跟娘商量一下？正好我要送野味过去，你要不也跟着一起走一趟？”沈秋梅却是摆了摆手：“没事的，不就是买块地呢？我知道大概价钱，石头村的地虽然差一点，但是现在卖地的人很难寻到，这可是一个机会。”杨冬花见劝不住，不好再劝了。沈秋梅这就提着野鸡往回走，走了2步，她又停下了，看向正要入门的杨冬花，突然开口相问：“二弟媳，你最近是不是在吃药？”杨冬花脸色立即变得煞白，她慌张地看向沈秋梅：“大嫂说什么呢？我没有啊。”沈秋梅就要上前闻一闻，杨冬花立即退开几步。沈秋梅止步，说道：“我时常闻到你院里有药味，城里药钱挺贵的吧？”杨冬花心头难受的要死，接着就要关门。沈秋梅站在门口还纳闷，说道：“有病治病，二弟媳若是用到钱的话，我这边能挪点给你，看明个儿买地的情况。”杨冬花不作声，转眼将院门关上了。沈秋梅还一脸奇怪，她都答应借钱了，二弟媳有什么不高兴的？要是没吃的没喝的要借钱，沈秋梅可不会借的，但若是喝药的话又不一样，有病就得治呢。她现在手里头的确有些钱了。院里没了动静，沈秋梅只好往回走，走着走着，福至心灵，她再次停下脚步，回头看向二房的方向，喃喃自语道：“不会是婆母悄悄摸摸给二房吃药的钱了吧？不然她算着二房家里的账，卖粗粮能卖几个钱？城里药铺抓药都不便宜，而且这药味有好长一段时间了，可不是花小钱。这样二房还没有寻她和三弟媳借钱，那就是婆母偏心了二房，给了二房钱了。”沈秋梅心头不舒服，果然在院里，婆母就向着二房，现在还这样，要不是她大房家里能赚到钱了，巴巴的靠地里那点收成，公婆偏心，她不得气死。好在她手里有钱，沈秋梅气归气，也没有闹人家小院去。但是买地的话，她不打算找婆母问情况了，大房家里自己持家，也免得婆母知道她手里有多少钱。沈秋梅这才走了。第二日天亮，沈秋梅把孩子送到邻居院里帮着照看，她跟着王婆子去了石头村买地，带了不少银子。也就在这个大清早的，任婆子提着个篮子从院里出来，篮子里是2升精细白面，她还带了一点碎银，这就去隔壁村找神婆问情况去。第162章，大房家里出事了。上一次测算他家三媳妇的生辰，都说他旺夫家好命格，还真就算准了。这一次三媳妇做了这奇怪的梦，再说一说肚里孩子怀上的时辰，不知是什么兆头。任婆子穿着一双绣花鞋，走得还挺快的，转眼来到隔壁村子，到了村头就遇上了不少像她一样提着篮子去见神婆的妇人，大家都心照不宣，
一前一后，直接往神婆的院里去。还别说，这位十里八乡出名的神婆，每天都有几个人过来问情况，有的问孩子出远门会不会有危险，有的问生辰给新人和八字换庚帖，还有的就是来转运的。这会儿排在任婆子前头的一位老妇人是来给孙子求神婆，他家孙子3日前突然掉村里喝水的井里，被人及时发现救了上来，可是高烧不退不说，人还说胡话。大夫也请了，药也吃了，不仅不见好转，还似乎越来越严重。任婆子听了，觉得这事还是大夫没有请对，该送到城里的医馆，村里的赤脚大夫医术差。只是任婆子这人向来低调，听听就算了，毕竟这人瞧着家里的情况恐怕不是很好，又是这年头了，谁家能有几个现钱看病呢？城里看病就是贵，也不像村里的赤脚大夫那样讲人情，没钱连药都不给你抓，所以他说了也没有意义。轮到前头婆子了，任婆子还尖着耳朵听了听。神婆得知情况后，叫老妇人给孩子在井边找块朝东的大石头拜个干娘，以后就不会轻易得病了，病也会慢慢的好转。老妇人欢喜的听了劝，将粗面放下，这就走了。到任婆子了，后头也陆续有人过来，排在后头呢。任婆子朝后头的人看了一眼，一进去先把门给关上。后头的妇人郁闷的看着他，谁不想听八卦，也想看看他们家求什么。门一关，花甲之年的神婆一脸奇怪的看着任婆子。任婆子笑了笑，露出篮子里的白面，看得神婆两眼冒光，多久没有吃过白面了？这家人来问话还真是大方呢。任婆子坐下后，便把三媳妇的八字送上。神婆看了看，原本平静的脸上立即露出一张笑脸，叹道：“好八字。”任婆子当然知道三媳妇八字不错，于是将肚里孩子怀上的时间大概说了一下。没想原本一脸笑容的神婆面色变得凝重起来，随即将八字的纸放在桌上。我家儿媳妇还做了个奇怪的梦。任婆子将儿媳妇梦到了月亮扑她怀里的事说了，神婆连忙起身，赶紧将桌上的篮子还给任婆子，催促她：“你快走吧，这个我管不了，也不想问神，就当今个儿你没有来过。”任婆子一脸奇怪地看着神婆，头回遇上赶人走的，她带来的可是精细白面，一般庄户人家在这时节哪能吃上，可值不少钱。神婆见她不走，无奈说道：“你儿媳妇怀的孩子不简单，但这孩子没出生就有一劫难，我不能再说了，你赶紧走吧。”任婆子一听，心都颤了2颤，怎么会没出生就有劫难？瞧着最多2个月的时光，万一日子算得不对，还会提前。可是神婆为了避开他，直接回屋，今天都不问神了。后头的几位妇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个的盯着任婆子。就是她进去了后，神婆就不问神，刚才在屋里吵架了，她是来找麻烦的吧？有妇人八卦的过来问任婆子，是遇着了什么事，惹恼了神婆。任婆子没有心思跟他们讲话，脚步匆匆的离开了村子，快步往回赶。看来他得放下对妹妹往日的成见，让妹妹仔细着晋王府的人陷害，保住孩子要紧。还有先前那些来找孕妇登记花名册的差兵，也像任婆子心头悬着的一把刀。任婆子心神不宁的赶回来，也不敢把这事儿告诉三媳妇。山脚下，宋九把戏楼里阿奇给他的凉皮好不做好了，上头的刺绣更是精美，是他师傅给的花样里挑出来的梅竹双青图。男子绣竹，女子绣梅，但梅绣的花样里，梅竹双青却是绣在男人衣裳上的，美艳又不失竹之气节风骨。当宋九拿到阿奇送来的布料开始，他就想到了这花样，这绣样给他穿再合适不过。戏楼是大家，如同庄户家学的吃饭手艺，可现实生活中他还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好男儿。宋九将衣裳折叠好，就想着明个儿跟丈夫一起入城去，没想任婆子过来了。老三媳妇，你是不是有绣品要送城里去呢？任婆子在家里想了1日，便想到前几日他看到老三媳妇房里的绣架，有了神婆的话，他绝不会让老三媳妇入城的，最好连村都不要出，免得节外生枝。宋九只好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反正他家傻夫君赶车很慢，他坐在上头都能睡一觉。任婆子立即说道：“我带你去一趟城里，正好我院里还有不少东西要置办的，也一并顺路了。”宋九见婆母很忧心他的肚子，他不再坚持，便把戏楼里的情况说了，在城东头找伙计把衣裳送给名角阿奇就成了，工钱的话对方不会少给的，具体也没有说好，到时候对方给多少就收多少。任婆子听了心头感叹，也只有老三媳妇这么大方，给人做绣品，忙活了这么久，连工钱是多少都没有事先谈好的，心真大，万一人家不给了呢？任婆子看着三媳妇绣好的衣裳，也没有打开衣裳细看，就露出的一角，看到青竹栩栩如生的样子，任婆子很欣慰，果然老三媳妇学刺绣是有天赋的，当初她没有看错，给老三媳妇寻了门手艺活，把衣裳收好，于是就这么说定了。明个大清早，三儿子赶着牛车去村里接任婆子，母子2人一起入城。婆母为着他不入城，这么匆匆赶来，宋九心头感动，他从厨房的烟坛子里拿出一碗咸鸡蛋交到任婆子的手中。娘，我头回腌鸡蛋已经入味了，今天尝了尝，
与外头卖的没有什么不同，娘也拿回去尝一尝。任婆子看着手中一碗腌鸡蛋，心情很复杂。3个儿子，到头来还是这个养子最孝顺。想到老大家里赚了钱，也没有向他表示过什么；老二家里乱吃药，自己都要过不下去。最后还是老三家里舒适，处处顾着两老的。你这孩子就是这点好，让我这个做婆母的没有话说。这鸡蛋也不能白拿的，明个儿我给你买些肉回来。宋九可不是要跟婆母换着吃，再说这鸡蛋也是婆母当时提过来的，等他后院的鸡再养大点，也能下蛋了。任婆子摆了摆手，我和老头子没有你们想象的贫穷，我没有别的手艺，不过我夫鸡仔的手艺练了出来，要赚点现钱不难的。任婆子直接做下了决定，明个儿给老三媳妇买些肉回来，算是做婆母顾着老三媳妇肚里的孩子，将来也是任家的孙子孙女。宋九没办法，只好应下了，这就送婆母出门。宋九见婆母走远了，正要回屋，就见下游大嫂院前围着许多的人，他很是奇怪，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吗？夫君，你过来，我们去大嫂家里瞧一瞧去。第163章，宋九发现有人要害孩子。宋九朝屋里喊，正在后院喂牛的任荣长这就出来了。任荣长扶着自家媳妇往下头走，前头闹出的声音越来越大。大房院外，杨冬花将大房家的丫头抱在怀中，还没有1岁的孩子哪懂什么，坐在摇篮里突然爬了出去，掉在地上，头着了地，现在人事不省。隔壁帮着照看的邻居吓得不轻，有人去请大夫去了。此时人群外，任婆子不顾碗里的鸡蛋，挤了进来，看到二媳妇怀里的孩子没点声响，脸色都白了，随即将碗往窗子上一放，上前就将孩子接了过去。怎么回事？老大媳妇去哪儿了？任婆子很生气。杨冬花知道大嫂去了哪儿，但是大嫂没跟婆母说，她现在要是说了，就等同于告状了，于是摇了摇头。任婆子瞪了杨冬花一眼，生气道：你是她二弟媳，她不在家里，你帮她奶一下孩子，怎么交给别人呢？杨冬花自己在吃药，一直不好出门，再说大嫂昨个儿又知道了这事儿，她心头不好受，所以即使知道大嫂要出门，她也没有提。这会儿被婆母一说，杨冬花沉默了下来。旁边帮着照看的周婆子可不愿意了，说道：合着这是怪我没看好了，孩子这么小，我也不能时刻盯着，他从摇篮里爬出来摔地上，也不是我给害的。再说谁没有个尿急的时候，我自己家孩子也没有这么金贵看着呢。任婆子瞪了周婆子一眼，没有说话，而是抱着孩子往外走，不等大夫了，直接送城里去。杨冬花连忙跟上，叫老二过来，赶车去城里。杨冬花想到丈夫上了山，刚才还让村里人去寻了，一时半会回不来，岂不耽搁了？杨冬花正要说出实情，宋九和任荣长走了过来，喊了声娘。任婆子见老三在，立即说道：老三把家里的牛车赶下来，我瞧着你家那头牛壮实，走得快。宋九立即叫丈夫回家一趟。就这样，任婆子抱着孩子坐在3房的牛车上，速度飞快地出了村，转眼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大房院外的人还没有散去，宋九奇怪大嫂一天没有回来吗？他都听到后院的牛饿得嗷嗷叫。宋九和杨冬花一同回到大房院里，周婆子还在跟人讲真不是她故意的，她也不知道这孩子这么好动，还说别人家的孩子1岁了都安静得很。有妇人也接了话，说几个月大的孩子哪有这力气，还从摇篮里翻出去了。这一说还说到2岁孩子还在地上爬不会走路的，也有说4岁孩子才开始学说话的。宋九看到给婆母的咸鸡蛋放在窗台上，他伸手去拿，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个奇怪的心声，谁让沈氏财大气粗，有个钱了不起，还买田买地，还天天吃肉，瞧着这孩子就该直接摔死，就不活了最好，气死他。宋九的手停住，他的脸色白了白，不动声色地回头看向这些村里人，就见二嫂在问情况，孩子到底是怎么翻出摇篮的，着实如村里的妇人说的那样，几个月大的孩子不至于这么大的力气。周婆子说她去了一趟茅房，一回来孩子就摔地上了。杨冬花问不出情况，这事儿要怪周婆子，人家也只是一个邻居，说多了只会吵一架，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在杨冬花准备劝村里人先回去时，宋九突然开口问起了周婆子，问她去茅房的时候，院里还有人过来串门吗？周婆子一听，朝人群里看去，宋九也立即朝他们看去。杨冬花疑惑地看向三弟媳，是有什么不对吗？随着两人的目光看来，宋九再次听到这人的心声，难不成被周婆子看到了？没可能的，明明看到他去了茅房的。宋九的脸色更难看了，他是真没有想到这不是孩子自己翻出来的，而是人为的，是有多狠心啊！这么小一个孩子怎么下得了手的？周婆子突然从人群里拉了个妇人出来，说道：你给我做个证，你就住我家对门，看得到的，我当时是不是往茅房去了？被拉过来这家姓马，正是跟周婆子和大嫂二嫂他们一同共用一口井的邻居了，只是隔着任家大房2房远一些，住得近的是周婆子。马婆子被周婆子拉了出来，心头郁闷，这事儿可别牵扯到她的身上，关她什么事？
马婆子，平时咱们交好，有啥事儿我都跟你讲。今个儿这事你得给我做个证呢。周婆子总算找个同伴以证自己清白。马婆子怕惹事的人，怎么也不敢得罪了人家，被周婆子拉出来，她心头不好受。马婆子还没有说话，宋九就发现旁边有个村里人悄悄摸摸的往外走，瞧着是要离开了。宋九认的这人是村西边不起眼的那处住着的，也姓周，跟周婆子夫家是本家。走的这位年轻些，是周家儿媳妇刘氏。宋九立即喊了一声：“嫂子，这就走了吗？”随着宋九的话，村里人都回头看去，刘氏脚步一顿，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说道：“家里有事儿呢，得回去了，等会儿婆母得说我了。”这话也没说错，哪能一直看热闹的？其他人也跟着想走了，倒是马婆子被宋九这么一说，看向刘氏后，指着他想了想，问道：“你是不是来到周家院里？”刘氏脸色一白，连忙摆手：“我看这热闹，我才来，你老人家定是看错了。”周婆子疑惑地看向刘氏：“本家人呢，也算是我大侄媳妇了，你来我院里找我了？”刘氏摆手不认。宋九却是从人群里走出来，来到刘氏面前，瞧着她年纪跟大嫂不相差，恐怕也是前后嫁到水乡村来的。嫂子，你再好好想想，你真的没有去过周家院里？宋九挺着个大肚子，骨架小，不显得臃肿，人也不比村里的妇人们矮，在水乡村这一年长高了，这会儿站在刘氏面前，反而让刘氏感觉到了不安，不敢直视他。第164章，好恶毒的人。马婆子这就走了过来，指着刘氏说道：“我好像刚才看到你了，这不周婆子让我帮着作证吗？她那会儿去茅房了，我也没有注意，但是我刚才往外头瞥过一眼，就看到你来过周家小院。你就说你来没来过？就你这身衣裳，洗得花白，但是个蓝底，还能认出来，原先的料子该是天蓝色。这衣裳的确不是普通的青灰黑，而且年轻媳妇也不喜欢穿青灰黑的衣裳。”被马婆子说的这么仔细，刘氏知道瞒不住，连忙解释道：“我原本上山砍柴去的，就想到沈娘这儿借把砍柴刀，我家的刀左杆坏了，但是我没有进屋，更没有推孩子摔跤。”刘氏一脸紧张地解释着，村里的妇人还听着挺奇怪的，人家又没有说她推孩子了，再说那孩子不是自己摔的，是有人推下去的。宋九的双手已经握紧成拳，身后的杨冬花也不傻，听明白了，心头恼火，眼前没有东西，随即就抓起碗里的咸鸡蛋朝着刘氏扔了过去。咸鸡蛋砸在刘氏额头开了花，却把刘氏吓了一跳。杨冬花冲了过来，见三弟媳要动手，连忙拉住他：“这事儿交给我，真是太气人了。”宋九还没有上，杨冬花直接一把将刘氏推翻在地，抓住他的头发，骑他身上打了起来。村里的妇人们也总算想明白了，一个个的气得上前踢了几脚，要不是担心发生人命，大概踢几脚还不解气的。人怎么可以这么坏啊？几个月大的孩子这么推下去摔到了头，万一摔傻了，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呢。宋九也很生气，但顾着肚里的孩子，他扶着墙站着，手还是握紧成拳。自己做了母亲，才深刻体会母亲和孩子多么的不容易，孩子多可怜，他怎么能下得了手的？刘氏被打了，瘫在地上，这一刻也不隐瞒了。见众人停了手，他咬牙切齿地说道：“你们打死我吧，我也想一死百了，我不后悔我刚才做的事，我恨死沈氏了。我跟她同年嫁到水乡村，她嫁到任家，吃好的喝好的，身体养好了，转眼就怀了孩子，还有一个会赚钱的丈夫，家里又是买田买地。而我呢，我嫁到周家来，就成了周家的长工，人家地里干活的都是男人，周家是女人下地，我吃没吃好，养没养好，不生孩子还是我的错，凭什么？同样是儿媳妇的命，我的命这么惨，她吃好喝好过好日子，悄悄摸摸的不行吗？非要在村里显摆，3天2头买肉吃，这年头谁家有口饱饭吃了？我有时候就在想，若是孩子没了，她没有照顾好，任家人会不会休了她？丈夫会不会埋怨她？我想让她感受一下什么是命苦，也尝一尝我的滋味。”说到这儿，刘氏从地上爬起来，朝着大房门前的柱子撞去。宋九早一步得知他的想法，连忙喊杨冬花：“二嫂，抱住他！”杨冬花也机警，很快反应过来，一把将刘氏抱住。村里人捏了一把冷汗，这才建没多久的新房子，要是被这么一个人撞死在门前，那得多恶心人！他怎么这么毒呢？自己过不好怪人家，个人有个人的命数，过得好不好，只能靠自己的努力，自己只要不懒，总归有希望的。村里的妇人齐齐拥上，有的人怒其不争，为了恶心人，不要自己的命了。作为本家人，周婆子更是朝着刘氏甩了一个耳刮子，怒不可遏地说道：“你要死也死别的地方去，你这么恶毒的心呢？大人之间的事，你牵扯到小孩子身上，你这人怎么就这么见不得人好呢？现在城里大把手艺可以学，你有手有脚，就不能学一学？你死了，别人不但不会同情你，还会骂你诅咒你，你这干的是人事！”周婆子好一顿说，村里的妇人们也都相劝。刘氏双手捂脸，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正好此时任广江扛着柴禾从山上下来，看到大哥门前吵吵闹闹的，随即就拿着砍柴刀冲过来了。媳妇儿，怎么回事？杨冬花听到丈夫的声音，面上一松，立即跑丈夫身边去了。任广江看到扶着墙站着的三弟媳，再看到明显气得不轻的媳妇，交代道：“你扶三弟媳先回咱们院里去，这儿我来处理。”有了丈夫在，就有了主心骨。杨冬花这就听丈夫的话，上前扶送酒。村里人看到任广江拿着砍柴刀走过来，都吓得跑开几步，又担心刘氏再次撞墙死这儿不吉利，一个个都挡墙和柱子边。宋九就这样跟着二嫂先回了二房院里。宋九坐在板凳上，还在生着气。杨冬花赶紧进厨房兑了红糖水出来给宋九喝。三弟媳先喝水压压惊，肚里的孩子要紧，等会儿大嫂也快回来了吧？杨冬花在一旁坐下。宋九看向二嫂，问道：“大嫂上哪儿去了？”这会儿杨冬花也不再瞒了，说是去石头村买地了。宋九一听，急得立即起身。杨冬花赶紧扶着他：“怎么跑石头村买地啊？大嫂竟然不跟我说一声！石头村什么样，宋九太清楚了。他在石头村住了几年，哪片山有肥草，哪片地没收成，他简直太清楚了。可别到时买了块石子地，做水田都漏水的，可就划不来了。”杨冬花只说昨个儿王婆子拦着说是带去石头村那边买地的。宋九只得又坐下：“大嫂这一去了一天，不会是顺手将契纸也给办了吧？那就劝都劝不住了。可是看天色，要真是去城里办契纸，那怕是回城的时候了。”宋九在二房院里没坐多久，二哥就回来了，大房院外也都散了。刚才村长带着隔壁村的大夫过来的，得知孩子送了医馆，就把大夫打发走了。同时村长也将刘氏给带走，到时候叫来娘家人和婆家人，是送衙门报案，还是乡里正当面解决，也得等孩子看了伤回来再说。刘氏已经被关起来了，免得他寻死又闹大房院里来。任广江很生气，他就上山砍柴的功夫，大丫头就遭了难，那可是任家唯一的长孙女，任广江可稀罕这个侄女了，平时见了都要抱一抱的。天黑了，看病的还没有从城里回来，沈秋梅倒是从城里高高兴兴回来了，在石头村买了一块地，有20亩了，只花了她34两银子，还火急火燎的把契纸给办了下来。进村的时候，沈秋梅扬着头，心头欢喜的不行，她丈夫给的钱买了地，手头还剩下9两银子开支，这个月又要过去了，到时候丈夫还会往家里送钱来。沈秋梅本以为遇上村里人会有人问情况，没想到村里人看到她还神色古怪。第165章，大嫂后悔了。终于有个相熟的妇人看到了她，立即上前说道：“任家大媳妇怎么才回来啊？你家小闺女摔地上人事人醒，生死不知呢。”什么？沈秋梅颤着声问，她觉得一定是她的耳朵有问题，听错了。那妇人又重复了一遍。沈秋梅抓住妇人的手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走时我家闺女还好好的吗？怎么会摔呢？那摇篮也是我夫君亲自做的，还怕孩子爬出来受伤，刻意做高了些，不可能爬得出来的。”妇人的手臂被沈秋梅给抓痛了，可是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便催着她先回院里去。她底下2个弟媳妇帮忙处理这事儿，定是最清楚了。沈秋梅的眼泪哗哗往下落，一边哭一边往回跑，心头好后悔。但凡今天不要出门，孩子也不会出事。她家宝贝闺女，要是有点什么，她一辈子都不原谅自己。沈秋梅跑在村道上，村里的妇人见了，无不叹息。二房院门砰的一声响，院门被大嫂撞开，沈秋梅冲进来，看到二弟媳和三弟媳都在，眼泪更是止不住，话都说不全了，上前就问孩子的事。原本还想说一说大嫂的2人，这会儿也责备不出来了。看到大嫂全身发抖的样子，宋九直接握住了她的手，叫她先冷静。任广江头一回看到大嫂吓成这样，他不想看到院里3个女人一起哭，不然受不了，于是说去村外瞧瞧去，指不定牛车要回来了。没人理会任广江，他默默地出了门。3个妯娌坐在一起，沈秋梅啥也顾不上了，伏在宋九膝头哭。杨冬花说着整个过程，沈秋梅眼睛都哭肿了。村外2里地，任广江蹲守在路边，眼神巴巴地望着入城的方向。天都黑了，乡间土路没有半点灯火，静悄悄的一片，只有明亮的月光照在大地上。任广江来回走了几步，又蹲下。终于前头小官道上传来赶车声，任广江立即站了起来。任婆子抱着孩子坐在老3身边回来了，面色凝重，没有半点笑颜。母子2人看到路边守着的老2，都默默的没有说话。任广江往母亲怀里瞥了一眼，孩子这会儿是睁着眼睛的，不哭不闹，有些奇怪。坐车上来，先回去再说。任婆子朝老2说了一声，也不多话，紧紧地抱着大孙女，手温柔地握着孙女的小手。二房院里，沈秋梅从婆母怀里接过女儿，眼眶里还是泪水。任婆子说孩子看过大夫了，就活了过来，接下来天天都得送医馆看看情况，要是要喝的，要是没有别的意外，大概过上10天半月，人就没事了。只是任婆子说完这番话，脸色仍旧不好看，瞧着就有心事。宋九见大嫂二嫂哄孩子去了，
他来到婆母身边，小声问道：“娘，是不是担心孩子有后遗症？”任婆子还真是这么想的，她担心这个孩子摔傻了，毕竟才几个月大，从摇篮里摔下来，头着地，没死都是命好。任婆子叹了口气，说道：“咱家大孙女怎么这么命苦，摊上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娘。”这会儿的任婆子还不知道后头发生的事，这不是意外，而是人为。宋九也借机将刘氏推孩子的事说了，任婆子一脸的惊讶，随后气呼呼地说道：“老大赚2个钱，他巴不得告诉全村的人，这书都白读了，脑子不好使。要不是他招摇，能招出仇恨来。”任婆子回头看了一眼还在抹泪的大媳妇，到嘴要责骂的话又咽了回去，想必孙女摔成这样，做娘的也不好受。宋九不想婆母再难过了，这就叫傻夫君扶婆母先回去，忧心了一天，也辛苦了。沈秋梅以为婆母要骂死她，指不定休了她，没想到婆母啥话也没说就走了，她心头更是不好受。宋九和杨冬花一起陪着大嫂回大房院里去，路上宋九还看了看大嫂怀里的孩子，他突然发现自己能听心声的这个能力竟然对孩子没效果，不然这个孩子一直不哭闹，到底是怎么回事？按理伤了头很痛才对呢。沈秋梅也发现了这一点，走着走着就停了下来，盯着怀里的孩子说道：“他东张西望的就是不哭，他不痛吗？不会是摔傻了，不知道痛了吧？”杨冬花也上前细看，宋九摸了摸孩子的手，这孩子是个福娃，大难不死。随着沈秋梅和杨冬花打算翻开孩子衣裳瞧情况的时候，怀里的孩子哇的一声哭了，总感觉哭得后知后觉，痛也不是现在开始痛的吧。沈秋梅这一下更伤心了，完了，我家闺女定是摔傻了，这如何是好啊，我家苦命的闺女。宋九送大嫂回了院里，也劝慰了一番，直到傻夫君来接她了，她才回山脚下去。这会儿已经是半夜3更了。宋九偎在丈夫的怀中，还想着今天的事，而许久不能平静。以后孩子生了，她可得好好照看着，不能让别人有机可乘。还有平素他们3房家赚了钱买了东西，更不能在村里张扬，就说他家傻夫君出门打猎，还能招惹一个孙小郎闯院里偷东西，真是得处处提防。大家都被这事儿折腾坏了。第2日原本要往城里送绣品的事，只得耽搁了1天。被关押的刘氏，当天夜里竟然撞破了柴房门，一路带伤逃走了。前一天晚上，娘家人赶过来，不是为了维护女儿的，反而上来就给婆家人一顿责备，怪女儿在婆家学坏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事儿娘家人不管，两方人生怕要替刘氏赔钱，一个要休，一个不准休，全程刘氏都默默地听着，直到村长将人关押到了柴房。只是人跑了，户籍都在婆家，他这样跑出去，算是没有身份的，到了外地也是寸步难行。而若是在本地，迟早有天会被发现。周大爷看着撞破的柴房门上全是血迹，可见他用身子撞了许久才撞开门，一路上滴着血逃出村外，连夜跑路的。村长带着几个村民来任家小院说明情况，也同时将刘氏的婆家人和娘家人都叫了来。任家3个儿媳妇都来了，宋九在人群里看着两家人还在争吵，宋九的目光落在刘氏老实巴交的丈夫身上，却见他站在母亲身后，一句话也不说。第166章，人跑了。就这一点，宋九就知道这个男人恐怕从来没有护过妻子一回，跟任家的男儿当真没办法比。任家3个儿子都护媳妇，其实这些都是婆母教的好。再看周家婆母一味地指责着儿媳妇的不是，旁边的大嫂沈秋梅气了一夜，今天就过来讨公道的，这会儿看到这吵吵闹闹的一家人，脸色都不好了。任婆子揉了揉眉心，对周大爷说道：“人跑了，以后抓到再说，就不要再在我院里吵架了。”周大爷听了也烦，不仅穷还自私，于是周大爷说会跟李正说明这桩事，到时候往衙门一报，上头会有通缉刘氏的画像贴城门，除非刘氏一辈子都不回家乡，那就没了办法。任婆子听了也不想再跟周家人和刘家人吵闹了，看着他们补丁连着补丁的衣裳，还有一脸愁苦的样子，大概也是拿不出补偿的钱。刘氏难怪昨夜拼死也要逃走，不逃走，这两家怕也得打死他。人走了，村里人也都散了。任婆子看向3个儿媳妇，说道：“这次是大房孙女出了事，做亲娘的责任大，老大从城里回来，我也得责备他几句，一天到晚只顾着赚钱，孩子不管了。”沈秋梅听到婆母的责备，不敢吱声，她现在肠子都悔青了，辛苦生下的孩子，她自己更心疼。这一次大孙子看病到底花销多少也说不准，反正看好为止。老大家里买了地，还有没有钱？任婆子看着沈秋梅问着。沈秋梅这一次也不瞒着了，说家里还剩下9两银子，她夫君月钱给的及时，到时候指不定10两银子是有的，偶尔还会多些。任婆子点了点头，她从袖里拿出一个银袋交给大媳妇，给孩子去医馆看大夫，老二负责天天送你大嫂入城一趟，明个儿入城的时候把你大哥一并叫回来，别只顾着赚钱了。任广僵应下。沈秋梅看着婆母给她的银袋，眼眶都热了。先前她还说婆母只顾着2房去了，现在婆母不也给她钱了吗？这么说的话，
三家屋里只有三弟媳没有给过钱了。沈秋梅忍不住看向三弟媳，她不想三弟媳误会，随即说道：“娘，这钱我当先借着吧，等我夫君赚了钱，我们就还上。”沈秋梅见三弟媳面色平静，脸上完全没有不平衡，沈秋梅更加惭愧，她真不如三弟媳心大，自己以前计较的时候真是小心眼。任婆子听到老大媳妇还明事理，于是说道：“我又不是给你花的，是给大孙女看病的，一家人还说借钱，生分了，好好顾着孩子。你不想老二媳妇帮着带，就不知道往我院里送一下，你悄悄摸摸的瞒着我。”说到这儿，任婆子就更生气。平时沈秋梅把孩子往邻居家里一送，就临时走开一下，就挺快的，所以也习惯了。再加上她有啥好吃的也往邻居家里送，邻居间相处的不错。沈秋梅见婆母生气看来，连忙应下，以后她记着了，也不会随意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钱也给了，任婆子多说了一句：“以后谁家出什么事儿，我们做父母的能帮就帮，老了帮不了你们了，你们也不要怨怼，人都有老的时候。当然给了钱的也别高兴，以为我偏心谁，没给钱的也不要惦记，日子过得下去，再多钱抓手里也没有用。”三个儿媳妇都应下了。第二日，大房家去城里，二哥赶着大房家的牛车，带着大嫂和孩子去的。之后是任婆子给送酒往城里送绣品，他家傻夫君赶着牛车走的，这事儿也算是这么过去。不过任婆子走时再三交代送酒不准出祖宅，也不准去村里，好好待在家里。送酒应着，他现在大着肚子也走不远，昨个儿跟人吵架都吃不消，他自然是坐在院里，正好把旧衣做成孩子的尿布片，到时候用得上。任婆子坐着牛车来到城东头戏楼，门口的伙计一眼认出了任荣长，可见他身边来的不是小娘子，便挺有眼力的认出来，这怕是他们家的老夫人来了。老夫人，小娘子这绣品做的酒，怕是要生了吧？小的先在这儿道一声恭喜。这伙计会说话，人也恭敬。任婆子说了一下情况，也不多讲，就将衣裳送上。伙计这就说送里头取钱，让两人等一等。转眼伙计脚步飞快的进去了。小主最近有宴席要参加，就差身衣裳了，但愿这小绣娘做的衣裳能入眼。通间里，阿奇看着手中的衣裳，他有些奇怪，这衣裳的款式瞧着像胡服，可又有不同，安城里怕是头一款。阿奇已经换上了戏服，没办法是衣裳了，直接让身边的侍童拿了银子交给伙计。伙计掂了掂，怕是有50来两银子，这是不是有点多了？阿奇一边上妆一边说道：“暂且没有绣活给他做了，不过接下来的宴席，这2套衣裳我会换着穿，大概他这个小绣娘要在安城出名了。”阿奇可是戏楼的名角儿，参加的宴席多了，衣裳会被人看到，尤其这与众不同的窄袖，只有庄户家里这么穿，那是为了方便做事。要伙计来说，这么好的料子有些不值，只是他不敢说，只得拿了银钱先退了出去。任婆子接了钱，心头吃惊，50两碎银，绣品这么赚钱的吗？伙计也一并将阿奇的话说了，还让小娘子放心，以后有绣品再找他做，还说他家小主很满意。离开时，任婆子还感觉到不可思议，看来三房是真的有钱呢，这一下他放心了。三媳妇在几个儿媳妇当真不争不抢的样子，真的太像他年轻的时候，所以说越是这样的人越是有福气。既然绣品也送到了，任婆子更不想在城里闲逛，看到街头有卖时令果子的，任婆子买些菱角、山楂，这就出城去了。牛车刚到城门口，遇上一庄户牵着1头母羊和4只小羊，正要入城。入城交2个大钱，庄户在身上摸了半天，硬是没能拿出钱来，被拦在了城外。任婆子不过是随意看了一眼，立即叫停了三儿子：“等一下，咱们撞好事了。”第167章，三房又喂了羊。任荣长疑惑地看向母亲，就见任婆子从牛车上下来，上前问道：“老大哥，这羊是牵城里卖去吗？这天色都不早了，怕是走了好远的路才赶到城里来的，没有入城的钱也进不去呢。”果然，这位庄户老者很激动，连忙点头：“我昨个儿半夜就开始赶路了，好不容易来趟城里，我记得以前入城不用交钱的呢。那都是好久之前的事了，可见这人许久不曾入城，根本不知道这条新规。”任婆子忍不住问道：“你这羊崽子刚出生没多久，为啥要卖呢？”老者叹了口气，还没接话，肚子先是咕噜一声响。任婆子看了一眼，看来一直饿着肚子赶着羊过来的，家里过不下去了，山里草都快没了，羊也养不活呢。别的村可不比水乡村，水乡村是出了名的有水，即使下游快没水的时候，山里头还能看到青草，这是水乡村的地势好。任婆子听了也不多话了，直接说道：“你要是卖羊的话，你干脆卖给我，也免得入城一趟还得交钱。”老者听了立即动心。这会儿有几个路人朝这边看来了，任婆子向来谨慎，立即说道：“咱们借一步说话，这儿人多口杂，做买卖也别让人瞧着才好。”老者连忙点头，这就赶着羊跟着任婆子往前头走，走到僻静处，两人才开始谈价钱。这5头羊是老者一家几口的全部希望，他们家是没有田地的，就靠养羊的经验，
把这个卖了，家里也没有老底了，以后还能不能养羊都难说了。任婆子一听也是个日子难过的人，于是问母羊怎么卖。老者说道：这样好了，要买都买走，不然我卖了母羊，底下4只小的也得饿死。任婆子其实是想买母羊的，小羊还得喂养，三房家里已经有头牛了，她买母羊的目的也是怕老三媳妇生双胞胎奶水不够，有备无患呢。见老者为难，任婆子只好妥协，问一共多少钱。老者指着母羊说道：这头得算4两银子了，没有饿瘦才出奶，人也能喝的，底下4只小的算2两一只。说完这话，老者自己算数也有点算不清了，一直用手指头数着。任婆子本想还个价的，看到老者拿出10个手指算钱的样子，她无奈说道：4只小羊8两银子，母羊4两银子，一共12两银子，准没错。老者真是佩服眼前这婆子，妇道人家会算数呢，可不得了。任婆子从银袋里拿出12两银子交给老者，随后又给了老者2个大钱，说道：就不还价了，你也不容易，咱们也难得碰上，也算是有缘，这2个大钱就当给老大哥入城的费用。瞧着你这卖了钱，怕是要入城买些粮食挑回去。还真是这样，家里揭不开锅了。老者一脸的感激，掂了掂银袋子，心头欢喜，连忙将钱贴身收好。还好在这偏僻之处做买卖，也没有人看到他。老者这就入城去了。任婆子看着5头羊，不能再坐牛车了，还得苦巴巴的赶回去。不过老三媳妇有口福了，没生之前老三媳妇喝羊奶，生了后孩子们喝，总算不愁了。不过4头小羊，任婆子想好了，她养2头，老三家养2头，到时候喂米糠、麸皮之类的给小羊吃，也能养活。再大点在山头放羊，这羊奶算是省下了。任婆子更是想到母羊喂完奶，将来再配个种，又能生小羊崽，就跟她孵鸡蛋一样，以后家里自己能喂出小羊崽，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所以说要赚现钱的法子有不少，就是不知道村里的年轻小伙总是赚不到钱，做个苦力都被人嫌弃，自己还偷懒。母子2人赶着羊往回走，没办法再坐牛车，走的就慢了不少。任婆子已经许久没有走这么远的路了，一时间还有些不习惯。等天黑时，母子2人才回到村外，任婆子却不打算急着回去，而是在小树林里休息，随后叫老三先回去把老二叫上，挑2个担子过来，入村的时候不想被人发现了。任荣长赶着牛车回去，宋九见丈夫挑着担子要出门，还有奇怪，一问之下得知婆母给他买了奶羊，他心头一喜。任广将金盖宋大嫂带着孩子去城里医馆看伤，早早回来了，还顺带把大哥也叫了回来。这会儿正在家里休息，就被三弟给叫了去。杨冬花站在院门口，看着挑担子离开的兄弟2人，心头很震撼。先前婆母给大房2房钱，杨冬花以为婆母向着他们，现在想想，婆母对几个儿媳妇都是一样的好。这一次买的羊就是给3房的，将来3房家里的羊大了，又能卖一笔钱了。杨冬花的确有些吃味，最难过的是2房没有手艺，没有门路捞现钱。但是杨冬花知道，她不能跟3弟媳计较，要计较起来，3弟媳才是最吃亏的那个。2个儿子挑着担子入的村，上头用斗笠盖住，村里人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还以为是挑着粮食回来。2只小羊送到了人家小院，其他3只送到了山脚下。任婆子坐在桂花树下，对宋九说道：2个孩子一出生，多半会奶水不够，咱们家也不是大户人家，没办法像大户家里那样请乳母，老三媳妇就辛苦点了。到时候孩子生下后，我就住祖宅这儿来，我帮着老三媳妇带一个。任广江在一旁听着，也替3弟媳高兴，只是心头也有些失落，自家媳妇不仅没有动静，还在喝着药调理。这时大哥过来了，他今天得知情况后，向东家请了假，好在他是大师傅，即使请假，东家也不扣他工钱，徒弟做的工还算他的。任广田从城里买了4包红糖，给爹娘送了1包，接着给2弟媳、3弟媳各1包。若不是2个弟媳妇发现问题，他家孩子白挨了这一顿摔。宋九接过红糖，顺势起身，他兑了红糖水，一家人坐在桂花树下。任广田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宋九看了看任广田一眼，问道：大哥，大嫂买的石头村的地在哪个方位？指不定我还熟悉。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就说到了任广田的痛处。第168章为媳妇求情。那天沈秋梅匆匆将契纸给办了，一回来遇上孩子的事，人都懵了，也没有把这田地的具体事情告诉家里人。第2日，沈秋梅去了一趟石头村，再回来脸色就不好看了。任广田今天一回来，就见自家媳妇朝他哭诉，她不仅把丈夫的钱给败完了，还让孩子吃了这么一个苦头。任广田是真的生气，可是生气归生气，看着自责不已的媳妇，他又心软了。钱没了可以再赚，媳妇要是气没了，他不得难过死。这一次任广田借着母亲从城里回来的时候送红糖过来，就是想着把这事儿说出来，免得他进了城，家里人又发现了这事儿，就得他媳妇一个人面对，大概他爹娘得骂死他。任广田看了一眼3弟媳，3弟媳像是明白他心头所想似的，
既然开了头，那就大方说出来吧。于是任广田看向母亲，说道：“娘，我媳妇干了一件愚蠢的事，就是买了石头村的那块地。我去了解了一下情况，石头村山脚东边那块地的地底下全是石头，根本做不成水田。三弟媳应该最是清楚了。”宋九点头，那儿的地在石头村里最不值钱了，村里人都不爱种的，风调雨顺的时候会种些豆子，也是收成不好。任婆子一听，气得不轻，抿着嘴看着大儿子，看得任广田心慌慌的。任广田在父母面前一向温吞，可是一想到媳妇买错了地，还害了孩子，他要是不解决了这事儿，指不定他一走，媳妇就得被休了。娘，我骂过他了，这事儿也怪我，当时他跟我提过一嘴的，我没往坏事上想，还答应了他，所以也算是我给应下的，他才有这胆量买地。至于孩子的事，我也是骂过他了的，他向我保证了，以后到哪儿都会带上孩子，绝不会让孩子再受委屈。任广田说完这么多话，心头还是虚的，大概爹娘是不会信他的话的，但若是一定要休了他媳妇，他不愿意。孩子他娘再不好，那也是孩子他娘，他的枕边人。一家人听了都沉默下来。任婆子生气地看着大儿子，这2日忙活着，他是没有问地的具体方位，他一直以为买的再差，也总该能种东西。这下好了，这么一块破地，他怎么这么大意？不买同村的，连情况都摸不准，还当天就定下给了钱，自己做主，不让家里人参与，是怕家人知道大房家里多少银子吗？任广田见母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心头也紧张。半晌后，任婆子终于开了口：“老大，你把事情全往自己身上揽，难不成你是我儿子，我就不怪你了？也对，你们现在分家了，你这个大儿子又有出息，能自己赚钱养家，就算你媳妇败完你的钱，你也能赚回来，我干嘛要去操这个心？”任婆子立即起身要走，任广田想也没想的拉住母亲的衣摆，朝着母亲跪下了：“娘，我媳妇这一次做事的确不对，她知道错了，尤其是孩子的事，她很内疚，娘能不能原谅她一回？以后我一定管好她。”宋九看着大哥护着大嫂的样子，其实挺感动的，于是看向婆母，忍不住帮大嫂说情：“娘，我想大嫂也长记性了，以后一定不会再这么做了。”任婆子生气甩开袖子，沉声问道：“多少钱买的地？”任广田心虚的开口：“34两银子买下的20亩地。”宋九一听，立即问道：“是不是山脚东边往南的方向？”任广田点头。宋九内心一叹，全是荒废的地，他当初割猪草都不去那个方向，那边的地就是石头多，不然怎么叫石头村？石头村里的好地太少了，而正好大嫂把不好的地都给买了。任婆子看了一眼宋九，就知道那地儿不好了，真是败家。以前任家没钱的时候，1两银子都金贵，现在有钱了，34两银子打水漂，就算是块好地，就20亩地，他们隔着这么远，怎么照看？买外村的地，要么一次买多些地，派人成日守着，有收成的时候也免得被人偷了。这下买20亩差地，派个人守着还得工钱呢，难不成自己去守？那还不如老大入城做事赚现钱来得快。任婆子不说话了，任广田也不起来，一旁的任广江看不下去，只好帮着大哥大嫂一起求情。总算这事儿在几人的求情声中过去，作为婆母没有当面责怪大媳妇一句。任广田回到家里，一直忐忑不安的沈秋梅连忙上前问情况。任广田无奈说道：“娘说了，不怪你，不过以后不能让你管钱了。”沈秋梅一听，心头一松，但一想到自己不能管钱了，又是心头一紧，问道：“那谁管钱？不会大房家里的钱交给婆母管吧？”任广田听到枕边人这么想自己的母亲，心头有些不高兴，说道：“我娘才不管咱们家的钱呢，管了那叫分家吗？那你管？”沈秋梅松了口气的同时又很郁闷：“你在城里做事，来来去去的，你怎么管？钱放你口袋里，哪日被人偷走了都不知道，只有放在咱们家里才安全。我天天守家里没人偷，娘是让我来管钱，但是我这人也不细心，管不来。你以后管钱的事，别说出去，还有买田买地什么的，都得我同意了才准买。”任广田面色严肃起来，总算管钱的事没有交出去。沈秋梅心头一安，随即身子一矮，拱进丈夫怀里，温柔地说道：“夫君，以后家里花钱的事，我都向你说清楚，不会再擅自做主了。这一次也把我吓怕了，咱们家不缺吃的不缺穿的，安安生生过日子就好。”见媳妇是真的悔了，任广田才放了心。的确他一个粗人也不好管钱，他娘也不愿意管大房的钱，那还得媳妇来管着。星号星号星号。安城王府里，晋王妃小裴氏收到了京城的回信，信是晋王亲自所写，这让小裴氏感觉到不可思议，不然按着以往的习惯，多是底下的幕僚代劳，也不屑跟他细说。前不久，小裴氏给京城去信问国师韩愈来安城的目的，他一直以为这人跟王府里的贱蹄子有勾结，来针对他大儿子和即将临盆的孙子，没想到晋王的信中却不是这样的。半年前，韩愈夜观天象有异情，李阳郡要出贵人，于是向皇上请命，来李阳郡寻找这位贵人，只是向外头说起就是来求雨的。
可是这事儿有了变化，就在半个月前，皇上半夜做了一个噩梦，梦到金銮殿的悬梁断了，醒来后就派钦天监的人测算，有小人进谗言，不仅认为是凶兆，还认为是李阳郡要出的这位贵人妨碍了皇室运程。即刻就有朝中派人来李阳郡知会国师，恐怕李阳郡的孕妇要遭殃了。第169章，小裴氏问出国师实情。这么重要的事，难怪要靖王亲自写信。小裴氏看完信就坐立不安了。他并没有告诉靖王，他还有一个傻儿子在安城，尤其现在傻儿子娶了媳妇，媳妇正要临盆，就在这节骨眼上，朝廷里要对付李阳郡的孕妇。一旦涉及到皇室运程、国治安稳，那宁可错杀100，不可放过一个。他唯一的孙子就要出事了，岂能在这节骨眼上被人给杀了？小裴氏可不信做梦这一套，全是朝中小人的谗言不可信。何况他家那傻儿子娶了个村妇，也不可能跟国师所说的贵人扯上关系，所以绝不容许傻儿子被误伤。小裴氏在书房里想了好一会儿，心思一动，随即出了书房的门，带着一队府中护卫往客院去了。客院里，国师韩愈看着手头的花名册，脸都气青了，叫这些人去寻找16到18岁之间的孕妇，人民是登记上来了，出生年月却没有写清楚，他要怎么算八字？有童子进来传话，晋王妃来了。国师还没有做好准备，来不及收起花名册，就见一队府卫急匆匆地冲了进来，转眼将主仆2人围在中间。一身华服的小裴氏走了进来，看到双手背于身后的国师，想上前行礼，却躲躲藏藏的样子，二话不说绕到他身后拿起了花名册。国师韩愈脸色灰暗，原本借求雨之事来了安城，却怎么也没有想到晋王妃会在安城为难他，早早的将他接到府中，说是吃好住好，实则监视他。小裴氏很快扫过花名册，登上名册的有363人，都是16到18岁且正怀着身孕的小妇人，里头没有傻蛋家小村妇的名字。小裴氏松了口气，随即将花名册往桌上一放，问道：我听人说国师这一趟来安城并不是为了求雨，而是来寻到即将出生的贵人，可是这样？韩愈脸色微变，不作声。不愧是晋王府，连皇上都要敬几分的地方。他一个小小国师，说难听点就是个算命的，在这些皇室宗亲面前啥也不是。你别瞒了，瞒不住，我来就是问你，你这么厉害，夜观天象就知道李阳郡要出贵人了，敢问国师这贵人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还是坏事？韩愈对上小裴氏凌厉的美眸，没了办法，只得说道：对燕国百姓的确是好事，只是怎么说？小裴氏顺势在书桌前坐下，韩愈支支吾吾的，一抬头就看到眼前的众护卫都盯着他，手摸在腰间的佩刀上，似乎他要是敢乱说，指不定拨刀劈了他。李阳郡4年未下雨，这就是天意，但是来年一定会风调雨顺，只是这个孩子得平安出生。韩愈说到这儿，又悄悄地看了小裴氏一眼，说道：可能会有对皇上不利，小的不敢说，还得算算这个孩子出生的八字。神神叨叨的，这些事小裴氏从来不信的。小裴氏小的时候，家里人为他和大姐算了一命，算命的说他是假贵人，大姐才是真贵人。后来他姐姐就有了晋王府的这一桩婚事。小裴氏从来不信命，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他和姐姐谁才是真贵人呢？这种乱人心性的算命先生之言，就该定罪诛杀。整个李阳郡4年没下雨，朝廷不想着让这些夸夸其谈的算命先生来求雨，反而说什么怪力乱神之话，真是无稽之谈。但凡他敢当众求雨而不下雨，就可以杀他了，多简单的事。皇上派你来安城，见到了贵人又当如何？小裴氏只想知道皇上到底想要做什么，其他孕妇陪死他一概不管，不要涉及他家孙子，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倘若对付他家孙子，他非得让国师有去无回不可。然而这一次韩愈弄事一句也不说了，嘴抿成一线，撬不开了。越是这样，小裴氏越是担心，凤眸一冷，数名护卫立即上前按住了韩愈，身边的童子连忙跪下求饶。韩愈也是没有想到晋王妃光天化日这么欺压他，晋王妃刻意揣摩圣意已是大罪，而今更是欺负朝中官员，更是罪加一等，就不怕老朽上朝参你一本？话没说全，护卫手中的刀已经按在他的嘴上了，生生闭了嘴。小裴氏平静地坐在书桌前，再次问道：皇上可是叫你暗中杀了贵人？韩愈不接话，小裴氏突然笑了起来：行吧，你不说，我现在就为你请药，再给你塞3位美人入屋，破了你的童子身。你好毒！韩愈要气死了，他不能破戒的，破戒就得逐出师门。小裴氏不以为意：最毒妇人心，我不仅要破了你的童子身，还会将你丢到青花楼里，让大家伙都知道你没守住，看你如何回去向皇上交代。若是这样的话，事后晋王妃也难逃一死，你这是逼死朝臣。韩愈不甘心，小裴氏无动于衷：我既然敢在安城对你下手，就不会给你告状的机会。我从一个小小知州之女到如今的晋王妃，你以为我是个懦弱的妇人？韩愈对上小裴氏投来的目光，心头吓了一跳，皇室中的女人果然厉害，
在京城里被宫里的嫔妃招去算命，差点掉命，现在逃到里阳郡求一份安宁，就撞上这么一个恶毒的女人。韩愈闭了闭眼睛，半晌才开口：“寻到贵人不杀，会带走软禁，只要活着且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此人虽贵，却无所作为。”终于说出实情，只是皇上又做了个断了悬梁的梦，圣旨800里加急也还没有传到安城来。倒是小裴氏先收到了丈夫的信，先一步控制了国师。小裴氏挥了挥手，护卫将韩愈给放了。韩愈直起身板，整了整袖子，谁知小裴氏不紧不慢地说道：“今日的事，这么多的护卫都听到了，是你告诉我皇上的密旨。从此往后，你便是我的人了。但凡你有背叛之心，那么今日之事将公之于众。”刚挺直腰板的国师瞬间萎靡，好恶毒的女人！小裴氏见韩愈神色阴沉，开了口：“北地300顷良田作为你的报酬。”韩愈怔住，出口就是300顷良田，想用银钱贿赂他，当真是可笑。小裴氏见他无动于衷，接着开口：“1万户百姓的辖区税，11万户，那是侯爵才有的权利。一个小小晋王妃，她能有这个能耐？”这让韩愈想起出入京城为官之时的传闻。京城里都说晋王和皇上堂兄弟情如手足，晋王上朝不必向皇上行跪礼，更是暗地里传宁可得罪皇上都不可得罪晋王。第170章，没有诱惑不了的人。皇上面前尚能求情，而晋王面前从来都是杀伐果断，不留余地。再加5万佃户，1万奴隶，自成一方，足够你衣食无忧一辈子。韩愈一脸惊讶地看着小裴氏，这样丰厚的酬劳的确是够他一辈子了，总比他在朝中领着这点俸禄，还得时常入宫给妃嫔测算事情的机会要舒服多了。而且伴君如伴虎，跟后妃走得近了，随时都有掉脑袋的风险。韩愈不说话了，心头震撼的同时，也对晋王府五体投地。一个晋王妃尚且有这能耐，那晋王岂不是更厉害？就在这时，小裴氏又从怀里拿出一块王府令牌，放到了桌上，沉声道：“拿上它，可保你后半辈子得晋王府相护。”韩愈看到晋王府的令牌，原本还想傲气一回的他，不受控制的朝小裴氏跪了下去。小的愿意追随晋王和王妃，是小的刚才不知好歹。果然没有利诱不了的人，只是筹码不够多。小裴氏这就起身，正好韩愈身边另一个童子从外头匆匆进来，见晋王妃在，赶紧将手中的信筒捂怀里。小裴氏看了一眼，便知道定是皇上的密旨送来了。可惜晚了一步，小裴氏扬长而去。韩愈抹了一把冷汗，起身上前，把桌上晋王府的令牌纳入怀中。童子这才上前将信筒交出，是京城来的。韩愈半点不敢怠慢，连忙用熟练的手法解开信筒上的封蜡。只见信上是皇上密旨，寻到贵人，以绝后患。韩愈将信看了2遍，整个人都不好了，身子往后一倒。童子扶住了他。皇上怎么改变了主意呢？为何要杀了贵人？那是逆天行，杀了这个人，天下百姓将不得安宁，里阳郡将会带来天灾人祸。韩愈再一想到刚才晋王妃突然招揽他的用意，莫非晋王妃知道贵人是谁？他这是在维护贵人。韩愈这一下更难了，杀是不杀，杀了背叛了晋王府，不杀违背了圣旨，都别想活了。星号星号星号。水乡村里，宋九在后院喂小羊，又看了看活蹦乱跳的鸡，这后院还真是大，养了这么多的小动物，蹦跶还很宽敞。从后院出来，就见他家傻夫君扛着一捆柴从山上下来，手里提着一个竹篮子，摘的山上的酸野果。宋九一听到冒酸水的野果子，他就迫不及待地上前接过竹篮子，随即拿到井边洗去了。任荣长看着媳妇高兴，忍不住扬起唇角，就像变花样似的，又将捆着的柴放到了地上，解开后，里头用外衣包着一袋野蘑菇。宋九打开一看，就是松蘑，而且个头大，都挺新鲜的，他们有口福了。见媳妇的嘴都合不拢了，任荣长脸上也满是笑容。宋九一边吃着野果，一边看着他家傻夫君赤着膀子劈柴。自打他嫁到任家后，这些重力活宋九做的少了。媳妇，今晚咱们吃什么？任荣长一边劳作，一边想着媳妇的巧手做出来的吃食，就感觉肚子饿了。宋九想到昨个儿才买回来的大骨头，说道：“大骨蘑菇汤，蒸2个咸鸡蛋，1碗辣炒兔肉，配上白米饭，你能吃几碗饭？”任荣长立即抬手：“6大碗，媳妇儿可得多煮一点。”宋九笑了，这就起身去厨房，瞧着他家傻夫君今天干活累了，那就多做点吃的。厨房里很快传来米饭香，院外却传来敲门声。宋九系着围裙从屋里出来，开门一看，门外来的是任家小院邻居家的吴婆子。他看到宋九就露出一张笑脸，说道：“你婆母让我来叫人的。你婆母家来了远房亲戚，可热闹了，尤其是那辆马车，咱们村里人都围着看热闹，她走不开，只好支着我来给你传个话。”宋九疑惑，任家有什么亲戚？她嫁进来这么久也知道的，怎么会有个坐马车的远房亲戚了？这不可能。我娘让我和夫君都去吗？宋九试探相问。吴婆子立即点头：“是呢，
你家来亲戚了，老三得去呢。至于你就过去吃好吃的就好。我闻到你婆母弄好吃的了，院里头有肉香。话是这么说，巫婆子似乎在院门口闻到了百米香，巫婆子忍不住朝院里望，宋九却顺势将门口拦住了。还真是麻烦沈娘过来叫一趟，我这就跟夫君下去。沈娘先回去跟我娘说一声吧，不会耽搁吃饭的。巫婆子这会儿也算明白了，任家小院里天天传来肉香，这任家三房屋里恐怕也是天天吃好的，这不都能闻到百米香了。任家人个个有钱。巫婆子走了，宋九回屋解下围裙，想了想，把身上的旧衣裳换成了没穿过几回的新衣，梳了个发髻，戴上了他家傻夫君送给他的绢花，这就从屋里出来。任荣长刚把柴劈完了，宋九就催着他进屋换衣裳去。傻夫君换好衣裳出来，宋九看了一眼，给他系上了腰带，又在腰间挂上了他绣好的荷包。媳妇儿，咱们这是要上街吗？他家媳妇要生了，这个时候上街不好吧？宋九却是摇了摇头，她看向丈夫，叮嘱道：夫君，我们一起去爹娘那儿吃饭，等会儿不管遇着了什么事，你都不能发脾气，可成？任荣长见媳妇一本正经的样子，犹豫了一下，说道：若是有人欺负你，我就生气。宋九心头一暖，说：金盖只是吃饭，不会有人欺负他的，总算跟丈夫商量好了。夫妻两人这才往村里去了。任家院里，任婆子坐在灶台前，脸色不太好看，看着锅里炖的肉在发呆，心头郁闷的想着，妹妹来了，凭啥她得炖肉给她吃？任老头从外头进来，见客人坐正屋里不吱声，他来到媳妇身边，小声说道：我来做饭，你去陪一陪。任婆子正好不想给妹妹做饭，这就解下围衣从厨房出来。正堂屋里，小裴氏带着齐嬷嬷默默地坐在那儿没动，见姐姐进来了，脸色不好。小裴氏这就说道：只待我见孩子一面，我答应你必会护住他们，也会将这一次国师来安城的目的告诉你。正要发火的任婆子被他这一句话给压制住，自己养大的儿子现在要亲眼看着他们母子相认，谁受得了？第171章，小裴氏贿赂宋九。可是，一想到三媳妇肚里孩子的安危，又想到神婆当时说的话，他心头就忧心起来。妹妹不来找他，他也会去城里找他说说此事的。上次村里派差兵过来登记孕妇花名册的时候，任婆子就感觉不对劲了，说的好像我得成你情似的。我养这么大的儿子，身上流的是你的血，你作为生母也有责任。任婆子说完这话，在妹妹对面坐下了。小裴氏默了声，他金盖不想跟姐姐吵架，这么多年了，他到底是理亏，不过能让姐姐准他见孩子一面，他很欢喜。任家院外，宋九和傻夫君过来了，就见门口停着一辆马车，那匹拉车的马跟车夫一样，都年纪大了，这倒是与宋九想象中的不一样。就是这么一匹老马，也让村里人兴奋这么久，一个个看稀奇的样子，都挤到任家院外不愿意走。宋九收回目光，心头奇怪，若是城里那处府邸来的人，也不至于赶这么一匹老马，难不成是故意的，也不想声张吗？夫妻两人进了院子，正屋里听到了动静，原本还一脸平静不说话的小裴氏立即朝门外看，透过门缝看到了院里站着的三房夫妻。小裴氏连忙说道：姐，我先见内村，你三媳妇，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见老三。任婆子还愁着母子相认，现场怕老三难过，没想到一向狠毒有心计的妹妹也会有怕的时候，这要求倒是不好拒绝。任婆子这就出来，把老三支到厨房里帮他爹添火去，随即把三媳妇叫到正屋里来。宋九果然没有猜错，任家能有什么亲戚，果然只有这位了，就是不知道他今天过来的用意。自打宋九进屋时起，小裴氏的目光就没移开宋九的肚子，怀双胎的肚子那叫一个大的，小裴氏看到这大肚子，就想象着里头怀着两孙子，人都激动起来。他这么多年就只有这两个儿子，结果还没了一个，现在总算有盼头了，一生就生两，再养2年又生两，子嗣丰盈，他裴景再也不怕被那些个侧妃拿捏。这世子之位，只能是他这个正妃生下的孩子才能得到，那些侧妃身世再好，再有能耐，也仍旧只是个妾室，生下的孩子也只是庶子。随着小裴氏内心的想法涌出，才进屋的宋九就惊住了，原来荣长的生母打的是这么一个主意。可惜了，他做梦梦到月亮入怀，婆母说有可能是怀的女儿，指不定就是生2个女儿。宋九这一刻特别想生女儿，即使生了儿子，也绝不会让他得逞。终于小裴氏的目光落到宋九的脸上，就见他一双明亮的杏眸正看着他，这眼神还挺有威慑的，小小年纪有这城府不简单，长得也还过得去，将来两孙子不会长得差。坐吧。小裴氏突然开口，那声音就像给宋九赐座似的，高高在上。宋九没动，任婆子听到这话却是笑出声来，在我家还要你赐座？你还真是敢说。老三媳妇坐我旁边来。习惯人前高高在上的小裴氏被姐姐奚落，他不敢接话，接话必定吵架，吵架的话金盖就白来了。宋九在婆母身边坐下，小裴氏抬了抬手，齐嬷嬷立即领会，这就出门去了。没一会儿，齐嬷嬷抱着几匹好布进来，又接连走了几趟，
转眼堂前八仙桌上堆满了东西，上等好不料，还有3套金银首饰以及1盒子的银锭子，一出手就是财大气粗，就像那日在街头那样，想给任家1包银子的做派如出一辙。宋九看了一眼，神色平静，落入小裴氏眼中便明白了，看来还不够。齐嬷嬷又出去了，转眼带进来一位姿色好的乳母。小裴氏刚要说话，任婆子突然开口：“老三媳妇，前不久买的母羊照看的怎么样？”宋九立即明白婆母的意思，连忙接话：“娘，用麦麸喂的胖壮，每天的羊奶我都喝不完，就跟夫君一起当早点了。”任婆子满意的点头。果然婆媳2人的话没把小裴氏气死，竟然让孕妇喝羊奶，他家大孙子这么金贵，就该有位乳母悉心照顾才是。那山里喂的羊天天吃草，能有什么营养？我看。小裴氏话没说完，任婆子开了口：“牛也吃草呢，有钱人家哪个不吃牛肉？我看羊奶就挺好的，庄户家里的孩子就是这样养大的，个个身体健康。再说庄户家里又不是大户人家，请不起乳母。”小裴氏正要说把这位乳母给过来，任婆子又冷笑一声：“乳母再好，也不及生母的一口奶，生而不养枉为人，我们任家不兴这一套。”小裴氏瞪大了眼睛，气得手一挥，乳母被带了下去。屋里气氛不太对，小裴氏刻意压制着自己的脾气，总算平静下来，便指着桌上的东西说要送给宋九，这些布料给孩子做部片子或者小孩子衣裳，穿起来舒服。任婆子一听，在一旁又笑了。小裴氏气得手握紧成拳藏在袖里：“姐，你笑什么？”任婆子懒得答他的话，而是看向宋九，说道：“老三媳妇，这位是我娘家妹妹，你一进来还没有叫长辈呢。”宋九顺势起身，朝小裴氏行了一个晚辈礼，喊道：“姨母，姨母。”她才是她真正的婆母。小裴氏气得说不出话来，半晌才说道：“行，这些是姨母给你的，收下吧。老姨母费心了，这些布料我就不收了，孩子用得上的，婆母已经帮我准备好，尤其是尿布，得用旧棉布做的才舒服。”宋九客客气气的带着疏离，甚至看小裴氏的眼神都带着淡漠。小裴氏再一看眼前的婆媳2人，越瞧着越像对亲母女似的，神色都一样，还不为桌上的首饰和财宝所动呢，有骨气。布料用不上，这些首饰和银子还是可以的，尤其安城的300亩良田，想必你不会拒绝吧？很快，小裴氏从怀里拿出契纸放到了桌上，任婆子见了，脸色都变了，生气问道：“你才来安城，这田怎么弄到手的？这儿可不是平江府，也不是京城或者北地，他要得到人家的田地，就是用了非人的手段。安城的百姓日子过得多艰难，他借着自己王妃的身份欺负人呢。”第172章，小裴氏别想认亲。小裴氏不以为意：“姐姐觉得我在安城要几块田是难事吗？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糟，这点小事也不必我出手，钱便能解决了。即使是用钱正大光明买的，也必定是想办法让对方卖的地，不然怎么会是连在一起的田地？那得多少户人家？”小裴氏不想跟姐姐吵架，今个儿他来水乡村是来看孙子的，收下吧。小小村妇，桌上这些足够他富足一生，怎么可能拒绝得了？然而宋九却是没有看桌上一眼，语气不紧不慢地说道：“多谢姨母的好意，无功不受禄。要是看在我肚里孩子的份上，那也该是我婆母送我东西奖励我。娘，我生下孩子后，你把那张虎皮送给我呗，我给孩子垫在摇篮里，让孩子们虎虎生威，好生养。”宋九看着任婆子，任婆子被他的话瞬间逗笑。送虎皮好，这虎皮他还真的放在屋里，也没舍得卖，这本来就是老三打猎的到手的。好，就算老三媳妇生的是女儿，咱们家的孙女儿也得虎虎生威的。等会儿三媳妇把虎皮拿去，让老大做个好点的摇篮，咱们家的孙女儿，咱们全家疼着。婆媳2人又说到一块去了。小裴氏听出虎皮的意思，那是去年要送给他这个生母的。这个小村妇有点厉害，真是伤口哪儿疼就往哪儿点。他是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呢？还知道说无功不受禄，他念过书不成？一个愚昧无知的小村妇竟有这能耐。宋九将小裴氏心头所想全部听了去，莫看他脸上风淡云轻，袖里的手已经握紧。不过小裴氏从气氛中反应过来，瞪着眼前的婆媳2人问道：“你们说怀的是女儿，是怎么知道的？”这一次不待任婆子说，宋九开了口：“对啊，我能感觉得到，我肚里怀着的就是2个女儿，2个女儿。”小裴氏脸色都青了，再也坐不住，立即说道：“去城里医馆，请最好的大夫把脉，没可能双胞胎都是女儿。”见小裴氏要来拉宋九，任婆子立即拍下他的手：“妹妹想做什么？生女儿令你失望了？何止失望，她还很绝望。大孙子是她的希望，不然她连这个村妇都不想见到。”就在几人拉扯间，堂屋的门被推开，一声媳妇儿把3人都正在当场。任荣长沉着脸走了进来，很快将媳妇护在身后。任婆子看到老三来了，心头还是忐忑的，她不想儿子儿媳妇知道妹妹的真实身份，不想自己养大的儿子去认别人做母亲。只是任婆子不知道，
眼前的小裴氏一看到他的傻蛋儿，根本不敢相认，先前还拿剑射杀他，现在看到他高高大大的站在前头护着媳妇，小裴氏本能的往后退了退。他可是知道这个儿子的傻气，惹不得，惹了就犯傻，谁知道能做出什么事儿来？但凡他家老二没出事，他不会踏入水乡村一步。小裴氏不敢看任荣长，任婆子也发现了这一点。宋九更是听到了小裴氏的心声，他震惊的看向傻夫君。什么时候他家傻夫君拿剑射杀生母了？他怎么不知道？任荣长认得眼前的妇人，上次带人包围了院子的就是他。任婆子正想着要怎么让三儿子叫妹妹，就听到宋九拉着丈夫的手说道：“夫君，这位是姨母。”任荣长皱眉，抿紧嘴巴不出声。宋九感觉到手被握紧，他家傻夫君看到姨母就生气了，尤其是刚才还想来拉他，也被傻夫君瞧见，一定以为是要欺负他。宋九正想着怎么安抚丈夫时，任荣长突然开口：“姨母，姨母。”原本还在惧怕着这个傻蛋儿的小裴氏，在听到一声姨母后，眼神看了过来，随即苦涩一笑，从傻蛋儿身上收回目光，看向任婆子，说道：“姐，我跟你说个事吧，先让他们回去。”终于说正事了，还想来认亲，还想来讨好老三媳妇，没门。任婆子很欢喜三儿子没有叫妹妹母亲，而是叫她姨母，她感觉养了这么多年挺值得的，也庆幸三媳妇真是会做人，特别有眼力见。今天三媳妇说的每一句话都在维护着她这个婆母，老三媳妇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任婆子看了宋九一眼，宋九明白了，这是让他们先回山脚下去，这一场认亲算是结束了。他家傻夫君啥也不知道也好，他就该简简单单开开心心的活着。夫妻两人一走，屋里只有姐妹两人了。小裴氏抹了一把眼泪，心头有些失落。当大儿子叫他一声姨母的时候，他才发觉这个大儿子他不是没有想过他的，只是他知道不是他养大的孩子，对他岂会有感情，就像他对这个孩子一样，也不会像对待老二那般忠诚。小裴氏没再阴阳怪气的说话，反而语气沉重的说起了这一次晋王传给他信里的内容。他担心孩子被误伤，所以他想带走宋氏安置起来，生下孩子平安了再现身。小裴氏自始至终都没有往宋九身上的孩子怀的有可能是个贵人这个方向想，尤其在得知怀的是女儿的情况下，就更不可能这么想了。只有任婆子在听完妹妹的话后，整个人都是震惊的。她想起老三媳妇做的梦，又想起老三媳妇嫁入任家后的种种变化，她觉得弄不好老三媳妇怀的这两孩子就是贵人。姐，你若是不放心，你也可以跟着去，但是不能声张，实在不成，对外头说你们婆媳二人去探亲，生完了再回来。小裴氏面色诚恳。对于肚里的孩子，这一刻两人倒是一样的担忧。任婆子犹豫了，她当然担心这是妹妹的计谋，到时候安置到另一个地方，等孩子一生，万一抱走一个呢？她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可是若是她的话是真的，那乡下是真的不安全了。这边两姐妹商量着宋九的去留，那边宋九跟着丈夫回山脚下，等到了下游，四下里无人的时候，她便问起丈夫有没有对付过姨母的事。任荣长这人不爱撒谎，不想说的话会抿紧了嘴不说，但就他的表情完全可以看得出来，这事儿他干过。宋九很快想到那夜他藏好的弓箭和砍柴刀，莫不是他半夜去的？第173章生傻夫君的气了。傻夫君不开口，宋九真拿他没有办法，竟然瞒着他出门。宋九装作生气的样子，松开他的手，独自往前走。任荣长有些慌了，连忙快步跟上，想去拉媳妇的手，媳妇不让拉。宋九更是生气说道：“晚上不准睡我床上来。”任荣长脚步一顿，脸色阴沉的可怕。自打娶了媳妇，夫妻两人就没有分床睡过，这话对他是很严重的打击。宋九仍旧脚步聪快的往前走，任荣长突然长腿一跨，上前就将宋九打横抱起。宋九吓了一跳，没想他家傻夫君还有股倔气，将宋九就这样抱到了山脚下。宋九终于脚落了地，任荣长开了口：“他派人要抓我，我当然要反击。没可能的，他的生母，他又是荣家唯一的嫡系血脉了，怎么可能派人抓他？”在宋九的询问下，终于问清了，原来那天夜里他还是很生气，就半夜拿了弓箭走山路跑去城里报复，一箭射伤了送银子的朱姑娘，之后逃到荒院里，被迫对姨母动的手。这么大一桩事竟然瞒得这么紧，宋九生气的同时也心疼他，要不是他跑得快，真把他扣住了，岂不是夫妻要分开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媳妇生气把我弓箭给藏了。宋九看着一脸无辜的傻夫君，或许他把事情想复杂了，他是在帮着自己，谁欺负他他就还回去，没有中间的弯弯绕绕。那以后这种事还告诉我吗？任荣长见媳妇似乎没有那么生气了，他明显的高兴了许多，立即说道：“告诉媳妇，但是媳妇不准藏我的弓箭。答应一件事还得讲条件的，他哪儿傻了？”宋九郁闷的看着他，任荣长弯身看他，问道：“媳妇不生气了？问题是他生气了，他也不知道他在气什么，下次不藏他弓箭了吧？”媳妇不生气了。任荣长的脸都贴宋九脸上了，
热气呼呼地喷在他脸上，那淡淡的青草香味又传入鼻尖，宋九气都消了。媳妇不生气了，被他捉住了唇，一个霸道的吻把宋九吻得有些迷糊。宋九无奈地捧着丈夫的脸，在他耳垂上捏了捏，终于放开了他。见媳妇笑了，任荣长终于露出笑脸来。宋九抚着肚子，指使着丈夫去后院里喂草去。干农活是任荣长的强项，这就应下，脚步飞快地去了后院。宋九也挪到了后院门口，看到牛棚里的牛一个劲地往他傻夫君身上挨，旁边的野梨子跳牛背上趴着，也时不时地蹭了蹭傻夫君的胳膊。正为得起劲呢，宋九突然啊的一声，肚子疼。任荣长反应过来，赶紧上前抱起媳妇往屋里跑。宋九在床上躺了好一会儿，总算缓过劲来，刚才莫名疼了一下，是怎么回事？难不成要提前生了？宋九到底还是初为人母，不懂这些，这就指使着傻夫君去村里把婆母请来。他心头不安，万一有动静，婆母也能帮他看看。任荣长显然是被宋九刚才的样子吓到了，听了媳妇的话，这就出门去，在村道上跑得飞快。村里人见了都觉得奇怪，任家老三这是发生了什么事？老三媳妇要生了。任婆子正要送走妹妹，老三又跑回来了。说了情况后，任婆子再也顾不上，拔腿就外跑，走了几步又停下，看着同样焦急的小裴氏，说道：走不了，怕是要生了。原本两人商量好，打算由任婆子陪着，将宋九一同带走。这会儿任婆子改变了主意。小裴氏心头郁闷，怎么在这节骨眼上闹出动静？任婆子看了小裴氏一眼，这就转身跟三儿子走了。这一夜，任婆子没有回任家小院，而是守在了祖宅里。宋九躺了好一会后，人又感觉没啥事了，放下心来。只是这天夜里，他的梦境变了。往日梦到的是月亮扑他怀里，而今夜梦到的却是晴空万里的天际，发着光芒的太阳朝他飞来，随即变成一条金色光芒的龙围着他转。待宋九醒来时，天已经大亮。宋九坐床沿，久久缓不过神来。这梦好奇怪啊！小时候只有村里的老人讲过故事，说世上有龙，可是他没有见过。可是这一次他在梦里，他可以肯定这就是小时候老人讲的龙，只是醒来后具体模样又有些不记得了。任婆子做了红糖煮鸡蛋端了进来，见三媳妇醒来了，连忙上前给她垫了一个软枕，劝着她别下地。宋九一边吃着红糖鸡蛋，一边向婆母说起梦境。任婆子越听越是心惊，怀双胎的人就是不一样。任婆子想起年轻还在娘家时，她听母亲说过，妹妹怀双胎时做过奇怪的梦，梦到了2条小蛇。后来被她妹妹说成梦到了金龙，之后便是家里的长辈也跟着这么说，甚至她娘也改变了口气，绝口不提2条小蛇的事，以至于在妹妹生下孩子后，晋王府老夫人派人将妹妹接去了京城。那时候任婆子知道是妹妹的手段，可是现在眼前的老三媳妇却是真正的梦到了金龙，而且皆为日月所化，再结合皇上做的那个梦，国师来安城寻找的贵人，任婆子可以肯定了，找的正是他家三媳妇怀的贵人。老三媳妇，你这个梦谁也别说，这些日子你也别出门，我今天就去打听一下稳婆，把人给定下来，随时能过来接生。宋九看着婆母面色凝重的目光，他点了点头，娘，我会注意的。任婆子看着宋九把红糖鸡蛋吃完，这就满意的出去了。随后听到院里婆母说去找稳婆的事，交代老三一步也不得离开媳妇，就守在家里，牛没有人喂就找老二过来喂。任荣长陪在宋九身边，直到他又睡回笼觉去了，他才去柴房劈柴，一步也不敢离开院子。星号星号星号。安城城东头府邸，朱淑文见姨母自打昨个儿去了一趟乡下回来，就神情恹恹的门都不出了，也没精力管到他头上来。趁着今个儿没有宴席应酬，朱淑文想起客院里的国师，他从袖里拿出二表哥的生辰八字，他想让国师算一算，二表哥他是怎么没的？为何姨母都不替二表哥报仇？明明母亲说姨母做事向来滴水不漏，有仇必报的人，事出反常必有妖，也不能让二表哥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没了。第174章，村里的孕妇被抓了。朱淑文带着一个婆子来了客院，却发现客院内外守卫森严，到了院里头，倒是难得看到平素见到的道童。院前静悄悄的，朱淑文以为国师指不定出了府，毕竟安城的雨还没有下，这才是国师此趟前来的责任。朱淑文正想转身回去，便听到紧闭的堂屋里传来声音，声音细小，有些听不太清楚。朱淑文心思一动，来到窗户下聆听。里头国师韩愈正跟童子说着话，童子问如何处置即将出生的贵人。韩愈叹了口气，说道：不能让其出生，一旦出生，京城那边怕是会知道，且让我算上一卦。韩愈说完入定开始测算，童子在一旁再不敢出声。朱淑文悄悄地戳开窗户，只朝里头瞧，果见堂前坐着主仆2人，国师正在测算。以前不觉得这国师多了得，可这会儿一看，还真是神神秘秘的。窗外突然一声晴天霹雳，有风从朱氏戳破的小孔刮了进去，点在韩愈面前的一盏油灯就这么毫无征兆地被吹灭了。韩愈惊呼一声，睁开眼睛看着熄灭的灯，暗感不妙，
再看测算到一半的卦，更是面色铁青。韩愈立即起身，小声交代童子，不能再等了，孩子要出生了。童子跟着韩愈出门，与朱书文撞了个正着。朱书文对上韩愈疑惑的眼神，压下心头的慌乱，说自己刚过来，正要敲门。韩愈脸色不好看，不知朱姑娘过来有何事？韩愈没有急着走，倒是让朱书文有些意外。他连忙拿出二表哥的生辰八字，让韩愈测算。韩愈看了一眼，随即说道：“帮朱姑娘测算一下也可以，不过朱姑娘可否帮老朽一个忙？”朱书文很想为二表哥做点什么，见国师这要求，犹豫了一下，还是应下了。韩愈小声地说了几句，朱书文脸色微微泛白，他没有立即答应。韩愈不接生辰八字，背着手面色淡漠。朱书文想了想，同意了。那还请国师早去早回，我怕也瞒不了多久。足够了，韩愈亲自下乡，能找到这个怀孕的妇人。韩愈收下生辰八字的纸条，等他办完事回来，必帮他好好测算一番。这边带着童子匆匆走了。水乡村里，先前吴家的儿媳妇刘三娘怀孕6、7个月了，上头有人来村里登录花名册的时候就有她。吴家人也因为儿媳妇被选为求雨的孕妇之一，而在村里头很骄傲，还跟邻居们鼓吹自家儿媳妇怀的孩子有天运，到时候跟着一起去求雨，能得到国师的祝福。村里人都信这一套，平时有个发烧脑痛没钱看病的时候，就去神婆那儿烧一碗符水喝，听说很灵验，导致村里人对这个更沉迷了。吴家媳妇刘三娘在村里头可是受人尊重的，只是名字登记上去这么久，没见人来叫他们去，那这雨什么时候能下？没想到这天大清早的，村里人听到吴家院里传来哭声，有妇人爱听八卦的跑过去问情况，才知道刘三娘被官府的人带走了。带走不是好事呢，指不定是去求雨了。可是吴家人当时看到来的差兵可不是来请人的，而是强行带走的，走时还逼吴家人将刘三娘的生辰八字交出来。吴家人觉得不对劲，一路闹着想将儿媳妇留下来，反而被差兵给打了。这事儿就更奇怪了。任婆子从祖宅那儿回来，正想寻几身换洗衣裳拿到三房院里去，就暂时住在三房院里，不打算回来了。没想爱串门的隔壁吴婆子突然闯进院里，说起刘三娘被带走的事。那家也姓吴，还是吴婆子的本家，早早的跑过去听了一耳。孕妇现在被带走了，不知生死，也下落不明。吴家人被差兵打了，还在请大夫看病。原本说求雨是好事儿，怎么还伤人呢？不会是要对肚里的孩子动手吧？吴婆子说的口唾飞溅，任婆子也被迫得知情况，心头越是不安，脸色更是难看了。好在三媳妇当时说自己不及16岁，没有登记在花名册里，不然现在也要被带走。民不比官斗，家里3个儿子能耐，真遇上了不讲理的官，那也得受委屈。任婆子更是不想耽搁，赶紧收了衣裳就走。吴婆子才发现她的异样，忙问道：“你这是去山脚下照顾你家三媳妇去呢？”任婆子不想跟她说话，说了什么都指不定，转眼传外头去了。吴婆子却是奇怪：“对了，你家三媳妇也怀孕了，怎么没有被带走？”任婆子很生气，看了吴婆子一眼：“你就不盼点好的？能被带走的，指不定是国师看中的人，我家三媳妇就一普通村妇，人家没看上。”任婆子3言2语打消了吴婆子的猜测，也不细问了，还说普通一点反而安安生生。吴家人先前因为儿媳妇被选中在村里头，可是了不得，现在报应了吧？任婆子不接话，这就将人推出去，自己也转身给门上了锁。吴婆子见他忙活，没心思跟他说话，干脆往隔壁院说八卦去了。现在村里谈论的都是这件事呢。任婆子穿着绣花鞋，却在村道上走得飞快，很快就带着夫妻俩的衣裳来到了三房院里，直接跟任老头住进了西屋里。宋九还躺在床上，这2日反复梦到金龙，样子越发清晰，醒来时还记着。任婆子给宋九送饭进来的时候，宋九还跟他说了这事儿。任婆子看着宋九喝着骨头汤，又看了看他大着的肚子，心头越是焦急的不行。我今天就把稳婆请来，让她住在咱们院里，我给她支工钱，也让她看看大概什么时候生。宋九立即拿出银袋交给任婆子：“娘，我和荣长赚了点钱的，用这个支工钱吧。我感觉身子越来越重了，会不会要生了？”任婆子就是担心这个，想到老大媳妇这么突然生孩子就后怕，再想到老三媳妇还怀着2个，她更是要小心谨慎了。钱没了可以再赚的，此时不花销还待何时花销？任婆子知道三房有点钱，也就没有推辞，这就出屋叫人老头往隔壁村走一趟，把钱稳婆请院里来，正好祖宅里房间也多，来了睡在正屋旁边的客房，就近了照顾老三媳妇。任荣长走得快，他想去找人，被任婆子叫住：“老三别去，你脾气不好，莫把人得罪了。”任老头这下地里也不想管了，好几日没下地督守在祖宅这儿，这会儿拍了拍三儿子的肩，他大步流星往外走。他是老了，做事还是麻利的。任荣长被任婆子叫到屋里去陪媳妇，任婆子却坐在厨房里给宋九弄好吃的。自打婆母过来照顾宋九，一天4、5顿的吃，而且任婆子做的饭菜又好吃，宋九的状态越来越好。
刘三娘被带走了2日，周家人四处打听都没能找到儿媳妇。水乡村的人也觉得奇怪，一个个开始怀疑周家媳妇会不会带着孙子被人拐走了。就在这个时候，村外来了一张生面孔，对方是来收皮货的，身边还带着一个小童，问村里人谁家是猎户，皮货价格不比城里的少。第175章，国师要拐走孩子。水乡村外的地里有村里人见是皮货商人，这就指了指山脚下的方向，说道：村里头最厉害的猎人就是任家老三了，不过村里还有几位年轻的也跟着打猎，倒可以去村里头仔细问问。戴着一顶草帽的皮货商人到了声线，这就带着小童往村里走去。村道上，沈秋梅抱着女儿串门，正想回去了，就看到这么一老一幼2人从村头过来，她脚步一顿，没有急着走。最近水乡村不平静，刘三娘孕期被带走，沈秋梅对村里突然出现的生面孔也有了提防。村里头看稀罕的倒有不少，看着这2人进了村，也都有人问情况。见是收皮货的商人，正好看到村道上抱着孩子的沈秋梅，立即指向他。他家3弟正是打猎的，指不定有皮子卖。戴草帽的老者立即来到沈秋梅面前，本能的打量沈秋梅的面相，这妇人有些福气，就面相来看，一辈子也算是衣食无忧了。不待老者问起皮子的事，沈秋梅却看向老者身后的童子，疑惑地问道：你们瞧着不像收皮子，倒像是拍花子。这话说的，村里人听了立即警觉，老者的脸色也瞬间变了。他堂堂国师成了这村妇口中的拍花子了。刚才看面相说他衣食无忧的话立即收回，就这张嘴，福气也被他收没了。就说吧，你们来咱们水乡村是什么目的？收皮子犯不着到村里来收，现在的安城，个个都能随时入城，你在城里到处都能收。还有这个小少年，绝不会是你的儿子，长得也不像，就说你们什么关系吧。孩子，你先过来，别怕，有什么委屈说出来。沈秋梅朝国师身后的道童招手。这一会儿，水乡村的村民都围了过来。的确有听说过收皮子的商人，明面上是收皮子，实则是去乡下打探，一旦谁家没看住孩子，就顺手给带走了。这个孩子不会他拍走的孩子吧？几位村妇上前拉扯道童，道童有些慌张，连忙看向自家主子。这道童这么一看，更可疑了。真是的，人还没有打听到，却落得一身麻烦。韩愈不得不将包袱里放着的2张兽皮拿出来，是他拿来做演示的，就是在这周围村落四处寻。他测算了一下，贵人就在这几日出生，总算是找到了方位，却还是不太准备，还得几个村子打探。村里人看到皮子，又有些信了，难不成真是皮货商人？道童脑子灵活了一下，说自己是养子，并不是被拍回来的童子。村里人总算吁了口气。沈秋梅皱眉，见这皮货商人被误会了，也不一走了之证清白，还在问皮子的事，他更加狐疑了，于是二话不说，让人跟着他走。下游那好几家都是跟沈秋梅相熟的邻居，她家丈夫也在家，二房家也相隔不远，3弟一家更是在上头。但凡这人有点别的心思，别想轻松离开水乡村。任家老三会打猎，正是眼前这妇人的3弟。韩愈有心要跟着去，见他在前头带路，这就带着童子跟上了。大房院里，任广田从城里回来，打算休息2日再走。这会儿正在家里劈柴，听到动静，从屋里出来。沈秋梅把人请进院里去，叫丈夫招呼一下。她故意对韩愈说道：你找我家3弟收皮子，我这就把3弟叫了来。那就太好了，也免得走弯路。韩愈在院中坐下，就见沈秋梅抱着孩子往外头走了，瞧着是去叫人了吧。韩愈将这处农家小院打量了一眼，点了点头，说道：你们家这院子建得不错，方方正正，门外是口山泉井吧？屋里能听到水流之声，水井的方位很旺你们家，要是能养缸鱼在东南角就更好了。那可谓是水生财于镇宅，有鱼有水富贵来。任广田一脸懵地看着眼前说过不停的皮货商人，见他说完了，还一脸满意的样子，奇怪地问道：你们收皮货的还给你算命的吗？算命应该挺能赚钱的，比皮货还赚钱吧？瞧着你这皮货可不必收了，干脆在咱们村摆个摊，给人算命得了。别以为他任广田没有见识，城里这种算命先生见多了，尤其是城里的手艺工越来越多。任广田好几次跟着东家出入酒楼，见过太多这种抢着给东家算命的。开始任广田还觉得这些人好神秘，不敢得罪。在城里待久了，也看到了东家为人处事之后，任广田也豁达了，对这些张嘴即来要给人算风水算命的，他可不会上当。被任广田这么一说，国师韩愈简直无语了。他可是国师，在京城里便是权贵都拉着他测算八字和风水，到了这小小水乡村，就被这对夫妻不是误解成拍花子，就误解成神棍了。原本韩愈还想仔细的说一说东南角的哪处地方养鱼缸最好，结果被眼前这庄户汉子一说，他抿着嘴呼呼出气，不说话了。要不是等任家老三这个猎户，他都不想在这小院里。被任广田3两句说的没话说了，任广田越发觉得可笑，目光落在那一脸惊讶的童子身上，倒是这少年长得讨喜，眉清目秀的。
童子被任广田注意上，立即垂下头去。任广田从屋里拿出糖糕给童子吃，一般这年纪的孩子应该都喜欢吃，在庄户家里兑糖水招待客人，再送上糖糕，这是最好的待遇。只可惜国师身边的童子连京城美食都吃过的，又岂会在乎糖糕？国师见童子不吃，轻咳了一声，在外头也得掩饰好。童子这就上前伸手拿了一块，细嚼慢咽的吃了起来。任广田还觉得这小少年真是斯文，与庄户家孩子的粗鲁不同，也担心这孩子怕生不敢吃。任广田这就劝道：“吃吧，没关系的，庄户家里也没有啥好吃的，这个是在城里买回来的。”韩愈原本对这个粗鄙庄户不屑一顾的，可是在听到这话后，又觉得这庄户汉子粗糙了一点，但是人不坏，还挺善良的，于是韩愈也上前捏了一块吃。第176章，又跑荒地里找线索。任广田看了一眼，有些郁闷，忍不住说道：“在庄户家里都是大的让着小的，你一个大人怎么好意思跟小孩子抢着吃？”韩愈怔住，一块小小糖糕弄是被他说的咽不下去，只得装作给童子拿的，心头气闷的同时，又觉得这些粗糙汉子还有礼让之心，就是话不太好听。这会儿沈秋梅抱着孩子把人叫来了，却是二弟任广江。不是说去叫老三吗？家里就老三会打猎。沈秋梅并没有去山脚下，把二弟叫来，就跟二弟使了一个眼色。任广江这就上前坐下，问狼皮怎么收。韩愈眼下想的哪是真的收皮子，而是在悄悄地打量任广江，他就是水乡村厉害的猎户了，那他家媳妇是不是快要生了？于是韩愈答非所问：“你媳妇要生了？可是面相怎么越看越不像最近会有喜事发生的，反而脸色灰暗，最近没睡好吧？”任广江一脸奇怪地看向大哥大嫂一眼，沈秋梅一副果然如此的模样，好在没有把三弟叫来，这人一入村就透着古怪。走在后头的二弟媳杨冬花这会儿也进来了，韩愈看向他，就这么冷淡地看了一眼，立即收回目光。杨冬花在自家丈夫身边坐下，韩愈总算看明白，眼前的夫妻二人皆不是他要找的人，于是起了身。沈秋梅抱着孩子挡住了去路，问道：“狼皮不收了？”韩愈郁闷开口：“收是收，只是你们未必有。”他怎么发现的？韩愈见几人一脸的奇怪，他只好直接点名：“你们都不是猎户，手上都没有拉弓的剪子。”他即使不算命，眼力见还是有的，这村妇在耍他，要不是现在有重要的事，他早生气了。沈秋梅真是佩服这人，一眼就拆穿了。那村里人说的猎户就是我这弟弟的，村里其他的猎户连深山都不敢入。杨冬花看向大嫂，为何大嫂要瞒着三弟的能耐？不是来收皮子的吗？上一次他们看到了三弟猎回了狼皮，而且三弟媳怀孕难得入城，指不定这狼皮没卖，为啥不把人请到山脚下去，直接去收狼皮子？韩愈看了一眼沈秋梅，他还真信这乡下猎户恐怕是真没有本事，也就拿把砍柴刀遇上几只野兔子。这一下他颇为失望，看来水乡村不是他要寻找的地方。人要走了，任广田见童子还在吃糖糕，这就将糖糕直接塞他手上，交代他路上吃。将人送到院子外头，杨冬花还想问狼皮子的事，沈秋梅立即拉住他的手，摇了摇头，杨冬花只好进了声。院子外头，主仆二人又准备去往下一处村落，回头看了这一户人家，又看到童子手中的糖糕，韩愈还是心一软，指了指小院的东南墙角方位，说道：“我觉得在那儿养缸鱼也是赏心悦目的事，不说发不发财的事，这一番话倒是能让人接受。”谁知沈秋梅看了一眼他指的方向，随即说道：“养缸鱼的确不错，不过我家孩子小，一个不留神掉鱼缸里，等孩子大了再养。”韩愈怔住，盯着沈秋梅这个妇人，突然笑了：“你一句话就圆了这个风水阵，活该你家要发大财，这一下不养这鱼也没关系了。”沈秋梅几人都不知道他这话里的意思，这神叨叨的皮货商人总算走了。人一走，杨冬花立即看向大嫂，疑惑地问道：“皮子不卖了吗？我们应该把三弟叫来，他手上一定有皮子，正好三弟媳要生了，花销也大，卖了皮子有现钱。”沈秋梅看着离去的皮货商人，说道：“不知怎么的，我看这人就是心术不正。你还记得周家那个媳妇刘三娘，挺着个大肚子被官差带走，说什么求雨去了？我觉得不简单，这么多天没把人放回来，恐怕出大事了。在这节骨眼上，就算卖皮子，我也得小心点儿。三弟媳马上要生了，卖皮子的事不着急，拿城里也一样能卖掉。我想三弟家里也不会没钱的吧？”妯娌两人想起上一次在祖宅里帮着做饭的时候，看到三弟家里的粮缸和油缸，恐怕三房还真的不缺钱呢。那皮子不卖就不卖吧。杨冬花就是觉得大嫂想的有点多，不过嫂子也没有说错，啥事都没有三弟媳生孩子重要，前头有个刘三娘，的确该小心谨慎一些。只是就在几人准备转身回屋的时候，沈秋梅突然脚步一顿：“等等，那两人没有出村，不但没有出村，还跑三房家买的那块地看去了。”杨冬花惊呼道：“那是三弟媳买的地，荒在那儿的。”沈秋梅点头：“
这一下一家人都看出了问题，这人收皮货的跑人家荒地里做什么？还在比划着什么？是个啥意思？任广江生气了，立即抄起墙角的锄头，叫上大哥，咱们看看去。任广田也是觉得奇怪，又被自家媳妇刚才那么一说，心头也怀疑了，于是从屋里拿了一把砍柴刀别在腰间，再拿了根扁担，兄弟二人往地里去了。沈秋梅抱着孩子跟上，杨冬花在一旁生气说道：大嫂没有猜错，这两人不会是在村里打探，准备做什么坏事吧？水乡村的村民也发现这两人不对劲，收皮子的商人跑人家地里做什么？快要过年了，不会来踩点做贼的吧？有几位村民都往那边去了。很快，任家两兄弟最先来到三房家的荒地里，就见韩玉神叨叨的在念着什么，手中一个罗盘刚测到一半，就被两兄弟给围住了。就说你这人怪吧，你在我任家的地里做什么？任广江扯着嗓子大声相问。几个往这边赶来的村里年轻小伙走得更快了。韩玉是真没有想到，怎么这么一块荒地跟任家又扯上关系了。刚才主仆二人出村的时候，发现水乡村的风水好，尤其山脚那处更是村中风水最好的一处，难怪4年荒旱，水乡村的人还能有山泉水吊命。韩玉于是在水乡村测算了一下地貌，就发现这一处山地更奇怪了，中间坡地，两边荒地，远看就像一处天然形成的坟墓，而且朝向也精准。他就想过来看一眼，结果被这两兄弟围着问话。这地是你们兄弟俩中谁家的地？第177章误打误撞解除了危机。沈秋梅抢先一步开口：我家的，有问题。韩玉不相信，于是看向村里人。水乡村的村民特别团结，尤其一致对外上，绝不会在人前闹内讧，就算知道这地不是任家大房家的，也无人拆穿，甚至都是一脸严肃地看着眼前之人，不知道他要做什么。韩玉这一下信了，还真是这老实巴交的庄户汉子的地，那就有意思了。于是激动地上前问沈秋梅怀中的女儿是几时生的。沈秋梅心头疑惑，一旁的杨冬花直接开了，入下生的，你一个皮货商人是不是想拐走孩子？村里人立即走近几步，韩玉赶紧摆手，他又成拍花子了。但是他看了一眼沈秋梅怀里的女儿，又看了一眼罗盘，皱眉道：要不给个生辰八字，我能给你算一卦，这孩子的面相。韩玉仔细看了一眼，斟酌着说道：这孩子有些奇怪。谁知话才落，几个村民立即涌上来，将主仆二人一顿打。韩玉带着童子逃出水乡村，跑了2里地，见后头没人追了，他们才停下脚步。无知草民，可恶！韩玉整理衣裳，气得不轻。要不是他这一趟出门查探，瞒着靖王妃，那他必定带上地方官员，行事方便多了。主仆二人在小树林里休息，童子看向主子，弱弱的开口：穷山恶水出刁民，爷，要不我们走吧，这种地方大概也出不了贵人。话是这么说，韩玉想起刚才看到那小女娃的面相，喃喃自语道：不对劲呢，明明是短命之相，怎么还活得这么好好的？我不可能看错的，要是那村妇讲道理，让我好生算一卦就好了。童子一脸奇怪地看着主子，他们不是来寻找即将出生的贵人的吗？怎么对一个已经出生的女娃娃感兴趣了？在我离开安城之前，我非要给这小女娃算一卦，改日叫人把那孩子偷出来。童子休息过后，主仆二人不敢在村外久留，免得被水乡村的人发现了。水乡村里，任家大房二房都去了祖宅，将今日遇上皮货商人的事都告诉了公婆，尤其是去三房那块空地闹出来的动静。杨冬花觉得那人指不定就是奔着大嫂家的大丫头去的。任婆子目瞪口呆地看着两个儿媳妇，越说越起劲。等两人说完，她悄悄地捏了一把汗，也没有点破，交代道：以后再遇上这种事，一定要来告诉我。两人应下了，总感觉婆母这么严肃，那是他们做的不对吗？宋九听完两位嫂子的话，他心头也是忧心起来，忍不住伸手摸向肚子。稳婆说就在这2日，可是就那日痛了一下，躺在床上几天了，还没有动静。任婆子不想老三媳妇胡思乱想，把2个话多的儿媳妇叫了出去。到了外头，任婆子问皮货商人长什么模样，对方说的那些话，她怀疑可能就是国师本人，寻到村里来了。她妹妹竟然一无所知，说什么护着她家老三媳妇的呢？到这关键的时候，她就没啥作为了。这么大件事，要不是2个儿媳妇误打误撞的解决了，那现在老三媳妇恐怕已经被带走。当朝国师多大的权力啊！他一开口，地方官员都得为他效劳，一句话要求语，就可以派官差随意将村里的孕妇带走。任婆子听完2个儿媳妇的描述，心头越是不安，随即去了客房找钱稳婆，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催生的。钱稳婆听了，一脸震惊地看着他，忍不住劝道：你家三媳妇身体特别好，又年轻，孩子正常出生没问题。再说孩子的出生是天注定的，强行提前出生恐怕不妥当呢。这话也说得任婆子七上八下的，的确催生有风险，又是怀的双胎，很容易出事。任婆子不敢了，从客房出来，见2个儿媳妇尖着耳朵听八卦的样子，便有些生气。没事的话，你们先回去。任婆子心情更烦着。
杨东花还好奇地问道：“娘，为何要催生？不懂还乱问。你们赶紧先回去，再留意一下，有什么奇怪的人入村，一定要告诉我，别把人带着山脚下来了。”两个儿媳妇立即点头。任广田和任广江见也帮不上什么忙，这就拉着各自的媳妇先回去。几人正要出院门，杨东花突然回头看着高高的桂花树，惊呼道：“桂花树上有好多喜鹊！”众人都看了过去，廊下任婆子奇怪地看向桂花树，还真的有好多喜鹊正在筑巢。这么冷的天气，也不是繁殖的季节，怎么来了一群喜鹊呢？任婆子终于露出笑脸，看到喜鹊是好兆头，她家三媳妇怕是要生了。终于大房二房的人走了，院里也清静下来。任婆子总有一种感觉，恐怕就在今晚，于是叫老三去村里买肉，她先弄些好吃的留锅里，三媳妇随时都能吃上，即使半夜忙活的时候也不饿着她，才有力气生孩子呢。天黑了，水乡村一片祥和，地里干活的人都回家吃饭了，家家户户飘出食物的香味，偶尔还能听到家长里短的吵闹声。水乡村的山头出现一对主仆，正是去而复返的国师韩愈。白日来了水乡村一趟之后，回去越想越不对，这就趁夜赶了过来。这会儿的韩愈目光在水乡村风水正旺的山脚下那处朴实的宅院里，这院子坐落的方向特别好，格局与村里简陋的院子有着明显的不同，而山泉水就是这样流向宅子的。要是没有把山泉水一分为二，这宅子的风水会更好，这是聚财聚福之地。韩愈挺直了身板，背着双手，打算下去一探究竟。刚要下山，眼前突然出现一只野梨子。身后的童子看到突然冒出来的野梨子，吓了一跳。难不成水乡村的山里有野兽出没？这都荒年了，在这山边边还能随地见到野兽，就是怪事了。韩愈手里拿着个罗盘，脸色不好看，倒也不是难以对付的野兽，小小一只还想拦路不成？刚这么想，身后的草丛里又跑出一只野梨子。韩愈回头看了一眼，作为国师，看到什么都会往命数上想，为何他想要去山脚下就会遇上野梨子拦路？难不成山脚下的宅子住着的人正是他要找的人？第178章变天了。韩愈更不能耽搁了，主仆二人捡起棍子要对付野梨子，谁知周围草丛相继出现野梨子，主仆二人被包围了。仔细瞧去有5、6只，还不知会不会再跑来一些。莫小瞧了这些野梨子，在山里头攻击人的话，基本难以逃脱。他们速度极快，只是正常情况下也不会攻击人。偏偏今晚上的野梨子不正常，没多会，主仆二人被野梨子在山中追赶，不知不觉往森林中跑，最后寻了一棵老棵爬了上去。但是韩愈知道野梨子爬树速度更快，他们这样藏不住。只是当他们爬上树了，动不了时，底下的野梨子竟然散开了，像有灵性似的，令韩愈心头不安。莫非这也是天意？刚这么想，坐在树杈上的他突然瞥见东边一抹霞光，这大半夜的不可能还有落日的晚霞，就算有晚霞也不可能出现在东方。韩愈不急着寻找贵人，反而决定为自己的前程算一卦，他感觉自己要大祸临头。水乡村里有村里人半夜3更上茅房，也发现天边露出红光，很震惊，叫来家里人出来看，有好几户人家瞧见了，都说天生异象，4年荒旱是不是有奇兆？都说是国师在求雨，难不成求雨成功了？山脚下祖宅里，宋九躺在床上痛得难受，一阵一阵的，额头都是汗。钱稳婆和任婆子守在屋里，看情况是要生了。任荣长连忙下去喊老大老二他们都上来，有点什么事，一家人好商量。任老头在厨房里烧热水，心头激动得很，这不又当爷爷了？而且这一次是不一样的，3房住在祖宅，先前祖宅里的一切可是被任老头的父亲给败完了，现在老三的孩子在这儿出生，就像得到祖宗的祝福，立即有了新的希望。任家子孙越丰盈，任家人才越兴旺。任老头这么多年都憋着一口气，小时候还过上过好日子的任老头，成年后可是一直背井离乡的，这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是谁也不能理解的。老三媳妇会生养，一生就生两，他很欣慰。屋里传来送酒的声音，把大哥二哥叫上来的任荣长守着门口不走了，听着媳妇难受的声音，眼眶就红了。沈秋梅见了，想起自己生孩子，她丈夫还没有感受，这么一遭她就生了。那会儿可是三弟洗手她床边的，这一次她也要进去帮忙。随即沈秋梅将怀里的孩子往杨冬花手里一放，这就进了屋。杨冬花也想进去瞧一眼，上一次大嫂生孩子她喊人去了，她很好奇孩子是怎么生的呢，瞧着好痛苦。只是怀里抱着一个，杨冬花怕吓着小丫头，又生生在门口止了步。看着怀里的大侄女不哭不闹的，杨冬花忍不住想笑，你咋能这么听话呢？你马上要有弟弟妹妹了。怀里的孩子像是能听懂她说话似的，一双眼睛竟然眯成月牙，咧嘴一笑，像极了大哥的模样。杨冬花没忍住也笑了，要是我能生一个像你这么可爱的丫头就好了。杨冬花很羡慕，真想自己也怀上一个。天边的霞光越来越绚丽，这会儿抱着小丫头的杨冬花也发现了，转眼间任老头和几个儿子也跑到院外细看，
几人脸色都变了。先是看到喜鹊在桂花树上筑巢，现在又天生异象，老三媳妇怕是要生个了不得的孩子。随着霞光越来越亮，祖宅院里头传来孩童一声啼哭：“生了！”任老头高兴的一拍大腿，也不看外头了，直接往院里走。任广江也是头回遇上这种事，赶紧进了院，一个个的都巴巴的看着屋里头。然而屋里的门紧闭着，没有人出来，任家几个男人都焦心的很。爹，变天了！杨冬花突然开口。任老头连忙抬头看天，果然布满霞光的天际突然打雷下雨了。这神奇的能让人不多想吗？任老头这一下不是高兴，反而是忧心。果然任婆子与他想的一样，也是听到了雷雨声，从屋里出来。杨冬花凑过去想问生的事儿是女，任婆子却朝老头子使了一个眼色。夫妻二人来到一旁，任婆子小声说道：“你跟老大现在就去一趟城里，把村里发生的事告诉他，还有今天来的那古怪的皮货商人，真是什么事都指望不上他的。”任老头听媳妇的话，连忙叫上老大任广田，赶着三房的牛车就出门去了。杨冬花想抱着大侄女跟着婆母进屋里去，被任婆子瞪了一眼，她生生止步。任广江也觉得奇怪，爹和大哥这是要去哪儿？为何在打雷下雨的时候急着出去？好在任家父子走得早，雨才下几点，他们已经出了村头，不然等下了大雨，村里人都被吵醒了，那定是会被人注意上的。不然大半夜的赶牛车上哪儿去？不仅水乡村的村民被这黎明前的雨给惊醒，整个里阳郡的百姓都在这一夜被雷雨声惊醒，随之而来的是欢呼声。水乡村的村民可能感触没有这么深刻，毕竟他们还有山泉水，井里有水喝，有地种，周围的村落那可是连水井都要干涸了，水都是省着用的，地里更是荒的能扬起灰尘。这一场及时雨下的真的是时候。而在雷雨过后，祖宅里宋九再一次生下一个孩子，连着生双胎，整个人都虚脱了。沈秋梅坐在床沿边，给宋九嘴里塞了一块糖补充力气，随即拿出热巾子给他擦汗。外头傻夫君已经等不及了，砰的一声响就挤屋里来。任婆子见了，赶紧把三儿子赶出去，这产妇全身脏乱，外头又刮风下雨的，别把风带进来了。任荣长被二哥给扣在正堂屋，不准他冲动，可是担心媳妇的任荣长坐立难安。杨冬花到这会儿悄悄摸摸的跟了进去，见是老二媳妇，任婆子也没有赶人，就是他这股子好奇劲可要不得。杨冬花来到沈秋梅身边，小声问道：“大嫂，生的是男孩子还是女孩？”沈秋梅抿嘴微笑，在桌上写了一个好字，可惜二弟媳不识字，她一脸茫然的看着她。沈秋梅只好瞥了一眼婆母，见婆母没吱声，才小声说道：“先出生的是个闺女，后头出生的是个大胖小子。”杨冬花听了，欢喜的同时也有些冒酸意，三弟媳也太有福气了，人家得生2回，她1回就生出了一儿一女，齐全了。第179章，瞒住2孩子的出生。那边钱稳婆把孩子弄干净包裹好，这才跟任婆子一起抱过来放到了床里头。吃了苦头的宋九侧手看向2个可可爱爱的孩子，感觉一切都值了，怀了这么久，终于生下来了，这几个月吃的苦头也只有做母亲的才知道。好在一切都顺当。钱稳婆感叹道：“你们任家儿媳妇都好生养，先前你大嫂生孩子更快，我还没来就生了。”任婆子心情不错，也不看她是什么眼光，她娶儿媳妇当初可是有要求的，也不是谁都可以进任家的门。这么顺当的接生2胎，我也是头一回，以后这牛皮吹起来可是有证据的。钱稳婆显然也是为自己接生手艺上有了业绩而高兴，没想任婆子突然拿出1袋银子塞到钱稳婆手中，商量着开口：“以后这事儿还是别往外提，老嫂子觉得怎么样？”钱稳婆发现银袋挺重的，心头也知道，刚才生2孩子时刮风下雨的，安城4年没下雨了，这简直就是奇迹。真要是往外说，顺利生下双胞胎的事就很稀奇了，还风调雨顺的事能不多想？钱稳婆这就将银袋收下了，还说道：“我这几日出远门探亲了，没来过水乡村。”任婆子握紧了钱稳婆的手，好在先前将人接来的时候是傍晚，之后一直住在山脚下，也没怎么出门，现在只要寻个时机不被人注意，把钱稳婆送走就好。那就多谢老嫂子，带2孩子感激你。钱稳婆连忙摆手，随即去帮着产妇查看身体，交代她怎么喂奶和坐月子。随着村民的欢呼声，天已经大亮，村里人根本不想睡觉，天一亮就往地里跑。先前争着抢着放水的田，如今都蓄满了水，那些荒了的地踩一脚就留下了脚印，还有村里早已经干涸的那口井又冒水了。也不知谁大喊一声：“河水涨了，河下边的田地有水了！”一个个的奔走相告，有的更是欢喜的穿着蓑衣，带着斗笠跑在雨中。这一场雨盼了4年，要不是城里能做手艺，他们早已经背井离乡逃荒去了。而此时的城里半夜出现的奇怪现象将小裴氏吵醒，他立即披衣梳发，打算去水乡村。他有一种感觉，必定是他家孙女儿要生了。虽然不想承认2胎都是女儿，可是到底身上流着荣家的血脉，他得去看看去。当小裴氏从屋里出来，
备了马车正要出门时，却被朱书文给拦住了。朱书文心想着天色大变，也未必是贵子出生，万一是天怒人怨，贵子没了呢？国师带着人去处理这事了。朱书文可是知道的，那个村妇也是这个世界怀的身孕，要是国师一个不小心误伤了的话，那可就是有好戏看了。这也是朱书文会答应了国师的请求，时刻注意着姨母的动静。为了能给二表哥算命，替国师争取时间，他一定要拦住姨母出府，也要瞒着国师爷的去向。原本这几日姨母都好好的，突然半夜出门，可不是好事，不能让姨母知道了。小裴氏一脸奇怪地看着他，沉声问道：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莫不是派人盯着我正院的一举一动？朱书文的确派人盯着这儿了，但是他不敢应，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姨母手段厉害着呢。见朱书文不说话，小裴氏手一抬，几个婆子将他扣下了。我现在要出门，没时间跟你扯，你好生待在院里反省。说完，几名护卫扣住朱书文，就要押回他院里去。朱书文连忙喊了一声姨母。小裴氏冷眸看来，朱书文心思一动，说道：姨母，明日知县府设宴，知县夫人非要请您去一趟。小裴氏觉得可笑，小小一个知县夫人，还想见她敬王妃。小裴氏生气了：你随我来安城，当初可是答应了我，作为王府的准儿媳，你连个地方知县夫人都招呼不了吗？如此，我要你何用？小裴氏一甩袖子，转身便走。这一下朱书文没招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姨母离开，自己被抚慰带走。为了嫁入王府，朱书文可谓是费尽了心思，可是娶她的人都没了，他这么坚持还有意义吗？想起那个一箭要射死他的大表哥，他就心有余悸。小裴氏匆匆出了王府，才上大街，天空已经雷雨阵阵，倾盆下。坐在马车中的小裴氏看着这天空莫名下起的雨，想到了国师口中说的贵人，莫非是贵人出生，天生异象，不然一向干旱的安城怎么会下雨的？小裴氏立即叫停车夫，若这是贵人降世，那是不是代表着他家傻蛋儿的媳妇也不会受到牵连了？毕竟这事儿跟安城小百姓中的孕妇没有关系。王府的马车正要掉头回王府找国师，谁知街对头来了辆牛车，上头坐着两个戴斗笠穿蓑衣的父子二人，正赶着牛车往王府的方向去，没想在街头碰上了。小裴氏听到声音，挑开车帘往外看，就看到牛车上坐着的任老头，很快将人拦下。大雨倾盆，隔着车帘子，任老头将老三媳妇生了的消息告诉小裴氏，同时也提到了昨日水乡村里来了的人。经任老头一描述，小裴氏听出来不正是国师吗？他不是一直在王府客院，什么时候出的府？他竟然不知道。任老头见小裴氏明显已经猜出是谁了，也不想多话，只说了一句：你若是诚心护着这个孩子的子嗣，就对那奇怪的国师留点心吧。你若是不想插手，以后也不必在孩子们面前现身了，到底已经过去18年，没有关系了。大胆！小裴氏怒眸瞪向任老头，好你一个裴家的小长工，没有姐姐在眼前，轮得到他说这种话？他以为娶了他姐姐就真成他姐夫了不成？小裴氏语气凌厉，真是王妃的好架势。只可惜任老头也非当年的小长工，他并没有被他吓住，反而面色坚定地说道：我说的也是你姐姐想要说的，你若是念及旧情，就别再给小两口惹麻烦了。从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你姐姐从来就没有原谅过你，你们姐妹二人也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任凭！随着小裴氏的怒声，马车边的护卫一个个拨剑而立，杀气顿显。第180章，大哥知道了秘密。任广田吓了一跳，他今天听到了不得了的事，爹娘到底瞒了他们什么？怎么会跟这人有亲戚关系的？任广田本能地护在自己的父亲身边，好在小裴氏气归气，到底也没有兵刃相见，还是惧着那个傻蛋的，害怕他又为了任凭来报复他，想到傻蛋的那一剑就是他心头的结。我话是送到了，你就不要来水乡村了。任老头说完，催着老大赶车回去。小裴氏终于没忍住，问道：生的是男儿还是女儿？任老头犹豫了一下，说道：两个女儿，还他们小两口安宁的日子吧。小裴氏见是生的两个女儿，心都沉了下去。既然人家不喜欢他，那就不去水乡村便是。可惜了，难得一见的双胞胎却只生了两个女儿，这村妇真是没有福气。任老头催着大儿子走过街头拐弯时，立即叫停大儿子，再回头一看，就见马车已经打道回府。任老头松了口气。任广田终于没忍住，问道：爹，为何说三弟媳生的是两个女儿？任老头看了大儿子一眼，今天这事儿不好圆，于是交代道：记得谁问都是生的两个女儿，只有生了女儿，他们才不会惦记。爹，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任广田毕竟是任家的大哥，三弟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有5岁了，记忆略有模糊，但他记得一些，他娘生三弟就像凭空出生的，不记得母亲有怀过身孕。这么多年过去，任广田一直以为自己小时候记性不好，只顾着贪玩，指不定没有注意到母亲就已经怀上了身孕。再加上爹娘这么多年对三兄弟都是一样的，他也没有多想，直到今日所见到的，他才感觉不对劲了。
任老头知道这事儿瞒不住老大，于是交代道：“你三弟并非我和你娘亲生的，是当年被人遗弃，我们抱养的。这事儿你知道了，谁也不准说，包括大儿媳妇，可得记好了。”任广田心头吃惊，想到三弟从小就生病犯傻，乱发脾气的性子，总算明白个中原因。原来三弟是抱养的，这样被亲生父母遗弃的三弟，那得多可怜。任广田不仅没有因为抱养的事疏离，反而心疼起这个从小就爱护着的三弟来。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也不得往外说，以后也得像以前那样的对你三弟好。爹，我知道了，我啥也不会说的。任广田连忙应下，再想起刚才看到的那富贵女子，那便是三弟的生母了吧？老大，走了，人没来就好，咱们先回去。父子二人很快出了安城。这边小裴氏坐着马车匆匆回府，一入府门立即往客院去了。只是当小裴氏来到客院之时，国师韩愈却坐在堂前打坐，纹丝不动，就像他已经在这坐了许久一般。要不是见到人平，得知实情，小裴氏还真就被眼前这一幕给糊弄了过去。国师还有心情打坐，这衣裳之下都成水沟了。韩愈带着童子天亮赶回来的，全身湿透，就得知靖王妃气冲冲的过来了。他连忙往外头套了一件干爽的外衣，就地打坐，想蒙混过关，没想到被识破。韩愈也不装了，睁开眼睛，面色平静的看着小裴氏。不知国师口中的贵人寻到了吗？小裴氏面色冷淡的在主座坐下，美眸居高临下的看过来。坐在团仆中的韩愈没有起身，事实上全身上下没有干沙，被野梨子围堵在山中，之后见到天边异象，接着又下暴雨，随即遇上森林中野兽出动，万物复苏。他这一夜间见证了奇迹，直到天亮之时才脱险，匆匆赶回来。韩愈听到小裴氏的话，知道他故意这么问，必定是他的行迹被暗探禀报了上去。贵人没有寻着，不过已经降旨，大势已去，过不了多久，皇上便要派人定我罪名了，左右也逃不掉。小裴氏一听，反而哈哈大笑，显然国师受挫，他很高兴。既然如此，你为何还叫差官抓住那些村中孕妇，还让人登录花名册，莫再伤及无辜？韩愈一听不对劲，试探地问道：“王妃莫不是以为我误伤了这些孕妇？”小裴氏挑眉：“不是这样吗？要不是他早早发现意图，心思甚密，指不定他家傻蛋的那个村妇也被带走了。”韩愈见小裴氏这表情，突然笑了。原来靖王妃根本不知道贵人在何处出生，就是不知靖王妃一直要保护的是谁，几次与他作对，在他面前阻挠。或许能知道靖王妃维护的是谁，他就能抓到王府的把柄。如此，就算皇上定罪下来，他尚有一丝活命的机会。王妃尽管放心，贵人已经出生，安城所有被带走的孕妇都会放了他们，我也不会再去追究这事，以后还望王妃护我，能有条活路就好。以前是小裴氏利诱此人，控制住此人，而今是他来寻求庇护了。不过这个人倒也可以留在身边，偶尔还能给他算上一卦。小裴氏这就起身离去，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问道：“可是朱氏助你出府的？”韩愈这一刻可得表忠心，毫不犹豫把朱氏给卖了。果然小裴氏生气的走了。韩愈无奈一叹，想起朱姑娘交给他的生辰八字，到底把人卖了一回，就给他一点补偿吧。且等他沐浴更衣，给这张八字测算一下。安城的雨停了，雨后便是阳光明媚，天空出现绚丽的彩虹。水乡村山脚下的祖宅再次出现异象，百鸟盘踞在祖宅的上空，叽叽喳喳的声音如同美妙的音符，带着节奏的响起。桂花树下的杨冬花看到这一幕，惊呼出声。任家人都在院里抬头看天。任婆子看着这奇景，感觉到不可思议。好在这奇怪的一幕并没有过多久就消失了，任家人终于松了口气。任婆子朝任老头看了一眼，夫妻两人很有默契。任老头这就去村头转悠去，看看村里人有谁发现了祖宅这奇景没有。任家几房的人都待在院里。杨冬花开始觉得三弟媳生下孩子后，就奇怪事情一桩接一桩，就像她刚嫁到任家来时这般神乎，可不得了。第181章，这两孩子出生就带香气。这会儿杨冬花看到大嫂沈秋梅从三弟媳的屋里出来，立即拉着她问道：“大嫂，我那会儿只匆匆看了一眼，没怎么看清楚，你跟我说说呗，这两孩长什么模样？”当时杨冬花抱着大丫头进去的，没一会儿就被婆母给赶了出去。杨冬花这人向来粗心，喜欢听八卦，当时只顾着问生儿生女的事去了，没怎么瞧两孩子。沈秋梅见她这么好奇，这就说道：“三弟和三弟媳生的孩子，你想想他们是什么模样，大概孩子就是什么模样了。”不过沈秋梅也觉得奇怪，这两孩子出生就带着好闻的香味。当时沈秋梅只顾着照顾三弟媳，闻到香味也以为是前稳婆点了什么安神香之类的，没多想。但是今天照顾了一日，她就发现不是的，屋里头还是带着淡淡的清香。要问她什么味儿，她的目光忍不住看向桂花树，比桂花香还要好闻。不过什么？大嫂，你快说，可把我急死了。杨冬花尖着耳朵听着呢。沈秋梅立即摇头，随即说道：“你呀，娘没说错，
就爱听八卦，三弟媳也是普通人，跟咱们没有什么两样，生下的孩子也是普通的孩子，你想知道什么？这么好奇，要不你自己生一个去。沈秋梅说完这话就后悔了，忍不住看了二弟媳一眼，见二弟媳面色一暗，赶紧转变口气，要不你抱着我家丫头去玩一会儿，我还得给三弟媳端鸡汤进去呢，生2个不比我生1个，真的辛苦。沈秋梅赶紧走，心头也懊恼，刚才咋就脱口出了，点了二弟媳的痛处。杨冬花果然安静下来了，抱着大丫头还去院子外头晒太阳去。这刚下了雨出来的太阳特别舒服，到了祖宅院外，更是看到村里人都在地里忙活，大冬天的比春耕时还要高兴。任老头就这样聪快的到了村头，一路走来，果然没有村里人议论刚才祖宅上空百鸟盘踞的意境，他终于放心了。不过村里头却有些热闹的不正常，只见村里人老老小小一个个的都提着个木桶往河边跑。任老头忍不住好奇的跟上，只见干涸了的河水涨水了，而河水里全是白花花的鱼肚子，都是活蹦乱跳的鱼往下游跑。村里人想方设法的抓鱼，可不能好了下游的人。任老头瞪大眼睛，这场景令他想起三媳妇刚嫁进来时，任家水田冒出泉水，第二日满田地的鱼也是欢喜的不行。有相熟的村里人见到任老头，连忙说道：愣着干啥？老天送给咱们的，赶紧回家拿木桶去，人人有份。难怪没人注意祖宅上空的奇景，都抓鱼去了。任老头已经没有当初的劲头了，不过白捡的鱼为嘛不捡？任老头朝左右看了一眼，正好有个平素熟识的邻居在呢，见对方手里2个木桶，立即上前拿了一个，笑道：借一个借一个。对方见是任老头，也笑了，欠我木桶了，赶紧抓了扛回去再来。于是两老头跟年轻人抢得起劲。任老头扛着1木桶鱼回了山脚下，一进院门，立即朝屋里喊：老大老二老三，全部出来，把家里的缸和桶都带上，咱们去河边抓鱼去，太多鱼了，都跑下游去了。听到有这好事，任广田和任广江跑得最快，飞奔而出，看到木桶里大大小小的鱼，两兄弟立即在三房院里寻工具。杨冬花一听到有好处占，立即跑出屋，见三房院里的木桶太少，连忙说道：广江，咱们家的桶多，对了，大哥家里有筐，都带上。为了抢头一份，杨冬花看到婆母和大嫂都听到声音出来了，于是将大丫头往嫂子怀里一放，我也去抓，我手劲大，速度快，我得多抢一点回来。沈秋梅其实也心动，但是不敢走，还得照顾三弟媳，婆母也在身边，怕婆母说她。任婆子面露喜色，将大媳妇怀中的丫头抱了过去，说道：你也去吧，多抢一点，注意安全。沈秋梅那个高兴的劲头，妯娌2人立即挽起袖子，风风火火地跟着男人们去河边了。只有任家老三雷打不动地陪在媳妇身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家4口其乐融融。任老头带着一大家子过来，河边已经人满为患。村长见状，大喊一声：咱们分3批，上游1批，中游1批，下游1批，尽量都弄到手，不给下游人机会，都是咱们村的。周大爷声音大，村里人被他这么一说，很快有人抢占上游，可是占满了位置就不能去了。任家2儿媳妇跑的那叫一个快，杨冬花更是力气大，直接带着大嫂挤上游正中间。任家2兄弟在中游，任老头被挤下游了。即使分成3拨人，还是有漏网之鱼。最下游的任老头忙活了一阵，累得满身是汗，抓鱼也是技术活，还是有漏到下游去的鱼。他们甚至都听到下头有人生了，是别个村的。没多会儿，任老头停了下来，也不能全部弄到手的鱼抓不干净，这一波不知从哪儿涌出来的，一看还是野生的鱼，不是谁家稻田养的鱼。天黑了，河里的鱼越来越少了，村里人已经累趴下了，大部人心满意足的离去。然而河里还是有鱼的，贪心的晚上觉也不睡，接着捕捞。只是到了夜里又下了雨，这一次雨势绵软，不会造成涝灾的风险，倒是让水乡村的村民心头一安。任家收获不小，鱼都抬到了祖宅里。一遇上吃的，杨冬花手脚都麻利了，跟大嫂一起杀鱼到半夜，明明累了个半死，还一脸的笑容。不仅任家收获大，整个水乡村的村民都收获大，大概明个儿就有人挑着1担鱼往城里卖去，能换点现钱。任家院里的鱼就不打算卖的，杀好了用盐腌起来，到时候几家一分，用烟火熏干后可以吃好久了。躺在床上的宋九听到外头热闹，真想出去看一眼，他已经听到二嫂笑了好几回了，声音又大。只是宋九才起身，他家傻夫君立即按住他，娘说了，你不能下床。宋九一脸的无奈，只好靠在枕头上喝着傻夫君喂过来的鸡汤。这生孩子坐月子也没有想象中的辛苦，还是她婆母和丈夫照顾得好。自打要生的时候，婆母就来照顾她的伙食，现在孩子出生了，婆母小院里的鸡都捉这儿来了。宋九喝着鸡汤，就见他家傻夫君盯着2个孩子，眼睛都不眨了。大大的双人摇篮里睡着2个孩子，这会儿吃饱了，正睡得香呢。媳妇儿就挺神奇的，转眼我做爹了，宋九也做娘了。
媳妇儿，咱们的孩子取什么名呢？第182章，给两孩子取名了。任荣长随口一说，宋九怔住，他还真没有往这方向想。这会儿傻夫君问起，她想到丈夫的名字叫荣长，却与大哥二哥的名字有着明显的不同。再一想到那日任家小院里见到丈夫的生母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宋九很快有了决定。我猜大哥二哥是广字辈，任家以前也是大户，定是有族谱，要不咱们问问爹娘。几人都在外头厨房忙活呢，任荣长心心念着孩子们的名字，这就出去找爹娘。厨房里，任婆子看着一碰上吃的就不偷懒的老二媳妇，这会儿做事可起劲了，一边做还一边问任婆子，忙了大半夜了，要不弄锅鱼打牙祭？任婆子无奈一叹，也是高兴，倒是同意了。她亲自动手做成金黄的酥炸鱼块，拌上佐料，拿来下酒做零嘴都不错。说到这儿，任婆子看向任老头，说道：“老三媳妇生了，咱们一家也庆贺一下，要不去地窖里拿2坛好酒来，我再炒个香辣豆子，一起下酒。”这一下杨冬花高兴坏了，又有好酒喝呢。任老头也是笑得合不拢嘴，那就拿酒去，这便把老大叫上帮手去了。正好这会儿任荣长过来跟母亲说起给孩子取名字的事，还把他家媳妇的想法也一并说了。任婆子手中的动作一停，很有些意外，就说老三媳妇明事理，是个孝顺的儿媳妇吧，简直是心细如发，定是知道老三的身世了，也知道了老三的名字不跟2个哥哥取字。任婆子抱回老三的时候，心头多少还是觉得他是荣家的嫡长子，是荣家人，所以在名字中用了2个姓。现在三媳妇这意思，生下的2孩子以后就是任家的孙女和孙子，的确任家有族谱，是该给2孩子记到族谱上去的。普通的庄户家里不讲究这个，但是任婆子不同，她自己识字，而任家以前是富户，本来有不少旁支，只是家道中落后，主卖一只凋零，不与旁支往来了，族谱也就放置了。等任老头和大儿子把酒拿来时，任婆子这就将老头子叫到一旁，说起家里的族谱。任老头听了三媳妇的意思后，心头一喜，这种认祖归宗的感觉更是带着仪式感，祖宅兴旺，任家兴旺。任老头顾不上吃酒，这就回任家小院取族谱去。在杀鱼的2个儿媳妇有些没听明白，便是沈秋梅，也是这会儿才知道任家有族谱。沈秋梅她爹是秀才，沈家祖上也没有什么作为，根本就没有族谱流传下来。不过她小的时候听她爹说过，他们只是沈家的旁支，是被主卖遗弃的。长大后的沈秋梅就更不管这事了，毕竟她是女儿家，即使家里有族谱也跟她没关系，是嫁出去的女儿。可是现在公婆提起任家的族谱，她可得尖着耳朵听了，这对于庄户来说很慎重很严谨，也是一种对子嗣的认可。没多会儿，任老头就回来了，手里的确拿着族谱，拿到油灯下细看时，任婆子看到了广字辈下是明字辈。于是任婆子说道：“三房家的孩子取名字辈，2孩子是双胞胎，便一起取了。虽说女子不得这么取，但是三房子嗣登上族谱的意义不同，算是任家彻底认可了这个养子，以后生老病死皆以任家的规矩办事。小庄户没啥规矩，但大道理是这么个意思。”任婆子想起老三媳妇怀孕做梦的事，心思一动，说道：“孙女叫任明月，孙子叫任明阳，2孩子都上族谱，孙女也以儿子辈登记。民间的确有独女当儿子登录族谱一说，但大多会有2个名字，族谱上一个名字以男性名登记，生活中取女名，如眼下这样的就少了。”任婆子做主了，任老头自然不会反对，倒是一旁的沈秋梅听出意思来，她顾不上杀鱼了，连忙起身上前问道：“娘，三弟媳妇的孩子都上族谱吗？”任婆子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任广田知道自家媳妇要说什么，立即叫住他：“媳妇，先去杀鱼。”沈秋梅不走，心头很不好受，三弟媳生了1儿1女都上族谱，为何他家荣姐儿不能上族谱？先前也没见公婆提起族谱的事，他不知道就算了。娘，我家荣姐儿能上族谱吗？沈秋梅神色坚定，这事儿她很看重，既然女儿的身份能上族谱，就不能有偏颇。任老头看了大媳妇一眼，再看了一眼老伴，这原本只是一桩小事，老大媳妇是秀才之女，懂得多，这会儿不把大房孩子记到族谱上都不成了。任婆子叹了口气，规矩上的确没有这个，不过她想通了，既然踏入任家的门，就定了个规矩，任家儿孙不准纳妾的家规，那么再定一个规矩，这就说道：“从今个儿开始吧，任家的女儿或者儿子都同样在出生之时登记在族谱之上，儿子按辈字取名，女儿随意。任家的族谱也算是从今个儿重新启动，正好在祖宅里，任家祖宗在上，保佑任家子孙昌盛。”随着任婆子的话，桂花树无风自动，原本还在争着说族谱上的事的任家众人都忍不住看向桂花树。任老头一脸的震惊，紧紧地握住了老伴的手，这是任家祖宗在回应吗？于是任家大房丫头任娇荣当场就登记在了族谱上，正好在大房夫妻2人的名字之下。沈秋梅原本还想说，为何三弟媳家的2孩子取名字辈，他家女儿也要取名字辈，想让婆母再取个名，
谁知笔已经落下。待沈秋梅看向三房那处时，却是空白的。她震惊地问道：“娘，三弟没上族谱？”任广田听不下去了，一把将媳妇拉走。上族谱是大事，哪有儿媳妇在旁边指手画脚的？至于三弟没上族谱的事，任广田是知道原因的。沈秋梅郁闷地看了丈夫一眼，她又没说错话，她还奇怪呢，三弟的名字跟她丈夫的名字不同，也没上族谱，是以前忘了登记吗？被拉回厨房的沈秋梅还想问问丈夫啥意思，而在鲨鱼的杨冬花却是一脸茫然地看着大哥大嫂，问道：“登族谱做什么？”沈秋梅看了二弟媳一眼，说了这么久，她可是一句话也没有听懂，所以平时叫她读书识字吧，她偏偏不想学。第183章，孩子的出生时辰得瞒住。任广田也看了杨冬花一眼，没接话，而是叮嘱媳妇不准再去捣乱，人先出去了。杨冬花又靠近大嫂，问道：“大嫂，上了族谱是能得到任家祖宗的庇护吗？不然你这么焦急，有啥好处了？”沈秋梅真是被他气死了，郁闷道：“反正你也不懂，先杀鱼，不然天都亮了。”杨冬花撇了撇嘴：“我可不管上不上族谱，看把大嫂给急的。”刚才沈秋梅瞥了一眼，二弟媳在族谱上正是二弟旁边写着杨氏2字，所以她自然不必担心了。现在是她沈秋梅做了丑，把事情说开了，以后二弟媳就算生女儿也能上族谱了。任荣长得到了孩子的名字，就欢喜地来到屋里告诉宋九，爹娘取名字了，名字背，女儿叫任明月，儿子叫任明阳。宋九念着两孩子的名字，就知道婆母是什么意思，这名字还真是好，希望两孩子也像名字那般耀眼。大名是大名，宋九给两孩子取了小名，女儿叫小团子，儿子叫小圆子，不像村里给孩子取个二狗子、大柱子之类的。一家人忙完，下酒菜端上了桌，备上美酒，却没有先动筷子。任老头带着妻儿对着桂花树拜了拜，算是敬了祖先。看来任家要在他这一代发达起来了，族谱再次被重视，家规也变了。任婆子更是说，等闲了的时候，他打算写份家规出来。以前任家明明有门酿酒的好手艺，到最后手艺都失传了，就是没注重后代子孙的教导。任老头反正是听媳妇的话，他没有媳妇读书多，出身高，更没有这些远见。不过任老头将自己勤勤恳恳的性子传了下去，底下几个儿子倒也不懒的。接下来开坛喝美酒，杨冬花闻到酒香就咽了咽口水，沈秋梅也忍不住举起杯子去接酒，还像以前在任家小院里一样，由人婆子来分着喝。可是这种感觉却让一家人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喝了一口酒，吃着炸得酥脆的鱼块和炒豆子，一家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任婆子又在这个时候说道：“这些仍旧是托了老三媳妇的福气，但是趁着今个儿这事，我也说一句，老三媳妇的孩子是5日后才出生的，你们把时间记好了。”杨冬花一脸奇怪地看着婆母，为什么要往后了说？如今天突然下雨，又有百鸟盘踞，还有喜鹊筑巢，接着又是水乡村里家家户户去河里抓鱼，这一切原本都是好事，可是杨冬花却在婆母脸上看到了忧愁。杨冬花本想问2句的，被沈秋梅在桌子下拉了一下，她只好闭了嘴。任婆子见家里人都默认了，心头一安，接着说道：“所以这几日你们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该干嘛干嘛。村里人问起，你就说老三媳妇快生了，尽量少与村里人走动，各家过各家的日子，也没必要那么热情的，说多错多，平时少听八卦，少讲八卦。”任婆子说到这儿，目光看向老二媳妇。杨冬花撇了撇嘴，她不敢说了，不敢得罪婆母。丑话前头说完了，接下来就是吃好喝好。任婆子喝了2口小酒，怕自己喝醉，先离席了。没有婆母在，两儿媳妇喝得起劲。沈秋梅喝得面颊通红，夹了块鱼正在吃着，低头一看，怀里的闺女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了，这会儿竟然在舔她的酒杯，瞧着杯里的酒似乎少了点，没把她吓一跳。是她喝醉酒眼花吗？闺女啥时候醒的，不哭不闹的，真是个乖孩子。可是偷喝她的酒才多大点孩子呢？任广田也注意到了，连忙将孩子抱在自己怀里，且让媳妇多摊2杯吧，前头的几坛都没怎么喝到，今天难得高兴。任广田着实疼自家闺女，抱着闺女去后院看母羊，正好遇上任婆子挤羊奶，于是说道：“等会儿热了，给大孙女也喝一碗。”任广田也是新鲜这东西，很欢喜，心想着要是女儿爱喝的话，他在城里做事也想办法向人打听一下有没有奶羊的，底下那么多的徒弟，又得东家看中，问一问大概也买得到呢。羊奶煮沸后放凉了些，任广田就给女儿喝了起来。外头沈秋梅喝醉了，喝不动了，杨冬花也好不到哪儿去，两妯娌互相靠着犯了困。任老头看了一眼桌前，便是二儿子也有些双眼犯迷糊，不禁摇了摇头，酒量都不行，任老头独自喝着，头脑清醒。任婆子见他们一个个的都醉成了这样，便催促着他们赶紧回去睡觉。任广田把闺女喂饱了，抱在怀里，还得扶着自家媳妇回去。转眼祖宅里几房的人都散了，任老头看了一眼还剩小半坛子的酒，
叹道：“都是我这老头子的口福了。”任婆子回到里屋，看到三儿子睡产妇床上了，老三媳妇悄悄地下床喂奶，就忍不住上前推了推老三，叫你照顾你媳妇，你倒是睡得好。任荣长一直陪在媳妇身边，也没有出来吃酒，也不知怎么的，原本是靠在床边睡着了，转眼从床上醒来。宋九忍不住替自家丈夫辩解：“娘，我看他守着辛苦，就把他扶床上睡了，没关系，我白日睡得多了，不困，还是他家媳妇疼他。”任婆子笑道：“三媳妇能干，也不在乎这2日，两孩子可不好照顾，我担心奶水不够，弄来了羊奶，还温着，你看着喂。”任婆子打了个呵欠：“老了，熬不住了，得回去睡了。”任婆子一走，宋九才松了口气。他没有大嫂二嫂胸脯大，但是他今天衣裳都湿了，应该够的吧。宋九按着前稳婆交代的喂着孩子，一旁的傻夫君把他们母女抱在怀中，头搭在他的颈窝，醒来了也没有睡意，对媳妇更是爱不释手。天亮了，祖宅里原本一片安宁的，突然祖宅的天空中从四面八方来了不少飞鸟，甚至连桂花树上的喜鹊也都加入了行列。百鸟盘踞绕行在祖宅上方，叽叽喳喳的将院里的人都吵醒了。任老头和任婆子惊讶地跑出来一看，果然如昨日清晨一样，天空中出现七彩祥云，像雨后的彩虹那般漂亮。如此奇景，令任婆子心头越发的沉重。任老头立即出了院门往村里走，不知多少人看到了这奇景呢。倒也是巧了，村道上一个10岁大的孩子惊讶地看向山脚下的祖宅，随即就要跑村里头奔走相告，一回头就被任老头扣住了。第184章，还好没被人发现。小孩子惊呼出声，见是熟悉的长辈，连忙指着祖宅的方向，语无伦次地说道：“啊，那里出怪事了。”任老头随即从袖里抓出一把糖栗子，交到孩子手中，果然看到糖。孩子顾不上刚才看到的奇景，连忙伸手去接。任老头催着小孩先吃糖，又将小孩的视线拦住。几颗糖吃下去，任老头疑惑地问道：“你刚才说什么？”小孩子才想起这事儿，赶紧看向山脚下，却见上头正常得很，这一下说不出话来。任老头一脸无奈的样子：“你这孩子吃了长辈的糖就要老实，不可以撒谎，刚才啥也没有，定是眼花了。”小孩子开始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眼花，可是长辈说的对，不能撒谎。见孩子没反驳，瞧着也老实，任老头让他走了。而村里的大人因为昨个儿抓鱼太过辛苦，要不就是睡着了还没有起床，要不就去城里卖鱼的3更天就挑着担子往城里的方向走了，所以真正看到的人大概是没有。任老头在村里走了一圈，总算放心了。好在老三家住在山脚下，而不是村里头，不然这事儿瞒不住。终于有村里人陆续起床了，就见山头匆匆跑下来一位妇人，见到村里人一句话也不说，一口气跑回家。没一会儿，那家的人都出动了。只见他们背的背骡子，拿筐子，一家人往山上跑，便有村里人发现不对劲了。有了昨个儿抓鱼的经验，有啥好事都不愿意落后，于是一个个提着个竹篮子跟着往山里跑。任老头也觉得奇怪，山里头怎么了？又是遇着什么好事了？想起好事，任老头就想起天上的七彩祥云，定是又给村里带来了喜事。随着上山的人多了，终于知道发生了啥，原来是一夜之间满山遍野长满了松蘑。大冬天的不至于，可是就这么明显，地上都是，也不知是久旱逢甘露，是老天的馈赠，还是水乡村风水好，反正村里人已经闹疯了。任老头也不闲着，这就回家拿篮子。下游任家大房家里，隔壁周婆子多少对任家大丫头摔伤的事有愧疚，这会儿得了消息，立即来到大房院外拍门板。睡得正香的大房夫妻被叫醒，沈秋梅还觉得头痛，就听到周婆子在喊门：“广田媳妇，快起床了，都跑山上捡松蘑去了。”沈秋梅揉了揉眼睛，不得不披衣起床。任广田见自家媳妇酒劲还在，可不敢让她照顾闺女，先将闺女抱到了一旁接着睡。院门一开，就见周婆子提着一个竹篮子，指着山上说道：“赶紧把衣裳穿好，去山上捡蘑菇去，村里人都去了，等会儿消息传出去，隔壁村的人也跑咱们的山头抢蘑菇了。靠山吃山，这一片可是水乡村的山头。”沈秋梅一听还有这样的好事，最后一点酒劲都醒了，立即整了整衣裳，朝左右看了一眼，看到一个大竹筐就拿了起来，走前还朝屋里喊了一声：“夫君，等会儿来山中接我，我挑不起担子。”话才说完，人已经跑了，走前还不忘去二房院里喊人。杨冬花直接挑着一担筐筐跟上，任广江也挑着担子跟上，看着前头跑得飞快的媳妇，心头郁闷的想着，等会儿真捡到了，他这小个子能挑得动吗？山里头真是长得密密麻麻的，全在松针下，随手一翻就找到了。杨冬花一到山头，立即把旁边的人挤开，拉着沈秋梅的手就占据了地方。任老头挤不过人家，再加上也只得了个篮子，很快就捡满了，这就下山去，走前还朝人群里看了一眼，就看到老二媳妇一个人挤开好几人，筐里已经快捡满了。祖宅里，任婆子看着老头子提着新鲜的蘑菇回来，
也是挺高兴的，等会做到鸡肉蘑菇汤。齐氏一桩接一桩，任家两老的可谓是心头沉重，就是怕村里人把事情传开了，到时候越传越神乎，对老三媳妇不利。安城国师的马车经过西市，原本想寻处酒肆停下喝点闷酒，结果听到外头吆喝着卖鱼饭的声音给吸引。国师韩愈挑开车帘朝外看去，就见热闹的西市里有不少鱼贩子在卖鱼，买鱼的人也不少。街坊们看出来了，都是野生的鱼，大大小小的，味道自然不差。那些富户家采买的下人到了这外头，那更是一筐一筐的收。韩愈突然也想吃鱼了，于是叫身边的童子也买一筐去，倒也尝一尝安城的鱼味道有什么不同。童子下去问情况，没想这一问，鱼贩说是从水乡村来的。一位鱼贩是这么说，数十位鱼贩也这么说，韩愈立即重视起来。安城闹旱灾这么多年，别个村养不出这稻香鱼，上一次韩愈去水乡村是看到有人在养鱼的，可是这些人的鱼却是野生的，还抓到了这么多，可见是个奇迹。鱼很好卖，童子好不容易才强买了一筐。水乡村的鱼贩要走了，韩愈将人叫住，随便几句就问了出来，鱼都是从河里抓的，天水送来的鱼。鱼贩走远了，韩愈却是坐不住了，他想出城，想去水乡村看一眼，那个山脚下住着的人，他愣是没有见过一面。只是当韩愈的马车来到城门处时，守城门的守卫中竟有王府护卫，一眼就认出了他，马车被拦下，走不出城。韩愈不得不回王府客院，看着童子买回来这一筐鱼发着呆。童子眼看着鱼都要死了，忍不住小声问道：“爷，要不送去厨房？”韩愈手一挥，气闷的开口：“送去主院给晋王妃，便说本国师买给他吃的。”童子没人敢多话，下人将一筐鱼抬主院去了。小裴氏看到一筐将死的鱼，心气冲天的，气不打一处来，就要叫人把鱼赶紧扔了。没想童子说这鱼是从水乡村的鱼贩那儿买到的，甚至说这鱼是天水送来的，指不定带着福气的鱼，要不交到大厨房，让全府的下人们都沾点福气。不过是童子随口一说，免得自家主子得罪了王妃。谁知小裴氏一听是水乡村的河里抓的，立即叫停了下人，看了一眼筐里的鱼后，交代道：“一半送去大厨房，一半留在小厨房，本宫也想尝尝天水送来的鱼是什么味儿。”童子终于松了口气，不怪罪他家主子就好。第185章，不是世子妃的命。童子送鱼回来，就见主子仍旧没精打采的在院里坐着。院外传来脚步声，童子巴巴的望去，莫不是晋王妃事后又生气了，派人过来闹事的。没想入院的人不是晋王妃，而是晋王妃身边的大红人朱姑娘。看到朱姑娘，童子就知道这人是奔着先前给主子算八字的事来的，于是悄声退下了。朱淑文来到客院，将仆人都留在了月亮门外，随后来到国师面前行了一礼，刚要问起先前给过去的那张生辰八字，韩愈率先开了口：“算过了，八字是个好八字，可惜命短，人已经死了。”朱淑文最后抱着的希望破灭，看来二表哥是真的没了。可是他在姨母身上看不到伤心，更是看不到他要复仇的心。不是说姨母手段了得，自己的儿子突然没了，他就不想寻找真凶寻仇吗？还是说他根本不疼二表哥，以前的疼爱都是装出来的？二表哥尸骨未寒，姨母就跑来安诚巴巴的与大表哥相认。要说这世上谁最冷血，恐怕就是他这个姨母了。只是得了国师一句准信，朱淑文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将来做打算。他还想做晋王府的儿媳妇，就得嫁给大表哥。只是一想到射在他肩头的那一箭，朱淑文又有些咬牙切齿。韩愈看着眼前朱氏的神色变化，倒有些好奇起来，试探地问道：“你交来的生辰八字并非普通人，他是谁？”朱淑文没接话，他拿手帕抹了一把眼角，在国师对面的团铺上坐下，随即拿出自己的生辰出来。那国师再为我算一算我的命格，他有没有做世子妃的命？然而这一次韩愈没有接，反而冷笑出声：“我堂堂国师，到了安城倒成为晋王妃家养的算命先生，朱姑娘更是想算就算。”朱淑文皱眉，给人算命不就是顺手的事吗？再说都在这府中了，到底他还是姨母身边的人，这么瞧不起他吗？国师可是毫不客气的将我出卖了，害我在姨母面前被责骂，如今我更是得罪了姨母，这安城的酒宴都不让我应付了。国师难道不觉得还欠我一份人情吗？韩愈不以为意，欠你的人情不是给你算了一卦，若再想算，那得看我心情。朱淑文见有回旋的余地，连忙说道：“若是国师信我，以后咱们二人还有合作的机会，到底我也是户部尚书的嫡女，将来还是晋王府世子妃。”然而朱淑文才说出这番话，韩愈便看了一眼他交来的生辰，就见他摇头。朱淑文心头紧张起来：“怎么，我的八字有什么不对？”韩愈想起晋王妃几次插手寻找贵人的事，想必朱氏知道一些，于是问道：“你们二人来安城是何目的？”朱淑文没说话，他不敢说，那是谁也不能说的秘密，一旦他说出去，姨母非弄死他不可。韩愈这就拿起朱氏的生辰看了一眼，说道：“你没有世子妃的命。”胡说！朱淑文急了，
姨母都认可他了。再说，就算二表哥没了，他也同样能嫁到王府去，大不了给二表哥守寡。你让我给你批命也可以，但是你得真诚。你既然想与我合作，是不是该坦诚相对？韩愈那夜水乡村的山头，下着大雨的时候，他为自己算了一卦，大祸临头了。眼下能解救他危机的人就在这王府，显然是靖王妃。而眼前之人正是他攻克靖王妃的关键人物，只要知道他们来安城的目的，就能抓到靖王妃的把柄。朱书文虽然很想知道自己的命运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他仍旧不敢说出姨母的秘密。直到韩愈又开了口：“我能做到国师之位，也不是那乡野骗人的算命先生，自是有这个能力的。你若是能把什么事都告诉我，我可以为你逆天改命。”朱书文心动了，袖里的手都有些颤抖。逆天改命？怎么改？韩愈将朱氏的生辰纸放下。皇室中的女人岂能优柔寡断？你显然不合适。谁说我不合适的？朱书文私下定了决心，外头人知道朱家嫡女便有3个，庶姐妹更有不少。借着朱家之势，个个都嫁得好夫郎。他朱书文夹在嫡女的中间，上有姐姐下有妹妹，不是最受宠的那个，更是从小到大就不得母亲喜欢。若不是姨母看中了他，把他带在身边来了安城，他的好母亲都不会单独跟他说一句话。在母亲的心里，最想要的是儿子，可偏偏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女儿，直到最小的弟弟出生，母亲才有了好脸色。所以从小到大，朱书文就会看人脸色。在众多孩子当中，她不是那个出色的女儿，但她一定是那个不会闯祸的女儿。韩愈激将一下，果然将话引了出来。朱书文把他们这一次来安城的目的说了。到这个时候，韩愈才知道靖王妃藏得有多深，不愧是皇族中的女人。当年就怀了双胞胎，竟然能瞒得了靖王府的人，只说生了一个孩子。所以说，朱氏让他先前拼命的生辰八字，就是那死去的靖王府2公子，而还有一个痴傻的靖王府大公子流落民间，正是在安城。难怪安城会出贵人，一切都解释得通了。这么说的话，若是靖王府的子孙中生出了贵人，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难怪皇上会梦到金銮殿的悬梁断了，那是预兆。这样的贵人岂能留下？为了天下的确不该杀，对于百姓来说，谁当皇帝都一样，可是为了皇室的权利，这个贵人就不能留。韩愈将这一切想通后，反而哈哈大笑起来，真是造化。他韩愈断送在安城，却让他遇上了贵人。朱氏见国师又伤心又高兴的样子，一脸的疑惑，叮嘱道：“此事你知我知即可，万不能传了出去，不然即使你逆天改命，我姨母也不可能再信我了，我也别想入靖王府。”韩愈的心情慢慢的平静下来，看向眼前的朱氏，心头暗存：那痴傻柿子已经生出了贵人，朱氏又岂能逆天改命？即使改了命，也站不稳脚跟。生出贵人的那位女子才是正事，除非借那女子的福运。第186章变故。只是韩愈犹豫起来，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他为何要替朱氏冒这么大的风险？将来反而招贵人记恨。朱书文见韩愈同意不会传出去，总算松了口气，这就急忙求国师批命，自己要怎样才能成为靖王府世子妃。韩愈这就起身去了朱氏的院里，给他摆了一个桃花阵，又几番安慰，稳住了的朱氏。又与朱氏的交谈中，韩愈发现，不仅朱氏不知道那痴傻柿子的孩子是贵人，便是靖王妃也不知道此事。他总算抓到了命脉，自己有一线生机了。朱氏摆了一个桃花阵以后，在安城的越发的受欢迎，还时不时招惹上了桃花，这让朱氏信心大增。等有机会见到了大表哥，指不定两人能看对眼。而就在这一夜，千里之外的一处山林茅屋前，数条黑影将茅屋围困住。茅屋里的人显然早已经警醒，破窗而出，就地一滚就想逃走。谁知其中一个黑影反应迅速的朝他一剑刺去，数人围殴交上了手，最后还是被黑衣人一剑刺了个对穿，倒在血泊当中。倒地的人面具落了下来，那张面容与任容长是如此相像。握着剑柄的黑衣人也不隐瞒了，他将面纱取下，露出真容，得意一笑，说道：“容易，到底是把你给杀了，还想装死逃走？谁给你的胆？也只有你那个愚笨的母亲会信。我们陆家可是半点不信的，不愧是我看着长大的人，有点能耐。”被叫做容易的年轻男子嘴角流出鲜血，拼着最后一口气问道：“可是你姐安排你来的？”靖王府侧妃陆英美比靖王妃后入门，却是兵部尚书之嫡长女，而她身边的弟弟陆丰隐一直是她对付靖王妃的利刃。看着眼前将死之人问起，倒也可以让他死个明白。陆丰隐点头：“你娘有点手段，小小知州之女能稳坐靖王妃之位，可是你却差了点，以为躲到这森林当中就没人找你麻烦了吗？怎么可能呢？你娘当年可是抢了我姐姐的妻位，这么多年屈膝她之下，又岂能甘心呢？”很快，陆丰隐的剑拔了出来，鲜血洒了一地。听到真相的容易倒在了地上，没了生机。陆丰隐随手将茅屋一把火给烧了，带着属下匆匆离开。从此往后，靖王妃没了继承人，靖王世子之位将落在陆家的血脉身上。安城王府里，小裴氏突然惊醒，他猛地睁开眼睛，脑海里全是他刚才做的噩梦。
他梦到了老二死不瞑目，小裴氏满头大汗，眼眶都红了。守夜的齐嬷嬷听到动静，赶忙挑帘进来，屋里点亮了油灯，小裴氏扑在齐嬷嬷的怀中，眼眶的泪水止不住，双手攥紧了齐嬷嬷的衣裳。齐嬷嬷心疼不已，裴家娘家人只顾着老爷什么时候能升职入京，回来当个京官，可谁又问过二小姐这些年在靖王府是怎么过的？一个不留神就有可能送了性命，夜里总是做噩梦，每次都能吓醒。当年齐嬷嬷跟着二小姐带着二公子刚入京城靖王府的时候，主仆二人在府中不敢吃不敢睡，生怕一个不小心被人给害死了。这么多年，为了二公子的安危，二小姐也是费尽了心思，即使现在来了安城，二小姐还能时常做噩梦被吓醒，之后大半夜怕是没办法再睡了的。好半晌，小裴氏才缓过来，果然他没有半分睡意了。看到齐嬷嬷这个唯一跟着他这么久的老仆人，心头略有安慰，方说道：“我梦到陆英美那个毒妇杀了我家老二。”这番话已经不止一次这么说了，这么多年大多都是这样的梦，只是这一次小裴氏梦到的很真实。他说是陆英美的弟弟陆风影一剑刺穿老二的心。说到这儿，小裴氏就受不了，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弄死陆英美，我要让陆家人全部给他陪葬。齐嬷嬷像往常一样的安慰着他，主仆二人靠在一个被窝里，嘴里说着报复陆家的话，就这么做到了天亮。水乡村里有了前2日奇怪的遭遇，第3天村里人更是早早起来，万一又有什么老天的馈赠呢？可就在这个时候，祖宅上空的奇景再次出现，村里头不少人看到了，一个个惊讶不已，不少人往山脚祖宅跑去。祖宅里，任婆子看到这幅奇景，急得不行，任老头也是赶紧往村里走，心想着孩子都生下3日了，这些鸟能不能散开，别来了。虽说一片祥云，在家百鸟聚集是好征兆，可是他们小小庄户承受不住，一旦传出点什么，他们一家在水乡村怕是难以住下去。只是任老头才打开院门，院外就跑来不少村里人，他们看到任老头就指着祖宅上空的鸟，问是什么情况。任老头的脸色很难看。下游的大房二房见到动静跟了过来，两家人好不容易挤到了前头，任家父子3人安抚着村里人。人群里有人见任家3媳妇怎么没有出来，便问任家老三是不是要生了。任家人真是解释不通，村里人还想往院里冲。任婆子心头焦急，眼看着事情瞒不下去了，她连忙走了出来，看到一个个说个不停的村里人，大声喊道：“大家伙的，安静的听我说一句！”根本叫不住村里人，好在村长周大业带着儿子赶了过来，他们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任家祖宅这儿会出现这阵仗？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周大业想起先前官差下乡要带走孕妇求雨的事，那吴家媳妇刘三娘还没有送回来，雨却已经落下了，水乡村更是发生了这么大的奇迹，可不得了。周大业立即叫住村里人，不准他们闯任家祖宅里去，正好院外宽敞，便把村里人都召集到了这儿。祖宅上头的奇景还在，村里人一个个问起会不会跟任家3媳妇这个孕妇有关，村里人也议论起刘三娘这个孕妇。可是这些鸟怎么不飞到周家院子上方去？还有七彩祥云，从来没有见过这般好看的。随着村里人吵吵闹闹的，祖宅上头的奇景慢慢的消失不见，众人看到群鸟全部散开，七彩祥云也散去，唯有祖宅院里的桂花树上还留了一窝喜鹊。第187章，福气是别人的。就在村里人议论纷纷，为这祖宅的怪事而议论不休的时候，村口来了一辆马车。山脚下有村里人看到了，便有人指向村头的方向。哪儿来的马车？随着众人的视线，只见那辆马车边还有衙里的差兵相护。很快马车来到了吴家小院外，村里有妇人惊呼道：“这是吴家那个小媳妇刘三娘被送回来了吗？”随着这一声猜测，村里人顾不上山脚上的奇景，纷纷跑开去吴家小院外看热闹去。转眼山脚祖宅院前一空，村里人走光了，只留下村长周大业带着2个儿子。原本还想安抚村里人的他，这一下也不必多费口舌了。周大业来到任老头面前，看到惊慌的2人，说道：“咱们村这3日怪事一桩接一桩的，你们也别放心上，都是好兆头。我猜恐怕就是国师求雨闹出来的事。眼下吴家媳妇不仅回来了，还是衙里的差兵护送回来的，可见求雨的事，这刘氏有一份功劳，指不定咱们村出了这么多的好事，都是托刘氏的福。刘氏肚里的孩子怀得好，这个孩子将来生下来一定是大富大贵之人。”原本还在想办法掩盖的任家人，这一下被村长给说懵了，一时间接不上话。周大业反而误会了，毕竟任家也有个小媳妇怀着孕，却没有被挑选上参与求雨祈福，于是安慰道：“你们家老3媳妇想必也快生了吧，好生照顾她，这也是上头的安排。其实普普通通的孩子也是福气，莫跟人家比。”任婆子面色有些古怪，但她最先反应过来，接了村长的话：“村长说的对，我们家是不能跟吴家比的，人家儿媳妇肚子里的孩子争气，我家那媳妇年纪不符合国师的要求，没这福气了。不过咱们同一个村，不也沾光了吗？我还说今个大早上的，怎么来了这么一群鸟，把人给吓死了。”
周大爷抬头看了一眼，点了点头，多半是这儿靠近山里头的缘故，你们也别多想，现在刘氏回来了，估计明个儿那些鸟也不闹你们这儿来了。任婆子连连点头，终于把村长给送走了。任婆子松了口气，回头看向一家人，就见老二媳妇捂着嘴笑，你可不能当着村里人的面笑出来，这事儿咱们家得瞒着了，你们的三弟媳后个儿才生。两媳妇赶紧点头。杨冬花见人走远了，没忍住笑出声来，说道，明明是三弟媳的功劳，现在倒好，全算在那刘氏身上了。先前刘氏的名被登记上去，她婆家人在村里头没少吹嘘，神乎其神的，再这么一闹，吴家人更不得了。任婆子当然也开心，村里人没往她家三媳妇身上想就好，算到那刘氏头上也不关他们任家什么事。行了，都回院里去，少跟村里人掺和。一家人都进了屋。村里头吴家小院外，刘三娘挺着个大肚子从马车上下来，差兵还很恭敬地向村里人宣布，这一次国师求雨成功，所有参与求雨的孕妇都有一份功劳。水乡村的村民都高兴坏了，吴家人更是一脸的得意。只有刘三娘知道，她根本没有参与什么求雨仪式，被带走后就问她生辰八字，什么时候怀孕的，还反复地确定她所说的话。之后刘三娘见到了一个算命的，仔细看他面相，那人摇了摇头，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了。这几日刘三娘一直被关移出屋里，不得自由，直到今日清晨，突然有差兵进院，亲自护送她回来，还说她为求雨仪式出了功劳。一路上刘三娘都是迷迷糊糊的，现在被村里人捧着，又有差兵这么一说，刘三娘只好默认。差兵和马车离开了，刘三娘被村里人拥护着进了院子。村长一高兴，叫大家伙的准备桌凳，各家拿些吃食来吴家院里办喜宴，这是整个水乡村的大好事，得办得热热闹闹的。就吴家小院的能耐，想办喜宴也没凉，有村长发话，村里人立即欢喜的回去拿吃的。正好有鱼有蘑菇，都是托了刘三娘的福气，村里人存着感恩之心，没有卖调换现钱的都拿了些出来，转眼聚齐。村里的洗面师傅直接去厨房弄吃的，根本不必吴家人动手的。就在村里人忙活着喜宴的时候，也不知谁在村里水田边发现有野鸡，转眼间众人扔下桌凳，都跑去地里寻找野鸡。有了前2日的经验，今个儿只要有人开嗓，就都跑了。山脚下的祖宅里，任家人都坐在桂花树下说话呢。耳尖的杨冬花突然噤声，说道，我怎么听到了鸡叫声，不像是从三弟媳的后院传来的。这一下任家人都不说话了，都仔细聆听起来。很快杨冬花和沈秋梅从院里出来，跑到院前一看，不得了，就见山道上跑来跑去的野鸡野兔，还有落下的飞鸟。村头传来喧哗声，两人朝下看去，就见村里的田地里、村道上到处都是野鸡野兔，村里人都在抓。杨冬花和沈秋梅两人也是激动坏了。任婆子和任老头看着这一幅奇景，心头很震撼，倒没有2个儿媳妇那么激动。任家人跑山道上抓去了，村里人也没有人闲着，谁还在乎这是什么奇景，只说这是老天爷对他们水乡村干旱了4年的馈赠，指不定都是托了刘氏求雨的福气，谁都没有往任家三媳妇身上想。而祖宅正房屋里，宋九坐着月子，对外头的事也不清楚，将2孩子喂饱了，还能陪着玩一会儿，小手手似乎有劲多了。夫妻2人侍弄孩子，满脸的幸福，任荣长更是不想离开母子3人，即使外头传来惊呼声，他也不好奇。宋九闻了闻孩子的手，接着又闻了闻孩子身上，不是他的错觉，2孩子天生自带奇香，味道不是很鲜明，但是靠近了闻，真的很香，这便是传说中自带体香吗？宋九想了想，看向傻夫君，交代道，荣长，你帮我去山头看看，可有什么野花，采些回来，晒干了，我给2孩子做个香囊带在身上。媳妇安排的，任荣长立即去办，到这会儿他才从屋里出来。任婆子见老三要出门，以为他也去抓野鸡呢，劝道，别去凑这个热闹，安生待在家里照顾你媳妇。第188章，娘家想借钱。任荣长说要上山采野花，孩子他娘要做香囊。任婆子一听明白了过来，没有阻拦，只交代老三早去早回，别在外头停留。任荣长这就拿着砍柴刀，背上骡子上了山。媳妇要的东西，除了天上的月亮和星星，但凡他能弄到的，都会弄到手。终于这一天闹闹哄哄的过去，任家人啥也没有解释，村里人就被村长给带偏了，再加上吴家人一脸吹嘘的样子，还有刘三娘默认的样子，转眼间村里头这所有的变故都是刘三娘肚里的孩子所带来的福气。自打这1日以后，吴家人在村里头那可是不一样的存在，村里头没有人敢得罪，看到刘三娘更是带着恭敬之心。村里人越是这样，吴家人越是受用。刘三娘也发现自己被带走关了几日，再送回来带来了这么多的好处，就更不会说什么了。祖宅院里自从这天出现异象以后，就再也没有闹出动静来。任婆子和任老头大清早起来看情况，没有飞鸟，没有祥云，显然一切皆已经过去，两人松了口气。也就是从这日起，水乡村也没有再发生奇怪的事情。村里人卖鱼卖野味，
大多弄到了现钱，没舍得卖的，留在家里也能吃好长的时间了。任家将三媳妇生孩子的事瞒着了，宋九就在屋里悄悄地坐着月子。任家两老的也不回村里去，住在了山脚下。任家大房二房还像往常一样，老大任广田又回城里做事去了，留下沈秋梅带着闺女守在院里。任家二房屋里，杨冬花将熏干的鱼拿出4条大的放入竹篮子里，随后又拿了蘑菇以及2只野鸡，打算跟丈夫一起回一趟娘家去。上一次娘家分家，杨冬花被气着回来的，后来去拿过2次药，她都没有进娘家的门。再后来她不吃那些药了，也就没有再回去过。年前了，杨冬花也惦记着爹娘有没有吃的过年，虽然她仍旧不想回到那处从小长到大的院里，不想看到大哥大嫂的嘴脸，但她还是带着丈夫去了。到了杨家村，村里人一个个的都在地里劳作，这一场冬雨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得到的消息都是城里的国师求的雨，他们很感激这位国师，深得民心。一路走来的村落都没有水乡村这么离奇的，下雨有天水送来的鱼，满村子跑的野鸡，他们都没有老天的馈赠。除了地里能藏水了，土壤松了，来年能春耕了，便没有别的什么变化。二房夫妻2人默默地走在村道上，有人看到他带回娘家的吃食，露出羡慕的目光。杨家村里好几个外嫁的女儿，就属杨冬花嫁得好，时常惦记着娘家送吃的，多孝顺的孩子。只是夫妻2人到了杨家小院外，屋里就传来争吵声，大嫂大着嗓门在说话：“咱们家地不多，我催着丈夫去城里做事，怎么就不行？哪家的男人不去城里找事做，都年关了，恨不能多挣几个现钱回来？哪像他，只知道待在家里，倒也像别人那样学个手艺啊。”杨家两老的坐在门槛上没说话，只有杨婆子周氏会偶尔接上一句：“你催着老大出了门，出点啥事，你后悔都来不及。”一个大男人的会出什么事儿？个个都去城里找事做，都没见人出事。齐氏越说越激动，看着厨房门口不说话的丈夫，更是恼火。杨冬花这会儿推门进来，一家人看向2人，大嫂齐氏见妹妹又回来了，脸色不好看，若不是看在她拿的吃食上，怕是会说几句。杨冬花将吃食送到爹娘手中，却不交给大嫂，就着刚才大嫂说的话，她看向厨房门口的大哥，说道：“大嫂没说错，大哥为何不入城挣现钱？咱们家的地可不多的，现在老天下雨了，来年就要春耕，家里的种子粮都有了吗？不要说种子粮了，这几年旱灾闹的都揭不开锅了，哪来的种子粮？”杨大福听了妹妹的责备，不高兴了：“你说的倒轻巧，去城做事，我一个庄户会做什么事？一个个说去学手艺，我跟谁学手艺？人家的手艺平白会教会我。”齐氏心思一动，立即看向妹妹：“我听说任家大哥会做木工活啊，都是亲戚关系，怎么着你也能跟着学一学？你倒是开口呢。”杨冬花看向大嫂：“这是打听过的吧？大哥底下的徒弟很多，想学还得看你勤不勤快呢。”杨大福听了媳妇的话，有些心动，反而坐在门槛上的两老的却是面露不快。杨婆子周氏开了口：“那得10天半月回来一次，老大要是走了，这个家我们两老的要怎么过？大哥去赚钱是好事，怎么就不能过了？”只是杨冬花不知道，果然如他猜测的那样，分家后的杨家，大哥和二哥闹掰了，二哥一气之下做了寡妇家的上门婿，不回来了。大哥和爹娘一起住，才多久的时间，两老的就被赶到了小屋子住，正屋囤了出来给大哥大嫂住，美其名曰是大房总要生孩子的，到时候东西屋要给他们的孩子住的。两老的还没有死，先住小屋子去了，但凡大儿子出门赚钱10天半月不回来，还不知道儿媳妇要怎么对付两老的。眼下杨家的田产和屋子都落大房手里，老二是啥也没有分到的，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怕是一辈子都不会回来看一眼。杨冬花听完这一切，简直气得肝疼。她看着唯唯诺诺的爹娘，以前的爹娘当家做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怎么才几个月就变得这么懦弱了？大嫂逼着大哥出门赚钱，大哥犯懒，被迫之下倒也想跟任家大哥学木工手艺，可是爹娘不准他出门，于是一家人都在家里僵持着。杨冬花跟着爹娘来到小屋里，看着简陋又潮湿发霉的小屋子，心都凉了。她将所有吃食放到桌上，交代道：“爹娘自己留着过年，记得不要给大哥大嫂。”但显然这话白说了，同一个院里，她前脚一走，后脚就被大嫂拿了去，她一个外嫁女怎么管得住呢？可是要说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不也是自家爹娘自作自受？当初但凡听女儿一句劝，也不可能是这样。周氏看到女儿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似的，连忙握紧女儿的手，恳求道：“你嫁到人家日子过好了，女婿也有能耐，你借20两银子给你大哥买种子粮，这样你大嫂也不在院里吵吵闹闹了，能安生的过完这个年。”第189章，任广江打算出门找机会赚钱。原本还在心疼爹娘的杨冬花听到这话，如同当头一棒，她怔愣地看着自家母亲。好一会儿，杨冬花才开口：“人家是有能耐，但我二房分了家，大哥会木工活，三弟会打猎，唯独我嫁的这个丈夫啥手艺也不会，跟大哥一个样。好在我不像大嫂，我不逼他，我们种点田有口饭吃就好。
金个儿送来的这些东西是这一次天水送来的，村里人不少人都有，不是家里养的。家里养的稻香鱼，公婆做主要拿来年前卖做年货的，到时候怎么分也是公婆说了算，我儿媳妇做不了主。再说我嫁到任家2年了，肚子又不争气，任家没有休了我都是好的。娘在这个时候寻我借钱，我向谁借去？周氏一听，心都凉了，自家女儿嫁到任家2年没生孩子，的确是女儿理亏，恐怕还真如女儿所说的，没什么钱了。那你从你二房的粮里拿些种子粮过来，这样来年春耕咱们家也能种地了。周氏带着讨好的看着女儿，杨冬花的心一点点的往下沉，眼眶都湿了，好半晌才接话：娘，当初分家的时候，我有没有跟你说过，田地你们两老的管着，房子你们两老的住着，大哥二哥都分出去。娘当初但凡给自己留点后路，怎会落得今天的下场？周氏一听，立即松开女儿的手：你现在说这些话有什么用？你就只知道说，你倒是帮一帮。杨冬花原本还想做一做的，这一下彻底没了心思，她起了身，也顾不上带来的东西能不能落爹娘肚子里，而是决定回去了。周氏见女儿要回去，立即追出来问种子粮的事。杨冬花说她现在做不了主，再往娘家拿就要被休了。不远处跟大哥一起说话的任广江听到这边的动静看了过来，也顾不上大哥正在说话，他3步并作2步来到自家媳妇身边。周氏看到女婿，立即问道：广江，你们二房分了家，就因为我女儿没有怀孕，都不能当二房家的主了不成？任广江还没明白啥意思，杨冬花便开了口：对呢，现在二房是我夫君当家做主，公婆也时常问起。任广江见媳妇这么说，于是接了话：爹娘，眼下二房是我在做主，家里吃的用的我爹娘也在管着。周氏发现女婿没有以前那么好说话了，心头郁闷，看了女儿扁平的肚子一眼，说道：你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怀不上呢？你自己争点气啊，家都管不住。杨冬花被自己的母亲气到了，她看着周氏反驳道：那娘又能当家做主了？有什么样的娘生什么样的女儿，我不也是学你的呢？大嫂齐氏坐在正屋里，门没关紧，正从门缝里往外瞧，听到这番话，冷哼了一声。杨冬花彻底惹哭了母亲，周氏拿袖子抹眼泪，杨冬花心头也不好受。厨房门口的大哥杨大福见妹妹要走，连忙问道：小妹，跟着任家大哥学木工这事，你看学不了，城里东家不招学徒了，大哥底下的学徒太多，也没精力了。杨冬花回完话，带着丈夫就走，最后还是他爹杨兴送2口子出来的，看着年底了女儿惦记爹娘送吃的回来，结果却气着回去，心头也不好受。杨冬花回头看了门口站着的父亲一眼，眼泪又来了。果然是杨冬花前脚才走，杨家大媳妇齐氏后脚就从公婆的小屋里拿了一半小姑子送来的吃食，准备年前回娘家一趟，一年到头了，也没有给娘家送点什么回去孝顺，好在有现成的了。周氏看着儿媳妇拿吃的，硬是不敢说什么。杨兴在一旁摇头叹息，以后女儿怕是不会回娘家来了。杨冬花从娘家回来，就见大房院里很热闹，原来是大哥买了头母羊回来，给宝贝闺女喂羊奶，说城里的大户家里都养奶羊。大哥回来了，二房2口子被叫去大房屋里吃饭。杨冬花看了一眼那头壮实的奶羊，挺有些羡慕，问起母羊怎么寻到的，毕竟这可不是件小事儿，4年旱灾，能把羊留到现在都不容易。沈秋梅却笑嘻嘻说道：是我夫君的东家听到他要买母羊，就立即拉了一头来，那东家家里还有几头母羊，说是家里老夫人每天都喝一点，原来都没有花钱就牵了一头回来，看来大哥很受东家重视。任广田给媳妇买了4匹花布，这会儿沈秋梅从屋里拿出1匹送给杨冬花，还说道：等会儿我再给3弟媳送1匹去，听说是安城布庄的新料子，你摸摸看，挺舒服的。杨冬花伸手摸了摸，是软棉布，比她身上穿的粗棉布摸着舒服太多，而且颜色也太好看了，年轻的小媳妇都喜欢花布。大房家里做了一桌子饭菜，有鱼有肉，还临时挤羊奶，每人面前1碗。杨冬花尝了一口，差一点没咽下去，这味道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可是想到羊奶好啊，大户家里都是这么喝呢，是好东西，杨冬花都会一口气喝下去的。沈秋梅给自家闺女喂羊奶，孩子很快就喝完了，像是喝习惯了似的，半点不抗拒。二房夫妻在大哥家里吃完饭回去，才回小院里。任广江突然开口：媳妇，我这几日去码头瞧瞧去，看有没有什么事儿做。杨冬花看向丈夫，倒有些犹豫起来。大哥赚钱了，3弟家也过好了，咱们二房家里也要过好才行。媳妇以前说的对，我不能一味只顾着地里那点活计，真要能赚钱了，也能像大哥一样请短工代铁。任广江下定了决心。杨冬花感动地看着丈夫：那就去一趟码头寻寻机会吧。祖宅院里，宋九在月子里闲着的时候，就给孩子做了好些香囊，里头装的全是野花，带着清香，刚好掩盖了孩子们的体香，不容易被人察觉。为此，宋九还给自家丈夫的腰间也佩戴了香囊，她自己也常年将香囊带在身上，以后一家人都是香喷喷的。任婆子看着老3媳妇
这点子挺满意的。第190章，风调雨顺的一年。底下吴家人在村里头热闹着，人家人却是低调的不行。原本已经出月子的宋九也不能马上出门，按着时日算，他还得过5日后才能出月子，把孩子们的出生往后推了推。终于宋九能出门了，任婆子早已经备下了红鸡蛋，把大媳妇和二媳妇叫了来，催着他们去村里送红鸡蛋去，还故意让2个儿媳妇跟村里人说，家里就不办满月酒了，前头有个福气的吴家孙子，他们家的孩子就比较普通了。2个儿媳妇嘴巴子也会说，原本还想着任家办满月酒去吃上一顿的村里人，一个个也都泄了心思。吴家人听了人家这话，心头那叫一个得意的，以前任家哪都好，现在却是不如他们吴家的，还是他家的儿媳妇娶得好啊，肚子也争气。红鸡蛋送出去后，村里人也都知道了孩子的出生时辰，对于任家老3媳妇生了对双胞胎的事还是挺新奇的。莫看人家身子小巧，不如村里的妇人壮实，可是人家能生，比人家另外2个儿媳妇都厉害。宋九没想到他也会在村里出名，原因是他耐生，大概以后村里人挑媳妇的眼光都跟着他改变了。宋九待在祖宅里，听着大嫂回来给他说村里的传言，倒是没有一个人关注2孩子的情况，也是好事，就这样默默的养大孩子，挺好的。山脚下真是清静呢。随着这一场冬雨，也迎来了新年。大年初1，院门一开，便是银装素裹的大地，寒风扑面而来。宋九抱着2孩子躺在被窝，还是傻夫君掀起的床。下雪了，却不像去年那样会大雪封山的地步，反而下一阵停一阵，转眼又露出阳光来。宋九慢吞吞的从屋里出来，就见他家傻夫君已经将院里院外清扫干净，这会儿架着梯子爬到屋顶上扫雪。宋九朝手指呼了口热气，这就进了厨房。没多会儿，饭菜香味从厨房传来，给安静的山脚下添了几分热闹。任荣长忙了一个早上，还出了一身汗，这会儿闻着饭香，脚步飞快的进了厨房。看到丈夫，宋九从锅里拿出一块煎的金黄的油饼子往他嘴里塞，尝着味儿了。任荣长坐在灶台前不走了。水乡村的村民养有稻香鱼，年前2日挑去城里买，家家户户多少有些现钱，再买些粮食和肉，大概这个年过得也还不错呢。像宋九这样连娘家都不用回的，正月里不是照顾着孩子们，就是在家里弄吃的，没到春耕忙碌的时候，地里也不必去了，就挺闲的。底下大房2房是要回娘家去的，尤其是沈秋梅，初2回娘家，东西都准备了，却比去年的礼物寒碜了不少。任广田现在能赚钱了，看到媳妇将去年天水送来的鱼做成的腊鱼剪了3条，又拿了一只熏干的野鸡，并没有提块新鲜的年猪肉，还有些奇怪。沈秋梅把新做的桃红衣裳往孩子身上一穿，还用红绳子系在孩子的总脚上，更是拿出唯一的一盒胭脂红往孩子眉心一点，她家闺女就像个年画娃娃似的。沈秋梅正欣赏着闺女还要不要哪儿添点什么，就见她丈夫随手将1袋银子往腊肉底下放。沈秋梅直起身，立即将腊肉下藏着的银袋拿出来，说道：“你给我爹娘钱做什么？给了可就闹出麻烦了。我现在可是想清楚了，回娘家的礼就这些，到时候若是看到爹娘过得不好，再想办法，也不能显得咱们家赚了多少钱似的。赚了钱也不能让我爹娘知道，尤其是我那个只会读书不做家务事的大哥，我倒要看看这么久了有没有长进。钱被媳妇没收了，任广田也没了办法，这些年2人每次回岳父家都是给的多，头回给这么少的。”沈秋梅见一家3口都穿戴齐整了，这就抱着闺女坐上了牛车，一家3口回娘家去了。任家2房屋里，杨冬花迟迟不动身，年前她送了吃的过去，年后她犹豫了，不想回娘家。2房家里没什么现钱，过年都是吃的现成的，鸡鱼肉也没有少，但是没有买新鲜的。这会儿任广江扛出2袋粮食，准备挑着担子去岳丈家，却被杨冬花拦下了。我想好了，不回娘家去。任广江还想劝2句，到底是2个长辈过得不好，不去看媳妇怕是不放心的。只是这一次杨冬花狠了心，于是2房没有出门。任家小院里，任婆子和任老头倒是过得惬意，没有往年招呼儿子儿媳妇回娘家的事，老2口吃饱喝足，一个在屋里缝补衣裳，一个在廊下修农具，显得很安详。傍晚时分，大房夫妻气冲冲的回来，显然这一趟回娘家东西拿少了，受了气。沈秋梅一回到家里就生气说道：“我还回家看了爹娘，我那妹妹嫁到城里粮铺，头1年就不回娘家探亲，生怕受娘家的拖累。亏得我娘还嫌我拿的少了，我家蓉姐出生，她做外祖母的，连块尿布都没有准备，还好意思说。”任广田只好在一旁安慰着媳妇。摇篮里的蓉姐儿不哭不闹的，这会儿见他爹抱着母亲安慰，他眨巴眨巴着眼睛，勉强扶着摇篮站起来，盯着爹娘看。随着孩子的动作，摇篮两边晃动着，正在气头上的沈秋梅看到了，吓出一身冷汗。他家心肝竟然扶着摇篮站起来了，这要是翻过去摔了出来，那如何是好？好在这是丈夫亲手做的摇篮，木头重，只是摇摇晃晃，没有真的翻下来。沈秋梅一把将闺女抱住，转眼也将娘家的事释怀了。时间过得真是快，正月一过，村里人就迫不及待地想下地干活了。
今年的地都适合种作物。宋九家买的那10亩荒地终于能翻地了。村里时常在三房家借牛的刘婶来了山脚下，宋九跟他说了说想请几个短工帮着挖沟渠修水田的事。刘婶笑道：“这事儿包我身上，村里有不少人地少的，家里儿子还多，还想着去城里寻苦力做，瞧着村里能做事，就不用去城里了。说好了价钱，20个大钱一天，不包吃的，从早做到晚，跟他家傻夫君一起去地里。”刘婶这就去村里找人去了。第191章，寻到了商机。宋九在家奶孩子，没办法出门，只能丈夫出门，似乎种自家的地。他家傻夫君更加勤快似的，恨不能3更天就起来。大清早的，宋九像往常一样给丈夫蒸了一锅肉包子带上，天还没有亮，她就送丈夫出门了。宋九在家里照顾2孩子也忙碌，闲着的时候跑去院前看一眼，就能看到她当初买下的10亩地，大部分是能做成了水田的。等2月底，家里的牛也派上了用场，家里还有牛羊要喂。宋九将2孩子背在骡子里，赶着牛羊上了山。雨水丰富，山上的草也长得茂盛。宋九将2孩子放到避风的坡下，他拿着镰刀在旁边割草。2只野狸子不知什么时候跟了来，趴在2孩子身边，就特别有灵性似的守护着。宋九割了2筐子草，看到牛羊也喂饱了，这就将筐扛到牛背上带回去。下山时，村里年轻的妇人看到宋九，感觉到不可思议，一个人带2个孩子，还喂牛喂羊，这人也太能做事了。人家会生就算了，人家还这么勤快，谁家媳妇能有人家3媳妇厉害？宋九听着他们一个个震惊的心声，心头也有些纳闷。这些事在她没嫁人之前都只是小事，嫁到任家来，即使再忙，她也没有下过地，她很知足了。牛羊很听话的关到了后院，宋九将背后的骡子取下，发现2孩子竟然睡着了，孩子才是最听话的，没有哭闹，他才有时间做事。打小做习惯了的宋九不觉得累，反而觉得生活有了奔头。他买的10亩地今年有收获。这一忙又到了3月春耕时，任家必须请短工了。大哥在城里没办法回来，二哥听说最近时常跑码头，也没办法去地里。三房家里自己有10亩地，荒了几年才开垦做成水田，更加操心。任婆子出的主意，也不想老头子辛苦，干脆4家人一起平分短工的工钱，老头子也就在地里监督一下，没必要这么劳累。任家2房屋里，任广江傍晚从码头回来，仍旧是一无所获，心头闷闷不乐。码头上的事很杂乱，能赚钱的窍门都被人家有关系的找去了，轮不到他。杨冬花看着丈夫从年前找到年后，也没有寻到像当年一样的好事，不免也惆怅。第2日，任广江又去了码头，这一次他在留意着往来的货船。经过这些日子的打探，安城码头的货船越来越多。就在任广江想着要不要跟一艘货船的管事套个近乎，跟着跑船看世面去时，底下苦力工当中有个姓钱的苦力头目正说着话：“咱们安城可是苦了4年，这年头老天是顾着咱们安城了，可谁家还留有种子粮？恐怕连吃的存粮都没有多少。种子若是不好，就算是块好地也种不出作物，难熬。”几位苦力都点头。任广江看向这些苦力，心思微动。既然4年旱灾没了种子粮，连底下的苦力都发现了，那安城的商人不可能看不到。要是他能寻到这样的商人，给对方跑船，或许可以探一探哪儿有便宜的种子粮，趁着今年的行情，自己也能赚个中间差价。那位苦力头目钱大郎突然朝左右看了一眼，见周围没有其他人，随即小声问道：“我现在倒是认识一位小管事，有一小船种子粮要倒卖，你们可敢跟我一起做这生意？”苦力们听了自然心动，可是一问价钱都怂了，便凡有钱也不会做苦力，他们除了一身的力气，就是没有现钱。钱大郎叹了口气，事实上他也没有钱，要不是他在这码头做的久，认识那么几位管事，也不会有这私下里的消息。正好这一番话被任广江听到，但那苦力头目落单的时候，任广江将其拦下：“你当真有种子粮的门路？”钱大郎朝他看了一眼，立即认了出来：“你就是先前在码头一次赚了50两银子的那个苦力，是不是？”那会儿钱大郎还只是一位普通的苦力，才来码头不久，当时他很羡慕自己咋就没有撞上这样的好事。任广江没想到前年的事还有人记着，这下2人更好说话了。钱大郎还真的认识这么一位管事，是他私下带来的货，东家并不知道，所以只有一小船的量，但是不敢在安城公开售卖。要不是钱大郎这人实诚，对方也不会将这消息告诉他，叫他帮着寻商户。任广江问了问情况，那一船货大概值300-400两银子，管事不想散卖，同时也急着出手，价格怕是还能再谈。任广江心头一喜，这就跟钱大郎一同见管事去，谈价格算数目，可是任广江的强项，读书识字就用在这一时了。夜深了，杨冬花没有半分睡意，丈夫去了码头还没有回来，不要又像前年一样突然跑船去了，都来不及给家里传个话。就在杨冬花忐忑不安的时候，任广江披星戴月地赶了回来，一进家门，一把将媳妇抱了起来，欢喜地说道：“
媳妇，我要做笔大生意。杨冬花知道丈夫脑子灵活，自然也跟着高兴。要做这种子粮的生意，得4人合伙。她跟管事商量好了，一船货200两银子，4个人平分认购。只是他们都是庄户出身，一下子要拿出这么多的钱是个难事儿。任广江想多认购一些，将来赚的也多。只是二房屋里没有什么现钱，杨冬花吃药把现钱都吃没了，除非二房卖粮，可是粮食再怎么卖也卖不了这么多的钱去。任广江显得很兴奋，躺在床上还在跟媳妇描述他看到的那些种子粮，粒粒饱满，都是新粮，比自家存着的粮都要好。这样的种子粮种下去，产量都要高一些，尤其还便宜。第2日，二房夫妻2人商量好了，先去大房家里借钱。大哥大嫂定是赚了不少钱，老是看到大嫂买肉吃，家里请短工，大嫂也是毫不犹豫地给了工钱。大房院里，沈秋梅听到二弟要借钱做生意，脸色便有些不好看了。仔细问了问，才知道二弟要做粮种生意，当即泼了冷水。二弟要做生意是好事，可是你想没想过，就算是咱们家的陈粮拿到市场上一卖，庄户都未必买得起，何况还是这上好的粮种。再说二弟从来没有做过生意，万一这生意亏了呢？你这说的可不是小数目，比他上一次买10亩地的钱还要多。第192章，二房借钱做生意。二房夫妻才来借钱，大嫂就不同意了，夫妻2人都有些不开心。沈秋梅更是直接拒绝借钱，正好遇上大哥从城里回来。任广田在院外就听到里头媳妇的拒绝声，想到二弟从来没有开过口借钱的，这会儿做了主张，将这一次带回来的工钱拿了出来。老二要做生意，这是好事，二弟向来脑子灵活，大哥信你。银袋递到任广江手中，打开一看，里头有13两碎银。沈秋梅见丈夫才拿回来的工钱还没有捂热，就落二弟手中了，心头不是滋味，老老实实的学手艺或者在家种田就好，干嘛要去做生意？还跟人家合伙的，又是在码头刚认识的人，万一那人是个骗子呢？13两银子根本不够，可是看大嫂的样子是不会再借了，夫妻2人只好先回去。回去的路上，杨冬花看向山脚下，说道：“我们去三弟媳那儿借。”任广江摇了摇头，三弟现在天天在地里干活，也没有去打猎，我看三弟家里也没有多少钱，我先去爹娘那儿看看情况。任广江向来讨任婆子欢心，一过去就给任婆子揉揉肩捶捶腿，逗得任婆子很高兴，这才说起自己要做生意的事。任婆子静静地听着老二说完，沉吟了一会，这就回屋里拿了一个银袋子出来交给老二。钱可以借，但是要写借条，将来可是要还的。以前他娘可不这么做，任广江怔住，但很快应下，现在分家了，的确该写借条。任广江赶忙将银袋打开，里头是40两银子，他有些失望，盘算了一下，他娘手头至少有80两银子。娘，能不能就这么多了，写了借条你就拿走，做生意要自己把握好，莫被人骗了，你也老大不小的，该自己拿主意。哎，任广江不敢再多话了，生怕母亲一生气，这40两银子都给收回去了。写下借条，任婆子还真就收了起来。任广江欢喜地拿着银子跑回家，眼下二房手里有53两银子，按着约定，他们家的这一份已经筹集的差不多了，可是想到钱大郎家里的情况，还是多备一些银子。最后夫妻2人才来到了山脚下。那会儿宋九正在给孩子洗尿布，听到二哥要借钱，二嫂也是一脸期盼地看着他，2人显得小心翼翼的。宋九没犹豫，这就问道：“二哥、二嫂，你们做生意还差多少钱？”二房夫妻一时间也摸不准三弟家里能有多少现钱，当然借得越多越好了，这一批粮种弄回来得发大财。可是万一三房的现钱少，也不能让三弟一家不好过日子。于是任广江试探地说道：“三弟媳，20两银子可行？实在不行，15两也是可以的。”宋九点头，这就起身回屋，将一个破旧的银袋拿了出来，直接递给了二哥。任广江怔住，三房还真的拿出20两银子，不会是全部家当吧？三弟媳，要不我们借15两银子吧，总也得给三房留一点过日子。宋九笑了笑，说道：“二哥先拿去做生意，我没有做过生意，也没办法给二哥出主意，还是三弟媳最好说话。”杨冬花一脸感激地看着宋九，任广江也是暗下决心，等他赚了钱，加倍还给家里人。宋九送走二房夫妻，他站在院外看着村里忙碌的村里人，正好刘婶从村道上过来。宋九把刘婶引进屋里，问起村里人春耕的粮种问题，刘婶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没粮种的借也得借到粮种种下去的，但凡种地上就能长出来，老天爷对他们水乡村有眷顾，还有一个有福气的刘氏在村里。这话说远了，宋九只是默默地听着，等刘婶将村里的情况说了个遍，他又不动声色地问起周围村的情况。宋九没有做过生意，他的绣品生意也都是小打小闹，跟二哥做的粮种生意不同。跟刘婶聊了聊周围村子的情况，大多村里人都有在城里干活，手里或多或少能拿些现钱出来，大概是要买粮种的。
没现钱的就去人家家里借粮，总也要把地给种了。看来二哥这生意是能做的，这下放心了。刘婶在院里坐了好一会儿，瞧着宋九照顾两孩子辛苦呢，这就说道：“我家有个小丫头倒是闲着，要不你家的牛羊给她看着，1个月你看着给点，也免得你辛苦。”宋九有些心动，他倒也不是嫌事情辛苦，而是两孩子跟着他上山辛苦，到底还小呢。婶，给多少合适？你家丫头我见过，挺勤快的一个孩子。刘婶没想到他这么快答应了，小丫头能赚点现钱也是好的，于是说道：“1个月给她20个大钱，你看成不？大人一天的工钱都20个大钱了，人家看1个月的牛羊才20个大钱，工钱真不多。”宋九立即应下。刘婶这一趟还给家里小女儿找了个事做，勤快点的，放牛的时候就能割草，家里的猪草也一并解决了，顺带赚下的钱当然是高兴的，就这么说定了。他现在就将孩子叫过来帮手。正好洗了尿布就要出门的宋九总算松了口气，看着刘小丫将牛羊牵走，他就安心的在屋里带孩子就好。安城码头，任广江跟钱大郎带来的2兄弟，一共4人，各自掏出家底，总算凑齐了200两银子，借了一艘小船去前头接货。这些货是赵管事私下里带的货，见不得光，尤其不能让他的东家知道了，所以不敢停在安城码头。在一处荒郊的浅水处，4个农家汉子将一袋袋的粮种扛上租来的小船上。任广江心细，每一包都看了一眼，没有坏种，也不是陈粮，都是好粮种，他才敢收货。赵管事见任广江这小伙子说话做事有条有理，做事也细致，感叹道：“你还真适合做生意。”任广江摸了摸后脑勺，跟赵管事套近乎，想着他下一次要是还能带私货，也跟他们做生意。还别说任广江这嘴巴子会说，人也长得俊朗，看着还老实的庄户，又能算数，与不少人打过交道的赵管事还真是一眼就喜欢了这小伙子。跟谁都是做生意，倒不如就跟这个聪明的庄户汉子做生意，比城里那些商人强太多。一船货搬完了，数目也对上了，任广江将银子送上。钱大郎几人的眼睛巴巴地看着他们的血汗钱就这么交了出去，头一回做生意的几人心都是砰砰直跳的。万一这生意不成，几人都背债了，做苦力赚钱，怕得好几年才赚得回来。第193章，外行人生意不好做。4人胆子大，半夜3更将船驶到了安城码头。第2日租来了16辆牛车，没舍得请苦力工，4个庄户汉子赤着膀子快速装上牛车，这就运到城西头卖去。庄户赶集都是去西市摆摊的，去那儿卖，价格合适，也就被庄户买走了。这么多辆牛车的粮种运过来，着实很招人眼。街头正在吆喝的庄户一个个都停下了生意，纷纷朝这边看来。任广江也是头一回做这种生意，另外3人更是老实的庄户汉子。这会儿4个人寻了一处空旷点的地方停下，几人不太会做生意，有庄户觉得奇怪过来相问，才知道这是卖粮种的。懂内行的庄户看一眼粮种的品相，便问了价格，买走了半袋。想不到才到西城头就开张了，几人很是欢喜，只是接下来等了好一会儿，也没见人过来，几人显得有些着急。任广江心思一动，吆喝道：“过来瞧一瞧，看一看，今年新鲜出产的粮种，比家里的陈粮产量高，种下咱家的粮种，今年就有大丰收。”任广江一说完，脸都红了。不过他这一番话真的有用，果然吸引了路人。于是钱大郎几人也跟着吆喝起来。随着4人的吆喝声，终于吸引了不少的庄户过来围观。转眼有好几人买粮种，开了张生意就好做了。可就在这时，前头铺子突然有人敲锣打鼓，原本正围观粮种的庄户都被锣鼓声吸引跟了过去。就见那铺子前的管事大声说道：“粮种可得买好了，买的不好，1年的收成就没了。咱们铺子在城西头开了几10年的老店，在我们铺里买粮种那才放心，不然那些不知来路的，到时候粮种一卖，人就跑了。”随着管事的一开口，原本要在几人这儿买的庄户也都纷纷打消了念头。铺管事说的对，还是这铺子里靠谱。任广江几人本以为粮种会很快卖出去，没想到一向西城头没有人卖粮种的，偏偏今天这铺子进了货。钱大郎着了急，任广江脑子灵活，觉得这事儿也太凑巧了，于是去打听了一下，这铺子里买的粮种竟然跟他们的一起运来的。原来那大商船上可不止赵管事有私心，还有几位管事也有私心。许是赵管事看中的粮种被人发现了，对方也悄悄地带了粮种到安城来。而城西头这间铺子里的东家与那商船上的管事有些亲戚关系，有人看到铺子里的管事带着伙计从码头悄悄运来的，明明是同样的粮种，铺子里卖的价格更贵，可摆在路边的任广江几人竟然卖不过人家。头回做生意的几人很是气馁，钱大郎开始后悔自己做下的决定，这怎么办呢？摆路边摊做生意难，偶有几个嫌铺里头的粮种贵的庄户有过来买一些，可是买的人不多，都担心粮种有问题影响他们的收成。就在几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位大户家采买的管事经过这儿，看到牛车上的谷种粒粒饱满，比东家地里收的谷子都要好看，于是动了心思。这位采买管事上前问道：“
这谷种能卖给我吗？不做粮种，也可以直接当谷子吃，倒是个好办法。钱大郎连忙热情地上前，却被任广江拉住了。粮种是用来种地里的，这样收成好，直接当粮食吃了，多可惜！同是庄稼人，他舍不得这么糟蹋粮种。钱大郎很生气，将任广江拉到一旁说道：“是粮种重要，还是钱重要？咱们手头就这点钱，要是卖不回来，我们怎么活？”任广江被几人一劝说，心头很有种无力感。这些粮种明明是好的，这么吃掉了就是糟蹋了，有多少安城的百姓还用的陈粮做粮种？任广江被人拉着不让上前，钱大郎直接做主，把谷种给卖了。正好这谷种最贵，煮出来的也是白米饭。采买管事一问价钱，心头欢喜不已。这价钱与铺里的粮价只高了一点点，谷子却比铺里的粮食好太多，买回去煮出来的白米饭定比陈米香，东家得夸他了。一袋袋的谷种被卸了下来，任广江看着就心疼。眼看着生意就要做成了，对面铺里的管事瞧见了，立即提着箩跑了过来，站在几人的摊位前，一声锣响后便说道：“粮种可吃不得。”采买管事刚要付银子，听到对方这么一说，疑惑地问道：“为何吃不得？”铺管事眼睛滴溜溜一转，这就说道：“粮种是用药泡过了的，我家铺里的粮种买回去往土壤里一扔，立即就能长苗。那些药泡过后，比普通粮种出来的出苗数目多。”这铺管事这么说也有道理，可是这些谷种明明看着很干爽，与铺里卖的粮没有什么区别，难不成泡了药之后又晒干了？只是有了铺管事这一说，准备买的这位采买管事不干了，万一买回去吃出个好歹来了，东家不得弄死他。刚卸下来的谷种，那采买管事一转身就给跑了。铺管事见部队达到，提着箩就要走，被钱大郎三人围在了中间。金个儿这生意就是这人给搅和没的，还想走？铺管事整了整毫无褶皱的崭新的棉衣，看了三人穿着补丁衣裳的样子，冷声说道：“你们这些庄户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粮种，都不知道粮种跟普通粮的区别吗？”原本还以为是这人故意搅和，现在看到铺管事一本正经的样子，又有些迟疑了。莫非粮种里真的用药水泡过？三个人都是老实的庄户汉子，没有铺管事的心眼，一时间有些摸不准了。我也是为你们好，这些种子粮被人买去吃了，到时候吃出什么来，你们几个都得惹官司不可。现在倒是怪起我来了，真是不知好歹。铺管事就这样大摇大摆的走了，也将最后围观的客人都带走了。钱大郎气得跺脚，吃不得卖不出去，这两种砸手上了，这可是他们的血汗钱。任广江却在此时开了口：“瞧着天色也不早了，咱们把粮种分一分，拉回村里去卖，谷种算我的，其他们的粮种你们几个能承受多少分多少，剩下的也算我的，我补钱给你们。”第194章，粮种被人抢着买。钱大郎几人听到这话，又怎么能全部让他来承担？于是四人蹲在地上，钱大郎问起几人的家里情况，这粮种运回村里卖也是好事，就没有今天这么着急了。周围人认得他们的，指不定买些去，哪怕是赊些去，等有了收成就还钱过来，也不会亏损太多。经几人一商量，钱大郎按出价的钱带走粮种，其他两人家里借了钱，所以要的少了些，最后落到任广江身上，4车谷种都算他的，另外还有3车粗粮种。任广江还得补给他们43两银子，他说10天内必给两家送去，这10天里他会回村努力的把粮种给卖了。有了任广江这话，几人也算心安了，这人是条汉子，有事真扛。那两人赶着牛车走了，钱大郎却没有急着走，等两个兄弟走远了，才向任广江说道：“谷种太费钱了，要不我分点谷种的任务，我回去努力卖，也免得你一个人辛苦。”任广江摆手，谷种他想要，他不打算卖了，他相信赵管事这批粮种一定会有好收成。钱大郎见任广江这么讲义气，拍了拍他的肩，说道：“好兄弟，下一次咱们还要一起做生意，你脑子灵活，我跟着你一定会有出头之日。”高看了，任广江摆了摆手，最后只剩下任广江一人在城西头寻了几个庄户汉子帮着赶车，把粮种运回水乡村。7辆牛车入村的时候，村里人都忍不住过来瞧，这任家老二在做什么呢？任家还要买粮食吗？一入村，任广江被人问起，他说是从外地运回来的粮种。任广江越是不做多余的解释，村里人越是好奇，便是村长周大业在地里看到了情况，都跑过来相问：“你们家那么多的粮，选大颗的粮种出来不成问题，为啥还要在外头买？”周大业一开口，村里人都围过来了。任广江原本没有多想的，见村里人这么好奇的样子，他心思一动，说道：“今年跟往年不同的，今年风调雨顺，地里只要种下作物，一定会有收成。所以我去城里打探了，人家外地的庄户都不种自家留的粮种，就买这种粒粒饱满、出苗数目高的。我家不是地多吗？3弟媳家的10亩地也要种下了，我就托关系找人买了低价的粮种回来。”这么一说，村里人不淡定了。任家人种地可是村里人的标杆，任老头子种地有一手，每年的收成都比别家好。今年他们家不用自己的粮种，反而买别人的粮种，莫非种地真有这样的讲究？
有种田的老把式有经验的便证实了任广江这话，说道：良种至关重要，良种出苗多，地里的产量就高，自己留的良种指不定放在屋里，要么潮了，要么发霉了，出苗少的话就划不来。我年轻的时候就听人说过，会种田的都会特意的挑选大棵的良种独立储藏，可不是咱们随便把粮食一收就不管的。有这么一位老把式一说，村里人沸腾了，可不行，大家都要开始种地了，人家有这样的渠道买到好良种，他们是不是也该努力一把，花些钱买良种去？转眼任广江被村里人围住，周大爷更是将他拉到一旁，小声问能不能匀他们家一点，家里地不多，用不了多少，再说他这汽车的量可不少，他们家也种不来吧。任广江越是犹豫不定，越是让村里人想抢着买，人家有的他们也得有。任广江一会儿被村长拉过去说话，一会儿被村里的长辈老头拉去说话，最后他开了口：先回我家院里，大家想匀一点去的话，就来我家院里再商量。终于将任广江给放开了，村里人也各自回家商量着要不要去任家二房买良种的事。任广江将牛车赶回二房院里，立即叫左邻右舍帮着卸货，之后他赶着空牛车入城抬车，怕得半夜才能回来了。村里头为了良种的事议论纷纷，很快传到了任老头的耳中。任老头晚饭也不吃了，先去二房看情况，看到院里堆的良种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多半是在外头卖不完拉回来的。村里人是不知道情况，真要是村里人要买良种，这可是涉及到村里人这一年的收成，不是开玩笑的。任老头是个有经验的种田人，不待老二从城里回来，他先将每袋良种都弄了一碗出来，对老二媳妇说道：良种先不能卖，每袋良种我都用了一碗出来，这就拿去地里试着种一种，反正现在下种还早，我看出苗的数目怎么样再说。杨冬花是啥也不懂，听丈夫的意思是等他一回来就把良种给卖了，现在见公公这一脸严肃的样子，应了下来。任老头把弄出来的良种带走了。夜里任广江一回来，杨冬花就跟他说了这事儿，任广江才想到这一点。对呢，虽说他相信赵管事，可是万一这些良种不出苗，那可就害了村里的人，以后任家怎么在村里待下去？银子没了可以再赚，名声没了，那可是村里都待不下去的。还是他爹厉害。任老头夜里把二儿子和三儿子都叫到地里去了，父子三人连夜种下，还交代两人不要声张，过几天看苗出的怎么样。不过任老头看过了，进种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一批良种大概是没有问题，只是保险起见还是得先试过的。良种压在二房屋里，钱没有赚回来，也还不上大房和三房家欠的钱不说，还在外头倒欠了43两银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商量这事的时候，任广江被爹娘给说了一顿，沈秋梅也忍不住说道：咱们踏踏实实的做庄户就好，做生意都有风险。沈秋梅还想说重一点，看到二弟低垂着头很自责的样子，她只好收了声，反正沈秋梅这人是绝对不会让自家丈夫做生意的，她就觉得现在安稳的日子就很好了，丈夫凭着手艺赚钱回来，能够养活一家就很知足。二弟这人不爱学手艺，心还比较野，先前跟着跑趟船就赚了笔钱回来，那会儿沈秋梅就感觉到不可思议了，没有出过门的二弟竟然敢跟着跑那么远的船，多危险，也只有二弟媳心大，由着他。一桌人只有三房啥话也没说，等桌前都安静下来了，宋九从袖里拿出20两银子放在桌上，说道：我和夫君来的时候只带了这些，等会儿二哥再去我院里拿剩下的钱，先把钱还上。一直低垂着头不说话的任广江一脸错愕地看向三弟媳，一旁的杨冬花甚至激动地想哭。第195章，还是一家人齐心。家里人都是责备，便是大嫂也不赞成，只有三弟媳啥话也不说，直接给钱，简直是他们的救星。任广江激动得有些哽咽，他看着三弟和三弟媳说道：我一定会还你们的钱，一文不少。宋九也不懂得做生意，但是他问过了，只要良种没问题，这生意必定是能做的。他刚才过来的时候就感觉大概是二哥遇上了麻烦，所以带上了20两银子，就是没有想到二哥还欠着40多两银子。不过他现在手头也有这个闲钱，先借给二哥也没有关系。任婆子看着老二夫妻激动的样子，叹了口气：三弟媳借的，你们可得记住这个情，把钱拿了，老二以后做生意可得好好想想，别冲动。哎，任广江这才把钱收下。沈秋梅看了一眼，最后还是把带来的20两银子放到了桌上。家里钱也不多，就这些吧，二弟和二弟媳先用着。沈秋梅的确不舍得给，但来的时候她也是担心二房把钱给亏空了，才从压箱底把钱拿了出来。二房夫妻疑惑地看向大嫂，大嫂一直说他们，以为大嫂不会借了。任婆子见老大媳妇竟然拿钱出来了，脸上露出笑容来，随即从怀里拿出3两银子。其实任婆子把老两家欠下的43两银子都带来了，但是她没有急着给，不想老二觉得做啥事都有爹娘兜底，将来再闯出祸事来。只是令任婆子没有想到的是，大房三房会在这个时候支持二房，这样的话她更不用拿出银钱来了，就得让老二记着这份恩情，
兄弟之间就该和睦。转眼43两银子都齐了，任广江的心落下。他爹不让他卖粮种，得等地里的苗子出来看情况再卖，可是10日内就得给那几个兄弟送钱去。任广江自然是着急的，他做事向来讲义气，不能说话不算数。那我明个儿就把这钱给他们送去。做生意不让人家吃亏，宁愿自己吃亏。人是个好人，就是这么做下去，成不了气候。任婆子听到老二这么一说，便问道：以后再有这样的生意，还叫上你那几个兄弟一起？任广江明显的犹豫了一下，随即说道：钱大郎这人常年在码头，能帮我提供消息，认识的管事也多，倒是可以与他一起做生意。另外那2个还是算了吧，他们不适合做生意，这一次的货不让他们亏就成。任婆子一听，总算老二还有脑子，既然他自己有想法，也就不必担心了。白日里，任广江只眯了一会儿，就拿着钱给钱大郎的那2个兄弟送去。只是当任广江见到这2人时，他们却有些反悔了，问任广江能不能再匀2车粮种给他们卖，他们才运回村里，就被10里8乡的人给买走了。任广江一听，脸色有些不好看。当时认购的时候都说家里情况不好，借了钱没办法交代，他才多认购了一些，现在又说要粮种。任广江还没有说话，一旁的钱大郎听不下去了，做人不能太自私，别什么好事都自己占着了，人家广江说给你们钱，就好生收着，认购的事在街头，咱们可是商量好的。2人被钱大郎一说，脸都红了，不敢再多话，这就收下了银子。任广江也不想停留，转身走了。这2人还有些可惜，早知道粮种这么好卖，就该多认购一些带回村里。经过任老头的反复观察，这些粮种是没有问题的，出苗数目多，而且苗子好，根都扎得结实。二房这一批粮种是好粮种，既然是好粮种，自个家里要用的种子先留下来。任家人聚集在2房院里，3房家里10亩好地也有了种子。沈秋没想到他自己买下的10亩差地，想种些粗粮种下去，到时候也有收成。于是几家一分，任广江全部按买入价钱给大房和3房算，只有剩下的粮种卖给村里人的，却是按着城西头铺子卖的价格来的。左右剩下的也不多了，村里人买的人太多，价格便宜了还不好分，价格太贵了，村里人不少人打消了念头，本来手上现钱就少，愿意给得起价钱的就是周大业几人，也就几人一分全部买走了。所有的算下来，2房家里赚了4两银子。杨冬花很知足了，至少没有亏损，还自个家里得了一批好粮种。有了粮种，任家的田地就得下种了，春耕时节越发的忙碌。任家2房里，任广江悄悄地留了一些粮种，趁着媳妇串门去了，他背着粮种脚步飞快地往杨家村去了。傍晚任广江回来，杨冬花看了丈夫一眼，疑惑地问道：你一天不见身影，上哪儿去了？任广江笑了笑，说是去地里看先前的那块田，苗子又长高了。杨冬花也没有多想，还真没有往娘家送粮种的想法，只是作为女婿的任广江却还是顾着了媳妇的娘家，总不该没粮种下地，今年没了收成吧。山脚下，宋九最近很忙碌，自家10亩地分出6亩水田，4亩旱地。今个儿早上村里有人在卖鱼苗的，宋九就跑去看了一眼，买了些鱼苗养在水田里做稻香鱼。家里的牛派上了用场，看着他家傻夫君一天到晚在地里忙活着，他也不闲着，给地里的丈夫送饭。抢着春耕，任家的3头牛都被借用，总算忙得差不多了。放眼望去，整个水乡村里绿油油的一片，风调雨顺的，村里人都冲着希望。闲下来的时候，村里的年轻小伙不是去码头做苦力，就是去城里做手艺，想办法赚现钱去。任荣长要去打猎了，入春后就没有上山，已经耽搁了时间。宋九给丈夫准备了路上的吃食，在这日天蒙蒙亮的时候，悄悄地出门，没被人知道的。当天宋九就跟二嫂说了声，二嫂夜里过来陪他。没有傻夫君在家，宋九连着吃饭都变简单了，每天照顾着2孩子，日子很清闲。他大概已经忘记自己还是一个绣娘。直到这日清晨，城里戏楼的伙计找到了水乡村，给他送来了2匹好绸料，宋九才发现好久没有刺绣了。伙计看着几个月不见就已经生了2娃的宋九，一脸的不可思议，将布料交到宋九手上，还特意从袖里拿出一个枫红大红绸布包着，里头是阿奇给他的红包。第196章，衣裳惹下祸端。阿奇算着时间，他大概是要生了的，每次他做的衣裳都很满意，所以这一次才让伙计送布料来，给红包是他的心意。宋九哪敢要，给人家做衣裳，给的工钱又高，不嫌弃他的手艺就好，既然还给他红包。伙计将红包往桌上放，说道：你就收下吧，在戏楼里，我家小主子没有什么朋友，他这是把夫人当朋友了。上一次夫人做的衣裳，小主子很喜欢，这一次早点做好送过去，这是春衣，再不穿上就入夏了。宋九听了有些惭愧，这一次必定做快一点，说是按着上一次的圆领子来做，阿奇很喜欢。伙计这就要走了，宋九将人送出院子，再回来看时，红包仍旧在桌上，打开一看，里头是对小金镯，这太贵重了。
大概阿奇也没有想到宋九会生双胞胎，不然怕得2对小金镯了。收了人家的礼，等会把衣裳做好，可不能再收人家的工钱。想起伙计说阿奇把他当朋友的话，本想要退回去的心思只好放弃。既然送过来了，那就收着吧。1对金镯子，2孩子1人戴1只，再加上公婆给孩子打的银圈，2孩子身上可贵气了。宋九摸了摸孩子们的脸，见2个小家伙吃饱了就犯困，他也就抓紧时间给阿奇做衣裳去。一双手还是柔软的，师傅教给他的护手方子还真是有用的。他悄悄地一直在保养着双手，即使做家务也没有受到影响。想到这衣裳也是日常穿出去的，他记起师傅给他的花样里还有不少衣裳的款式，画的虽然简单，虽说只是告诉花样绣在何处地方比较好看，却仍旧提醒着他。从师傅的花样里挑了2副，这就忙活起来。夜里杨冬花来院里相陪，就在2孩子的摇篮前坐了好一会，看到这对金镯子还感觉到不可思议。庄户家里哪来的金子银圈子已经很不错了，得知只是3弟媳的一位客人送来的礼，就更不可思议。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有人情味呢？跟人家做手艺不同，对方真是财大气粗。的确是有人情味，宋九记着这份情。水乡村的生活平平静静的很温馨，而安城里在平静的夜里藏着多少奢靡无度的生活。安城首富陈府今日大摆宴席，请来了当地的地方官员，里头竟然还有知县老爷。女眷中秘密来安城的晋王妃派了朱书文来参加宴席。这会儿朱书文像往常一样夹在地方官夫人们的中间，与这些官夫人周旋，而他们却根本不知道他和晋王妃的身份。里头恐怕也只有知县夫人能猜测到一些，毕竟国师来安城求雨，才到安城就被朱氏的婆母给接走，可见这对婆媳身份不太简单。朱书文坐着正无聊，也不知哪位官夫人提了一句，说城东头的戏楼里有位名角儿，那样貌说她闭月羞花也不为过。这么一提，还以为是位女娇娥，结果是位男旦，但每次出场的角儿却是女娇娥的身份，扮起女人来能令女子自愧不如。所以像陈府这样的宴席，自然是请了戏楼的名角的，趁着前头唱的差不多了，要不把这位名角请后头宴面上来，供夫人欣赏一下。众夫人果然心动，便是朱书文被这位夫人一描述，也动了心，且要看看小小安城还有这么好看的名角吗？陈夫人派了下人去前头问老爷，把名角请来。众人也正巴巴的等着。后院的下人才到前头宴场，就见宴场气氛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戏楼名角阿奇上妆之时扮的是红衣女娇娥，可是戏唱完了，她立即下去换了一身男子衣裳。以前参加宴席，即使是男装也是宽袍广袖，再加上是丝质衣物，阿奇又略显瘦，带着几分中性之美，让这些男客多了几分遐想。可是今日的阿奇却穿了一件奇怪的衣裳出来，是件窄袖圆领袍衫，可在圆领子上又做了个翻领，腰间系黑带，带下悬挂盘囊，再配上皂靴，与那关外的胡服很有些相似，瞬间显得阿奇魁梧了不少。再加上阿奇抹去了妆容，露出男子真容，关了发，走路时四平八稳，与刚才他扮的女娇娥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正在喝酒寻乐的众人突然都静了声。显然阿奇的这一身打扮并不满权贵们的意，比女子还要好看的人就更要阴柔一些才不违和。突然变得阳刚起来，反而失了美感。首富陈老爷当场发飙，在阿奇来敬酒的时候当场给了难堪，阿奇被2名下人扣住跪了下去。宋九精心挑选的梅竹双青图在衣裳上尤其的显眼，不将他当戏楼的名角来看，眼前的阿奇就是阳光又俊朗的公子模样，这一身打扮更有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气节。伶人也是人，这衣料是陈老爷赏给阿奇的，安城里最珍贵的好料子。本以为他会像上次一样穿着衣裳上绣的连理枝和比翼鸟，结果穿上这么一套过来敬酒。退下去，换上我赏给你的红衣，再来敬酒。往常的阿奇会妥协，但今日他却很坚定，他挺直了身板，平静地看着陈老爷，说自己的这一身衣裳很合适，而且也是新衣，也是能敬酒的。陈老爷怒了，拉下去，把衣裳换了再过来。阿奇被下人强行拖走，在场的人无人替他说话。原本过来请人的后院下人看到这场景，连忙跑回去禀报给夫人。坐得近的几位夫人都听到了，前头那名角惹恼了陈老爷。地方上的富绅和官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私下里还流传着一句话：铁打的地方富绅，流水的知县。地方知县上任3年1任期，有政绩的话就被调走了，没政绩的连任2期，最后也得被地方富绅们欺负。眼下坐在陈夫人身边的知县夫人听到这话，心头不满，却也不能作声。朱书文听了没啥感觉，一个戏子而已，关他何事？只是在几位夫人当中，有位夫人却突然起身开了口：陈夫人，其实城东头戏楼里的衣裳都是我眉庄所绣，阿奇那身衣裳还是我亲手绣制，就是真没有想到这衣裳竟然给阿奇惹下了祸端。其实这祸端是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不让人家穿自己的衣裳，非要让一名男旦穿红衣，就知道前头宴席上那些男人的用意，只是都不说出来而已。第197章，
小秀娘家住何处？只是现在梅庄东家陶三娘说起这事，多少还是得给人家面子。在京城都出名的梅庄，在地方上也是出名的。而且听说梅庄的东家陶三娘曾经给宫里的娘娘们做过衣裳，也不敢随意得罪。陈夫人听了还有些犹豫，陶三娘看了一眼众位夫人，立即说道：“怪我想的不周全，在座的各位夫人，便由梅庄给各位夫人们定做一款京城来的新款，以表歉意，还望陈夫人帮我说说好话，莫怪到阿奇的身上。”梅庄大放血，做京城来的新款，那感情好，众夫人都帮着陶三娘说话了。陈夫人只好亲自去一趟前头，很快明觉阿奇被放了，却也受了些苦头，原因是他不愿意脱下身上的衣裳，更是将对方给的红衣裳给扔了。被救出来的阿奇上了梅庄的马车。陶三娘看着阿奇被打红了的半张脸上还有手指印，不免心疼，说道：“你为何非要穿上这衣裳？难不成这衣裳对他有什么用意不成？你心上人送你的？不然除了这个，真的就解释不通了。作为戏楼的名角儿，戏演完了就得去给达官贵人敬酒，这是规矩。人家东家要求他换上红衣，那就换上。大庭广众之下，也不会真的有什么，一点小委屈那是没办法的事。陶三娘在宫里给娘娘做衣裳，还不得跪着给人量尺寸，一个没小心颜色或者绣样没对，指不定就杀了头。到头来也只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小绣娘，上头人要杀她，她一点办法也没有。不然她为何听了晋王妃的话，就立即来安城开梅庄了？不仅她这个梅庄的东家是这样，那些皇商们哪个不是晋王妃一句话，不得不来安城开作坊，扶持安城的百姓学手艺。然而阿奇却是摇了摇头，反而说道：“知己难逢，我虽为戏子，却也是个人。这些权贵们看我穿红衣，把我比作女娇娥，我不舒服。”陶三娘一听，心头一惊，小声问道：“他们欺负你了？”阿奇脸色变了，手握紧成拳。陶三娘的脸色也不好看了，伸手握住阿奇的拳头，说道：“要不你隐退吧，不唱了。”阿奇苦涩一笑，他一个戏子不唱了，戏楼怎么办？再说他自己又能做什么？现在借着戏子的身份还能周旋在这些权贵之间，尚且无人敢真正对付他，是担心他身边喜欢听戏的人左右牵制。一旦他不唱戏了，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陶三娘无奈一叹，但很快他又发现阿奇身上衣裳的刺绣，这才仔细看阿奇身上衣裳的款式。胡服？又不对。阿奇听了，立即坐直了身子，还整了整衣裳。陶三娘看着他挺直了的脊背，突然又笑了。不得不说，这衣裳很适合你，不过这梅竹双青可是我梅庄的花样，这衣裳是我梅庄的哪位绣娘送给你的？竟然背着她给阿奇做衣裳，还有这手艺，定是他底下的几位心腹绣娘了。算着年纪，倒是有一位与阿奇相配的，莫非金个儿这事也是因为这位绣娘？这位就是阿奇的知己了。阿奇不想陶三娘误会，说道：“可不是你的绣娘绣的，我若是找梅庄做衣裳，那定是交给三娘的。”那就怪事了。陶三娘不顾礼节，伸手就翻开了阿奇的衣角看绣样。这一下更是证实，不仅绣样是梅庄的，还有这刺绣的手法也是，只是略显稚嫩。这位绣娘的绣功不深，学的时间不长吧。然而当陶三娘翻开衣角的另一边，看到收针之处竟然还绣了一只野梨子，大为震惊。这是梅绣中失传的双面绣，便是我也无法这般收针。这野梨子身上的毛如此生动，阿奇这人到底是谁？没想到一件衣裳倒是惹起了不少风波。阿奇连忙将衣角扯了回来，一脸疑惑地看向陶三娘，问道：“为何是失传的双面绣？三娘也不会吗？”陶三娘摇头：“我会，但是出京城前我发过誓的，我不会再绣双面绣的绣品。”阿奇又试探地问：“你找这个绣娘想做什么？”陶三娘的内心也平静了下来，她靠着车壁坐稳，脑中有许多的思绪，答道：“我想知道是不是有人背叛了誓言，把梅绣的手艺传了出去。”阿奇有些奇怪，就见陶三娘说道：“你这衣裳很特别，我在陈府说你的衣裳是我做的，才将你救出来。眼下要隐瞒过去，这款衣裳我梅庄也得做些出来。你将那绣娘的住处告诉我，我且问问她，若是愿意来我梅庄，必定给她一笔可观的银钱作为补偿；若是她愿意来我梅庄做绣娘，也可以跟她谈谈绣娘的工钱。”阿奇见陶三娘并无恶意，心头舒坦些了，这就说道：“既然这样，何不将梅庄的货交给她来做？如此也不必给她补偿了，直接给工钱。至于加入梅庄，三娘莫不是想问她的手艺出处？”陶三娘的小心思被阿奇一眼看出来，她尴尬一笑，说道：“她这手艺定是有人传授的，而这个人当年可是答应我了的，不收徒。”阿奇心头没底，试探地问道：“若是真学了江南梅绣的手艺，三娘想怎么样呢？”陶三娘收起笑容，面色严肃地看着他，一脸认真地说道：“那我会让她在绣娘这一行站不住脚跟，她这一辈子也别想做绣娘。”阿奇脸色难看起来，对上陶三娘凌厉的目光，看来他不是在开玩笑，而是来真的。阿奇，人在何处？阿奇连忙摆手：“我不知道他在何处，每次都是他来戏楼找我，
她只是一个普通的绣娘，眼下安城风调雨顺，大概也不会再做绣活了。陶三娘皱眉，瞧着是问不出来了，可是这一身衣裳款式像极了胡服，可不是一个普通庄户绣娘就能做得出来的，没见过世面，又岂知关外的衣裳是什么模样？除非是莫如水也来了安城，而且就躲在这位小绣娘的住处，只有她亲自教导，才会将收针出的双面绣教会徒弟。当年可是她也没有学到这门没绣的绝技。陶三娘意味深长地看了阿奇一眼，也没有再追问了。第198章，安城起了祸乱。阿奇总算放了心，他看向秘密缝制的衣裳，还有衣裳上绣的梅和竹。虽然当时他已经上妆准备出场，没有见到小绣娘，但是他看到这件衣裳就明白她的用心。梅竹之气节，该有男人之体魄。这个小绣娘只不过做了几身衣裳，却比谁都理解她心中所想。世人只做好看的衣裳，却不知好看的衣裳不是谁穿都好看的。梅庄亦是如此，到底三娘还是一个生意人。陶三娘听到阿奇这评价，不置可否，甚至笑道：曾经也有这么一个人跟我说我是一介商人，行商就是为了赚钱，赚钱就得做客人愿意买的衣裳。若只是满腔热血能当饭吃吗？何况我还只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我不去赚钱，我如何安身立命？阿奇哑了口，虽是歪理，竟然无法反驳。陶三娘将阿奇送回戏楼，戏楼管事一番道谢，陶三娘不为所动，转眼回了梅庄，便自掏腰包，立即从京城调用一批绸料，快速给几位贵夫人送去新衣作为赔罪。越来越繁华的安城根本看不出平静下的风浪，而远在森林之中的任荣长带着丰盛的猎物准备回城。然而任荣长才从森林走出，遇上官道，他正想穿过去，再从山林中寻路回去，没想到走到半路，却被此地的杀气给吓了一跳。任荣长变得谨慎起来。野梨子跟在任荣长的身边，似乎明白主子的意图，沿着青草从往前跑，来到山坡处朝下望，就见底下有人在交手。任荣长将野梨子捞到怀中，一人一兽藏在草丛中朝下张望，只见交手的两方，其中一方穿的是官服，那倒下的旗子不知是从哪儿来的，但绝不是李阳郡的地方军旗。而与官兵交手的却是一群黑衣人，来路不明，却是身手了得。瞧这样子，黑衣人先下的手，官兵不是打不过，而是中了迷药，陆续有人倒下。黑衣人见了，手中长剑上前补刀，血流一地。此时有位黑衣人见下的官兵还尚有一丝清醒，指着他们大声喝道：精卫行事，山野草寇竟敢行刺！话没说完，黑衣人毫不犹豫的一剑刺死，一看就不是山野草寇，不然真没有这样的胆子敢杀皇城来的精卫。黑衣人将山地上的尸体挖了个坑给埋了，又处理了草丛中的血迹。偶有黑衣人靠近坡前时，任荣长的手握紧了腰间的砍柴刀，一旦被人发现，任荣长将被灭口。这些人功夫了得，任荣长一个人也难以对付，以至于一人一兽都显得很紧张。好在这些黑衣人并没有发现草丛中的一人一兽，处理完后也都匆匆离去了。任荣长从山坡下来，看到草丛中的一块已经破了的旗子，没有理会，转身穿过官道，大步流星地往山林中走去。这一次任荣长打猎用了6日光景才回来，到了家后二话不说泡在洗衣池里，啥话也不说，绷着一张脸，似乎有些不开心。宋九蹲在井边看着他家傻夫君健壮的半身，随即拿出一块金子帮丈夫搓澡。先前宋九怀孕的时候嫌弃傻夫君身上有味道，导致现在的任荣长每次做事回来都要洗得干干净净的才躺床上去。这会儿见媳妇竟然不嫌弃他身上的血腥味，还有些脸红心跳的看了媳妇一眼。自打孩子出生，夫妻二人便没有亲密的在一起过，这会儿看到媳妇的手伸过来，官道上看到的是转眼抛到了九霄云外，宽大又有些粗糙的手掌突然握紧了媳妇柔软的小手。宋九的脸也有些发烫，每这个时候就是夫妻之间心照不宣的时候，只是这会儿天没有黑，又是在外头的池水边，不太好吧。然而宋九才这么一想，人已经被傻夫君轻轻一带落入了洗衣池中，转眼柔软的身子被他按在宽阔的胸膛，隔着衣料宋九都能感觉到他滚烫的气息。天没黑，二嫂大概还不知道他家傻夫君回来了，等会儿二嫂过来给他作伴，要是看到了，以后妯娌见面他不得羞死。任荣长将媳妇抱在怀里，胸口砰砰跳动，他低头看向怀里想要挣扎的人，喉结上下滚动，咽了咽口水，说道：就是身上有些脏，媳妇儿帮我洗洗。宋九原本是帮他搓澡的，可是现在他下不了手。就在宋九挣扎着想要上岸时，下游的杨冬花已经挎着一个篮子上来了，眼看到了院子外头，朝着里边就喊道：三弟媳，明个早上我们5更天起来去山上捡蘑菇去。最近时常下雨，村里人早上都上山捡蘑菇，个个都有收获，左右在家里待着也不是个事儿，不如勤快点，也去捡2顿吃吃。只是杨冬花的话才说完，就听到泉井边似乎有动静，他疑惑地看过去，好家伙，就见洗衣池里冒出2个人头，没把杨冬花吓一跳。正是鸡入笼的时候最模糊，他赶紧揉了揉眼睛，还靠近了看，
就见三弟搂着三弟媳一起在泡澡。杨东花差一点心脏受不了，这是不是太不要脸了啊！杨东花本能的背过身去，又不敢出声，最后拔腿就跑，竹篮子都掉地上不捡了，人已经跑下游去了。宋九真的已经无脸见人，她自欺欺人的把头捂在丈夫胸膛，本想躲谁理不出来的，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她也没有这水性，人已经吓跑了，大概是不会再有人来的。宋九不得不给傻夫君搓澡，这一夜孩子都哭了好几回，宋九被大小三个磨了一夜，总算早上清静些了，两孩子也被任荣长给背了出去。等宋九睡醒时，才知道傻夫君已经将两孩子带山上去转了一圈，饿了就喝羊奶，竟然没有闹腾他。任荣长打回来的猎物，大清早的就送到大房给大嫂帮着处理干净，问就是家里两孩子，媳妇管不来。沈秋梅看着三弟头一回来找他做事，哪有拒绝的道理，就是觉得三弟是不是太精明了，不舍得自家媳妇辛苦，就让他这个大嫂来做。这一次三房打回来的猎物有些多了，沈秋梅把二弟媳也叫了来。第199章，三弟真是疼媳妇。杨东花一看到三弟脸就红，眼睛往别处瞥，直到三弟带着两孩子上了山，杨东花才松了口气，心头很震撼。莫看个个都叫三弟是傻子，疼起媳妇来是来真的。沈秋梅一边处理野鸡的毛，一边说道：“三弟带回来的这3张皮子倒是好皮子，能卖不少钱吧？看出来了，2张狼皮，1张狐狸皮，比上一次猎回来的狼皮子好太多，皮毛油亮，看着就是好货。”三弟平素不吱声，就喜欢闷声做事，这不养三弟媳和孩子不成问题了。沈秋梅感叹着，杨东花也觉得三弟有本事，嫁给这么一个丈夫，媳妇也过得安稳。说起三房家，沈秋梅也跟杨东花聊起二弟去码头寻生意的事。这开始做生意可不是这么好找的，再加上先前农忙的时节，他也没有出门，就最近才去码头跑一跑，还没有寻到好生意呢。杨东花叹了口气说道：“我夫君说，要是再寻不到生意，想跟着去跑船。”沈秋梅一听，立即制止，跑船10天半月，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多危险，又是去外地，可不比在咱们安城，别让二弟去跑船了。杨东花却是没吱声，若是丈夫想做的事，她都支持。丈夫总跟她说，富贵险中求，哪个做生意的不是辛苦赚来的，要是这么舒服，个个都去做生意了。把野味处理好，按着先前的规矩，给公婆送去1只，2家各留1只，余下的都给三房还了回去。那会儿宋九才起床，看到被大嫂二嫂处理好的野味，他还不好意思了，怎么就睡晚了？杨东花意味深长地看了三弟媳一眼，沈秋梅不知道内情的，却是交代宋九别太辛苦了，奶2个孩子可不轻松的，实在不成，找点钱在村里请个丫头帮忙。村里的人知根知底，还特别的勤快。宋九点了点头，只是祖宅小院里他不习惯有外人在，还是不请了吧。他其实带得过来，平时也没有做什么事。送走2个嫂嫂，宋九见父子3人都没有回来，他干脆做绣价钱忙活去了。傍晚时分，从码头匆匆赶回来的任广江一脸的笑容，他寻到了生意，正是先前带私货的商船上的赵管事，他又来安城了。钱大郎最先得知情况，对方在码头停靠1夜，明早就走。所以这一次任广江赶回来跟媳妇说一声之后，他跟钱大郎一起跟着赵管事出船，赵管事带他们去往江陵郡收粮种。原来这2种也不是谁都可以做的生意，在燕国有位皇商专做粮食生意的贺家，便有分铺在江陵郡，专门供给周围郡县，但是安城太过偏僻，所以往年无人运来，以至于百姓根本不知道贺家的名号。而赵管事的商船会经过江陵郡，经过那儿的商船最多了，要想见世面，就得去江陵郡的大码头，可以看到4面8方来的货船。赵管事说了，但凡任广江能跟江陵郡贺家分铺的掌柜搭上关系，说服对方，以后安城的2种就是任广江和钱大郎2人独一家，不会再卖给别人，趁着安城刚刚恢复过来，走商还没有发现这儿的商机，先下手为强。所以这一次的任广江势在必行，这一趟一定要去的。他相信赵管事的话，再说他读书识字算术一样不差，只要带够了盘缠，就算遇着什么事，他也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作为没有出过远门的人来说，江陵郡是如此的遥远，杨东花自然也担心的，又有大嫂金个儿那么一说，可是看着丈夫说起生意来神采飞扬的样子，她又舍不得泼冷水。媳妇儿，你现在就给我多做些路上的干粮，我搭赵管事的商船，不要路费，到时候也不在船上吃，一路上就吃干粮，能省好多钱了。我这就去一趟爹娘的院里，跟爹娘说说此事，再将母亲手里的钱借出来，等会儿再到大哥三弟院里也借些钱，等我回来的时候，咱们家就是安城唯一的粮种商了。杨东花想要劝一劝的话又咽了回去，赶紧去厨房里做吃的。任广江立即去了人家小院。任老头刚从地里回来，用了老二带回来的粮种，地里的苗子长势比别家的好，村里人都羡慕。这会儿老2口正在吃晚饭呢，老二就匆匆赶来了。任婆子叫老二坐下吃饭，想必刚从码头回来吧。这个2儿子平素看着老实，就爱在地里干活，
真要做起生意来，又比其他2个儿子脑子灵活，就是这做生意很让人担心。任婆子给儿子盛了饭，任广江原本不想吃饭，只想商量事情的，结果往桌上一瞥，看到一大盘子烧鸡，任广江就咽了咽口水。爹娘，你们平素的伙食这么好吗？任老头轻咳一声，说道：吃饭不准说话。任婆子将鸡腿夹到儿子碗中，随即又起身去厨房端了一盘煎的2面金黄的鱼块出来。任广江震惊地问道：娘，这会儿谁家放水田了？怎么有新鲜的鱼吃呢？任老头再次咳了一声，好好吃饭。任广江缩了缩脖子，没想到呢，爹娘的伙食比他们几房的都要好，竟然有鸡肉有鱼肉。一转眼，任广江吃了6碗米饭，把桌上的一盘鸡肉和鱼块都吃了个精光。好在梁老的吃得快，先吃饱了放了筷子，不然可能会饿肚子。任广江一抹嘴，便说起自己这一趟跟着去江陵郡的事，这才开口，任老头就知道老二借钱的来了。这次要多少？任老头一问，任广江一张笑脸就凑爹娘身边去，像小时候一样蹲在爹娘的膝头，说道：娘手上应该有80两银子。任老头一听，皱了眉，倒是会算数，算起他们梁老的账，不过数算错了，80两银子那是以前的数目。梁老的没吱声。任广江知道自己说的太多了，只是这一趟出远门要花销的地方太多，他会省吃俭用，能用腿走路的都不会坐牛车，但是他一定要运回来粮种，马上地里一收，下半年还得播种。而且一旦他将贺家粮种谈下来了，以后会时常去江陵郡，所以第一趟过去很重要。第200章，二哥悄悄地离家出走。在任广江磨人的嘴皮子下，梁老的松了口。任婆子回屋拿出80两银子交到他手中，却仍旧让老二写借条，还叮嘱他万事小心。倒是没有阻止老二出远门，更是没有说几句担心的话，比如长这么大头一回出远门，他能不能行之类的话。任广江感觉爹娘是不是对他太放心了？得了银子，任广江不耽搁了，立即去往大房屋里。又来借钱的沈秋梅得知二弟出远门，立即劝道：广江，嫂子丑话说在前头，你这一趟去这么远，万一有个什么，你让你媳妇怎么办？咱们任家也不是没有田地，干嘛要这么折腾？何况老二媳妇还没有身孕，你真有个什么，连个后都没有。刚一说完，沈秋梅又呸呸2声，感觉自己说这话不吉利。站在丈夫身边的杨冬花听到这话，心头很不好受，她的手不由自主地摸向自己的小腹，这儿还没有动静。任广江听到大嫂这话着实不好听，显然也有些不高兴，爹娘都没有阻止他呢。沈秋梅从屋里拿出20两银子递到了他手上，说道：你大哥拿回来工钱，我上一次在你那儿买了粮种，后来又请了短工，眼下也只剩这点儿。任广江本想一气之下将钱还给大嫂，每次都是大嫂泼冷水，只是旁边的媳妇又按住了他的手。二房夫妻要去山脚下借钱时，沈秋梅抱着闺女跟着他们一起去，她觉得三弟媳一定会帮着她说话，定是会阻止老二出门的。家里过得好好的，为何非要冒这个险呢？只是当几人来到山脚下时，就见公婆也在。任家两老的等老二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了山脚下。任婆子哪有不担心老二安危的，他们过来是想叫老三跟着老二一起去一趟江陵，毕竟老三会功夫，路上遇着什么他也能保护老二，兄弟2人在一起也好商量。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任荣长这一次却反对二哥出门，他自己也不出门，甚至他暂时不打算出门打猎了。任婆子看着发脾气的老三，感觉是有蹊跷，将老三拉到一旁，想要仔细盘问，奈何老三脾气上来了，就是不准老二出门，家里人谁也不准出门。宋九将2孩子安抚着睡着了，他从屋里出来，就发现公婆围着他家傻夫君问情况。傻夫君逼急了，憋红着脸，双手握紧成拳，他连忙走了过去。老三媳妇，你把老三拉屋里问问去，可是这一次打猎出门发生什么事情了？宋九疑惑，平素发生什么事儿，他家傻夫君会告诉他呢，这一趟回来他并没有说起。不过宋九还是将任荣长拉回屋里仔细问情况。外头几人，任广江气狠狠地说道：三弟不让我去，我也要去的，做粮种的生意宜早不宜迟，但凡被人家抢先一步，这生意我就做不成了。任婆子看了老二一眼，伸手指了指他的额头，我看你想做生意魔怔了，老三不会无故发脾气，一定是有什么事。好在老三媳妇会安抚人，要是放以前，任婆子也得磨好久才能问得清。沈秋梅再次开口，我看三弟说的对，不该去，这生意不做就不做，咱们家又不缺吃的。杨冬花被几人一说，心都乱了，她看着丈夫，将手放到丈夫的掌心。任广江看了一眼媳妇，握紧了她的手，无声地安慰着她。没多会儿，宋九从屋里出来，一脸的凝重，他问出来了，他家傻夫君这一趟在山中发现有人把官兵给杀了，那些官兵还是京城来的，而且那条官道隔着安城不远，显然安城会引起祸乱，不是开玩笑的。任家人听了都显得惊慌，任婆子原本还想着
老三跟着去的想法立即打消，也不让老二去了。任广江眼看着说服不了家里人，转身就出了门。杨冬花连忙追了出去，任婆子在后头交代道：“老二媳妇劝劝他，别做傻事，去江陵坐的是船，可不是在陆地。老二水性也不好吧，出什么事了怎么办？”杨冬花听了婆母的话，跑得更快了，赶紧劝劝丈夫去。任婆子坐在堂屋里，一脸沉重地说道：“这些人怎么这么大胆子，敢杀金兵？还有金兵为何来安城？”任婆子的目光看向眼前的三房夫妻，任老头也很快明白任婆子的意思，两人不动声色地沉默了。宋九听着话风不对，赶紧凝神去听公婆的心声，哪知公婆竟然没有啥想法，但看两人的表情却不是这样的。于是宋九问道：“爹娘，你们说这些人会奔着谁来的？”谁知任婆子立即起身交代道：“你们别想些有的没的，庄户家的，上头的事轮不到咱们操心。孩子他爹，咱们也回去了吧，院里的鸡还没有赶入笼子。”两老的脚步匆匆地离开，沈秋梅也跟着公婆先回去了。屋里只剩下宋九夫妻二人，结果他啥心声也没有听到。看来他家傻夫君说的对，暂时不能出门打猎了。宋九打算把绣品做好送城里去，就暂时也不出门，到时候把皮子一并给卖了，加上地里的粮食，也足够他们一家生活的。一夜安稳的过去，到了早上，杨冬花着急的跑到山脚下来敲门。到这会儿，宋九才知道昨个夜里二哥独自出门去了，还给家里人留了一张纸条。杨冬花不识字，把纸条拿到宋九这儿来念。杨冬花以为丈夫是去码头，担心丈夫的安危，想着三弟赶紧去一趟，把她丈夫寻回来。宋九快速看完二哥留下的纸条，明白了二哥的去向，无奈的看着二嫂，人怕是已经上了船，上头写着船5更天就出发，现在天都亮了。杨冬花一听，整个人崩溃了。昨个儿在公婆和大房家借的钱并没有退回去，她就该警醒的，她当时把银子收自个手上就好了，就是没往这上头想。任广江舍不得错过这个机会，连着三房家的钱也没有借，就这么走了，只带走了100两银子，还有家里剩下的馒头，粮缸里大概少了1小袋粮，多半也是他带走的。就这么点吃的，他说到江陵郡至少得半个月了，那这些吃食哪够？早知道昨夜多留一些在锅里。杨冬花捂着脸哭了起来。